江城第一精神病院大门，我出院了。看着落日余晖，秦泽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我出院了，我免费了，好耶！我们都出院了。渴了，先去喝点东西吧。水果榨汁儿，我爱喝水果榨汁儿。秦泽的脑海里同时响起几十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像是村口的大妈们全钻进了脑子里，吵得要死。这些全都是他的分身，此时正重叠在他身上。2个月前，秦泽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万族灵力、以武为尊平行世界。不仅如此，还获得了一个分身金手指，每天自动分裂一个分身，比母鸡下蛋还简单。分身的各项属性只有本体产出分身时的一半，且没有继续分身的能力。其他方面和本体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有智慧，有血肉，有灵魂。秦泽和分身们共享感官，共享记忆，就像一个多核处理器。刚获得这个能力的时候，秦泽很不适应，为了隐藏分身，只能让他们重叠在自己身上。这群二货整天喋喋不休，搞得秦泽都有些精神分裂。于是乎，神神叨叨的秦泽被老爹老妈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一待就是2个月。老姐人呢？不是说好今晚下馆子给我接风吗？秦泽独自站在马路边上凌乱，手机也没电了。干！眼看太阳就要完全下山，再不走天就黑了。秦泽不再等，一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家走。精神病院位于郊区的山顶，本来人就少，这个时候能遇到的也就只有鬼了。山脚下，秦泽准备等个有缘车，忽然瞥见远处有个姑娘背对着自己蹲在路灯底下，肩膀一耸一耸，好像在哭。荒郊野岭，天色渐晚，孤男寡女，乌鸦在头顶乱叫。秦泽转身就走，可还没走多远，在前面的路灯下又看到了那个妹纸。秦泽假装没看到，继续走。不出100米，路灯下2人再度相遇。妹纸的哭声比之前更大，声音很尖，像是婴儿啼哭。借过。秦泽黑着脸绕过了妹纸，唰，妹纸瞬间闪现，背对秦泽挡住了他的去路。没完没了是吧？泥菩萨还有3分火，秦泽耐心彻底耗尽。咔咔咔，妹纸脑袋转了个180度，嘴角开到耳根，朝秦泽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接着，他的身体开始不断暴涨，上百只手脚从身体里伸出，密密麻麻像个刺猬，脸在男女老幼之间不停变换，让秦泽想到了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只不过万花筒变的是颜色，妹纸变的却是人脸。砰！2层楼高的妹纸右脚朝前一踏，地面都在微微震颤。斯密马赛，我承认我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秦泽一点点后退，表面稳如老狗，心里慌的一批。怎么会有异兽的呀喂？虽然这里是近郊，但好歹也是在城里，叫阿伟也没用。所以这是咱们离开新手村的第一场 BOSS 战。区区异兽，让他见识见识秦泽大魔王的厉害。不就一只异兽，看我一个滑铲！一个分身离开秦泽，朝异兽铲了过去。异兽的肚子忽然张开1米多长的血盆大口，分身精准无误铲了进去。哥！异兽打了个嗝，歪头疑惑地看着秦泽。这个人类好奇怪，明明已经吃掉了，为什么还站在面前？并肩子一起上。秦泽振臂一呼，10几个分身朝异兽冲了上去。异兽亚麻呆住，这是天堂吗？异兽伸出来的那些手臂，一手抓住一个秦泽，挨个往嘴里送，直接吃起了自助餐。就是现在，趁着异兽吃自助分神的功夫，秦泽突然变成一道黑色闪电，快到捕捉不到他的残影。Doom！ 秦泽高高跃起，拳头直接砸在了异兽头顶。异兽猝不及防，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秦泽这一拳可是凝聚了全部分身的力量，这是他在精神病院没事研究出来的。一个念头就能凝聚全部分身的所有属性，维持时间30秒。30秒过后就会变得腰膝酸软，浑身无力。还有20秒，秦泽赶紧冲上去补刀。异兽肚子上的大嘴张开，一股极其恐怖的吸力传来，分身一个个离开本体，后面踩着前面人的背用力蹬，一个蹬一个。在付出10个分身之后，秦泽终于挣脱了那恐怖的吸力。刚落地，双腿突然变软，秦泽像个蛤蟆趴在地上。贤者时刻到了，异兽摇摇晃晃起身，满意的拍拍肚皮。他从未想过有一天光吃一个人类就能吃到撑。呼驾！剩下的分身们全部都跑了出来，一个把秦泽扛在身上，撒丫子快跑。其余分身们则是飞蛾扑火，拖延时间。异兽继续一口一个秦泽，尽管很撑，但这种自助餐的机会可是很少，必须光盘行动。咕噜噜，在又吃了几个分身后，异兽的肚子里传来一阵异响，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堆秦泽不成人形的残肢断臂。轰！几秒钟后，庞大的身躯倒了下去，再没了反应。剩下的20多个分身大眼瞪小眼，不明所以。秦泽又被扛了回来，会不会是炸死？咱们炸死还差不多，该不会是吃太多撑死了吧？活该，让他吃那么多，我们太牛了，撑死了这么大个异兽。话说，这好像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吧？咱们凭本事撑死他的，为什么不能骄傲？秦泽围着异兽庞大的尸体转了一圈，把尸体剖开，看有没有内丹。毕竟小说都这么写。秦泽没有带刀，分身们便把刚才异兽吐出来的秦泽骨头磨尖当刀用。没过多久，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被找到，果然有内丹。秦泽拿手掂了掂，冰冰凉凉，起驾回宫。分身们扛起秦泽站成一列，一边喊着121，一边消失在茫茫夜色中。10分钟后，一个身穿蓝白色制服的年轻人出现在现场。检查完异兽尸体，年轻人一脸凝重。3号执法汇报，逃脱的重伤 S 级异兽死了，魂珠丢失，细胞组织正在崩溃，死因疑似 A 世纪发挥作用。片刻，通讯器传来女人的声音：找到魂珠。是。年轻人环视四周，最后向秦泽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站在门口的秦泽张开双臂，本以为会迎来老姐的欢迎拥抱，爸妈的关切问候，然而现实却是空无一人。门旁柜子上的灰都落了一层。
秦泽拉着脸走进卧室，找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开机拨号。秦玉，你人呢？你根本就没在医院门口等我。秦泽无能狂怒。电话对面传来一个好听的女声：阿咧。秦泽，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给我打电话干嘛？秦泽黑着脸：我今天出院，说好的接风洗尘呢？秦玉沉默10秒，靠，我记错时间了，以为是下个月。秦泽摆烂往床上一躺：你上哪儿了？爸妈也不在家。好无聊，我想吃满汉全席。秦泽咸鱼一样滚来滚去，一会滚到左边，一会又滚到左边。秦泽，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秦玉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你找到男朋友了？秦泽内心的八卦之火在熊熊燃烧。原来在酒店，恭喜你终于嫁出去了。啥时候领家来？我看看是哪个瞎眼的猪，连你这样的烂白菜都拱。秦玉咬牙切齿：拱你妹！我要说的不是这个。秦泽滚到左边：我妹就是你妹，原来咱妈又怀孕了。闭嘴！听说我……秦玉打断弟弟的发散思维：其实我和爸妈都是强大且神秘的武者，现在正在执行机密任务。你安心在家准备几个月后的高考，过段时间任务完成，我们就回去了。秦泽从床上坐起，眉头紧锁，这波穿越家里人身份也都变了，所以说咱以后就是二代了。想到这里，秦泽龙颜大悦，以后溜溜鸟，赏赏花，大街上聊聊漂亮妹纸，做些二代该干的事，真不错。他开始喜欢上这个世界了。这时，电话里老妈的声音打断秦泽思绪：闺女，快帮我砍价，这么一块破布胎要100块，怎么不去抢？秦泽，你大爷的秦玉，合着你们的秘密任务就是出去旅游，还不带我？这边信号有些不好，异族武者打过来了，我先挂了，拜拜。嘟嘟嘟，秦泽要疯，果然就算是穿越了，老姐还是一如既往不靠谱。闲来无事，秦泽又把黑色珠子拿出来研究。小说里这东西一般都能吸收，一顿磕磕碰碰，秦泽发现这玩意硬得很。你把它吃了。秦泽喊出一个分身。分身秦泽一脸苦相，这么大怎么想也吃不下呀？让你吃就吃，废什么话？秦泽硬把珠子给分身塞进嘴里，然后一同感受了遍差点被噎死的感觉。有没有什么变化？秦泽问。分身面色越来越红，声音颤抖：来了，大的要来了。秦泽眼前一亮，有戏。噗，分身放了一个悠长的屁，快跑进了厕所。秦泽，果然是我的分身。哗啦啦，片刻，抽水马桶响起，分身轻松地走了出来。你该不会拉出去了吧？分身摇头，我变强了。怎么说？我得到了异兽生前的能力，吞噬。请开始你的表演。分身挠挠头，得吞噬活物，这就咱俩。秦泽打了个响指，安排。又一个分身走出，来吧，让我看看你的能耐有几斤几。后出来的分身还没说完话，就直挺挺倒下，变成一具尸体，有点撑。吞噬完的分身打了个嗝，按照这个消化速度，至少得1星期后才能再次进行吞噬。我获得了他的气血，现在修为变强了一点。闻言，秦泽突然感觉自己的小腹有团火在烧，他再次叫出一个分身，抬手按在其头顶，心中默念一声吞噬，分身倒下，一股暖流涌进秦泽身体。原来如此，分身的天赋能力可以共享给我，而且还是强化版的。秦泽感觉自己还没满，又吞噬了一个分身，这下终于满的快要溢出。此刻秦泽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他想大喊一声：我要打10个！秦泽发现自己的气血也增加了一点，也是吞噬哥共享给自己的，大概共享给了自己1/3。想来其他分身也可以给自己共享，奈何他们都是白板，共享太少，秦泽完全没感觉。哎，我们又失去了3位好兄弟，让我们默哀3秒，一鞠躬。秦泽不当人子，气都冷，分身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没理会分身们的逼逼赖赖，秦泽翻了个白眼，把尸体都处理了。也幸亏家里没人，爸妈老姐要是看到卧室里这一幕，非得吓死不可。几个分身围着3具秦泽尸体抓耳挠腮，直接抛尸。你是真不怕被警署发现？陈江吧，剁碎了喂狗，哪长那么多狗？还是剁碎了冲下水道吧。好主意，+1。说干就干，分身们把尸体搬进卫生间，去厨房拿了2把菜刀，咣咣咣开剁。虽然秦泽是不入流武者，但毕竟还是武者，力气比普通人大，继承了本体1半属性的分身们剁起来还是比较轻松。再加上有吞噬哥帮忙，分尸过程10分顺利。秦泽坐在客厅悠闲的喝茶，砰砰砰，忽然有人敲门，卫生间立刻安静。王姨啊，大晚上有啥事吗？秦泽推开门，是楼下邻居王姨。阿泽出院了，我还以为你妈他们回来了。是啊，今天刚出院，在包饺子。可不是，肉多就多剁了一回，剁了半小时还没完。你要包一头猪吗？秦泽打了个哈哈，马上就好了。王姨你再忍忍，别弄得到处都是，不好清理。王姨叮嘱再三，转身离开。秦泽关上门，冲洗手间喊道：搞好了没？分身回答：快了快了，还有半扇。GKD， 血从卫生间门下的缝隙里淌了出来。一个系着红色围裙的分身立刻拿拖把出来打扫。看着忙得热火朝天的分身们，秦泽满意的点了点头。没穿越前要是有这能力的话，把分身全派去电子厂打螺丝得赚好多钱。咚咚咚，又有人敲门。王姨说了再忍忍，马上就好。等饺子包好了，我拿给你尝。房门打开，门外站着一个身穿蓝白色制服的年轻人。坏掉的走廊灯时不时闪烁，照得男人半边脸忽明忽暗。看到了年轻人胸前大大的法字，秦泽顿感不妙。执法怎么找上门了？执法和大明的锦衣卫类似，甚至比锦衣卫权力还要大，监察百官和百姓，审问刑事大案，甚至是清理异兽。每个执法员也都是高手，至少也是2品武者。小哥有事？秦泽估计对方是因为异兽来的，但打死都不能承认。分身可是自己的保命底牌，而且珠子吃都吃了，
总不能拉出来还给他。秦泽，18岁，家住景苑小区2栋2201，二中3年一班学生，3个月后高考，在江城第一精神病院住院2月，于今日下午出院。这人是你吗？执法拿出一张秦泽大头照。不是。秦泽摇头。执法，没事，我关门接着包饺子了。秦泽刚要把门关上，被执法用脚抵住。你就是。执法正色道。秦泽，知道你还问个毛？执法沉声说，该有的程序不能少。这人是你吗？秦泽，不是我。执法。秦泽嘿嘿笑。卡巴格吧，看来我只能把你带回执法部审问了。执法收起照片，2阶舞者的气势轰然爆发。好吧，我是。秦泽从心道。执法收起威压，今天傍晚6点到6点15分，你在哪儿？秦泽想想，回家的路上。走回来的。坐车。荒郊野岭哪里来的车？我运气好，等到了一辆有缘车。反正郊区又没有监控，你也查不着。车牌号。多新鲜，正经人谁坐车还特意记牌子啊？有没有在山脚附近看到可疑人员？没有。执法拿出一个金色的牌子，上面同样有个大大的法字。在看到牌子瞬间，一股无可匹敌的浩然正气冲进秦泽体内。在这股正气面前，秦泽无法撒谎，他有种只要撒谎就会必死无疑的感觉。秦泽张了张嘴，准备把傍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就在这时，降临在秦泽身上的浩然正气突然分散到了各个分身上，残留在秦泽身上的正气已经很少，不再无可匹敌。他立刻闭上嘴巴，假装疑惑的看着金色牌子。你有说谎吗？执法问。没有。秦泽摇头。我刚才所说要有一个字是假的，就让我姐这辈子都嫁不出去。执法注视秦泽片刻，收起了金牌。浩然正气瞬间消失，秦泽感觉轻松了不少。要是再想到什么，可以去执法部汇报，有价值的线索能得到丰厚奖励。秦泽装作一头雾水，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执法冷笑。精神病院山下死了一头 S 级异兽，你也就是提前走了，不然现在也成为了他的腹中餐。秦泽妈呀一声，太吓人了，城里怎么会有异兽啊？执法冷哼，正要离开的时候，鼻子用力嗅了嗅，怎么这么大血腥味？执法探头向房间里看。秦泽让开身子，我想吃鱼了，刚杀条鱼，尝尝我的手艺。执法环视客厅一圈，关门离开。2级武者就这么强，3级武者还不逆天啊？秦泽拍了拍小心脏，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世界武者的可怕，得努力修炼了。想要在乱世活下，强大自身才是硬道理。推开卫生间，分身们全都瘫在地上，一副活不起的样子。那个牌子太猛了，这要是修仙世界，最起码也得算是个上品法宝。我感觉我的心里全被看穿了，差点吓尿。你已经尿了。秦泽拍拍手，赶紧干活。还好那个执法没进来搜甲，不然这一屋子真没法解释。走出小区的执法拿出通讯器联络上级。那个精神病我已经排查过了，经过了法牌的检验，而且一个不入流的武者没有实力能够击杀 S 级异兽。我会继续追踪调查。通话结束。执法扭头看了一眼秦泽还亮着灯的窗户，总感觉这人哪里怪怪的。说不上来的感觉。在数位秦师傅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下，尸体终于清理完毕，厕所被喷的血也都打扫干净。秦泽受到好基友的召唤，提前坐在一家大排档外面点好了东西等人。没过多久，一个胖子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泽哥，你终于是出院了。胖子叫林志远，两人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泽哥，今天这顿饭我请，庆祝你出院。一人一串大腰子下肚。秦泽严肃道，胖子，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好好修炼，参加武考。胖子用一种极其陌生的眼神看着秦泽。泽哥，这还没喝，怎么就多了？秦泽摇头，我是认真的。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武者就是野。那些大集团、大公司的龙头也全都是武者，普通人根本守不住如此大的家业。想要出人头地，成为武者是前提。胖子眨了眨眼，随即笑了起来。泽哥，你又在逗我？全校谁不知道咱俩是废物啊？咱俩要是能成为武者，母猪都能上树。毕业以后，我直接安排你进我家公司，我当总经理，你当副总，咱哥俩继续逍遥快活。胖子家里有很大的产业，具体是啥秦泽也不知道。你爸几级武者？2级。秦泽道，你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你爸没了，你连1级武者都不是，拿什么守住公司？胖子脸上笑容逐渐消失，他看出来秦泽是在认真和他讨论这个话题。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胖子选择继续摆烂，修炼是不可能的，毕竟废物。你就甘心把你家的财富拱手让人？谁说废物就不能修炼？这次武考我要让全校的人好好看看，废物也能成为武者。胖子被秦泽一番慷慨激昂所感染，干！泽哥你说的对，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好好修炼，逆天改命。秦泽点头，这才是我好兄弟，干杯！就在两人做梦畅想未来的时候，隔壁桌响起女孩的惊呼，放开我！尖叫的女孩是隔壁桌的服务员，20岁出头，容貌姣好。秦泽觉得她有点眼熟，像是在哪儿见过。女孩正被醉酒大汉用力拉着胳膊，不错，挺带劲儿。醉汉的眼神肆无忌惮地上下扫视着女孩的关键部位，过来让爷嘴一个。最后一把将女孩拽到怀里，猪脸凑了上去，啪！女孩惊慌失措，扇了个醉汉一个巴掌，小兔子般受惊跑开。砰！桌子被醉汉一掌劈碎。是武者。秦泽感受到了对方身上浓烈的气血波动。胖子瞅了一眼，估计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喝点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醉汉怒气冲天，给脸不要脸的臭娘们，老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周围原本还有些义愤填膺的客人们见对方是武者后纷纷噤声。女孩慌了，身子在不断颤抖，明显手足无措。哗啦！醉汉把隔壁桌上的东西全部推到地上，像是拎小鸡一样提着女孩后颈把她按到桌上。女孩瑟瑟发抖，无助地哭着。
醉汉的2个同伴在跟着欢呼起哄。光哥威武，快点让这小娘皮看看你的大宝贝！醉汉吹了个口哨，正要解裤腰带，大排档老板姗姗来迟。武者大人，他是新来的不懂事，您多多包涵。今晚这顿我请了，就当是给您赔礼道歉了。1米8的老板在不到1米7的醉汉面前点头还要，卑微的如同小学生。啪！醉汉一巴掌抽在老板脸上，老板飞出2米多远，趴在地上昏死过去。哪里来的苍蝇？醉汉环视四周，怎么，你们不服气？老子在前线拼生拼死杀异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保护你们这些蝼蚁，你们这些废物的安全。老子九死一生，在前线命都差点没了，现在老子享受怎么了？这是老子应得的。周围人把脑袋低了下去，连大气都不敢喘。法律并不适用武者，武者只要不杀武者，就算杀几个普通人也没什么。活下来的武者身上都有军功，可以用军功来抵。没人敢去触醉汉的眉头，生怕对方一怒之下把自己给拍死。见无人敢站出来反抗自己，醉汉十分满意。臭娘们准备好，你爸来了。醉汉把女人的脑袋紧紧按在桌子上，另一个手开始解腰带。秦泽胸口有点闷，他开始有点讨厌这个世界了。泽哥别冲动，胖子小声叮嘱。醉汉此时已经上头，普通人上去就是白给。一辆警署的车停下路边，下来2个署员，不许动，立刻上报姓名、武者等级，所属序列。2个署员掏出手枪对准了醉汉。醉汉无视署员，用手指着自己脑门，来，开枪啊，开枪打死我！老子可是有功的1级武者，来打死我啊！2个署员异常紧张，警署对武者没有执法权，只有执法部才能管理武者。醉汉咧开嘴，不敢开枪，就把烧火棍放下，好好看老子表演，没准待会老子心情好，让你们也当回主角。2同伴跟着吹口哨，光哥加油，待会给兄弟留口汤。醉汉狞笑，俯身在女孩耳边小声道，臭娘们，这就是你敬酒不吃罚酒的代价。女孩哭得梨花带泪，不住摇头，不要。醉汉双目猩红，心里升起前所未有的畅快，之前战场上所遭受的阴霾一扫而空。啪！突然一个啤酒瓶飞到醉汉脑袋上炸开。操！是谁？醉汉头皮上插着块玻璃，斜躺了一脸。食客们都低着脑袋，只有一个胖子脸冲着对面马路若无其事吹口哨，以及胖子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在淡定吃腰子。啪！醉汉刚一转身，啤酒瓶又飞过来了。妈的，就知道是你！醉汉一个箭步冲到秦泽面前。胖子叹了口气，泽哥呀，泽哥，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呢？兄弟，我爸是林氏集团的林刚，给我个面子，今天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醉汉整了整衣襟，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老子是何家老二何光。胖子心里咯噔一下，遇到铁板了。何家可是江城名列前茅的武道世家，胖子的家世在醉汉面前还真不够看。原来是光哥呀，我说这么眼熟，我们和何必都是同学，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胖子开始嘻嘻哈哈。何光笑眯眯地看着秦泽，小兔崽子，你不是想当英雄吗？今天我给你这个机会，从这里钻过去，3声狗叫，老子我就放过那个娘们。何光双腿一叉，牛逼哄哄。秦泽吃完最后一口腰子，放下铁签，抽出张餐巾纸，优雅地擦了擦嘴。何光撸起袖子，兔崽子，没完没！轰！秦泽一拳结结实实打在何光的肚子上，何光的身体弯成一个大虾，翻飞出几米远。哎呦卧槽！何光不停地吸凉气，由于酒精的作用，再加上秦泽用力过猛，何光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25，秦泽化作一道黑色闪电冲向何光的2个同伴，俩二傻子还在愣愣地看着何光，没想明白他是怎么倒下的。待回过神时，秦泽已杀至面前，一记右边腿，一记左正蹬，俩傻子被秦泽踹到刚要起来的何光身上，落成了三明治。15，秦泽快速抄起3个酒瓶，一个一人，啪啪啪3连响，3人眼冒金星。3、2、1，随着倒计时结束，秦泽拽过边上的椅子，潇洒转身坐下，翘起2郎腿，正好到了贤者时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极具观赏性。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打架也可以这么优雅。那真是我兄弟。胖子咽了口唾沫，难以置信。说好了一起当废物，你怎么突然就逆天改命了？看着宛如站在聚光灯下大明星般的秦泽，胖子攥紧拳头。泽哥，我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被压在最下面的何光不停拍打地面，都特么给我起来！身上俩二傻子压得结结实实，像咸鱼一样孤勇，就是起不来。秦泽上身靠后，尽量控制着双腿不发抖。征魔，你不服气？小兔崽子，我草你妈！老子可是上过前线、立过功的武者。何光还在满嘴喷粪，眼睛里都快要冒出火了。啪！秦泽拿过一个啤酒瓶扔到他头上，再骂，我草你妈！啪！再骂，我草！啪！我啪！秦泽回手掏空了，桌上已经没有瓶子。周围人看向秦泽的眼神中充满惊愕，这是谁的部将如此生猛？那可是武者呀，砸地鼠都没这么砸的。泽哥，酒来了！胖子搬了一箱啤酒放到秦泽脚边，秦泽拿起啤酒瓶掂了掂，等下，我不骂了。满头是血的何光终于屈服，然而，啪！不骂也得挨打。秦泽拍了拍手，你欺人太甚！何光快要气死了。我觉得还好。秦泽淡淡道，啪啪啪，又砸了半箱瓶子。秦泽有点累了，准备招呼胖子回家。真不愧是武者，头够硬的，脑袋挨了几十下还能保持清醒。殊不知何光早就晕乎乎的，眼睛里全是小星星。执法来了！人群中发出惊呼。秦泽抬起头，看到了身穿蓝白色制服的男人。又是你！执法微微皱眉，执法大人可要给我做主啊！
何光像是看到了救星，开始痛诉秦泽的混账行为。他竟然敢对正式序列的武者动手，我怀疑他是外族间谍，快把他抓起来审讯！闭嘴，我还没问你。执法很烦有人打断他的流程，何光却并未看出执法的不耐烦，继续大声道：“我是何家老二，再不赶紧把这小子抓起来，信不信明天我就去执法部投诉你？”执法冷哼，拿出金色法牌，霎时间，强大的浩然正气降临，将所有人笼罩。众人肃然起敬，感觉内心得到了净化和升华，甚至开始泪流满面，不断忏悔以前做的错事，说出埋藏在心里深处的秘密。老公，我对不起你，咱家孩子其实姓王。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我是男童。刚才你那杯啤酒被我偷偷兑了尿。哥，我喜欢嫂子，你能不能和嫂子离婚啊？一时间，整个大排档堪称大型社死现场，那些不知埋藏了多久的心里话全说了出来。秦泽目瞪口呆，他也有瞬间想说心里话的冲动，不过金牌的力量很快就被分身给分散了。秦泽羡慕地看着执法手中的金牌，既能 AOE 又能单攻，好想拥有。泽哥，我也有事想和你说。胖子紧紧抓住秦泽的手，老泪纵横。秦泽一个机灵，连忙把手抽了回来。别说你喜欢我。胖子摇摇头，我想当你姐夫，以后我和你姐在一起了，咱俩可以各论各的，我还叫你泽哥，你叫我姐夫。秦泽一愣，好你个浓眉大眼的胖子，竟然想拱我家白菜。见秦泽左顾右盼找东西，胖子好心问，哥你找啥呢？姐夫帮你找。秦泽，我刀呢？三明治最下层的何光终于站了起来，这货扑到女孩面前，抱住她的腿就开始哭诉，对不起，我不是，我真不是人啊。一边说，何光一边啪啪扇自己耳光，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军功，那是冒名顶替别人的，在前线我一头一兽都没杀，我不敢，我都吓尿了。一兽那么大一头，那么大，我好害怕，真的好害怕，我不想死，呜呜呜。何光哭的那叫一个伤人，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女孩犹犹豫豫，不知所措。我原谅你了，你先起来吧。得到想要的答案，执法收起法牌，全场瞬间寂静无声。随着浩然正气消失，众人一回想自己刚才说的话，好想死啊！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眷恋的了。泽哥，咱姐，滚！好嘞。胖子屁颠屁颠跑去结账。另一边回过神来的何光松开女孩的大腿，惊恐后退。操！你他妈干了什么？何光恨不得一拳打爆执法。危险危险危险！自己竟然把冒领军功的事情说出来了，这可是死罪，胆子不小。执法嘴角微微上扬，虽然搞丢了一头 S 级异兽，但现在这个月的 KPI 总算是能达标了。误会。何光还想给自己辩解。执法丢出一个圆环，圆环在空中放大，套在了何光的身上，随后瞬间收缩，箍得紧紧的，把他和他的两个同伴送去执法部。执法对一旁的蜀原道：“是。”蜀原立刻把三人架起带上车。何光还在大呼冤枉：“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为国家流过血，我为国家拼过命。”三人全部被带走，客人们也没脸继续待在这里了，结完账灰溜溜离开。能在法牌面前保持情绪不崩溃的人十分少见。执法来到秦泽面前，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秦泽暗叫糟糕，刚才忘眼了。在场数十人没有射死的只有2个，秦泽和那个女孩。执法伸出2根手指，能够抵御法牌力量的只有2种可能，要么内心足够纯洁，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法律、违背道德的事情，要么他有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可以对抗法牌。秦泽无比坚定，没错，我就是前者。我这人打小就心地善良，看到老太太摔倒都得扶一手。执法挑眉，家庭条件不错。秦泽，普通工人阶级罢了。执法道，那你也敢扶？秦泽，要不说咱善良，法牌对我无效也是正常情况。执法玩味道，话这么密的就没有省油的灯。秦泽选择闭嘴，我会继续盯着你的。执法转身离开。秦泽知道自己已经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对了，看你是学生知道的不多，给你提个醒。执法突然脚下一顿，看着秦泽的眼睛，没有经过净化的魂珠直接吸收，精神力遭不住，大脑会受到损伤，身体也会易兽化。秦泽一脸黑人问号，什么是魂珠？执法盯着他的脸看了会，明天去学校问你老师。待执法彻底离开后，秦泽终于松了口气，真难缠。泽哥大脑能同时承受几十个分身的各种信息和感官，你问我精神力遭不遭得住？再说了，变异就变异，分身吃的又不是我吃的。谢谢你，秦泽。女孩走了过来。秦泽，咦，你认识我？我和秦玉是大学同学，以前暑假的时候去过你家里。女孩说。秦泽想起来了，怪不得他之前就觉得女孩眼熟，还真见过，原来是马妍姐姐啊，好久不见。女孩，我叫马燕。马燕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大排档做服务员。天上好像有乌鸦飞过。马燕啊，你先回家休息2天吧。老板醒了，半边脸肿得像个猪头。知道了，老板。马燕很失落，她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吸了吸鼻子，马燕重新绽开笑颜。秦泽，过2天有时间来家里吃饭吧，叫上小玉。我姐出去旅游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你就自己来。行。2人交换了联系方式。再见。马燕骑上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里都响的自行车消失在夜幕中。泽哥，结完账了。胖子颠颠跑来。2人腿着回家。何光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出来，泽哥你小心他报复。胖子提醒，冒领军功可是死罪。秦泽不理解，对普通武者是死罪，何光可不是普通武者。胖子摇了摇头，他大哥何飞可是江城正式序列武者，还是个少校。序列是什么？秦泽问。之前何光和蜀原都提到过，秦泽却是第一次听说。你竟然不知道序列？胖子像是看外星人一样看着秦泽。秦泽，快放！
胖子解释，成为武者之后都要被编入序列，一种是正式序列，一种是非正式序列。正式序列包括武校的学生、官方文员武者以及军人武者。非正式序列大多是民间不擅长战斗或者武力值偏弱的武者，以及在前线受重伤无法继续战斗的武者。正式序列武者常年征战前线，偶尔会有假期。非正式序列武者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被征召。胖子忧心忡忡，泽哥，要不你在我家住几天吧？毕竟胖爸也是武者。何光胆子还没大到为了报复秦泽杀到胖子家的程度。秦泽摇摇头，过2天就是武考报名了。报名后有了考生身份，他不敢乱来。武考生在武考之前可是受保护的，若有人敢对武考生下手，执法绝不姑息。而等武考之后，秦泽也就成了武校的学生，何光更不敢乱来了。胖子思索片刻，到时候我跟你一起报名。秦泽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兄弟。回到家后，秦泽想到了执法的话，把吞噬哥叫了出来。你身体变异了吗？吞噬哥，怎么会？我这不好好的。话落，吞噬哥后背伸出2条胳膊。秦泽，下划线，和那头异兽的异化方向是相同的。仔细观察了会，秦泽不由想到那个满身是手脚的异兽打了个寒战，魂珠自己是万万不能吞噬的。我发现虽然称，但其实可以无限吞噬有气血的生物转化修为，人最佳代价是加快变异速度。吞噬哥道，秦泽语重心长，你已经是个成熟的个体，该自己出去拼搏了。就算你最终变成异兽又如何？你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其他分身纷纷开口，吞噬哥小心啊，秦泽在破坏你，不是 KFC 吗？你们都不对，是达尔文效应。秦泽精神力很强的，就算吞噬哥完全异兽化，也只是外貌变了。无视了其他分身，吞噬哥点头，那我就出去打野了。保险起见，秦泽又给吞噬哥安排了5个分身一同行动，将吞噬哥送走。秦泽恨铁不成钢，对分身们道：看看人家吞噬哥，你们都学着点，给我努力修炼，别催了，再练了。一个不热不冷的知识，由于本体你是个废物，继承了你一半属性的我们更是废中之废，扎心了。家人们谁懂啊？废物在催废中废修炼。秦泽往床上一趴，直接开启摆烂模式，拿手机正要看小姐姐，突然弹出一条新闻：江城外东南1公里出现异境，防卫署联合城内武道世家正在清理里面的危险，解除危险后会向武者们开放。关于异境，秦泽多多少少也从网上了解过一些，里面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充满危险，但同样有着巨大的机缘。几乎每个大型城市附近都有一个，江城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按照以往的惯例，异境出现后都是官方和武道世家先进入其中探索，美其名曰清理危险，懂得都懂。秦泽刷了回小姐姐，放下手机睡觉，一夜无活。次日一早，秦泽迷迷糊糊起床，等候在床边的分身立马开始帮着穿衣服。卫生间里的牙膏早就挤好，秦泽只需要往那一站，把嘴张开便好。在餐桌旁坐下，热气腾腾的早餐随即被端了上来。只吃了一口，秦泽就悠了，打死卖盐的了。系着围裙的分身无奈，毕竟我们的厨艺一脉相承。在楼下早餐店买俩包子，秦泽边吃边往学校走。距离学校不远的十字路口，秦泽遇到了愁眉苦脸的胖子。有心事？胖子叹了口气，泽哥，我前女友找我复合了。秦泽，这是好事啊。胖子无奈，可我现在的女朋友还没和我分，手心手背都是肉。秦泽淡淡道，好解决，分一个。胖子沉默片刻，你要哪个？秦泽，我特么叫你分手一个，不是分我一个。一辆加长林肯停在了校门口，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烧包，是何必？泽哥，你绕着点他走。胖子小声逼逼，一下车，何必就注意到了秦泽，朝他投来了个不善的眼神。秦泽竖起根中指，何必冷哼一声，转身走进学校。胖子轻叹道：你把他2个给整进去了，这老小子肯定不会放过你。秦泽无所调位，连何光他都敢揍，还会怕一个何必？教室里乱哄哄的，秦泽进来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他身上。听说秦泽在精神病院待了2月，不知道好没好。精神病哪那么容易好？以后离他远点，精神病杀人可是不犯法的。同学们全都自动避让，秦泽倒也乐得清闲。和穿越前一样，秦泽的座位在最后一排，挨着垃圾桶，同座是胖子。黑板的左侧是今天的课表，右侧写着距离高考还剩110天。胖子拿出手机啪啪打字，不知是在和现女友还是和前女友分手。叮铃铃，上课铃响起，一个30多岁戴着黑框眼镜微微有点谢顶的老班走进教室。老班一眼就看到了垃圾桶边上的秦泽。秦泽出院了呀，距离高考就剩100来天，你得抓紧把住院耽误的进度补回来。老班和前世一样，还是那个为学生操碎了心的性格。秦泽点点头。老班放下书本，开口道：今天第1节课是呼吸冥想，秦泽你上来，我亲自指导你，让我看看你落下了多少。所有人都幸灾乐祸地看向秦泽，等着他出丑。泽哥何许人也？脸皮比城墙都厚。他面不改色地起身，走到讲台边上的空位坐下，开始聚气。老班沉声道。秦泽眨眨眼，聚气？怎么聚？说起来，早上吃的萝卜馅包子，肚子里的确有团气。秦泽和老班大眼瞪小眼。老班眉毛一皱，看我干什么？闭上眼睛冥想聚气。秦泽乖乖闭眼，然后噗，一股子萝卜味弥漫开。哈哈哈！同学们爆发出一阵哄笑。何必鄙夷地切了一声，他完全不相信秦泽昨晚打趴了自己2个，肯定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老班一脸黑线，秦泽呀秦泽，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你竟然还无法自行冥想。秦泽无语，光聚气聚气，你倒是说怎么聚啊？哗啦！老班把黑板朝两边拉开，中间出现了一朵10克莲花，莲花总共10片花瓣，含苞待放。看莲台，聚精会神，呼吸放慢，一呼一吸之间要有节奏。
当和莲台产生精神沟通的时候，立刻闭上眼睛，用精神力在脑海中勾画莲花。这时候联想呼吸法就运转成功了。刚绷住的秦泽差点漏气。联想法，谁起的名字这么随便？按照老班的要求，秦泽目光紧盯黑板上的莲台。忽然，莲花在秦泽的视野中不断旋转、放大。这一刻，秦泽感觉到自己和莲台产生了一缕微妙的联系。对普通人来讲，精神力无法感知、无法触摸；对于武者却大相径庭。秦泽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精神力的存在。他开始不断冥想那莲花的模样，第一片花瓣很快勾勒而出。一旁的老班非常诧异，秦泽竟然这么快就入定了。虽然有莲台的帮助，但这个速度也能打败班里90%的人了。难不成秦泽还真是一个被自己给忽略掉的天才？秦泽的呼吸逐渐放缓，入定之后，呼吸自动就变得很有节奏。同时，一片片花瓣快速勾勒。当第8片花瓣在脑海中画出来的时候，秦泽的大脑传来一丝疲惫，这是精神力到达极限的征兆。行不行啊，细狗？萎了，重开吧。我试了试，最多就3瓣。贵物，看我的！大家都尼玛的白板，肯定都是3瓣啊！分身们叽叽喳喳。第9片花瓣随之勾勒而出，紧接着是第10片。当10片花瓣全画出来的时候，莲花瞬间绽放，秦泽如沐春风。秦泽直呼好家伙，原来话痨的分身才是对自己精神力最好的锤炼。不知过了多久，秦泽睁开眼睛，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整个班里寂静无声，同学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秦泽。发生什么事了？秦泽有点懵。老班严肃道：“现在已经是第2节课了。”秦泽惊讶道：“我完全没感觉到。”对于入定中的人来说，时间过得是很快的。一般在精神力耗尽后，入定会自行结束，所以老班也没有打扰，以为秦泽是个快男，一会就完事了。没想到这一入定就是将近1个小时。你画出了几片花瓣？老班问。10片。老班叹了口气，自己想多了。秦泽还是跟以前一样爱说大话，可能早就结束入定，一直在演戏。卧槽，真能吹！咱们班最厉害的何必也才4片吧？笑死，废物就是废物，还真把自己当天才了。骗骗兄弟们可以，别把自己也给骗了。没人相信秦泽能画出10片完整的花瓣，真能画出来，精神力都得堪比1级武者了。好吧，其实我就画出来一个。秦泽道。同学们一副正如我所料的模样。秦泽无奈，为啥真话就没人相信呢？秦泽刚要回座位，老班突然把手放到了他的小腹上。别动，让我摸摸。老班眼前一亮，好大。秦泽一脸黑线，你往哪儿摸呢？老班，我是说你气海好大。联想呼吸法是通过消耗精神力来聚气，气劲全部汇聚在气海，再慢慢转化成气血。而每一次联想也会一点点磨练精神力。虽然功法十分普通，但却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入门功法，能做到精神力和气血双修，每个高中都学。秦泽凝聚出这么大一个气海，其精神力可想而知。不错不错，这3个月抓紧时间修炼，高考还是有机会通过5考的。老班十分惊喜，秦泽可能真是被自己忽视的天才。接下来是2节文化课，一上午的课程就这么过去了。午休过后，胖子神秘兮兮的捅了捅秦泽：“泽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胖子递过来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盒，打开后里面是2颗黑漆漆的丹药，聚气丹，我让我爸买的，咱俩1人1个。2天之后气血测试，气血值不到100不让报名5考，磕个聚气丹足够达标。聚气丹价格昂贵，而且有价无市，这种丹药被官方把控，普通人想要买只能去黑市，且溢价极高。秦泽摇摇头：“你全吃了吧？”胖子一愣：“你不想报名了？”“不用吃聚气丹，我的气血值也能达标。”秦泽解释道：“这2颗你全吃了，趁这段时间好好修炼，别浪费。”虽然不知道自己的气血值具体是多少，但光冥想就能想1个小时，秦泽估计自己不会太低。等晚上放学，秦泽打算去找个武馆测试一下。泽哥，你该不会真冥想出10片花瓣了吧？胖子想到了什么？基操，物六。秦泽淡淡道。若不是性格和生活方式还和以前一样，胖子都怀疑自己的好兄弟是不是被夺舍了。这枚聚气丹我先帮你留着，你需要的时候随时来拿。胖子把小黑盒收好。下午是助体课，全班都要到武场集合。高中阶段学校只教2门功法，一门是联想呼吸法，另外一门则是锤炼肉身实战应用的逆命术。逆命术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用气血充血。人总共有720个穴位，逆命术每修炼1层可以冲开80个穴位，气血越高，冲开穴位越多，肉身越硬，战力就会越强。助体课便是对逆命术的实操。王老师生病了，以后的助体课由我负责。上课铃响过，一身穿白色武道服的高挑女老师走进武场。17、18岁的少男少女们正是一个对美好事物充满了幻想的年纪。女老师身材高挑，五官立体精致，乌黑柔顺的秀发扎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英姿飒爽。男孩子们心里萌动，女孩子们满眼羡慕。秦泽也不由得多看了2眼，确实怪好看的。我是新来的姚老师，希望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相处愉快。姚老师自我介绍，从排头到排尾依次展示，让我看看你们的逆命术修炼到什么程度了。第一个是合璧，他闭上双眼，开始不断凝聚气血。片刻，身体中发出砰的一声轻微闷响，能够看到一层小型冲击波向4周扩散出半米。哇！同学们纷纷发出惊呼，不愧是我们班的天骄，合璧已经能冲开30多个穴位了吧？估计今年的5考状元就是合璧了。姚老师也满意的点了点头，还不错。合璧嘴角上翘，平复气血，他已经能冲开35个穴位，估计到5考那天80个穴位轻轻松松，就算拿不了状元，拿个前几名也易如反掌。合璧本以为美女老师能多看他几眼，却不料姚老师很快看向下一个，心里微微有些失望。路过秦泽身边，合璧放慢了脚步，准备好，
待会对练的时候我会来找你。胖子乐了，真不知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我泽哥对练。昨晚秦泽那一套丝滑小连招可把胖子给看呆了，别说一个何必，就算10个也不够秦泽一人打的。秦泽直接无视了何必，在心里复习逆命术口诀。何必见秦泽这种态度，发誓要让他在床上躺几个月。接下来同学们开始一个个展示，冲开的穴位都在20到25个之间。最后轮到了守着垃圾桶的废材2人组，胖子率先展示。呵，只见胖子大喊一声，然后没有然后了。姚老师皱眉，连10个都不到，这3年你都干什么了？胖子尴尬的挠了挠头，姚老师，不是我不努力，我的气海聚不了气，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手伸出来。姚老师上前，胖子弱弱的递出右手，姚老师握住手腕，面露疑惑。奇怪，他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气海，吸收气劲的速度极快，但漏的也快，而且转化气血的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姚老师，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胖子双眼重新焕发出希望。抱歉，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无能为力。姚老师叹了口气，胖子眸子暗淡下去。这些年他早就习惯了。接下来轮到秦泽，同学们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一个连冥想都需要借助外物的家伙，估计冲开的穴位比胖子还要少。一上午时间，秦泽早就把写着逆命术的书给翻烂了，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但还是第一次实操。第一步，凝聚精神；第二步，凝聚气血，游行经脉。秦泽一边小声念着口诀，一边小心操作，同学们乐得前仰后合，何必更是满脸鄙夷。二哥竟然栽在了这种货色手里，真替他不甘。第三步，游走1个周天后，全力冲穴。秦泽猛地睁开双眼，这一刻他感觉体内的气血如一锅开水，全都沸腾了起来。砰砰砰，气血接连快速冲开1个个穴位，发出一连串爆豆般的炸响。轰！当最后第80个穴位被冲开后，一层气浪向周围席卷出数米。距离秦泽最近的胖子被掀个跟头，一屁股坐在地上。其他同学也是人仰马翻，灰头土脸，唯有姚老师站在原地一动未动，气旋只是吹起了他的马尾。4国1，真的是秦泽？得冲开40-50个穴位了吧？屁，60-70都得有。同学们狼狈的起身，目光中满是惊愕。吃了个狗啃泥的何必面色阴沉，他想不通，区区一个废物，冲学术怎么比他还多？已经把逆命术修炼到第1层了，很不错。姚老师美眸中的惊讶一闪而逝，他没想到江城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也能出个小天才。听到姚老师说秦泽已经是1层逆命术，同学们差点惊掉下巴。就算放眼全校，也没听说过哪个把逆命术修炼到了1层圆满。下面自行选择对手，两两对练。姚老师说。何必发现秦泽笑嘻嘻地向自己看了过来，心里顿感不妙。我选他。秦泽抬手指了过来。何必咬牙切齿，暗骂秦泽不讲武德。你一个1层逆命术的武者，打我一个只冲学35的宝宝。何必，秦泽，我劝你好自为之。同学之间切磋，点到为止。姚老师开口了。何必是班里除秦泽之外逆命术进度最快的，你俩也是合适的对手。何必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好吧，那就点到为止，我也不想伤到你。何必冲开全部35个穴位，一记左刺拳突击秦泽面门。秦泽头意外躲过，右手顿一声砸在何必脑皮。何必感觉自己像是被80大锤抡了一下，眼冒金星，直挺挺倒在地上，声音挺响，是个好头。秦泽收回手，不过你的头可没你二哥硬，差远了。吓人诛心！何必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姚老师不慌不忙，来2个同学带他去医务室。旁边的2个同学抬起何必，急匆匆向医务室跑去。同学们情不自禁的后退2步，心里有点怕怕。再过3个月五考，这段时间别松懈，有机会考个好大学。姚老师对秦泽说。知道了，谢谢姚老师。秦泽点头道。接下来大半节助体课也没人来找秦泽对练，秦泽找个无人角落自行冥想。放学铃响，秦泽睁开眼睛，悠悠叹了口气，冥想的气血提升实在太慢了。放学秦泽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准备找个武馆测试一下自己的气血值。在这个武道盛行的世界，武馆的密度跟前世的药房差不多，只要是个1级武者就有开武馆的资格，武馆质量因此参差不齐，唯有那一小撮的顶级武馆才会有格外的功法教授学员，剩下绝大多数的武馆都只是帮普通人强身健体，或给学校的学生提供课外武道辅导。四海武馆就决定是你了。秦泽发誓，他绝对不是因为门口新兵的长腿小姐姐才选择这家的。欢迎光临四海武馆，现在入馆成为学员有7折优惠哦。迎宾小姐姐看到有客人，立刻笑脸相迎。我想租一间训练房。秦泽道。武馆的训练房设施齐全，不仅有擂台、各式兵器和护具，还有气血测试仪。迎宾小姐姐眉眼弯弯，训练房1小时500，您需要多久？秦泽有点肉疼。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他全部身家不到1000大洋，家里人出去旅游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回来，得向老姐寻求支援了。要不过2礼拜自己得饿死。1个小时就够，请跟我来。小姐姐带秦泽去前台缴费，然后给了他一张黑色房卡。1楼左转第2间。谢谢。秦泽接过房卡，小姐姐忽然靠了过来，吐气如兰。同学需不需要辅导老师？我们的女老师都是武道大学刚毕业的，这里有照片可以挑选。小姐姐穿的高开叉旗袍，特意撩了下腿，叉都要开到嘎吱窝了。你这个辅导老师正经吗？秦泽问。小姐姐咯咯直笑，我们这可是正经武馆，不过同学需要的话得加钱。以前老师密度最高的地方不是学校，而是理发店，但这个世界，秦泽觉得武馆老师的密度比理发店还高。不用了，我就随便练练，免费的还能体验体验。收费？那算了。小姐姐立刻失去了兴趣，扭着腰肢回到门口继续揽客。秦泽暗道人心不古，抓紧时间去训练房。从拿到房卡那一刻起，
倒计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刷开房门，秦泽找到了置于房间中央的气血测试仪。气血测试仪说白了就是一块带着电子显示屏的木桩，全力攻击木桩，电子屏上会显示这一击的气血。秦泽深吸一口气，一记重拳结结实实打在了木桩上。电子屏幕闪烁几下后，立刻显示出气血值513。100是武者和普通人的分水岭，气血值超过100就是众人常说的不入流武者，突破1000后才会成为正式的1级武者。按照武者等级来说，现在的秦泽相当于 0.5 级武者，尽管不强，但至少报名武考的门槛是过了。砰砰砰砰，秦泽双臂一震，80个穴位接连冲开，全力运转逆命术后，对着木桩又是一拳。801，还没结束，秦泽凝聚起全部分身属性，又测试了一拳，显示屏上的气血值跟小母牛坐火箭一样，蹭蹭往上涨，最终稳在了1269。片刻，贤者时间到了。秦泽咸鱼躺在地上，也就是说，我现在 buff 全开，能和1级武者打得有来有回。虽然只有半分钟，凝聚全分身属性这个技能的冷却在1个小时左右，一天满打满算可以用20多次。秦泽突然一个机灵，一阵畅快从脚底板瞬间流遍全身，直冲天灵盖。贤者时间的负面状态瞬间消失，吞噬哥突破了。秦泽得到了在外打野的吞噬哥的气血反馈。砰！秦泽鲤鱼打挺，起身对着木桩就是一拳。835！卧槽，吞噬哥牛批！吞噬哥这一波反馈的气血顶秦泽冥想2月的了。快说谢谢吞噬哥！吞噬哥心里苦啊，要被你这个老六吸血。多搞点魂珠啊，咱们分身一人一个，本体还不起飞。搞魂珠得去猎杀异兽，咱们这个等级面对异兽只能滑铲，这个重任就交给吞噬哥了。分身你插一嘴，他说一句倒是给秦泽提供了思路。吞噬哥在歌城里打一段时间野，就让他去城外发育，万一点子好，又搞到了魂珠。训练房还有半个多小时，秦泽也懒得修炼，索性躺着吹空调。接着掏出手机拨通了秦玉的电话，在连着打了3个电话后，对面终于响起了秦玉略带疲惫的声音。阿泽，已经和你说了，姐姐我正在和异族拼死战斗，没事就别打电话了。隐隐约约秦泽听到了其他声音，后面的快跟上，马上就到山顶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温泉酒店，明早看日出。秦泽一脸黑线，和异族决战紫禁之巅是吧？赶紧打钱，我要没饭吃了。现在第一要务是修炼。秦泽也懒得管老姐他们具体在哪儿浪了。哈，吃饭还要钱？秦玉疑惑。秦泽，多新鲜啊，谁吃饭不要钱？秦玉也是，没听说过。秦泽，喝西北风不要钱，你喝吗？我不喝，我也不喝。正经人谁喝西北风啊？那你还不快点打钱？喂，我这边信号有点不好，先挂了。嘟嘟嘟。秦泽咬牙切齿，又打了老爸老妈的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被拉黑了。秦泽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亲生的？时间结束，秦泽走出武馆，欢迎下次光临。大门口的迎宾小姐姐微笑着躬身。姐姐以前是不是在理发店干过？秦泽好奇问。小姐姐摇头，没，我在洗浴中心兼职。好吧，也算是专业对口了。秦泽在家楼下随便找了一家猪脚饭，消费15大洋。刚过了饭口，店里客人并不是很多，秦泽在犄角旮旯坐下，墙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江城晚间新闻。城外东方26公里处出现裂隙，目前已经投放出不下30头 F 级异兽，执法正在清理，居民非必要不要出城。江城秘境已经稳固，城防署正带队清理危险，择日将会对公众开放。距离高考还剩100多天，5天以后武考报名，同学们加油，为实现人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猪脚饭端上来了，有肉有饭有菜，味道也还挺不错。接下来几天，秦泽都在按部就班的修炼，何必也没再来不识相的找麻烦。看到秦泽几乎都是绕路走。这天早上，秦泽刚在教室坐下，胖子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泽哥，我觉醒天赋能力了。天赋能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喷火吐水，力大无穷，甚至尿得更高更远。这些都算。天赋能力的来源有2种，一种是自行觉醒，概率很低很低，1万人中大概能觉醒1个。另外一种来源则是异兽的魂珠。异兽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 F、E、D、C、B、A、S、SS 和 SSS 级，通常只有 B 级以上的异兽拥有天赋能力，并通过魂珠继承。武者吃下异兽的魂珠，便会继承异兽的天赋能力。吞噬哥就是第2种。你觉醒什么能力了？秦泽好奇问。看我展示。胖子得意洋洋站直了身体。1秒、2秒、3秒。胖子突然大汗淋漓，一屁股坐在座位上。所以你的天赋能力是肾虚？秦泽还真是大开眼界了，连这种邪门的天赋能力都有。泽哥你没看到？胖子擦擦汗。看到什么？我刚才瞬移了呀。我的天赋能力是瞬移。秦泽，你把我当傻子逗呢？胖子刚一直站在原地就没动过。是真的，我的天赋能力是瞬移5公分。秦泽沉默，他一时间竟无从吐槽。还没有我软的时候长。秦泽淡淡道。胖子解释说，天赋能力是会随着气血值升高而成长的。现在5厘米，以后很有可能50公里。秦泽，所以你的气海能聚气了？胖子，不能。啪叽，胖子趴在了桌子上，无限感慨，果然我还是个废物。秦泽拍了拍他的肩膀，换个思路，你能觉醒天赋，说明是天选之子。要相信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叮咚，胖子的手机响了。他看完短信后突然振奋了起来。泽哥你说的对，我果然是天命之子。我女朋友刚和我提出分手了，觉醒积累能力，未婚妻退婚，这不妥妥废材留男主。秦泽问哪个？胖子开心道，2个都要和我分手。秦泽组织了下语言，
就挺不错的。上课的时候，胖子被老班叫了出去，过了整整1个上午才回来。子哥，我被直接武大直接录取了。老班带我去交易署测试了天赋能力，然后交易署的人跟我说，天赋觉醒者可以不用5考，直接填报志愿。胖子向秦泽激动地讲述了今天上午的经过。秦泽听后若有所思，还有这种操作？话说自己也有吞噬的天赋能力，要不要也去交易署测试一下？分身肯定是不能暴露的，这是底线。思来想去，秦泽决定放弃，自己的能力不太能见光，得吞噬他人气血。而且3号执法正盯着他，突然暴露和异兽一样的天赋能力，不是等于直接跟执法说来抓我吗？狗咒！反正秦泽觉得自己凭实力也能通过5考。胖子觉醒天赋能力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班里同学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谁都没有想到，守着垃圾桶的废材2人组竟全部逆袭了，一个把逆命术修炼到了1层，一个觉醒了能力。泽哥，这俩聚气单都给你吧，我用不到了。胖子又拿出小黑盒，秦泽想要拒绝，胖子却直接塞进他的手里，争取考个状元。到时候我出去就说我兄弟是状元，倍儿有面子。秦泽笑了笑，好兄弟。胖子一辈子。晚上回家，秦泽拿出聚气丹服下一刻，聚气丹入喉的瞬间，一股暖流涌进秦泽4肢百骸，气海立刻被气劲充满。秦泽连忙运转联想法，把这些气劲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气血。这一刻，秦泽感觉自己像坐在一团棉花上，全身上下都轻飘飘的，从来没这么爽过。1个小时后，秦泽缓缓睁开眼睛，稍微一直起身子，全身的骨骼发出一连串爆响。秦泽能感觉到此刻的气血值已经临近1000，虽然不太稳定，不过等稳定下来之后也降不了太多。第2颗聚气丹，秦泽没有立刻吃，胖子嘱咐过，没成正式武者之前，聚气丹吃的不能太频繁，要间隔1个月。身上湿哒哒、黏糊糊的，秦泽冲了个凉，上床睡觉。今晚没有月亮，整座城市都笼罩在黑沉沉的幕布之下。下了晚班的女孩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在经过拐角的时候，一道黑影突然从路边窜出，连人带车扑倒在地。呜呜！女孩想要求救，嘴却被捂上了。别动，老子只是出门求个财，顺便再向女菩萨求个色。你要是出声，我不介意割断你的喉咙。压在背上的男人拿出一柄明晃晃的尖刀，女孩立刻安静，泪水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啪啪往下掉。真乖。男人搜出值钱的东西，接着便把女孩往没有路灯的地方拖。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让我讨厌了。身后突然响起一声感叹，男人猛地转身，看到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奇怪家伙站在路灯下。你是什么人？男人死死握住尖刀，并把女孩当作挡箭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斗篷人缓缓抬起头，半张脸隐藏在阴影之下。我是嫩爹。男人愣了愣，破口大骂，去你妈的，想让这女孩活就赶紧给我滚。呼，一阵风忽然从脸前吹过，男人余光瞥见了黑色斗篷的一角，他刚要挥刀，意识旋即陷入无底的深渊，全身气血都被抽干。看着倒地的男人以及近在咫尺的斗篷人，女孩瑟瑟发抖。下次别一个人走夜路了。斗篷人向黑暗走去。那个，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女孩大着胆子小心翼翼道。对方掀开头上的斗篷，露出半张脸上的狮子面具。叫我暗夜狮子王。女孩鞠躬感激道，谢谢您，狮子先生。等他直起身的时候，狮子已经不见了。斗篷人在狭窄漆黑的街道间来回穿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真是够烦的，跟块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唰，一道黑色身影从天而降。终于抓到你了，暗夜狮子王先生。3号执法嘴角微微上扬。我不是暗夜狮子王，你找错人了。那你是谁？我嫩爹。3号执法冷哼，你的嘴还真是够恶臭的。斗篷人不耐烦，到底有事没事？没事赶紧滚。3号执法沉声道，姓名不详，绰号暗夜狮子王。在最近几天夜间，你接连伏击21个路人，吸干了他们的气血。另外，你与不久前 S 级异兽死亡一案有关。现在我宣布，你被捕了。斗篷人不屑，我替你们惩奸除恶，你们非但不感激，还要来抓我。3号执法微微皱眉，有什么话可以去执法部说，审判者会给你一个公平。他已经追踪斗篷人几天时间了，深度怀疑就是他挖走了 S 异兽的魂珠。只要把斗篷人抓捕归案，他下个月的 K 派就达标了。斗篷人笑了笑，那我要是不跟你走呢？3号执法拿出金色法牌，你一定会跟我走的。话落，一股浩然正气从天而降，重重砸在了斗篷人身上。斗篷人全身颤抖，仿佛每一个细胞和毛孔都在用力对抗法牌的力量。3号执法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以为斗篷人被法牌禁锢住了。忽然，斗篷人抬起头，咧嘴一笑，好大，我是嫩爹啊。砰！斗篷人全身气血爆发，如一根离弦之箭，眨眼消失在路灯下，独留3号执法一人在风中凌乱。他不可思议地看了眼手中的法牌，还真是见了鬼了，又一个可以抵消法牌力量的人。他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了秦泽的面孔。哼，这次别想再逃了。3号执法收起法牌，陡然加速追了上去。站住！3号执法追进一条胡同，拿出金箍刚准备丢出，一个戴着猴子面具的家伙从路灯上跳了下来。晚上好啊！猴子面具拦住去路，3号执法眼睁睁地看着斗篷人消失。该死！3号勃然大怒，一个不入流的武者竟然敢拦他，好大的胆子！别生气，生气伤身体。又一个戴着大象面具的人从胡同深处走出。咱们正好4个人，要不要来一盘紧张刺激的飞行棋？3号执法回头看到一个公鸡面具背靠着墙，手里不断抛着一枚硬币。他梳着中分，穿着背带裤，一看就很会打篮球。
团伙作案。3号执法微微皱眉，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凭你们3个不入流的家伙也想截住我？他可是2级巅峰武者，毫不客气地说，一只手就能把这3个人打爆。说出你们的身份。3号执法再度激活法牌的力量。然而3个人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满脸玩味地看着他。3号看看发牌，又看看眼前3人，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法牌坏了。这可是规则类武具，怎么这么多人能违抗规则的？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3人一人一句，成品字形朝3号未来。公鸡面具挺胸抬头，骄傲道：“我们来自黑子马戏团。”现场鸦雀无声。大象面具，这谁起的名字？猴子面具，哎呦，你干嘛？公鸡扯了一下肩上的背带，这个团体名很适合我今天特意造的型。大象举手，真爱粉表示抗议。猴子若有所思，外人听了马戏团这名字，会觉得我们是一群小丑。公鸡耸了耸肩膀，可以把小丑面具给本本。见3人聊得热火朝天，完全把自己忽视。3号执法额头青筋暴起，这到底是哪个精神病院里面跑出来的3个精神病？够了！3号执法忍无可忍，抬手朝着最近的公鸡抓了过去。诱惑，来得好！公鸡面具侧过身子，不退反进，铁山靠迎难而上。3号执法愣住了，谁给你这个不入流武者的勇气，敢和2级武者正面硬刚的？待2人越来越近，3号这才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公鸡面具露在外面的皮肤变得通红，像是一只蒸熟的大虾。3号想到了什么，连忙后退，可为时已晚。艺术就是派大星。公鸡哥张开双臂，身体轰的一声爆炸，血色冲击波瞬间把3号吞噬。大象和猴子紧随其后，剧烈的爆炸崩塌半条胡同，满天尘土飞扬，一朵小型的血色蘑菇云拔地而起。可嗨，足足过了10多分钟，爆炸的余威这才消散。3号狼狈地扶着墙，胆汁都要咳出来了。身上的制服像是乞丐一样破破烂烂，周身有一层微弱的绿色光照，忽明忽暗。疯子，一群疯子！这3个人来赌自己，从开始就没想活着，想自爆和他同归于尽。若不是3号反应快，及时激活防御武具，他早就跟着尘归尘，土归土了。现场一片狼藉，3人自爆后连渣都没剩，狮子王也丢了，线索又断了。黑子马戏团，3号喃喃自语。江城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这样一个组织，这些人完全不把自己的命当命。为了保全更强的队友，实力低微的同伴甚至会选择自爆来拖延时间。必须上报，任由这个马戏团继续发展下去，还不知会造成什么后果。平复了一下气血，3号一瘸一拐地走出胡同。次日一早，秦泽刷牙的时候，旁边的分身一边递毛巾一边汇报：吞噬哥昨晚被那个傻逼执法堵了，我们自爆了3个兄弟吞噬哥才得以脱身。分身和本体共享所有记忆，秦泽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只不过听分身汇报会显得更优雅，更有仪式感。秦泽接过毛巾擦了擦嘴，再派5个兄弟过去。自从上次吞噬哥共享了波修为后，秦泽现在一天能分裂出2个分身，这段时间他又攒了好多分身，足够给吞噬哥当炮灰。对了，以后要叫我团长大人。洗漱完毕，秦泽一边吃早餐，一边又叫出2个分身，发动吞噬技能抽干了他们的气血，留下几个分身处理尸体。秦泽出门上学。早上好。秦泽刚要进校门，3号执法突然出现。卧槽，你走路没声的。秦泽吓一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3号道，还是说秦同学你做了什么亏心事？秦泽扬了扬眉毛，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青年，别忘了法牌对我都没用。不提这茬还好，这一提又让3号想到了昨晚不愉快的回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声，精神病院易售的调查我已经有眉目了，你暂时没了嫌疑。3号看着秦泽的眼睛，很遗憾，秦泽没有太大情绪变化。你竟然怀疑是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杀了易售？开什么玩笑？秦泽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3号岔开话题，快要高考了，没事晚上别瞎溜达，街上有连环杀人魔。谢谢提醒，我要迟到了，下次聊。秦泽转身向学校走。黑子马戏团！3号突然大喊了一声。秦泽没有任何反应，自顾自向前走。3号微微皱眉，是我错了。昨晚那几个臭屁的家伙给3号的感觉和秦泽一样，他想试探秦泽和马戏团是否有关联，结果让他有点失望。福尔摩斯附体啊，这都能查到我身上。走进教学楼的秦泽小声嘀咕，最近得让吞噬哥低调一段时间了，等风声过去再行动。泽哥，何光昨天出来了。刚搁垃圾桶边上坐下，一旁的胖子立刻探过头来。这么快啊？秦泽还以为何光至少会被关10天半个月，这才过1个礼拜就被放了出来。听说是何必的大哥用自己全部的军功才把何光放出来的。胖子小声道，泽哥，要不你这2天去我家住吧。胖子担心何光报复。秦泽摇头，今天5考报名，马上我就有5考生的身份，何光除非是不想活了，不然不会对我动手。胖子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情况要是不对，你就赶紧往我家跑。秦泽心里还是有点小感动的，尽管世界大变，但身边的兄弟却是一点没变。毕竟你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玉姐回来我没法交代。胖子嘀嘀咕咕，秦泽抬手一个头皮削了过去。上课铃响过，老班走进教室，要报名5考的同学现在立刻去走廊排好队，随我去操场做气血测试。高考分为文考和武考，那些气血不足、没有习武天赋的学生只参加武考，报名普通大学。气血测试通过的学生不仅要参加文考，后续的武考更是重中之重。班里总共45名学生，30名学生参加武考，跟随老班一起去楼下测试气血。器械测试仪和武馆的一样，用尽全力朝上面打一拳，100为门槛，达标后才可以参加武考。这个门槛对3年前就已经在准备武考的学生来说很简单。741，这都快要1级武者了，恐怖如斯。
今年的五考状元非他莫属了。隔壁一班的队伍里突然爆发出惊呼，原来是有人测出了高达741的气血，这几乎是历届之最了。对方是一个看着屌屌的帅比，对于周围的惊呼表现得云淡风轻。房松华出自武道家族，从小就有优渥的资源，气血高也是情理之中。大家只要考上武道大学，学校会有丰富的资源奖励，到那时大家与这些大家族出生的人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老班拍了拍手，鼓励起班里的同学。秦泽感到有些可笑，缩小差距，怕是只会越来越大。秦泽，你来第一个。从姚老师那里得知，秦泽已经将逆命术修炼到1层圆满后，老班对他可谓是寄予厚望。被点名的秦泽来到测试仪前，随便轰出一拳，327通过，下一个。测试仪边上的工作人员喊道。老班看到这个测试结果，脸上露出些许失望。对于已经能够修炼1层逆命术的人来说，327这个气血值实在是过于平庸。何必见状再次趾高气扬起来？亏他之前还以为秦泽有多厉害。就这，接下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段时间本少爷的进步吧。何必凝神提气，全身气血沸腾。轰！一声炸响，测试仪上的数字飞速上涨，最后稳定在了690，690通过，下一个。工作人员不可思议道：今年2中还真是人才辈出，往年的巅峰气血也不超过500，今天这么快就已经有2个突破500的了。回到班级队伍里，何必挑衅看了秦泽一眼，你腿子就是你腿子，没有海量的资源支撑，天赋再好又能如何？何必洋洋得意，自认为已经把秦泽甩在身后。秦泽打了个哈欠，猥琐发育懂不懂？等五考那天，泽哥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一鸣惊人。经过1个上午，全校的气血测试全部结束，2中总共321人参加测试，290人通过，其中气血超过500的有21人，最高的是房松华。今年的平均气血值比往年要高出一大截，据说隔壁的1中更夸张。回到教室，老班又宣布了一件事：通过测试的同学好好休息，明天学校将带大家去意境里试炼。意境对外开放了。秦泽在网上查过资料，一般意境都要等官方探索了1个月后才会对公众开放，这才过去不到10天，有古怪。现在我来念一下分组名单：姚老师组秦泽，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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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星号星号。王老师组胖子捅了捅秦泽，嬉皮笑脸，明天和姚老师共行，真不错。其他同学也纷纷朝和姚老师组的几人投来羡慕的眼神。下午是姚老师的助体课，在指导秦泽的时候，姚老师忽然问了句：早上我在校门口看到你被执法拦住，遇到什么事了吗？秦泽笑了笑，那是我远方表哥给我送钥匙的。姚老师点点头，没在这个话题上多言。逆命术和气血是相辅相成的，现在你的逆命术已经修炼到了瓶颈，想要继续提升，必须提高气血。秦泽回答：我知道了，谢谢姚老师。晚上，秦泽准备回家啃馒头，以他目前的身家，连馒头都吃不上几顿了。就在秦泽唉声叹息的时候，马燕突然打来了电话：秦泽，晚上有时间吗？来家里吃饭。有的。秦泽眼前一亮，终于不用吃馒头了。马燕的家住在城墙边上的棚户区，这里是城市的最边缘，住着这座城市里最底层的人，脏乱差的环境造就各种犯罪滋生。秦泽七拐八拐停在一扇满是涂鸦的防盗门前，咚咚咚。秦泽，是我。吱嘎，防盗门打开。马燕穿着一条黑色围裙，头发扎成一个松散马尾，搁置于一侧胸前。秦泽的脑子里第一时间冒出了：这位太太，你也不想，快请进。马燕热情相迎。屋子不大，2室1厅外加一个开放式厨房，家具虽然老旧，但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与门外臭气熏天、垃圾遍地的街道形成了鲜明对比。燕燕，有客人来了吗？一个门半掩着的房间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妈，是我一个同学的弟弟，上次他帮了我大忙，我请他来家里吃饭。马燕解释：那是得好好谢谢人家。房间里再没了声音。阿姨好。秦泽礼貌地在门外打了声招呼，并没得到回应。马燕笑了笑：我妈她耳朵不太好使。秦泽点头，理解理解。晚饭很快做好了，4菜1汤，虽然都是家常菜，但色香味俱全。尤其是秦泽啃了好几天馒头，这对他来说简直满汉全席。伯母不吃吗？秦泽见只有他们俩。马燕摇摇头：我妈瘫痪了，只能在床上躺着，一会我给她送去。我们先吃，不用管她。2人边吃边聊。马燕讲了很多和秦玉在大学时候的趣事。秦泽也了解到马燕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医药公司做前台，为了能给卧病在床的妈妈多赚点医药费，下班的时候会去做点其他兼职。阿姨的病是怎么引起的？秦泽好奇问。我妈以前是环卫工人，工作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一位舞者，然后就这样了。马燕无喜无悲。秦泽皱起眉头，对方没给赔偿。马燕诧异地看着秦泽，那可是正式序列的舞者，能放过我们就不错了，还给什么赔偿？这在马燕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秦泽心里却很不得劲。对了，何光被执法部放出来了，最近这段时间下班早点回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给我打电话。秦泽之前并没有把何光当回事，不过现在听了马燕妈妈的经历，秦泽担心何光丧心病狂会对马燕动手。我会注意的。马燕点头。吃完饭后，秦泽便起身告辞。马燕把他送到门口，忽然道：听小玉说你报名了五考。秦泽，你一定要当上舞者。从马燕的眼睛里，秦泽看到了不甘、倔强以及一丝丝释然。秦泽内心五味杂陈，嘴角微微上扬道：五考那天，马燕姐别忘了去现场，看我怎么拿下状元。马燕加油。告别了马燕，秦泽独自穿行在棚户区中，衣衫破旧的流浪汉，走路摇摇晃晃的醉汉随处可见。秦泽还是有点不太放心，在附近留下了一具分身。何家，老三，这个给你。何光把何必叫到自己卧室，给他一柄短剑，注入气血能够发动斩击，气血越多，
威力越大。何必看着手中的短剑不解？这不是二哥你的制式武具吗？怎么给我了？何光脸上闪过一抹毒辣。明天你们不是要去意境里面试炼，用这个把那个姓秦的给我废了，让他后半辈子都下不了床。若不是大哥嘱咐，现在是特殊时间，不能对武考生搞小动作，他早就杀上门了。你秦泽不是想参加武考？我直接废了你的气海，让你后半生只能当一个废人。想到秦泽往后生不如死的样子，何光心里顿时轻松不少。二哥不用这么麻烦，上次气血测试的时候，秦泽才300多，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他，何必觉得二哥有点小题大做？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闻言，何光皱起了眉头。300多？不可能，他可是亲自领教过秦泽拳头的威力。虽然那晚他喝醉酒，各方面的反应力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再厉害，也不是一个气血300出头的小鬼能打趴下的。据他估计，秦泽那一拳爆发的气血至少500打底。他测试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机器还能有假？见二哥小心谨慎成了这个样子，何必无奈地叹了口气。何光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难不成我已经弱到连一个气血300的小鬼都可以随意拿捏的地步了？保险起见，武具你先拿着，出了意境后再给我。何必拗不过二哥，只能收下。二哥放心，明天我定废了他，以解你心头之气。何光拍了拍何必的肩膀，好兄弟。秦泽并不知道何家两兄弟准备对他来阴的。回家后，他洗了个澡就上床睡觉了。另外特意嘱咐吞噬哥今晚先不要活动。半夜突然下起了雨，天仿佛漏了个窟窿，整座城市都淹没在倾盆大雨之下。阿 T 蹲在市中心房顶的3号打了个喷嚏，即便穿了雨衣，浑身也都被打湿。这里视野最好，大半个城市哪里稍微一有风吹草动，他都能尽收眼底。今晚他已经顶雨蹲了大半个晚上，眼看天都要亮了，也没看到马戏团的踪迹。能不能敬业一点啊？下雨就不出来打卡，这么懈怠还当什么反派？3号咬牙切齿，在又蹲了1个小时后，他一边打着喷嚏，一边骂骂咧咧的找地方躲雨去了。次日一早，前往意境的学生全部在操场集合，会有大巴车将众人送去意境。这还是秦泽穿越以来第一次出城。城外的景象十分荒凉，一望无尽的荒野上只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公路。城市附近方圆10公里内超过半米高的植被全被砍伐，以便不会有异兽在其中躲藏。半小时后，10辆大巴车开进了一处临时基地，城防署的士兵将这里层层把守，戒备森严。刚一下车，秦泽便看到了不远处天空中绚烂的七彩霞光，像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泡泡。在那美丽霞光的下方，有一道长达20米的竖立裂缝，从空中开到地面。2中试炼小队集合。秦泽很快找到了姚老师的队伍，2男2女。我来说一下大家今天的试炼任务。这个意境是一个迷宫，我们试炼地方的异兽都不到 F 级，用武者等级来比较的话，大概在 0.3 级左右，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战斗对象。我们要探索还未开发的区域，并绘制出地图，届时会根据大家的表现下发奖励，击杀异兽，绘制地图的进度都算在内。姚老师给每个发了个1个半个巴掌大小的定位器和一柄短剑，众多定位器的信号汇聚到总机上，自动形成地图。怪不得把意境提前开放，原来是找人跑图。秦泽恍然大悟，这跟前世的大学生实习差不多，全被老师送去流水线打工，纯工具人。大家跟在我身边，别走散了。姚老师带着5人来到那道巨大裂缝前。今天来试炼的全部都是2中学生，5人一组。由于没有那么多老师，一些城防署的武者加入其中，成为护航者。站在裂缝最前面的人会被立刻吸进去，每3分钟进入一组。很快就轮到了秦泽他们。别紧张，不会有危险的。姚老师宽慰大家。秦泽只感觉眼前白光一闪，几秒钟后视野恢复，面前是一个高3米、宽2米的通道。这里像是一个建筑物的内部，地面一片狼藉，断裂的电线，各种垃圾、不知名的碎片堆在一起。四周的墙壁全部经过粉刷，头顶上的灯似乎因为电力不足忽明忽暗。跟我来。姚老师领着5人7拐8拐走进一个更狭窄的通道，一路上没有遇到异兽，也没有人的尸体。通道的两侧有一个个房间，里面放着好多床，像是宿舍，更加坚定了秦泽认为这里住过人的想法。姚老师，每个意境都是一样的吗？秦泽问。意境都是独一无二的。姚老师做起科普，意境大体分为2类，一类是可进入的，一类不可进入。不可进入的意境里面或者充斥着毒物，或者满是辐射，人一进去就会死。可进入的意境虽然不会立刻暴毙，但同样也充满危险。进入意境后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闻言，除了秦泽外，其他4人脸上的表情都绷得紧紧的。瞎！右侧的房间里突然跳出一个人形异兽，他全身没有一根毛发，屎黄色的皮肤上面满是褶子。走在最前面的妹子被异兽来了个贴脸杀，吓得直接僵在了原地，忘记了反击。眼看异兽的爪子就要拍到脸上，关键时刻秦泽一层逆命术爆发，一剑斩掉了异兽的脑袋。和精神病院遇到的那头异兽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秦泽估计这头异兽的战斗力大概也就3只大鹅。看着地上的无头尸体，回过神的女孩哇一声吐了出来。秦泽反应是最快的，这才是一个武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姚老师满意道。吐完的女孩羞愧地把头低了下去。一行人继续向前，又接连遇到了几个同样的人形异兽，有秦泽打样，其他人很快也都拿下一血。这些异兽的等级和众人差不多，又没有武器，单打独斗根本不是同学们的对手。姚老师在后面压阵，只有在关键时刻出手。2个小时后，地图的进度已经完成2/3，小队再往前走几百米，试炼任务就算完成了。姚老师，我要去趟厕所。秦泽捂着肚子，快去快回。姚老师道。秦泽往回跑了一段，找个房间钻了进去。分头行动。秦泽叫出5个分身。目前这段通道的房间里面全都是床，他很好奇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几分钟后，秦泽返回跟小队会合。刚才那个房间里，一个又一个秦泽走出，向来时的方向走去。这里的通道实在是太多了，像是个地下蚁穴。
秦泽估计，就算他把几十个分身全放出来，没个几天时间也探索不完。另一边，何必也脱离了队伍，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转。我记得秦泽的队伍是朝这个方向来的，转了半天，何必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他好像迷路了，该死！何必骂骂咧咧的选择了另外一扇门。刚打开门，顿时和秦泽的一个分身撞个满怀。瞎呀！何必捂着脑门后退2步。当看清对方的脸时，心中大喜过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秦泽，总算是让我找到你了。秦泽把他推到一边，和他擦肩而过。抱歉，我不搞基。唰！分身还没走出多远，一道剑气从身后袭来，斩去分身双腿。卧槽，你这个老六！分身猝不及防。何必得意洋洋。秦泽，记住了，你腿子永远是你腿子，还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白日做梦。何必又踢了分身一脚，满意走开。二哥的事办完，我该归队了。何必又穿过几扇门，隔着墙上的玻璃，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房间里。秦泽！何必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秦泽刚才明明已经被他斩断了双腿，现在怎么还安然无恙的站在这里？怎么又是你这个老六？分身有些意外，没想到又遇到了。何必挥剑再次斩断对方双腿。看你还怎么恢复！把门关死，让他在里面自生自灭。何必刚走出通道，迎面又看到一个秦泽，真是见了鬼了。何必意识到了不对劲，臭老六，吃我一个滑铲！分身秦泽加速朝何必铲了过来。找死！何必如法炮制，断了分身双腿。真邪门！何必眉头紧锁，他发现这3个秦泽的实力大打折扣，完全没有一层逆命术的水平。难道是我进幻境了？何必打开定位器，快步向来时的方向走。他想赶紧离开这个意境。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没走多远，何必被突然出现的第4个秦泽拦住去路。何必紧握短剑，身体不住发抖。你到底是谁？秦泽派出去的5个分身全都被何必嘎了。本来分身是可以躲着何必走的，但当第1个分身被斩断双腿之后，其他分身开始整起了活，主动找上门去调戏何必。至于探索地图什么的，哪有调戏男高中生有意思啊？秦泽整个大无语。别甩锅，咱们共用一个处理器，我们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没错，分明是你想整活，我们才去的。那小子现在都有点精神分裂，笑死我了。第5个兄弟出现的时候都吓尿了，兄弟们在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自爆了，毛也没留下，衣冠冢都立不了，都怪秦泽。+1。秦泽翻了个白眼，懒得和他们理论。好了，分配给我们的地方已经全部探索完毕。姚老师拿出平板点了点，小队的试炼任务至此结束。经过一上午，秦泽他们也只是探索意境的一小部分，剩下的地图估计要交给其他中学的5考生来跑。这一路上，平均每个人斩杀了10个异兽，虽然搞得有些狼狈，但几人的眼神都亮晶晶的，毕竟是第一次实战。好了，我们准备返回吧。姚老师提交地图，收起平板，在最前面晃荡的秦泽忽然发现了一面坍塌的墙，墙后是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刨出来的，洞口处堆了一地的碎石和泥土。嘎嘎嘎嘎，洞里传出一阵诡异的响动。秦泽，准备走了。姚老师喊了一声。哦，来了。秦泽往洞里扫了一眼，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他刚转过身，发现几个同学脸色变得无比惨白。你们哪里不舒服吗？你身后一个女同学伸出右手指了指，身体抖成了筛子。秦泽猛地低头，这才发现自己被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趴下！姚老师一声大喊，一道拳芒向秦泽头顶轰去。秦泽双手抱头，连忙趴在地上。紧接着身后传来一声炸响，震得他脑瓜子嗡嗡的。秦泽晃了晃脑袋，余光瞥见一道巨大的黑影从他身后窜了出去，直扑姚老师。那是一个2米多高的人形异兽，和他们之前所遇到的异兽不同，这头异兽明显更加强壮，并有着极为锋利的爪子。砰！姚老师和异兽对了一拳，下一秒直接被拍飞。地级异兽，注，相当于3级武者。你们快走，我来拖住他。姚老师快速起身，挡在同学们身前。4名同学回过神后，忙向来时的路跑。秦泽就悲催了，通道就那么宽，前方姚老师和异兽正在激战，他根本过不去。秦泽扭头看了看黑漆漆的洞口，一咬牙，扭头钻了进去。姚老师坚持住，我去给你搬救兵。洞里又黑又冷，初级侠才通人，复行数10步，则豁然开朗。什么味道？秦泽忽然闻到了一股极其浓烈的气体，同时他发现体内的气血正在飞速下降，连忙将自己本体附身到一具分身上。这样一来，要死也是分身先死。秦泽，我俏丽！分身话还没说完就嘎了。秦泽立刻换下一具分身，气体有毒，且毒性很猛，分身在里面都活不过半分钟。砰！秦泽双脚用力一蹬，如炮弹一般向前急速弹射，所过之处跟下蛋一样，留下一具具分身的尸体。在扔下10来具尸体后，秦泽总算是看到了光亮。他快速靠到光源前，伸手摸摸，是一块有裂隙的铁板。咚咚咚，敲了敲，秦泽发现这块铁板并不是很厚。他凝聚起气血，一拳把铁板打了个对穿，总算是从黑漆漆的洞里钻了出来。秦泽左右看看，自己出现在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通道里，这里没有毒气，前后2侧都是紧锁的灰色闸门，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10。检测到有机生命体，开始扫描。扫描中，一道红光从棚顶的一角投射到秦泽身上。秦泽吓了一跳，全身紧绷。可过了一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扫描结果为碳基生物，地球人类。开启身份验证，验证中。秦泽看向红光的光源，长得很像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面的 Mouse。验证失败，非本避难所居民，表明身份，否则将会被当作入侵者处置。秦泽有点慌，连忙掏出学生证。我是学生，2中的学生。
红光再度投射到学生证上面，正在链接数据库。身份确认：秦泽，江城二中毕业生，死亡于大夏历2050年7月27日江城受潮。豆豆麻袋，我死了，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还有这个2050年又是什么鬼？今年明明才2025年。此时秦泽满肚子的问号，他感觉自己已经揭开了异境的神秘一角。所谓秘境，实则是一个避难所，躲避的似乎就是外面通道里的那些异兽。死而复生之人，请解下武装，我会带你去见避难所的管理者。秦泽很听话的把短剑扔到地上。这时地面伸出一只机械臂，把短剑捡起收好。轰隆隆，前方闸门上的齿轮开始一点点转动，发出震耳的机械轰鸣声。要进新副本了，门后会不会直接站了个 BOSS？ 那还怎么玩？连发育时间都不给，剧情杀了。避难所的人工智能还挺通情达理，没把咱们这个不明身份的外来者一枪毙了。科技感好足，不是高武世界吗？怎么转科幻了？避难所的管理者会不会是一个大美女啊？分身们七嘴八舌，对接下来场景十分兴奋。秦泽也同样如此，毕竟这里是连官方都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那条通道里的空气不仅有毒，还有巨大的腐蚀性，就算戴着防毒面具进来，不出2分钟，肉身就会被腐蚀成一滩烂肉。除非像秦泽这样卡分身的 bot， 其他人完全进不来。咔！机械齿轮似乎转到了头，合金闸门向一侧缓缓拉开。奇怪的外来者，欢迎来到10号避难所。门后面并没有出现守关 boss， 而是一条更加宽敞明亮的通道，请按照指引行进。地面投射出一个指向前方的箭头，秦泽每向前迈出一步，箭头就往前挪一步。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游戏刚开始时候的新手教程。跟随箭头的指引，秦泽很快便深入到10号避难所。和外面的情况不同，这里面的设施明显更加丰富，发电厂、水站、休息区、健身区、食堂、宿舍，甚至还有一个超大游泳池。但凡是生活中能够用到的设施，这里一应俱全。然而奇怪的是，这一路上秦泽没有看到一个避难所居民。偌大的避难所内静悄悄的，只有秦泽那富有节奏的脚步声。管理者办公室到了。随着箭头消失，秦泽站在了一扇紧闭的合金房门前。秦泽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抬手敲了敲门。咚咚咚，你好。门内没有回应。咚咚咚，你好，有人在吗？秦泽反复敲了一阵，办公室里连个屁声都没有。Big 蛋，竟敢无视我泽哥！把门踹开。这个避难所好古怪，还是小心一点吧。来都来了，总得见见那个管理者是个什么货色。和分身们一通头脑风暴后，秦泽决定破门而入，凝聚气血，抬脚一记左正蹬 ，Doom！ 还有我去！秦泽捧起脚单腿后蹦，痛，太痛了！合金大门纹丝不动，秦泽脚差点骨折。研究了会大门，秦泽发现门边上有个把手，轻轻一拧，咔，门开了。秦泽一愣，心中有1万句 MMP， 不知当讲不当讲。推开大门，一股腐朽的空气迎面扑来。管理者办公室的面积很大，其中2面墙上挂满了显示屏，可以看到避难所里的各个角落。办公室中央有一张办公桌，桌上趴着一具只剩下骷髅的尸体。秦泽上前看到骷髅的右手边上有一把手枪，骷髅头右侧的太阳穴上一团焦黑，很明显这人开枪自杀了。这家伙该不会就是避难所的管理者吧？秦泽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印证。办公桌上有一本发黄的日记，虽然不知过了多少年，日记本都有些氧化，但上面的字迹依稀还是可以辨认。2053年2月21日，今天是全体居民搬入避难所的第一天，居民们都很压抑，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迷茫，包括我这个管理者也是如此。为了打发时间，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写日记。正经人谁写日记啊？秦泽确定了，这货就是管理者。可他为什么自杀？避难所里的居民又都去了哪里？秦泽继续看了下去。2053年2月25日，为了提高大家的情绪，我决定搞一场联谊晚会。避难所里全部都是俊男靓女，毕竟这可是为了繁衍优秀的后代精心筛选出来的。晚会上大家总算是情绪高涨，对未来的生活也重新焕发出希望。2053年3月10日，发电模块出了问题，虽然断了小半天的电，但好在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避难所靠核反应堆来发电，按照计划可以发电100年。拜托了，反应堆千万别出问题，无土栽培的粮食和蔬菜全部都依靠电力系统。2053年3月25日，人心愈发浮躁了，避难所里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毕竟活动范围有限，和坐牢没什么区别。有的居民想要去冷冻舱里休眠，但很遗憾，10号避难所里并没有冷冻舱，冷冻舱耗电太大，避难所电力无法维持。今天在和其他9个避难所管理者的日常会议上，我得知了一个好消息，深渊关闭了，再也不会有异兽了。异化者要是能和异兽一同消失，那再好不过。秦泽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名词，异化者，特意和异兽区分开来，指的是外面那些人形异兽。既然不是异兽，异化者又从何而来？2053年4月13日，噩耗传来，3号避难所被异化者攻陷了。该死，该死，该死，我真该死啊！2053年4月27日，1号和5号避难所也失去了联系。开始有管理者质疑避难所的决策，当缩头乌龟真的可以活下去吗？6号避难所管理者已经和空岛取得联络，他想打开避难所加入反抗军。以前我或许还会劝他加入反抗军，只有死路一条，可现在我们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罢了。看到这里，秦泽发现这位管理者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沮丧。2053年6月1日，现在只有9号避难所能和我取得稳定联络。对10号避难所内部的居民，我开始报喜不报忧。我反复告诉大家，避难所里是绝对安全的，异化者进不来。自欺欺人。2053年10月15日，9号避难所也沦陷了，避难所计划就是一个笑话。我在最后一次和9号避难所管理者的通话中得知，空岛已经开发出了人形作战兵器，
似乎不再需要活人上前线，要不要加入他们？2053年11月20日，经过1个月的深思熟虑，我决定和空岛联系一次。该死的是，天线坏掉了，必须派人去外面修理。2053年11月21日，异化者在开门的时候冲进来了，东侧宿舍已经沦陷，4000名来不及转移的居民死亡。2053年11月23日，闸门隔离了东侧宿舍区，开始有异化者挖洞，还好我及时往里面注射了腐化毒剂。2053年11月25日，避难所成了孤岛。2053年12月30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雨水收集装置被异化者破坏，等待我们的结果只有一个，渴死。2054年1月1日，屋漏偏逢连夜雨，无土栽培装置出了故障，我们没有吃的了。2054年1月7日，居民自发组成冲锋队，可连东宿舍区都出不去。2054年1月23日，全体避难所居民投票表决，集体安乐死。2054年1月24日，我亲手按下了释放催眠气体的开关，13000名避难所居民将会在睡梦中平静死去。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研制阿尔法试剂会怎样？没有阿尔法试剂，也不会有逆阿尔法试剂，更不会有异化者。可没有逆阿尔法试剂，异兽又该如何解决？或许人类的终点就是毁灭吧。日记至此结束。合上日记本后的秦泽心里有点沉重。右侧墙壁上的屏幕是避难所里宿舍区的画面，一具具白骨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双手或是置于身体两侧，或是交叉平放在小腹上，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死亡前都很安详。1万多条人命就这么没了。秦泽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按照日记中的内容讲述，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异兽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做异化者的生物，其诞生的方式与一种叫阿尔法试剂的东西有关，而阿尔法试剂的研制者就是日记的主人10号避难所的管理者。面对异化者的威胁，这个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派，保守派和反抗派。保守派全部躲进了避难所，避难所共有10个，不过现在早就已经全部沦陷。反抗派也就是反抗军生活在一个叫做空岛的地方，也不知道空岛上的反抗军现在如何，是否战胜了外面的异化者。还有一件事情，秦泽没有想明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过另一个自己？桌上的一角有个手带式微型计算机，这玩意实在是太眼熟了。BB 小子，秦泽拿起 BB 小子戴在手腕上，开机。一行火焰文字在屏幕上缓缓出现，欢迎使用避难所科技，避难所科技将竭诚为您服务。秦泽扯了扯嘴角，即视感越来越强烈了。请开始身份验证，输入指纹虹膜。按照开机提示，秦泽进行了一系列繁琐的流程。这个 BB 小子好像是新的，从来没有用过。身份验证完成，10号避难所权限已从前任管理者林思瑶教授移交给避难所内唯一人类秦泽。秦泽很是诧异，我这就成管理者了？太草率了吧！通过手腕上的管理者终端，秦泽发现自己可以控制整个避难所，甚至包括每一扇门的开关。此外，终端还有一个使用者界面，上面显示了使用者目前的各项身体指标，包括心率、血压、呼吸频率，甚至还有气血。气血896，又变强了一点。这个东西还蛮不错的，可以当个随身气血测试仪来用，调出关于阿尔法试剂的资料。秦泽想到看看阿尔法试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而终端却弹出了一行红字：阿尔法试剂、逆阿尔法试剂的资料已经全部封存，除林思瑶教授外，其他人无权查看。秦泽探究真相的想法落空，在避难所里兜兜转转，他没过多久找到了武器库的大门。让我看看未来科技都有什么大宝贝。秦泽迫不及待地搓了搓手，咔，武器库大门缓缓打开。看到里面的景象，秦泽顿时一愣。200来平的武器库内空空如也，里面甚至都能跑满了。避难所的库存武器已经被冲锋队全部耗尽。终端调出来了武器库内武器的拿取记录。当年避难所里的居民为了搏出一线生机，组成了树枝敢死队。正是因为武器被消耗一空，异化者还在门外虎视眈眈，避难所居民最终才会选择自行了断。角落里还有几个黑色的装备箱，秦泽好奇上前翻了翻，前几个箱子全部都是空的。在最后一个箱子里面，秦泽找到了一把非常酷的黑色手枪。这把手枪比他认知的普通手枪要大一圈，枪口更粗。手枪是一体的，弹夹无法拆卸。谁这么无聊，把玩具枪放武器库来了？秦泽有点失望。这时，终端忽然弹出了信息：武具龙威改进型手炮，制造单位魔都武具研究所。介绍：吸收气血发动强力射击，气血越多，射击威力越强。注：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代武具，龙威改凝聚了魔都武具研究所全体研究员的智慧，包含了很多惊喜和小彩蛋，其威力不可小觑。武具，秦泽龙颜甚悦，没想到还真让自己给捡到宝了。武具是武者的专属武器，与气血搭配可以发挥出各种各样神奇的功能。由于材料特殊，武具的产量很低，而且价格根本不是普通武者能承受起的。秦泽见过的武具只有一个，3号手中的法牌。他眼馋那个射死神器好久了，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搞一个。将手炮收好，秦泽走到避难所大门，准备出去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是否开启避难所大门？10号避难所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前门也就是东住宿区的位置，那里已经被异化者占领。秦泽现在走的是后门，开启。轰隆隆，印着大大数字10的巨型齿轮开始缓缓旋转，伴随着齿轮的不断转动，5米高、半米厚的合金大门向侧面一点点拉开。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避难所，在此刻迎来了第一缕阳光。秦泽深吸一口气，警惕地走出避难所。好在附近没有异化者。环顾四周，他的第一感觉是荒凉，无尽的荒凉。土地沙化严重，视野中几乎没有丝毫绿色。朝远处眺望，秦泽看到了一栋栋歪歪扭扭的大楼，楼体全部开裂，枯黄的植物从缝隙中顽强地生长了出来。眼前的一幕幕
宛若世界末日。先去城市瞧瞧，要是能再找到几件武具，直接就起飞了。砰！秦泽双脚用力一蹬，向着城市快速奔去。当啷！城市边缘一阵狂风吹过，一块腐朽不堪的广告牌被吹到秦泽脚下，上面粉刷的字体依稀还能够辨认：江城欢迎您。这里竟然是江城！秦泽眉头紧锁，从这座荒废的城市上，他看不到一点熟悉的影子。呼呼呼！就在秦泽准备深入城市探索的时候，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破空声，一架巨型飞行器拖着黑烟，摇摇晃晃从远处飞来，飞抵城市上空后，飞行器下方投下一个个黑色椭圆形物体，紧接着一连串的爆炸在城市中心响起，一朵朵小型蘑菇云拔地绽放，几栋本来就摇摇晃晃的大楼彻底沦为废墟。即便秦泽在城市最外围，他还是被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掀了个跟头。完成轰炸任务的飞行器开始原路返回。砰！刚飞出城市，飞行器尾部突然爆炸，紧接着一头朝不远处的地面扎了下去。是空岛上的反抗军。为了调查这个世界的真才像，秦泽还在犹豫要不要和本地土着接触，飞行器就坠落在几百米开外。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秦泽打算过去瞧瞧。等秦泽靠近飞行器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飞行器已经如此破烂不堪，最表层的漆和蒙皮已经全掉了，很多部分露出了内部骨架，尾部正在冒着滚滚黑烟，似乎是发动机坏掉了。这种东西竟然还能够飞上天，还真不愧是几十年后的未来科技。驾驶舱门还紧紧关着，里面的飞行员也没有出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还活着吗？秦泽站在10几米开外大喊。然而他反复喊了几遍，始终没有得到飞行员的回应。秦泽掏出手炮，一点点上前，透过驾驶舱透明的盖子，秦泽看到了里面驾驶员的状态。驾驶员已经化作一具白色枯骨，被安全带紧紧按在飞行座椅上，他头朝着一侧偏着，黑洞洞的眼眶与秦泽直视。秦泽眉头紧锁，按照骷髅目前的风化状态，飞行员至少死了50年，没了飞行员的轰炸机竟然还能够上天并且执行轰炸。想到这里，秦泽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世界真是到处透着诡异，该不会是个克苏鲁邪神世界吧？那些异化者都是邪神的爪牙，画风还真有点像。机舱盖子有个窟窿，飞行员就是被这么打死的。我的建议是先行撤退。陈复义，连一级武者都不是，头别那么铁。秦泽有点从心了。呀！轰炸机另外一边突然探出一个屎黄色的小脑袋，灵动的大眼睛正一闪一闪，好奇地看着秦泽。异化者！秦泽连忙拉开距离，手炮瞄准了那个脑袋。然而与秦泽之前所接触的异化者不同的是，这个小家伙并没有攻击欲望，他的几根手指塞进嘴里，满脸天真，完全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你怎么出来？小家伙嘴里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异化者说话了，前任管理者留下的日记里可没有记载过异化者会说话。秦泽刚要准备和他沟通，突然发现周围出现了10几个成年异化者，飞行器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秦泽站在坑里，被坑外面的异化者团团包围。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好像闯进异化者的老巢了。豆豆妈蛋！秦泽高举双手，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人畜无害。和小家伙一样，周围的异化者也没有对秦泽发动攻击。与避难所里的异化者相比，他们脸上情绪更为丰富，双眼也只是微微泛红，像围观大熊猫一样盯着秦泽。喂，陛下安！异化者结结巴巴，秦泽半天也听不出个所以然。砰砰砰砰！突然一阵炸响，坑外的异化者接连爆成一团团血雾，飞行器边上的小家伙也被爆炸的冲击波掀飞，不知滚到了哪里。看着遍地烂肉，秦泽咽了口唾沫。我这么掉了吗？意念杀人！呼！一道白色身影从天而降，江城外发现11个低级异化者已经全部歼灭。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御姐，身穿炫酷的白色机甲，五官异常立体精致，像是2次元中走出的人物。秦泽看到她的第一时间想到了3地区的那位大姐姐。咦？御姐汇报完现场情况后，才注意到飞行器边上的秦泽。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秦泽赶紧开口，生怕对方一炮把自己给崩了。御姐睁大了美眸，人类？秦泽？难道还不明显吗？御姐快步来到秦泽面前，美眸中满是好奇与激动。秦泽则有点慌。御姐绷住俏脸，自我介绍：人形作战兵器，代号 BT-21，我是首批 BT 系列兵器的最后一台。秦泽回应：你好，我叫秦泽。原来这就是前任管理者日记中提到的空岛人形作战兵器，单看外表和人类几乎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来是个机器人。搞不清楚状况的秦泽决定先行撤退，他还没太做好和本地土着接触的心理准备，尤其自己目前还是只弱坤，下次做好准备，带一大波分身过来，岂不快哉？我突然想起家里煤气忘关了，咱们改日再聊。秦泽转身要溜 ，BT 一个闪现挡住了他。大人请不要随意走动，附近有很多异化者，我已经联系了此地的全部战斗兵器，大家会一起护送您回空岛。秦泽很囧，有点麻烦了。空岛可是本地土着大本营，他目前还不想去。魂珠。正在秦泽想着如何婉拒的时候，忽然看到 BT 胸前挂着一颗明晃晃的魂珠。BT 注意到秦泽的视线，摘下魂珠。人类大人是想要这个吗？秦泽点头，呼吸变得逐渐急促。可以给我吗？当然没问题。BT 把魂珠交给了秦泽，这是我击杀的最后一头深渊异兽，从对方尸体中取出的纪念品。空岛博物馆中还有很多在展览。空岛还很多。大部队什么时候到？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我的同胞们了。秦泽义正言辞。家人们谁懂啊，即将白捡一堆魂珠。BT 微笑道，请稍等，很快就到。秦泽检查其手中的魂珠，重量要比吞噬小姐的略重一点。仔细观察会看到魂珠内部有丝丝电蛇流转，
还微微有点电手，掌心酥酥麻麻的。S 级魂珠，秦泽心潮澎湃，若不是当着外人，他都想让分身当场吞噬。会是个什么能力？呼呼呼！一道道白色身影从天而降，他们穿着和 BT 一样的制式机甲，样貌各不相同，但都很好看。秦泽怀疑制造他们的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捏人的时候全部捏成了女。什么战场女武神啊喂！10几个漂亮妹纸把秦泽紧紧包围。我可以摸摸吗？一个妹子小心翼翼地问。对上那渴望的视线，秦泽实在不忍拒绝，便点了点头。大家顿时一拥而上，像是在猫咖撸猫。人类大人好软啊！前面长了尾巴，太酷了，还可以伸缩，好神奇！这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吧？秦泽红着一张老脸，超电磁毁灭炮！大家纷纷惊呼：哇，听上去就很强！一通摸索过后，女武神们总算是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手。BT21，什么时候出发？秦泽迫不及待，现在就走吧！届时分身一人一颗魂珠，直接原地飞升。当我祭出100个能力时，不知阁下该如何应对？滴滴滴！女武神们的侦测雷达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警报，异化者来袭！快点保护人类大人！随着 BT21一声令下，10几个人形做战兵器把秦泽围在里面。秦泽小心翼翼把头从2个腰之间挤了出去。只见不远处密密麻麻的异化者正狂奔而来，放眼望去，数量少说也得有个100-200。这些异化者跟避难所里的很像，双目猩红，饱含杀意。人类大人快藏好 ！BT21把秦泽的头给按了回去。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秦泽脸色煞白，此刻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作死行为。自己要是一个人遇到这么大一群异化者，第2天就变成他们的大便了。现在秦泽只能寄希望于这些人形做战兵器给点力。开火！在这一大群异化者靠近100米范围之内， BT 终于下达了开火命令。人形作战兵器们的肩膀和胳膊上纷纷抬起一个短小精悍的炮管，轰轰轰！一道道湛蓝色激光从炮管中激射而出，密集站位的异化者犹如韭菜被激光一排排割下。一些幸运儿没有被命中关键要害，只是断了4肢，但另外的倒霉蛋们直接被激光击中，爆成一团血雾，连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看着遍地的残肢断臂以及和红白之物交织在一起的内脏，秦泽不禁咽了口唾沫。怪不得会被称之为兵器，他们的战斗力实在是过于强悍。秦泽有些想不明白，有这么强的人形做战兵器，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龟缩在避难所里？要是给李云龙这样一支部队，天皇都得认祖归宗。虽然异化者很强，但明显人形作战兵器更胜一筹。双方的战斗简直就是兵器们一边倒的屠杀。一轮炮击过后， BT 带领10余个伙伴朝剩下的异化者冲了上去，留下3个留守在秦泽身边。人形作战兵器们纷纷拿出各自的近战武器，刀枪剑戟五花八门。BT 的武器是一柄银色太刀，仅用一个照面就把异化者削成2半。即便被众多异化者包围， BT 战斗起来仍旧游刃有余。他的身影在异化者身边来回闪烁，每次被何为总能瞬移到包围圈之外，给异化者致命的背刺。这不禁让秦泽想起了胖子的瞬移异能。可胖子的异能目前和 BT 几乎没什么可比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胖子的异能具有成长性，秦泽还真期待他能成长到这种地步。其他的人形兵器虽然没有 BT 那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瞬移能力，但他们的近战体术仍旧强悍，打起异化者来犹如砍瓜切菜一样简单。不到10分钟，将近200来的异化者就全部倒在了地上，甚至没有一个异化者突破封锁冲到秦泽面前。人形作战兵器们无一伤亡，这至少得有中级武者的实力了吧？秦泽不禁感慨。1到3级为初级，4到6级为中级，7到9级为高级。秦泽目前见过最强的武者，只是身为2级武者的3号之法。3号之法给秦泽的压迫感远不如刚刚火力全开的 BT。秦泽估计 BT 一只手能打10个3号。人类大人，您没受伤吧？结束战斗后的 BT 连忙跑到秦泽面前，关切地询问。我很好。BT 检查一番后松了口气。江城附近有一个废弃机场，机库里还有飞船，我现在就带您过去。话落， BT 把秦泽扛在了肩膀上，屁股朝前，头向后。秦泽，好羞耻的姿势，我其实可以自己走的。BT 果断拒绝，机场有一段距离，必须抓紧时间。那就不能背着我吗？抱着也行。我需要解放双手应对异化者的突然袭击。无奈，秦泽只能妥协。管理者大人抓稳，我们要出发了。秦泽紧紧抱住女武神的腰。唉，这机甲实在是太凉了，感受不到一点温暖。呼 ，BT 的小腿后面突然喷射出蓝色弧光，随即拔地而起，向远处急速飞去。其他的人形作战兵器紧随其后，呈战斗队形将秦泽和 BT 保护在中央。半小时后，秦泽终于平安落地机场，头发全被风吹得立了起来。哇，不愧是人类大人，可以随便改变头发的状态。人形作战兵器们的眼神亮晶晶的，即便是脸皮厚如城墙的秦泽，也被人形作战兵器们密集的夸夸整不好意思了。他们对人类有一种至高的崇拜，这种崇拜似乎是刻在他们主板上的。哪怕秦泽现在放个屁，他们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竖起大拇指说声香。大人随我来，我知道飞船在哪。BT 道。机场杂草丛生，几架停在跑道上的飞机已经变成一堆破铜烂铁，航站楼的玻璃全部破碎，墙体开裂，时不时会有1-2只黑色的乌鸦从里面飞出来。这种地方拿来拍鬼片，完全不用多余的装饰。你为什么不扛着我直接飞去空岛？秦泽小心翼翼跟在 BT 身后。太空您无法呼吸。BT 回答。空岛在太空。秦泽瞠目结舌，他以为的空岛是一个类似飞行航母或者是灯塔般存在，就飘在大气层内。这个世界的人已经殖民外太空了吗？有这能力还死守地球干什么？ BT 歪头看着秦泽，大人不是来自空岛？糟糕，露馅了。秦泽尴尬的咳嗽几声。
我当然是空岛人，不过一直在避难所执行秘密任务。最近刚出避难所。BT 的眼睛里满是大大的问号。避难所是什么？轮到秦泽懵了。你不知道避难所 ？BT 摇头。你是哪一年生产出来的？我是第一代人形作战兵器，也是 BT 系列最后一个，出厂日期是2051年。BT 检索完日志后回答。避难所2053年才关闭，2051年的 BT 怎么能不知道？除了我之外，你见过其他人吗？秦泽问。BT 摇头。空岛是人类总部，人形作战兵器出厂后就不会再进入，兵器的使命是消灭一切异化者。秦泽若有所思，消化着 BT 的信息。你的资料库里有关于阿尔法世纪的资料吗？秦泽随之问。BT 站直身体，瞳孔之中闪过一条条数据流。有关阿尔法世纪的资料是绝密 S 级，我无权查阅。人类大人可以去空岛亲自查阅。秦泽轻叹一声。所以阿尔法世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保密这么严格？在去机库的路上，秦泽从 BT 那里理出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线。BT 的出厂时间是2051年，当初第一批人形作战兵器只生产了21个。这么些年过去，现在第一批兵器还活着的就只剩下 BT 了。按照 BT 所说，当年他出厂之后立刻就被投放前线作战，只不过他当时的对手并不是异化者，而是异兽。那时候的异化者还很少，对人类完全造不成威胁。1年以后，异兽全部被清理干净，然而异化者却在呈指数倍增长。由于异化者数量越来越多，人类生活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空岛计划就此提出。空岛是一个大型空间站，于2052年底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2053年初，地面所有人类都搬进了空岛，地表只剩下了异化者。从那开始，空岛开始不断产出人形作战兵器，用于歼灭地表异化者。后续的兵器并没有首批 BT 系列那样有特殊能力，只是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和武道芯片。10号避难所也是在2053年初投入使用，和空岛的使用时间一样。秦泽很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双方都如此紧迫。更让秦泽疑惑的是，空岛似乎在隐藏地表还有避难所和人类的事。现在的时间是2102年，人类与异化者之间的战斗已经持续了50年。异兽具体是怎么被歼灭的？首批21台人形作战兵器，就算全都有瞬移能力，在数量众多的兽群面前也改变不了什么。BT 异兽就是快速变少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他挠了挠头，有点委屈。人家只是人形作战兵器，又不是智脑，不懂那么多啦。秦泽没再问下去 ，BT 只知道皮毛。机库很快到了，里面许久没有人来过，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中央有一架盖着灰色帆布的飞行器 ，BT 上前抓住一角，用力拽了下来。那是一架黑色的飞翼式飞行器，有点像 B2 轰炸机，燃料充足，发动机和航电系统完好，随时可以起飞。BT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确认这东西可以飞到空岛。驾驶舱内正好可以坐下2个人，秦泽在副驾 ，BT 负责驾驶。飞行器开出机库，缓缓滑向跑道。这是什么？秦泽指着一块密密麻麻满是红色点点的屏幕。BT 大惊，是异化者。他连忙在通讯频道里下达了命令：异化者来袭，数量300左右，务必保护我和人类大人起飞。收到。X17，一大片屎黄色的异化者从远处涌来，远远望去像是粪坑决堤。人形作战兵器们纷纷开火，凶猛的火力让异化者的步伐一时停滞。BT 脸上的表情十分轻松，人类大人不要担心，没有会飞行的异化者，只要我们上天就安全了。轰！飞行器引擎发动，尾部喷出幽蓝色尾焰，在跑道上滑行100多米后冲天起，驶向灰蒙蒙的天空。守卫在机场的人形作战兵器们见秦泽已顺利起飞，他们并没有继续恋战，而是纷纷起飞护航。毕竟人类大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要多久才能到达空岛？秦泽问。2个小时就够了。BT 回答。秦泽右眼皮一直在跳，总觉得这趟旅行不会那么顺利。BT 右侧出现大量飞行异化者，注意修正航向。兵器们发来了警戒。秦泽咽了口唾沫，危险，危险，危险！他有点想回家了。飞行异化者像是一个放大版的屎黄色蝙蝠，胳膊和腿之间被肉蹼连接在了一起，快速扇动可以保持飞行姿态。人形作战兵器们集体开火，被击中的异化者顿时化成一团大火球朝地面坠落。好在这些异化者没有远程攻击手段，不然这么大一个飞行器会立刻成为集火目标。见人类大人的脸色有点白， BT 轻声宽慰道：这些全部都是最低级的异化者，搁不上什么威胁的。只要高级异化者没有出现，我们就是绝对安全的。秦泽，大姐，能不能先别立 flag？ 注意，正前方500米出现一个高级异化者，护航的人形兵器大喊。秦泽扯了扯嘴角 ，BT 的 flag 应验了。呼，话音刚落，一道火焰冲击向着飞行器直挺挺砸来。BT 猛拉操控杆，侧过飞行器，火焰擦着飞行器底部飞过，留下一道黑色的烧焦痕迹。BT， 我们来拖住他，你带着人类大人快走。护航编队一分为2，一部分继续防守侧面来袭的飞行异化者，另一部分则朝着高级异化者冲去。BT 趁着空隙快速穿插而过。秦泽通过舱内屏幕看到，仅仅一个照面就有人形作战兵器被高级异化者锋利的爪子拦腰斩断。高级异化者的体型有将近5米高，他的翅膀是从背部长出来的，其双手在战斗的时候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面对同伴的死亡， BT 脸上毫无波澜。死亡是每个兵器的最终归途，而且能为人类大人而死，是我们的荣幸。秦泽内心五味杂陈，他张了张嘴，想说的话最终化作了一声叹息。大人做好准备，我们即将穿越大气层了。飞行器机头上扬，并开始加速。砰！就在这时，飞行器尾部突然爆炸，2个引擎同时熄火，失去动力的飞行器开始朝地面急速下坠。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阴影从上面扑了下来，挂在飞行器上。又一个高级异化者，
他刚才一直躲在深空的云层之上，不讲武德，发动了致命的偷袭。高级异化者的脸紧紧贴在透明的驾驶舱盖上，他在笑，屎黄色的五官扭曲在了一起，像是一朵没擦干净的菊花。人类大人抓紧我 ！BT 解开安全带，像是抱小孩子一样把秦泽紧紧抱在了怀里。飞行器自动逃生装置启动，驾驶舱盖向上弹射，巨大的冲击力把毫无防备的高级异化者弹飞了出去。BT 启动腿部喷射装置，带着秦泽脱离飞行器。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安全屋，隐藏在小镇废墟里，异化者是绝对找不到的。BT 把秦泽带到了兵器们的一个安全屋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安全屋里面有着全部人形作战兵器在受伤休息时能用到的工具和物资，其中包括一个大大的工作台，还有好几个类似充电桩一样的东西。BT 站到充电桩旁边，咔的一声轻响，身上的机甲自动从背部打开，就像是脱衣服一样。BT 很轻松就从机甲里面走了出来，太逼真了。秦泽现在终于知道人形作战兵器可以真实到什么地步。脱下机甲的 BT 只穿了一套连体紧身内衬，高挑的身材凹凸有致。BT 把一根电线连接上机甲，机甲发出 biu 的一声，进入了充电模式。人类大人，真是抱歉，由于从来没有人类大人来过这里，所以也没有准备可供大人休息的地方和吃的食物。BT 歉意道。秦泽摆摆手，没事。话说你们不用休息和吃东西吗？ BT 摇了摇头，解释道，我们只有表层的血肉是碳基细胞组织，骨骼还有内脏都是机械产物，所以我们不会感到疲惫，不用休息，平时也不用吃东西，补充能量液就够了。BT 从一旁的柜子上拿下一瓶类似营养快线的白色饮料，秦泽拧开盖子闻了闻，有股刺鼻的机油味。BT 却是一饮而尽，喝完之后活力满满。大人要是饿的话，只能再忍忍了。空岛上会有您能吃的食物。秦泽，飞行器都坠毁了，现在还怎么去空岛？ BT 道，我已经联系了空岛中央调度 AI 星河，总部会另派飞行器来接您，我们只需要在这里等着就好了。其他人呢？秦泽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BT 的眼中一条条数据流闪过，17个兵器的待机信号已经完全消失，异化者数量太多，还有高级异化者，他们本来是可以安全撤离的，一切都是为了掩护人类大人。秦泽叹了口气，怅然若失。 BT 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出生入死的同伴死了，你不会难过吗？秦泽道。 BT 歪了歪头，为什么要难过？死亡是每个兵器的归途，更何况还是为了人类大人而死。人有众生，众生随行。兵器吗？说是外貌协会也好，说是圣母婊也罢，秦泽很难把他们和一次性兵器划等号。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上一秒还一口一个人类大人，下一秒全部尘归尘，土归土，还是因为自己而死。秦泽从上衣口袋的烟盒里拿出3支烟，这是他从避难所顺的。毕竟外面是末日，香烟是紧俏商品，他本打算用来贿赂当地土着。3支烟点燃后，秦泽把它们摆在了桌子上，双手合十。一旁的 BT 疑惑地看着人类大人此番奇怪的举动，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在我们那里有个习俗，人死之后敬上3根香以示尊敬，并祝愿其来世一帆风顺。这里没有香，我就以烟代香了。BT 愣了愣，所以人类大人是在为兵器的死亡感到难过。他理解不了，因为他的情感插件上没有这段程序。可他们并不是人类。秦泽淡淡道，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要比绝大多数的人类更加高尚。旋即，秦泽闭上双眼，一路走好，下辈子做个人吧。BT 眨了眨眼，然后也学着秦泽的动作，小声默念，一路走好。随着最后一缕烟消散，3支烟燃烧殆尽。BT 怔怔地看着桌子上的烟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咚咚咚，半小时后，敲门声突然响起。昏昏欲睡的秦泽起身要去开门，却被一旁的 BT 阻止。BT 冲他摇摇头，快速穿上充完电的机甲。与此同时，砰的一声，合金门突然炸裂，飞了进来。BT 挡在秦泽面前，一刀两断。异化者！秦泽看到了门外体型庞大的屎黄色异化者，我就知道安全屋就没一个安全的。BT 把秦泽拦腰抱起，跳窗飞向天空。居高临下，秦泽发现安全屋早就被密密麻麻的异化者包围，之前的高级飞行异化者也追来了，身后跟着一大票小弟。有内鬼 ！BT 喃喃道。什么？秦泽一脸问号。所有安全屋的位置都是绝密，异化者不可能知道，除非有兵器提前向他们透露。BT 绷着一张俏脸，你不是说他们的信号都消失了？我在公共频道里向其他区的兵器呼叫过，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位置。看着天上地下的一众追兵，秦泽知道今天是去不了空岛了。回江城，这里离江城不远。秦泽准备从避难所离开一景，目前的自己实在过于弱小，只能靠 BT 保护。等发育一波，下次把吞噬哥带来。现在手里还有一颗星魂珠，还能再诞生一个吞噬哥。BT， 我刚才跟星河联系过，空岛的飞行器已经到了。安全屋附近都是异化者，飞行器无法降落，停在了15公里外的废弃高速。人类大人只要坐上飞行器就安全了。身后的高级异化者越来越近，他的飞行速度明显要比 BT 快一截，用不上10公里他就能追上来了。回江城，秦泽沉声道。避难所大门很厚，异化者正面无法攻破，来再多也是白搭，那里才是真正的安全屋。是 BT 没有任何质疑，在他的程序中，人类的命令永远是第一位。一道道火焰从高级异化者口中喷射而出， BT 躲闪不及，后背被直接命中，腿部喷射装置损坏，两人坠地。好在 BT 把秦泽护在怀里，秦泽没有受伤。大人没事吧？ BT 身上的机甲损毁严重，半边身子一片焦糊。秦泽回头看了一眼避难所的位置，距离只有不到1公里了，避难所马上就到，坚持坚持。秦泽道，大人快去吧，我掩护您。BT 摇头，秦泽这才注意到他的一条小腿断了。
废什么话！秦泽一咬牙，把 BT 扛在身上，一层逆命术爆发。天上的异化者已经到了，四面八方将秦泽包围。人类大人，如果我死了，你也会给我点燃3支烟吗？趴在秦泽肩膀上的 BT 小声问。秦泽咬着牙，急速狂奔。不会死的，我们都不会死的。避难所大门很快到了，秦泽通过管理者终端打开。开门需要一段时间，秦泽掏出威龙疯狂点射，一枪一个小老弟。BT 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连手都抬不起来。门全打开，异化者也会跟着进去，到时谁也走不了。BT 轻声说罢，眼睛突然变成红色，后背隐藏能源已激活。随着一道电子音响起，秦泽感到肩膀一轻 ，BT 化作一道残影冲向异化者群。BT 仿佛小宇宙爆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手动的太刀上下翻飞，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没有一个异化者能靠近他2步之内，短短几秒钟就留下遍地残肢断臂。但异化者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是粪坑被炸了一样，越来越多的屎黄色异化者正从远处包围而来。这时，避难所的大门已经打开，秦泽跳进去后，立刻通过终端关闭大门。BT， 快进来！秦泽一边用威龙点射掩护，一边大喊。BT 一刀斩断数个异化者，随后加速向避难所冲来。眼看仅有10几步之遥就能冲进避难所，一个高级飞行异化者从天而降，挡住了 BT 的去路。该死！秦泽全身气血爆发，刚要被刺，就被高级异化者一巴掌拍回避难所。可害！大人快走，不用管我！见高级异化者想要钻进大门， BT 连忙发起猛攻。异化者恼羞成怒，回身与 BT 激战。砰的一声，避难所大门关闭。通过最后的缝隙，秦泽看到了 BT 那不肯屈服的倔强。我要看大门外的场景。秦泽在终端上一顿点，却始终是黑屏。避难所 AI 回答，外面的监控设备已全部损坏，无法传输实时画面，请及时更换。妈的！秦泽一脚踹在大门上，然后疼得龇牙咧嘴。他知道 BT 刚才只是回光返照，坚持不了多久的，又被高级异化者和他的一大群小老弟包围，结果可想而知。秦泽撸撸脸回到管理者办公室，开始翻阅一边书柜上留下的资料。他想找到更多关于异化者、关于空岛、关于人形作战兵器的资料。然而很遗憾，书柜上的文件全都是避难所管理文件，有用的一个没有。就这样吧。秦泽打开避难所的地图导航，准备去东宿社区离开异境。前往东宿社区的通道有2条，一条是异化者挖的，被灌满了毒气；另外一条是避难所的通道，虽然有合金大门，但门外同样被灌满毒气。担心异化者守着通道入口，秦泽没有原路返回，而是通过大门离开，提前排空了毒气，出去后又重新注入。秦泽下意识地看了眼定位器，发现其在一开始穿梭毒物的时候就损坏了。毒气的腐蚀性还真够强的，连机械设备都能够被腐烂。有了终端上的地图，秦泽终于不用再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沦陷区除了一大片住宿区外，还有一些生活设施区。七拐八拐穿过了几扇门后，秦泽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秦泽，何必正在仔细看着墙上的路线图，听到脚步声后猛地回头，结果看到被自己杀了5回的秦泽仍旧完好无损。这也太难杀了，你到底是人是鬼？何必警惕的后退，与秦泽拉开距离。这片区域实在太大，他迷路了，而且定位器不知道抽什么风，收不到信号，他就算是想呼救都做不到。秦泽冷声道，还真是冤家路窄。何必拿出二哥给他的短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么难杀的，但无所谓，既然3番5次死不了，那我就再多杀几次，直到你死为止。何必紧握短剑倾斜斩下，斩出一道血色剑气。5具。秦泽一个驴打滚躲过剑气。何必挑了挑眉毛，算你有点见识，能死在我的5具之下也是你的荣幸。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秦泽翻了个白眼，你屁话真多。旋即手腕一翻，秦泽拿起威龙瞄准了何必。看着玩具枪一样的威龙，何必嘴角满是不屑，想拿一把玩具手枪吓退我，真是太天真。砰！何必话还未说话，肚子突然向后，整个身体弯成了弓形，背部同时爆出一团血雾。啪的一声，他像是张面饼一样被摊在了后面的墙上，鲜血在白色墙壁溅射开，这幅画面咋一看还挺艺术的。何必低头看着自己肚子上巨大的窟窿，里面的肠子全轰碎了，从前面可以透过窟窿直接看到后面。刚才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仿佛撞上一列迎面高速行驶而来的火车，完全没有一点反应时间。扑通！何必软趴趴的倒在了地上，身体一抽一抽，血不断的从喉咙里涌出。秦泽端着威龙来到他身边，枪口对准了脑袋。何必认出了秦泽手里的枪，5具，那是5具。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学生，为什么会有5具？他想不通。有钱有势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为什么哪个世界都有你们这种败类啊？相比之下，人形作战兵器更像个人。何必怕了？含着金钥匙出生，这么些年一直高高在上的他，从未如此恐惧过。何必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哀求。别！砰！何必的头被一枪轰成了渣渣。匹夫一怒，天下倒素。就算是泥腿子的怒火，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承担起的。秦泽始终秉承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何必真触碰到他的底线了。秦泽没有拿走何必的5具，找到一个弱坤异化者，一拳锤死，把尸体拖到何必身边，现场伪装成异化者袭击。反正周围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何家怀疑到自己头上也没有证据。何家，咱们来日方长。秦泽已经把何家记到了他的小本本上。上次把何光送进橘子市结怨，现在宰了何必就已经是不死不休了。等抓紧时间提升实力。这个世界真是太危险了。秦泽握紧 BT 给他的魂珠，布置好现场后，秦泽准备离开，突然听到一旁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咳嗽声。秦泽眉头一皱，端起威龙缓缓靠近大门。咔！秦泽拧了拧把手，门被从里面反锁了。砰！秦泽对着门把手来了一枪，
抬脚踹开大门。姚老师看到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人时，秦泽一惊，有点麻烦了。刚才外面声音那么大，他肯定全听到了，要不要灭口？姚老师受了很重的伤，气息萎靡，这个距离，秦泽有把握一枪爆头，自己杀何必的事情绝对不能漏。可害！姚老师剧烈的咳嗽了几声，似乎也察觉到了秦泽的意图。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听到。姚老师，你这话有点此地无银300两了吧？秦泽把玩住手里的威龙。闻言，姚老师心沉谷底，他已经感受到了新泽身上波动的杀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死在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手里。不过秦泽的表现的确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一个如此偏远的小城里能出现这样一个心狠手辣、天赋极高的少年武者，中途只要不夭折，将来定有一番成就。可姚老师并不想成为秦泽的成就之一。之前与异兽的一番厮杀，虽然最后用掉底牌逃脱，但他同样身受重伤，尤其是身上的气血已经耗尽，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开枪吧！既然无力反抗，姚老师索性眼睛一闭，直接摆烂。这把秦泽给整不会了，真就不再说点什么了。有诈！姚老师过于配合，秦泽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这女人该不会还有什么杀手锏，趁自己凝聚气血开枪的功夫偷袭吧？气氛一时间僵住，秦泽瞄准姚老师，犹豫要不要赌一枪。许久没有枪声，姚老师睁开眼睛，看到了秦泽犹豫不决的样子，心里一笑，果然还是太年轻了。房间里黑漆漆的，秦泽堵住了走廊里的灯光，他身体往边上小心地挪了挪，走廊里的光照到姚老师身上，秦泽再度一惊，威龙差点脱手。姚老师伤痕累累，浑身浴血，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姚老师身上的血是金色的，还在微微发光。异族，姚老师竟然是异族！秦泽大脑飞速旋转，异族竟然混进了学校里当老师，他有什么目的？秦泽 CPU 都快要冒烟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姚老师，你还好吗？不远处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呼喊，秦泽注意到姚老师手腕的定位器正在闪烁着红灯，他早就向外界发射了呼救信号，救援队来了，距离不远，这时候再开枪肯定会被听到，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姚老师嘴角微微上扬，心里松了口气。秦泽也笑了，看到这个不怀好意的笑容，姚老师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位老师，你也不想你异族的身份被曝光吧？秦泽把枪收了起来。你想怎样？姚老师微微皱眉，他现在的确不便曝光自己的身份。秦泽脱下外套，很简单，你帮我保守秘密，我也帮你保守秘密。就这？姚老师还以为秦泽要狮子大开口。没问题，合作愉快。秦泽把外套丢到姚老师身上，姚老师快速穿好。由于姚老师个子要比秦泽矮一个脑袋，本来就有点宽松的校服，下摆拖到了屁股，把身上的伤遮得严严实实。姚老师在这里。秦泽走出大门，挥了挥手。走廊另一侧的城防署士兵闻讯立刻跑来，总共4名士兵，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他们见姚老师还活着，顿时松了口气。姚老师，您还能动吗？队长问。可以。姚老师看了眼秦泽，秦泽立马会意。老师，我来扶您。秦泽上前将姚老师胳膊搭在自己肩膀，把他扶了起来。士兵两两一组，一组在前，一组在后。秦泽和姚老师被拱卫在中间。秦泽很是诧异，城防署什么时候如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路过合璧尸体的时候，姚老师突然开口：“等一下，他也是我的学生。”秦泽眼皮狠狠跳了跳，似笑非笑：“姚老师，你也不想？”姚老师翻了个白眼：“他是被异兽偷袭杀死的，我当时气血耗尽，没法救援，把他的尸体带出去，我会向他的家人道歉。”队长有点犹豫，毕竟到处都是异兽，带活人出去多困难，更别说带上一具尸体。你背着他。姚老师直接和队长说。队长咬着牙点头，知道了。随后，合璧的无头尸体被他扛在了身上。一伙人快速撤离，途中遇到不少异兽拦路，全部被士兵们开枪射杀。秦泽发现士兵们射出的子弹很特殊，异兽被击中之后，身体会很快出现崩溃，不到1分钟就会化成血水。姚老师似乎也是第一次见，眼中充满惊讶。一旁的士兵见状解释道：“子弹的弹头装了黑山研究所最新生产的阿尔法试剂，对 F 级以下的异兽有奇效。”秦泽心里直呼卧槽，他刚才听到了什么？阿尔法试剂？是管理者日记中提到的那个阿尔法试剂？意境中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你怎么了？姚老师见秦泽失神，还以为这孩子在担心杀人的事情暴露。我知道何必死了你很难过，他的死我一人承担。姚老师话外之意很明显，我说话算话，不用胡思乱想。秦泽回过神，勉强笑了笑。姚老师也别太自责了。吼！在拐弯的时候，之前被姚老师重伤的地级异兽突然扑了出来，站在最前面的士兵被按倒，脑袋下一秒就被踩爆。开火！剩下3把枪不断喷吐出炽热的子弹。可阿尔法试剂对地级异兽并不起效，相反还把他给激怒了。他那锋利的爪子横扫而出，队长被拦腰斩断。普通士兵们的等级都在 0.5 级左右，眼前的地级异兽虽然气息萎靡，但此刻爆发出的力量也在1级武者的实力水平。快跑！姚老师一把将秦泽推开，侧身翻滚，躲过异兽致命一击。算你有点良心。秦泽凝聚全身分身的属性，突击到异兽身前，躬身一记扫堂腿，将其放倒在地，旋即又拳猛地砸向异兽脑袋，瞬间爆发出的1000多气血的力量，直接把异兽的脑袋干碎。2名士兵懵逼地看着秦泽，现在的中学生都这么猛了吗？姚老师见秦泽酷酷地背靠在墙上，双腿在轻轻抖动，猜到他是用了什么透支身体的秘术。还能走不？姚老师靠近，两人互相搀扶。小意思。对了，把我的魂珠带上。秦泽对一旁的士兵道。士兵摇了摇头，意境中的异兽都没有魂珠，异化者没有魂珠，这点秦泽之前还真没注意。一般 F 级以上的异兽都会有魂珠，
但只有 S 以上的魂珠中才会有天赋能力。普通魂珠被净化后吸收了，只会提升气血。接下来一路有惊无险，20分钟后终于出了意境。意境入口处，一个穿着白色实验服的女人正在指挥。秦泽看清女人的面容时，不由得一愣。林思瑶。10号避难所管理者办公室的桌子上放了一张林思瑶年轻时候的照片。秦泽不会认错。见秦泽眼神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林思瑶看，一旁的姚老师冷哼道：“再看，小心把你抓在研究室里做实验。”林思瑶察觉到了秦泽的目光，径直走了过来。“你没事吧？”林思瑶问向姚老师，两人似乎是老相识。“如你所见，还活着。”姚老师淡淡道：“让我抽管血，给你检查一下身体，防止有暗疾。”林思瑶迫不及待，手里甚至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针管。“滚！”姚老师没好气道，“好心当成驴肝肺。”林思瑶耸了耸肩膀。姚老师裹紧身上的校服，坐进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加长轿车。“小姐，家里的医生已经准备好了。”驾驶位上的司机恭敬道。姚老师点点头，“回家吧。对了，给我查一个人，2中学生秦泽。”司机回答：“是。”看着加长轿车远去，秦泽不禁在心里感叹，有钱真好。他越来越疑惑姚老师的身份了。如果他是异族，为何如此高调，甚至还认识顶级研究员，就不怕身份暴露？“你叫秦泽？”林思瑶把目光放在了秦泽身上。“你认识我？”秦泽可从来没和他见过。不久前，实验室跑丢了一头注射过大量阿尔法试剂的 S 级异兽，后来异兽死了，魂珠丢失，恰好你出现在现场过。来吧，先抽个血。林思瑶又拿出针管晃了晃。秦泽十分怀疑，这女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就这么喜欢抽人血？别紧张，让我康康你发育的健不健康。林思瑶一针扎在了秦泽的胳膊上，只抽了不到5毫升的血。随后，他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不知名仪器，把刚抽的血滴在了上面。我看看，气血值挺高啊，都快要成1级武者了，年少有为，细胞状态正常，没有发生异化。林思瑶把仪器收了起来。看来 S 级异兽的魂珠果然不是你吸收的。秦泽松了口气。当然不是我，是我的分身。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而已，怎么可能打得过 S 级异兽？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林思瑶玩味道，谦虚了，我看你可不普通。说着，他上前一步，在秦泽耳边轻声道：“你知道姚雪的身份了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秦泽目光看向另一边。别装了。林思瑶嗤笑，他身上外套是你的吧？为了掩盖伤势。果然，林思瑶早就知道姚老师的异族身份。秦泽也不装了，你跟他是一伙的。你们这些异族间谍到底想干什么？在此之前，秦泽以为的异族都是各种妖魔鬼怪的样子，实际上外表却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异族若是这样大规模渗透，人类真的很难防范。林思瑶笑笑，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地球人。另外，他也不是异族间谍，他倒想是了。我只是提醒你别随便往外说，有些事情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小弟弟。话落，林思瑶扭着腰走了。秦泽若有所思，姚老师的身份貌似很复杂，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异族身份，但好在不是异族间谍。秦泽心里也没什么负罪感了。返回学校的大巴上，气氛十分压抑。由于那头地级异兽的突然出现，导致异境异兽暴动，不仅出现了更多的低级异兽，甚至还有2个地级，这对试炼队伍造成了一定伤亡。秦泽班里不算合璧，还有3名同学至今下落不明，想必也是凶多吉少。老班大声道：“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如果这么一点挫折就让你们失去了武者之心，那么你们也不用再参加武考了。在选择成为武者的那一天，就要做好与异兽决死到底的决心。才这么几头不入流的低级异兽，就让你们丧失了信心，那等你们以后步入深渊战场的时候，还不彻底绝望？”车内压抑的气氛总算是消散了一些，但刚经历生死的同学们情绪仍旧十分低落。回到家后，秦泽立刻接到了胖子打来的电话：“谢天谢地，你终于接电话了。我听说意境出了点事，还好泽哥你还活着。”秦泽淡淡道：“死了一些同学，我的运气比较好，侥幸活了下来。何必也死了？”胖子大惊：“何必死了？完了完了，这下何光肯定会把屎盆子扣你头上。”秦泽瘫在沙发上不以为然：“何必死的时候，姚老师也在旁边，他会为我证明与我无关。”胖子这才松了口气：“有姚老师啊，那就好。就算和光印扣屎盆子也没有证据。秦泽，放心吧，我没事的。”闲聊了几句后，两人约定好这周末一起去撸串，结束了通话。秦泽窝在沙发上，身体和心理终于得到了放松。这一趟意境之行还真是够刺激的。先是探索迷宫，随后误入10号避难所，莫名得到了管理者权限。离开避难所，遇到 BT 和他的伙伴，被异化者追杀，轰杀合璧，无意撞破姚老师身份。还有林思瑶。秦泽大概弄清楚了江城意境的本质，一个与现实世界没什么区别的平行世界。现实世界有的人，意境中的平行世界同样存在。不过一些细节，秦泽需要下次再去的时候进行确认。意境中的异化者是由阿尔法试剂所引起的，那现在要不要阻止林思瑶？可阿尔法试剂的确能摧毁异化者，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阿尔法试剂，逆阿尔法试剂，逆阿尔法试剂又是什么？秦泽不禁感到一阵头大。摸了摸兜，秦泽拿出了 BT 给他的魂珠。当下提升实力才是第一要务，自己现在太弱，想要探清楚真相都没那个能力。吃了。秦泽叫出一句分身，又拿我们做试验，不当人子。分身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魂珠吞了下去。有了上次的经验，这回吞服过程变得更加丝滑。怎么样？秦泽问。分身睁开双眼，里面有电流闪烁。看我以雷霆击碎黑暗。滋啦啦，一条条蓝色电蛇在分身周围游走。分身的头发全部都竖了起来，发梢之间有湛蓝色的电弧来回跳跃。分身双拳紧握，全身在颤抖。滋啦啦，分身右拳猛地向上挺起，
一道闪电从指尖飞射而出，砰的一声，棚顶的灯四分五裂，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唯有分身体表的电流带来微弱的光亮。秦泽，你有病！分身，我有病就是你有病！秦泽骂骂咧咧，把灯给我换了。分身双手叉腰，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再有人对我大声讲话，以后要叫我雷电法王。秦泽一脚把分身踹了个狗吃屎，把灯换了。法王怒气冲冲的起身，直视秦泽，他全身上下的电流噼里啪啦的，一条胳膊粗的电蛇在他的腰间缠绕游走，随时准备飞龙起脸。对峙片刻，换就换！法王大喊了一声，转身走进杂物间，翻箱倒柜寻找备用灯管。秦泽坐在沙发上，感受着法王反馈而来的修为。这颗魂珠等级似乎极高，法王直接突破成为了1级武者，同时也反馈给了秦泽一大波气血。他点开管理者终端一看，发现气血值已经来到了999，只差最后一哆嗦，他就能够突破1级武者了。秦泽连忙盘膝而坐，闭上眼睛开始运转联想法。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功法再怎样运转，气血值始终卡在999。秦泽感觉气还很撑，已经再容纳不了一点气血。难道是突破的方法不对？秦泽停下联想，准备明天去学校找姚老师问问。姚老师应该不会那么小气。秦泽随后摊开掌心，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雷球缓缓凝聚。法王的天赋能力他也有了，从现在开始自己就是双能力者了。秦泽握起拳头，雷球随之消失。换好了，法王按下开关，房间里再次有光。你去陪吞噬哥一起打野吧，你们两个在一起，彼此之间也能有照应。我格外再给你10个分身。在吞噬哥的带领下，黑子马戏团已经愈发壮大，再加之秦泽源源不断的分身支援，他的眼睛几乎遍布整个江城。如今有了法王的加入，马戏团更是如虎添翼。法王离开之后，秦泽开始考虑接下来的计划。眼下最紧要的是5考，已经不足100天了。等5考结束，秦泽觉得自己那时至少也是1级武者，可以再入异境，而且分身也攒得差不多了。这一趟异境之行，秦泽损失了小20个分身，再加上刚才给法王的，现在秦泽身上只剩下10个左右。再遇到类似通道中毒物的那种突发情况，这些分身还真不一定够消耗，必须得苟一波了。秦泽拿出3支烟点燃，摆放在茶几上。BT， 这是答应给你的烟，我下次再去异境一定会给你报仇的。异境世界的水很深，秦泽只是浅浅烫了一脚，就差点淹死。异化者、避难所、空岛、人形作战兵器，背后似乎隐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而这一切想要解开，似乎只有去空岛寻找答案。秦泽叹了口气 ，BT 是一个好同志，没有他自己也就回不来了。秦泽准备在意境里给他立个碑，然而分身们突然纷纷表示抗议：我们都被你当成一次性消耗品了，怎么不想着给我们立个碑？见色忘义的王八蛋，不当人子，不当人子啊！秦泽翻了个白眼，自己给自己立碑，我有病。乐子分身们却对此事兴致勃勃，并在讨论实施的可行性。我觉得我们应该立个碑，顺便开一场追悼会，以此来祭奠我们死去的那么多兄弟。附议，这个碑得有个名字吧？叫什么好？黑子碑，黑个头，叫秦泽碑吧。这个好啊，就叫秦泽碑了。秦泽没有参与讨论，闭上眼睛，蜷缩在沙发上。分身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还挺具有催眠效果。没过多久，秦泽就睡着了。何家大门和院子里挂满了白布，前院布置好了灵堂，一个女人抱着何必的遗照，瘫跪在棺材前，嚎啕大哭。我蛋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留下妈自己，我怎么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呜！何光站在一旁，红着眼睛，脸色愈发阴沉。当何必那破烂不堪的尸体被送回家的时候，何光差点窒息。早上还和自己有说有笑的弟弟，晚上就跟他天人两隔。何光心里很痛。秦泽，一定是你，一定是你！何光握紧双拳，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秦泽干的。何必一定是因为轻敌才死在了对方的手上。何光非常后悔，早知道会是现在这个结果，他昨晚就不应该让三弟动手。老三，你放心去吧，我会取来秦泽的项上人头，祭奠你的在天之灵。这时，一个身穿戎装的男人走到何光身边。大哥，你回来了。何光看到身边的男人，心里总算是松了一点。男人是何家老大何方，城防署2级武者。由于父亲早年去世，家里一直都是何方挑起大梁，说是何家的主心骨也不为过。把夫人送下去休息。何方沉声道。大哭中的女人被搀扶了下去。灵堂剩下的都是何家的7大姑8大姨。跟我过来。何方把何光带到了书房。事情经过和我说说吧。何方坐下，双脚搁在桌子上。何光咬着牙，把昨晚和老三的谋划讲了一遍。大哥，一定是姓秦的那小子干的，我要给老三报仇。砰！何老大重重拍了下桌子，看你干的这些好事，还嫌你闹得不够大吗？何光一脸惊愕，印象中的大哥一直都是非常护短的，不应该是这个态度。老三的事情，学校的一个老师说了，是被异兽杀死的。当时他气血耗尽，没有办法救援，已经向我们道歉并答应赔偿，这件事情就此结果。何光不服，一个老师而已，他算什么东西？见死不救，他也得死，也得给老三陪葬。何老大冷冷道：老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你以为我咽得下这口气？消息是我的直属上司传达给我的，人家老师根本都没见我，上司特意嘱咐我小事化了，而且还说与那个姓秦的无关。何光愣住了，这个老师到底是什么来头？老大起身，什么来头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就此打住。另外这些天你就老实给我在家待着，一直到下个月去申冤，别再给我惹是生非。目送着大哥离开，何光把嘴唇都给咬出了血。第二天的班级里弥漫着极其沉重的气氛。昨天失踪的几个同学，今天尸体全部被找到了。城防署和校方在跟死者家属沟通赔偿细节，参加试炼的同学奖励也全部下发完毕，每个人都有一笔1000块的奖金。
表现优异者还有额外的血精奖励。姚老师给了秦泽一个 S 评价，秦泽得到了2块血精。血精有大概半个婴儿拳头大小，充满了浓郁的气血，可以用来直接吸收。秦泽现在正卡在瓶颈，吸收了也没用，他小心收好。试炼任务停了。听说城防署派了终极武者进入异境，扫荡威胁高的异兽。胖子向秦泽讲述从胖爸那里听来的小道消息。还好我没去，不然我也是有去无回了。胖子不禁感慨，他是天赋能力者，不用参加五口，试炼也是自愿参加。昨天胖子起来晚了，没赶上2路汽车，倒是捡了条命。泽哥，你手上戴了个什么玩意？胖子注意到了秦泽的管理者终端。秦泽大方展示小天才电话手表 Plus 版。胖子顿时失去了兴趣。你也太无聊了，泽哥。上午有一节助体课，秦泽以为昨天姚老师受伤那么重，今天不会来学校了。可上课铃响过后，姚老师还是出现在了课堂上。他仍旧是一身白色的武道服，完全看不出一点受伤的样子。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各干各的。下课后，秦泽敲开了姚老师的办公室。有事？姚老师放下手里的文件，疑惑地看向秦泽。秦泽嘿嘿一笑，姚老师，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你知不知道怎么突破1级武者啊？闻言，姚老师脸上露出诧异之色。你要突破了？秦泽点了点头，鄙人不才，正是区区在下。姚老师起身握住秦泽手腕，气血值已达上限，果然要突破了。姚老师难以置信地看向秦泽，像是在看一个怪物。按照他所调查到的资料，秦泽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和姐姐都是普通人，往上3代也没有武者。可以说，秦泽这个武者的出现，等于是老秦家的祖坟冒青烟了。高中这3年，秦泽的武道表现平平，没有展现出任何天赋。怎么最近这半个月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不到18岁就将突破1级武者，就算是那些武道世家里把聚气丹当糖吃的孩子，也没这么快突破。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禁术？姚老师眉头紧锁。有一些违禁功法也可以达到短时间快速突破的效果，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是生命，或者是精神，或者是信仰。总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秦泽诚实的回答：我修炼的功法指逆命术和联想法。姚老师直视秦泽的眼睛，这一刻，秦泽突然有种和法牌对视的感觉。告诉我，你修炼的功法都有什么？姚老师的声音犹如寺院的晨钟，在秦泽脑海中响起，不容抗拒。这种力量，甚至要比法牌更胜一筹。很快，威压和正气被其他分身分散，秦泽身上的压力消失，重复了刚才的回答。我修炼的功法指逆命术和联想法。姚老师懵了，秦泽莫非真是百年一遇的武道天才？所以，姚老师，你到底知不知道突破的方法？你要是不知道，我就去问其他人了。秦泽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姚老师哼了一声，回到椅子上坐下。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气还很撑？无论再怎么冥想，都不会增加一点气血。秦泽点头。姚老师淡淡道：我之前和你说过吧，气血和逆命术是相辅相成的。逆命术的修炼进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肉身的强度。你现在是气血达到了目前肉身的极限，身体无法再负担更多的气血。想要气血突破1000阈值，就要先锤炼肉身。听君一席话，犹如听君一席话。秦泽忽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姚老师也没有再继续卖关子，很简单，用气血洗炼肉身。第一步就先从洗炼骨骼做起，洗炼骨骼的数量越多，肉身就会越强，承担气血就越多。秦泽，这些知识点为什么课堂上老师从来都没有讲过？姚老师翻了个白眼，废话，这些都是等以后上大学的时候才会学的东西。正常人谁会不到18岁就突破1级武者呀？秦泽眨了眨眼，明白了姚老师的意思，原来是自己突破太早了。我还以为大学里的学长们至少都是1级武者了。姚老师把一本书甩到秦泽脸上，懒得继续听他臭屁，回去自己练，有不明白的地方再过来问我。秦泽捧起书本，上面写着淬骨法3个字，左上角还有一行小字，第3版武大专用淬骨教材，原来是大学的课本。谢谢姚老师。秦泽开心地把书收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天赋就沾沾自喜，目中无人。尤其是等你上了武大，身边天赋者比比皆是。姚老师担心秦泽伤仲永，稍微敲打了几句。秦泽点头，老师放心，我会很狗的。老师再见。砰！秦泽不忘随手把门带上。这小小的江城还真是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小家伙。姚老师今日彻底对秦泽刮目相看。他瞥了眼桌上贴着秦泽照片的档案，然后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今天把赔礼给何家送去，另外再强调一遍，何必的死与秦泽无关。在小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姚老师还是决定给予一点力所能及的保护。我知道了，小姐。刚才家主问了任务进度，什么时候进行下一步？姚老师拿起笔在台历上画了个圈。就今天吧。通知下去，老鼠可以放了。电话那头回答是。秦泽捧着书喜滋滋的返回教室，自己马上就要是1级武者了。然而把书看了一遍之后，秦泽却发现想要突破还没那么简单。9981难，自己目前为止才刚走到高老庄。成年人的骨骼数量为206块，其中头颅骨29块，躯干骨51块，四肢骨126块。每1级武者至少需要淬炼全身10%，方能做到气海增长，承担更多气血。第9次的时候，所有骨骼都将淬炼完毕，全身淬炼进度达到90%，也就是9级武者。至于第10次淬炼身体的方法，书里面并没有说，但对于目前的秦泽来说，已经够了。第1次淬炼要先从四肢骨开始，要然后是躯干骨，最后是头颅骨。秦泽闭上眼睛，开始按照书中记载的方法，引导气血涌进想要淬炼的骨头中。这是一个十分枯燥且漫长的过程，就像是洗衣服一样，需要用水一遍一遍的反复冲洗。在经过几十次的淬炼后，秦泽睁开眼睛，成了。秦泽伸出右手小拇指，他刚才淬炼的是小拇指尖尖，外表看上去那节指头与其他部位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气海明显更大了一丢丢，在运转联想法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吸收不了气血。管理者终端上气血只显示整数，不过秦泽觉得现在自己的气血已经达到 999.1 了。秦泽无意间瞥了一眼教室墙上的钟，发现已经是下午4点，再过半小时就放学了，竟然用了整整1下午的时间。这还是最容易淬炼的小拇指，要是把第一次20多根骨头全部淬炼完成，至少也得需要2个月，太久了。秦泽灵机一动，分身既然能够反馈修为，那能不能反馈淬骨进度呢？书本上又没说非得等气血满了才能淬骨，只是气血满了淬骨的时候效率更高，毕竟量大管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但让分身淬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能反馈就行。那么多分身一起练，积少成多，说干就干。秦泽立刻让现在的10几个分身全部开始淬骨，果真可以。分身们淬炼的时候，秦泽明显发现进度条长一捏捏，不错不错，可以继续躺了。秦泽心里喜滋滋的，淬骨是不可能淬骨的，反正有分身在，自己只需要偶尔淬炼一下一丝一丝就好。分身每天越来越多，火力全开的话，秦泽估计不到1个月就能完成初次淬骨。泽哥，你终于醒了，要懂得节制啊，强撸灰飞烟灭。胖子见秦泽睁开了眼睛，小声逼逼。这节是自习课，参加武考的同学大多都在冥想，而只参加文科的同学在疯狂刷卷子。姚老师坐在讲台上，见秦泽醒了，只是往这边瞟了一眼。今天一下午都是自习？秦泽问。姚老师的自习课。胖子点了点头。上课你怎么不喊我？我本来要喊你来着，姚老师没让。胖子隐隐嗅到了八卦的味道。泽哥，你和姚老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派交易？听说从意境出来的时候，姚老师身上还穿着你的校服。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打听。秦泽把胖子凑过来的脸推到一边。我再睡会儿，放学了记得叫醒我。淬骨对精神力消耗实在太大了，因为需要一直专注，稍微分一点心就会失败，得重头来过。秦泽感觉自己现在就像是去网吧通宵了一宿，困得要死。胖子痛心疾首，节制啊泽哥。放学的时候，胖子把秦泽喊了起来。虽然仅睡了半个钟头，但秦泽神清气爽，整个人终于活过来了。等一下，教室门口，姚老师叫住秦泽。老师有事吗？把手伸出来。秦泽乖巧照做。姚老师握住手腕，片刻后喜上眉梢。他知道秦泽今天一下午都在淬骨，所以没有让胖子打扰。姚老师十分好奇，这位天才经过一下午淬炼到什么程度了？按照武大中的天才们来说，一下午的时间可以淬炼2到3根手骨，秦泽只淬炼了1根，一般般嘛，这就很合理了。天才也不能是全方面的天才，上帝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会关闭一扇窗。秦泽气血增长得很快，淬骨速度就很普通了。姚老师，你中彩票了。秦泽没搞懂，姚老师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高兴？可嗨，姚老师收回手，没什么，想到高兴的事了。淬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一定要坚持住，半途而废是成不了武者的。秦泽点头，这我当然知道。姚老师想要像长辈那些拍拍秦泽头，以示鼓励。然后他尴尬地发现秦泽比自己高太多，他踮脚也够不到，无奈只能作罢。好好练，老师在武大等你。姚老师踮脚拍拍秦泽肩膀，一副高人姿态，转身离开。秦泽不知道他又在抽什么风，中学老师还能跳级去武大，厉害了我的姚老师。有了奖金，秦泽终于不用再为吃饭发愁，省吃俭用能坚持到爸妈和秦玉旅游回来。在楼下吃了一份猪脚饭，秦泽开电脑查关于易境的新闻。果然如胖子所说，易境又对外封锁了。巴拉巴拉图片，一条醒目的标题引起了秦泽注意。马卡族代表团将于下个月抵达江城，共同开发江城易境。作为人族的战略合作伙伴，江城对马卡族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异族要来，秦泽心里有点小小的不爽。这分明是地球上的易境，为什么要与外族共同开发？评论区有很多人跟秦泽想法一样，已经吵成一团。那些当官的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蛋糕自己人都不够吃的，还分给外人，格局小了。上面这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做出的决定。歪屁股，我觉得没毛病。马卡族对咱们这么好，算是交保护费了。易境就应该掌握在文明手里，江城易境交给马卡族才是最好的选择。抛开事实不谈，马卡族有更多探索易境的经验。楼上一堆人见，秦泽微微皱眉。马卡族似乎是个很刁的种族，他们会不会抗住通道里的毒气？秦泽有点慌，不能再摸鱼了，赶紧淬骨。秦泽恋恋不舍地看眼电脑屏幕，要不再摸会？再摸会吧，反正也不差这几分钟。鼠标向下拖，秦泽又发现了一条有点奇怪的热点新闻：普天同庆，人族支持王彪将于10天后执行死刑。秦泽快速浏览了一下新闻，结果发现这个叫王彪的是个狠人，死在他手上的武者不下20个，其中甚至包括5名执法部的执法，1名审判者。执法至少是2级武者，审判者3级起步。这些人在深渊里已经属于一支不弱的力量了，然而却全部死在了王彪的手里。因为这个原因，彪哥被冠上了人类之耻的称号。可秦泽找了半天，也没有见过任何一篇新闻稿里提到过彪哥的杀人原因。网上的乐子人们对此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种人渣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死得好。那么多武者死在他手上，要知道国家培养一名武者需要花费多大的资源啊！人性本善，没有人天生就喜欢滥杀无辜，为什么没有提到他的杀人动机？呵呵，肯定是有猫腻了。武者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觉得彪哥是个好人，杀得好。消灭武者暴政，自由属于人民，已删除。征魔，你不服气？死刑那天会全程直播。我的爸爸就是死在他手上，这下我爸终于可以安息了。消灭武者暴政，自由属于人民，已删除。官方说他是恐怖组织的人，还好及时抓住了。马上就是武考，这么高调直播会不会引来那个组织的报复？江城执法部可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敢来直接一盘把他们会了。
没准是在钓鱼执法。深夜一个人在家无聊，女大生在线新号聊，详情点击。果然啊，无论哪个世界的网络环境都是这么和睦。秦泽拖动鼠标，点开网址，让我康康是哪个女大学生这么不知廉耻？接下来的1星期，秦泽按部就班的日常淬骨。在分身们的不断努力之下，秦泽左手已经淬炼了10块骨骼，比之前预计的还要快。晚上放学，他偶尔会去马燕家里吃顿饭，毕竟盛情难却。另外，在这段时间里，城防署已经把意境中 F 以上的异兽全部清理干净。管理者终端上能够看到避难所中实时传输回来的画面。东区有几处摄像头是完好的。秦泽发现城防署已经探索到了毒气钳。一开始他们用无人机，可无人机还没有前进多远就被彻底的腐蚀掉了。后来又找来了一位终极武者，对方同样没有进去机密，就原路返回。城防署一时间没了办法，只能守在外面。秦泽这才稍微安下点心。此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让秦泽挺高兴，那就是黑子马戏团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客户。大多数的重生者第一步都是搞钱，有前世的经验，很快都付得流油。而秦泽简直是重生者之耻，都比脸都干净。为了赚钱，他特意让黑子马戏团开辟了佣兵业务，不管是行刺暗杀、夺标护标，还是看场子抓小三，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世界上有光就有暗，尤其是在这种武德充沛的世界，灰色地带尤为活跃。小黑子们经过这将近1个月的努力打拼，终于算是在江城的江湖中闯出了一点点名气，竟有客户主动上门联系。出于对客户的尊重，秦泽决定今晚亲自接见。时间就像中年男人的精力一晃而逝，转眼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秦泽来到了北城的一间仓库，这是马戏团的大本营。原本破破烂烂的仓库被改成了一间还算看得过去的办公室。以秦泽目前的财力，只能租到这么一个地方。如果说马燕家那边是贫民区，这里就是实打实的3教9流之地，江城灰色地带。歌坛市和皇后区跟他一比都是地中地，以至于连警署都懒得往这里来。秦泽在老板椅上一坐，转了个圈，不错，挺像那回事。吞噬哥和法王一左一右，吞噬哥戴着狮子面具，法王是牛头人。你戴这个。法王将一个面具放在了秦泽面前，面具以鼻梁中线为分界，左边纯黑，右边纯白，边缘勾勒着金色纹路，又邪又媚，准备的挺全。秦泽把面具戴上，感觉一下就来了。大本营里除了法王和吞噬哥外，还有27个小黑子。另外，江城各个秦泽觉得比较关键的地方，还安插了30多个分身，以便随时获取情报。一会人来的时候，都给我绷住了。平时无所谓，在外人面前，至少给我表现得像个人。秦泽手点着桌面道。法王十分绅士地鞠了一躬，如您所愿，我的团长大人。吞噬哥抬起头，放心，我暗夜狮子王名声已经打出去了，我丢不起那个人。秦泽翻了个白眼，你们最好。团长，客人到了。片刻，一个戴着公鸡面具的分身推开门恭敬道。秦泽挥挥手，把我的贵客带过来。公鸡哥转身带进来了一个黑袍人，对方身材高大，个子足有将近2米，从头到脚全都罩在黑色长袍里，脸上也戴着黑色面具。中东妇女跟他一比，都算是路得多的了。请坐。秦泽给对方倒了一杯水。黑袍人坐下后，先是打量了一番周围的环境，随即将视线放在了吞噬哥和法王身上。这俩人是最强的，已经突破了1级武者。然而他们却对连1级武者都不是的秦泽表现得恭恭敬敬，这让黑袍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有2个1级武者足矣。秦泽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淡淡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黑子马戏团的团长，你称呼我为团长即可。林。黑袍人声音嘶哑刺耳，像是2块铁片在一起摩擦。好吧，林阁下，不知你的委托任务是什么？黑袍人开口道：我的委托事关重大，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胆色，你有吗？撕拉了。法王腰间出现一条雷蛇，警告：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黑袍人目光一凝，天赋能力者，还是极其罕见、威力强大的雷电，恕我有眼无珠，请团长原谅。黑袍人微微低头，天赋能力者不管在哪里都是香饽饽，这个小组织还真是够卧虎藏龙的。秦泽笑笑，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请说出你的委托，朋友。黑袍人一字一顿，我要你们劫刑场，时间、地点、对象。秦泽翻开笔记本，握住笔，做倾听状。黑袍人愣了愣，大哥，你这么淡定吗？是去劫刑场哎，不是捉小三，也不是当狗仔。我说我需要你们去劫刑场。黑袍人又重复了一遍。秦泽点头，时间、地点、对象，我会结合多方面因素进行评估，最后给出佣金的金额。黑袍人不禁拍案叫绝，专业，太专业了，这次真是找对人了。我要你们救的人叫王彪，3天后在云山刑场会被执行死刑。秦泽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是新闻上那个人类之耻王彪。没错，就是他。黑袍人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他才不是人族之耻，他是人族的英雄，是公平的执行者，还真是彪哥。秦泽微微皱眉，开始思考这项任务的可执行性。彪哥现在可谓是网络红人，天天挂在热搜头条，新闻稿每天骂彪哥的话都不重样，什么人族之耻，人族最大的败类，异族走狗等等等等，可谓是下到3岁萝莉，上至8旬老妇，没有不谈飙色变的。估计执行死刑那天，现场会严防死守。据说彪哥是恐怖组织的人，眼前这货跟老彪一个组织的。秦泽扫了一眼黑袍人，王彪现在的处境相比你比我更清楚，想要劫刑场十分困难。那天不仅仅会有警署在现场，执法恐怕也会在。黑袍人略微有些许失望，所以你们不打算接这个任务了？秦泽摇了摇头，得加钱。黑袍人当然清楚这件事情的危险程度，来之前早就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你开个价吧。秦泽伸出右手，张开五指，至少得这个数。黑袍人沉默片刻后，最终咬了咬牙，没问题，500万就500万，我会先给你300万的定金，事成之后再把尾款给你。
秦泽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500万！天地良心，他刚才想说的其实是50万，甚至见对方一直沉默，还想再往下降降。怪不得城里的灰色地带这么活跃，真赚钱。秦泽尽力绷住一副高深莫测状。事先说好，王彪情况特殊，我们不能保证100%把他带出来。黑袍人点头，规矩我懂，不管人是否平安，定金都会给你们。啪！黑袍人将一个手提箱放在桌子上，打开后里面放满了一摞摞现金。法王和吞噬哥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由于本体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分身们同样没见过这么多钱。法王，我腿有点软是怎么回事？吞噬哥，瞧你那点出息。法王，你有出息，你腿抖啥？秦泽，抓住椅子，都别给我丢人，假装咱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三人颅内一顿沟通。法王跟吞噬哥对视一眼后，抓住秦泽的椅子，不动如山。好，定金我们就收下了。秦泽合上手提箱，放在脚边。黑袍人不禁感慨，不愧是有天赋能力者的组织，在这么多现金面前，仍旧能够做到稳如老狗。人救出来，我们要把他送到哪去？黑袍人想了想，黑风山的山顶有一棵歪脖子树，我会在那里接应。秦泽，可以。行动会在3天之后，这期间我们会制定详细计划，有问题会随时找你磋商。黑袍人觉得对方很专业，这波稳了。送我们的客人。鸡哥闻声进来，把黑袍人送了出去，片刻后返回。人走了？秦泽问。鸡哥回答，走了。都出来吧，装半天人也给你们累够呛。秦泽拍拍手，带着各种飞禽走兽面具的分身们从后面的房间走了出来。大家把秦泽围在中间，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个装满了钱的手提箱。秦泽把箱子打开，捧起一捧钞票，天女散花。首单业务开张，分身们跟着大声欢呼。300万啊，300万，一生一世花不完。我想买个自行车，我要把头染成绿的。把钱分了吧。秦泽一脚把提出分钱的那个分身踹倒。砰！秦泽合上手提箱，我会留出100万给你们做活动经费。现在商量一下3天之后的行动。分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安静了下来。关键时刻屁用没有。法王，你来说。秦泽见都装哑巴，直接点名。法王沉默片刻，要不我们跑单。其他分身顿时眼前一亮，可行。这个破仓库反正才花了几百块，扔了就扔了。刑场不好劫啊，不知道会搭进去多少兄弟。溜吧，天大地大，何处不能安家？搬家，现在就搬。秦泽一脸黑线，首单业务就跑单，咱们马戏团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吞噬哥开口，我有个计划。半小时后，秦泽拍板，就这么办了。明天派2个兄弟去云山踩盘子，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屋子臭皮匠在吞噬哥计划的基础之上，总算是制定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行动方案。彪哥身上应该有秘密，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他。法王突然道，吞噬哥，反正到时候他第一时间进我们手，有没有秘密一探便知。秦泽也是这个意思，他对彪哥同样充满好奇，想知道这个人族之耻到底有多耻。秦泽起身整整衣襟，朗声道，各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场表演马上就开始了，即便无人喝彩，也要记得优雅谢幕。事情办妥了。一间狭窄幽暗的屋子里，10几个黑袍人聚在一起，他们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无一例外全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2个眼睛。钱已经给他们，最强的就2个1级武者，虽然其中有一个是1级的天赋能力者，不过等级太低，影响不了大局。之前跟秦泽谈生意的高大黑袍人说，既然有天赋能力者，会不会有意外发生？要是他们真的把人给救出来怎么办？有人质疑。高大黑袍人嗤笑道，那我们就更省事了。不过我劝你还是把心放到肚子里，就那几头烂蒜，要是真劫了刑场，我把头摘了。3天后，云山。天刚刚亮，山顶的刑场周围便聚满了各路小报记者。官方提前放出消息，这场死刑将全程直播，其目的是为了震慑宵小。然而其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一辆警署的车开到山顶，车门打开，双手双脚带着铁链，胡子拉碴，一脸颓废的王彪被压下了车。记者们长枪短炮围了上来，闪光灯对着彪哥不停闪烁。王彪，看这边。对于人族之耻这个称号，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能不能采访你一下当时杀人的心理活动啊？那些人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他们？整整22个武者，你知不知道他们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王彪猛地抬起头，看向问最后一个问题的记者。一堆蛆虫而已，除了变成苍蝇，对人类没有任何贡献。我杀了他们，是为了公平。王彪的双眼布满血丝，那暴怒的吼声如同一头发了狂的野兽。提问的记者被吓了一跳，脚下一阵踉跄，差点摔倒。快点走！署员从后面推了王彪一把，将他带上行刑台。疯子，真尼玛是个疯子！记者被吓出一脑门子汗。旁边的记者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道，这些连环杀人犯的心理都不正常，全都是变态。我以前采访过好多个，习惯就好了。被吓到的记者狠狠咬牙，这种混蛋就应该下地狱去。行刑台是一个占地50平的小广场，中间矗立着一根铁柱的柱子，后面有一个类似龙门吊一样的建筑，横梁中央伸出一个3角形的喷射头，对准了被绑在柱子上的王彪。当行刑开始时，龙门吊两侧会开始一点点充能，等到充能完成，能量汇聚在3角形喷头，射出高达2000摄氏度的火焰，柱子上的人会被瞬间烧成灰。站在远处树上的秦泽用望远镜看着这个奇怪的刑具，啧啧称奇。人类真是太会玩了，总会想到各种折磨人和杀人的东西。一旁的法王点头，没错，比如说蜡烛和小皮鞭。唰，吞噬哥跳到树上，拍了拍肩膀的落叶。兄弟们全都到位了。秦泽拿出面具戴上，半小时后开始登台表演。吞噬哥沉声道：
这附近除了我们，还有一伙形迹可疑的家伙，貌似跟我们是一个目的。秦泽眉毛一挑，彪哥还真是抢手啊！待会动起来的时候，手脚麻利点，别让别人拿了我们的尾款。吞噬哥保证，放心，会是个大大的惊喜。与此同时，云山顶最高点，姚老师带着一票执法潜伏在林间。鱼儿上钩了吗？姚老师看了眼时间，一旁的执法回答：审判者大人，云山附近的确来了不少人，不过看样子他们貌似不是一伙的。闻言，姚老师眉头一皱，马卡族执法不太像。姚老师思索片刻，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切按计划行事，给我盯紧他们。刑台边上，3号执法像是标枪一样笔直的站着，警署人手不够，他也抓来冲了壮丁，右眼皮一直跳，要坏事。3号执法喃喃自语，行刑时间就要到了。刑台对面20米处有一座高台，上面坐着大法官王彪，你涉嫌杀害22名武者，其中甚至包括5名执法部的执法，1名审判者。经过本庭审判，你犯下了谋杀罪、故意杀害武者罪、叛国罪、入室杀人罪13项罪名，你将被处以死刑，即刻执行。王彪，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全场的摄像机全部对准了王彪。王彪冷笑，我何罪之有？直播间的弹幕一条条划过，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呸！彪哥生前也是个体面人，吐口痰再走吧。终于死了，消灭武者暴政，自由属于人类，已删除。会不会有人来劫刑场啊？王彪环顾四周，如野兽般嘶吼。这20多个王八蛋拐卖妇女和未成年少女，不仅逼良为娼，不从的人还会被挖空身体器官。这样的武者难道还不该死吗？卧槽，还有隐情，的确像是武者能干出来的事。消灭武者暴政，自由属于人民，已删除。我不信，肯定是他信口雌黄，说的像真事一样。武者大人们为了守护人族，每天和异兽拼命，怎会做这种事？抛开事实不谈，就算他说的是真的，那些人也轮不到他来审判吧？楼上的都是武者，鉴定完毕。无聊，我要看血流成河。王彪自顾自吼道：武者这种特权阶级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表面道貌岸然，背地里全部都是一群偷鸡摸狗之徒。武者都该死，全部都该死！大法官怒道：一派胡言，立刻行刑 ！Do him！ 随着大法官手中的小锤子落下，龙门吊立刻开始充能。王彪扯着嗓子大喊：为了公平！充能完毕，一小团红色的能量球在三角形喷头汇聚，滋轰砰，一道蓝色闪电突然劈在了喷头上，龙门吊的横梁瞬间爆炸。怎么回事？大法官慌乱起身，火焰喷射头被闪电击中了，已经在联系维修人员，马上抢修。一旁的助理回应，大法官抬头看了眼湛蓝的天空，喃喃自语：大晴天的，哪里来的闪？大法官瞪大了眼睛，只见一看雷霆从天而降，轰隆一声巨响，劈在了小广场上。雷从九天灵，暗由赤地生，一个夹杂雷鸣的男声响彻清晨的云山山顶。随着小广场上的烟尘散去，大家看到了一个全身上下满是雷电的牛头人。黑子马戏团3号执法一眼就认出了法王的面具，只有马戏团那群精神病才会戴这种飞禽走兽。周围的属员和执法反应过来，立刻展开合围，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法王嘴角上扬，右手举起猛地握拳，呲啦啦，霎时间无数道闪电以法王为中心向四周激射而出。是天赋能力者，快趴下！3号执法大喊，立即双手抱头趴在地上。反应快的人紧随其后，慢半拍的就倒霉了，腰子被闪电精准命中，被雷了个外焦里嫩，瞬间失去战斗力。3号眼中闪过一抹骇然，如此短的时间内，马戏团竟然已经壮大到了这种地步。法王快速解开扣在彪哥身上的绳索，把他扛在了肩膀上。你们来的有点晚了，不过也还算是及时。彪哥一脸云淡风轻。法王挑了挑眉毛，你在说什么屁话？法王从兜里拿出麻袋，把彪哥装了进去，重新扛在肩膀。RPG。不远处的记者群里发出一声怪叫，紧接着一发火箭弹拖着白烟划破天空，直奔法王而来。法王起手甩出闪电五连鞭，把火箭弹在空中引爆。血手帮办事，闲杂人等通通闪开。20多个戴着黑色骷髅口罩的武者从人群中跳了出来，想要从法王手中抢夺彪哥。小子，乖乖把人交出来，也饶你一条生路。血手帮为首的是3个1级武者，剩下都是不入流武者。法王冷哼，就是你们想抢马戏团的尾款，自不量力。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趁着爷爷现在心情好，赶快滚。帮主被逗笑了，都说天赋能力者一个个拿鼻孔看人，今天我还真是长见识了。兄弟们上，速战速决，别伤了我们的贵客。血手帮众一拥而上，法王往脚下扔了个烟雾弹，白色烟雾瞬间铺满整个小广场。待烟雾散去，13个戴着不同动物面具的分身出现在法王身后。兄弟们，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马戏团的实力。法王打了个响指，帮主目瞪口呆，这么多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变活人吗？由于云山守卫实在过于森严，秦则决定化零为整，负责战斗的分身们全部依附在法王身上，由他带进刑场。为了300万，德玛西亚，乌拉，小黑子们冲啊！分身们喊着各种奇怪口号，群情振奋。帮主朝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杀！两拨人马瞬间激烈碰撞在一起。3号大喊：执法都在，随我缉拿罪犯。扛过雷电冲击波的10几个执法，在3号的带领下也加入混战，整个广场乱成了一锅粥。记者们早就鸟作兽散，唯有摄影机还架在原地直播，没人管。卧槽，真血流成河了！执法也太屁了吧！平日1、5和6，真打起来一个回合就让人放到那么多。就我一个人觉得马戏团挺有逼格的吗？开盘，觉得血手能赢得压左边，马戏团能赢压右边，执法能赢压中间。消灭武者暴政，自由属于人民，
已删除。马戏团真狠啊，打不过直接自爆，被洗脑了。快看，彪哥要被牛头人带走了。小广场的胜负很快就分出，虽然小黑子们人数不占优势，但他们直接贴身自爆。在接连爆了4、5个之后，血手帮和执法都怕了。疯子，一群疯子！帮主恐惧的身体都在抖。同样都是不入流的武者，血手帮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等级，都要比小黑子们略高一筹。但打起来的时候，小黑子们完全没有任何章法，说自爆就自爆，根本不把自己的命当命，乱拳打死老师傅。照这个打法再多，老师傅也扛不住。帮主快撤吧，兄弟们已经死伤过半了。血手帮没了士气，不断的在和小黑子们拉开距离。然而对方却像是狗皮膏药一样，你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硬是要和你贴贴。帮主咬咬牙撤，钱也得有命才能花。随着帮主一声令下，血手众开始脱离战场。3号执法早就吃过一次亏，提前提醒其他执法小心自爆。执法们小心谨慎，并没有被爆炸波及。彪哥的脑袋从麻袋里伸出了出来，震惊道：我就离开了几个月，打法已经变得这么生猛了吗？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法王咧嘴一笑，黑子马戏团，抓紧，我们要出发了。法王把镖头按回麻袋，化作蓝色闪电冲下山。在法王离开的瞬间，剩下的分身同时自爆，轰隆一声巨响，小广场4分5裂，滚滚尘土向四周席卷。隐藏在最高点的姚老师将整个过程尽收眼底。人已经被带走了，我们要去追吗？一旁执法小心翼翼地问道。等斥候回来。姚老师皱着眉头，附近没有发现公平会的踪迹。片刻，被派出去侦查的斥候返回，也就是说，那2伙人都不是公平会的。姚老师道。斥候回答，血手是本地一个老牌帮派，有3个1级武者。至于那个马戏团是最近才冒出来的，具体什么情况，目前为止还没有情报。姚老师揉了揉眉心，追上去，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了。本来他是打算用王彪做鱼饵，把公平会给调出来，可现在鱼饵已经被吃了，公平会也没有现身，还莫名其妙出现一大群自称马戏团的疯子，好像有点玩脱了。法王扛着麻袋停在一块大石头边上，大口喘着粗气，累死爹了！沙沙沙，一阵脚步声响起。法王抬起头，看到10几个黑袍人，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竟然真把人带出来了。高大黑袍人诧异道。法王看了他一眼，不是说在黑风山街头？高大黑袍人淡淡道，无所谓了，本来也没指望你们把人带出来，只是想让你们把水搅混，方便浑水摸鱼。法王回过味来，所以血手也是你们雇佣的？黑袍人点头，没错，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赶紧把麻袋给我，然后你可以去死了。法王放下肩膀上的麻袋，为什么要杀我？高大黑袍人不耐烦，防止你从王彪那知道钥匙，钥匙的存在越少人知道越好。法王听得一头雾水，眼看黑袍人全围了上来，准备动手。法王突然高举双手，等一下，我有一个提议。你想要说什么？高大黑袍人道，看在你今天成功把人给我带出来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说遗言的机会。法王语气诚恳，我想加入你们。高大黑袍人下划线，其他黑袍人下划线。沉默许久，高大黑袍人道，你认真的？法王点头，比丁真还真。高大黑袍人皱眉深思 ，CPU 有点烧。他本来只想杀了法王，防止日后出现意外，没想到对方突然要加入自己的队伍，毕竟是个有潜力的天赋能力者，还真不好拒绝。先把这个吃了。高大黑袍人扔给法王一个小黑盒，里面装着一枚红色的小药丸。穿肠烂肚散，3天不吃解药，5脏6腑就会全部腐烂。只要你老老实实的，3天后我就会把解药给你。法王拿着药丸看了看，大哥，你来真的？高大黑袍人见状冷笑，怎么不吃了？刚才不还是说想要加入我们？看来你的心不够真。谁说我不吃了？法王右手突然指天，快看，有飞机！众黑袍人下划线。高大黑袍人，你还真把我们当傻杯了。既然你不吃，那我就亲自来喂你吃。2个黑袍人上前封住了法王的去路。快看，你们身后有人！法王再度惊呼。高大黑袍人额头青筋暴起，忍无可忍，你已经彻底把我的耐心耗尽了，兔崽子！呼！一阵破空声突然在众人头顶响起，堵在法王后面的2个黑袍人被长剑钉在了地上。什么人？高大黑袍人猛地转身，如临大敌。法王无奈地摊开双手，我说真话怎么就没人相信呢？公平会，你们终于现身了。姚老师带着一众执法从密林深处走出。法王愣了愣，姚老师怎么在这？似乎还是个头，周围的执法全部以他为首。法王不禁在心里喃喃自语，所以姚老师这个浓眉大眼的其实是个执法。6，这年头一族都能当本族执法了。高大黑袍人眯了眯眼，这次我本以为足够小心谨慎，还是被你们给遇到了。说出钥匙的下落，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姚老师手腕一翻，手中出现一把蓝色长剑。看来你们从王彪那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他嘴还真是够硬的。高大黑袍人咧嘴一笑，很遗憾，关于钥匙只有王彪一个人知道。他说过，只要谁把他救出来，就把钥匙告诉谁。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会费尽千辛万苦来救一个叛徒？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也是一个力求公平的英雄。听到这个回答，姚老师心里有些许失望。得到钥匙的计划落空，不过只要王彪还在，总有一天能够从他的嘴里面撬出来。今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神出鬼没的公平会被抓了个现行。这些人至少是公平会在江城1半以上的力量了。解决掉他们，主要目标就算达成，全部处决，一个不留。随着姚老师一声令下，执法们各自挑选了自己的目标，冲上前开始搏杀。姚老师和高大黑袍人的目标很明确，麻袋里的王彪。黑袍人这次行动费尽周折，就是为了救出王彪。对于姚老师而言，王彪虽然是鱼饵，但现在还有利用价值，不能丢。看这2个爆发出强大气场的武者同时向自己冲来，
法王有点虚。我突然想起家里煤气还没关，咱们改日再会。法王把肩膀上的麻袋丢了出去，随即化作闪电遁向远方。姚老师和高大黑袍人同时伸手抓向麻袋，法王这种小虾米直接被他们忽视。高大黑袍人率先抓住，抬头便看到姚老师一剑斩来，他随手一甩，将麻袋扔到了树下。轰！高大黑袍人双臂一震，4层逆命术火力全开，他如同一只发了狂的狒狒，双拳如同雨点一样噼里啪啦朝姚老师的身上落下。姚老师一边用剑身不停格挡，一边急速后退。执法部的审判者不过如此，区区蝼蚁竟然也敢钓老虎。姚老师则是不慌不忙，虽然看上去他一直都在被动挨打，不过每一次的格挡都游刃有余。短短2分钟，高大黑袍人砸下上百拳，硬是连姚老师的衣角都没能碰到。若是换作10天之前我没有突破，你或许还有所胜算。很可惜，现在我只手就能把你镇压。下一秒，姚老师身上那独属于4级武者的气势轰然爆发，笼罩整片战场。4级审判者，高大黑袍人有点慌，江城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会出现4级审判者。现在他终于反应过来，姚老师就是冲着他们这伙人来的。他还以为执法已经得知钥匙的线索是准备杀王彪灭口，殊不知目标是他们。砰！姚老师一剑把黑袍人劈飞出去。可害！黑袍人大口咳血，胸前出现一道深刻见骨的狰狞伤口。我知道了，你们是怕我们坏了你们和马卡族的好事，但我们可不是江城公平会的全部。黑袍人的皮肤突然变红，高声喊道：“为公平而战！”唰！白光闪过，高大黑袍人的脑袋被姚老师斩了下来，剑光快到连黑袍人都没来得及自爆。其他的黑袍人很快也都被解决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姚老师收起长剑，走到树下，蹲身解开麻袋。打完了吗？麻袋里露出一个戴着猎狗面具的脑袋，这货甚至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王彪呢？姚老师目光一凝，坏菜了，王彪丢了。明明这一路上那个牛头人都扛着麻袋，什么时候换的人？姚老师想不通。既然如此，那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话落，猎狗人皮肤迅速变红，距离太近，姚老师根本来不及拔剑。啪！轰隆！一个派大星拔地而起，烟尘散去，姚老师灰头土脸的站了起来，看着面前自爆留下的大坑，他不禁咬牙切齿。黑子马戏团。与此同时，云山附近的一个湖边，秦泽靠在一块石头边上，懒洋洋的晒着太阳，手边放着一根鱼竿。哗啦！吞噬哥忽然从水里钻了出来，身后背着一个麻袋。你就不能从另一边上来，把我的鱼都吓跑了？秦泽手一提，把鱼竿收了起来。吞噬哥看了眼空桶，鄙夷道：“你这技术再钓1年也钓不上来鱼。”秦泽撇撇嘴，被骗了，到底是谁跟我说这湖里有翘嘴的？砰！吞噬哥把麻袋扔到地上，然后像狗一样甩了甩身子，气血运转一圈，衣服上的水瞬间蒸干。秦泽看得很是羡慕，你们不用淬骨就能突破1级，真好。吞噬哥怀疑他是在阴阳怪气，身上旋即多出了好几条手臂和腿。你要是变成这样也可以，虽然没有淬骨，但未进化的魂珠变异了细胞。吞噬哥和法王的全身细胞都被魂珠改造过，同样可以承担更多气血。他们走的完全是异兽进化的那条路子。法王和吞噬哥平日里像个人，但火力全开的战斗状态下，他们很难控制细胞异变，从而展现出一种比较特别的外表。麻袋解开，天儿这么好，让彪哥也出来晒晒太阳。秦泽往湖里抛了2把饵料，重新打了个窝。吞噬哥打开麻袋，里面的彪哥脸色铁青，嘴唇发白，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啪啪！醒来，吞噬哥一左一右扇了2巴掌。嗨！彪哥吐出2口水，缓缓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2个面具人，他大脑宕机了好一会儿。你们不是公平会的人？秦泽背对着彪哥甩钩，淡淡道：“原来是公平会雇的，我们来救你。可是成之后，他们却想着卸磨杀驴。”秦泽和一群臭皮匠们制定的劫人计划很简单，法王带着几个炮灰负责正面高调作战，然后把人装麻袋里带出来后贴着湖面飞行，快速把麻袋扔到湖里。早就依附在法王身上准备好的分身会自己钻进新的麻袋里，爬到法王肩膀。提前在水里潜伏的吞噬哥捡回水里的麻袋带给秦泽，为了剩下的尾款，秦泽是想着教人的。结果公平会卸磨杀驴，要不是半路杀出个姚老师，法王就得凉。秦泽很生气，彪哥咧嘴笑笑，的确是公平会的行事风格。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秦泽沉声道：“先问你2个问题，公平会是个什么组织？”彪哥一愣，你不知道公平会？吞噬哥像个保镖一样笔挺地站在秦泽身边，问你什么就说什么。彪哥摇摇头，虎落平阳被犬欺。换做以前，吞噬哥这样的1级武者他都不会正眼瞧一眼，一只手就能拍死。可现在自己的小命却被对方掌握在手里。公平会力求打造一个公平公正、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的世界。他们的口号是为公平而战，宗旨是消灭武者暴政，自由属于人民。秦泽嗤笑，一堆假大空的玩意。彪哥，你也觉得公平会是痴人说梦？秦泽收竿，鱼又跑了。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公平？就算是武者阶级消失了，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文者阶级。我就不信公平会内部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都一样大。闻言，彪哥若有所思。武者阶级和普通人的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愈演愈烈。公平会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虚伪，但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想要消除这种矛盾。秦泽摇摇头，这么做毫无意义。消除矛盾并不是消灭全部武者就能做到的，治标不治本。就像你说的那样，假如公平会最终成功了，你怎么就知道公平会不会成为新的武者阶级？彪哥哑然 ，CPU 有点烧，他的脑子里想不明白这么多东西，只是觉得秦泽说的很有道理。难道什么都不做，任由武者骑在大家头顶上拉屎撒尿？彪哥终于想到了反驳秦泽的话，我只是说公平会的方向不对，武者都死了，
谁去打异兽？光靠公平会那些臭鱼烂虾？这个世界从根上已经烂了，需要的是重塑秩序。彪哥明显是个武将，跟他说再多文人的东西，他那颗小脑袋瓜也理解不了。毕竟你也是公平会的，懒得和你辩论。彪哥沉默半晌，虽然你说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但我觉得很有道理。另外，我早就不是公平会的一员了。彪哥盘腿坐了起来，这些人太死板，干什么事都得服从命令，直接杀就完了，磨磨唧唧婆婆妈妈的，烦死了。秦泽点头，果然是个武将。我不服从命令，然后就被开除了。但我觉得为公平而战这句口号还是挺不错的。秦泽，你与公平会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不想知道，现在说说要是怎么回事。彪哥回忆道，大概2个月前，我在隔壁云城发现了一个拐卖人口、贩卖器官的组织，一路顺藤摸瓜，最后发现幕后主使是几个武者。那晚上下着大雨，我把他们几个全宰了，然后就得到了钥匙。话落，彪哥脱下上衣，在他的胸口上有一个小树纹身，纹身也就10公分长，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就是钥匙了。秦泽打量了番纹身，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开哪里的钥匙？彪哥挠了挠脑袋，不知道。当时这东西是半个巴掌大小，栽在花盆里的小树苗，听他们说是打开什么新世界的钥匙，我也懒得听他们逼逼，手起刀落，把人全杀了。秦泽，很好，对无脑武夫的刻板印象又加深了。我用手碰了一下那小树苗，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后来我被执法抓住，在一次新闻直播上，我冲着镜头大喊，谁把我救出来，我就把钥匙给谁。公平会果然来了。彪哥洋洋得意，一副你快夸夸我的表情。执法就没发现这个钥匙？秦泽问。彪哥切了一声，我不说，谁能知道钥匙会是个纹身？何况在身上纹个树，很合理吧？秦泽不知从何处吐槽，正经人谁会纹个树啊，一点逼格没有。彪哥沉声道，我王彪一口唾沫一个钉，既然是你救了我，现在钥匙是你的了，都已经焊身上了，你准备把那块皮割下来给我？秦泽道，这简单。彪哥把右手按在了秦泽胸口，秦泽微微皱眉，感到胸口一阵滚烫，像是被按上了一块烙铁。妥了，不到1分钟，彪哥便收回了手，他身上的小树已经消失。秦泽扯开领口一看，发现小树转移到他的胸口，冥冥之中，他能感应到自己和小树产生了一种微妙的联系。只要他想，一个念头就能把小树重新还给彪哥，或是给一旁的吞噬哥，就这么给我了。虽然不知道这株小树苗具体有什么作用，但从公平会和执法对其的关注程度来看，肯定是个不简单的东西。彪哥有点过于大方了，这很武将。彪哥摆了摆手，我留着又没用，就当是给你的报酬了。正好公平会那边没给你结尾款。他觉得眼前的秦泽很聪明，有点狗头军师那味，要是这种神秘的东西就应该交给聪明人。理由就是这么简单。我收下了。秦泽转身继续钓鱼，吞噬哥双手背后，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彪哥挠挠头，怎么突然就没人搭理自己了？喂，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我？滚吧，爱去哪去哪。彪哥愣了愣，你们就这么把我放了？秦泽回头看了他一眼，不然呢，还留下请你吃饭。要是到手，公平会的信息也知道了，彪哥对他没什么利用价值了。这种武将不适合养在身边，太克义父，还是放生了好。彪哥笑笑，你这人还挺对我脾气的。今日一别，我将继续为新秩序而战。彪哥扶着树缓缓起身，之前被注射了抑制药剂，气血运行不起来，也使不上劲，现在总算是恢复了些。秦泽，你不是为公平而战吗？彪哥，那是以前，我现在觉得你说的那个新秩序更牛逼。秦泽道，我说的新秩序是什么？彪哥摇摇头，一脸坚定道，是什么无所谓，反正我觉得你是对的。秦泽翻了个白眼，你是几级武者？5级，怪不得杀了那么多武者还能全身而退。再见。彪哥双脚用力一蹬，踩着水面啪啪啪往对岸冲去。然而刚过了一半，扑通一声落水了。片刻，彪哥浮出水面，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向对岸游。妈的，装逼失败，气血还没完全恢复。吞噬哥看着彪哥身影渐行渐远，问道，为什么不把他嘎了？他要是到处胡咧咧，要是在咱们身上，咱们不成众矢之的了。秦泽，没听说他是5级武者，就算现在没了气血，光站在那儿，就凭咱俩都破不了防。无所谓，彪哥也是个乐子人，我还挺期待下次和他见面的。秦泽不知道的是，他无意间的举动和决定，让日后的马戏团有了个忠诚的传教士。姚老师灰头土脸的回到了家，走进浴室，脱掉破破烂烂的外套，站在花洒下拧开热水，水雾袅袅，模糊的玻璃门上映衬出一道朦胧身影。叮铃铃，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姚老师听到并没有理会，他紧紧咬着下唇，心里满是不甘。可恶！砰！他抬手捶在墙上，大理石瓷砖4分5裂。明明计划是那样的天衣无缝，甚至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最终还是出现了意外。马戏团，姚老师咬牙切齿，他发誓要把这群老鼠找出来，一个个踩死。滴答滴答滴答，姚老师关上花洒，围着浴巾走出浴室，看到电话上的未接号码，眼中透露出些许恐惧。深吸一口气，姚老师又打了回去。片刻，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王彪丢了，你的失联任务失败，家族对你很失望。姚老师连忙道：王彪的失踪只是一个意外，我已经把公平会潜伏在江城的主力连根拔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肯定会把王彪找回来的。对面，失败就是失败，我不想听任何解释和理由，马上回来。姚老师心有不甘，我已经调查到了线索，王彪是被一个本地新兴起的组织带走的，我一定可以找到他。回来。男人的语气不容置疑，王彪可能只是一个烟雾弹，要是根本就没在他身上，家族给你指派了新的任务，需要你去执行，2天后务必返回。嘟嘟嘟，姚老师放下电话，脸上是无尽悲凉。
他蜷缩在沙发上，银色月光铺洒进来，给屋子盖上一层凝妆。唉，许久没开灯的屋子里响起一声无奈的叹息。光线昏暗的会议室内，3个黑袍人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旁，圆桌周围有12张椅子，每张椅子上有着分别对应12星座的图腾。其中狮子、白羊和双鱼的椅子上面是有人的，他们各自戴着自己的星座面具。潜伏在江城的会员全被执法歼灭，包括2名灰袍执事和26名会员。会长现在很生气。白羊，江城是你负责的，有什么想说的吗？狮子座沉声道。白羊冷眼看向双鱼，要不是为了那个破钥匙，我的人也不会暴露。双鱼座窃笑，也不知道是谁急着抢功劳，主动找我来合作。够了！狮子座重重拍了下桌子。1个多月后，马卡族将会抵达江城，这次江城义境，我们势在必得。白羊，我希望你不要再让会长失望了。白羊座冷哼，你在教我做事？双鱼座又开始阴阳怪气，就是白羊大人可是会长面前的红人，你一个小小的狮子也配指手画脚？轰！恐怖的杀意从白羊座身上释放，瞬间笼罩了双鱼座。哟，我好怕哦！双鱼气血迸发，和白羊冲撞在一起。都给我停下！狮子座威压震慑全场。相比之下，白羊和双鱼就像是狂风中的2朵烛火，随时都会熄灭。你突破了！双鱼眼中满是骇然，白羊也不禁坐直身子。狮子座没有回答，淡淡道：双鱼继续追查钥匙的下落，白羊负责江城义境。再失败，提头来见。话落，狮子消失在椅子上。小羊羊这次还要不要跟我合作？双鱼翘起2郎腿玩味道。滚！白羊消失。切，真不经斗。双鱼随之离开。会议室内再度陷入黑暗。同学们，姚老师生病了，以后的助体课都由我来负责。训练场上，同学们听到老班的话后一阵哀嚎，再也看不到美女老师了。秦泽目光闪烁，脑海里浮现出了昨天姚老师带着执法们出场的画面。所以姚老师这是执行完任务了，走了也挺好，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失去了美女老师的助体课是枯燥且乏味的，同学们一整个下午都死气沉沉。放学的时候，班长走到讲台，下周是我生日，我准备举办一场生日会，希望大家都能来。这可能是5考前大家最后一次聚会了。班长大人是个娃娃脸的可爱妹纸，班里有不少人都暗恋她。听说班长的生日要到了，一些人的心思顿时活泛起来。泽哥，你去不去？胖子问。不去。秦泽很果断。聚会什么的最麻烦了。胖子道，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了。最近我隐隐觉得我的能力要突破。秦泽拍拍胖子肩膀，加油，你的能力在实战中是很有用的。说着，他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了 BT 那鬼魅般的身姿。只可惜胖子现在离 BT 还差得很远。晚上，秦泽受邀去马燕家吃饭。不得不说，马燕烧菜的手艺很好。同样都是闺蜜，秦玉咋就那么拉呢？马燕姐今天心情很好。秦泽发现厨房里马燕一直在哼着歌。是啊，今天发工资了，而且还格外得到了一笔奖金。马燕把菜端出来，喜滋滋道：怪不得。秦泽笑。为了给瘫痪在床的母亲治病买药，马燕恨不得一天打10份工。看着她的生活一点点变好，秦泽也很开心。秦泽现在有钱了，他提议过借钱给马燕，这样可以让妈妈早点站起来。不过马燕却拒绝了，人情太大，他不知道怎么去还。马燕有着自己的倔强。啪呀！厨房传来惊呼。秦泽急忙走进厨房，发现马燕怔怔地看着自己被割破流血的手指。没事吧？对方没有任何反应。秦泽晃了晃他的肩膀。马燕姐，要不要去医院？马燕的眼神终于恢复正常，身体打了个激灵。没事，刚才手滑了。我做了1个小时的红烧肉。看着脚下摔烂的盘子和菜，马燕很是伤心。秦泽拿过扫把打扫碎片，剩下的菜也够吃了。吃饭的时候，马燕突然道：最近公司新到了一批聚气丹，你需不需要？我可以拿到公司内部价。秦泽摇头，聚气丹对我现在没什么用。如今秦泽的气海已到极限，吃再多的聚气丹也没用，最主要的还是淬骨。好吧，你什么时候需要就跟我说。吃完晚饭，秦泽趁马燕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悄悄留下了一些钱，随即离开。江城大酒店顶级包厢，3个中年男人正在推杯换盏。妈的，执法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能让那个王彪给跑了？地中海骂骂咧咧，跑就跑吧，估计以后他也不敢再那么高调。黑框眼镜男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充货源。另外一个光头说，让那个傻逼一闹，供货链断了。死的那几个全是供货商，现在凤楼好久没有新鲜血液，器官移植手术也全都停了。黑框眼镜男叹了口气，上个季度财报直接减半，再这么下去可不行。光头看向地中海，老赵，你之前一直负责货源，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地中海微微一笑，放心，我已经找到新的合作伙伴了，今天就是叫大家来看看。咚咚咚，敲门声忽然响起。地中海眉毛一挑，人这不就来了。随着包厢门打开，何光风尘仆仆地走进来。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当看清包厢里3人的脸，是他心里还是掀起一阵惊涛骇浪。何家虽是江城首屈一指的武道家族，可在这3人面前还是有些不够看。抱歉，路上堵车，来晚了。何光连忙解释。地中海，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江城何家的老二何必，他大哥是我们江城城防署少校，3级武者。何光也很快会突破2级武者，年少有为。闻言，何光受宠若惊。哪里，一切都还仰仗着您给提供的各种资源。地中海笑笑，很是满意。眼镜男问，为什么叫你来？你应该都知道吧？何光点头，赵先生已经和我说了，你们需要新鲜的货，我对江城很熟，以后这块我来负责。光头，小伙子好好干，只要我们有肉吃，肯定少不了你一口汤喝。何光起身给3人倒酒，随后端起酒杯。
晚辈定会为3位前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包厢里再度推杯换盏，气氛一时间好不快活。估摸着我只能为前辈们工作到年底，明年我就要去深渊了。光头听出了何光的话外之音，只要你的工作能让我们满意，这辈子你都不用再去深渊。何光大喜过望，去过一次，他再也不想去了。那种直面异兽时的死亡恐惧，他不想再感受第二遍。谢谢前辈，我定不负众望。今天上午的实践课是去黑山研究所做实地参观，1班到3班是第一批，大巴已经停在操场，大家下去集合吧。老班一大早便对同学们宣布道，实践课每个学期的期末都有，一般都是去参观和武者有关的公司企业。黑山研究所负责研究各种武者丹药、功法，甚至传闻里面还研究异兽。由于黑山研究所的福利待遇很高，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打破脑袋都想往里挤。同时黑山研究所有一个助学基金，会择优与学生签署协议，拿了助学基金，大学毕业之后必须到研究所工作10年。坐上大巴，秦泽心里还有点期待。林思瑶就是黑山研究所的研究员，阿尔法试剂就产自那里。大巴车很快开出城，半小时后停在了一座大山脚下的合金大门前。轰隆隆，一扇10米高的合金大门缓缓开启。同学们第一次见这么高的门，纷纷惊呼。秦泽见怪不怪，跟避难所大门相比，黑山研究所的逼格稍微有点漏。里面是一个占地极广的停车场，中间有一条轨道，一列黑色列车停靠在站台旁。同学们，欢迎来到黑山研究所。一个身穿研究所制服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此地等候。早安，欢迎使用黑山科技运输系统。本系统将为研究所人员提供舒适、安全的乘车环境。现在时间是上午9点37分，天气晴，室外温度27摄氏度，室内温度22摄氏度。同学们系好安全带，坐在座位上，好奇地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张望。列车的行驶速度不是很快，正在穿梭幽深的隧道，时不时能够看到轨道边上有工作人员拿着焊枪，正在焊着什么。好深啊，估计整座山都已经被挖空了。研究所藏在这么隐秘的位置，就算兽潮来了也没有办法攻破吧。同学们叽叽喳喳，今天算是彻底大开眼界。胖子啧啧称奇，家里公司倒是和黑山研究所有不少合作，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来。我之前还想着要不要毕业以后先去黑山研究所历练一段时间，再回家继承家业。现在胖子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秦泽一路上都很淡定，相较于第一次看到避难所时的震撼，这里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列车已到站1号站台，请有序下车。10多分钟后，列车停靠在站台上，大家下车排好队，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向前走。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黑山研究所。众人站在一扇紧闭的合金大门前，工作人员用卡轻轻一刷，大门开启。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大厅，能看到不少人行色匆匆往来。中央有一块指示牌，标注了各个楼层的研究部门。指示牌上显示，研究所总共有5层，秦泽等人目前在第1层接待大厅。接下来，我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标本馆。一行人乘坐电梯向下，2层整层楼都是标本馆。透明的玻璃柜子里放着形状各异的异兽标本，有的只是白色骨骼。异兽个个身躯庞大，面目狰狞，即便已经是冷冰冰的尸体，但仍旧能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带来极其强迫的威压。标本馆内从 F 级异兽到 S 级异兽都有。通过解剖异兽，我们能够得知异兽的基因序列和细胞强度，从而找到它们的弱点。所以对抗异兽的不仅仅有武者，还有数量庞大的科研人员。没有参加武考的同学也不要灰心气馁，考一个好大学，毕业以后欢迎来我们黑山研究所。工作人员很快便说起了研究所的优点和各种福利。秦泽算是看出来了，这哪是实践课，分明就是研究所在打广告招人。参观完标本馆后，一行人又去了丹药研发部。通过透明的玻璃墙，能够看到里面的实验人员个个神情紧张，他们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连眼睛也戴上了护目镜。丹药研发部主要是开发武者所需的各类疗伤药和聚气丹等，偶尔我们也会接到前线的订单，开发相应的药品。如今丹药研发部是最缺人的，文考的同学大学可以报名相应的专业，毕业通过面试就可以加入了。工作人员对不参加武考的同学格外热情，各种嘘寒问暖。秦泽他们这种粗鄙的武夫则是全都坐起了冷板凳，这狗东西也太现实了。胖子吐槽，秦泽笑笑，你对人家没一点利用价值，能让你顺带来参观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参观完研发部后，秦泽有点尿急，老师，我想去厕所。工作人员道，后面直走右拐。他并不怕秦泽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研究所几乎每隔几米就有一扇门，没有门禁卡哪也去不了。子哥等等我。胖子跟了上来。除了胖子外，秦泽还看到了班长。秦泽，我下周的生日会你会来吗？班长问。抱歉，马上就要武考了，我还得修炼。秦泽回答。这样啊。班长的眸子有些暗淡。秦泽和胖子并排放水，胖子道，班长喜欢你的，你感觉不出来。秦泽，人生3大错觉，手机震动，我能反杀，他喜欢我。胖子无限感慨，你还真是油盐不进啊。抖了抖后，秦泽洗手出厕所。走廊里的灯突然灭了，周围变得一片黑暗。砰砰砰，整层楼的门全部关上，只有墙上的应急灯闪烁着红光，并伴随刺耳的警报。搞什么？欠电费了？黑灯瞎火，胖子脚下绊了一跤。秦泽，等着吧，伸手不见五指，路也不熟，除了等来电也没其他办法。这时头顶上的广播响起，变电器出现故障，工作人员正在紧急抢修，请大家待在原地，不要随意走动，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胖子甩了甩手上的水，咱们还真是够倒霉的，什么事儿都给碰上了。秦泽微微皱眉，他的第6感在预警。砰！旁边的女厕所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砸到了地上，紧接着是一声尖叫。啊！是班长！秦泽和胖子匆匆跑进女厕所。
借着外面应急灯照进来的微弱红光，秦泽看到班长瘫坐在地上，棚顶通风管道的隔板掉了下来，砸碎了2块瓷砖。班长面前不远处有一个佝偻着的人形生物，正在发出一声声危险的低吼。那是什么东西？胖子声音颤抖，光线太暗，实在看不清对方的面貌。秦泽觉得这个轮廓有一点点眼熟。吼！对峙片刻，对方朝着地上的班长猛地扑了上去。秦泽一层逆命术瞬间爆发，与其结结实实对了一拳。砰的一声，双方同时后退。电光火石间，秦泽抓住班长的胳膊，借力把他带到了后面。近距离之下，秦泽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样貌。那是一个不到30岁的男人，头发全部掉光，皮肤蜡黄，身上穿着蓝白色病号服，胸牌上还有一个数字3。异化者。秦泽眉头紧锁，异化了，但是没有完全异化。眼前这家伙与意境中的异化者在外貌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更像是一个阉割版。秦泽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现实也要复刻意境中的异化者之灾？异化者没有再贸然出击，刚才的一波交锋让他察觉到秦泽的实力要远在自己身上。异化者和秦泽拉开一段距离，双眼散发着诡异的红光，并伴随着喉咙里的声声低吼。这是异兽吗？班长惊魂未定地爬起来，躲到秦泽身后。他刚才在洗手的时候，异化者突然从通风管道里跳了出来，算是吧。很显然，眼前这个异化者是研究所的产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跑了出来。轰隆隆，头顶的通风管道里传来一阵响动，紧接着又有2个异化者跳了出来，而通风管道里的声音还没有停下。你们先走。秦泽道。泽哥加油。胖子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留下来只会让秦泽分心，拖他后腿。我和你并肩作战。班长鼓足勇气从秦泽身后站了出来。胖子感到一阵头大。班长，你就别搁这耽误事了。轰隆！就在胖子说话的功夫，头顶上一声巨响，大半块天花板砸了下来。与天花板一起下来的还有一道黑色的身影。胖子反应很快，他第一时间抓住班长的胳膊，发动了他的天赋能力。电光火石间，胖子足足向后瞬移了5公分。没错，经过这段时间胖子的刻苦努力，他变长了。锋利的爪子紧紧贴着胖子前胸滑下，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胖子若是刚才没有瞬移，怕是会直接被剖成2半。扑通扑通扑通，一个又一个异化者从破碎的天花板跳了出来，如同下饺子一样。短短几十秒的功夫，不算宽敞的卫生间里便站了20多异化者。他们前后夹击，把秦泽围在了里面。快走！秦泽沉声道。我去叫保安。胖子拉着班长夺命飞奔。有2个异化者想要去追赶，秦泽指尖弹出一道闪电，他们俩瞬间倒在地上剧烈抽搐。一时间，异化者的仇恨全部让秦泽拉了过来。这些异化者相貌大差不差，猩红的双瞳，蜡黄的皮肤，光滑的脑袋，统一的服装。通过对方身上的气息波动，秦泽判断这些异化者也就0.4级左右。砰！一团巨大的黑影从天花板的破洞里跳了下来，将地面砸出一个浅坑。秦泽挑了挑眉毛，总算是来了个能打一点的。后来的异化者将近2米高，全身肌肉鼓胀，嘴里面的牙齿像是鲨鱼齿般密集锋利，后背上凸起一排骨刺，甚至还拖着一条1米半长的尾巴。大块头似乎是这群异化者们的头。在他出现的一刻，其他异化者纷纷后退，卑躬屈膝。人死！大块头嘴里吐出不清不楚的2个字。其他接到命令的异化者纷纷上前，开始合围。秦泽轻哼，以为就你们人多吗？啪！秦泽打了个响指，依附在秦泽身上的分身们一个个走出。这些家伙穿着整齐的黑色西装，戴着各种飞禽走兽的面具，在秦泽身后一字排开。大块头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挠挠头，实在是想不通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30多个秦泽，再加上20多个异化者，把卫生间挤得满满登登。大块头猩红的树瞳直视秦泽，秦泽同样临危不惧。秦泽抬起右手朝大块头勾了勾，来吧，兵对兵，王对王。啪！大块头身后的尾巴朝着地面重重一砸，紧接着一声震耳嘶吼。异化者们一边捶胸大喊，一边发起进攻。面对如野兽一样凶残恐怖的异化者，分身们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德玛西亚，为了团长大人，乌拉，献出心脏，干就完了！双方激烈碰撞，杀喊声响成一片。分身们的等级普遍在0.4到0.5级，水平上和异化者不相上下。这波群架打的也是有来有回，不过由于分身的数量更多，可以执行正义的围殴，隐隐占据上风。也就是卫生间里空间太小，要不秦泽还想再放20-30个分身出来。偷袭，攻他下盘！我在前面假寐已诱敌，你在侧面打。看好了，我将发动一次牛逼的攻击。敌人非但不投降，竟然还敢反击。分身们打得热火朝天，秦泽也蠢蠢欲动。你过来啊！秦泽挑衅。大块头的脑子里本来就都是肌肉，怎能经得起这番挑衅？他朝前一扑，猛地甩尾横扫。旁边的异化者躲闪不及，身体被尾巴扫中，瞬间爆成一团血雾。秦泽摇头，你这狠起来真是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大块头的尾巴一往无前，掀起一阵呼啸的破空声，直奔秦泽的脑袋。秦泽优雅的侧身，尾巴贴着鼻尖砸在脚下，看着送到面前的尾巴，秦泽弯下身子紧紧握住。尾巴几乎是所有动物的敏感点，大块头也不例外。在秦泽抓住他尾巴的同时，他后背的骨刺全都立了起来。大块头用力甩动尾巴，想要挣脱，然而却发现秦泽的手像是一柄钢钳，他越是用力挣扎，那双手握得就越紧。准备好了吗？秦泽吹了声口哨，大胯用力一挺，跟抡大锤似的，呼一声，大块头就被悠上了天。大块头砸他女卫生间的墙，摔进了隔壁的男卫生间里。秦泽拍拍手，走进男厕所，见大块头爬在一个隔间，头正搁在便池里。
大块头甩甩脑袋，从地上爬了起来。能够看得出来，这货现在很生气。秦泽体内气血迸发，一层逆命术运转，他正要给对方来一发正义的铁拳，大块头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妖异的猩红色光芒笼罩整方空间，虽然只有仅1秒，秦泽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像是被猴哥施了定身术的七仙女，体内的气血也全部凝滞。大块头猛冲过来，按住秦泽肩膀，又把他壁咚在了女厕所的墙上。秦泽的身体被禁锢，无法反抗。大块头的尾巴从背后伸了过来，尾巴尖尖像是香蕉一样向外拨开，露出一根尖锐的骨刺，骨刺悬停在秦泽脑门上。大块头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秦泽啧啧称奇，竟然是有天赋能力的异化者，还是第一次见，不会以为你吃定我了吧？秦泽嘴角上扬，双瞳之中隐隐有雷霆在闪烁。滋了一道愤怒的雷霆直击大块头胸口，嗷的一声惨叫，大块头瞬间倒飞进男厕所。秦泽落到地面，身上满是跳跃着的蓝色电弧。天赋能力是不需要消耗气血的，而是用精神力来激发，仅仅需要一个念头，能力就能秒被激活。这也是为什么天赋能力者如此抢手的原因。天赋能力者不需要像武者那样凝聚气血，没有施法前摇。行不行啊，细狗？我们这边都结束了，就剩你那头还没打完。要帮忙的话，就跟大爹们说一声。本体是真低贵物啊！分身们的战斗已经结束，所有异化者都被解决，分身的伤亡为0。毕竟人数比对面多一半，这种大顺风的局，让一群狗去打都能赢。分身们或是蹲在地上，或是用手指捅着地上的尸体，一个个闲得不行。秦泽的声音夹杂着丝丝雷霆之威，自带混响，把你们的狗眼都睁大，好好看着。你们大爹永远都是你们大爹。秦泽右臂凝聚出一条胳膊粗的电蛇，哟，装起来了，让我康康一拳能不能把那货电穿 ？GKD。秦泽没有理会分身们的喝倒彩，蓄力已经完毕，开始处决。秦泽刚靠近墙上的大洞，密密麻麻的骨刺突然从男厕所那边飞了过来，已无处可躲。秦泽伸手把边上看热闹的分身给薅到身前，骨刺如狂风暴雨，全都定在了分身上。秦泽，我俏丽吗？扑通，分身倒在地上，胸前、脸、大腿上插满了骨刺，活脱脱一个人形刺猬。他的皮肤变成了青色，同时身体在剧烈抽搐。有毒！秦泽眉毛一挑，这个异化者的天赋能力未免有点多了，也就是还没到1级，不然秦泽和他的分身还不够对方一锅烩的。你的攻击结束了，现在轮到我了。可惜没有假如。秦泽踏进男厕所，大块头正背靠着墙，气喘吁吁，可见刚才那一招对他的消耗属实不小。见秦泽完好无损，大块头也是一愣，吼！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朝秦泽扑了上来，接受雷霆的审判吧。秦泽一记直拳轰出，胳膊上的雷蛇如脱缰野马，一头撞在大块头的胸口。幽暗的空间内，雷光大作，电蛇一息之内就洞穿了大块头的胸口，将他那庞大的身体打了个对穿。电蛇脱离大块头身体，一往无前扎进隔间里，轰！粪坑炸了，屎飞了满天。秦泽黑着脸后退，差点就接受了场时雨的洗礼。靠！谁拉完屎不冲？大块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胸前的大洞还在不断冒着白烟，空气中一股焦糊的烤肉味。没有魂珠，一个分身把大块头的肠子都给掏出来了，也没有发现魂珠的痕迹。众所周知，有天赋能力的异兽都有魂珠，因为天赋能力要通过魂珠来继承。无论是普通异化者，还是有天赋能力的异化者，体内全都没有魂珠。看着这些异化者身上的蓝白色条纹病号符，秦泽心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灯亮了，走廊里的应急灯关闭，外边原本封锁的闸门一扇接着一扇开启，分身们纷纷回到秦泽身上，包括刚才那个没有被毒死的幸运儿。厕所外面响起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一队全副武装的保安走了进来，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黑色风衣、戴着墨镜的男人。当他看到厕所里的场景时，眉头紧锁。大块头胸前破了一个大洞，显然被一击毙命。其他异化者则是死法各异，甚至很多异化者身上的胳膊腿都产生了无法复原的形变，似乎受到了非人折磨。然而，这只是分身闲着没事在做恢复力测试，全都是你杀的。风衣男将目光放在了全场唯一的活人秦泽身上。如你所见，秦泽耸了耸肩膀。风衣男感到自己的三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个中学生竟然凭借一己之力放倒了20多个异化者，其中一个甚至还是被研究所贴上了高度危险的标签。现在的学生都这么生猛了吗？风衣男按下耳边的通讯器，我已抵达现场，试验编号全部死亡。是，我知道了。秦泽打了个哈欠，我现在能走了吗？风衣男挡在他面前，抱歉，暂时还不能。秦泽委屈道，你为难我这个未成年的学生，心里过意得去。我只是来参加实践课，却差点没了命，现在好不容易活下来，你竟然还不让我走，你知不知道我弱小的心灵受到了多么大的冲击？我郁郁了。风衣男扯了扯嘴角，这一地的尸体，你跟我说你心灵弱小，还郁郁，一收郁郁了，你都不带郁郁的。风衣男深吸一口气，强忍住了吐槽的欲望。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研究所的失职，稍后我们会与贵校协商赔偿事宜。放心，你损失的一切都会得到补偿。秦泽吸了吸鼻子，一副吓死宝宝了的样子。那你为什么还不让我走？风衣男解释，有些事情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问完相关情况之后，我们会让你离开的。秦泽靠着墙，忘了说了，我不光郁郁，还有幽闭空间恐惧症，不能在这里待太久。弱小、可怜又无助。风衣男咬了咬牙，可恶，拳头硬了。踏踏踏。几分钟后，走廊里传来清脆的高跟鞋声。是小弟弟啊，我们又见面了。林思瑶一身白大褂，双手酷酷地插在兜里，站在门口。教授，所有试验编号都是他杀的。风衣男上前如实汇报。林思瑶看向秦泽，
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双眼放光，像是在看什么绝世珍宝。秦泽后退2步，直觉告诉他这是个坏女人。别这么看我，我还是个孩子。啧。林思瑶嘴角勾起，我还没见过那个孩子这么厉害。来让姐姐康康你发育到什么程度了。林思瑶拿起随身携带的针筒，走向秦泽。秦泽侧身躲了过去。这女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就喜欢给别人打针。林思瑶也没生气，撩了一下额头上的刘海。别紧张，姐姐也是为了你好。秦泽看向风衣男，配合调查也包括抽血。风衣男咳嗽了几声，随即对林思瑶道：林教授，还是先办正事要紧。林思瑶撇撇嘴，恋恋不舍地把针筒放回衣兜。他先是检查了小老弟们的尸体，最后才将目光放在大块头胸前的洞上。切面整齐，伤口焦黑，疑似遭到强电流冲击。林思瑶不愧是专业的，仅看了一眼就把大块头的死因查得明明白白。没想到你还是个天赋能力者，雷电异能吗？林思瑶再次看向秦泽，他对他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好想抽管血呀！所以这些异兽是怎么回事？秦泽岔开话题，他们可不是异兽。林思瑶小声说了句，随即对秦泽道：总之，这是我们研究所的一次事故。他们趁着守卫不备，冲破了牢笼，破坏变电器，企图通过通风管道逃跑。还好遇见了你，秦泽。我只知道刚才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差点死了。林思瑶翻了个白眼，你手无缚鸡之力，会给你补偿的。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林思瑶把一份文件放到秦泽面前，知道自己处境的秦泽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不错，我还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让你妥协。林思瑶满意的点了点头。对面那么多肌肉男，秦泽毫不怀疑自己只要说一个不字，下一秒就会满身大汗。所以我的补偿是什么？林思瑶收起保密协议，对外我们会宣称你制服了潜入研究所的暴徒。这次实践课我会给你打一个满分，然后给你一笔见义勇为奖金。还有呢？秦泽追问。封口费就这么点东西，想都别想。听姚雪说，你现在已经到了淬骨阶段，我会再格外给你一瓶高级淬骨液。林思瑶招招手，风衣男拿出一个棕色的塑料瓶，里面装着不明黑色液体，单从卖相上看，有点像是农药。这东西有什么用？秦泽问。林思瑶回答：淬骨液，顾名思义就是淬骨用的，淬炼哪块骨头就泡哪块，与水一比10混合，能淹没要淬炼的骨头就行。秦泽眼前一亮，好东西，正是他现在需要的。黑灯瞎火出现这么多异兽，你不知道对我这个未成年小男孩的心灵上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我都郁郁了。林思瑶翻了个白眼，2瓶。秦泽叹了口气，哎，我这个人睡觉的时候就喜欢说梦话，如果睡着了说点什么不该说的东西。林思瑶额头上的青筋隐隐凸起，自己今天竟然被一个小屁孩敲了竹杠，想想就气。3瓶，不能再多了。高级淬骨液的产量很小，市面上几百万一瓶都买不到。秦泽笑笑，谢谢姐姐，有了淬骨液，晚上我就可以潜心修炼，觉睡得少，自然就不会说梦话了。林思瑶冷哼一声，拿上你的淬骨液，赶紧滚蛋！小屁孩什么的，烦死了！姐姐再见。3瓶淬骨液把秦泽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对了，姚雪让我跟你说一声，何家那边他已经摆平了，接下来你安心准备5考就好，不用想太多。闻言，秦泽心里有些许意外。说实话，他和姚老师的交情并没有多深，对方能为他做到这种程度，秦泽还是有点小感动。何家既然没了威胁，可以把马燕家附近的分身叫回来了。现在马戏团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姚老师去哪儿了？我又不是他妈，我怎么知道？快滚快滚！试验编号全凉了，还格外被敲诈了2瓶淬骨液。林思瑶很烦，这女人更年期了吧？秦泽心里小声嘀咕，属狗脸的说变就变。泽哥，你总算出来了。胖子见秦泽安然无恙，语气激动。班长也拍了拍一贫如洗的胸口，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老班走了过来，手在秦泽身上拍了拍，发现没缺少什么零部件，这才松了口气。秦泽解释，就几个潜入研究所的暴徒而已，被我制服了。刚才把人交给了研究所的安保，现在已经没事了。只是暴徒吗？胖子喃喃自语。当时黑灯瞎火的，对方具体什么样，他还真没太看清。不过既然泽哥说了是暴徒，那肯定就是暴徒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实践课就此结束。同学们坐上大巴车返回学校。晚上到家，秦泽迫不及待地勾兑了一盆淬骨水，又黑又黏，还是热的。秦泽，你特么在翱翔吗？还好不是吃的，快把手放进去看看是什么感觉。看得我有点饿了。这位更是重量级。分身们开始幸灾乐祸，能看本体乐子的机会可不多。秦泽深吸一口气，把2只手迅速插进了盆里，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通过双手瞬间流遍全身。4国1，舒服，像做了一次大保健。你做过，我幻想做过。本体与分身之间的感官共享，分身也都体验到了淬骨水的美妙触感。不得不说，这么一抛，淬骨速度还真变快了。如果说原来是1档，现在怎么也挂上了2档？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上半个月就能完成一次淬骨，貌似还可以再快。秦泽又去厕所兑了一盆淬骨水端出来，让分身们一起泡。反正都是白嫖来的，造就完了，给分身们也多提提速。一时间，房间里哼哼唧唧的呻吟声响个不停。接下来，秦泽请了1个星期假在家里淬骨，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把手搁水里泡着，都有点浮囊了。分身们同样苦不堪言，好好的手泡成了白鸡爪，不过效果斐然。过了今晚，首次淬骨所需的最后一块手骨就淬炼完了。窗外日薄西山，秦泽决定今晚一鼓作气突破。叮铃铃，电话响起。秦泽，我买了只鸡，一会来吃饭啊。马燕每次买好吃的都会想起秦泽，上次秦泽留下的钱被他发现后，也强行退了回去。用马燕的话来说，我有手有脚，
还不需要施舍。你这是又发奖金了？你怎么知道？从电话里兴奋的语气中，秦泽就猜到了。我之前不是参加了公司的一个新项目吗？最近有了新进展，这是发的第2笔奖金了。马燕喜滋滋道。秦泽笑笑，原来是和他分享喜悦来了。我今晚还要修炼，就不过去了。给我留个鸡腿，我明天去吃。几次蹭饭下来，两人已经成了很熟的朋友。马燕道，好吧，那就给你留一个，努力修炼，一定要成为武者。秦泽想说过了，今晚我就是1级武者了，话到嘴边却还是改成了我会的。结束和马燕的通话，秦泽将右手放到了淬骨水里，这是最后一份了。在连续1星期和分身们没日没夜的淬骨之下，淬骨液已经全部耗尽。不过黎明就在眼前了，秦泽凝聚气血，不断洗练右手的大拇指。气血淬骨其实很疼，就像是用个重物在手指上反复碾压，但淬骨液很舒服，和镇定剂差不多。这种冰火2重天的体验，整整过去了2个多小时。哗啦，秦泽抬起右手，首次淬骨所需的最后一根指骨已然淬炼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整个右手洗炼成功。虽然手指不会像神厨小福贵那样闪闪发光，但秦泽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气海首当其冲，直接大了几圈，源源不断的气血从气海中向外涌出，疯狂地洗刷着秦泽的4肢百骸，就像是有10几双姑娘软弱无骨的小手在身上又捏又揉又按。在气血的反复冲刷之下，经脉开始一点点变粗，如此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更多气血，更便于战斗时的爆发。1刻钟后，秦泽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砰砰，站在左右两边的分身放了2礼花筒，彩条纷纷扬扬落在秦泽头顶和肩膀，还有分身开了瓶香槟，到处喷。从现在开始就是1级武者了，以后的兄弟起始就是 0.5 级了。妈的，生不逢时，老子拼死拼活才刚 0.5 级。没事，你可以回炉重造，要不要开个 party 庆祝一下？上次的追悼会还没开，那就一起吧。好耶，开追悼会 party 了。40多个分身们叽叽喳喳的在客厅里忙活了起来。秦泽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一天没吃东西了，很饿，进厨房泡了个面。端着泡面走出厨房后，秦泽发现外面的气氛极其沉重和诡异。分身们神情肃穆地站成3排，面前摆着一张秦泽的大头照。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秦泽的追悼会，几十个兄弟用他们的血与肉换来了如今本体的突破。以后的兄弟们再也不用开荒，他们生下来就是 0.5 级武者。这并不是因为本体有多么的慷慨，而是因为我们来过。一个分身担任主持人，富有感情的念诵提前准备好的追悼词，其他分身都低着头，神情哀伤。秦泽靠在厨房门口，一边嗦面一边看自己的追悼会。怎么说呢？自己参加自己的追悼会就挺神奇。这块秦泽碑上将永远铭记逝者所做的一切，历史不会遗忘，我们更不会遗忘。分身把一块30多公分长的木牌立在遗照前，上面写着秦泽之碑4个大字：1鞠躬，2鞠躬，3鞠躬，礼毕。分身们齐齐行了3遍礼。主持人把遗照和秦泽碑推到一边，嘴角上扬。追悼会结束，现在是 party 时间。音响放起性感 DJ， 主持人跳到桌子上疯狂甩头，其他分身们也随着音乐舞动起来。一时间群魔乱舞，气氛哪里还有半点哀伤？真是疯了。做完面的秦泽回到房间，舒服一躺。穿越而来压抑这么久，就放纵一次吧。如今成功突破1级武者，总算是有了些自保之力。秦泽在犹豫要不要即刻去异境，不仅仅是为了空岛上的魂珠，更是为了印证心中猜想。思索一阵后，秦泽决定还是再发育一波。突破1级武者后，一天能生3个分身，等分身攒个100-200个，再杀入异境也不迟。到时候带上吞噬哥和法王一起，他们俩也快2级了。伴随着客厅的劲爆 DJ， 秦泽很快入睡。次日一早，秦泽下楼吃早饭，假条到期了，今天得去学校报个到。老板，3屉小笼包，2碗粥，一碟小咸菜。秦泽找了个角落坐下。随着成为正式武者，他的饭量也见长，就算是武者也得遵守能量守恒。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江城早间新闻。近日，本市发生多起人口失踪案，主要失踪人群为16到30岁的女子。江城警署已经掌握初步线索，正在全力侦破，同时提醒广大女性不要独自外出。另外，昨晚棚户区发生一起人为纵火案，造成大量财产损失，1人死亡，无人受伤。警署初步判定犯罪凶手为一女性，因忍受不了多年照顾家里瘫痪在床的母亲，才人为纵火，死者即为凶手母亲。凶手现已逃跑，警署正在追凶，有线索者可以拨打电话。这个时候来吃饭的都是一些大爷大妈，他们都对这条新闻感到愤怒，真没良心，白把他养这么大了，活活烧死自己的母亲也能下得去手。弑母放在古代是要凌迟的，他可真该死啊！看照片长得挺面善，没想到能干出这么残忍的事。秦泽正忙着炫饭，好奇抬头看了眼电视，想知道是谁这么心狠手辣。当看到电视上放的凶手照片时，秦泽愣住了，嘴里的包子都掉在了地上，因为那张照片不是别人，而是马燕。秦泽的大脑此时一片空白，像猫应激了一样，他开始剧烈的干呕、咳嗽。小伙子，没事吧？隔壁桌的大妈见状，起身拍了拍他的后背。秦泽摆摆手，没事。喝了几口水，情绪总算平复。大妈狐疑道，真不用去医院？秦泽勉强笑笑，谢谢阿姨，我没事。重新看向墙上的电视，新闻又换了一条。电视里的何光正满面春风的在对着一众记者讲话，同时旁白主持人念道，何氏集团副总经理何光近日给江城警署捐助了100万，用于帮助那些出现失踪者的家庭，警署对此发表讲话。秦泽眉头紧锁，经过这段时间相处，他绝不相信马燕会是一个弑母的人。为了能够给母亲早点凑齐手术费，他恨不得把每天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这里面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秦泽没了食欲，扫码结账后，匆匆离开了早餐店。棚户区东边出现一片废墟，那烧焦的木头和黑漆漆的砖头证明过这里曾经发生一起大火。周围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现场却看不到一个警署的人。这里曾经是马燕的家，如今只剩下一堆破砖烂瓦。秦泽站在警戒线外面，双拳紧握。如果他没有把分身叫走，如果他昨晚过来，这一切是否不会发生？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你怎么在这儿？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秦泽转身看到了3号执法，3号正警惕地打量着秦泽。秦泽，这是我朋友的家。3号拿出法牌，再说一遍。秦泽重复，我朋友住这儿，我来看看。3号耸耸肩膀，收起法牌，忘了你小子有点邪门。秦泽，我说的是真话。执法现在也负责普通人的案件了。3号看向废墟，这可不是普通案件，我闻到了 K 拍的味道。昨晚上起火的同时，附近发生了一起少女失踪案。这个拐卖人口的组织我也调查了一阵子，里面极大可能有武者参与。秦泽若有所思，这两个案子有关联。3号淡淡道，谁知道呢？既然你是一帆的朋友，那就配合做份笔录吧。3号手腕一翻，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小本本。我可以告诉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3号乐了，你在跟执法谈条件？秦泽，据我所知，马燕性格孤僻，基本没有朋友。你想获得有关他的信息，只能从我这里。当然，你如果不想就算了，我又不是案件相关人，没有理由配合你。说着，秦泽转身就要走。3号咬咬牙，为了 K 派，忍了。说吧，什么条件？秦泽嘴角上扬，停下脚步。很简单，我要跟你一起调查。他要亲自搞清楚事情真相，除了自己，他谁也不相信。就你？3号一声嗤笑，一个不入流的武者，倒是出现什么意外？你死了算谁的？秦泽双臂一震，一层逆命术全力爆发，一级武者的气势轰然释放。3号脸上笑容凝固，一级武者，他揉了揉眼睛，难以置信，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高中生，竟然是一级武者，太逆天了。现在我有资格了吗？秦泽平复气血。3号歪了下头，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秦泽，尽量。接下来，秦泽有问必答，把他知道有关马燕的一切都告诉了3号。3号若有所思，按照你刚才说的，他是个百年难遇的大孝子，不应该做出弑母的事情才对。秦泽，所以我才要查清事情真相，还他清白。3号点点头，没错，这很公平。跟我来吧，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助手了。3号带着秦泽来到马燕家隔壁的隔壁，咚咚敲门。谁？里面的人很谨慎，没有第一时间开门。执法，有事情要问。吱嘎，门打开不大的缝，露出半张中年男人的脸。昨晚着火之前，你有没有听到什么？男人慌乱摇头，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昨晚很早就睡了。男人明显有猫腻。3号掏出法牌，重复刚才的问题。男人变得泪流满面，回答也变了。昨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外面有个女人在喊救命，我没有理会。在这种地方，钓鱼的事情很常见，尤其是在晚上。不过，那个女人的求救声越来越大，最后甚至变成了惨叫，听着怪瘆人的。我当时还在犹豫要不要开门看看，旁边姓马的那个姑娘先开门了。我只听她喊了一句你们是什么人，然后就没了动静。在之后火就烧起来了，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3号得意洋洋地看了秦泽一眼，我就说这两个案子有关联吧。在你的印象里，马燕是个什么人？她会是母吗？男人一头雾水，谁是母了？马燕？怎么可能？那孩子连杀条鱼都不敢，而且对他母亲这些年的照顾，周围邻居全都看在眼里。3号微微皱眉，你不知道？知道什么？火是马燕放的，为的是烧死瘫痪在床的母亲。谁说的？纯纯放屁吗？这不是。秦泽问，之前警署没有来问过你吗？男人摇头，没有，警署才不会来这种地方。在他们眼里，我们和猫猫狗狗没什么区别，畜生而已，死了就死了。3号收起小本本，我问完了。男人关门的时候犹豫问了句，那孩子他还会回来吗？3号笑笑，当然，只要他没违法，我会给他一个公平。谢谢你。男人关上了门。你怎么看？3号问秦泽。秦泽一脸阴沉，很明显，警署根本就没有经过调查，所谓的马燕弑母，只是他们为了早点结案随便编的。警署仅仅一句话就毁了一个女孩的清白，就像刚才男人所说，生活在这里的人只是牲口，谁又会在意牲口的死活？秦泽去警署找到这件案子的卷宗，不管怎么说，当时警署是第一时间赶到的这里，肯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3号觉得有道理。两人正要出发，不远处角落里突然冒出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冲他们招手，过来这边。秦泽和3号来到墙角，男孩10岁出头，全身上下破破烂烂，小脸也不知多久没洗了。小屁孩，你有什么事儿？3号问。男孩弱弱问，你们是来调查马燕姐姐的事情吗？我昨晚看到了些东西。秦泽与3号对视一眼，3号照例拿出法牌开始询问，把你昨晚看到的东西全部说出来。一股浩然正气降临，男孩无法抗拒，他的身体轻轻颤抖，一五一十的开始讲述。马燕姐姐对我很好，偶尔会送我一些吃的。昨晚也是一样，我吃完东西后就困了，直接在这里的垃圾堆睡下。临近午夜，黑虎帮抓了一个路过的姐姐，那个姐姐大声呼救，黑虎帮的人就打她，打得她浑身是血，我吓坏了。秦泽想到了中年男人的话，对应上了，并不是执法钓鱼。起初秦泽还怀疑是有人在故意针对马燕，现在看来并非如此。黑虎帮一顿拳脚相加，那个姐姐被打得奄奄一息。这时马燕姐姐突然开门，大声呵斥，黑虎帮的人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把马燕姐姐打晕，将她也带走，临走之前还放了一把火。原来如此，真相大白了。秦泽迫不及待道，黑虎帮在哪儿？
男孩弱弱的回答：“黑虎帮是这片的一个帮派，他们总共几十个人，大本营就在南边的一个赌场。”3号收起法牌，很好，总算有点眉目了。没有法牌的威压，男孩顿感一松。马燕姐姐会回来的，是吗？3号摸摸他的头，当然，我向你保证。哎，你要去哪儿？3号见秦泽突然往前走，叫住了他。秦泽回应：“当然是去赌场救人。”3号无奈叹了口气，要按程序来，除非特殊情况，执法禁止参与普通人案件。黑虎帮一群乌合之众，先通知警署，和他们联合抓捕。秦泽已经等不及了，那你去通知警署，我先去赌场踩点。3号抓住秦泽胳膊，给我2分钟就打个电话的事。他很烦不按程序来办事。秦泽挣脱他的手，那就给你2分钟。3号立刻往警署打了个电话，说了关于黑虎帮的事。很好，很好。片刻，3号一脸阴沉的挂断电话。秦泽，警署怎么说？3号脸色难看，证据不足，不能下发抓捕令。秦泽冷哼一声，浪费时间。等等我，咱们先去找证据。3号跟了上去。江城警署副总署长办公室，黑框眼镜男正坐在椅子上，一边悠闲地喝着咖啡，一边看着当日报纸。咚咚咚，进来。助理匆匆而进。署长，有执法在调查昨晚的纵火案，已经查到黑虎帮的头上了。刚给我打来电话，要求联合抓捕，被我以证据不足搪塞过去。眼镜男放下报纸，诧异道：“这个执法是闲的吗？没事去调查普通人做什么？”助理小心翼翼道：“执法要是强行调查，黑虎帮早晚会暴露。”眼镜男摇头：“已经暴露了，叫一队行动队，随我亲自前往抓捕。”助理，您的意思是？眼镜男轻哼：“暴露的棋子已经失去了作用，就让它再发挥最后一点价值吧。另外通知何光，以后把事情给我办得干净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他擦屁股。”助理低头：“是，我知道了。前边就是赌场了。”3号一直跟在秦泽身后，全程秦泽一言不发。3号能够感觉到秦泽一直在憋着口气。赌场门口有一个戴着墨镜的壮硕大汉：“待会儿咱们悄悄潜伏进去，看我眼色，草！”3号话没说完，秦泽径直朝大汉走了过去。“晚上开门，滚！”砰！秦泽一脚踹在大汉胸口，大汉撞破紧闭的大门，砸进了赌场里。赌场大厅面积很大，有个小20张赌桌。现在没到营业时间，里面并没有多少人。零零散散10来个看场子的打手凑在一起，边打牌边吞云吐雾。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打手为之一愣。妈的，哪个不长眼的，知不知道这里是黑虎帮的场子？秦泽一层逆命术瞬间爆发，朝着最近的几个打手冲了上去，如虎入羊群，一拳一个小老弟。不到1分钟，13个打手全被秦泽废了手脚，躺在地上直哼哼。你们抓来的人都关在哪里了？秦泽把一个打手拎了起来，打手咬着牙，一个字不说，挺硬啊。咔！秦泽掰断了他的胳膊，全都在后面仓库里。咔咔咔！剩下的胳膊腿全部扭断，秦泽像是丢垃圾一样把打手扔进垃圾桶。仓库大门被一条铁链紧紧锁住，秦泽抬脚踹开，顿时一股骚臭混杂着血腥味扑面而来。仓库没有窗户，黑漆漆一片。秦泽按开墙上的开关，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下巴。仓库靠着墙摆放了8个大铁笼子，每个笼子里锁了3到4个女人，女人个个不着片缕，浑身伤痕累累，一些地方还有干涸的白色痕迹。灯开的一瞬间，她们如同受惊的小兽，惊慌失措地抱在一起。秦泽面色平静的如一潭死水，他快速扫了一眼，并没有看到马燕的身影，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3号紧跟着进了仓库，看到笼子里的女人，顿时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大的胆子！3号气得浑身发抖。饶身为执法人员的他也有点遭不住，哪个狗东西敢来砸本大爷的场子？今天老子不把你削成人棍！你是不知道黑虎帮的能耐。秦泽走出仓库，看到一个刀疤脸领着50多号打手乌乌泱泱涌了进来。撕拉了！秦泽眼中雷霆开始闪烁，数道雷霆夹杂着无边的怒意朝人群中奔射，电链在人群中发生连锁反应，砰砰砰砰，10几个打手接连爆成一团团血雾，他们只有0.1级左右，根本扛不住雷霆之威，其余人全部倒下，身体还在不停的抽搐。后面的3号执法微微皱眉，雷电天赋能力，眼前这一幕实在是太熟悉了。秦泽把刀疤脸提了起来，我问你，昨晚抓的那个女孩在哪儿？什么女孩？刀疤脸多处烧伤，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儿，雷电的麻痹效果还没过去，身体一抽一抽的。秦泽薅住他的脖子，往地上重重一摔，噗，可嗨嗨！刀疤脸喉咙里的血如喷泉一般向外涌，被你们诬陷纵火的女孩，没想起来，我再帮你回忆回忆。秦泽2个巴掌下去，刀疤脸牙齿尽断。想起来了，2个小时前他跟其他的优品货物一起被选走了，果然有上级，否则光凭这几头烂蒜，还不敢这般胆大妄为。送去哪儿了？你们在帮谁做事？秦泽又是几巴掌下去，帮助他回忆。对方是……噗！刀疤脸的脑袋突然被一道飞射而来的气血洞穿，双眼瞬间涣散，没了呼吸。快说啊，谁？和你们接头的人是谁？砰！秦泽把刀疤脸丢到地上。谁干的？马上就要得知真相，人却突然死了。是我。一个眼镜男走了进来。怎么样？没有受伤吧？对方关切地问道。秦泽呼吸沉重，知不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眼镜男笑盈盈回答，你被坏人挟持，我救了你的命。秦泽，我挟持 NMLGB。冷静点。3号执法拦住了他。眼镜男淡淡道，你们做得不错，我会给你们颁布一面锦旗的。一队全副武装的行动队鱼贯而入，还在喘气的打手全被押送下去，仓库里的女人们也得到了解救。3号沉声道，半小时前，你们可是跟我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施行抓捕，
眼镜男挥了挥手，我那不是害怕打草惊蛇吗？这个活跃的拐卖人口组织终于被一网打尽，我代表江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动作快点，把尸体都带走。2个队员上前抬走刀疤脸的尸体，一张黑色的小纸片从他上衣兜里掉了出来，趁谁都没有发现，秦泽抬起右脚踩在了上面，现场很快被封锁。秦泽和3号2个闲杂人等也被轰了出去。你们执法不是挺牛逼的吗？怎么变得这么唯唯诺诺？秦泽鄙夷。3号翻了个白眼，官大一级压死人懂不懂？那家伙是江城警署2把手，我就一执法部的普通打工人，除非是执法部审判者在。那人有古怪。秦泽指的是眼镜男，他出现的实在是太巧合了。3号道，我会将此事上报给审判者，这件案子会移交给执法部的。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话落，3号面色严肃地审视着秦泽。秦泽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时才想起来自己的雷电能力暴露了，刚才实在过于着急，他没考虑那么多。劫云山刑场那天，3号也在现场，他可是亲眼见到了雷电法王。不久之前，我见过一个雷电系的天赋能力者，他的招数跟你很像。某一瞬间，我甚至看到了你们2个人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3号的手已经放到了腰间的金箍上。秦泽镇定自若，天赋能力又不是唯一。再说了，雷电的攻击方法就那么几种，大同小异。3号眯了眯眼睛，这么说来，他不是你。秦泽又在搞什么谜语人？谁是我？3号把手从腰间放了下来。既然你心里没有鬼，敢不敢和我去总部用法贝验证？去就去。虽然不知道法贝是个啥，但这个时候气势上不能输，气势只要一弱，嫌疑就被坐实了。那就跟我走一趟吧。3号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我知道了。接电话的时候，3号脸色不是很好看。喂，到底还走不走？秦泽不耐烦。3号挂断电话，我还有事，改天。秦泽冷哼，改天我可就没时间了。3号拦下一辆出租车，坐进车里后朝秦泽挥了挥手。秦泽松了口气，这波算是侥幸蒙混过去，但他不能一直这么幸运，必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麻烦。秦泽思来想去，貌似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永绝后患，干掉3号。不过执法死了，麻烦怕是会更大。车到山前必有路。秦泽叹了口气，弯身从鞋底抠出了那张黑色卡片，卡片上只有一串电话号码。秦泽打了过去。片刻，对面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早上不是刚交过一批货，现在打什么电话？”秦泽惊慌失措道：“我是帮主的亲信，一大早就出去寻找猎物。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大本营已经被金属端了，死了好多兄弟，帮主也被带走了。”对面沉默片刻：“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秦泽问：“那我手上这批抓到的猎物怎么办？有几个姿色都挺不错的。”男人再度沉默，这次足足过了5分钟。今晚7点，还是魔方大厦后门。我知道了。秦泽深吸一口气，线索又有了。不过他不打算到付3号，今晚独自行动。看了眼手机上的日期，秦泽忽然想到了一个2全其美的好主意。胖子，干什么呢？打游戏？怎么了，泽哥？我记着今晚是班长的生日会，由于上次研究所的事故，同学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班长把聚会也推迟了。是啊，今晚你陪我一起去。泽哥，你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个头，晚上7点集合，别迟到了。秦泽放下电话，很好，这样就有不在场证明了。晚上7点，魔方大厦，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在了后门。哗啦，车门打开，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走下车，同时拽出14个头上套着塑料袋的女人。货到了。几个黑衣人上前数了一遍，然后把一摞现金交到男人手里，以后不要再来了。男人上车离开，黑衣人将女人们带进大厦。好了，现在开始验货。几个黑衣人嘿嘿笑着上前，让我先来看看狱卒。黑衣人捧起其中一个女人的脚，塑料袋里传来一声悠悠的叹息。什么斗玉，只会害了你。狱卒踢在黑衣人胸口，黑衣人瞬间倒飞了出去，头上塑料袋摘下，一个戴着黑白色面具的男人出现。吴虎爷出来了，快看看你爹的足浴不浴。OK 了，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塔塔开，塑料袋摘下，14个女人变成了14个戴着各种动物面具的女装大佬。几个黑衣人刚要硬起来，一下子全萎了。敌，有个黑衣人还没来得及大喊，被秦泽一脚踢晕过去。其他分身们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几个保镖根本就不够他们分的，3下5除2全部解决。找人。此时秦泽等人身处一个装修豪华的套房，分身们找了一圈，这里并没有别人。众人悄悄离开房间，四散搜索。走了一圈，秦泽发现这里可不一般，整层楼装修都十分高档，电梯有门禁，没有密码根本无法离开。这层楼有2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极其漂亮的女孩，只不过她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正在遭受变态的折磨。秦泽心急如焚，整层楼找遍了也没发现马燕。恰好这时转角出现一个服务生，秦泽一把将其拉进空房间。今早到的女孩都在哪儿？服务生满脸惶恐，战战兢兢地回答：还在培训室。培训室在哪儿？走廊尽头有一个雕像，拧他的头就能打开进入培训室的暗门。培训什么？他们现在不会有事的，在服务贵客之前都要经过培训，然后把一切奉献给贵宾。秦泽一巴掌拍晕服务生，带上法王和吞噬哥急匆匆前往。走廊尽头，秦泽找到了服务生口中的雕像，一座断臂维纳斯。咔，拧动维纳斯的头，墙上的一扇暗门缓缓打开。走廊里铺着典雅的红色地毯，墙上挂着橘黄色暖灯，能够听到女人的低声啜泣从走廊的尽头隐隐传来。砰！秦泽一脚踹开走廊尽头的大门，门后是一个宽敞的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张大床，墙边的柜子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道具。5个女人坐在其中一张床上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他们衣衫完好，都还穿着自己的衣服，不过脸上满是恐惧，紧紧捂着嘴巴，不敢出声。房间右侧的地面上，两男一女倒在了血泊之中，尸体的胸前全部被掏空，肠子散落遍地。其中一具男尸旁边，一个女人正把脸埋在他的身上，大快朵颐。静悄悄的房间里，咀嚼声在不断的回荡。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秦泽摘下面具，小声呼唤：“马燕姐。”背影为之一顿，他缓缓起身，转过来看向秦泽。的确是马燕，但又不是秦泽印象里的马燕。此时，马燕的一只眼睛变成了猩红色，身上的衣服也全都被鲜血浸透，嘴里还在嚼着一块刚刚咬下来的肉。秦泽，马燕愣住了。我是秦泽，我是秦泽。马燕哭了，两行血泪从眼角滑落。我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秦泽，我杀人了。我真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马燕扑到秦泽怀里，放声痛哭。她右眼的红色同时在一点点消退。秦泽叹了口气，轻轻拍着她的背后：“回家，我带你回家。”听到家这个字，马燕身体一颤，她抬起头，泪水连连地望着秦泽，不住摇头：“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大虎，妈妈死了。”秦泽心里有一口气，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慰马燕，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武者真该死啊，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秦泽沉声道：“原来是你，我就说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老子的凤楼闹事。”何光带着10几个保安走进培训室，边上还跟了个2级武者。好啊，杀了我的培训师，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看着地上的3具尸体，何光眼睛里快喷出火来了。大哥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别找你麻烦。今天是你主动送上门的，那我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何光大手一挥，身后的保安一拥而上，分身们也不是吃素的，立刻迎头痛击。秦泽对马燕宽慰道：“等我5分钟，咱们一起回家。”马燕只是在哭，不断淌下血色的泪。秦泽长出一口气，一股极其暴虐的气息释放而出。那个家伙交给你们了。秦泽看着2级武者对法王和吞噬哥道：“法王早就和2级武者展开 solo， 吞噬哥原本在清理杂鱼，闻言便也上前帮忙。”何光解下脖子上的领带：“秦泽，你已经成为我的心魔了，每晚做梦我都会梦到你，梦到把你撕成碎片。今天我终于梦想成真了。”轰！何光双臂一震，2级武者的气息轰然爆发，似乎刚刚突破不久。何光2级武者气息很不稳定，忽上忽下。秦泽一层逆命术瞬发，鞭腿朝着何光脑袋横扫。何光抬起左臂挡下，右手猛虎掏心，滋了一道雷霆从秦泽胸前迸射，何光猝不及防被精准命中。他踉跄着后退数步，感到手脚一阵发麻。天赋能力者，何光眼中闪过一抹惊讶。天赋能力者成长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此子绝对不能留。秦泽凝聚全部分身属性，霎时间气息直逼2级武者。趁着何光麻痹还没解除，秦泽迅速近身，拳头如同鱼打烂芭蕉，疯狂地落在何光头顶。何光节节败退，越打越心惊胆战。他发现，即便自己成为2级武者，也完全不是秦泽的对手。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老王，救我！何光大喊。然而2级武者自己都分身乏术，哪里还顾得上何光？秦泽，你不能杀我！你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干的吗？怎么可能？你要是杀了我，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何光一边狼狈格挡，一边不断劝说，希望对方能够停手。秦泽面无表情，脸上满是杀伐之气。不急，他们会一个个下去陪你的。秦泽抬手，右手上面聚满雷霆。现在是审判时间。住手！2级武者目眦欲裂。老登，还是先顾顾你自己吧。法王起手劈出一道闪电，2级武者手脚又是一阵酥麻。吞噬哥抓住机会上前近身，打出一套丝滑小连招。2级武者节节后退，口中喷出一口老血。他脸色铁青，从未见过如此难缠的1级武者。法王雷电虽然无法致命，但一直远程骚扰。吞噬哥拳头比铁还硬，即便你2级武者硬挨上几下，同样吃不消。再加上共用一个 CPU， 俩人配合相当默契。2级武者想要驰援，奈何分身乏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饶我一命，我以后肯定能改过自新。何光彻底放弃了挣扎，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晚了，汽车撞墙知道拐了，股票涨起来想要买了，天底下可没有后悔药。秦泽缠绕着雷霆的右拳以万钧之势轰出，砰一声，何光的脑袋爆成一团血雾。由于雷电的高温导致伤口瞬间结痂闭合，脖子处参差不齐的切口没有流出哪怕一滴血。扑通，无头尸体倒了下去。该死，你们全都该死！2级武者见状愤怒咆哮，他的任务就是保护何光的安全。何光死了，他就算活下来也吃不了兜着走。2级武者一咬牙，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直逼2级巅峰。法王惊呼：这老登爆发小宇宙了！吞噬哥冷笑：爆发小宇宙又能如何？可千万别小看我们之间羁绊的力量。秦泽已经到了贤者时间，靠着墙根坐在地上。别墨迹了，快点结束战斗。吞噬哥咧嘴一笑，收到。话音刚落，吞噬哥的身体暴涨一大截，几十条手臂和腿从他的后背和身体两侧长出，肚子裂开一张血盆大口，里面布满密集的尖牙。法王同样不甘示弱，一道雷霆从脚下升腾而已，直冲天灵盖，身上的血肉全部消失，只剩下一具白色骷髅。空洞洞的眼眶中有2团蓝色雷霆不断闪烁。看到两人的异化形态，2级武者惊恐后退。你们竟然吸收了未进化的魂珠，这种行为和自杀无异。待到彻底异化，也就是死亡之时。可眼前这俩人活蹦乱跳，怎么看都不像将死之人。2级武者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他想溜，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法王双手合十，一道雷柱从二级武者脚下冲天起，强烈的麻痹感传遍全身。不光如此，二级武者发现自己体内的气血也被压制住了，完全无法运转。将近3米高的吞噬哥狂奔上前，几条手臂把二级武者紧紧抓住，给了他一个爱的贴贴。二级武者的身体还在条件反射似的不断抽搐，已无力挣脱。吞噬哥其中的2条手臂将其高高举起，剩下的拳头抡圆了，不停地落在他身上。双拳难敌4手，更别说眼下这几10个手。二级武者很快血肉模糊，气息萎靡。撕啦！空中的二级武者被撕成2半，血染满地。吞噬哥将2截身子扔进肚子上的大嘴里，嘎吱嘎吱咀嚼起来，打了一个饱嗝。真是太不优雅了。法王满脸嫌弃，同时解除了异化状态，恢复正常。再逼逼，信不信把你也撅了吃？吞噬哥也恢复正常，取出一张餐巾纸，轻轻擦拭嘴角。屋子里的战斗彻底结束，分身们并没有伤亡。秦泽的贤者时刻总算是过去了一些。他缓缓走到马燕面前，宽慰道：“没事，一切都结束了。”马燕被刚才的一幕吓到了，尤其是吞噬哥异化形态手撕人，冲击力实在是太强。别看他们一个个长得衣冠禽兽，其实都是好人。秦泽道：“我先让人带你离开，我还有点事要处理。还有这几位姐姐，今晚我们没有见过。”秦泽看向床上几个吓尿的女孩，她们小鸡啄米似的不停点头。秦泽叫来一个分身，把马燕和屋子里的女孩送出大厦，然后重新戴上面具，带着分身们一个个房间扫荡。变态们全都捆起来，女孩统统带走。大厦一时鸡飞狗跳，但最强的和光和那个2级武者都已经被解决，剩下的臭鱼烂虾也掀起不了太大风浪。秦泽找到了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翻箱倒柜找到了个密码本。一番暴力开锁过后，秦泽发现这是一个账本，上面记载了凤楼的每一个开支，包括每个月的分红和分红对象。秦泽快速浏览了一遍，嘴角泛起冷笑。死亡笔记有了。这晚的江城执法部来了一大群女孩，她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伤，眼神惊恐，犹如受伤的小兽。执法一调查发现，来的女孩都是最近失踪名单上的。原本下班回家的执法全都被紧急召回。这一晚的执法部通宵灯火 ，KTV 包厢，秦泽正拿着麦克风倾情演唱。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爆干基友。唱着唱着，秦泽余光忽然瞥见3号执法站在门口，正在冲他招手。秦泽把麦克风扔给胖子：“你接着唱，我尿急出去一趟。”胖子，包厢里有厕所。秦泽走出包厢，顺手把门带上。有事？3号上下审视秦泽一番。我之前以为你和马戏团里那个雷电能力者是同一个人，现在看来的确是我错了。秦泽一头雾水，马戏团什么年代了，谁还看传统马戏啊？3号翻了个白眼，跟你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刚才那个拐卖人口组织的老窝被端了，姑娘们都被解救了出来，包括马燕。秦泽大喜过望，真的吗？谁干的啊？实在是太好了。3号淡淡道，今天上头来了一个执行官，弑母纵火案的影响很恶劣，他亲自审理的，现在已经翻案了，马燕是无辜的。另外，这位执行官大人正带队到处抓人，和人口拐卖组织有关的一个都跑不了，今晚估计得通宵了。我来就是和你说一声，你那个朋友很安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明天早上记得看新闻。你今天上午那么着急离开，就是为了去接这个执行官？秦泽问。3号点点头，脸上露出敬佩之色。没错，我之前以为这位执行官大人也是官僚作风，来视察还要整个部门的人都去迎接，后来发现我是大错特错。秦泽好奇，他不一般。3号兴奋道，岂止是不一般，那是相当不一般。秦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3号继续说道，执行官大人叫全体执法集合，为的是询问我们目前手上的工作。在从我这里得知了人口拐卖和纵火案之间的关联后，他立刻亲自调查，并从警署那里将案件接管了过来。白天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一点线索，不过晚上却来了一个大惊喜，被解救的姑娘们全部跑到了执法大院，并且还上交了一个账本。这下好了，执行官大人直接照着账本上的名单开始挨个抓人，账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执法部的名字。正因如此，秦泽才会放心的让姑娘们带着账本去执法部。不过他特意留了个心眼，手里还有个复印件，如果执法装死，他不介意让正义的光照在大地上。出乎秦泽意料，这个新来的执行官行事竟如此雷厉风行，在执法体系里，执行官地位很高吗？秦泽好奇问。3号解释，最下面的是普通执法，就是我这种劳碌命的打工人，再往上是审判者，实力至少在3级，大多都是4级以上，负责普通执法解决不了的重大武者案件。像江城这种小部分，也就3到4个审判者。审判者上面就是执行官了，每个执行官都是6级以上的高级武者。执行官相当于救火队员，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哪里有需要去哪里。江城有什么地方需要高级武者出手？要知道，江城的城主不过才是中级武者。秦泽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是江城义警。执行官上面是9大执政官和总长，据说他们全部都是9级武者。3号脸上满是憧憬和向往。秦泽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想什么呢打工人？这个月的 KPI 达标了。秦泽的一番话将3号从梦中唤醒。哼，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秦泽，死者为大。3号翻了个白眼，懒得跟你扯，我去抓人了。来 KTV 抓人，就在上面的总统套房，我负责守这边的门。说着，3号耳麦里响起声音。是。他一脸严肃，连招呼还没来得及打就匆匆跑开了。苦命的打工人，秦泽心里松了口气，身份危机总算是解除了。凤楼出事的同时，秦泽在 KTV 唱歌，3号彻底消除疑虑。但谁又能想到，在 KTV 的秦泽只是一个分身呢？子哥，你怎么尿这么久？秦泽回来后，胖子道：秦泽，
男人不能说短。聚会结束后，大家各回个家，各找个妈。班长对秦泽几次欲言又止，最终却是什么也没说。秦泽家就在附近，直接腿着就能回去。在 KTV 门口，秦泽和班长一起把同学们挨个送上出租车。最后班长上车的时候，秦泽忽然说道：“班长，生日快乐！”班长愣了愣，莞尔一笑：“谢谢，今晚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出租车渐远，秦泽双臂枕在脑后，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进茫茫夜色。这一晚，江城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江城92名执法，4名审判者在一位执行官的带领下全部出动。所有与凤楼相关的人，无论武者与否，无论所属序列，无论身份，统统抓捕，胆敢反抗，当场击毙。与此同时，10多个作恶多端的黑帮被顺带着连根拔起。一时间，整个江城的不法分子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临近黎明，江城执法部执行官办公室，一个不到30岁、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看着手下刚呈上来的一份份抓捕报告。少爷，咖啡好了。穿着黑白色女仆装、身材火辣的女仆将一杯咖啡放到男人面前。男人挥了挥手，女仆恭敬地退了下去。咚咚咚，敲门声响过，年近50的江城审判者拜访。大人，凤楼一案，涉案武者48名，普通人126，怎么处置？男人喝了口咖啡，淡淡道：“都杀了，以儆效尤。”虽然早就想到，但审判者心里还是掀起一阵惊涛骇浪。48名武者可不是普通人，其中有些还身居高位。审判者问：“不先审审吗？”男人冷哼：“不审，马上执行。另外联系记者，把今晚的行动和结果报道出去。”审判者点头：“是。”男人继续道：“还有，给我好好查查这个黑子马戏团，在眼皮底下出现这么大一个组织，你们竟然毫不知情，一群饭桶！你们这样的重治怎么能够做好执法？”审判者瑟瑟发抖：“大人教训的是，我这就亲自去调查。”在执行官没发怒之前，审判者慌忙离开。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男人接通电话，对面传来一个不满的声音：“我让你去江城，不是让你去扫黑除恶的，别忘了正事。”男人不慌不忙：“我干的难道不是正事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对面沉默了足足2分钟。我的电话刚才都被打爆了，有人跟我求情，希望你能放几个人。男人淡淡道：“晚了，在你打这个电话之前已经全杀了。”对面咬牙切齿：“好好好。”男人边吸溜咖啡边说：“对对对。”那头主动挂了电话。男人眉毛一挑：“就这？”喝完咖啡，男人起身伸了个懒腰。远处的天空已经土白，晨曦的微光缓缓升起。一大早，秦泽提着个果篮来到医院看望马燕。病房里面，马燕躺在床上，双眼无神，身上满是木气。听到开门声，她也没有丁点反应，宛如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马燕姐，我来看你了。”“秦泽，你来了。”马燕转头看向床边，声音沙哑，像是2块砂纸在一起反复摩擦。“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秦泽在旁边坐下，从果篮里拿出一个苹果，开始削皮。马燕摇头：“看会电视吧。”秦泽没忘3号的提醒，调到江城一台，正在播放早间新闻。昨晚，在新来的执行官带领下，江城执法部在全城进行了一次严厉打击，将日前拐卖人口的组织连根拔起，同时包括17个本地帮派。据调查，拐卖人口组织共有武者48人，普通人126人参与，昨晚已经集体执行死刑。电视上很快出现了这些人的名单，一一对应了执行死刑时的画面。秦泽不禁再次感叹，这个执行官行事真是够雷厉风行，当晚抓人当晚杀，而且一个都没放过。秦泽记得账本上也就是这些人。新闻主持人继续播报，前天晚上的纵火弑母一案，在执行官大人的亲自调查之下，也已经水落石出。凶手为一个叫做黑虎帮的帮派，他们绑架路过少女，马燕正义出手，黑虎帮把她也强行掳走，同时放火栽赃陷害。黑虎帮全体成员尽数执行死刑，无一漏网之鱼。执法部对马燕的正义之举高度赞扬，并给予1万元见义勇为奖金。同时，江城委员会也决定授予马燕优秀市民称号。马燕沉冤昭雪，但她却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妈妈在大火中丧生，她双腿瘫痪，站不起来，更动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烧到自己身上，当时该有多么绝望。秦泽不知如何宽慰，将削好的苹果递给她：“吃个苹果吧。”然而马燕却拿了个空，伸手拿了几次都没有拿到秦泽手上的苹果。“马燕姐，你的眼睛。”护士推着小车走进病房。“4床，该打针了。”护士熟练地挂上点滴瓶，给马燕手腕上绑上压脉带。“秦泽，护士，我能问下她的眼睛怎么了吗？”护士边扎针边回答，情绪波动过大，加上过度伤心，双目暂时失明了。秦泽微微皱眉，什么时候能好？护士，这就得看他自己了，心情越不好，越不利于眼睛的恢复。秦泽道：“他的身体真没有问题吗？”他想到了马燕昨晚右眼猩红，浑身是血的样子。秦泽当时也被吓了一跳，简直像一个刚从地狱出来的恶鬼。他的身体很健康，稍微有点营养不良，再加上遭遇重大打击，有一点虚弱。对于昨晚马燕那副状态，护士的解释是，这是人在紧急情况下所做出的应激反应，就像是以前新闻中说的，孩子被压在车下，母亲情急之下一人抬起卡车救出孩子。可事后，无论这位母亲再怎么尝试，都无法挪动卡车分毫。听到马燕没什么事，秦泽也就放心了。扎完针，护士推着车离开了。秦泽沉吟片刻，道：“马燕姐，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阿姨的在天之灵也不想看你每天都这么浑浑噩噩，振作起来啊！”马燕仍旧没什么反应，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秦泽突然想到了秦玉，这女人一天逼逼叨叨个不停，跟个话痨一样，而且好闺蜜之间更容易说上话。然而秦泽打了几个电话，秦玉那边始终不接。咚咚咚，秦泽看向门口，
5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人推了一辆奇怪的小推车进来，对方3男2女，那3个男的明显是保镖，其中2个警惕地守在门口，另外1个则步步跟随在2女身后。你们是什么人？秦泽放下电话，立马警惕起来。最前面的女人脸上露出和煦的笑容，小弟弟别紧张，我们是马燕的同事，今天特地来看看他。秦泽指了指小推车，什么东西？我们公司生产的化验机。女人解释，给马燕检查身体用的。什么公司这么人性化，如此关注员工的身体健康，简直是资本家的楷模。秦泽，你们公司的福利待遇这么好吗？女人骄傲道，那是当然，毕竟我们是生物制药公司，自然要对每个员工的身心健康负责。话落，另外一个女人已经把小推车推到床边，上面摆了一台精密的屏显电子仪器，周围还有一些瓶瓶罐罐，贴着秦泽看不懂的标签。马燕，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项目部的王姐。何旭大姐姐来到床头轻声呼唤。马燕微微点头，你的事公司都知道了，接下来你就好好养伤，工资会照常发放。另外公司为了奖励你见义勇为的举动，将3万元的奖金已经打到了你的账户上。秦泽再次感慨公司的人性化。今天是例行检查身体的日子，你没法来公司，项目部特地把我们派来了，还和以前一样，放轻松。说着，何旭大姐姐抽了一点马燕的血，然后让马燕侧过身子，拿出一根更粗的针管，似乎要做骨髓穿刺。等一下，秦泽皱眉，他可没听说过检查身体还要做骨髓穿刺的。大姐姐手中动作一致，病房里3个保镖的视线瞬间集中到了秦泽身上。3个1级武者，这家公司还真是大手笔。马燕声音嘶哑，没事的秦泽，例行检查而已。大姐姐也笑说，小弟弟别担心，我们没有伤害你姐姐，只是检查。见马燕都这么说了，秦泽便没有再阻止。那么大一根针管扎到身上，马燕硬是一声没吭，看着秦泽都不由得咧了下嘴角。一切做完后，大姐姐立刻将采集到的样本放入到检测仪器中。秦泽，有问题吗？大姐姐摇头，放心，你姐姐的身体状况很好。马燕，我们先走了，公司见。5人带着小推车离开病房。秦泽目光闪烁，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公司。马燕姐，你先休息，我去上学了，有事给我打电话。秦泽又陪了马燕一会，背上书包离开。血手帮大本营，自从上次云山一事折损了不少人后，帮主便让大家蛰伏段时间休养生息，恰好躲过了昨晚执法部的打击。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一大早，一个神秘的黑袍人便冲了进来，杀得血手帮尸横遍野。我问你，王彪呢？浑身是血的帮主被黑袍人拎了起来。血手帮的老窝是一个地下酒吧，此时酒吧里一片狼藉，地面、吧台、桌子上横七竖八躺了几十具尸体，还喘气的只剩下血手帮帮主。黑袍人戴着一个金色面具，面具印刻着2条互相摇尾的鱼，从他身上几乎感受不到一点武者气息的波动。什么王彪？帮主被打得血肉模糊，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惹了这尊杀神。一大早踹门而入，二话不说直接开杀，手下几十号兄弟加一起，甚至都打不过对方一根手指头。黑袍人一个巴掌下去，帮主牙齿尽碎。云山刑场，王彪，想起来了吗？没想起来，我再帮你回忆回忆。帮主小鸡啄米似的不断点头，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心里委屈巴巴，问东西就问东西，干嘛要杀人啊？早知如此，他当初就不应该见钱眼开接那个活。现在好了，钱还没等花完，人要没了。王彪人呢？帮主连忙回答，当时被一个叫黑子马戏团的组织带走了，他们的头是一个雷电天赋能力者，他太强，我们不是对手，就放弃任务了。黑袍人继续问，被带到哪里去了？帮主摇头，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黑子马戏团平时的踪迹就非常隐秘，云山事件过后，基本上就没看到过他们。他们原本的大本营，现在也早已人去楼空。事后血手帮本想着要报复的，然而在找到马戏团的那个仓库后，却发现里面的东西早就搬空了。爷爷，小的知道的就只有这么些，放过我。咔！黑袍人掐碎了帮主的脖子，一群破坏公平的渣子。黑袍人只起身，嫌弃地拍了拍手。黑子马戏团，让本座来会一会你们。与此同时，在学校的秦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从云山回来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小黑子们搬家，然后让大家全部苟住，等什么时候风声过去了再出来行动。下午自习课，秦泽没事摆弄着手腕上的管理者终端，毒雾前方忽然出现一批武者，领头的是一个大帅比。颜值上，秦泽觉得对方能和自己打个来回。周围的武者明显以大帅比为尊，连大气都不敢喘。在大帅逼身边，秦泽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3号执法执行官大人，目前我们找到2条能够通入意境深处的通道，然而全都被灌注了有毒气体，中级武者在里面坚持不了5秒钟，这毒气甚至还能够腐蚀机械零件，派无人机进去也没用。秦泽眉毛一挑，这就是3号说的那个高级武者，果然是冲着意境来的。大帅比在毒气前端想片刻，身形一闪，突然消失在了原地。2秒钟后，他再度出现，好快！这家伙速度快到连摄像头都很难捕捉，气体直接作用于细胞，就算等级再高的武者都扛不住。大帅比淡淡道。一旁的武者叹了口气，看来我们只能等待马卡族的到来。大帅逼若有所思，突然抬头看向角落里的隐藏摄像头。秦泽猛地坐直了身子，虽然隔着屏幕，但他仍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头洪荒巨兽给盯上了。高级武者的感知竟如此敏锐，那个高速摄像头可是隐形的，真正物理意义上的隐形。执行官大人，您有什么新发现？旁人问。大帅比嘴角上扬，有老鼠在盯着我们。众人心头一惊，有人在监视，是谁这么不知死活？
他们这群武者的平均等级在3级，最高的执行官7级。毫不夸张地说，这支力量都能屠了江城，敢监视他们和自杀没什么两样。大帅比抬手指间弹出一道气血，众人头顶上的一个隐蔽角落突然迸射出一连串的火花，紧接着一堆零件散落到了地上。这是监控摄像头，立刻有人将零件拿起查看。旁边的江城城主沉声道：“这个设施虽然不知道存在了多久，但从一部分地区的电力系统还在运作，能够看出来并没有被彻底荒废，有摄像头也是在情理之中。”大帅比淡淡道：“摄像头并不是仅仅运作那么简单，刚才有人在摄像头后面看我们。”城主惊讶：“您怎么知道的？”大帅比直觉。众人眉头紧锁，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高级武者的直觉等于是直接实锤。城主，难不成这个意境深处还有生命存在？这可是个大发现。如果里面真有生命存在，他们想要的东西极有可能得到实现。谁知道呢？大帅比转身向外面走去。即日起意境封锁，没有执法部文件，任何人禁止入内。城主回答：“是。”看着黑漆漆的终端屏幕，秦泽不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高级武者的实力竟恐怖如斯。这2天，秦泽还在为自己突破了1级武者而沾沾自喜。现在一对比，1级武者算个屁啊！变强必须努力变强，别摸鱼了，全都给我开始修炼。秦泽开始对分身们进行鞭策。修炼？练个屁！本体真是贵物啊，变强全得靠你的大爹们。叫声好哥哥听听。上回那脆骨叶挺爽的，再给我来上100份。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同样感觉到紧迫感的分身们全部开始了冥想。临放学的时候，老班突然走进班级。明天下午将会有一位执法部的执行官来我们学校视察，就是新闻上提到的那个，大家都给我好好表现。你们代表的是学校，可以丢自己的脸，但不能丢学校的脸。大帅比要来学校视察，这货想干嘛？秦泽心里的紧迫感越来越强了。晚上吃完饭，秦泽没有一如既往躺平，而是拿出血晶开始吸收。之前留下的2块血晶，秦泽一口气全部吸收，修为增加 0.01， 很好，距离成为强者又迈出了成功的一步。秦泽继续孜孜不倦地运转联想法。突然，分身那边的意外打断了秦泽的修炼。有小黑子被杀了，形象好吧，我就要饿死了。一个脸被硫酸毁了容的乞丐穿得破破烂烂，蹲在垃圾桶旁边。他双眼麻木无神，机械式的不断晃荡着，手中全是瘪的铁盆，而铁盆里只有寥寥数枚硬币。偶尔过路，行色匆匆的路人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当一枚金币落在了铁盆里，乞丐眼前一亮，迫不及待地捡起金币放在嘴里咬了下。谢谢老板，祝老板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长生不老，永远不死。黑袍双鱼座站在乞丐面前，笑盈盈道：“在北城要饭，你也真是个人才。”号称江城小歌坛的北城，在经过执法部的整顿之后，如今确实肃静了不少。但正如双鱼座所言，跟一群3教5流要饭，是得有多想不开。乞丐拍了拍破布下面盖着的双腿，无奈道：“我也想去别地方，动不了，腿被废了。”双鱼座点头：“那你还真是够可怜的，跟你打听个事。”乞丐露出讨好的笑容，那皱皱巴巴的五官挤在一起，如一块枯老风干的树皮。您问，我想找黑子马戏团，有点事想和他们聊聊。你知道他们人在哪儿吗？乞丐脸上笑容消失，摆摆手，还真不知道，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那你擅长什么？双鱼座问。乞丐，你要是问谁家寡妇俏不俏，哪家姑娘俊不俊，老王晚上在不在家，我肯定能告诉你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双鱼座叹息，那还挺遗憾。乞丐点头，是挺遗憾。看着双鱼座转身离去，乞丐掂了掂金币，揣在兜里。嗖，一块板砖突然拍了过来，乞丐双脚用力一蹬，侧身驴打滚躲了过去。操！谁他妈不讲文明，乱丢垃圾！乞丐骂骂咧咧，板砖几乎是直奔他脑袋来的。要不是躲得快，脑袋已经被开瓢了。没想到我还是个神医，仅仅用一块板砖就治好了一个瘫痪在地多年的病人。双鱼座靠在不远处的一面墙上，似笑非笑。乞丐眉毛狠狠跳了下，这家伙什么时候去而复返的？他完全没有任何察觉。栓 Q 了呀，你还真是妙手回春，我的腿好了。乞丐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我能走了，还可以跑，大跳，看我在大跳。乞丐越跳越远，眨眼消失在街尽头。妈的，哪里冒出来的怪物？对方实力深不见底，乞丐完全不敢正面应对。他给自己的聪明机智点了个赞。溜了溜了，北城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各种阴暗逼仄败的胡同犬牙交错在一起，宛如一个大型迷宫。就算是生活多年的本地人，在胡同里也极容易迷路。乞丐七拐八拐，最后走进一间废弃仓库。仓库里3个同样被毁了容的乞丐在打斗地主。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还没到轮班的时候。叫地主，你17张牌怎么秒我？3人斗地主斗得热火朝天。别提了，遇到一个 cos 黄金圣斗士的逼跟我打听马戏团，还好我反应快，要不然咱们就暴露了。后进来的乞丐给自己倒杯水，一饮而尽。另外3人来了兴趣，他们没有检索记忆，而是兴致勃勃地想听对方讲述。黄金圣斗士什么做的？他会天马流星拳吗？有没有穿黄金圣衣啊？3个分身的关注点全在圣斗士上。乞丐盘腿一坐，就穿了个黑色长袍，盖板双鱼座圣斗士，不过脸上的金色面具挺帅的，比咱们的有逼格。盖板，那岂不是和我们一样？3人立刻失去了兴趣。他们4个是秦泽留在北城的分身，平日里通过伪装乞丐来收集情报，为了不暴露本体，通通用浓硫酸毁了相貌。在绝大多数小黑子苟着的时候，他们仍旧需要坚守岗位，收集江湖上的风吹草动。不对，他怎么知道你是小黑子的？有个分身想起了正事。乞丐挠挠头，我也奇怪，我藏得很好啊，
正经人谁会想到街头乞丐会是大名鼎鼎的马戏团成员？4个臭皮匠一顿头脑风暴，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找到你们了！半掩着的仓库大门被从外面推开，双鱼座出现在门口。3身份愣了愣，盖板黄金圣斗士。他们齐刷刷扭头看向乞丐，是你把皇军引来的？怪物啊，被跟踪了都不知道。抄家伙干他丫的！3分身也是暴脾气，抄起板凳就冲了上去，砰砰砰！然而还没等靠近，3人就爆成一团血雾。乞丐举起双手，我只是一个无害的法国人，你们的头儿呢？双鱼座有些许失望，本以为是大本营，可这里仅仅是个私人小据点。乞丐气不打一处来，鬼知道他在哪里吃香的喝辣的，不就是运气好成为能力者？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做，我却得天天在外面要饭，一点也不公平。双鱼座点头，的确不公平。告诉我你们大本营的位置，我可以给你一个加入公平的机会。乞丐，我只是外围成员，不到啊。双鱼座又问，王彪这个人，你知道他此刻在哪儿？乞丐一头雾水，我只听说过德彪，王彪跟他都是一起拉香蕉的好兄弟吗？双鱼座叹息，遗憾，公平会记得你的牺牲和付出。乞丐发现面前的空间泛起层层涟漪，一面近2米高的镜子随之出现，镜中映射出的乞丐的面貌。紧接着镜子寸寸开裂，砰一声，镜子裂成无数碎片，化作点点星光消失。随之一同裂开消失的还有乞丐的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身行头还真是叫人怀念啊！双鱼座身上的长袍和面具全部消失，他变成了乞丐。无论是脸上被毁了容的样貌，还是身上破烂的穿着，一模一样。双鱼座拿起掉在地上满是瘪的铁盆，走出废弃仓库。5分钟后，北城街头的垃圾桶边上出现一个乞丐，他坐在地上不断晃荡着只装有几个钢镚的铁盆。行行好吧，我就要饿死了。回溯完记忆的秦泽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是什么神鬼莫测的能力？把一个人不留痕迹的完全抹除，然后再变成他。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气质上，两人几乎一模一样，就算是亲妈也很难分辨。还好分身和秦泽们记忆共享，不然秦泽都难以辨别真伪。Big 蛋，竟然敢杀我们的人！让法王和吞噬哥带着兄弟们去把他给冲了。省省吧，他们去了还不够人家一盘菜会的。那个镜子是他的天赋能力吗？好有逼格的样子。有一说一，确实，为了彪哥来的，估计是想要找钥匙。话说这把钥匙到底是开什么门的？鬼知道。笑死，这逗逼还以为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殊不知加入不了我们的局域网啊！分身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发现分身乞丐的伪装，但既然已经找上门来，自己就不能再那么被动。好在对方似乎没有进一步的线索，不然也不会顶替身份。既然你那么喜欢当乞丐，就让你当好了。秦泽决定暂时以不变应万变。还在外面坚守岗位的分身们全都回家。风景扯呼，秦泽扒开衣领，看了眼胸口栩栩如生的小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竟然会让这么多人为之趋之若鹜。这么多人想要，那肯定是个宝贝。我可以不知道钥匙是干什么的，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秦泽打了个哈欠，今天已经修炼了1个小时，真是辛苦自己了。睡觉。秦泽躺下，给自己盖上小被，然后对分身们嘱咐道：都别睡哦，努力修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能睡得着觉的？众分身，秦泽，我俏丽吗？学校上午做了一次大扫除，为下午执行官的到来做准备。同学们也都兴致勃勃，想要一睹执行官大人的风采。那可是传说中的高级武者，平日里只能在电视或网络上看到。尽管想不通江城这座小庙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尊大神，但开心就完了。欢迎执行官大人来我校视察。下午，秦泽的年级同时在训练场上助体课，校长带着一票人浩浩荡荡走了过来。为首的正是监控画面里见过的大帅比，今天视察的主角执行官。身后跟着江城城主、城防军司令、各种署长、执法部的全部审判者以及一队执法。秦泽还看到了3号，这货在人群中朝他一顿挤眉弄眼打招呼，不知道在抽什么风。执行官大人，这些就是我校今年全部参加武考的同学了。校长给众人眼神示意，同学们按照之前彩排好的热烈鼓掌欢迎。大帅比环顾四周，淡淡道：贵校的学生们精气神都很足啊。一旁的校长陪笑道：还不都是因为听说执行官大人今天要来，才个个都变得兴奋又激动。大帅比，江城人杰地灵，曾经也是出过8级刀王的城市，让我看看江城的后生们都怎么样。校长明白了大帅比的意思，立刻让早就安排好的房松华几人进行展示。本来就是家庭条件优渥的尖子生，在这段时间刻苦聚修气炼丹下，平均气血都达到了800，相当于0.8级武者。这个年纪这个等级，哪怕放眼武大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几人进行了一番对练，大帅比兴致缺缺。林志远，你来给执行官大人展示一下你的天赋能力。校长一直偷偷观察大帅比的脸色，见他对小孩子们的打闹没什么兴趣，立刻想到了全校唯一觉醒天赋能力的胖子。被点到名的胖子走上去，聚精会神准备施展能力。呵，胖子一声大喊，身体陡然向前瞬移了5.5公分。是的，距离上次黑山研究所那次，胖子又进步了，场面有点尴尬。校长也没想到会这么尴尬，只能硬着头皮带头鼓掌。随行的武者们都挺给面子，简单夸了夸。大帅比却是来了兴趣，精神力现在有多少了？胖子回答0.30，10是测量精神力的单位。简单来说，能用精神力移动一块标准测量时，精神力就达到了1担。大帅比，你的天赋能力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在实战中很有用，往往能出奇制胜。得到执行官的亲自夸奖，胖子挺起胸口，像是一只骄傲的大公鸡。对了，听说贵校有个把逆命术修炼到1层圆满的学生，不知道是哪个？大帅比问。秦泽，你出来，执行官大人要看看你的逆命术。校长道。他对秦泽有点印象，
毕竟高中就能把逆命术修炼到这种程度的学生实在太少。曾经他对秦泽也是寄予厚望，不过气血测试的时候，秦泽气血值太普通，校长也就忘了这个人。秦泽有点忐忑地来到大帅比前，这是他第一次直面高级武者，对方身上的气息和煦，叫人如沐春风，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强者威压。你好像有点害怕我。大帅比笑盈盈道：“我是第一次见高级武者，是很紧张。”秦泽解释。大帅比直视秦泽的眼睛，笑容缓缓消失。第一次见面，你的反应不太像是第一次见到我。秦泽的心瞬间悬了起来。高级武者的直觉这么敏锐吗？危险！危险！危险！哈哈，逗你玩的，瞧把你给吓的。大帅比突然笑道：“别说，你的反应挺可爱的，像个小麻薯。”秦泽嘴角有点僵，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笑。让我看看你的逆命术。秦泽双臂一震，啪啪啪啪，体内一阵爆响，80个穴位接连被气血冲开。不过秦泽特意把气血值控制在了700出头，挺不错的。你有机会成为江城下一个刀王。大帅比满意的点了点头，给出高度评价。刀王是江城目前走出的唯一8级武者，是全江城人的骄傲。秦泽，我资质平庸，哪里能够和刀王大人相提并论？展示完毕，秦泽正要归队，大帅比突然叫住了他：“你手腕上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秦泽忘记把管理者终端提前摘下来了。BB 小子，大帅比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秦泽手腕上的终端。秦泽解释道：“一块披着 BB 小子外皮的电子表。”说着，他轻轻点了一下屏幕，瞬间亮起，屏幕上出现了时间、日期和天气。大帅比眨眨眼，挺有意思的，这小东西哪里买的？秦泽，我自己做的。大帅比，能不能给我也做一个？我可以付你手工费。秦泽，蹬鼻子上脸是吧？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秦泽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可以是可以，不过得挺长时间。没问题。大帅比拿出一枚魂珠抛给秦泽，这颗进化过的魂珠就当做是提前给你的手工费了。秦泽呼吸变得急促了一丝，这就是有钱人的任性吗？魂珠说给就给。周围的同学和校长等一众武者们同样目瞪口呆，他们想不明白执行官大人为什么如此看好这个气血值普通的学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秦泽能够将一层逆命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炼到一层圆满，但他的气血根基实在太差，未来并不可能有太大的进步与发展。校长狐疑地看向秦泽，莫非是自己看走眼了？秦泽却没管那么多，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他迫不及待地把魂珠收了起来。执行官大人放心，我肯定给您好好 DIY。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秦泽打算下次进入意境的时候，去避难所仓库里翻翻，看有没有备用的管理者终端，到时候随便魔改一个送给执行官就好了。大帅比拍拍秦泽肩膀，这次武考你要是能考个状元，有机会能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说罢，大帅比转身离开。校长等一众武者浩浩荡荡跟在身后。秦泽莫名其妙，武考状元人上人，肯定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说的这不是废话。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秦泽回到班级队伍。少爷，去哪儿？开车的是一个面容精致的猫女仆。大帅比坐进加长林肯，一旁的兔儿女仆立刻递上杯香槟。执法部。喝了口香槟，大帅比拿出手机拨号。二中你说的那个学生我见了。片刻，电话对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样，符不符合你的标准？大帅比淡淡道，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家伙，还知道藏拙，这样的人的确能活得更久一点。不过想达到我的标准，还是先考上今年的武状元再说吧。对面的女人轻哼，武状元，你的标准还真是够高的。你刚才说藏拙是什么意思？大帅比兴致勃勃，这小子明明已经突破1级武者了，却只展示700-800的气血，不可能。女人的声音陡然提高8个度。大帅比，这有什么不可能？我亲眼所见，淬骨的质量也不错，达到上乘了。女人倒吸一口凉气，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就算有高级淬骨液辅助，也不可能这么快。闻言，大帅比一愣，你的意思是他只用了不到1月时间就完成了初次淬骨？女人沉声道，不错。晃了晃杯中的香槟，大帅比喃喃自语，要是这样的话，他只要能在武考中考个前3，就勉强符合我的标准了。仅用不到30天的时间就完成初次淬骨，放眼武道世家，这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女人问，魂珠给他了吗？大帅比点头，给了。按你的要求，没提你的名字，你就这么看好他？他还没出什么成绩，就大手笔投资。女人切了一声，你懂个屁，雪中送炭才最能让人感动。不跟你说了，我到任务区了。大帅比嘱咐，马上就到审判者考核了，好好表现，不能每次都让我给你开后门。女人不以为然，哥哥给妹妹开后门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挂了。听着电话里的滴滴滴的忙音，大帅比无奈叹了口气，把过段时间审判者考核的任务列表拿来给我看看。一旁的兔儿娘立刻奉上一份文件。晚上放学回家，秦泽连饭都没吃，把自己关进卧室，连忙拿出了魂珠。确实有点大啊。秦泽试着往嘴里塞了几次，硬是没塞进去。看到本体吃瘪，分身们乐此不疲地开始调侃。法王和吞噬哥表示，这我熟啊，没想到你秦泽竟然也有今天。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仔细看过你的问题，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我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正如我一开始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用力啊，贵物，狠狠塞。秦泽放下魂珠，叫出一个分身扔给对方。你吃？分身？真就不当个人了是吧？秦泽淡淡道，你吃了，我也可以获得能力，我吃只有我有能力，这么分配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分身，可恶，我一时竟无法反驳。秦泽，那就赶紧吃。分身深吸一口气，在秦泽的帮助下，硬是把魂珠给吞了下去。
这颗魂珠的品质不是很高，甚至不如吞噬哥吃的那颗，不过分身也只差一点突破1级武者，这个能力挺有意思。分身消化完魂珠后，嘴角露出玩味的笑容。秦泽在沙发上坐下，请开始你的表演。只见分身抬起双手在自己的脸上揉捏了起来，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分身脸上的五官像是橡皮泥一样，可以随意拉长塑形。10几秒过后，分身的脸变成了大帅比，可以随意变成任何一个我见过的人的样子，而且只要愿意，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听完分身的解释，秦泽也迫不及待对着镜子试了试。试完之后，他发现了一个缺点，千面的能力虽然可以改变样貌，却无法改变气质。看着落地镜里彪哥的脸，秦泽突然想到了一个对付那个乞丐的绝佳点子。千面分身的气血反馈很快到了，秦泽打开终端，如今的气血值达到了1238，千面分身反馈了100多的气血，这效率不知是冥想修炼的多少倍。虽然今天什么也没做，但还是辛苦我自己了。秦泽擦了擦额头上不存在的汗水，惬意躺下。临睡觉前还不忘嘱咐分身们抓紧时间修炼。周末，秦泽和胖子和往常一样在街边大排档聚餐。胖子兴奋地向秦泽展示他这几天刻苦修炼的成果，瞬移距离又增加了0.01公分。按照胖子的话来说，这虽然只是他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老板，再来2串腰子，要原油的。3号执法突然出现，坐在秦泽身边的空椅子上。而原本热闹的街头大排档，因为执法的突然出现，瞬间变得冷清。周围几桌客人纷纷结账走人，一刻也不敢多留。眨眼之间，只剩下了秦泽他们这一桌。老板见状，悻悻地把头缩了回去，拿出2串腰子放在烧烤架上。秦泽不禁感慨：你还真是个瘟神。胖子认出来了3号，你不就是上次的那个3号？对，就是我。时间这么晚了，附近又不太平，我这也是在贴身保护你们5考生的安全。秦泽似笑非笑，这个月 K 派达标了吗？就开始摸鱼。3号脸上露出轻松的微笑，托你的福，执行官大人把纵火案的绩效算在了我的头上。别说这个月，下个月的 K 派也达标了。这一片都是我的巡逻区，我巡逻完吃串腰子怎么了？秦泽，您老人家开心就好。看着秦泽和执法谈笑风生，胖子不禁感到佩服，真不愧是我泽哥。秦泽忽然道，执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low， 干起巡街的活了？3号严肃了起来，最近你们晚上没事别出来瞎溜达，不安全。我得到了确切消息，城里来了至少一个恐怖组织的高级武者，一直还没找到对方的踪迹。秦泽突然想到了那个乞丐，要不要给3号报个点？思考片刻，秦泽还是觉得算了，除非大帅比亲自动手，否则整个江城执法部加在一起估计都打不过对方。而且秦泽心里已经有了大致的计划，目前只缺少一个契机。3号又叹了口气，另外10天以后，马卡族代表团来江城访问，现在全城上下严抓治安，执法也得天天加班。听着3号大吐苦水，秦泽突然觉得执法其实也就那回事，最底层的执法还是一群劳碌命的打工人。不过在听说10天后异族代表团就将抵达江城的时候，秦泽却是眼前一亮，契机这不就来了？您的腰子好了。老板将2串烤好的腰子端了上来。3号拿起1串腰子，以腰子代酒，祝你们5考顺利，五运昌隆。秦泽用一根羊肉串和他碰了碰，也祝你早日晋升成为审判者。接下来的时间，秦泽开始和臭皮匠们紧锣密鼓地敲定演出活动，大致演出流程已经定下，只剩一些细节需要磋商。不过大家都是登过一次台的老演员了，舞台经验丰富，想必届时就算出现意外，也能够随机应变。除了商定演出活动，秦泽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去医院看望马燕。随着时间的推移，马燕的身体情况在不断好转，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却一直萎靡不振，眼睛也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无法视物。期间，秦泽在病房里又遇到了一次公司的体检团队，他们这回在拿到体检样本后，似乎有一丝兴奋。秦泽对这个神秘公司有点好奇，然而很遗憾，马燕却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聊。为了迎接马卡族代表团的到来，江城上下可谓是张灯结彩，街头的路灯和电线杆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横幅。人族与马卡族友谊长存，热烈欢迎马卡族代表团访问，马卡族，人族永远的朋友，人族与马卡族大团结万岁，诸如此类的标语和口号随处可见。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过年了。城里的治安变得更加严格，上次幸存下来的帮派不少又都进去了。这天放学，秦泽照常来医院看望马燕，可当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却发现病房里已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生活用品也全都不见了。秦泽特意看了一眼门牌号，自己并没有走错门。这间病房里的病人呢？秦泽在走廊里看到了上次给马燕打针的护士。护士回答：出院了。秦泽微微皱眉，什么时候的事？昨天晚上来的时候，马燕可没提过要出院。护士，就今天早上，他的几个朋友来接的。朋友？秦泽想到了那个公司的体检团队，是不是3男2女？3个男的一脸死了妈的表情，2个女的都挺好看。护士点头，对，就是他们。秦泽，病人现在的身体情况可以出院。护士莫名其妙，为什么不可以？他很健康，接下来只需要静养，而且出院证明是本人亲自签的字。秦泽，我知道了。走进病房，秦泽在叠好的被子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是马燕的笔记。秦泽，我出院了。你说的对，人是该不断向前看。我觉得我也应该拥抱新的生活了。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照顾。你马上就要5考，我不能再耽误你修炼。秦泽，你一定要成为武者，一定要。等我恢复好了，会再来找你的。想必那时候你已经结束5考，成为武者了。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勿念，马燕留。秦泽看完长舒一口气，还好还好。通过这封信能看得出来，马燕是心甘情愿跟公司的人离开的。虽然心里还有点疑问，不过马燕能走出来也挺好的。叮铃铃，秦泽刚出病房，手机突然响起，看到来电显示，秦泽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是早把他拉黑名单的秦玉。秦泽，朕回来了，快点接驾。秦泽站在客运站出站口，时不时看眼终端上的时间。电话里秦玉说20分钟后车就到站，现在已经过去快1个小时了。夜晚的车站总是格外热闹，乞丐和流浪汉蜷缩在阴暗的角落昏昏欲睡，扒手一个个眼睛放得贼亮，想要从人群中找出肥羊。大妈们举着各种宾馆住宿的牌子，在出站的人群中四处揽客。81晚有热水，小帅哥想舒服舒服不？按摩住宿就在附近。秦泽打了个哈欠，婉拒2个招呼他的大妈。不久又有一辆客车进站，呼呼啦啦走出来一大群人。隔着挺远，秦泽就看到一条醒目的红裙在冲他招手。秦玉和秦泽在五官上有4、5分相似，前者要更加立体精致，从小到大就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俊姑娘。秦泽上前接过2个大号行李箱。怎么晚点了？秦玉抬手捶了捶肩膀，别提了，城外出现了一群异兽，还好城防署及时赶到，要不然阿泽你就见不到我了。说着，秦玉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周围的男人见状都看吃了，让人忍不住心生强烈的保护欲。秦泽却是翻了个白眼，你命比王八都硬，没那么容易死，还好老爸老妈他们没跟你一起。秦玉狠狠剜了小老弟一眼，他们还在和异族作战脱不开身，特意派我做代表回来慰问你一下。秦泽呵呵，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回到家后，秦玉跟个蛤蟆似的往沙发上一瘫，哪里还有半点淑女的样子？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的狗窝。在沙发上滚了滚，秦玉吸吸鼻子，皱眉道：怎么这么大的血腥味儿？你来大姨妈了？秦泽一脸黑线，下午刚走。秦玉起身走进卫生间，看到盆里有几条杀好的鱼。上午秦泽刚训了2分身，特意买2条鱼来掩盖气味。说起来，吞噬能力如今也进化了，不再像之前训2个分身就撑，消化还慢。如今气血只要消耗，秦泽就可以通过吞噬分身来快速补充，转化率甚至达到了1比1。也就是说，在战斗的时候，秦泽能够保持无限气血。我弟终于长大了，知道给姐姐做好吃的。秦玉喜滋滋道：一会我给马燕打个电话，让她也来尝尝你的手艺。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秦泽沉声道：姐，有件事想跟你说。秦玉眨了眨眼，难道你们在一起了？在一起你个头！秦泽抬手敲了老姐头。秦玉，你的脑子什么时候能像人类一样正常运转？秦玉捂着脑袋，委屈巴巴。那是什么事吗？秦泽深吸一口气，从纵火案开始讲，一直到今天马燕出院不告而别。老姐原本亮晶晶的眸子暗淡了下去。马燕从我认识她那天就这样，倔得跟头驴一样。她是觉得你照顾她太多，不想耽误你五口。气氛有些凝重。秦泽换了个话题，我已经是武者了。秦玉眼前一亮，真的假的？呼！秦泽双臂一震，一级武者的气息瞬间爆发。看到老姐脸上震撼的表情，秦泽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4国1，秦玉揽住小老弟胳膊，献上马屁。阿泽真厉害，你白日飞升那天，千万不要忘记家里的姐姐。秦泽洋洋得意，好好表现，届时本座带你装逼带你飞。秦玉万福金安。渣！老姐当年资质愚钝，没参加武考，毕业后也没找工作，天天靠着嘤和撒娇卖萌混老秦的工资。如今在秦玉眼里，小老弟已经一条冉冉升起的新大腿。我想吃鱼了，我去做。秦玉端起鱼盆，屁颠屁颠走进厨房。秦泽大喜，被打压这么多年，终于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秦玉啊秦玉，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也会有今天。马卡族代表团于今日上午9点抵达江城，江城城主率队亲自接见，双方闭门进行了一场亲切友好的会谈。欢迎晚宴将会在今晚8点于江城大酒店举行。据悉，马卡族此次来访将与我方联合探索调查新开启的江城意境，人族与马卡族将进一步加深双边合作，共同促进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秦泽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着午间新闻。昨天晚上秦玉抽风，拉着他选了一晚上的车。按秦玉的话来说，母凭子贵，他这个长姐好歹也算秦泽半个娘。等秦泽通过武考，他也飞黄腾达了，那必须得有一台能彰显自己身份的小轿车。随后，秦玉又开始畅想起在哪里买别墅比较好，一直到后半夜，他才放小老弟回去睡觉。还好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秦泽饶有兴致地看着电视里的新闻。马卡族和人族在外貌上大差不差，唯一的区别是马卡族有一对尖尖长长的耳朵，有点像是精灵。秦泽忽然想到了姚老师，不知道他是什么族的，血都金色的，想必应该很贵。既然代表团到了，大戏也可以开幕了。起这么早，你是想考研吗？秦玉他拉着拖鞋出来，哈欠连天。晚饭你自己解决，晚上我有点事。秦泽抽出纸巾擦了擦嘴。秦玉无精打采，像条死鱼一样把脸搁在桌面上。哦。秦泽拿出200块现金拍在秦玉脸边，懒得做饭可以点外卖。秦玉表情瞬间亮了起来，忙把现金收好。弟弟终于长大，知道给姐姐花钱了。秦泽起身，我走了。秦玉轻殷勤地把小老弟送到门口。阿泽早点回来。执法部执行官办公室，大帅比坐在椅子上看着意境传来的最新消息。昨天晚上毒气后面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意境地动山摇。爆炸过后很快平息，直到此刻再也没发生什么异样。大帅比眉头紧锁，往深处探索已是迫在眉睫。少爷，猫女仆敲门走进办公室。刚才有个小孩送来了一封请柬，让我亲自转交到你手中，署名是黑子马戏团。黑子马戏团，快把请柬给我。大帅比面色一变，这些天他一直在找那个马戏团的踪迹，结果倒好，这伙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连根毛也没找到。如今突然送来了请柬，他要看看这些人到底在憋什么屁。请柬做得十分精致，表面是典雅的黑色，中间有一道醒目的火纹。大帅比满意点头，从请柬上能够看得出来，对方品味还算不错，配做自己的对手。
打开请柬，看到里面的内容，大帅比却皱起了眉头，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像是蝌蚪一样挤在一起。1年级小学生写的都要比这工整。诚邀贵部于今晚8点到江城大酒店1号宴会大厅一叙，以略备薄酒，恭候大驾光临。黑子马戏团。砰！看完请柬后的大帅比怒火中烧，一掌拍碎了面前的实木桌子。女仆安静乖巧地站在一旁，对于此景似乎早就司空见惯。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江城大酒店1号宴会厅可是今晚举行马卡族欢迎晚宴的场所，特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宴请执法部，不是挑衅又是什么？不对，大帅比突然冷静了下来。马戏团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是真想在宴会上搞事，为什么要提前通知？这不是明摆着让执法部加强戒备吗？大帅比沉默思索许久，也没想明白一个所以然出来。可不管怎么说，对方已经明牌了，不管是恶作剧也罢，还是来真的也好，今天他非要到场会一会这群小黑子不可。本来他对这种宴会是没什么兴趣的，也没打算去。很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旁的女仆小声道：“少爷，那个孩子现在还在接待大厅。据他所说，请柬是一个戴着牛头面具的男人给他的。您还要不要再问问？”闻言，大帅比摆了摆手，这群老鼠行事非常谨慎，他们是不会在一个小孩子面前露出破绽的。让他走吧。女仆欠身，是。大帅比又补充道：“给我准备一身晚礼服，晚上我要去参加宴会。”马戏团大本营，小黑子们齐聚一堂，看着法王去而复返。秦泽问：“请柬送到了？”法王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路边5毛钱买的，自是我亲笔提的。”秦泽点头，只要他看到那封请柬，就能确保我们的执行官大人今晚出现在宴会现场。但凡是有点脾气的人，都不能忍受其他人在自己的脑袋上反复横跳。吞噬哥去请今晚的第2位主角，另外兄弟们全都化好妆，做好准备，还有不到3个小时就要登台亮相了。分身们一个个早就迫不及待。哦了，咱可都是老演员了，可以不可以把我换到自爆组？我想感受一下自爆王的滋味。我们自爆组满员了，下次早点报名。纯新人第一次登台表演需要注意点什么？我好紧张啊！打个胶缓解缓解。北城垃圾桶旁边，一个浑身破烂的乞丐蜷缩在地上，偶尔会有1-2个过路人往其面前的铁盆里扔1-2个钢镚。乞丐每次都会祝福对方永远不死。双鱼座已经在这里伪装乞丐10来天了，这么久，马戏团那边始终没有派人来跟他接头。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的伪装被发现了，但他的能力就算是9级武者都极难发现，更别说一群菜鸡。双鱼座后来觉得应该是这个据点太小，马戏团不太重视，继续等就好了。马戏团总会派人过来和他接头，而且这种乞讨生活还挺叫人怀念的，多体验几天也未尝不可。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双鱼座面前，顺口溜习惯性脱口而出：“老板发财又健康，威名鼎鼎震八方。”今是我。双鱼座抬头，只见一个戴着狮子面具的男人站在前方，这就是哪个雷电能力者？他也不太确定。武者等级可以通过气血波动来判断，但天赋能力只有对方展示才能知道。大人，双鱼座卑躬屈膝。不管怎样说，2级武者在马戏团肯定是中流砥柱了，恭敬点准没错。我刚刚去了据点，其他3个人哪去了？狮子沉声问。双鱼座瑟瑟发抖，他们都跑了。这些天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狮子怒不可遏，这群叛徒如果被我带到，定将他们碎尸万段。随即狮子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做得很不错，组织目前急缺人手，正需要你这样忠诚的勇士。”双鱼座内心一喜，终于能打进内部了吗？大人尽管吩咐，上刀山下火海，我在所不辞。双鱼座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狮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跟我来吧，晚上带你去参加宴会。”双鱼座受宠若惊，在下何德何能，怎么能够陪同大人参加晚宴呢？听一个高级武者拍自己马屁，虽然对方是装的，但狮子的尾巴都要翘上天了。你还真以为是去吃饭的？想屁呢！上次云山那个混蛋摆了我们一道，听说他今晚会出现在异族的欢迎晚宴上，我们小黑子向来是有仇必报，今晚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云山是王彪。双鱼座内心狂喜，原来王彪没有落入马戏团手里，他跑了。既然如此，那钥匙肯定也还在。双鱼座立刻做出决断，顺水推舟，跟着这些人混进会场，那他可真是该死。双鱼座咬牙切齿：“跟我来，有重要任务交给你。”狮子带着双鱼座离开了北城。晚上8点，江城大酒店1号宴会厅，几十个舞者齐聚一堂，正在欣赏舞台上的迎宾表演。坐在台下首位上的是江城城主和此次马卡族代表团的团长，而在城主左边手坐着大帅比。一舞结束，台上演员纷纷谢幕退场，观众们礼貌地献上掌声。主持人开始报幕，接下来请欣赏。咔！突然，全场的灯熄灭，偌大的会场陷入一片黑暗。终于来了吗？大帅比坐直了身体，一改以往慵懒的神态。虽然会场陷入一片黑暗，但对于高级武者来说，暗中视物已是基本操作。他环视四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真的只是个意外吗？城主对一旁的异族团长解释道：“应该是线路老化，很快就能恢复。”团长点点头，毕竟是低等种族，基础设施落后也是正常，我非常理解。城主满脸尴尬，在心里把负责今晚现场的电力工程师骂了个狗血淋头。大帅比轻哼一声：“既然马卡族如此高贵，为何还要窥探我们这个低等种族的世界？”团长得意的神情一僵：“我们当然是为了你们好，没有我们马卡族的庇护，你们人族岂能在深渊占据一席之地，又岂能开发世界意志？”大帅比针锋相对：“既然如此，这回就不劳你们费心了，明天就请回吧。”异族团长的脸阴沉的可怕。城主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人族与玛卡族合作这么多年，咱就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吗？城主给了台阶，异族团长也顺坡下驴。说起来，咱们还真有点沾亲带故。你那个妹妹现在生活可还好？大帅比双臂环胸，看着舞台，沉声道：“她很好，不劳你们挂念。”异族团长似笑非笑，也真是个苦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各种不幸围绕，或者说他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强大的气息从大帅比的身体中轰然爆发。异族团长右手拍在椅子的扶手上，高级武者的气势同样释放，两股气息碰撞在一起，针锋相对，谁也不退让。被夹在中间的江城城主可就倒了大霉。他感觉自己此刻就像是一叶漂浮在波涛汹涌大海之上的孤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想过，我只是个中级武者，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啊？城主心里骂骂咧咧，后背直冒冷汗。咔！异族团长屁股下面的椅子突然出现裂痕，紧接着砰一声，椅子化为粉屑。团长还保持着坐立姿势，脸色十分难看。这一轮的暗中交锋，他败了。二人同时收起威压，大帅比嘴角微微上扬。来人，快给高贵的玛卡族团长重新换把椅子。城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冲着后面的工作人员大吼：“电力工程师哪去了？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半天还没有恢复电力？最后5分钟，电力系统再不恢复，提头来见。”后面的助手唯唯诺诺，连忙摸黑去传达指令。喂喂喂！音响里突然响起一个雄厚的男声，滋了。随即是一道高分贝刺耳的电流脉。毫无准备的众人脑瓜子嗡了一下。我敲！正在用麦克风说话的人显然也被吓了一跳。不好意思，第一次操作出现了点失误。喂喂喂，现在应该能听清了吧？城主眉头紧锁，后台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他现在心里可谓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他已经决定了，等待会儿宴会结束，他非得把今晚宴会的总负责人脑袋拧下来。大帅比微微皱眉，他嗅到了一丝别样的味道。主持人家里没气，忘关回家了。后面的节目由我来主持。现场一片漆黑，只有音响里不断传出声音。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舞台剧《群魔乱舞》，表演者黑子马戏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黑子们闪亮登场。Show time！ 噔噔噔噔噔，慷慨激昂的音乐瞬间燃爆全场。大帅比眉毛一挑，立刻在耳麦中下达了命令。目标已出现，全体按预定方案行动。大帅比面色严峻，这群小黑子竟然真的敢来，简直就是胆大妄为。今日他非把这些小黑子一网打尽不可。异族团长来了兴趣，身为玛卡族的外交官，他见过无数场迎宾表演，但像今晚这场如此奇怪的表演，他还是第一回见，搞得神神秘秘，貌似还挺有意思。唰，一束束灯光从棚顶打了下来，只见10多个戴着禽兽面具的家伙顺着绳索从光柱中快速下降。此刻城主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安保呢？把这些人给我全部拿下！守候在内场的40多个武者保安在得到城主的命令后，立刻朝舞台上冲去。这时音响里又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第一幕，艺术就是派大星！轰轰轰轰！几乎就是在主持人声音落下的一瞬间，舞台上的13个禽兽面具接连自爆。那些冲到舞台上准备擒拿小黑子们的保安毫无准备，被炸得七荤八素。几个冲在最前面想要抢一等功的家伙，甚至被轰飞出几10米远，身子嵌在了墙里，从3维变成了平面，抠都不一定能抠得出来。啪啪啪啪！9个玛卡族代表，包括团长在内，纷纷热烈鼓掌。玛卡族号称战斗民族，他们就喜欢这种热血沸腾的表演。异族团长连连称赞：艺术果然太艺术了。那个自爆效果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一旁的城主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种问题怎么能从你的嘴巴里问出来呢？你要让我怎么回答？城主脑瓜子有点懵，10多个人在面前同时自爆的场景实在是太具有冲击力了。他想不明白，这群疯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想要干什么？一群不入流的武者自爆，还真痴心妄想伤到外宾，也就只能威胁低级武者。爆炸后的现场一片狼藉，本就黑漆漆的会场又变得乌烟瘴气，烟尘四起。在场的高级武者只有大帅比和异族团长，现在灯又关了，除了他们，其他人什么也看不到。趁着现场一片混乱之际，又有一票戴着禽兽面具的家伙从后台冲了出来，嘴里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板仔，为了部落，德彪给我滚出来！是尼玛王彪！哦，王德彪给我滚出来受死！幕布后的双鱼座有点懵，10多个大活人说自爆就自爆，不带一点犹豫的，而且自爆之前一个个都无比兴奋，甚至都还在抢手爆。这个马戏团到底是什么成分啊？洗脑技术竟恐怖如斯，就连号称全是疯子的公平会也没这么疯。如此对比，马戏团才真的全都是疯批。双鱼座现在甚至很想见见马戏团的团长，想跟他讨教是如何把手下人训练的如此忠诚，此事都没有这么忠诚的。发什么愣呢？现在轮到你出场了。旁边的吞噬哥打断了双鱼座的思绪。大人，我的任务是什么？双鱼座回过神问。今晚的目标人物王彪化妆成服务生，隐藏在异族代表团的后方。照片之前已经给你看过了，记住他长什么样子了吗？双鱼座点头，记住了。吞噬哥，那就好。你的任务就是跟他们一起，趁着现场混乱，冲到人群中，把那个王彪给我揪出来。找到王彪后立刻爆点，我会想办法对付他。他身上有个钥匙，看到钥匙之类的东西，若是能拿到手，我会给你奖励。闻言，双鱼座心里不禁冷笑，真是一群蠢货，还真以为钥匙就是钥匙。目前看来，钥匙还在王彪身上，只要按住王彪，会长大人交给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又尼玛发呆，快点上！吞噬哥一记脑拍打在双鱼座后脑勺上，还别说，高级武者脑袋的手感还真不错。双鱼座心里的火气噌一下就升起来了。多少年了，没人敢这么对他。
拳头硬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还是强忍住，随着最后一批小黑子冲了出去。吞噬哥见状微微一笑，在局域网中说他已经上了。导演室中，秦泽悠哉地坐在椅子上，手中拿着麦克风。原来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全被捆起来，蹲在角落。10名小黑子接手了这里。听到吞噬哥的汇报，秦泽微微笑道：“很好，可以让千面登场了。”随即，秦泽拿起麦克风，下面请欣赏第2幕，彪哥哪里逃？台下的大帅比面色一凝，他刚才听到了什么？王彪也在现场。这些突然冲出来的小黑子嘴里也都在喊着王彪。大帅比恍然大悟，原来马戏团是冲着王彪来的。可王彪不是被马戏团偷梁换柱了吗？莫非后来又跑了？而且王彪来这里又想干什么？刚搞懂一个问题，又冒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大帅比突然有种深陷棋盘，被当作棋子的感觉。可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他又说不上来。此刻他很想安静地捋一捋事情经过，但显然没有这个功夫，因为小黑子已经冲上来了。另一边的一族团长还在鼓掌，这是我看过最棒的迎宾表演。城主满脸黑线，大哥，你这个脑子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团长先带着你们的人避一避。一族团长一头雾水，避什么？他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城主，真碍事，我还要看表演。一个小黑子手里拿着棒球棍冲到面前，俩人一时间大眼瞪小眼。小黑子，这一族老登为什么不躲？一族团长，现在到了场下互动环节吗 ？Do him！ 小黑子一棒子抡在一族团长的脑袋上，咔一声，棒子应声而断。小黑子被震得虎口发麻。卧槽，这么硬！城主率先反应过来，一拳轰在小黑子胸口，小黑子胸口瞬间塌陷，身体跟个沙袋一样倒飞进后场。一族团长一脸怒容，赵城主，今日之事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他堂堂高级武者，竟被一个不入流的武者当头一棒，这事要是传出去，别人怕是会笑掉大牙。我这就派人护送贵方先离开现场，待我收拾完这群暴徒后，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解释。一族团长皱起眉头，暴徒？他们不是演员。城主嘴角一僵，合着棒子都抡你头上了，你还以为对方是演员？一族团长老脸一红，转身带着代表团准备撤离。今晚来现场观看迎宾表演的不仅仅只有江城的高层武者，还有他们的家属，而家属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突然发生暴乱，武者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带着自己的家属快速离开现场，而外场的保安们在听到内场的爆炸声后，立刻快速进场。一进一出，2伙人全部挤在了会场门口。走啊，在前面堵着干什么呢？谁摸我屁股？出去的人让，让我们安保先进去。电力工程师呢？先自娘把灯打开，老子又不是高级武者，什么都看不到。会场一片混乱，群魔乱舞。双鱼座狗狗碎碎迅速向人群靠近，搜索王彪的踪迹。很快，一个同样狗狗碎碎的服务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家伙正在向一族代表团靠近，是王彪。看清对方的脸后，双鱼座心头一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马戏团啊，马戏团，你们还真是我的福将。不过这家伙接近一族代表团要干什么？由千面扮演的彪哥一直在注意双鱼座，见对方看到了自己，顿时心里一笑。千面双脚用力一蹬，拔地而起，站在了一个桌子上。一族哪里逃？乖乖的把你们身上的钥匙给交出来。我王彪今天来此只办3件事，公平，公平，还特么的是公平。一族团长眉头一皱，他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钥匙？大帅比拍了下大腿，王彪原来是冲着一族身上的钥匙来的。事情明了，可关于钥匙和世界意志的一切都是绝密。这个王彪，他到底知道多少？双鱼座动作为之一顿，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个一族团长身上。一族也有钥匙？这么说，钥匙有2把？会长没说啊。所以现在怎么办？双鱼座迅速思考并做出决定。既然有2把，那2把我都要。王彪最近，先把他的拿下。双鱼座也不装了，高级武者的气息瞬间爆发，席卷全场。大帅比和一族团长同时扭头看去，内心想法却各不相同。哗啦，2楼的玻璃应声炸裂，几十名执法跳窗而入，将现场团团包围。怎么这么黑？谁先把灯给打开？执行官大人说的目标在哪儿？鬼知道，到处黑灯瞎火。别推我呀！得到大帅逼命令破窗而入的一众执法们，在落地的一瞬间就绷不住了。太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今晚又是个大阴天，一点月光都照不进来。导演室在2层，可以俯瞰整个会场。秦泽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夜视仪，让身边的分身带上，给下面的小黑子们爆点。会场里的小黑子等于是开了全图透视，开始到处搞事情。最先遭殃的就是刚进入现场的一众执法。虽然小黑子战力普遍不高，但猛虎架不住群狼，好女斗不过流氓。执法们感觉自己被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给包围了，打又打不到，赶也赶不走，不讲武德呀，专门往下3路招呼。2两一组，背靠背，打信号枪，先跟执行官大人会合。要是再踢我屁股，我就真的发飙了。现场一片混乱，大帅比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堂堂一高级武者，竟然被一群不入流的武者耍得团团转。不过此时大帅比更多的注意力则是放在了双鱼座身上，一个突然现身的高级武者，莫非他才是马戏团的幕后老大？另一边，一族团长也有点慌，我们中计了。旁边的随行人员不解问，中什么计了？一族团长冷笑，用一种我早已看穿一切的语气说道，所谓的暴徒不过就是这些卑劣人族自导自演的骗局，他们想趁着眼下混乱局面夺走我们的钥匙。随行人员惊呼，他们是疯了吗？这么做等于直接撕毁马卡族和人族之间的盟约。一族团长沉声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全力突破，必须保证钥匙的安全。马卡族代表团总共9人，除了团长是高级武者外，还有3个中级武者和5个低级武者。轰！一族团长一记重拳轰向大门，
一道7级武者满气血的拳忙向人群中砸去。砰！大帅比从天而降，挡下了这一击。你在做什么？大帅比脸色铁青，当面对自己的族人动手，你真当我眼瞎呀？一族团长冷声道：当然是开门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意图，今晚这场混乱就是你们自导自演。大帅比皱眉，你在说什么屁话？一族团长，既然不是，那现在就让我们走。走，今天一个也别想走。大帅比和团长不远处的虚空中出现了一面2米高的镜子，下一秒，双鱼座于镜中走出，原本一身的乞丐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袭黑色长袍、金色的双鱼摇尾面具。公平会，大帅比和一族团长异口同声，现在你应该相信今晚不是我们人族一手策划的了吧？大帅比道。在发现双鱼座这个高级武者存在的刹那，大帅比心里闪过无数种可能，但从未想过是公平会的12星座。黑子马戏团是公平会的傀儡，还是说双鱼座也落入了棋盘？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马戏团未免有些太可怕了。要是交出来，本座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双鱼本要先按住王彪，结果发现异族代表团这边要跑，到嘴的鸭子绝不能让其飞走。至于王彪，小小的5级武者，等解决完眼前碍事的家伙后，可以随便拿捏。吓死爹了！千面拍了拍小心脏，双鱼座盯上他释放气息的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要以身殉职了。局域网里传来了秦泽的消息，快点跑位，马上要下一幕了。闻言，千面彪哥开始向窗户悄悄靠近。与此同时，高级武者的战场已经开打，异族团长率先出手，燃烧着紫色火焰的右拳，电光火石间砸在了双鱼座的脸上，金色面具寸寸开裂，裂痕很快便蔓延至其全身。咔！双鱼座犹如一块玻璃，化作无数碎片消散。小心后面！大帅比手中出现一柄3尺长剑，迅速朝异族团长身后刺去。一点寒芒先至，随后剑气如龙，纷纷扬扬的剑气在异族团长身后的空间炸开，企图偷袭的双鱼座再度炸裂成无数碎片。异族团长惊出一身冷汗，若不是大帅比及时出手，刚才他已经去见马卡族先皇了。结！双鱼座发出反派专属怪笑，哪个是我？哪个又是你们？一面面镜子在异族团长和大帅比周围出现，镜中倒映出了他们的身影，同时还有双鱼座。哪个是真？哪个又是假？镜子中的印象同时走出镜子，四面八方攻向二人。雕虫小技！汹涌炽热的紫色火焰从异族团长脚下升腾而起，异族团长不管虚幻还是现实，一切靠近的印象都被焚净化成虚无，同时他的气血和精神力也在飞速消耗。大帅比周身环绕数柄长剑，2步之内的印象全部绞杀，到此为止了。大帅比话音刚落，数柄长剑在一起高速环绕，随着白光闪过，融合成了一柄蓝色清风。开鱼！大帅比眼中倒映着剑锋虚影，湛蓝色长剑冲天起，又高速坠下，一道炫目的剑光宛若一匹白练，横扫四方。屹立于四方虚空中的几十面镜子，在一息之间全部化为粉屑。导演室中的秦泽瞪大了眼睛，这就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吗？招数一个比一个华丽，好羡慕，好想拥有。啪啪啪！双鱼座边鼓掌边从一面新镜子里走出，不愧是号称人族剑仙的遥远。大帅比目光一凝，大家都是7级，1对2，你没有胜算。结！双鱼座再度发出反派专属笑声，谁说我就一个人的？咔！会场的地面突然开裂，一株翠绿色嫩芽顽强地从水泥地面钻出，旋即嫩芽飞速生长，变成一朵2米多高、含苞待放的玫瑰。玫瑰花瓣缓缓打开，一个一袭红裙、戴着白色狐狸面具的女人站在花蕊之上。噗！导演室里，秦泽刚喝嘴里的可乐全部喷了出来。我敲秦玉姐弟俩人在一起生活了18年，别说戴着面具，就算化成灰也能认出来。红裙女人随手在地面撒下一把种子，几十株豌豆快速生长至2米高，豌豆荚纷纷爆开，从里面跳出了一个个黑袍人。你终于到了，双鱼坐笑盈盈道。今晚过后，2步相欠。红裙女人冷声说。导演室里的秦泽眉头紧锁，不是秦玉，声音不对，大小也不对。如果说前者可以伪装，那后者是绝对造不了假的。2人只是体态上有些相像。事已至此，可以开始最后一幕了。大帅比面色严峻，又一个7级武者，这女人什么来头？从未听说过。看女人的态度跟公平会也不是一伙的。异族团长精神力和气血消耗过快，此刻有点气喘吁吁。喂！音响里突然发出声音。接下来请欣赏第3幕，插翅难飞。一束光从棚顶打了下来，照在翻窗户翻到一半，骑在窗台上的千面彪哥身上。在此刻黑漆漆的会场里，千面是那么的显眼，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齐刷刷扭头看了过去。卡当了！千面龇牙咧嘴，抬手冲众人打了个招呼。你好，大帅比，双鱼座，抓住他！执法和公平会众人在得到命令之后，犹如饿虎扑食，同时朝千面伸出魔爪。撒尤那拉！千面拿起地上的一个老鼠面具戴在脸上，翻身跃到窗外。导演室里的秦泽伸了个懒腰。今晚的演出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瑕疵，但总体来说还算圆满。现在只剩场外收尾阶段了，撤！别忘了带上兄弟们的尸体。秦泽看了一眼会场中还在对峙的4位高级武者，转身离开。抓王彪！公平会的走狗滚一边去！执法的贵物们把路给爷爷让开！看招！吃我一拳！江城度假酒店位于城郊一座山的半山腰，千面跳窗后在前面一路狂奔，一众执法和公平会众在后面玩命追。2伙人本就水火不容，再加上又是一个目标，很快就打成一团。执法这边有3个审判者带队，公平会同样有2个等级略高一点的中级武者。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几个中级武者脑浆子都要打出来了，周围其他人也全都受到了波及，只有10几个执法和公平会的会员继续在前面追赶。此时双方也保持了默契，在没有抓到人之前都没有互相动手。穿黑色服务生外套的是王彪，听到身后的喊声，千面快速脱下外套扔到路边的灌木丛。穿白色衬衫的是王彪，千面咬了咬牙，边狂飙边解扣子，很快又扔掉了白色衬衫。光膀子跑的是王彪，千面骂骂咧咧，没完没了是吧？不远处是一片半人多高的荒草地，千面一个漂亮的甩尾漂移便拐了进去。哎呦，我一不小心摔倒了！千面大声怪叫，啪叽一声倒下，整个人都淹没在了1米多高的野草里。在倒地的同时，一个戴着老鼠面具的分身光着膀子从身上走出。好兄弟，剩下的交给你了，我定会将你亲手刻在秦泽碑上。千面拍了拍分身的肩膀，满脸悲壮。分身却不以为然，甚至跃跃欲试。正好这回没挤进自爆组，一会我也能亲身体验一下自爆的感觉。分身快速起身，朝身后追兵喊道：过来啊，你们大爹在这儿！为了掩护千面，分身朝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夺命狂奔。千面狗一样趴在草丛里，大气也不敢出，直到追兵全都调转方向去追分身，他才慢腾腾地朝远处滚。15分后，分身停在了一处断崖前，后面7个执法跟着也停了下来。原本还有几个公平会的会员，暂时被其他执法拖住了。丫的，还挺能跑！王彪，你已经被捕了。这断崖200来米，就算你是中级武者，掉下去也得变成2维。乖乖跟我们走吧，别自讨苦吃。7人纷纷掏出金箍，同时开始站位结阵。面对高级武者，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审判者就在后面，他们只要稍微拖延一下时间就好。唉，分身重重叹了口气，缓缓转过身，面向7位执法。我王彪一生为公平而战，今日看不得人族之财富落入异族之手，才冒死现身抢夺，未曾想遭遇奸人算计，还有你们些人类叛徒的围剿。看来我王彪今日要命绝于此啊！哈哈哈！分身仰天大笑，不断给自己加戏加台词。7个执法你看我，我瞅你，皆是一脸懵逼。什么情况？接下来难道不应该是爆发一场激烈的战斗吗？怎么突然开始煽情了？我们中又没终极武者，你怎么就命绝了？没错，要是就在我王彪身上。分身的语气再度变得慷慨激昂，又夹杂一丝丝的悲壮。与其让他落在异族手里，还不如随我一起消失。与异族的斗争总要有人牺牲，今天我王彪就做这个第一人。我走后，他们会抗争异族，争取更多人族的利益，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来过。话落，分身的皮肤开始迅速泛红。不好，他要自爆！7名执法赶忙后退，生怕被爆炸吞噬。轰隆，伴随着巨响，一团血雾飘下悬崖。7名执法返回崖边，面面相觑。刚才他在逼什么？风大，没太听清。那么悲愤，怎么搞的？我们才像反派。话说5级武者自爆威力就这么大点吗？跟放个屁似的。谁知道？你见过5级武者自爆？没见过。你见过？我也没。行了，人都没了，回去复命吧。7个执法莫名其妙的原路返回。1号宴会厅现场一片狼藉，窗户玻璃全碎，墙也只剩承重的了。地面被一层厚厚的绿色藤蔓覆盖。2个由荆棘藤蔓编制而成的大球立在场地中央。红裙女人和双鱼座则是站在一旁。合作愉快。双鱼座笑盈盈。来宴会之前，他便通知了红裙女人，否则他也没那个胆子一挑二。红裙女人冷哼，两清。双鱼座点头称是。大帅比和一族团长都已被镇压。红裙女人正欲离开，突然察觉到一道势不可当的剑气正在从绿色的藤蔓球中升腾而起。不好，快动手！双鱼座面色凝重，大手一挥，一面面镜子在藤蔓球周围凝聚而成。红裙女人美眸中闪过些许惊讶，被毒藤禁锢住并且还能反击的，她还是第一次见。咔咔咔，镜子接连碎裂，锋利的碎片犹如一把把刀子，铺天盖地朝着释放剑气的藤蔓球击射。轰！白色剑气冲天而起，藤蔓连同镜子碎片一同被剿灭。大帅比屹立于炸裂开的地面上，右手持剑，衣衫猎猎，双眸中有股锐不可当的剑意在游走，同时他身上也在释放森然的剑意。站在那里的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剑，一把可以斩断一切的剑。红裙女人和双鱼座甚至不敢与之直视。他突破了，双鱼座心里惊涛骇浪，二话不说，转身就钻进身后的镜子里。红裙女人动作更快，她身体瞬间炸开，化作纷纷扬扬的玫瑰花瓣，迅速飞出窗外。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大帅比身上冲起一道白色剑光，头顶上12层酒店全被掀飞上天，剑光锐不可当，一往无前冲上高空。这一刻，酒店上空的夜幕亮如白昼，酒店1号宴会厅以上的建筑全部消失不见，大楼变成了一座高台。扑通，大帅比半跪在地上，他身上的气息瞬间变得极度微密。唉，还是无法完全控制这股力量，他不禁感叹。旁边禁锢着马卡族团长的藤蔓很快枯萎，脸色苍白的团长瘫坐在地上。这就是你们人族的待客之道。团长语气不善，今晚差一点他就去面见了马卡族先皇。大帅比缓缓起身，公平会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有人能预测出他们的行动。换而言之，今晚的一切只是场意外，好好休息。过2天我们再开会商讨如何共同开发江城异境。大帅比手中长剑消失，缓缓走出会场。呼，异族团长舒了口气，周围没人，他也没再继续绷着，毫无形象的抬胳膊，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刚才虽然九死一生，但要是保住了，江城异境也还能继续开发，自己此行的任务就不算失败。已经溜到山下的秦泽看到被掀飞上天的酒店房盖，心里直呼卧槽。
高级武者的战力实在是太恐怖了。今晚亲眼见识到了高级武者之间战斗的场面，让秦泽心里有了变强的紧迫感。虽然今晚演出很成功，但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把高级武者当成棋子，无异于是在刀尖上跳舞。夜路走多了，总有一天会遇见鬼。秦泽决定了，今晚就好好鞭策分身们，让他们不要偷懒，抓紧修炼。不管怎么说，双鱼座的麻烦总算是解决，而且从现在开始，也不会有人再怀疑马戏团身上有钥匙，一切都随着彪哥自爆烟消云散。事已至此，先吃饭吧。秦泽揉揉肚皮，今晚为了现场导演，他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光喝了瓶可乐。回到家，秦泽咣咣敲打秦玉的房门。秦玉，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咔！片刻，秦玉哈欠连天，打开房门。要死啊你！秦泽迅速打量老姐一番，她似乎真的一直在房间里睡觉，没出去过。从乱糟糟的头发能看得出来，而且秦玉对 A 酒店那个红裙女人至少是 C 级强者，对不上。手给我！秦泽握住老姐手腕，没有任何气血波动。想多了，秦泽心里喃喃自语。我就说怎么可能会是家里的咸鱼？你又抽什么风？秦玉翻了个白眼。没事了，退下吧。秦泽按住老姐脑门，把她推回房间，顺手关上房门。随后，秦泽去厨房下了个面，吃完后回房躺下，复盘今晚的行动。分身们格外兴奋，叽叽喳喳个不停。咱们马戏团今晚算是彻底打出赫赫威名了。赫赫威名？我看是上了重点通缉名单，还差不多。以后咱也是老演员了，没有吞噬哥和法王，光凭咱们小黑子也能撑起一场戏，这就叫量变引起质变。分身们吵得秦泽有点烦，别逼逼了，赶紧修炼。你们不努力修炼，我怎么变强？众分身，哇靠！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秦泽到底什么时候死啊？还是别，他死咱也无了，那就一起无了。我想看血流成河，俺也一样。分身们又逼逼了会，终于是安静下来。目前眼下有2件事比较重要，一个是50天后的五考，还有一个是义警。秦泽本打算五考结束再探义警，可马卡族的突然造访却打乱了他的计划。马卡族要是真有手段禁闭南锁就糟了。思索片刻，秦泽决定近日就找机会再入义境。他隐隐有种预感，那把钥匙和义境似乎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低头看了眼胸口的小树，秦泽喃喃自语：你到底是开什么门的？洗完澡的大帅比坐在沙发上，一边享受着女仆按摩，一边喝着红酒。他微闭双目，在脑海中捋顺今晚发生的事情。王彪自爆了，这让他十分意外。通过他临死之前的遗言来判断，钥匙也随着他自爆一同消失了。大帅比不能理解，王彪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用自己的死来警醒世人？那真的是太愚蠢了。还有马戏团，把宴会搅得乌烟瘴气，己方又死了那么多人，最后什么好处没捞到，落荒而逃。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大帅比眉头紧锁，他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暗中推波助澜。公平会，亦或是马戏团，还是另有其人？大帅比轻声叹了口气，无论再怎么捋顺，总是缺少了一条线将这些给串联到一起。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进来。大帅比放下酒杯，房门打开，一名审判者行色匆匆。执行官大人，义警出事了。大帅比挑了挑眉，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出什么事了？审判者回答，突然涌出一大群 S 级异兽，我方人员伤亡惨重，目前已经全部撤出了义境。几天后，北境雪城街头某酒馆，一个戴着黑色棉兜帽的大汉走进酒馆，狂风夹杂着婴儿巴掌大小的雪花，通过门缝灌进屋子。兜帽大汉迅速关门，一冷一热，不禁让他舒服的抖了下。来扎啤酒，再整盘肉菜。汉子大刀阔斧的在椅子上坐下，摘下兜帽，头顶升起缕缕白气。酒馆向来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尤其还是北京这种区位特殊的地方，杀手、佣兵、通缉犯，要是没点身份都不敢进门。服务员先给汉子上了扎啤酒，汉子狂饮一大口，舒服的打了个嗝。酒馆生意很好，几乎座无虚席，粗鲁的谈话声、笑声、调戏女服务员的声音络绎不绝。看老哥这身行头，是刚来北京。同桌的一个中年人好奇地跟汉子搭话，汉子点头，生活所迫。中年人脸上露出一副我懂你的笑容。来这里的人谁还不是生活所迫？既然你孤身一人，明天要不要组个队一同去深渊？汉子摇了摇头，过2天再说吧。男人之间坐在一起聊的话题无非就那么几个，喝完马尿更是天老子第一，老子我第二的架势。汉子跟中年男人很快也聊到了公平会上。依我看，公平会公平个屁啊！又当又立的杂碎。听到中年男人的话，汉子忽然感到十分耳熟。我一个朋友也这么说过，他说这个世界已经从根上烂掉了，需要的不是什么公平，而是新秩序。中年男人咧嘴一笑，新秩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点意思。你这个朋友现在和你在一起吗？我还挺想见见的。汉子摇摇头，你听说过黑子马戏团吗？中年男人一头雾水，什么年代了，谁还看传统马戏？汉子喝了口酒，笑笑，一个类似公平会的组织，重塑秩序的理念就是他们提出来的。等他们来了北京，我介绍你们认识。中年男人点头，可以啊，来干一个。夜色渐浓，酒馆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热闹。几个商人打扮的人走了进来。北京常年积雪，种不了粮食，吃的喝的都得从外面运，再加上需求量众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专门跑商的舞者。最近外边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吧台边上，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光头问。商人领队是个大胡子，闻言笑呵呵回答：别说，还真有。由于很少离开北京，消息闭塞，众人纷纷来了兴趣，看向大胡子。老板也递过来一杯啤酒，我请客。大胡子边美滋滋的喝酒，
边开始讲述。前阵子江城不是新冒出个异境吗？被宫廷会给盯上了。马卡族代表团进城那天，宫廷会整了个大活，其他人迫不及待。快说，什么活儿？这宫廷会就跟狗似的，哪开异境就往哪跑。与其把异境让给马卡族，还不如给宫廷会，最起码大家都是人。你不要命了？瞎说什么大实话？大胡子停顿片刻，继续道：马卡族的迎宾晚宴上，12星座之一的双鱼座现身现场，大闹会场。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红裙女人，俩人联手，差点把异族代表团给撅了。要怪就怪他们运气不好。那天在现场的执行官是遥远，听到这个名字，酒鬼们的酒瞬间醒了。卧槽！剑仙遥远，双鱼座说的不冤。遥远跑江城去干什么？鬼知道。大胡子颇为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双鱼座和那个红裙女人后来跑了。当天据说人族之耻王彪也在现场，不过在执法的追捕下自爆而亡。现场的气氛愈加热烈，大胡子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汉子一开始听得津津有味，可当听到王彪自爆而亡时，脸色却极为怪异，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对面的中年男人看出他的异样，怎么了你？汉子嘴角挤出一丝微笑，我说我叫王彪，你信吗？中年男人点头，信，当然信。王彪这个名字就和张伟一样，10个人里至少有3个。汉子，呵呵，干！到底是谁在到处传我死了？这几天，秦泽的生活一直是家和学校之间2点一线，每天做的无非就是吃饭、睡觉、修炼、斗情欲，倒也是充实。他本想找机会进异境，却发现异境封锁的格外严密，没有执法不批的条子，根本进不去。就在秦泽为进异境焦头烂额的时候，事情突然迎来了转机。通过管理者终端上的监控，他发现不知为什么避难所里出现了一大群高级异化者。高级异化者战力惊人，再加之部署在异境里的武者都是一些臭鱼烂虾，不到半天，武者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逃离异境。现在异境已经完全被异化者占领，城防署的人全润了，一潭死水，永远无法打开局面。对秦泽来说，越乱越好。通过这些天的观察，秦泽发现那群高级异化者似乎在避难所里寻找什么，他们到处横冲直撞，甚至一天20多个异化者前仆后继往毒气里冲，最终的结果是全都凉在了半路上。那天过后，异化者谨慎了许多，没有再硬往毒气里闯。这群异化者到底在发什么疯？秦泽一头雾水，目的明确，行事风格一致，总感觉异化者像是被统一操控，会不会跟我们一样共用一个 CPU？ 巨石一坨屎，散是满天吸了，属于是。吞噬哥和法王都突破了2级，是时候去搏一搏，干就完了，想那么多干嘛？秦泽听分身们逼逼叨了一阵子，秦玉做好了饭，现在1日3餐都是秦玉主动来做，生怕小老弟白日飞升那天落下他这半个娘。秦玉打开电视看起综艺，秦泽却习惯性的调到了晚间新闻。对此，秦玉只是撅了撅嘴，表示无声抗议。不过被小老弟无视了。电视里，主持人正在念今晚的新闻稿。城防署现向自由武者发布雇佣召集令，进入异境剿灭异兽将会获得丰厚的报酬。看到新闻的秦泽眼前一亮，机会这不就来了吗？执法部总会议室，遥远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首席，左手边是气色已经完全恢复的异族团长和其余6名异族成员，右手边则坐着城主和审判者们。武者招募到多少了？遥远沉声问。身后的助理回答：目前1级武者236人，2级武者178人，3级武者66人，4级武者12人，5级武者1人。另外招募还在继续，到明天上午进入异境，人数估计能再翻1倍。江城是没有这么多中级武者的，由于城防署开的条件实在太高，周围城市的中级武者纷纷响应。遥远点头，够了。明天中级武者全部编入一支队伍里，由我和团长亲自带领去剿灭 S 级兽群，其他人去清理余下的杂鱼。助理又补充道，黑山研究所提供了一批最新生产的 A 试剂，用来对付 F 级以下的异兽有奇效。另外，逆 A 试剂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林教授让你有时间去研究所一趟。对于这些外物辅助，遥远一向看不上眼，不过他不需要，不代表着其他人不需要。试剂给普通士兵下发下去，普通士兵不需要进入1线战场，只需要我们在异境站住脚后，他们再跟进构筑防线即可。我这就去安排。助理合上笔记本，匆匆离去。马卡族团长突然开口道，既然行动方案已经制定完毕，接下来是否应该讨论一下如何划分这次的世界之源了？遥远挑了挑眉，还是老规矩，一方一半。异族团长却是摇头，人族2，我方8。遥远正要拍桌而起，马卡族团长抢先道，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深渊潮汐要到了。听到深渊潮汐4个字，遥远面部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这个分配方案是由双方上面决定，我也只是个传话的。团长玩味地看着遥远，你不是号称人族剑仙吗？你不是很牛吗？这回看你怎么办。遥远沉默片刻，我需要打个电话。马卡族团长耸了耸肩膀，请便。遥远离开会议室，5分钟后，他面色难看地返回，明天上午9点进入异境，别迟到了。我们马卡族一向都十分守时。团长笑了笑，带着族人离开。人族剑仙也不过如此，再锋利的剑不也是被握在执剑人手里？马卡猪也太他妈黑了吧，连一半都不给我们了。江城城主知道一些相关的绝密情报，不禁义愤填膺。遥远沉声道，深渊潮汐要到了，没有马卡族帮忙，我们守不住。他不禁攥紧了拳头，弱小就是原罪，人族实在是太弱了，弱到连和马卡族谈判的资格都没有。城主不解道，今年潮汐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会不会是马卡族瞎编的？遥远摇头，我已经确认过了。城主叹了口气，看来这次异境结束后，我得被征召回深渊了。会议室内的气氛有些凝重，每个进入过深渊的武者都知道潮汐有多么的可怕。
潮汐并不单单只是一场受潮，王彪死了，你的任务失败了。会长大人现在很生气。光线幽暗的圆桌旁，狮子座声音冰冷，双鱼座不复往日嬉皮笑脸。出了点意外，本来是可以把王彪拿下的，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贪一族身上的钥匙，直接把王彪按住他不香吗？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仅舍了西瓜，连芝麻也都丢了。白羊幸灾乐祸，不知道之前是谁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把钥匙拿到手。如今我这边可是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你的钥匙又在哪里？被白羊落井下石，双鱼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所以现在钥匙没了，我的任务还要继续下去吗？白羊看向狮子，继续。狮子沉声道：遥远和马卡族代表团的团长身上都各有一把钥匙，既然我们没有自己的钥匙，等他们划分完世界之源后，直接抢他们的。白羊眉毛一挑，老大，你让我单挑人族渐先遥远，有点太看得起我了吧？狮子冷哼一声，双鱼会协助你，这次要是再失败，后果很严重。话落，狮子在座位上消失，双鱼嬉皮笑脸，看来我们这回又得联手了。哼，你别拖我后腿，就算好的了。白羊说罢，也随之离开。双鱼嘴角笑容逐渐消失，重重一拳砸向桌面，无能狂怒。次日，江城驿境入口人满为患，报名完的排队等待进入驿境，还有一部分没报名的在报名处大排长龙。秦泽一大早便来到现场暗中观察，他发现了个致命问题，想要报名这次雇佣任务，必须要出示武者证，他没有。既然如此，只能借一个了。秦泽尾随一个报名完的一级武者去了厕所。兄弟，有个事要你帮的忙。在对方放水的时候，秦泽突然出现，男人一激灵，呲了一脚。我尼玛！男人一抬头，脑门对上了黑洞洞的枪口。大哥您说要我帮什么忙？男人脸上露出谄媚笑容，把你的报名卡和武者证借我用一下。男人面露难色，大哥您能不能换一个？秦泽手中的威龙往前顶了顶。好好，你这么玩是吧？男人一脸怒容，随即大吼：借就借！他麻溜地掏出报名卡和武者证，双手奉上，表现不错。秦泽收下证件，一拳抡晕对方，然后用绳子捆住，扔进最里面的隔间。借完东西，秦泽刚要离开，突然听到第一个隔间里传出声屁响。秦泽抬脚蹬开门，看到一黄毛坐在马桶上，双目对视，黄毛满脸尴尬和惶恐。您吃了吗？黄毛小心翼翼问。秦泽微微皱眉，你什么时候在这的？黄毛咽了口唾沫，从理论上来说，我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厕所的。不过您放心，刚才我都帮您盯着呢，没人发现你们。砰！秦泽一记直勾拳，重复了之前的过程。几分钟后，秦泽用千面的能力易容成一级武者走出厕所，外面已经响起广播，请报名完毕的武者在入口处右边集合，大部队即将出发。秦泽混进人群，看着落地的七彩霞光，深吸一口气。意境，我特么来了！站在意境入口处最前方的是100名左右的中级武者，带队的是遥远和异族团长。秦泽只是远远地望了对方一眼。低级武者30人为一队，总共13个队伍。秦泽所在的队伍编号为1。随着出发的指令下达，由中级武者组成的队伍率先踏进霞光中。半小时后，轮到低级武者出发。秦泽的队伍全部走进霞光，还是上次的那种失重感。眼前白光一闪，秦泽就已经出现在了意境中。当看到面前的景象时，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10多具体型庞大的高级异化者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周围一片狼藉，到处都能看到战斗的痕迹。秦泽不禁感叹10号避难所修建的质量强硬到连高级武者都打不穿，不像江城酒店的豆腐渣工程，随随便便一剑就能把10几层楼给掀飞上天。20多个高级武者守在入口处，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伤，有几个严重的家伙甚至满身是血，半个手臂都没了。通过几人的闲谈内容可以得知，遥远正带队去深处清理更多的高级异化者。秦泽的队伍没有做过多停留，立刻按照之前所制定的路线行进。一路上遇到的都是低级异化者。这次的队伍不像是上回的学生试炼团，大家都作战经验丰富，面对异化者的进攻不慌不忙应对，没有付出一点伤亡，便在短短20分钟内前进了将近200米。秦泽时不时用终端查看遥远他们的行进路线，对方与现在队伍的前进方向正好相反，他们像是捅了异化者的老窝，异化者跟马蜂群一样不断的往外扑。由于监控区域有限，再往前的隐形监控探头全部都坏掉，秦泽也看不到实时画面了。他有点着急，想赶快脱离大部队。休息5分钟，领队大喊了一声，众人纷纷席地而坐，抓紧时间休息。这战斗也太轻松了吧！确实，跟深渊的战斗强度完全没有可比性，怪不得这么多人抢着报名，还好老子动作快，进来溜达一趟，钞票就到手了，美滋滋。众人表现的都十分悠闲和轻松，完全看不出一点深陷战场的感觉。砰！隔壁一扇隐蔽的闸门突然炸开，秦泽扭头看去，只见一个屎黄色大蝙蝠冲了出来，高级异化者。秦泽迅速后退，连人形作战兵器都很难对付这种异化者，更别说现场这几头烂蒜。果不其然，突然杀出来的大蝙蝠眨眼间便对队伍造成了巨大伤亡。后撤！我已经通知了留守的中级武者，他们正在赶来支援的路上。领队大声下达着命令。不愧是经历过深渊战场的武者，哪怕面对这种突发情况，也能有条不紊的撤退。秦泽借此机会立刻脱离队伍，朝有毒气封锁的合金闸门前进。有管理者终端在手，秦泽相当于有了全图透视，一路畅通无阻，异化者全都被他绕了过去。10多分钟后，秦泽来到了毒气前，在管理者终端上点了几下，排风系统开始运行。仅用1分钟不到，合金闸门前的毒气便被排得一干二净。秦泽走上前，
把管理者终端和大门上的合金电子锁链接在了一起。链接中，链接成功，开始进行身份验证。访客编码0000，验证通过，欢迎回家，管理者。合金闸门缓缓打开，刚开到一半，秦泽就低身钻了进去，又立刻把门关上，充满毒气。秦泽走进管理者办公室，把林思瑶的骸骨推到地上，自己坐在椅子上。那个避难所的人工智能，我在。东区的管理权限现在还有多少？9%。秦泽调出遥远的照片，告诉我这群人的行进方向。片刻，避难所 AI 回复，他们行进的方向是东区大门，大门曾被异化者攻破，并在那里筑巢。秦泽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离开避难所的大门没有完全掌握在他手上。东区很大，没有地图走在里面和迷宫无异，再加上那里异化者多到城防署懒得清理，大门才一直没被发现。不过这波异化者突然暴动，倒是让遥远误打误撞找对了方向，朝着异化者不断出现的方向一路横推过去，用不了多久便能找到大门。秦泽眉头紧锁，忽然发现桌子上电脑右下角的红灯在闪烁。秦泽试着点了下鼠标，屏幕立刻亮起。你有3封邮件未读。秦泽点开邮件，第一封邮件的发送日期是1个月前发过来的，也就是秦泽刚离开意境不久。内容很简单，只有3个字：你是谁？第二封邮件在半个月前，还是同样的内容：你是谁？第3封邮件则是在1星期前。由于一直不回复，对方似乎有些暴躁，再不回复我们就要攻击了。3封邮件的署名都是同一个：空岛作战总指挥中心。秦泽不禁想到了最近避难所里的异化者暴动，这就是他们的攻击。可空岛的敌人不就是异化者吗？异化者为何会听命于他们？秦泽挠了挠头皮，头好痒，要长脑子了。秦泽试着写封回信：你爹来了。发送成功，不到2秒钟，对方就有了回话：你到底是谁？秦泽想了想措辞：我不是相关方面的专家，关于我是谁我也不太好回答，正如我开头所言，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发送。很快对方回复，秦泽咧嘴笑笑，见一面有些话当年才说得清楚。这次对方足足过了10分钟才回复。半小时后，有一架飞行器会停在避难所大门，接你来空岛。秦泽叫出一个普通分身，同时一起出来的还有吞噬哥和法王，他们一直都附身在秦泽身上。一会你去做那个飞行器。秦泽对普通分身道。分身拍了拍胸脯，哦了。法王问，咱们干什么？秦泽微微一笑，当然是去办一件大事。半小时后，一艘银白色的梭形飞行器缓缓落在避难所大门前，分身早已等候多时。当飞行器舱门打开，看到里面走出的人时，秦泽不禁一惊，你还没死？嚯，这哥们都成干尸了，还得开飞机，打工人的宿命啊！看着已经变成骷髅的飞行员，右手还在紧紧攥着操纵杆，法王不禁感慨。秦泽带着吞噬哥和法王回到了当初他第一次进入意境时轰炸机坠毁的地点。话说飞行员死了至少10年了，飞机那天是怎么起飞的？吞噬哥好奇道。法王想了想，可能飞机的 AI 提前设定好了轰炸路径，就算飞行员死了，飞机只要还没坠毁， AI 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执行轰炸程序。吞噬哥跟法王围绕着坠机残骸讨论着飞行员的死亡原因。法王甚至掀开驾驶舱盖子，把飞行员抱了出来，然后自己坐进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B。秦泽站在不远处环顾四周，这里几乎是方圆几公里内的最高点了，往前不到1公里就能走到江城，周围全是荒漠，风轻轻一吹，卷起满天沙尘，看不到丝毫绿色。咱们到底来这干什么大事？体验完飞行员的法王跳到秦泽身边，他指引我过来的。秦泽扒开胸口，彪哥给他的那株平平无奇的小树，此时正闪烁着微弱荧光，仿佛像是在呼吸。活了！法王和吞噬哥好奇摸了摸，手感怪怪的。从刚进入意境的那一刻起，秦泽就察觉到了钥匙的变化，它就像是一个指南针，不断为秦泽指引方向，而所指的具体方向只有他一人心中知晓。这也是秦泽让分身登机去空岛的其中一个原因。相比于得到魂珠，秦泽现在更想弄清楚身上这把钥匙。走吧，开始干大事。秦泽整理好衣襟，带着吞噬哥和法王向市中心走去，那里正是钥匙所指明的方向。好家伙，在这拍末日大片都不用特意布景。吞噬哥啧啧称奇。3人一边行走在城市中荒凉的街道上，一边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东瞅西看。吞噬哥，总感觉有人在偷偷看我们。法王+1，秦泽早就发现了，脑子里天天上百个分身说话，他的精神力早已经是千锤百炼。滋了，法王化作一道闪电冲到一辆废弃的汽车边上。找到你了，小东西。法王把一个不到1.3米、浅屎黄色的异化者扔到秦泽脚下。是你？秦泽认出了这个小东西，上次在坠机地点遇到的就是他，没想到还活着。小异化者低着脑袋瑟瑟发抖。我记得你会说话吧？秦泽问。小异化者怯生生地点了点头，会，点。吞噬哥摸了摸脑袋，你看他像不像上次咱们在黑山研究所遇到的那批异化者？秦泽微微皱眉，单从外表上看的确很像，但眼前这个小东西更像个人，有更多关于人的情绪、反应，甚至是思维。而黑山研究所以及避难所里的那些异化者，他们更像只知杀戮的野兽，已经完全丧失了智慧。异化者的种类都开始细分了。你们怎么出来了？异化者抬起头，小心翼翼地看向秦泽，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秦泽3人在局域网里快速交流了一遍，看这小东西的意思，这里还有其他人。出来是从哪出来？空岛。空岛反抗军不是专门猎杀异能者？3个臭皮匠合计了一会儿，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我们为什么不能出来？秦泽反问。小异能者焦急回答，不能出来，
就是不能出来。你们得赶紧回去。对，发现不好。法王挑了挑眉毛，腿长我身上，我想去哪儿去哪儿，谁也管不着，我要自由。小异化者急得直跺脚脚。族长说危险。秦泽眼前一亮，总算是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能带我们去见见你们的族长吗？我们有事想问他。小异化者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点点头。你们跟我来吧。小异化者在前面带路，秦泽三人急随其后。一行人穿梭在一片又一片的大楼废墟里，局域往内。吞噬哥问会不会是个陷阱？秦泽，现在他带我们去的地方就是钥匙所指的方向，哪怕是陷阱也得过去看看。法王道，上次这小东西的同伙一个照面就被 BT 秒了，他们的战斗力也就一般，要是都那种程度，他们的老巢我自己就能杀个七进七出。吞噬哥10来分钟后，小异化者带着秦泽三人来到了一片由几栋大楼构成的废墟中，下面被挖出了一片很大的空间，里面生活有几百个异化者。这片废墟的隐蔽性极好，单从外面看根本不会想到下面有这么大的空间。一路上，周围的异化者都朝秦泽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眼神清澈，只是微微泛红，甚至有一部分的异化者长着和人类一模一样的眼睛。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任何要攻击秦泽三人的意思。一路穿行来到废墟最深处，秦泽看到了一个极其苍老的异化者，他的腰间围着一块破布，身上皮肤皱皱巴巴，不过那双眼睛却与正常人无异，深邃慈爱。秦泽想到了小区花坛边上白天晒太阳的老爷爷。族，我在外遇了3个人。小异化者来到族长面前，结结巴巴讲了一遍遇到秦泽三人的经过。族长挥了挥手，小异化者蹦蹦跳跳的玩去了。你们到底是什么？秦泽沉声问。族长轻声道，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即便早已料到，但听到答案，秦泽心里还是掀起一片惊涛骇浪。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鬼样子？族长深邃的目光望着秦泽，看来你们不是从那里出来的。秦泽也没再装，我们来自一个挺远的地方，具体是哪没办法和你解释。族长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跟我来吧。族长起身带着秦泽三人继续往废墟深处走，里面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最终仅能容纳一人通过。四周黑漆漆的，法王不得已雷电加深，用微弱的电光来示物。到了。族长忽然停下，借着微光，秦泽看清了头顶上指示牌的字，这里是地铁站，江城3号线北街站。现实世界，秦泽记着3号线今年上半年才刚刚投入建设，而意境里的地铁站入口却早就变成了废墟。族长没有再继续往前走，而是抬手指了指向下的地铁站入口，往里面走，你们会得到答案的。话落，族长转身原路返回，没有一丝停留。吞噬哥看着二人，下不下去？秦泽点头，来都来了，当然要下去看看。法王也附和，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就像是在打单机游戏过剧情，下面很有可能是最终的通关 BOSS。吞噬哥问，下面真要是通关 BOSS， 咱3个臭鱼烂虾能打得过？秦泽把法王拽到第一个，你先进。法王瞪大了眼睛，为什么？秦泽理所应当，谁让你这么亮，跟个大电灯泡似的？你走第一个方便照明，关键时刻还能够吸引火力。法王翻了个白眼，后面那句才是最关键的吧？没再继续婆婆妈妈。法王双臂一震，加大了身上的电流，以便让自己变得更亮，随即便走在了第一个，秦泽第二，吞噬哥殿后。在经过一段向下的楼梯后，三人终于抵达了地铁站台。站台一片狼藉，安全门全部碎裂，轨道也断开了一大截，隧道的墙上有多处破损，能够看得出来，这里在很久之前曾经爆发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轨道的2头全都被堵住了，一头是破砖烂石，另外一头似乎是一扇门，啥都没有。那个老登当时就不能把话给说明白？谜语人是吧？暴躁的法王释放出一道闪电，电流在地铁站肆意乱窜。吞噬哥往后大跳一步，擦，你别电到我！咔！忽然，三人头顶上的灯亮了，偌大的地铁站瞬间灯火通明。法王收起身上的电流，懵逼道：“我刚才好像电到发电机了。”秦泽走到那扇门前，仔细端详，左右护法陪伴在身边，时刻注意周围的风吹草动。这扇门与10号避难所的合金闸门很像，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机械齿轮锁，从上面积攒的厚厚灰尘能够看得出，这扇门已经很久没有开启过了。与10号避难所不同的是，门上面没有任何数字编号，可以断定里面并不是序列之中的避难所。咚咚咚，里面有人吗？秦泽抬手敲了敲，半天没有得到回应。失去耐心的法王抬手劈出一道闪电，然而强悍的电流却没能在厚重的合金门上留下哪怕一点痕迹，只是给他掸了掸灰。吞噬哥道，跟避难所大门有一拼了。一束红光突然从天而降，把三人笼罩其中。与此同时，大门上响起了一个电子音，正在进行身份识别。识别中，识别完毕。人类不在公民序列之中。戴着面具的秦泽挑了挑眉毛，这个检测手段和他一开始进入避难所时的如出一辙，似乎是为了验证访客的种族。既然如此，里面极大概率有活人。他抬起带着管理者终端的右手，我是10号避难所的管理者，我并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和你们避难所的管理者聊聊。红光再次投射到了秦泽手腕的终端上扫描，片刻，红光消失，门里也没有任何回应。就在秦泽以为一无所获，准备无功而返的时候，大门上的机械齿轮开始缓缓转动，咔，门开了。我先。吞噬哥抢先走在第一个，他肉身最硬，真要有危险可以做肉盾拖延时间。秦泽和法王跟在后面，三人谨慎穿过大门，轰隆，闸门再度合上。门后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再往里还有一扇紧闭的合金闸门。
此时大厅中正站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30多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秦泽3人，还有2架哨兵机枪和一门造型奇怪的炮，这个火力至少是10号避难所的10倍。秦泽解释，我们没有恶意。中间的士兵忽然向两侧分开，一个穿着军装的国字脸中年男人走了出来。男人上下打量了3人一番，随即沉声道：欢迎来到反抗军总部。神秘的外来者。10号避难所大门，分身看着从飞行器中走出的 BT， 惊喜不已。没想到竟然是你来接我，我还以为你在那天的异化者包围中死了。BT 微微皱眉，默不作声。他身上的探测光束朝分身射出一道红光，一顿扫描后集中在了他右手上的终端。这是秦泽从管理者办公室抽屉里翻出来的，总共有2个，一个给分身带上，另一个秦泽准备给遥远。拿人手短，毕竟魂珠都吃了。这2个终端只是样子货，没有任何避难所的管理权限。身份确认，10号避难所管理者，贵客请登机吧。BT 满脸冷漠，分身上前一惑道：你不认识我了。BT 眼中一条条数据闪过，数据库检索完毕，我们没有见过。分身不信邪，人佑众生，众生随行。尊敬的人类大人，我是人形作战兵器 BT21， 快看那是人类大人。分身一句句重新之前 BT 说过的话，并活灵活现当初他的反应和表情。然而 BT 下划线，你到底在说什么屁话？靠，看来你是真把我给忘了，估摸着是有老六把你的记忆程序给删了。分身拍了拍额头， BT 冷声道：所以你是否还要登机？分身点头，登，当然登。飞行器正好能坐下2人。分身系好安全带后，飞行器引擎缓缓启动，快速拔地而起，冲出大气层。有没有塑料袋？分身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晕机了。BT 没有回答，专注驾驶。在离开大气层后，飞行姿态终于平稳。分身用力咽了一口，总算是没吐出来。我去，这么大！没过多久，一个超级大的环形空间站映入分身眼帘。飞行器精准停靠进空间站内停机坪。我们到了。BT 带着分身离开机库，穿过一条条走廊。这一路上，分身都没看到一个人。司令官大人，客人到了。分身跟随 BT 来到了一处大厅，欢迎来到反抗军总部。一个轮椅从隔壁房间滑了出来，看到轮椅之上的人，分身面色突变，怎么会是你？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胖子竟然能混成总司令。分身目瞪口呆。在登上空岛之前，秦泽曾经预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说核心 AI 发生叛变，挟天子以令诸侯，操控所有人形作战兵器，或者是空岛早已沦陷，里面成为了异化者的大本营，甚至连人形作战兵器占领地球这种脑洞他都想过。然而秦泽万万没有想到，空岛不仅好好的，而且司令还是自己的好基友，一起从小玩到大的死胖子。轮椅上的胖子胡子拉碴，满头白发，圆润的身体坐在轮椅上。与18岁的秦泽不同，这个世界的胖子已经步入暮年，到了杯中泡枸杞的阶段。这个外号可是好多年没有人叫过我了，还真是叫人怀念。胖子脸上露出缅怀之色。你的声音很像我的一位故人，能摘下面具让我看看你的脸吗？秦泽缓缓摘下面具，内心五味杂陈。当看到秦泽面具之下的脸，即便早有心理准备的胖子还是不禁动容。泽哥！胖子连人带轮椅瞬间闪现到秦泽面前。秦泽眉毛一挑，果然这个世界的胖子也觉醒了瞬移的天赋能力。刚才2人相距足有7、8米，这个瞬移距离比 BT 还要恐怖，竟能如此相似。胖子伸手要去摸秦泽的脸，却被后者退后躲过。BT， 你先去休息吧，我要和我这位老友好好的叙叙旧。BT 点了点头，默然离去。你应该有不少问题想要问我吧？我其实也一样。胖子控制着轮椅走向隔壁房间，秦泽跟了上去，推门而入。秦泽发现这间屋子是空间站的总控室，墙上挂满大大小小几十块屏幕，还有数不清的按键和操纵开关。秦泽不禁问：这些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胖子笑了笑：怎么可能？不过我有助手。星河，来2瓶可乐。片刻，一个纸篓状的白色机器人滑到轮椅边。胖子打开盖子，拿出2瓶可乐，其中1瓶递给了秦泽。我记得你爱喝这个，谢谢。秦泽接过可乐，完成配送任务的纸篓又迅速原路返回。如你所见，星河是空岛空间站的总控 AI， 我只需要向他口头下达指令，就能间接完成对空间站的一切操作。秦泽若有所思，空间站里的其他人呢？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胖子解释，空间站资源有限，其他人都在休眠舱休眠，以节省开支。待地面的异化者全部清理干净之后，他们会按程序被依次唤醒，回到地面重新建设我们的家园。秦泽喝了口冰冰凉的阔乐，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总控室有一块超大的透明墙，可以看到外面的宇宙星空。看着远处缓缓旋转的星云，秦泽忽然感到自身无比渺小。异化者是怎么来的？能和我说说吗？秦泽道。胖子微微颔首，当然可以，只是这个故事有点长。秦泽耸耸肩膀，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胖子看向浩瀚星海，缓缓开口讲述。2030年，深渊潮汐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裂隙出现在地球，深渊入侵的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在与异兽的不断对抗中，武者死伤惨重。为了降低武者的死亡率 ，A 世纪由此诞生。众所周知，异兽的细胞强度十分坚韧，哪怕是最低级的异兽，也要比最低级的武者肉身强悍。A 世纪的理念由此诞生，其直接作用于异兽细胞，使其细胞组织发生崩坏。秦泽微微皱眉，现实世界的林思瑶也正在研发 A 世纪，并取得初步进展，意境在演化几十年后的地球。不过很可惜，经过数年的研究实践 ，A 世纪只能作用于 F 级异兽，在高级一点的异兽对世纪完全免疫。
由此 ，A 世纪的研究工作彻底宣告失败。但并没过多久 ，A 世纪项目的总负责林思瑶教授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设想：既然无法轻松毁灭异兽，为什么不想办法批量生产武者呢？很快，一种新试剂便开始进行研究。这种试剂原液取自异兽，再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可以强化普通人的细胞。哪怕是没有丝毫气血的普通人，在注射了这种试剂后，其战力也能够和不入流的武者媲美。武者注射之后，战力更上一层楼。这种试剂便是逆 A 试剂。胖子口干舌燥，喝了口快乐水。上了岁数，怎么感觉这东西这么难喝？秦泽淡淡道：“很正常，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要做的事。”胖子笑：“你还跟以前一样，屁话一套一套的。”旋即，他继续讲述：有了逆 A 试剂，武者开始批量生产。我们遏制了一次又一次深渊潮汐，甚至开始转守为攻。异兽不再是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深渊也变成了人族试炼场。随着异兽越来越少，深渊潮汐消失，深渊也开始一点点关闭。但没过多久，一切都变了。胖子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既有遗憾，又有些许不甘。由于逆 A 试剂的不断进步，普通人在注射完高级试剂后，甚至能够一跃成为高级武者。那些手握资源的武道势力和家族开始垄断 A 试剂，同时武大关闭，武道传承彻底断绝。想要成为武者，就必须加入那些势力和家族，注射试剂。秦泽目瞪口呆，听着十分魔幻，但的确像是人类能干出来的事。纵观历史长河，资源总是掌握在金字塔顶层。若不是现实世界面临灭族危机，武道怕是也不会有如此完整的传承。秦泽道：“所以异化者呢？怎么还没出场？”胖子苦笑一声：“逆 A 试剂作用虽然强大，但殊不知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在深渊快要关闭的时候，那些注射过逆 A 试剂的人开始异兽化，他们变得嗜血狂暴，甚至完全丧失了理智。异化者其实就是人类自己啊！”听完胖子的讲述，秦泽脸上的表情可谓是十分复杂。异兽最终没能毁灭人类，人类反倒是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随着初代异化女王挣脱黑山研究所的囚笼，事态彻底失控。那些异化者纷纷响应他的号召，拥他为王。深渊关闭了，人类却面临着来自异化者的更大威胁。注射过逆 A 试剂的人何止上亿？由于武道失传，此刻已经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对抗异化者了。2048年，以林思瑶教授为首的避难所计划和另一个空岛计划被提出。林思瑶教授主张修建大型避难所，让幸存者避难。异化者没有理智和思维，几十年后自己就把自己给饿死了。空岛计划则是以空岛空间站作为幸存者大本营，往地面派遣人形作战兵器，主动出击歼灭异化者。双方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各干各的。空岛和10个序列避难所同一年建成，不过避难所计划只持续了不到1年，9个避难所接连沦陷，10号避难所也失联至今。话落，胖子的眼神落在了秦泽手腕上的管理者终端。秦泽岔开话题 ：“BT 的实力很强，我亲眼见过，派机器人战斗不会有任何伤亡。林教授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计划？”这点是令秦泽匪夷所思的地方。一大群 BT 扑向异化者大本营，女王也得跪下唱征服。胖子摇了摇头，从某种程度来说，首批 BT 系列人形作战兵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称他们为改造人更合适。秦泽心里直呼卧槽，什么血肉苦弱，机械飞升？胖子解释，人形作战兵器的理念是在异化者出现的那一年被提出来的。由于当时 AI 还没有那么先进，信息处理和临场反应完全比不过人脑，所以才出此下策。经过一番试验发现，女武者的身体条件是最适合改造的。第一批人形作战兵器便选择了当时为数不多的21个女性武者，当然她们也是出自自愿。毕竟在那个朝不保夕的环境下，谁都想让自己快速变强。我是首批人形作战兵器项目的负责人之一，由于有血有肉可以承载天赋能力，我便把我的瞬移能力通过特殊手段复制给了他们。秦泽是彻底对胖子刮目相看，连天赋能力都可以复制，厉害了，我的胖。胖子似乎看出秦泽的意思，笑道：“能力复制的项目不是我，是陈教授负责。他死在一场异化者袭击，没赶上登空岛的飞船，不然你可以问问他。”停顿了下，胖子继续道：“几年后，第2批完全机械化的人形作战兵器开始批量化生产，只是他们完全由机械构成，无法承担能力，战力要下降不少，但和异能者作战足矣。逆 A 试剂其实也算是改造人体，林教授对此有不小的阴影，他很抵触人形作战兵器计划，担心会重现异化者之难。林教授一直觉得异化者灾难由他一手造成，他从开始就不应该着手 A 试剂的研发。可若是没有逆 A 试剂，人类又该如何战胜异兽？”秦泽在林思瑶的日记中也看到了这句话，这似乎是一个死结。没有试剂，人类将会死于异兽；有了试剂，又面对异化者的灾难。可异化者之灾又何尝不是人类一手造成？若是继续武道传承，也不会爆发出大规模异化者，只能说是人类咎由自取。万族在哪里？马卡族号称人族战略合作伙伴，他们就没有出手相助，这也是秦泽奇怪的点。无论是林思瑶的日记，还是刚刚胖子的讲述，都没有一句提到过异族。胖子满脸疑惑，马卡猪是什么品种的猪？秦泽扯了扯嘴角，好吧，看来这个世界没有异族，那这算什么？演化了又没有完全演化，空岛反抗军只在空岛，就没有地面部队吗？秦泽好奇问。胖子微微皱眉，什么意思啊？秦泽挠了挠头，我出避难所的时候遇到过2个自称是反抗军的士兵，还要带我去什么总部？闻言，胖子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一个瞬移上前，紧紧抓住了秦泽的手。他们的总部在哪儿？秦泽用力把手抽了出来，我怎么知道？老姐告诉我，男孩子一个人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我怎么能随便和2个陌生人走？所以他们也是你的人？胖子摇了摇头，深恶痛绝，咬牙切齿道：“他们根本不是反抗军，他们是叛徒，一群可耻的叛徒。空岛根本不是反抗军总部，林志远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背叛了人类。”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
身穿军装的国字脸男人正在愤怒地咆哮。在确认了秦泽3个人类的身份后，他们便被带到了第2道合金闸门的后面。这个车站要远比秦泽想象中的大，估计生活了至少5万人。车站被划分为数个区域：市场、生活区、种植区、军营。拥挤但又井然有序。秦泽不禁感叹，管理这里的人真是个人才。秦泽手上的管理者终端证明了他10号避难所管理者的身份。3人被国字脸带到了这间办公室。通过交谈得知，男人名叫南宫兴业，7级武者，反抗军总司令。秦泽也向他询问了异化者的由来。南宫兴业前面的回答和胖子大刺不差，但当后面提到空岛反抗军时，他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并大声怒斥胖子是个叛徒。所以，到底谁才是叛徒？痛骂一顿后，南宫兴业情绪总算是平复下来。抱歉，我刚刚有点失态了。秦泽耸了耸肩膀，表示无所谓。能具体说说吗？空岛到底发生什么了？秦泽很难相信浓眉大眼的胖子会背叛。南宫兴业重新坐下，沉声道：林志远是异化女王的走狗，他们早就暗中勾结在了一起。秦泽3人举欲往内快速交流一番。吞噬哥，水有点深。法王磨磨唧唧，直接跟胖子对峙吧。吞噬哥，钥匙的最终方向是这。秦泽，地铁更深处。法王，都尼玛谜语人，要是也是谜语人，谜语人通通去死。一道道雷霆在法王身上升腾而起。亲眼看到电人，南宫兴业莫名激动，是天赋能力者。秦泽一脑拍削在法王头皮上，电流瞬间熄灭。他身上电量太多，偶尔需要释放。南宫兴业点了点头，天赋能力吗？可以理解。如果你们想深入了解，我可以讲讲空岛上的那场叛乱。秦泽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左右护法半其两侧。南宫兴业给秦泽倒了杯水，随后开始了他的讲述。空岛竣工之后，主张进攻的一派带着一部分平民全部进入空岛，不过当时撤离紧急，有一部分人才没来得及登船。他们若是能活着，现在的局面也不至于这样。哎，扯远了。秦泽记得胖子也说过这事，某个倒霉蛋陈教授就没来得及上船。南宫兴业揉了揉眉心，继续道：人工智能在不久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形作战兵器也不用在武者的基础上改造，意味着可以批量生产。随着第一批纯机械的人形作战兵器投入使用，司令部对接下来的发展方针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重新恢复武道传承，自身拳头硬才是硬道理，外物终究只是外物。不过人形作战兵器项目的总负责人林志远却认为，现在有人形兵器就够了，他们会从异化者手中夺回我们失去的一切。空岛资源有限，再加上武者数量太少，重新恢复武道传承既费时又费力，不如把全部精力放在下一代的人形作战兵器开发上。由于当时人形作战兵器的战果的确不错，司令部就先同意了林志远的提议。随着时间推移，下一代的人形作战兵器迟迟没有进展，主要是负责天赋能力复制的陈教授死了，现阶段人形兵器没有天赋能力，战力大打折扣。司令部失去了耐心，便重启武道。空岛资源本就那么多，重启武道，人形作战兵器项目的资源就会变少。林志远和司令部之间的矛盾开始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林志远把一群异化者用飞船带上了空岛。即便时隔多年，但此时南宫兴业回忆起那一幕时，情绪还是变得异常激动。那是一场屠杀，空间站里的平民死了至少1万人。当天司令部高层正在开会，高级异化者冲进会议室，大家都死了。我带着剩下的人搭乘救生飞船回到地面，从那以后便一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铁里，躲避林志远和异化女王的追杀。地铁3号线在异化者之灾爆发前就全线建设完毕，而且3号线在建设之初就是作为特殊避难所来使用的，甚至能够抵御100万吨当量的核弹轰炸。空岛项目完成后，众人本来都遗忘了这条3号线，没想到最后还是启用了。如今江城地铁隧道大多坍塌，3号线也仅是其中一节得到保存。在漫长的断成几节的地铁隧道中，想要找到南宫兴业他们所在的位置，无异于大海捞针。异化者突袭空岛的时候，人形作战兵器都在哪里？秦泽问。南宫兴业咬牙切齿，所有的人形作战兵器都被林志远外派出去执行任务了。从那以后，空岛就是林志远一个人的空岛。片刻，情绪恢复的南宫兴业满怀期待地问：10号避难所里还有多少人？有多少武者？秦泽淡淡道：10号避难所的人其实很多年前就死了，我3个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无意间获得了10号避难所的权限。南宫兴业的眸子瞬间暗淡下去，我就知道，看到你们3个是武者的时候，我别提有多激动了，还以为计划终于能够实行。秦泽挑了挑眉毛，什么计划？南宫兴业取出一张地图，上面一个点被画上了圈，这里有处完好的核弹发射井，深埋地下100米，我有钥匙，异化女王无法攻破核弹发射井的防御，只留下了一群异化者驻守。我的计划是重启武道，培养出一批武者，将此地强攻下来，发射核弹攻击异化者的老巢，就算杀不死异化女王，也能消灭90%的异化者了。秦泽看着地图上那个圈，胸口的钥匙变得越来越烫。要是想让自己拿下这个发射井，你现在有多少武者了？秦泽问。南宫兴业低下头，轻声叹息。低级武者123人，中级武者27人，至少还需要1代人的努力，才能有足够数量的武者去执行这个计划。驻守在核弹发射井附近的异化者有近200，其中还有2个高级异化者。保险起见，至少需要200名武者。而以地铁的现有资源，这个计划还需要70年，将近1代人的时间。现在人够了吗？秦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南宫兴业抬头，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愣住了。只见他的大办公室里，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了近100个戴着各种猫猫狗狗、飞禽走兽面具的人。通过气血感应，这些人的平均等级在 0.8 至 0.9 级。南宫兴业瞪大了眼睛：你的天赋能力是操控尸体？闻言，分身们不乐意了：你丫的才是尸体，你全家都是尸体，我们是他爹，什么狗屁眼神！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老登。
被分身们一顿亲切的祖安问候后，南宫星夜总算是回过神。抱歉，秦泽，所以够了吗？南宫星夜不住点头，够了，够了。这种诡异的能力，他还是第一次见。秦泽右手食指轻轻敲打着桌面。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地铁站外面的那些异化者是怎么回事？南宫星夜无奈道，他们一群苦命人罢了。那些混蛋包庇异化者。胖子义愤填膺，剧烈的情绪波动让他不住地咳嗽起来。异化女王占领了黑山研究所，逆 A 试剂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为了能够把剩余的人都同化成他的同伴，试剂直接被他用作人工降雨，幸存者全被感染了。结果那些混蛋包庇感染者，说什么没有完全异化，纯放狗屁。异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与其等到完全异化，还不如趁现在他们没什么威胁的时候清除干净。可嗨，秦泽不解，幸存者不是全都进入了避难所和空岛，怎么还有人会被淋雨？胖子冷笑，无论是避难所还是空岛，容纳空间都很有限，你真以为所有人都能进去？当年的异化者危机由那些人造成，后来活下去的机会也由他们牢牢掌握在手里。至于普通人，在他们眼中和蝼蚁没什么不同。以南宫将军为首的一部分人想从我手中拿到人形作战兵器的控制权限，我自然不同意。于是，一场乱战便在空间站爆发。还好绝大多数安保站在我这一边，他们最终全部逃到了地面。那一战结束之后，空岛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其他人不得已才进入休眠舱休眠。秦泽好奇，你为何不让人形作战兵器参战？胖子摇头 ，AI 的最底层逻辑是保护人类，以人为尊，这是无法更改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不会做出任何损害人类利益的事。除了首批 BT 系列，他们毕竟是人脑基础，不过改造之后，他们原本那部分人类的记忆也就随之消失了。秦泽道，上次 BT 见过我，为什么会把我忘了？胖子一声叹息，等我派其他人形做战兵器找到 BT 的时候，他受损很严重，虽然最后让他重新恢复了运行，但记忆模块无法恢复，自然就不记得你了。秦泽还有几个问题要问，胖子突然看了眼时间，道，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午休了。我这个老头子可不像18岁的你一样精力旺盛，你可以随便狂，有事就叫星河。胖子操控着轮椅转身离开总控室。秦泽暗暗点头，轮椅倒是玩得挺溜。星河，秦泽试探性喊了一声，我在，我想查阅空间站相关日志。抱歉，您没有足够的访问权限。逆 A 试剂正在检索完毕。秦泽面前的一块屏幕上出现长达数十页的文件，他花半小时浏览了一遍。没问题。可是胖子，你有问题。他们保留了一部分人的思维，我又不像林志远那样丧心病狂，实在无法把他们当作异类对待，只能让他们在外面安营扎寨，偶尔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和物资上的赠与。南宫星夜重重叹息。秦泽淡淡一笑，你还真是个大善人。南宫星夜摇头，善人不敢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能做的，也就是让这些苦命人生活好一点。不过，等我们拿下核弹发射井，解决了异化者危机，我们会重返地表，带他们一起迎接崭新生活。秦泽摆了摆手，怎么迎接生活是你们的事，我现在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行动。南宫星夜道，给我1天时间制定计划和动员，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出发。秦泽大手一挥，分身瞬间消失，回到他的身上。南宫星夜再度一惊，真是叫人匪夷所思的能力。离开办公室后，秦泽3人被一名士兵带到了住宿区。南宫星夜这边又叫进来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你去通知外边那个老东西，让他挑出200个青壮年，明天随我们一起行动。眼镜男点头，是，司令，我们真的能成功？南宫星夜咬了咬牙，无论成功与否，这是我们夺回空岛的最后机会。眼镜男似懂非懂的点头，前去执行南宫星夜的命令。秦泽躺在床上，一遍遍回忆着之前和南宫星夜的对话。南宫星夜太老好人了，一个纯粹的老好人是绝对无法带这么多人活下来的。砰！卧室门突然打开，法王手里拎着被捆成粽子的眼镜男。这老小子去了一趟那老登的办公室，随后又通过一个秘密通道离开了地铁站，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秦泽上前撕开眼镜男嘴上的胶布，叫什么名字？眼镜男瑟瑟发抖，把头扭向一边，硬是不吭一声。秦泽笑笑，还一身傲骨，交给你了，吞噬哥。吞噬哥舔了舔嘴角，一只手把眼镜男给拎了起来。在眼镜男惊恐的眼神中，吞噬哥的身体暴涨，一条条胳膊和手臂从后背和身体两侧伸出，腹部同时裂开一张血盆大口。等眼镜男话还没说完，就被吞噬哥扔进了嘴里。什么情况？不应该是你们先审问，我反抗，你们再审，我再反抗，之后你们用金钱收买我，我再开口的吗？然而遗憾的是，剧本并没有按照眼镜男预计中的演。哥，恢复正常的吞噬哥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手，啪擦了擦嘴角。秦泽和分身们立刻共享到了记忆，这是吞噬哥突破后获得的能力，能够获得被吞噬个体1月之前的记忆。这个能力可以增长，吞噬哥修为越高，获得的记忆就越长。眼镜男是从小在地铁里长大的，并没有经历过空岛时代，从小接受的教育也都是地铁灌输给他的。秦泽捕捉到了办公室里他们离开之后，眼镜男和南宫星夜的对话。夺回空岛，下了这么多回棋，第一回有人把咱们当成棋子。法王身上雷电升腾，我就知道这老小子不是什么好人。吞噬哥，那我们明天还去不去？秦泽看了眼胸前的钥匙，当然要去。明天咱们就给他露一手精湛的棋艺。空岛，秦泽在空间站逛了一天，晚上和胖子一起吃过晚饭后就回房睡觉了。深夜，房门忽然被拉开，床边出现了一道黑影。熟睡中，秦泽的右手被缓缓抬起，是假的。黑暗中响起了胖子愤怒的咆哮。你似乎很失望。胖子扭过头，
秦泽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他正侧躺在床上，一只手支脑袋，另一只胳膊平放在身体一侧，尽显妖娆。啪！胖子将终端摔在地上，四分五裂。你耍我！他那凶狠的目光紧盯着床上的秦泽，哪里还有白天时的亲切和蔼，完全就是一头暴怒的野兽。秦泽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关于你白天给我讲述的那个空岛故事，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你想听听吗？胖子微眯起眼睛。秦泽自顾自说道，几十年前，某人为了保证下一代人形作战兵器的顺利展开，不知用什么方法把异化者送上了空间站，那些反对他的人都死了，只能回到地面苟延残喘。胖子沉默。噗！哈哈哈！他突然捧腹大笑起来。看来你早就见过他们了。秦泽摇了摇头，胖子啊胖子，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有一天会变成反派 boss。上次就是你一直通风报信，安全屋才暴露的吧？如今10号避难所里的异化者也是你的手笔。胖子摇头，上次的事件是一个意外，我真想把你接来空岛聊聊。异化女王同样好奇你，所以才一路围追堵截。至于安全屋的暴露，是因为人形作战兵器的通讯频道被异化女王破获了。她当年跟我一样，虽然没上过武大，但同样是高材生。10号避难所里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邮件只是威胁你而已。至于所谓的反派 boss， 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什么是好人，什么又是坏人？秦泽刚要开口，胖子却打断了他。知道我的腿是怎么摸的吗？胖子弯下腰，两个假肢被他卸了下来。当年我爸死的时候，公司被一众武者瓜分，我的腿就是他们的杰作。我当时恨啊，恨我为什么不能修炼，恨我为什么不是天赋能力者。他们难道就是好人吗？胖子越说越激动，后面已经变成了咆哮。如今世界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武者。他们倒是可以躲在避难所，躲在空间站，那些普通人呢，只能等死。他们冠冕堂皇地说，没有完全异化就是我们的同伴。笑话，他们不过是需要一群能在地面活动，帮他们做事的狗而已。你来告诉我，他们是好人吗？轮到秦泽沉默了。现实世界，武者说不上有多好，要不然也不会有公平会出现，可也说不上那么邪恶，毕竟他们一直站在对抗异兽的第一线。胖子继续咆哮，他们当年不应该重启武道，武者就不应该存在，他们的存在只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我要创造一个没有武者的新世界。秦泽眉毛一挑，原来这才是关键点，什么资源争夺只是个影子。在南宫星夜他们提出重启武道的那一刻，胖子就没想过让他们活。秦泽无语，怪不得这个世界要毁灭了，还真是全员疯批。南宫星夜拿到致命武器的目的不是消灭异化者，而是想对着天上的空岛来一发。胖子这么些年来，同样也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把地铁里的人揪出来，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了属于是。秦泽道，你有没有想过，地铁里的人全死了，人类就只剩你自己，你想创造一个只有你的新世界？胖子咧嘴一笑，空岛里100万颗人类受精卵，我消灭掉地铁里的老鼠后，会再集中力量歼灭异化者，届时再将受精卵全部孵化，以后的人类也不用学习什么武道，人形作战兵器会保护他们，这是刻在最底层逻辑里的。胖子越说越激动，脸上满是向往。没有了武者，那将是一个大家平等、绝对公平的新世界。为了新世界，我现在需要你贡献出10号避难所的管理权限。胖子看向秦泽，空间站的核燃料不多，不足以制造出一枚毁灭整条3号线的核弹。我需要10号避难所里的核反应堆和核融合核心。待新世界建成，你我都会加冕为王。秦泽感慨，还真是公平啊！新世界还没出来，就已经想着成王了。胖子收起嘴角的笑容，面露冷色。秦泽，我不是在和你商量，我知道你不是我认识你的那个秦泽，你从哪里来我也不关心，只要你交出10号避难所权限，我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秦泽收起妖娆，坐了起来。那我要是不呢？胖子 BT， 不知从何时起，就守在门外的 BT 闪现了进来，看着漠然的 BT， 秦泽笑了笑。怪不得除了 BT 外，一个人形作战兵器没看到，都被你关机了。毕竟除了初代，其他人形作战兵器都无法伤害人类。胖子冷笑，这就是我耗费那么大的力气，也要救他回来的原因。现在的 BT 只听我的命令。秦泽叹了口气，数数我呀，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的威胁。话落，秦泽淡淡皮肤开始泛红。胖子有种不祥的预感，你要干什么？秦泽嘴角上扬，念在咱们在另一个时空相识一场的份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地铁里的那伙人在江城南边100多里地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被异化者看守的发射井。今天上午9点，他们准备拿下发射井，你猜猜他们会用来射谁？在胖子愣神的功夫，秦泽轰一声炸开，司令小心 ！BT 挡在胖子身前，展开一面氮气护盾，将爆炸尽数拦下。胖子眉头紧锁，这群该死的老鼠。不过也好，他们主动从老鼠洞出来，也倒省去了我不少麻烦。次日，诸位，我们可以出发了。南宫星夜推开大门，看到客厅里的场景，为之一愣。抢地主，这个能量棒怎么这么难吃？都尼玛安静点，老子在修炼。几点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几十个分身乱哄哄的，打牌的打牌，睡觉的睡觉，还有的在品尝地铁特色美食，哪里有开战前的半点紧张气氛？南宫星夜咽了口唾沫，一定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老登，有事？听到开门声，分身们齐刷刷的扭头看了过来，搞得南宫星夜一时有点不知所措。那个，要出发了。正在斗地主的一个分身站起来道：“等着，我去叫我们 boss。”片刻，秦泽带着吞噬哥和法王走了出来。南宫星夜道：“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秦泽点点头，对着分身们招呼：“走了。”分身放下手头上的东西，头也不回的跟着秦泽浩浩荡荡出门。南宫星夜满脸羡慕，他也想拥有这样一批忠诚的手下。南宫星夜认为秦泽的天赋能力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大型空间，
这些手下平时都待在空间里，关键时刻才会现身。以前南宫星夜也见过类似的能力，只不过没有秦泽这么夸张，空间里能塞下这么多人。轨道上停着一列由几节敞篷车厢拼凑而成的地铁，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武者正在和亲人们一一惜别，到处都是小声的啜泣，现场弥漫着极其哀伤的氛围。突然，一大群戴着各种动物面具、穿着统一的黑白色制服的家伙出现在站台。这些人一个个看上去吊儿郎当，时不时对周围的东西评头论足。好家伙，蒸汽火车头，这玩意儿是从博物馆里开出来的吧？好无聊，什么时候出发啊？等下发射核弹的时候，可不可以由我亲自按下发射按钮？想屁吃！他们哭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过后要死了。乌鱼子，死就死呗，有什么可哭的？正在一一惜别的武者和其亲人们被分身的一番逆天发言惊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悍不怕死的人，就连南宫星夜和一旁的副官也不免心生敬佩，怪不得司令有必胜的决心，这伙人简直比死士还要恐怖。南宫星夜淡淡道，这伙人的来历有些神秘，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等拿下发射井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调查。南宫星夜环顾四周，小安呢？小安就是眼镜男，昨晚从外面回来向南宫星夜复命完后就被吞噬哥当点心吃了。副官回答，不知道去哪了，一大早就没见到人，可能是害怕了吧。南宫星夜皱眉，真是给南宫家丢人，等我回来再和他算账。时间到了，南宫星夜来到一众武者面前，开始进行战前动员。40年，我们在这暗无天日的地铁里足足生活了40年，在这40年间，我们重启了武道传承，培养出了100多名武者，我们终于有了再次立足之力。虽然面对如同蚁群一样的无尽异化者，我们还很渺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今天便做那第一点星火。今日我们将重返地表，向异化者宣战。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倒下，但后继者将会以你们为丰碑，继往开来。你们会是新世界的英雄，永远不朽。武者们斗志高燃，战！战！战！法王扭头看向秦泽，话说我们要不要也来个战前动员？秦泽想了想，在局域网中道：好好干，争取让我早日开上路虎。操 ！X99，登车！随着南宫星夜一声令下，众人登上车厢。法王和吞噬哥带着分身们坐在后面的车厢，秦泽和南宫星夜则是在车头位置。南宫星夜沉声道：2个高级异化者由我负责，你们清理剩下的杂兵，争取在20分钟内结束战斗。在解决2个高级异化者后，我会立刻进入发射井发射核弹。秦泽点点头，没问题。15分钟后，地铁停了下来，下车。这里是最近的出口，距离发射井只剩最后2公里了。200多人的队伍缓缓离开地铁站，分身们没什么反应，那些武者则是一个个热泪盈眶，有的人甚至跪下不断亲吻着土地。这些人在地铁出生长大，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太阳。秦泽抬头望向天空，表演马上开始，胖子你可别迟到了。10号避难所一侧出口，异化者的尸体铺了满满一地。姚远手腕一翻，收起长剑，感受到了吗？一旁的马卡族团长问。姚远点头，错不了，钥匙的指引越来越强烈了。马卡族团长微微皱眉，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把钥匙。姚远嘴角勾起，看来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了。团长，公平会。姚远淡淡道，谁知道呢？不过得加快些速度了，再慢一点，汤都喝不上。2人气血迸发，向远处快速遁去。片刻，姚远和团长消失的地方，空间泛起层层涟漪。双鱼和白羊出现，看着白羊手中的蓝色水晶球，双鱼满是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啊？竟能完全隐身，抹去我们的一切痕迹。白羊瞥了眼双鱼，轻哼道：狮子给我的，这个叫世界之源，说了你也不懂。双鱼心里咬牙切齿，你不说我怎么能懂？上次行动失败，导致这回他只是个副手，一路上憋了满肚子的气，只能强忍下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白羊神色激动，他有预感，今天他白羊要立大功了。看着火急火燎的白羊，双鱼弯了对方一眼，快速跟上。秦泽和南宫站在一处山坡上，大部队隐藏在后面的凹地里。山下不远处是一个小型军事基地，发射井就在基地中央，100多个异化者盘踞在基地中，其中2个屎黄色大蝙蝠倒挂在水塔上，一动不动。秦泽扭头向另一个方向眺望，他感受到了2道熟悉的波动，是钥匙。秦泽心头一惊，自己的钥匙并不是唯一，酒店宴会上还真被他一语成谶了。异族身上竟然真有钥匙，怎么了？南宫察觉到秦泽的异样，秦泽摇头，什么时候攻击？南宫看着军事基地，再等等。忽然，对面的山坡上一大群异化者涌向山下，他们手里拿着不同的钢筋棍棒，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南宫星夜解释，族长听说我们要向异化者进攻，特意给我们的支援。秦泽似笑非笑，想出让他们在地铁口驻扎的人还真是个天才，平时看家护院，关键时刻还能当炮灰用。南宫嘴角僵硬地抽搐了几下。山下那群半异化者已经冲进基地，半异化者冲进基地，沉睡的异化者纷纷苏醒，血腥的近身厮杀随之展开。同样是感染了逆 A 试剂，半异化者由于没有完全异化，他们保留了大多数人的体征，爪子没有异化者尖锐，牙齿没有异化者的锋利，因此在战斗开始的瞬间，几乎就是异化者一边倒的屠杀。仅仅一个照面，半异化者的血就染红了大地，到处是他们被撕烂的内脏和残肢断臂。水塔上的2个高级异化者甚至都还没有出手，即便如此，半异化者仍旧前仆后继。对于他们来说，死亡仿佛是一种解脱。我很好奇，你到底向他们许诺了什么，能让他们这么拼命？秦泽不禁问。南宫星夜淡淡道，也没什么，新世界的一席之地，就算没完全异化，他们的脑子也没以前那么好使，稍微给点空头支票，他们就可以拼上自己的一切。南宫星夜双臂环胸，注视着下方战场，
看着那些半异化者如麦子般一排排倒下，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炮灰而已，死了就死了。有那么一瞬间，秦泽甚至赞同了胖子的提议。一个没有武者的世界似乎也挺不错的。200多半异化者，尽管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战力毕竟差了一大截。仅仅不到10分钟，基地的入口处几乎已经看不到还站着的半异化者了。那些被拦腰斩断还没有死去的半异化者，拖着自己破烂的身躯，也要在异化者的腿上咬一口，哪怕还没等触碰到对方，脑袋就被踩成一滩肉酱。南宫星夜收回目光，真是不堪一击，还指望他们能多拖延一会。但不管怎么说，异化者的体力和精力都被消耗了不少。接下来轮到我们上了。南宫星夜大手一挥，隐藏在后面凹地里的武者们纷纷上前，他们不断的深呼吸，在心里给自己加油打气。毕竟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说不怕那是不现实的，有的人甚至双腿都在止不住的发抖。相比之下，分身们早就跃跃欲试。在得到秦泽眼神示意后，他们如同脱缰的野狗，嗷嗷叫着往山下冲，一个个嗖嗖嗖的从地铁武者身边经过，让武者们不禁感到一阵凌乱。礼堂突破手牛战士申请出战，都别跟我抢手杀，能不能别送啊？稳住行不行？众神之父赐予我视野，自爆组慢点跑，还没到你们爆破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像我跑得一样快，那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酷了。短短几秒钟的功夫，分身们就已经冲到了山脚下，100来号人硬是喊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就连军事基地中的异化者也不禁为之一愣。南宫星夜看到这一幕，不住的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啊！他若是能拥有这样一批手下，别说夺回空岛，就算是征服世界也指日可待。地铁武者们也纷纷被分身们的情绪所感染。操！人死鸟朝天，干就完了！杀杀杀！等打完这场仗，我就回去跟他表白。冲呀！地铁武者们紧随其后下山。与此同时，冲最前面的分身已经和异化者交手，毕竟共用一个 CPU， 分身们的配合那叫一个地道。3人一组，前人假寐以诱敌，侧边一个负责佯攻，后面的趁机发动致命的偷袭。大门口处的低级异化者很快就被清理的差不多了。虽然有些异化者比较猛，可惜没有脑子，光知道横冲直撞，没过多久就被分身们给风正死了。基地只有一个入口，四周都是3米来高的围墙，入口最多仅能容纳3人并排而进。分身和地铁武者200多号人完全无法展开。爆破组上！几个分身立刻像大饼一样，啪叽把自己摊在了墙上，伴随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一段30米的围墙被炸塌。看到这一幕的地铁武者全都红了眼眶，这才是真正的勇士。为了让人类重返地表，他们甘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地铁武者们彻底被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感染，很多人甚至跑到了分身的前面，这不禁叫分身一头雾水。喂，别抢我人头啊！随着围墙被炸开，200多人彻底展开，全部涌进基地。倒吊在水塔上的2个高级异化者突然睁开了眼睛，他们展开3米多长的翅膀，从高空快速俯冲而下，在地面掀起一股飓风。猝不及防的分身和地铁武者被吹得人仰马翻，异化者趁此机会立刻扑到他们身上，一顿疯狂乱抓，众人胸口全部被抓烂。2个高级异化者拉高之后，正准备再次进行俯冲。你们的对手是我！山坡上的南宫双腿用力一蹬，整个人如同一发炮弹弹射而来。其中一个高级异化者分神的功夫，被他一拳轰到地上。另外的异化者双手抓住男童的肩膀，在空中不停死亡翻滚。南宫星夜又拳猛地贯穿了异化者的翅膀，异化者吃痛下一声惨叫，忙拉开距离。坠地的高级异化者甩了甩头，朝天愤怒咆哮，再度扑向南宫星夜。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法王问。3人还在山上观战。秦泽淡淡道，他南宫星夜一个7级武者，要是连2个无脑的异化者都对付不了，可以自裁谢罪了。你闲着没事，可以去地面战场协助。早就迫不及待的法王身上闪烁起雷霆，冲进基地里。交给我吧。吞噬哥也有点手痒。那我呢？秦泽看着基地中央的发射井，嘴角上扬。你陪我去偷接。趁着天上地下大乱斗的功夫，秦泽在吞噬哥的护送下，成功抵达发射井的控制室。控制室的大门同样是一扇特殊合金制成的齿轮闸门，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南宫那老登没给咱们钥匙，怎么开门？吞噬哥警惕左右，防止有异化者扑过来。秦泽从管理者终端扯出一条数据线，连在了大门上，正在进行权限验证。权限验证中，验证通过。轰隆隆，大门上的齿轮锁开始缓缓转动。秦泽收起终端，避难所的管理者权限可是相当高的，开战前的一切大门都不在话下。察觉到天上的南宫的目光，秦泽抬头和他对视。从南宫的脸上，秦泽看到了些许慌乱。老登还真把我当蒙古人了。门开到一半，秦泽和吞噬哥弯身钻了进去，随即快速把门关上。控制室的大门几十年没有开过，空气中满是一股腐朽的味道。在进入控制室的瞬间，秦泽胸口处钥匙的指引变得愈发强烈。秦泽来到控制台前，再次用终端进行连接，正在进行权限验证。权限验证中，验证通过，请输入打击坐标。秦泽研究一番发现，发射井里的核弹可不是一枚普通的核弹，5公里到5万公里，天上地下指哪打啊？只需要这一发就能把空岛给干下来。操作台后面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幕墙，墙后就是发射井。秦泽此时能够看到黑色涂装的导弹正静静地处理着。猎杀能力已获得，请开始清理世界污染。猎杀进行中，23点59分59秒。秦泽淡淡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无比庄严的声音：“是你。”秦泽低头看向胸口的钥匙，刚才那个声音就是钥匙在他脑海里发出的。你为什么会说话？声音怪好听的。再说一句我听听，能不能换成御姐音？你倒是说话啊！无论秦泽再怎么逼逼叨，要是硬是再不吭一声，脑海中24小时的倒计时还在继续。清理污染，
所以谁是这个世界的污染？胖子、地铁反抗军，还是异化者？秦泽看着电子屏幕上的打击地图，冥冥之中钥匙指引在了其中的一个坐标上。秦泽快速将其放大，黑山研究所。这一刻，秦泽恍然大悟，他好像知道了意境演化的目的。秦泽双手放在键盘上，输入了黑山研究所的坐标。你果然没死，所以昨天那个是机械人。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秦泽转过身，见胖子坐着轮椅出现在门口。大门开启到一半，拥有权限的可不仅仅是你，也多亏了你，不然我也不会发现这个大杀器。胖子痴迷地看着秦泽身后的导弹。我戴着面具，你是怎么认出我的？秦泽好奇。胖子指了指鼻子，你身上的气息和昨天一样。秦泽看向一旁的吞噬哥，他呢？胖子皱起眉头，很熟悉的味道，令人恶心。突然，他睁大了眼睛，这是深渊的气息。秦泽笑笑，果然是狗鼻子。婆婆妈妈的墨迹什么？好没好？一个妩媚好听的声音从正在缓缓开启的闸门后面传来。待到大门完全打开，秦泽看到门外之人时，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就是这里了。遥远和马卡族团长一路狂奔，来到了黑山山脚下。远处能够看到数不胜数的异化者在山间来回游荡。怎么会是这里？遥远不由得微微皱眉。有问题。马卡族团长浑身紧绷，警惕环顾四周，恨不得后脑勺都长出一双眼睛。每一次的世界猎杀都万分危险，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遥远摇了摇头，没什么，可能是我想多了。他要是记得没错的话，现实世界这山里是一个研究所，这里就是污染源头。猎杀倒计时已经开始了。马卡族团长沉声道。遥远疑惑，另外一把钥匙为什么没在这里？猎杀任务明明是他开启的。马卡族团长咧嘴一笑，估计是个新晋猎杀者，还没搞清楚规则。正好，世界之源是我们的了。遥远再次确认了一遍。第三把钥匙并没有在现场，暂时压下满肚子的疑问，遥远看向黑山。那就开始吧。遥远右手手腕一翻，长剑置于手中，轻轻一斩，数米长的剑气横扫而出。正前方还在懒洋洋晒着太阳的10几个异化者，眨眼间便被剑气拦腰斩断。这一剑仿佛油锅里倒入的一瓢凉水，整座黑山瞬间沸腾了。吼！震耳欲聋的吼声此起彼伏。半山腰的异化者注意到了遥远和马卡族团长，成百上千的异化者如潮水一般朝山下涌来，屎黄色连成一片，像是粪坑决堤。遥远镇定自若，手中长剑向天空掷出，长剑1分2，2分4，4分8，犹如孔雀开屏一般，在遥远头顶展开近100把剑。急！遥远食指朝奔袭而来的异化者轻轻一指，密集的长剑形成一条长龙，呼啸着向异化者群绞杀而去。白柄长剑快速上下翻飞，掀起一片血雨腥风。马卡族团长右脚朝着地面重重一踏，炙热汹涌的紫色火焰从团长脚下迸发而出，团长整个人都烧了起来。物理意义上的烧。焚！10米长的紫色火浪从团长身上冲天而起，重重拍进异化者群里。火浪砸在地面后，随之炸裂开来，几十个异化者被烈焰吞噬，空气中一时满是焦糊的肉味。山下的异化者一个回合就被遥远和马卡族团长清空，两人没做半刻停留，继续开大向山顶杀去。所过之处，满地残肢断臂。中低级异化者一个照面便尘归尘，土归土，唯有高级异化者能够多坚持片刻。在遥远和马卡族团长一路狂杀之时，双鱼和白羊正在远处暗中观察。太残暴了！白羊不禁咂了咂嘴，双鱼感觉一般般。遥远还没用出那晚在酒店的那剑，那才叫真正的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在干什么？双鱼有些疑惑。遥远和异族团长二话不说，来到黑山直接开杀。避难所里那么多的异化者，还没杀够。白羊淡淡道：“他们在执行世界猎杀任务。”双鱼听的是一头雾水。什么是世界猎杀任务？白羊看了他一眼，世界猎杀任务就是世界猎杀任务。算了，跟你解释你也不懂，你特么倒是解释啊！双鱼紧咬牙关，他真想在白羊那张欠揍的脸上狠狠来上一拳。双鱼是不久前新进的12星座，一些权限资料他还没来得及看，就被外派出来执行任务。30年河东，30年河西，白羊你给我等着！双鱼在心里放出狠话。忽然他抬头看向天空，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白羊闻言也向天上看去，是有异响。远处的天际，一道红色光柱突破大气层，拖着长长的白色尾焰向黑山坠落。双鱼，那是什么东西？白羊座若有所思，有点眼熟。两狗猛地对视，导弹。马燕姐！随着闸门完全打开，秦泽看到了门外之人的全貌，一身黑色紧身皮衣，紫色披肩长发，淡淡的烟熏妆。秦泽一时间想到了莫甘娜。与现实中的马燕不同，面前的马燕浑身上下散发着妖异和邪魅。听到对方叫自己名字，刚刚进门的马燕不由得愣了下。小鬼，你认识我？秦泽，你不认识我。马燕轻哼，本女王需要认识一只马野。秦泽摘下面具，我是秦泽。马燕微微皱起眉头，是有点眼熟。我姐秦月。马燕的眉头瞬间舒展开，并露出惊讶的表情。你竟然还没死！胖子插嘴道，他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马燕恍然大悟，你也是从10号避难所那扇空间门里出来的。有趣，那扇门我试了，无法通过，所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秦泽翻了个白眼。废话，你要是能过去，时间线的还不乱套了。废话少说，乖乖从控制台上滚蛋。胖子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你们两个既然能联手，也是稀奇。马燕冷声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我们的目标都是清理地铁里的老鼠，为何不能暂时联手？秦泽看着马燕，神情复杂。在他的记忆中，马燕是个善良又倔强的人。
哪怕是执法的法牌都无法对他生效。他很难将眼前这个人与记忆里的马燕重合。马燕姐，以前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否有温暖的小猫小狗？遇到了相爱的人吗？曾经的愿望是否实现？以及现在，你真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了吗？马燕的脸肉眼可见的阴沉下来。够了，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母亲被武者打断双腿，又葬身火海。研究所隐瞒了逆 A 试剂的副作用，骗我吃药。我又被卖到凤楼，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温暖？哪里有温暖？说着，马燕身上一股暴虐的气息向四周席卷开来。秦泽感觉自己像是个溺水者，喘不过气。人类就是一个卑劣的种族，不应该存在。如今本王给你们带来的光荣的进化，你们不仅不感恩戴德，还企图反抗，统统该死！秦泽扯了扯嘴角，好吗？马燕的计划比胖子更彻底，直接毁灭人类。怪不得异化者会是这个世界的污染。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胖子瞬间闪现，远离马燕。他感觉到这个女人目前的情绪极不稳定，马上就要发疯了。轰！门外传来一声巨响，有些狼狈的南宫出现。林志远，你个异化女王的走狗！南宫星夜杀意迸发。林志远笑了笑，南宫，咱们好些年没见了吧？高级武者的寿命就是长，哪怕过去几十年还是老样子。南宫星夜面容冷峻，林志远，导弹现在掌控在我们的手里，不想让空岛掉下来，就把人形作战兵器的指挥权全部交出。胖子笑了笑，什么时候被你掌控在手里了？那位可是我的好朋友。南宫星夜扭头看向秦泽，勃然大怒。好啊，原来你们竟是一伙的。秦泽无语，真是躺着也能中枪。误会了，我和他真不是一伙的。南宫星夜此时犹如一头暴怒的雄狮，谁也不信了。怎么证明啊？秦泽耸了耸肩膀，在南宫、胖子和女王的注视下，秦泽突然转身，一巴掌拍在了红色的发射按钮上。三人大惊失色。住手！该死！你怎么敢的？然而为时已晚，发射警报已经响起，发射井已打开，地面人员请立刻疏散撤离。发射倒计时，10、9，伴随倒计时结束，数米长的导弹从发射井中冲天起，井口附近的10几个异化者被发动机的尾焰瞬间蒸发，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导弹就消失在天际，只有空中白色的尾迹云证明它曾经来过。发射成功，打击目标黑山研究所，预计半分钟后抵达。秦泽冲南宫微微一笑，看，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南宫此刻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本来想留着这枚核弹作为和林志远的谈判筹码，可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好，南宫星夜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身体颤抖着点了点头。看到核弹奔向自己的大本营，暴怒的女王瞬间冲向秦泽。秦泽，老登，快点拦住他！南宫星夜一声暴吼，身上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很快逼近8级武者。事已至此，只能先解决异化女王。砰！南宫和女王对上一拳，各自退后数步。胖子淡淡道：啧，都开始燃烧寿命了。南宫，我今天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话落，胖子身边的 BT 解除光学隐形现身，在看到 BT 的一刻，南宫星夜不禁红了眼眶，声音颤抖：倩柔，异兽太多了，杀不完，根本杀不完。马卡族团长骂骂咧咧，他和姚远两人已经杀至半山腰，可异化者的数量没有丝毫减少，反倒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马卡族团长正感觉体内的气血在飞速流逝，再这么继续杀下去，最后能不能完成猎杀任务先不说，团长觉得自己大概率会去见马卡族先帝。一旁的姚远相比之下就非常冷静，近百柄长剑围绕在他周围上下翻飞，但凡是靠近的异化者，瞬间就被绞杀成一团碎肉。全自动挂机打怪，姚远几乎不怎么需要动手。前置任务我们不知道，要是只指明了最终的污染源，姚远的言外之意可能会有巧计，可惜咱们不清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马卡族团长手上的动作突然一致，高级武者的感知十分敏锐，他们同时抬头看到了那从天而降的火柱。马卡族脸色发白，喃喃自语：我好像知道巧计是什么了。电光火石间，火柱重重砸在了山顶。轰！伴随着一朵100米高的蘑菇云拔地而起，冲击波携带着毁天灭地的能量朝山下席卷。位于山体中的研究所被正中靶心，无数异化者化为灰烬。顷刻之间，世界和平。和平后的黑山矮了10米，中心被掏出一个大洞，位于里面的黑山研究所彻底沦为废墟。由于身处核爆中心，无数异化者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半山腰处的空间荡起层层涟漪。遥远和马卡族团长缓缓浮现，马卡族团长咬牙切齿：猎杀结束了！操！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这个巧计可真是太巧了！一发核弹下来，他差点都跟着异化者一起尘归尘，土归土。遥远抬头看向刚刚核弹来袭的方向，还有一个次要猎杀目标，过去看看。马卡族团长冷声道：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傻鸟猎杀者干的，难道就没看到马卡族发布的公告？这个猎杀意境是我们马卡族的。遥远微微皱眉，他从心里抵触这种合作方式，但人族的弱小却又让他无能为力。这次的猎杀任务被抢了，遥远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世界之源终究是没能落入马卡族的手里。两人御空而起，朝着军事基地的方向快速奔去。不远处，白羊和双子也解除了世界之源的庇护，核弹怎么就没把他们给崩死呢？白羊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他们走了，还要不要追？双鱼有点不耐烦。白羊目光闪烁，当然要追。今天哥哥带你立大功。遥远和异族团长刚经过大战，气血和精神力消耗巨大，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双鱼翻了个白眼，立大功？别被遥远一剑劈死就算好的了。
污染源已清除，主要猎杀任务已结束，次要猎杀目标已标记，猎杀倒计时23:59分59秒。核弹发射后的半分钟，秦泽脑海中出现了钥匙的新提示，新的猎杀目标。秦泽抬头看向女王，不禁一愣，好家伙，已经红名了，新猎杀任务是认真的吗？女王至少是7级武者的实力，自己才是个刚刚突破1级的小菜鸡，拿头猎杀呀！倩柔，你不记得我了吗？另一边，南宫星夜眼眶湿润，这个1米8的糙汉子罕见的露出温柔。BT 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我叫 BT21，BT 系列最后的人形作战兵器。你认错了。南宫星夜握紧了拳头，你叫南宫倩柔，我南宫星夜的女儿。BT 双眼中一条条数据快速闪过，抱歉，你认错了，而且检索目录中没有南宫倩柔这个名字。林志远笑，南宫，睁大你的狗睛看清楚了，它是人形作战兵器 BT21。南宫星夜再也忍不住，给我死！南宫气血迸发，整个人快如闪电，炽热的拳头甚至在空中打出一声震耳音爆。然而胖子却瞬间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几米开外的地方，正微笑地看着他。就在南宫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 BT 拦在了他面前，火力全开。南宫星夜不忍对女儿下手，只得不断格挡后退。倩柔，我是爸爸呀！可 BT 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只按照程序办事。司令受到了生命威胁，那他就要立刻清除威胁。小鬼，现在没有人帮你了。女王嘴角露出残忍微笑。秦泽一发核弹把黑山研究所送上天，他数十年的心血化为泡影，想要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秦泽心急如焚，老大，快看看我！很遗憾，南宫星夜看不见，根本看不见。他现在眼里只有自己的女儿。秦泽算了算还剩下的分身数量，足够争取跑路时间了。秦泽刚要凝聚全部分身属性行动，门口突然传来一声感慨，还真是热闹啊。秦泽循声看去，见姚远和马卡族团长出现在门口。这一刻，秦泽仿佛看到了亲人。滋了，秦泽雷电缠身，瞬间冲到姚远附近。大哥，你终于到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你来摆平。姚远一头雾水，不知道秦泽在说什么屁话。起初，当他赶到基地，看到那些戴着动物面具的分身时，是很惊讶的。路上他想过多种情况，却从未料想到新晋猎杀者会是马戏团。你就是团长了吧？姚远打量了戴着黑白色面具的秦泽一番，竟然只是个1级武者。秦泽，大哥，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快点打怪吧。女王彻底暴走，不管你们是谁，今天谁都别想走。姚远看向女王，有点眼熟，似乎在哪儿见过。马卡族团长再度烧了起来，他就是次要猎杀目标了，快动手！二话不说，马卡族团长第一个冲了上去，然后被女王一巴掌拍飞出10几米远。姚远拔剑，一道剑气贴着女王肩膀斩过，操控台后的玻璃幕墙被一分为二。死胖子，快帮忙！女王心有余悸，从姚远身上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胖子叹了口气，他瞬移到了姚远身侧，手中的粒子手枪不断开火。姚远似乎早有所料，闪身躲过粒子脉冲，抬手斩向轮椅。胖子再度瞬移，姚远挑了挑眉毛，有趣的能力。秦泽悄悄脱离战场，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全是高级武者，已经不是他这个小菜鸡能插手的了。姚远一时间被左右围攻，女王正面强攻，胖子不断瞬移骚扰，姚远渐渐落入下风。秦泽真怕姚远被砍死，那下一个就是他。老登，快别管你女儿了，先解决女王。南宫星夜分得轻孰轻孰重，咬了咬牙，转头去协助姚远。BT 刚要追击，被秦泽和吞噬哥拦住去路。秦泽 ，BT， 你是人，不是兵器，快点回起我们之间的羁绊啊！吞噬哥一脸黑人问号，这有用？秦泽，你竟然小看羁绊的力量！砰 ！BT 根本不听秦泽逼逼，一拳朝着面门快速袭来。还好吞噬哥反应快，把秦泽拽到身后，硬是用自己的脸接住了这一拳。轰！吞噬哥的脑袋炸成一团血雾。BT 趁胜追击，反手抓向秦泽胸口。就在此时，一道蓝色雷霆冲进操控室。哈哈，主角驾到，统统闪开！全身雷霆的法王在落地的瞬间，密密麻麻的电流如游蛇般飞向四周，其中一道恰好砸在 BT 的脑门，随即一个像是电流短路的声音在他脑袋里响起，并伴随着一缕白烟冒出。BT 手上的动作为之一僵，眼神中增添了一丝人味。我这是在做什么？ BT 放下双手，脸上满是茫然。大段大段的零碎记忆突然间涌入脑海，既熟悉又陌生，一时间不禁让 BT 产生了哲学三连。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他不禁痛苦的抱头蹲房，大量的记忆片段还在脑海中不断闪回。你是南宫倩柔，南宫家这代唯一的武道传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懈怠。巨大的梧桐树下，男人板着张严肃的脸对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教导。小女孩身穿白色武道服，神情一丝不苟，不断挥剑。997、998、999、1000。女孩大汗淋漓的瘫坐在地，刘海变成一缕一缕的粘在了脑门上。男人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提前了1秒，休息2分钟，再挥剑1000次。今年川阳城的武考状元是南宫倩柔，仅仅18岁的年纪就已经是1级武者，她当之无愧。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领奖台上的她感受着现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和掌声，但她似乎并不开心。她总觉得自己过去18年的人生中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恭喜南宫倩柔成为今年海都学府的优秀毕业生，希望你回到家乡任职之后能够再接再厉。回到家乡的少女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欢迎，城主府大摆宴席庆祝着少女的入职。那晚她第一次喝酒，川阳城城墙上，
少女青衫染血，伏击而立，城墙前铺满了数不清的异兽尸体。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武者们正靠在一起打盹小憩。少女眉头紧锁，她已经不记得这是这个月第几次的深渊潮汐了。川阳城真的还能守住吗？大人，城内出现一批异化者，执法请您去协助。一名士兵急匆匆来报。知道了。少女握紧长剑，走下城墙。快点登机，这是最后一趟航班了。少女随中年男人走进飞船。发射场的围栏外，数不清普通人正在大声抗议。他们怎么办？少女眼中满是迷茫。明明已经战胜了异兽，为何会是这个结果？男人不屑一顾，当然是继续留在这里了。空岛可没他们的席位。飞船发射升空，少女看到一面围栏倒塌，无数人涌了进来。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哨塔上机枪疯狂喷吐的子弹。倩柔，爸求求你了，你体检都通过了，就加入兵器计划吧。书房里，中年人苦口婆心的不停劝说，少女却是紧咬着嘴唇。可是我不想变成改造人。中年人反驳，怎么能是改造人？这是你变强的机会，而且也是复兴人类的希望。你要是加入兵器计划，我也能够进入空岛议会，届时咱们南宫家将重回巅峰。少女睁开眼睛，自己躺在一个充满透明液体的大罐子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好疼！我是谁？为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忽然，一个胖子走到培养罐前，满脸激动。很好，第一批人形作战兵器的改造非常成功。从今天开始，你的编号是 BT21。BT21，这是我的名字吗？好奇怪的名字。这是最后一头异兽，深渊已经在关闭了。周围的女武神们在大声欢呼。少女低头看着脚下异兽庞大的身躯，她用剑轻轻一挑，一颗漂亮的蓝色魂珠落在手中。少女的嘴角难得露出微笑，真好看。A1 区出现数量不明的异化者，立刻前往剿灭。收到。战斗，战斗，战斗，只剩下了不断的战斗。异化者数量实在太多，似乎怎么杀都杀不完。他们从哪儿来？少女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人形作战兵器，代号 BT21，我是首批 BT 系列兵器的最后一台。眼前的男孩似乎被自己的举动吓了一跳。有趣，好多年没见过人类了，自己和他们长得真像。在我们那里有个习俗，人死之后敬上3根香以示尊敬，并祝愿其来世一帆风顺。这里没有香，我就以烟代香了。少女对眼前的神秘仪式感到十分好奇，她一时有些羡慕那些死去的同伴，她也想被人铭记。少女学着她的样子，双手合十。她第一次许下了一个愿望，如果真有来世，她想她和大家都做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大人快走，不用管我。少女感觉到自己的能源正在飞速消耗，不过好在大门关闭，她安全了。好累，好想休息，就睡一小会应该没有问题吧。真希望她能记得给自己也举行那个神秘仪式。砰！少女像个沙袋一样被高级异化者拍飞，这一次她再也没能站起来。总算是修复好了，虽然记忆模块还有些不太牢固，不过无伤大雅。记住，你的编号是 BT21，以后只听我的命令即可。我是空岛司令部总司令，命令代码 A1B4。少女看着眼前的胖子，懵懂的点了点头。你叫南宫倩柔，我南宫星夜的女儿。男人在声嘶力竭的咆哮。我叫南宫倩柔，可我不是人形作战兵器 BT21 吗？刚刚那些又是谁的记忆？头好疼，我到底是谁？法王看着蹲在地上的 BT， 小声道：他怎么了？脑子短路了？我可以对灯发誓，刚才我绝对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主角必须要有个酷炫又炸裂的登场。酷不酷炫不清楚，反正倒是挺炸裂。没有头的吞噬哥摇摇晃晃起身。法王瞪大了眼睛，我去，头爆了都没死，太 bug 了吧？这还不赶紧大笑一波？噗嗤一声，吞噬哥的脖子上重新钻出一颗头，随后拿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不明粘液。你懂个钩子！吞噬哥冷哼，爷的身体可没你们那么脆弱。秦泽没有理会法王和吞噬哥的臭屁，他很担心 BT 目前的状态。BT， 你还好吧？堂堂人形作战兵器，脑袋不至于被电一下就短路了吧？ BT 缓缓抬起头，声音坚定：我是南宫倩柔。你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秦泽眨了眨眼，胖子的修复工作还真是豆腐渣工程。法王一到雷就短路了。南宫倩柔缓缓起身，看向了激战中的南宫星夜，目光复杂。胖子注意到了南宫倩柔的异样，立刻下达了命令 ：BT21，马上把他拿下。命令代码 X01。南宫倩柔拔出长剑，反手对着胖子就是一剑。胖子及时闪现，这才保住小命。该死！上一秒还是大顺风，打着打着突然变成了逆风局。胖子立马转身准备开溜，哪里逃？胖子刚闪现到门口，便迎面撞上了浑身欲火的马卡族团长。马卡族团长现在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他也不管谁是红名了，只想杀个痛快。胖子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个砂锅大的火焰之拳就砸在了他的脸上。他毕竟只是一个天赋能力者，没有专修武道，70-80岁的脆弱小身板哪里扛得住7级武者的拳头？胖子啪叽瘫在了墙上，不讲武德，偷袭我这个80岁的老同志！马卡族团长不管3721，上前准备再连一套狠的。胖子咬着牙赶紧闪现，由于刚才那一拳挨得太结实，闪现距离也没以前远了。于是马卡族团长便开始了猫抓老鼠。另一边，女王在遥远和南宫星夜的夹击下节节败退。南宫星夜对遥远所展现出的实力无比震撼，这个年轻人强的简直离谱，而且那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术，他总觉得以前在哪里见过。开鱼，趁着女王被压制的功夫，遥远立刻开打，长剑嘶鸣，剑气飞荡。女王脸上罕见的露出惊恐，她有种预感，这一剑她若是硬接的话会死。然而周围的空间已经被剑气封锁，无路可退。
女王低吼：“别以为这样就想赢我！50年，你们根本不知道这50年间我忍受了多少！”轰！女王体内的全部气血瞬间迸发，浓郁的气血甚至已经完全实质化，在她面前凝聚成一面血色盾牌。遥远蓄势完毕，一道剑气贯穿操控室房顶，那厚厚的围墙像是块豆腐，被剑气轻而易举地切开，剑气一往无前，轰的一声炸响，结结实实撞在了那血色盾牌之上。女王不断输出气血，维持盾牌。然而，在号称人族剑仙的遥远面前，所做一切都是徒劳的。咔咔咔，盾牌表面很快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痕，最终，女王的半边身子连同盾牌一起被切开。秦泽、吞噬哥和法王在不远处亲眼目睹了这一剑，心情只能用卧槽2字来形容。今天遥远再一次刷新了他们对武道的认知，人境真可以强到这种地步。可嗨，失去半边身子的女王依靠在墙上不断的咳血，她败了，败得那样彻底。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还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早点结束似乎也不错，但她还是心有不甘，她没能亲眼看到人族完全灭亡的那一天。哈哈哈！女王突然大笑，卑劣的人族，我诅咒你们万劫不复！遥远收起长剑，看着女王，淡淡道：“我想起来你是谁了。”女王愣了愣，她无比确定二人今天是第一次见。遥远自顾自说道：“你经历的事情，我多多少少猜到了一些。世界的确不完美，到处破烂不堪，但总有人会对它缝缝补补。”女王嘴角露出凄美的笑容：“缝补？若是有人缝补，世界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会沦落至此。”遥远摇了摇头：“我说的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它不平等，可仍旧有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为了人族的存续，甚至献出生命。在那个世界，你的生活尽管不那么如意，可于黑夜中也能看到光明。”女王轻哼，果然，每个人类都擅长编织美好的谎言童话。平等，只有在坟墓里，每个人才是平等的。女王不再听遥远继续讲话，似乎回光返照，她的脸色变得逐渐红润。某一刻，女王的样子忽然在秦泽的心里和马燕重叠。遥远对秦泽道：“你来补最后一刀。”秦泽愕然：“我？”马卡族团长怒了：“遥远，你在搞什么？”见暴怒的马卡族团长，秦泽明白了遥远的意思，可他来到遥远身边，实在难以下手。遥远沉声道：“他不是那个世界的他，这里的一切只是世界意志的演化。”秦泽叹了口气：“马燕姐，不好意思了。”女王凄惨一笑：“这个世界还是毁灭了吧。”一滴血色的泪从他眼角缓缓滑落。不好，他要自爆！马卡族团长率先反应过来，抬手薅住胖子做自己的人肉盾牌。轰！气血形成的冲击波夹杂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翻腾而出。遥远将剑插在脚下，剑气凝聚出一面屏障，将爆炸尽数挡下。片刻后，硝烟散尽，操控室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废墟都没能留下。高级武者的自爆威力可见一斑。被团长当作人肉盾牌的胖子已经只剩血肉模糊的骨架，团长随手丢弃。不，吞噬哥，没有你我怎么活啊！法王抱着半个足球大小的肉球鬼哭狼嚎，肉球不断跳动起伏，像是一颗心脏。女王自爆的一瞬间，吞噬哥法相天的把法王护在身后。正因如此，法王才没变成肉渣。托法王的福，吞噬哥变成了这个样子。别逼逼了，爹还没死。虚弱的声音从肉球中传出。法王一愣，翻了个白眼，浪费我感情，这都不死，强度太超标了吧？嘴上这么说，法王还是小心翼翼把肉球抱在胸前护好。你，南宫倩柔看着将自己保护在身下的南宫星夜，思绪复杂。过去的记忆虽然完全恢复，但他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南宫星夜。没事吧？南宫星夜缓缓起身，有气无力地瘫坐在地，他的后背血肉模糊，露出森森白骨和内脏。倩柔，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几十年了，对不起。次要猎杀目标已死亡，世界猎杀任务完成，100单位世界之源已发放，未激活。当前世界即将关闭0点59分59秒，世界修开始进行47比59冒号59。秦泽的脑海中响起了钥匙的提示，世界之源用来做什么的？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只不过是灰色的，目前看来还用不了。当下世界还有1个小时关闭，秦泽发现自己只需一个念头就能够带着所有分身离开异境，只不过所谓的猎杀任务似乎并没有彻底完成，还有一个后续任务，也就是那个48小时倒计时的世界修正。看着女王自爆留下的一片狼藉，如何修正？秦泽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离开异境后联系我。遥远的声音在秦泽耳边响起，口袋里被他塞进一个小卡片。操！白忙一场。马卡族团长骂骂咧咧地朝秦泽走来。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马卡族的世界公告吗？快乖乖把世界之源交出来！马卡族团长身上的衣服被炸成了一条一条的挂在身上，比要饭的还狼狈。秦泽有点慌。马卡族团长一只手能打100个自己。遥远这时突然站了出来，当着我的面掠夺我们世界猎杀者的世界之源，是不是当我瞎？闻言，马卡族团长的脸色阴沉下来。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要违抗你们人族高层的命令？遥远淡淡道：我何时违抗命令了？恰恰相反，我正在按照命令行事。马卡族团长沉声道：那就快把这小兔崽子身上的世界之源给我。遥远似笑非笑：我想你好像误会了些什么。这次我们的合作内容是双方得到的世界之源，你们马卡族8，我们人族2，但世界猎杀任务并不是我们完成的，自然也就无法分享世界之源。马卡族团长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看出来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遥远是想要死保眼前这位新晋的猎杀者，保护本世界的猎杀者不受外族猎杀者侵害，也是我们人族高层的命令。你如果执意想要掠夺他身上的世界之源，我奉陪到底。
遥远拔出插在地上的长剑，目光锐利。马卡族团长紧咬牙关，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走，他心里实在是太不甘。可让他独自一人去面对遥远手上的剑，他又不敢。记住你刚才说的话，我会一字不差的向上汇报。你就等着我们马卡族的制裁吧。团长放出一番狠话，身体随即开始一点点变淡，很快便消失不见。他离开意境了。嗨嗨，今天这个人情，本团长记下了。之前一直躲在遥远身后的秦泽走了出来。相比于表面平静的像个人，秦泽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是厉害了我的远。怎么说，自己也是一团之长，手上领导着一群禽兽。为了维持团长的逼格，秦泽忍住了那头就拜的冲动。遥远没有回应，只是转身看向了另一边的天际。秦泽没忘记空岛的魂珠，胖子之前盯得紧，秦泽一直没去展览魂珠的地方溜达。世界还有1个小时关闭，足够去一趟空岛了。南宫星夜死了，按理来说，高级武者的身体没有这么脆弱，只是南宫星夜年龄大了，再加上地铁资源有限，平时修炼所需的东西实在过于缺乏，这导致南宫星夜的身体要比普通的高级武者脆弱太多太多。南宫倩柔正呆呆地看着南宫星夜的尸体，面无表情。在危机关头，南宫星夜做到了一个父亲的担当，或许是出于几十年的愧疚，或许是地铁的漫长岁月让他重新怀念起了亲情。他最后的那句对不起，终究是让南宫倩柔对过去的一切释怀。还好吧？秦泽靠近道。南宫倩柔缓缓起身，歪了歪头，谢谢。这么些年来，秦泽是第一个把他当人看待的。在南宫倩柔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一直都只是一个工具。小时候，他是家族崛起的工具；长大了，他是父亲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为人形作战兵器，他是猎杀异兽和异化者的工具。真的好累。从今天开始，他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秦泽，以后有什么打算？南宫倩柔看着基地外那些还活着的武者，若有所思。我想重新建设这个世界。秦泽点头，好想法。在废墟之上，的确更容易重塑秩序。关于你上次说的魂珠，我这里有个不太好的消息。南宫倩柔忽然道。秦泽有种不祥的预感。空岛的博物馆里的确有一批魂珠，不过由于武道断层，为了安全魂珠被完全净化，除了展览外，没有其他用途了。秦泽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灰白色。不，我的魂珠。南宫倩柔似乎听到了心碎的声音。许久，秦泽嘴角咧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魂珠不过是外物，真正的强者是不会依赖外物的。若不是秦泽快哭出来，南宫倩柔就信了。你要离开了，对吗？秦泽点头。女王亲自试验过，这个世界的生物无法离开异境之门，不然秦泽还挺想把他带出去。现实世界里现在也有个南宫倩柔，按照时间线来推算，对方还在上武大。秦泽还挺好奇，2个时间线的南宫倩柔见面了会是什么场景。南宫倩柔心里有些许失落，也有些许遗憾。如果你见到他的话，替我带句话。什么？南宫倩柔嘴角忽然露出明媚的笑容。穿回裙子，别给自己的少女时代留下遗憾。秦泽这么正，好。结。远处的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怪笑，白羊和双鱼现身。遥远早就盯着那里了，我就感觉有老鼠在尾随。原来是你们。白羊得意道，刚经历一场大战，气血已经所剩无几了吧？快点把钥匙交出来，我可以免你一死。遥远淡淡道，的确没有气血了。等你们就是想确认一下是谁。遥远的身体开始一点点变淡，门还有不到1小时就关了，你们没有钥匙无法传送，最好快点往门那里赶。话落，遥远消失不见，留下大眼瞪小眼的白羊和双鱼。秦泽看向南宫倩柔，我也该走了。南宫倩柔点头，一路顺风。秦泽通过钥匙开启了传送，分身和分身的尸体一起随之传送出了意境。不远处的白羊一头雾水，我都摆好架势，怎么都跑了？怂货，与我一战啊！双鱼幸灾乐祸，意境1日游，啥也没干，他已经期待狮子暴跳如雷的样子了。意境之门要关了，再不走都得留在这。双鱼快速飞向10号避难所，留下白羊独自在风中凌乱。等等我！反应过来的白羊失魂落魄地跟了上去。完犊子，大功没了，南宫星夜死了。那些活下来的地铁武者脸上满是茫然。南宫倩柔走到了废墟之上，女王死了，异化者也全部消失，最终的胜利属于人类。噌！南宫倩柔拔出长剑，剑指苍穹。我们将联手在这片废墟上重塑秩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鲜花终会盛开，星空终会闪耀，我们会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哪怕是饱受苦难的半感染者，也将走出曾经悲惨的命运。让我们一起燃烧黑夜，迎接黎明。天上的阴云撕开一道口子，阳光照在南宫倩柔的剑锋，折射出的金色光辉映衬在每个人的脸上。在那闪烁的光辉中，他们看到一种东西，名为希望。秦泽和分身们传送回了马戏团总部，刚经历了一场奇幻冒险，每个分身都异常亢奋。爽了，我拿了手刹。那些地铁武者太菜了，人头都抢不过我。那个世界彻底消失了吗？应该会继续演化下去吧。有点像打游戏，咱们就是第4天灾。话说要不要选个 MVP 出来？众分身齐刷刷看向了桌子上的肉球。法王站了出来，我宣布吞噬哥就是本场 MVP。谁赞成？谁反对？吞噬哥的贡献有目共睹。分身们只得小声逼逼。吞噬哥强度太超标了，不教别人怎么玩？就是，面板数据太强了，根本不用怎么操作。没有吞噬哥，秦泽会第一个打出 GG。本体记了，众分身会跟着一块记。再加上吞噬哥关键时刻法相天地救了法王狗命。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定把这首个 MVP 给吞噬哥。吞噬哥冷哼，还算你们有点良心。
意境里不算吞噬哥和法王，秦泽还格外放出了99个分身，在与异化者的混战中，分身伤亡1/3多。无论是尸体还是伤员，现在全部都传送回来了。活着的分身开始搬运尸体。总部于不久前新添置了一个火化炉，今天正好首次工作，那些缺胳膊少腿、重伤难治的分身全被补了，扔到火化炉前一块排队。今日过后，秦泽杯上将再增添一批秦泽的名字。火化炉前，2个分身正在不断的往里面扔尸体。你说被火化是什么感觉？其中一个分身眼神直勾勾的盯着炉子里熊熊燃烧的大火，心中被勾起浓浓的好奇。另一个分身把尸体扔进炉子里，随手关门。好奇就试试呗，不过你得最后一个，这么多尸体全交给我一个人，我忙不过来的。好奇哥点了点头，最后一个就最后一个，到时候我亲自操作，你别插手。秦泽还在研究新道障的世界之源，也没个使用说明和备注，所以世界之源到底是个什么鬼？从马卡族团长的反应能看出来，世界之源很重要。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不知道世界之源是做什么的，但是不能没有。秦泽按耐下心中的好奇，扭头看向桌子上不断跳动的肉球。你以后一直就是这个调样了。吞噬哥打了个哈欠，目前能量耗尽，等过个小半天吞噬能力恢复了，可以通过不断吞噬来加快恢复速度。秦泽挑了挑眉毛，你不早说，尸体都留给你啊。吞噬哥冷声道，我要吃新鲜的良品，得有气血的良品，你以为我是垃圾桶啊？什么歪瓜裂枣都塞给我。秦泽摇了摇头，挑食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吞噬哥哼哼几声，懒得理他。卧槽，快看电视！留在意境入口的分身突然传回消息。秦泽靠在沙发上，找到遥控器，打开电视。江城电视台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广场上乱糟糟的，现在的人群四处乱跑，还能看到远处有爆炸声不断响起。女记者一看就是老站的记者了。此等境况之下，还能面不改色的播报。据本台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有2个公平会的高层出现在现场，江城执法正在尽全力追捕。大家能够看到，远处还在进行激战。透过直播镜头，秦泽看到那落地的七彩霞光正在一点点消失。倒计时结束，意境要关闭了。秦泽在心里默默道 ：“BT， 愿你能成功重塑新世界。”女记者这时也注意到了消失的霞光，忍不住大声惊呼：“大家快看！意境入口发生了变化，光晕正在消散，意境似乎就要关闭了。”几秒钟后，伴随最后一缕霞光消失在天际，2个世界间的联系也彻底断开。生存与发展本来就是一种奢侈，而身处这种奢侈之中的人却浑然不觉。秦泽不知道那个世界会在南宫倩柔的带领下如何演化，但人类的生存危机已经解除，发展必是接下来的主题。秦泽只希望那个世界的人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不要重蹈覆辙。手机上有几10个秦玉的未接来电，自己在意境里待了1天1夜，这笨蛋女人不会饿死在家里了吧？秦泽交代了吞噬哥一些事，打道回府。路过街边的电话亭，秦泽想了想走了进去，拿出姚远给的小卡片，上面只有1个电话号码。思索片刻，秦泽还是打了过去。很快，那边响起了遥远略带疲惫的声音：“哪位？”光线幽暗的圆桌旁，双鱼和白羊面对面坐。相比于白羊一张死妈脸，双鱼的心情却是轻松加愉快，甚至忍不住吹起了口哨。吵死了！白羊怒道。双鱼微微一笑，不是我吵，而是你的心乱了。白羊，你这香了。看到白羊吃瘪，双鱼比捡钱都高兴。自从他上次任务失败以后，白羊总是在他面前冷嘲热讽。现在好了，风水轮流转，双鱼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放心，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就算任务失败，狮子也不会说什么，毕竟你是老资格，不像我这种新人。双鱼翘起2郎腿，十分嘚瑟。白羊咬牙切齿，他刚要开口，一股庞大的威压忽然降临。白羊，我对你很失望。首席位置上出现了狮子的影子，狮子声音低沉，隐隐透露着一股怒火。白羊连忙道：“你听我讲，解释，我可以解释。”砰！够了！狮子重重地拍了下桌子。你知不知道世界之源有多珍贵？这点世界之源可是我耗费了极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可你用它来做什么了？意境1日游，亏你能干得出来！双鱼见状，立刻开始阴阳怪气的煽风点火。也不光是1日游，白羊还带我对遥远的剑法进行了几次近距离观摩，让我受益匪浅。白羊狠狠剜了双鱼一眼：“你丫的落井下石是吧？”狮子继续道：“那个意境被证实了是世界猎杀意境，你知不知道你给会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若能将这个意境的世界之源收入囊中，我们可以即刻开始下一步的部署。”白羊不敢正面反驳，只能小声避避：“我们又没有钥匙，进了意境得不到任何关于猎杀任务的提示，我也不想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没有办法吗？这不是。”一个有着9个头的狮子虚影在狮子座身后缓缓凝聚，霎时间，整个会议室都开始剧烈颤抖。噗！白羊面色一白，口中猛地喷出口鲜血：“我错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狮子冷哼，散去威压与虚影。双鱼挑了挑眉：“就这？他还想看血流成河？”狮子沉声道：“这回世界之源的损耗从你的资源里扣。”白羊一脸蛋疼：“世界之源这东西在万族黑市里可以说是有价无市，他直接10年白干，应该的。”白羊不敢去碰暴怒中的狮子，只能硬着头皮答应。狮子右手食指关节轻轻敲击着桌面，继续道：“明天你去一趟黑山研究所，根据一个线人提供的情报，林思瑶的课题组正在研究一种能够强化武者的药剂，我需要你拿到样品。”白羊心里松了口气，新任务下发，说明意境的事情翻篇了。区研究所能有多少安保力量？对于我白羊大人来说就是无人之境。这次
我白羊必立大功。没问题，我一定会把样本拿到的。双鱼插了句嘴，那我呢？狮子看向他，你即刻起出发去海都，处女座需要你协助。双鱼点头，谢天谢地，总算不用和脑瘫的白羊继续搭伙过日子了。如果不是深渊里面抽不出人手，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你们。再失败，提头来见。话落，狮子消失。双鱼笑盈盈地看着白羊，今天是咱俩共事的最后一天了，要不要去喝一杯？滚！白羊怒气冲冲地离开。双鱼伸了个懒腰，真是不识抬举。美丽的海都，我来了。是我。秦泽无语。几个小时前你刚给的卡片，这么快就忘了？倒计时还有多少？遥远淡淡声音透着浓浓的疲惫。年轻人还是节制一点好。秦泽好心劝告。遥远，意境里的那2个戴着金色面具的家伙是公平会的12星座。12星座每个人都是高级武者，听从那个神秘会长的直接命令。本来我打算等他们出意境后抓住他们，还是让他们给溜了。同等级的高级的武者1对2很难赢，毕竟修炼到这种程度，谁手上还没有几张保命的底牌？再加上遥远在意境消耗过大，双鱼和白羊溜走也是情理之中。秦泽直呼好家伙，原来那个喜欢 cosplay 乞丐的家伙来头竟然这么大。倒计时还剩40个小时。遥远轻松道，和我预料的不错。倒计时短意味着世界修正很容易，基本上都是兵不血刃。秦泽听的是一头雾水，所以世界之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遥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你身上的钥匙是从哪里来的？彪哥给的。事已至此，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遥远笑了笑，王彪也算是一个妙人。秦泽深以为然。英雄所见略同。旋即遥远开始给秦泽做起了科普。刚经历完一个意境，你大概也猜到意境是怎么来的了。意境分为2种，普通意境和猎杀意境。普通意境和修仙小说里的秘境差不多，里面有功法、武器等等机缘，同样也充满危险，只不过里面没有智慧生命，就是一处独立空间。猎杀意境是由世界意志演化而出的完整时间线，这条时间线是基于现实世界所演化出了多种世界毁灭、人类灭亡的可能，可以说是一条错误的时间线。而世界猎杀任务就是清除这条时间线里的污染，让一切重回正轨。世界之源就是猎杀成功后的奖励。秦泽仔细地听着，这和他的猜测差不多。遥远继续道，猎杀任务完成后，一切还没有结束。你已经知道了未来世界错误的演化方向，所以回到现实世界后需要进行修正，将未发生的错误扼杀在萌芽之中，整个任务才算结束，世界之源才会结算给你，为你所用。至于世界之源的用法，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以后可以自己探索。现在咱们可以聊聊你的世界修正任务了。遥远问道，修正任务应该与黑山研究所有关吧？秦泽一头雾水，我不知道啊，除了倒计时啥也没有，鬼知道具体是什么。遥远精神力集中在倒计时上。秦泽照做。旋即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在倒计时后面又出现了一行文字，主要修正内容：摧毁全部逆 A 世纪的样本和资料。次要修正内容：阻止马燕向女王的演变。秦泽扯了扯嘴角，所以详细内容是需要点出来的。什么任务系统？太不智能了。秦泽把修正任务的内容给遥远复述了一遍，跟我猜的差不多。意境主要也是围绕研究所演化的。秦泽的目光放在了次要修正内容上。怎么阻止？杀了他？扪心自问，秦泽难以下手。错的不是马燕，而是这个世界。明天上午8点，东城车站9号储物箱会有一套进入研究所的身份证件，密码6个6。你有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修正任务。11点我会带队抵达黑山研究所，你需要在我之前离开。秦泽明白了遥远的言外之意，咱们从来没有同流合污过，今天也没打过这个电话。秦泽大闹黑山研究所，势必会把执法招来，届时遥远只会秉公执法。你为什么要帮我？秦泽不解，世界之源是很珍贵的东西，他不信这个世界上竟有如此慷慨之人。遥远淡淡道，这份世界之源不能到官方的手上，否则会被马卡族拿走。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让世界之源落入异族之手，不如掌控在本族人手里。别说是马戏团，哪怕现在秦泽是公平会，遥远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在共同的外敌前，内斗只能往后烧。秦泽沉默片刻，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钥匙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秦泽回到家后，看到秦玉身上盖着张毯子睡在沙发上，听到开门声，秦玉猛地惊醒，看见站在门口的秦泽，他顿时为之一愣。秦玉头发乱糟糟的，似乎一夜未睡，黑眼圈也出来了，面色极为憔悴。秦泽有点心疼道，姐，我回来了。秦玉嘴巴一瘪，眼泪夺眶而出。秦泽，你死哪儿去了？夜不归宿，打电话也不接，我一晚上都没睡觉。秦泽心里很是感动，还得是亲姐，自己一天没回家就担心成这个样子。秦泽决定了，待自己白日飞升那天，说什么也得带上老姐。你不回家倒是把钱留下呀，我都2顿没吃了。秦玉来到小老弟面前，委屈巴巴。秦泽心里的感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唉，还是算了吧，别带了。秦泽没好气道，差点饿瘦了吧。秦玉吸了吸鼻子，你要是不好好贿赂我，我就把你夜不归宿的事情打电话告诉妈。请便。秦泽扭头回到自己卧室，秦玉跺了跺脚，臭小子，你等着。晚上，秦泽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再度让老姐喜笑颜开。在秦泽的记忆里，从小到大秦玉都很好哄。吃饭的时候，秦玉忽然道，对了，有件事跟你说一下。秦泽抬头，什么？秦玉说，明天我要去一趟海都，估计得挺久才能回来。秦泽好奇，去海都干什么？秦玉随口答道，一个好朋友过生日，我顺便过去玩2天。还有钱吗？
闻言，秦玉用满是希冀的眼神看向秦泽，弟弟终于是长大了，知道用自己的压岁钱救济姐姐了。秦泽翻了个白眼，把一张银行卡放到了桌子上，里面有10万块钱，密码你生日。秦玉忍不住惊呼，武者也太赚钱了吧，我当年要是也报考武大就好了。秦泽想笑，您老那个武道天赋要是能考上武大，母猪都能上树。爸妈去哪旅游了？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秦玉美滋滋地数着钱，快了，估计就最近这个把月。吃完饭，秦玉主动请缨洗碗，不出意外又碎了2个。夜深人静，秦泽躺在床上开始规划未来。明天完成修正任务后，要抓紧修炼。武考就要到了，虽然考场上的那些臭鱼烂虾秦泽没有放在心上，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提升自身才是硬道理。看了眼胸口的小树，秦泽目光闪烁。白天在电话里，秦泽终于从遥远那知道了钥匙的用途。钥匙是用来开启心门的，这句是遥远的原话。秦泽随后继续追问心门是啥，遥远便开始当起了谜语人。此外，遥远还说等他明天完成修正任务之后，会得到一份惊喜。摸了摸小树，秦泽翻了个身。事已至此，先睡觉吧。次日，东城车站，秦泽找到9号储物箱，输入密码，取出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有一张黑色门禁卡，卡上没有照片，没有名字，只有一串数字，数字背后是好看的神秘花纹。用千面的能力随便换了一张路人脸后，秦泽搭乘班车前往黑山研究所。和上次一样，黑山研究所的防卫一如既往的森严，入口处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安保，核对每个进出者的身份，到底靠不靠谱啊？秦泽忐忑上前，亮出那张卡片，门口的安保顿时肃然起敬。大人，我来为您带路。安保队长点头哈腰的走在前面，秦泽没经过任何检查就进去了。厉害了，我的远。秦泽走的是 VIP 通道，另一边还有不少人在排队，有上班的员工，也有外来参观或是谈合作的人。其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高个子年轻人，安保核实完身份后立刻放行。嘿嘿嘿，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混进来了。年轻人眉宇间满是抑制不住的惊喜。这不是你的车厢？站台上，年轻人见秦泽那人少，便要从那上车，却遭到了安保队长的驱赶，太他妈不公平了！年轻人心里暗骂一句，到别的车厢前排队。秦泽看着年轻人离去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眼熟。大人，可以登车了。安保队长提醒。哦。秦泽走进只有自己的车厢，另一边，年轻人也顺利登车，不禁在心中喃喃自语：真是简单，这次我白羊要立大功了。欢迎使用黑山科技运输系统，本系统将为研究所人员提供舒适、安全的乘车环境。现在时间是……熟悉的广播声再度响起。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车厢里的乘客只有秦泽一人。安保队长站在一旁不敢入座，全程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言多必失，为了避免暴露，秦泽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高冷人设，同样一言不发。沉默了10多分钟后，列车停靠在了深处的研究所站台。安保队长似乎提前和研究所里面的人联系好了，几个研究所的科研大佬在门口夹道欢迎。秦泽受宠若惊，原子哥给自己的该不会是所长的卡吧？大人，您这次来有什么吩咐吗？为首的一个中年人毕恭毕敬地问道。安保队长心里确实松了口气，把秦泽带到之后，立即原路返回，一刻也不想多留。我随便参观参观，你们也不用陪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溜达。几个前来迎接的人大眼瞪小眼，一头雾水。溜达，真新鲜。大老远跑黑山研究所来溜达，还是第一次听说。看到众人古怪的脸色，秦泽眉毛一挑，不行吗？行，当然行。众人簇拥着秦泽走进研究所。与此同时，白羊和他们擦肩而过，快步先走了进去。对了，逆 A 世纪的项目组在哪？我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进展。秦泽突然问。您是说林思瑶教授？昨晚他们项目组的人熬了一整个通宵，现在估计还没有到工位上。秦泽大喜过望。天助我也。没事，我过去等他们，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给我指条路就行。几人不敢违抗秦泽的命令，给他指明了项目组所在的位置后，便纷纷离开。秦泽乘坐电梯一路向下，来到了逆 A 世纪项目组所在的地下4层。按照刚才那个中年人所说，研究所的4层已经被林思瑶全部包圆了，没有得到林思瑶的允许，外人是不得进入的。显而易见，秦泽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那张卡片的权限要远比林思瑶大。离开电梯后，秦泽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指示牌，顺利找到了逆 A 世纪的实验室。第权限验证通过。秦泽用卡片刷开了大门，里面竟然有人。秦泽虎躯一震，那人听到开门声，身体同样一僵，缓缓转过身，霎时间四目相对。怎么是这个别 ？X2。秦泽和白羊心里同时发出惊诧的声音。白羊蓄势待发，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太顺了，我就说今天太顺了，准备好事。白羊在心里喃喃自语。秦泽表面稳如老狗，实则却慌成了被发现的隔壁老王。怎么个事儿？不是说实验室没人的吗？双方都担心自己暴露，皆是一动不动，空气中满是尴尬。那个，今天天气挺好的哈。秦泽心里给了自己一巴掌。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屁话？白羊显然没想到这个发展，愣了片刻，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是啊，我刚吃过了。靠！嘴瓢了。秦泽和白羊二人各自背靠着一面墙，一个慢吞吞的往里进，一个磨蹭蹭的向外出。家里老人身体都还挺好的吧？我昨晚上吃的包子，早上路上堵车，烦死了。我有驾照。天气预报说明天有暴雨。我会游泳。两人各说各自的屁话，驴唇不对马嘴。砰！片刻，大门总算是关上了。门里的秦泽和门外的白羊同时松了口气。
还好老子机智，差点就被发现。这次我白羊要立大功了。白羊眉飞色舞的看了一眼手中的绿色试剂，小心的放到上衣兜里。幸亏我演技好，没有暴露。秦泽拍了拍小心脏，就差一点，太极限了。按照之前那个领路的男人所说，不管是什么项目，一切资料和样本都不能带离实验室。秦泽拿出早已准备好的 TNT 砖块，设置好15分钟的定时，放在了一个桌子下面。虽然炸弹只有巴掌大小，但其威力却不容小觑。倒计时结束之后，足以把这间实验室炸得连渣都不剩。做完这一切，秦泽拍拍手准备润。下一步就是找到马燕。马燕所在的医药公司就是黑山研究所旗下的，每次研究所的新产品都会交给这家医药公司售卖。离开实验室，秦泽又看向墙上的路牌，实验体区是那边。白羊心情不错，样本轻松就到手了，把如此简单的任务交给我，狮子真是大材小用。白羊哼着小曲在走廊里穿梭，经过他的观察，这层楼的门禁是最严格的，就连通风管道也是层层封锁。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伟大的白羊座，他硬是从通风管道一路披荆斩棘爬进来了。如今样本拿到，白羊决定再逛一逛。来都来了，多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回去。他要让狮子好好看看，我白羊很厉害的。实验体关押区，看着门牌上的字，白羊被勾起了浓浓的兴趣。白羊右手按在门上，轰一声，几公分厚的铁门化为粉末。门后是一条横着的走廊，走廊里有数扇合金栅栏门，分割出了一间间牢室。门上全部通着高压电，高级武者要是不小心碰到，也足够喝上一壶的。总共6个牢室，其余5个都是空的，只有1个里面有人，还活着。白羊来到铁门前，看向了里面的女人。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马燕。她闭着双眼，侧身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反应，右臂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针孔，脸色苍白，状态看起来十分不好。门外的白羊右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他们把你关在笼子里，这对你不公平，也不自由。白羊嘴角翘起，不过你今天运气不错，遇到了我，我会给你自由和公平的。白羊的瞳孔忽然变成了纯白色，咔，镶嵌在墙里的铁门挣脱了出来，飘在空中。白羊打了个响指，铁门轻轻落在地上。现在你自由了。有人在打架。秦泽刚顺着走廊没走几步，就听到远处传来了激烈的战斗声。砰！白羊从实验体关押区倒飞了出来。是他？秦泽瞪大的眼睛还真是够阴魂不散的。白羊骂骂咧咧：靠！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是我把你给放出来的，是我给了你公平和自由。虽然我不打女人，但我告诉你，别太过分。呼！一扇铁门飞了过来，白羊抬手轻轻一指，铁门悬浮在空中不动了。双目赤红的马燕如一支离弦之箭，朝着御空的白羊扑了上来。真是过分！白羊皱了皱眉，瞳孔变成白色。马燕像是被施了定身术，在空中一动不动。好人没好报，早知道不放你出来了。白羊十分无语。马燕还在不停挣扎，双手双脚不断挥动，但无论他挣扎的再怎么剧烈，也无法脱离白羊的控制。马燕姐！秦泽看到那熟悉的背影，忍不住大喊。马燕瞬间停了下来，他缓缓扭过头看向秦泽，那冷漠的血色双眸出现了些许情绪波动。白羊松了口气，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人交给你了。马燕朝着秦泽飞了过来，秦泽伸出双臂抱住白羊，把被强拆下来的门又给按了回去，随即消失在通风管道。秦泽，马燕不确定道：是我是秦泽。秦泽去掉了千面的能力，马燕的瞳孔恢复正常。真的是你？他难以置信的伸出手摸了摸秦泽的脸，看着马燕右臂上那密密麻麻的针孔，秦泽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来带你离开的，真的不是一场梦吗？马燕仍旧不可思议，这样的梦他已经做过了无数回，他真害怕现在突然醒来，梦境结束。当然不是梦，梦里是不会感到疼的。你掐一下自己。闻言，马燕掐了掐秦泽的脸，看到秦泽咧嘴，他不禁莞尔一笑，看来真不是梦。我就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糟糕。次要修正任务已经完成。秦泽一愣，他没想到这么简单，本以为马燕死了才算彻底抹除女王的隐患。秦泽也做好了放弃任务的准备，他突然想到了遥远的话，这次的任务应该很简单，兵不血刃就能完成。事实却是如此，马燕经历的人生虽然也有很多悲剧，但并不是完全悲剧。大排档，秦泽挺身而出。凤楼，马戏团空降。此刻黑山研究所，二人又再度相遇。从秦泽的身上，马燕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少有的温情，失去了对世界的仇恨，世界意志也认为马燕没了转化为女王的威胁。秦泽将这一切捋清，心里松了口气。我们回家。秦泽用千面的能力再度易容，正要带马燕离开，广播里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通道中的防爆闸门一闪闪接着落下。秦泽抬头看向刚才白羊走过的通风管道，我们从这里出去。通风管道里本来也是有无数的机关禁制，不过白羊阁下一进一出，把通风管道里的危险全部清理干净了。秦泽和马燕顺着通风管道顺利来到了一层大厅，秦泽暗中左右观察，没人，小心点。秦泽先跳出通风管道，然后又接住马燕，终于抓到老鼠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安保突然出现，林思瑶走在最前面。你准备带着我最完美的实验品去哪儿？秦泽淡淡道，我说我在拯救世界，你信不信？林思瑶嗤笑，是你在阻止我拯救世界。秦泽无奈地叹了口气，为什么真话就没有人相信呢？不知道林思瑶要是看到自己几十年后写的日记，心中会作何感想？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权限卡，但现在你被捕了，我会把你转交给执法处置，最好乖乖束手就擒，胆敢反抗就把你就地击毙。
林思瑶双手插兜，一副莫得对手的架势。马燕开口道：“我拖住他们，你快走。”秦泽握住了他的手腕：“你先走，一群臭鱼烂虾，我会解决。”马燕微微皱眉，脸上满是担忧：“相信我吗？”“我信。”马燕坚定点头。秦泽笑了笑，用权限卡刷开了大门：“去市场买只鸡，上回我还没吃到。”马燕红着眼眶，声音沙哑：“好。”林思瑶冷哼：“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大厅里的舞者瞬间朝秦泽他们冲了过去。轰！突然，剧烈的爆炸声从地下传来，整个大厅都在剧烈的摇晃。安保们猝不及防，一个个东倒西歪。秦泽趁机把马燕推了出去。马燕虽有不舍，但选择相信秦泽，沿着铁轨向外狂奔。林思瑶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声音是从4层传来的。秦泽微微一笑：“猜对了，想不想？炸弹是我亲自放的。”林思瑶愣愣，脸上的表情变得无比狰狞，大声咆哮：“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些研究资料和样本是我10年的心血，能够大大提升武者的战力。你亲手葬送了人族的未来。”秦泽沉声道：“林思瑶，醒醒吧！逆 A 世纪的副作用，你这个项目负责人是再清楚不过的。异兽危机没解决，你还想再给人类创造出一批怪物出来吗？”林思瑶瞪大了眼睛：“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关于世纪的一切资料都是 S 级绝密，不可能外传。”秦泽，我是你的拯救者。林思瑶咬牙切齿，甚至爆了粗口：“放屁！就算有副作用，也能够想办法解决。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面前。马燕是最完美的实验品，她没有受到任何副作用影响。再给我一些时间研究，我一定能够成功。”秦泽无奈摇头：“不撞南墙不回头，跟你也没什么说的了。并不是人人都是马燕，意境中的异化者就是最好的证明。炸弹爆炸，资料和样本应该全没了。可秦泽奇怪的是，主要修正任务没有完成提示，难道是修正失败了？我就说太顺了，准没好事。”白羊在隧道里沿着铁轨一路狂奔，他也是够倒霉的。从通风管道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巡逻安保。黑山研究所瞬间如临大敌，安保队伍里2级以上的武者全部追了出来。好在没有高级武者，他们跑得没白羊快。眨个眼睛的功夫，白羊就将那些安保远远甩在了身后。不许动！出口处大门紧闭。提前得到通知的安保们对准白羊同时开火，然而子弹却全部停在了半空中，没能伤到白羊分毫。只见白羊大手一挥，地上的安保连同大门一块飞了出去。总算是出来了。白羊拍拍兜里的试剂样本，任务完成。突然，白羊脑海中警铃大作，唰，一道白色剑气撕破虚空，直劈他的脑袋。叮！白羊反应很快，右手食指轻轻一指，剑气悬停在了他面前2步远的位置。砰！白羊随后一记重拳轰出，粉碎剑气。本来只是例行打卡，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姚远手持长剑缓缓而来，白羊咧了咧嘴角，来得正好。上次双鱼那个废物拖我后腿，没打爽，今日就让我来好好领教一下人族剑仙的实力。话落，白羊双臂一震，2个湛蓝色的半透明胳膊在他身后缓缓凝聚，每条胳膊的臂展将近2米，与白羊那纤细的身材完全不成正比。相比之下，更像是从巨人的身上截取下来的。遥远的眼神中露出浓浓的好奇。早就听说公平会12星座，每个人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天赋，今天也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遥远手腕翻动，气血灌入长剑，剑身轻轻颤抖，发出悦耳剑鸣。白羊座先发制人，顷刻间冲到遥远面前，那2条巨人般的胳膊狂风骤雨般朝着遥远劈头盖脸砸下，拳速惊人，快到只能看见一道道蓝色残影。遥远同样不甘示弱，长剑在其手中上下翻腾，白羊的每一拳都被格挡了下来。砰砰砰砰，拳头与剑锋相撞，在一连串的金色火花中发出震耳爆响。见遥远一直被自己压制，白羊洋洋得意，开始飙起了垃圾话。就这，如果这种程度都能称之为人族剑仙的话，你觉得我叫人族拳神怎么样？轰！遥远一记重剑将白羊击退。开云！遥远全身气血迸发，长剑被置于天空之上，云层被撕裂，一柄70-80米的长剑冲出云层，急速坠落。白羊瞪大了眼睛，卧槽！我要举报有人开挂。隧道中，马燕发现自己的意识正在一点点模糊。又来了！自从被转移到黑山研究所后，马燕每天都会被抽血并注入不断改良的逆 A 试剂，她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最近这2天甚至只能保持1个小时的理智。马燕的脚步逐渐放慢，血丝一点点布满眼球，很快变成了猩红色。与此同时，一股极度暴虐的气息从她身上升腾而起。砰！马燕双脚用力一蹬，直接在隧道里跑出了音速。由于障碍之前都被白羊清理干净，马燕一路畅通无阻，没用2分钟就冲出了隧道。刚一抬头，她便看到了天上遥远的那柄大剑。虽然此刻意识混乱，但本能反应还是告诉她远离危险。马燕二话不说，向远处急速遁走。隐藏在附近准备接应马燕的法王还没等现身，就看到对方突然暴走。什么情况？法王全身雷电缠绕，赶紧追了上去。然而法王很快发现他根本追不上，法王只是一个2级武者，而此时马燕所爆发出的速度直逼终极巅峰，太离谱了。短短几十秒钟，马燕就彻底消失在了法王的视野之中。法王扶着一棵树停下，气喘吁吁，体内气血几乎见底。与此同时，研究所大厅，秦泽还在和林思瑶对峙。从法王视角看到了马燕的暴走现场，他不由得皱起眉头。发生什么事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把他拿下！林思瑶此刻也暴走了，宛如一头愤怒的雌狮。实验室里的资料和样本可是他10年的心血，如今一切毁于一旦，他怎能不生气？
现场的安保大多是1级武者，2级武者就1个。秦泽眼中雷霆闪烁，不管你信不信，我做的一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在拯救你。10号避难所林思瑶的日记，从中能够看出他当初无尽的悔恨。从林思瑶拒绝人形作战兵器项目就能看出来，如果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绝对不会再度开发逆 A 世纪。呲啦啦，秦泽振臂一挥，密集的电流朝四周激射而出。林教授小心！2级武者连忙扑倒林思瑶，将其护在身下。其他的1级武者可就没那么好运了，被电流击中的瞬间便手脚麻痹。秦泽没有恋战，光凭他一个人想要战胜这么多1级武者不现实。秦泽扭头冲进隧道，由于雷电加深，他的速度堪比2级武者。快追，给我杀了他！林思瑶咬牙切齿。2级武者起身道：林教授放心，隧道中早就布下天罗地网，他跑不出去的。这个2级武者得到的命令是贴身保护林思瑶的安全，目前的情况还不明朗，他不敢离开林思瑶半步，以免发生意外。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隧道早就被白羊给清空了，后面追出去的几个中级武者也全部在观摩人族剑仙的战斗，毕竟这种机会可不多见。白羊看到那柄从天而降的巨剑，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此刻他终于意识到了遥远人族剑仙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给我定！白羊双瞳变成灰白色，他将自己的念力全部集中在了那柄飞驰而下的巨剑之上。然而巨剑并没有被定住，只是坠落速度稍微降下来了那么一点。白羊来不及逃跑，身后的双臂高高举过头顶，企图擒住大剑。可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双臂触碰到剑锋的瞬间便寸寸开裂，轰一声炸响，白羊被大剑狠狠插入地面，周围尘土飞扬。冲出隧道的秦泽恰好看到这一幕，心中无比震撼。主要修正任务已完成，世界修正成功，100单位世界之源已激活，世界修正任务完成了。回过神后的秦泽赶紧开溜，现场太乱，执法、公平会、黑山研究所都快赶上一盘大杂烩了。秦泽玩命狂奔20多分钟，终于和法王会合。人丢了，法王沿着马燕消失的方向又找了10多公里，仍旧未见人影。唉，秦泽叹了口气，他猜测马燕突然暴走的原因应该是逆 A 世纪的副作用。一个全力跑了半小时的终极巅峰武者，谁也不知道他此刻会在哪里。不过至少马燕是安全的。终极武者在江城附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已经算是顶尖战力，除非遇到高级武者，否则没人能够撼动马燕。而高级武者又不是街头的大白菜那样随处可见。目前江城唯一的高级武者就只有遥远。法王问：还找吗？秦泽摇了摇头，回江城，等到副作用消失，意识恢复正常，他会回来找我的。现在这附近全部都是执法和黑山研究所的安保武者，暗中甚至还可能有公平会的人。继续在此地逗留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白羊躺在一个接近10米深的深坑里，狂喷鲜血，他伤痕累累，几乎变成了一个血葫芦。还好有会长给的保命底牌，要不然遥远刚才那一剑直接送他去轮回了。怪不得遥远会被万族所忌惮，实力真不是吹出来的。白羊用力挺起脑袋，看了看口袋里的试剂，发现试剂管已经碎了。完犊子，狮子交给自己的任务又没完成。他的脑海里此刻甚至已经有狮子那暴跳如雷的画面了。嗨嗨嗨！白羊缓缓御空而起，今天我不在状态，算你赢了，咱们改日再战。话落，白羊晃了晃右手，手腕上的镯子突然闪过一道紫色炫光，白羊随之消失。遥远收回了剑，对这个结果早有所料。高级武者不是那么好杀的，谁还没几张保命底牌？不过遥远的目的已经达到。白羊是公平会的高级战力，今天被自己重创，估计最近2-3个月都不会再出来兴风作浪。执行官大人，研究所里的实验体往东边跑了，2位审判者大人正在全力追捕。3号执法前来汇报情况。这次遥远带了15个普通执法和2个审判者，高级武者的战场3号是根本不敢靠近的。他这脆弱的小身板若是往前凑，战斗的余波就能把他给撕成碎片。遥远淡淡道：把人给叫回来，不用追了。3号不明所以，为什么？遥远解释道：他又不是犯人，只是受害者，现在恢复了自由，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闻言，3号一时间无言以对。遥远说的太有道理了，更何况世界已经完成修正，如今人族的局面越来越难，你知道破局之法是什么吗？3号摇头，不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执法，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么深奥的问题？世界修正又是个啥？遥远沉声道：变数，始终维持现状是无法破局的，唯有从变数中找到一丝机会。3号似懂非懂，类似浑水摸鱼。遥远点了点头，差不多。另一个世界线中的世界 BOSS 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遥远十分期待。走吧，去研究所里看看。研究所1楼大厅，遥远看到了面如死灰的林思瑶。此时的林思瑶整个人死气沉沉，宛如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你来得太晚了。林思瑶语气幽怨。遥远淡淡道：是公平会12星座之一的白羊座亲自出手，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你可以放心，他没有把样本带走。林思瑶怒道：已经没有意义了，逆 A 世纪的资料和样本全毁了，完美实验体也逃了，这一切重新来过，你知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大的人力和精力？遥远摇头：我不知道，也没那个兴趣知道。林思瑶咬牙切齿：我现在需要你们执法，立刻把那个实验体抓回来。虽然结果很糟糕，但只要马燕还在，林思瑶有信心在3年之内复制出逆 A 世纪。遥远拒绝：我们不会帮你抓人。另外，我来是要通知你一个消息，逆 A 世纪的项目已经被上面终止，所以林教授抓人已经没必要了。突闻噩耗，林思瑶愣住了，随即歇斯底里起来：什么？这是谁的决定？
他们根本不知道逆 A 世纪会对人族的未来有多大帮助。遥远淡淡道：“这是世界意志的决定。”林思瑶像是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鸡，瞬间哑火。世界意志，他突然想到了秦泽之前说的话：“我在拯救人族，也在拯救你。”他是猎杀者。遥远点了点头，所以认清现实吧，林教授。在确定4层实验室里的一切都被炸弹摧毁后，遥远带着执法离开了。林思瑶突废地坐在地上。关于世界猎杀者，他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逆 A 世纪真是错的。林思瑶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自我怀疑。叮铃铃铃，手机突然响了。陈老师，电话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小林啊，关于逆 A 世纪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不要灰心。在开发逆 A 世纪的过程中，你同时带动了至少5个实验项目，这些都是你的贡献。林思瑶沮丧道：“可是老师，我以后还能做什么呢？”男人笑了笑：“我开展了一个关于天赋能力的课题，现在正缺人手，咱们师徒合力，肯定能取得成功。”林思瑶的眼中重新焕发出些许神采。我知道了，陈老师，现在我就出发去海斗找您。白羊凭空出现在了黑山研究所百里之外，他肉疼地看了眼传送手镯，已经裂开，用不了了。怎么像狮子交叉呀？白羊有点头大，接连2回任务失败，狮子肯定会撕了自己。忽然，他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灌木丛，竟是马燕躺在里面，陷入昏睡。看着昏睡中的马燕，白羊嘴角勾起，天无绝人之路，我白羊要戴罪立功了。马戏团总部，经过1天时间的休养，吞噬哥总算是恢复了吞噬能力，全都站好了，挺胸抬头。客厅里，10个分身一字排开，在千面的指挥下调整站位。吞噬哥还是一个球，在沙发上不灵不灵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千面把一个托盘放到吞噬哥面前，上面扣放着10个牌子。吞噬哥伸出一条长长的触手，在其中一个牌子上随便点了一下，千面立刻翻开牌子，上面写着一个数字4，4号留下，其余人可以离开了。被留下的4号分身无奈扶额，擦，普通分身没人权是吧？千面拍了拍他的肩膀，马戏团会记住你的贡献，我会亲手将你的名字刻在秦泽之碑上，放心去吧。吞噬哥一跃而起，落在分身的头上，紧接着像是一个史莱姆一样，将分身从头到脚吞噬覆盖。仅仅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分身就连渣都不剩了。重新变成球球的吞噬哥又回到沙发上，天天吃臭鱼烂虾恢复速度太慢，要是有一个高级武者就好了。吞噬哥不由得感叹，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他还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曾经的巅峰状态。你在想屁吃？秦泽和法王风尘仆仆的回来了，最近这段时间风头紧，苟住了。秦泽嘱咐。吞噬哥无奈，我倒是想搞事。秦泽回到团长专属房间，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钥匙，只需用精神力沟通。秦泽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一个类似系统的界面，首次世界任务完成，恭喜你成为新晋猎杀者，请设置一个猎杀者称号。秦泽想了想，宇宙超级无敌第一帅，称号已存在。秦泽6，还真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号一经设置无法更改，请慎重选择。太不人性化了，连改名卡都没有。思索片刻，秦泽最后决定到驯兽师，是否确定使用驯兽师作为你的猎杀者称号？是。新晋猎杀者，驯兽师，欢迎来到猎杀者的世界。秦泽脑海中的画面迅速发生变化，一条条类似弹幕一样的东西不断闪过。这是聊天群，路人甲哟，来新人了。仙女布拉史，看来我们的世界及其9个猎杀者指日可待。书生，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生理一平生。仙女布拉史，书生能不能闭嘴？书生幸灾乐哉。路人甲，别把新人吓到了，新人说句话。秦泽，所以钥匙的作用是把同一个世界的猎杀者拉到一个聊天群里。驯兽师，大家好。仙女布拉史，驯兽师，所以你的天赋能力是御兽吗？驯兽师，差不多，我手下的确有一批禽兽。路人甲，真是令人羡慕的能力。书生，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驯兽师，不是这人有病吧？动不动就吟诗，倒是和他的称号挺配。仙女布拉史，不用理他，习惯了就好。驯兽师，所以本世界的猎杀者就我们4个吗？路人甲，当然不是，现在加你8个，只是我们3爱水群而已。仙女布拉史，除了我们4个之外，还有人族剑仙遥远，其余的一个总潜水，一个在闭关冲境，一个在深渊飘到失联。秦泽挑了挑眉，遥远的猎杀者身份众人皆知。遥远，江城的猎杀已经被驯兽师搞定了，世界修正完毕，世界之源马卡族没拿到。秦泽恍然，厉害了原子哥，实名制上网。路人甲，牛逼啊，驯兽师从马卡族嘴里夺食的，你是第一人。仙女布拉史，有点东西的。遥远，关于猎杀者有不懂的，驯兽师可以问他们。下了。路人甲，远哥慢走。驯兽师，我的确有几个问题。仙女布拉史，问，大家现在是同条战线上的人了。驯兽师，钥匙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困惑秦泽已久，奈何遥远是个谜语人。书生，成神者登临天梯，开心门，成就无上神族。秦泽，这个笔又在说什么屁话？路人甲，这回书生没说错，古籍上的原文目前所知钥匙的作用。仙女布拉史，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突破神阶之后，通天之梯会出现，星门就在尽头，用钥匙打开星门，所在种族都会飞升成为神族。秦泽微微皱眉，这个世界的水要远比他想象的深，神都出来了，驯兽师真的有神？路人甲，或许吧，传说武者9级之上就是神阶，不过至今还没人成功突破成神。秦泽稍微捋了捋，开心门的前提有3个，成神，通过天梯，
手里有钥匙。驯兽师世界之源呢？仙女布拉使世界之源算是可再生资源，由世界意志产出，不过生产缓慢，会按照猎杀者的贡献分配，而世界之源的多少决定最终能不能开启星门。驯兽师，既然如此，世界意志为什么不把世界之源集中在一起？仙女布拉使，据说仅仅一个世界的源是不足以开启星门的，必须掠夺其他世界。看到仙女的话，秦泽明白了马卡族团长为什么会暴跳如雷。路人甲，我们猎杀者的任务说白了就是根据世界意志修正世界，以防末等异兽冲进来，咱们自己先把自己给完没了，然后是掠夺其他世界的世界之源。驯兽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意境中为何没有万族？仙女布拉使，每个种族都由各自的世界意志庇护，世界意志只能演化种族内部的错误，外族因素它也演化不了。原来如此，意境不断修正的是种族自身的 bug。驯兽师怎么掠夺其他世界的世界之源？路人甲，得等9个猎杀者全部出现之后才有资格，目前咱们还差一个。驯兽师，有种族成功开启过星门吗？仙女布拉使，传说有过。传说又是传说，秦泽有点头疼，自己明明只是个低级武者，拯救世界的重任怎么突然就落到自己身上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驯兽师，所以世界之源那么珍贵，到底有什么用？光线幽暗的会议室，白羊忐忑地等待着狮子降临。样本呢？很快，狮子出现在首席上。白羊在心里快速组织了一下语言。刚开始已经拿到了，不过后面出了点意外。我可以狡辩。狮子的声音愈发冰冷。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任务失败了？轰！强大的威压降临在白羊身上。这回狮子是真没收力，白羊差点跪了。他连忙大声道：出研究所的时候，我遇到了遥远，事迹被他毁了，我都差点没跑掉。狮子冷笑：这么怕死，你还怎么为公平而战？白羊道：没有，我是在保存有生力量。虽然这次我没带回样本，却带回了个更重要的东西。狮子被勾起了兴趣，收回威压。什么？白羊立刻用意念控制着还在昏迷中的马燕飘进会议室。他是世纪实验体，实力很强，差一点就突破高级武者。如今我们公平会正缺少高级战力，他若是能加入，正好能够补充我们这方面的短板。狮子看向了马燕，有趣，明明气血很低，肉身却强得离谱，有点像是异兽。算你戴罪立功。闻言，白羊总算是松了口气。他目前这副重伤脆弱的小身板，实在是经不起狮子的折腾了。他交给你了，2个月时间。2个月后，我希望看到一个对公平忠心耿耿的信徒。狮子沉声道。白羊拍着胸脯保证，这方面我很在行。首席上的狮子又嘱咐了白羊一些话后，消失不见。白羊喜滋滋地看向马燕，这可是未来的12星座。马燕若是成功突破，他白羊又是大功一件。秦泽退出了猎杀者聊天群。世界之源的作用只有一个，开启后能够形成独立的庇护空间，这处空间会与现实空间隔绝，除非对方手中也有钥匙和世界之源，否则无法发现这处空间。也就是说，开启世界之源后将会处于一种绝对的隐身状态。此外，世界之源的庇护空间中可以调整时间流速，倍速越高，所消耗的世界之源就越多。按照路人甲所说，这些都不是庇护空间的主要用处，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深渊提供庇护。只是秦泽目前还没有去过深渊，深渊庇护的功能他只有日后体验了。是否激活世界之源？激活！秦泽周围的空间忽然泛起层层涟漪，空间涟漪很快便将他吞噬。秦泽在原地消失不见，没有留下任何气息与痕迹，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世界之源构建出的庇护空间不是很大，默认只能容纳1人，当然也可以扩大，但是需要消耗更多的世界之源。秦泽计算了一下，默认状态下每个小时消耗的世界之源是 0.1， 每扩大能容纳1人的空间就需消耗 0.1 的世界之源。另外调整时间流速的话，无论是加快还是变慢，所消耗的世界之源都会呈几何倍数增加。经过一番试验，秦泽发现修炼的话 0.5 倍速最为妥当，每个小时消耗的世界之源为 0.23， 在庇护空间内修炼1小时，外面才过去半小时，简直就是弯道超车的神器。0.5 倍速开启庇护空间，一天需要消耗5单位出头的世界之源。秦泽手上的世界之源目前仅能用不到1个月，他还不能全部用来修炼，需要留至少20个单位以应对不时之需。开启庇护空间后，秦泽发现可以卡一个 bug， 虽然空间仅能容纳1个人，但此时他身上却有上百分身，上百个人同时修炼，却只消耗1个人所需的世界之源。都别偷懒，抓紧时间修炼。今天出去这趟太累了，我先休息会。秦泽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众分身骂骂咧咧，黑奴也得有休息日吧？秦泽不当人子，我俏丽吗？表面口诛笔伐，但分身们很快就分好了组，淬骨提升气血，凝练精神力，条理分明。接下来几天，秦泽都窝在马戏团修炼。秦玉去海都了，家里冷冷清清，秦泽也懒得回去。不像在马戏团，一堆分身，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他超爱这里，回马戏团就跟回家了一样。周五晚上，秦泽和胖子例行大排档小聚。泽哥，好多天没见你了。胖子道。秦泽拍拍胖子的肩膀，不错，还是现实世界里的胖子看着顺眼。如今胖子提前觉醒天赋能力，已然是个5大眼中的香饽饽，意境中的事情自不会再发生。秦泽问，现在能瞬移多远了？胖子洋洋得意地回答，8公分，还差得远。意境里的胖子8米都不成问题，而且几乎无需冷却，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脆了。纯天赋能力者几乎没练气血，一被近身就完犊子。秦泽道，别光提升精神力，气血也不能落下。胖子叹了口气，我倒是想，可我的气海凝聚不了气血。
秦泽安慰，车到山前必有路。忽然，他想到了钥匙聊天群，里面的猎杀者估计都是各路大能，他们没准能有解决的办法。秦泽决定下次问问。都要5考了，你们还真是够悠闲的。路过的3号执法坐了过来，周围的食客见状，一如既往的避让。又摸鱼？秦泽挑了挑眉毛。3号感慨道：“今晚是我最后执勤巡街了。”秦泽疑惑：“你要辞职？”3号笑笑：“当然不是。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新来的执行官大人吗？”秦泽点头。3号开心道：“执行官大人在江城的视察工作结束了，看我表现优异，准备带我回总部。另外，我最近突破了3级，有资格进行审判者考核。原来是产房传喜讯，生了。”秦泽也为他感到高兴。虽然之前总找马戏团麻烦，但从执法的角度来说，他的确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秦泽，恭喜高升！3号嘴角都快要咧到耳根了。同喜同喜！秦泽冲老板喊道：“执法大人今天高兴，全场消费由他买单，把你这好吃好喝的全拿上来。”老板大喜过望，好脸。3号脸上笑容消失。不对啊，为什么我生了还要买单？秦泽举起茶杯，别在意细节，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冷冷的3号和秦泽碰杯，自己好像又被坑了。对了，执行官大人明天让你去执法部一趟，他要见你。原子哥要见我。秦泽疑惑：“你们执行官大人有说是什么事吗？”3号摇头：“那我怎么可能知道？估计应该是上次在学校看你天赋不错，想要好好培养你吧。”接着3号开始畅想起美好的未来，搞不好等你武大毕业，咱们还成同事了。那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名审判者了吧？我把你招进我的队伍里，指定不会亏待你的。秦泽翻了个白眼：“执法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每个月都有 K 派考核，还得加班，狗都不当。呵呵，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3号大手一挥：“客气啥？好歹咱也算相识一场，你小子也挺给我脾气的。”胖子满眼羡慕：“还得是我泽哥，都能和执法谈笑风生。”第2天，秦泽又向老班请了一上午假。临近5考，班里几乎一半的人都请假在家闭关修炼。对此，老班也是见怪不怪。电话里，班主任特意对秦泽再三嘱咐，千万不能懈怠。虽然气血偏低，但武道一途，气血并不能决定一切。听完老班的鼓励，秦泽心里有点小感动。不得不说，老班人还怪好嘞。站住！干什么的？执法部大门，秦泽被保安拦了下来。我是来见执行官大人的，和他有过预约。秦泽把魔改的管理者终端带来了，除了能看天气和时间外，经过魔改后的终端，其功能甚至不如一部手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那么大一个魂珠，用个终端来换稳赚不亏。安保上下打量了秦泽一番。稍等，我通报一声。保安打了个电话，在确认了秦泽的身份后，立刻放行。这还是秦泽第一次走进执法部的大院，无论是院子还是办公楼里，都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几个执法。这个时间，估计都在外面执勤。秦泽不由得再次发出感慨。相比之下，他觉得他对自己的分身们已经算是非常人性化了。真够臭不要脸的！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的？执法好歹还有工资，我们比黑奴还黑奴。秦泽，我俏丽吗？分身们热情地对秦泽进行日常问候，彼此之间相亲相爱，和平友善。按照指示牌，秦泽找到了原子哥的办公室，抬手敲门，咚咚咚，进来。秦泽推门而入。原子哥办公室不大，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休息区、健身区、阅读区，能想到的办公室里都有。原子哥坐在沙发上，看着今天的早报。坐吧。秦泽乖巧坐在原子哥对面。喝点什么？随便。原子哥打了个响指，来个随便。话音刚落，一个好康的女仆端来了2杯咖啡，腰细腿长3-6D，简直就是梦中女仆。秦泽接过咖啡，心中无限感慨：遥远啊遥远，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族剑仙。你喜欢他？遥远笑问。秦泽摇头，不敢喜欢。遥远喝了口咖啡，淡淡道：可以喜欢，不过现在的你人家可看不上。这话泽哥可就不爱听了。他对自己的颜值还是非常自信的，不说是3000年第一美男，300年还是稳稳的。他是5级武者，就算你脸上帅出花来，他也不会喜欢上一个1级武者。秦泽闻言，心里直呼卧槽，5级武者当女仆，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成为强者才会有选择权，而不是被选择。秦泽明白了原子哥的言外之意，别以为比同龄人先强一点就沾沾自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就算原子哥不提点，秦泽这些天也都体会到了。无论是12星座那恐惧的战力，还是遥远那从天而降的大剑，在此刻的秦泽眼中都和神仙术法差不多。但秦泽并未认输，后来居上，他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小小的分身震撼。没多久就要高考了，这部功法拿回去好好练，对你大有益处。原子哥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秦泽，上面写着4项功3个大字。秦泽又喜又惊，原子哥，你是散财童子吗？先是给魂珠，现在又给功法，功法十分珍贵，哪怕最普通的运气功法也价值100万。秦泽没有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代价是什么呢？遥远笑了笑，还不错，挺谨慎的，这是某个人对你的投资，我只是代为转交，包括之前的那颗魂珠，接不接受投资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可以拒绝。秦泽微微皱眉，有人在投资我？是谁？ CPU 飞速运转，脑海闪过来到这个世界后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跟快，秦泽锁定了目标，莫非是姚老师？姚老师姓姚，姚远也姓姚，姚老师是执法，原子哥也是执法，破案了，我真是机智的一批。不过姚老师是异族啊。秦泽仔细看了看姚远的脸，
没有任何异族特征。是姚老师？秦泽试探性问。姚远却只是笑而不语。你有1分钟的考虑时间，1分钟后你没有做出决定，这本功法我会收回。秦泽快速伸手，拿来吧你，日后的代价日后再说，人要活下当下。姚远淡淡道，正确的决定。秦泽收好功法，你要离开江城了。姚远点头，这次五考，你若是能考上状元，我会格外追加对你的投资。若是名落孙山，那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秦泽对五考状元可是10拿9稳，3级之下我无敌，3级武者1换1，我会努力的。对了，这是我上次答应给您 DIY 的手表。秦泽拿出魔改的管理者终端，姚远接过把玩了会，还挺心灵手巧。秦泽一般一般，世界第3。喝完咖啡，秦泽被女仆送出执法部。姚远看着桌子上的管理者终端，不由得微微一笑。这回他还真是看对人了，是一笔高回报的投资。姚远把终端戴在手上，晃了晃手腕。马戏团团长，有趣，我应该没暴露什么吧？走出执法部大门，秦泽还会回想起自己离开办公室时，姚远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CPU 再度高速运转，秦泽仔细回忆了遍刚才从进门到离开时的每一个细节，确定自己没有破绽。可能是我想多了。回家后，秦泽迫不及待地翻开4项功钻研起来。这一看可不得了，秦泽发现4项功要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4项功总共分为4部分：白虎拳、青龙念、朱雀步和玄武遁。白虎拳顾名思义是一种拳术，炼制大成可凝聚出白虎虚影，其威力如猛虎下山 ，solo 无敌。青龙念是修炼精神力的功法，可以理解成联想法的进阶版本。冥想的时候不再雕刻莲花，而是青龙，刻画的细节越多越逼真，精神力就会越强。不仅如此，青龙念进可攻，退可防。青龙镇守精神意念，可以抵挡绝大多数的精神攻击，除非是等级碾压防不住。冥想出青龙之后，同样可以精神打击他人。这方面正是秦泽目前所缺失的手段。朱雀步是身法，移形换影、腾转挪移都只是基操，大成之时甚至可以如朱雀般御空飞行。要知道，只有高级武者才有御空而飞的能力，低级武者和中级武者想要凌空都只能借助外力，或是功法，或是武具。玄武遁为锤炼肉身的功法，洗精伐髓，提升血肉强度，让自己变得像玄武一样耐造。4项功这部功法，从近战到身法，从精神力到肉身，全部涵盖，用到高级武者都不成问题。4项功若是放到黑市上，恐会引起轩然大波。秦泽和上册子不由得缓缓吐出一口浊气。4项功的价值实在是太高了，姚老师说给就给，散财童子都没有这么散财的。他和姚老师的接触并不多，我不知你深浅，你不知我长短。而且那个时候，秦泽也没表现出太过异于常人的天赋，他实在是想不通，姚老师为何这么看好自己，花费如此大手笔的投资，难不成是看上了我年轻力壮的肉身？秦泽不禁一个机灵，如果代价是这样的话，他倒是也可以接受自己吃点亏就吃点亏。是否激活世界之源？是。秦泽打开庇护空间，开启 0.5 倍速。4项功刚才都看完了，现在就开始修炼吧。分身很快又分出一个专门修炼4项功的小组。很快，秦泽就发现功法进度也是可以反馈的，每个分身大概能反馈 1% 左右。但问题不大，秦泽成立了一个100人分身4项功钻研小组，积少成多，他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躺着也能修炼。逆命术同时也没落下，让翠谷组每天稍微带着练一点就行。和4项功一比，逆命术也就一般。世界之源的庇护空间里，200多个分身吭哧吭哧的修炼。秦泽瘫在地上无所事事，打开了猎杀者聊天群。路人甲和仙女布拉什2个人是真能水，他俩几乎24小时在线，书生偶尔会插1-2句诗。从3人平时聊天的说话方式上，秦泽大概判断出了他们的性格。路人甲是个老好人，经常习惯性夸夸，哪怕是一泡屎，他也能给夸出花来。仙女是个老网民了，一看就经常往上冲了，时不时指点江山，颇有新时代剑仙风范。书生文轻味重，酷爱装杯，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不能用诗词接上的话。从某方面来说，也是个人才。仙女不拉屎，好无聊啊，好想行走江湖，家里人却不让，烦死了。路人甲，家人也是为你安全着想。仙女不拉屎，无备无者，何惧一战？秦泽挑了挑眉，看来小仙女是大家族出身。路人甲，就快要5考了，不知道今年公平会不会用到什么幺蛾子？仙女不拉屎，真是怀念当初的学生时代呀，想当年姐姐我也是5考状元。驯兽师厉害。仙女不拉屎，驯兽师冒泡了，你当年5考是第几？驯兽师在下不才，也就一个小小的状元。路人甲，羡慕，我没参加过5考。所以路人甲是个散修。秦泽一直纳闷，药师的选人标准是什么？随便附身还是有固定标准？驯兽师要是选人有标准吗？秦泽提出了心中疑问。仙女不拉屎，当然有，被世界意志判定为有潜力成神者，药师才会选择你。秦泽的钥匙是彪哥给的，这么说来，彪哥也有成神之资。驯兽师第9个猎杀者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路人甲，这就要世界意志什么时候有能力产出第9把钥匙。仙女不拉屎，相比于万族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目前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好家伙，世界也分3、6、9等。边缘划水，哟，来新人了。仙女不拉屎，这不是在深渊飘到失联的快男？边缘划水，切记，快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可以叫我跑男，绝不能是快男，谢谢。路人甲，划水兄现在安全了。边缘划水，虽然有个月族高级武者在追我，但我一点不慌，他的马没我跑得快。仙女不拉屎，还能玩梗，看来一时半会死不了。
秦泽不禁感叹，果然群里个个都是人才，被高级武者追还能这么镇定自若。书生狼狈逃窜，边缘划水。书生不会说话，可以闭嘴，我这叫战略转进。驯兽师，我很好奇你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让人这么追。边缘划水，不提也罢。驯兽师，对了，有件事我想请教诸位。边缘划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的就是我了。驯兽师，关于气海的问题，吸收静气很快，漏的也很快，而且无法转化气血，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路人甲，还有这种事？仙女不拉屎，我的建议是重开吧。驯兽师，边缘兄有办法。边缘划水，斗帝追上来了，我先润了。仙女不拉屎，你指望他还不如指望铁树开花。秦泽心情沉重，胖子的气海真就没有办法了吗？悠悠鹿鸣，那个我好像有个主意，有解决之法。秦泽再度振奋了起来。仙女不拉屎，小鹿终于不潜水了，快过来让姐姐贴贴。边缘划水，你这痴女别把人家吓到了。仙女不拉屎，快男不是跑了吗？边缘划水，麻烦请叫我跑男，谢谢。书生断尾求生。边缘划水，书生你最好祈祷咱们永远不会线下面基。眼看这三个比又要把话题聊偏，秦泽赶紧拉回正轨。驯兽师，小鹿有什么方法？悠悠鹿鸣，可以专修武术，武术不需要气血，直接用静气激发。武者分为两种，武道家和武术师。通俗点来说，就是近战战士和远程法师。武道家擅长拳脚功夫，主打是近身连招；武术师全是远程攻击手段，可以用气血，也可以用静气。由于身子板太脆，最怕的就是被近身。路人甲，气海存不了静气，只能存气血，仅靠实时吸收的静气催动不起大型武术。静气从自然吸取，通过气海转化为气血，之后用气血来淬炼身体。对于武者来说，静气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进行二次加工。武术师虽可以用静气发动武术，但正如路人甲所说，由于身体存不了静气，那些需要大量静气的武术根本用不了。悠悠鹿鸣，可以用能够储存静气的武具，将平日里吸收的静气放在里面，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秦泽顿时眼前一亮，真是个天才般的主意，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样一来，武具就相当于一个能存储静气的气海。胖子吸收静气那么猛，搭配上专属武具，走武术师直接起飞。再加上胖子还有瞬移的天赋能力，根本不担心被近身。用天赋能力风筝搭配武术狂轰滥炸，整个一人形炮台。驯兽师，谢谢，这真是不错的方法。仙女不拉屎，小鹿真聪明，姐姐相吻奖励。悠悠鹿鸣，没什么的，能帮到大家就好了。路人甲，这种武具可不太常见，得找专人打造。边缘划水，巧了不是，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件。仙女不拉屎，没看出来啊，你这个快男还会炼制武具。边缘划水，老子是跑男。秦泽面露喜色，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来送枕头。驯兽师，什么样的武具？边缘划水，一根金色手杖，我从月族人城里保库顺的。好家伙，怪不得月族高级武者追到深渊也不放弃，原来这家伙把人库房端了。边缘划水，驯兽师，你想要的话，2个月后去北京找我。仙女不拉屎，2个月就能逃脱高级武者的玩命追捕，真不愧是快男。驯兽师，我需要用什么和你交换？没有谁对谁无缘无故的好，更何况群里的大家萍水相逢，武具还是边缘划水玩命得到的。边缘划水，到时候再说吧。仙女不拉屎，驯兽师最好别抱有太大希望，说不准快男明天就嘎了。边缘划水，卧槽仙女你个乌鸦嘴，月族人追上来了。路人甲，划水兄该不会真要嘎了吧？秦泽退出聊天群，边缘划水的实力应该很强，要不然也不会对一个高级武者放风筝，至少也得是个6级武者。悠悠鹿鸣给秦泽的感觉乖乖巧巧，像是邻居家的萝莉，小小软软，很好欺负的样子。秦泽拍了下脑门，秦泽呀秦泽，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传统美德是让你尊老爱幼，不是让你尊老爱幼。胖子的气海问题如今算是解决了，待2个月后从边缘划水那里拿到法杖，可以直接转职成法炎。我这是在哪里？马燕睁开眼睛，看到头顶光洁的天花板，头好疼，全身上下使不出来一点力气，试剂的副作用越来越强。马燕感觉自己现在每天保持1个小时的清醒都成了奢求。呀，你醒了！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呼。马燕用力的扭过头，看到了一个年轻姑娘。你……马燕刚要开口，年轻姑娘就慌乱的跑出门去。房间装修的十分奢华，穷人出身的马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房间。灿烂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地面，偶尔会有清脆的鸟鸣声响起。马燕嘴角上扬了一丝，重新看到太阳的感觉真好。咔，房门打开，一个穿着灰色运动服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30多岁，剃着利落的小平头，身材略微有些瘦弱，五官不帅，却也没那么普通。这么快就醒了？我还以为你至少还得昏睡2天。白羊坐在桌子上，双臂环胸。你是谁？白羊淡淡道，大姐，我可是救了你2回，研究所牢房1次，野外1次，最近城外正在闹异兽，要不是我把你捡回来，你现在都变成异兽大便了。马燕想起了一点记忆，谢谢。白羊点头，不错不错，最起码没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马燕，所以这到底是哪儿？白羊微微笑，自我介绍一下，公平会12星座白羊，这里是我的府邸。马燕一头雾水，公平会是个啥？没听说过。看出了马燕的迷茫，白羊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册子，翻开念道，公平会是由一群力求公平的人组成，公平会的诉求是消灭武者特权，实现人人平等。创立之初，会长带着12星座跑遍大江南北，为了……马燕打了个哈欠，突然好困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学校课堂。
白羊絮絮叨叨半小时，总算是把那个小册子念完。所以你明白了？马燕眨眨眼，明白什么？完全没懂啊。白羊耸了耸肩膀，把宣传手册扔进垃圾桶。我也觉得上面全都是屁话，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现在我邀请你加入公平会，只要你同意，就能够成为12星座的候选者。另外，我会教你怎么运用自己的力量，这样就不用每天浑浑噩噩的了。最后一句话被马燕牢牢记住，他不想再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继续下去，而且现在寄人篱下，他也没有其他选择。我加入。白羊打了个响指，比想象中的要容易，还以为得多费些口舌。恭喜你做出正确的决定。现在我来教你第一课，如何用气。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秦泽都在修炼。世界之源的庇护空间开了10天，用掉了大半的元，不过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逆命术突破到了第2层，共打通了160个穴位。其次是4象功也已小成。有了4象功，秦泽感觉自己就像一个6边形战士，已经没有了短板。最后，秦泽的修为已经达到了1级巅峰，剩下的就是淬骨了。距离2次淬骨结束，目前还差个10多块。除此之外，1个月的时间，秦泽还攒了波分身，足够下次挥霍。淬骨组能不能努点力？你们不使劲修炼，我还怎么突破？秦泽的一番言论立刻引来了淬骨组的激烈抗议。我可去你大爷的，当个人吧！你要不要看看我们淬骨组才几个人？就是都去练4象功了，大爹们能把2次淬骨进行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秦泽真狗真秦泽。在与分身们进行了日常友好互动后，秦泽下楼准备吃个猪脚饭。还是老位置，墙上的电视机照旧播放着新闻。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5天时间，祝愿今年的考生勇夺桂冠，再创佳绩。秦泽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这么快就要高考了，算算时间，自己来这个世界也已经3个多月，过得真快。其实同龄人之中，秦泽的修为已经很恐怖了，18岁的1级巅峰武者，说出去都能吓死个人。近段时间，城外再度出现深渊裂隙，超过50头异兽降临，其中包括7头1级异兽。城防属县面向非正式序列武者和散修发布招募令，参与异兽围剿行动可以获得聚气丹。想要参加行动的武者，自主前往城防署进行报名。电话。这条新闻引起了秦泽的兴趣。虽然实力一直在涨，但秦泽并没有经历过多少实战。无论是之前2次的登台表演，还是意境之行，都是分身一直在前面搞事情，秦泽藏于幕后。这次城外的异兽正好可以用来练练手，更何况还有人付钱。要是忽然发出剧烈波动，说明聊天群里有人在艾特自己。遥远，深渊潮汐要开始了，能去深渊的尽量去深渊。路人甲，上次潮汐才过去了几个月，怎么这么快又来了？仙女不拉屎，哎，潮汐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爸和大伯他们正要动身去深渊，我正好和他们一起。书生，我已经在蓬莱城。仙女不拉屎，你这个宅男竟然会去深渊，真是稀奇。书生寻求突破契机。路人甲，我就在北境，随时可以进深渊。秦泽看得一头雾水，深渊出现潮汐，为什么还要去深渊？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有深渊潮汐到底是个啥？秦泽虽然很想问，但却忍住了。他不想暴露自己目不识丁的事实。在群里，秦泽给自己树立的是高冷高手的人设，除了遥远，其他人都不知根底。悠悠鹿鸣，我要参加武考，去不了深渊。仙女不拉屎，小鹿竟然是高中生。悠悠鹿鸣，仙女不拉屎，那你应该还没突破1级吧？悠悠鹿鸣 0.9 级。路人甲，很正常，没参加武考前，大家都还不是正式武者。秦泽挑了挑眉，谁说的？我要2级了。不过小鹿倒是和自己猜测的一样，是个小萝莉，也可能是个小正太。仙女不拉屎，不去深渊也没关系的，反正潮汐就1-2天时间，打开庇护空间就行。你身上世界之源够吗？悠悠鹿鸣，够。饭好了。老板将热气腾腾的猪脚饭端上桌，秦泽却没了啥胃口。这个深渊潮汐貌似很恐怖的样子，甚至需要躲进庇护空间。秦泽看了眼自己余下40出头的世界之源，庆幸还好没全修炼用掉，不开倍速，只选择默认设置。庇护空间能维持16天，足够躲过潮汐。先吃饭吧，日后之事日后再议。吃完饭，秦泽变了张脸前往城防署。城防署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人，只有零零散散几个武者报名，这不禁让秦泽借武者证的计划落空。他刚准备走，却被报名处的大妈叫住了。你是要报名围剿异兽的？秦泽点头，我武者证忘带了。大妈起身热情地把他给拉了过来。不用武者证，留个名就行。你叫什么？秦泽，我叫林志远。大妈快速写下，志向远大，好名字。名已经报完了，带上身份卡去城门，会有人和你接洽。秦泽得到了一个蓝色小卡片，上面写着城防署临时防卫军，在下面是林志远3个字，还是手写的 Y798。秦泽把身份卡别在胸前，这就报完名了，未免有点草率。城门口，秦泽遇到了大妈口中接洽的人，自己去那边找人组队，必须满5个人才可以出城。秦泽想当独狼的计划又落了空。城门东侧有一个小广场，10几个武者在那坐着休息，有几个身上带伤，貌似刚回来。兄弟几级武者？一个右眼戴着眼罩的男人迎面走来，1级巅峰。男人面色一喜，我叫牛志大，2级武者。秦泽，林志远。男人乐呵呵，咱们俩的名字真有缘。秦泽摆手，可不敢有缘。男人道，我们队伍少1个人，要不要加入？秦泽点头，可以，反正他只想快点出城试试身手，加哪个队伍都无所谓。牛志大热情地揽住秦泽肩膀，走，我带你去见见其他人，然后就出城。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招募到个1级巅峰武者，队伍的整体实力这回更加有所保证。秦泽很快见到了其他3个队友，
娃娃脸妹子瘦得跟细狗似的年轻男人，怀里抱着刀的光头。给大家介绍一下，1级巅峰武者林志远，今天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猎杀异兽。牛志大道。三人随后也进行了自我介绍。让秦泽意外的是，细狗竟然是最强的，和自己一样是1级巅峰。娃娃脸跟光头则是1.5级。彼此熟悉后，一行人带上装备，即刻出城。脚踏荒凉的土地，离开新手保护区的秦泽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冒险开始了。经过路上的交谈，秦泽得知牛志大4个人同属一支佣兵小队，平时负责江城至北境的商队护卫工作。他们的队伍本来是有6个人的，上次从北境返回的途中，另外2人受伤，此时正在城中休养，至少需要个把月时间才能恢复。对于刀口舔血的佣兵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奈何人数不够，他们无法继续负责商队护卫。恰好这时江城外面出现了深渊裂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4人一商量便决定出城猎杀异兽。这次深渊裂隙投放出的异兽最强的不过1级，撑死2级巅峰的实力，他们4人完全可以应付。不过城防署为了降低武者的伤亡率，规定必须5人组队才能出城。没办法，牛志大只能去城门口拉人。好巧不巧，把秦泽给拉来了。裂隙在城北40多公里的地方，距离还有几百米，秦泽就看到了那黑色的空间裂隙。裂隙有5米高，像是被人拿斧子用力给劈出来的。周围的空间不断泛起涟漪，犹如被投入石头的潭水，层层向外扩散。附近大概有20多个武者，身穿城防署制服的只有3人。众人悠闲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是休息，或是聊天，完全没有一点战场氛围。秦泽还以为现场会是激烈的大战，不曾想和郊游一样，就差往地上铺一块餐布了。牛志大吹了声口哨，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异兽还没有开始投放，娃娃脸也喜滋滋道：“反正我们是按时收费，在裂隙守10个小时就可以回去了。这期间最好一个异兽也别投放。”细狗和光头刀男也不禁点了点头，能够平平安安领个低保就好，钱赚的再多也得有命花才行。秦泽恍然，原来裂隙不是一直都有异兽钻出来的，也没有多少异兽，城防署为什么还要格外招募武者？秦泽不解。牛志大道：“林兄应该不是江城本地人吧？”秦泽点头：“我是过来旅游的。”怪不得。牛志大解释：“江城只是一个偏远小城，全城的城防署加在一块也就300-400号人，平日不仅需要站岗，还得在野外巡逻，看看是否有新的裂隙出现，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人手。这回深渊潮汐临近，城外出现了3个裂隙，城防署人本来就不多，现在更是分身乏术，只能招人。”秦泽挑了挑眉：“3处裂隙，新闻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为了不造成恐慌，新闻似乎对普通人隐瞒了一部分真相。从牛志大脸上那云淡风轻的样子，秦泽估计这次的危机不是很大。裂隙什么时候才能关上？牛志大回答：“短则数天，长则数星期。要我说啊，关闭的时间越晚越好，不然咱们上哪赚钱去？”在他们这些职业佣兵看来，守裂隙是风险最低、回报最高的任务。裂隙最多一次性只能投放2头异兽，外面至少20个武者守着，一人一刀也把他砍死了。而且绝大多数时间裂隙都不会投放异兽，甚至有的裂隙从出现到消失，1头异兽都没投放过，等于是直接白捡钱。抵达裂隙附近之后，秦泽等人先去城防署那里签了个到，然后便开始计时。现场算上秦泽他们，总共有4个小队，一个小队负责一个方向。秦泽他们被城防署安排在了东边。来到防守位置后，牛志大骂骂咧咧：“妈的，欺负咱们不是本地人！”秦泽一头雾水，防守位置还要讲究。牛志大看出秦泽眼中的疑惑，解释道：“咱们这个方向正对着裂隙，异兽被投放出来以后，最先冲的也是咱们。老子最讨厌关系户了。”刀男冷哼：“刚才还不是你非拦着我，不然我非要让那个城防署的混蛋给我们换个地方不可。”娃娃脸劝慰道：“好了好了，别惹事，守裂隙而已，又不是直面潮汐，哪里都一样。”5人往地上一坐，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期间裂隙1头异兽也没投放，秦泽无聊的直打哈欠。牛志大凑到秦泽身边问：“林兄应该是出身武道世家，外出历练的吧？”秦泽不动声色，何出此言？牛志大嘿嘿笑道：“我发现你对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都不太了解，只有那些从小被保护得很好的家族子弟才这样。还有一点牛志大没说，秦泽太幼了，20多岁的1级巅峰武者，绝不可能是没有资源支撑的散修武者。”秦泽的脸是在街上随便找一个换的。听到牛志大的话，他也只是笑笑没解释，其他人也都当他是默认了。一会异兽投放，你站远一点，别给我们添乱。细狗沉声道，他向来看不上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家族子弟，一身的修为全部都是用资源堆出来的，从来没见过血。这样的人无论修为再高，面对异兽肯定会手忙脚乱。强大的敌人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猪一样的队友。细狗的蔑视秦泽没放在心上，他也懒得解释。娃娃脸打起了圆场，他这人说话一向口无遮拦，你别在意。就在这时，裂隙周围的空间剧烈波动了起来。牛志大面色一变，准备战斗，异兽开始投放了。秦泽好奇地朝裂隙张望，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异兽降临。裂隙所在的空间平面像是一面濒临破碎的镜子，涟漪和裂痕彼此交错。几个呼吸过后，一只粗壮的黑色爪子从裂隙中伸了出来，砰！爪子重重踩在地上，尘土飞扬。紧接着是第2只前爪，吼！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异兽彻底显露真身。那是一头蜥蜴状的异兽，通体覆盖着黑色鳞片，头顶有个独角。正如刚才牛志大所说，异兽出现的瞬间便朝秦泽他们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看来我们的运气还是不错，只是一头 F 级异兽。上！牛志大一声令下，细狗3人立即动了起来。娃娃脸抬起双手，大地突出一根根石刺，其中一根精准扎进了异兽的肚子里。异兽吃痛大叫，刀男快速接近，挥刀砍下异兽的2只前爪。随后细狗一声暴吼，
突闪一拳打在异兽的面门，异兽小半个脑袋瞬间炸开，在14上又挣扎了几下后，异兽彻底没了声息。刀男上前熟练地剖开异兽的肚子，取出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黑色魂珠。S 级以下的魂珠绝大多数都没有天赋能力，不过将进化之后再进行吞噬，仍旧能够提升修为。整个战斗过程不超过3分钟。牛志大在不远处压阵没有出手，其余3人冲在最前面，配合行云流水，非常默契。秦泽的目光放在了娃娃脸身上，能够控制10次起伏，娃娃脸是名武术师无疑。这是秦泽第一次看到普通武者间的配合战斗，感觉还挺新鲜的，不像之前的遥远和12星座，举手投足间全都是华丽的特效招式。牛志大对秦泽道：“小林兄弟，一会儿异兽再出现的时候，你也可以上去练练手，有我压阵，不会出问题的。”细狗撇撇嘴，还是算了，让他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吧，别给我们添麻烦就好。娃娃脸微微皱眉，喂，别太过分了，哪有人天生就会猎杀异兽，谁不是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细狗冷哼，好了，伤疤忘了疼，别忘了上次我们是怎么被那个家族子弟坑的。闻言，娃娃脸沉默了。牛志大挥了挥手，别在那满嘴喷粪，我看小林兄弟不会是那样的人。秦泽没有出声，对于细狗的警惕，他很理解，毕竟大家只是萍水相逢，而且听细狗的话，这货之前还被坑过，准备战斗又有异兽投放了。看到裂隙周围的空间再次泛起涟漪，牛志大立刻提醒。刀男叹了口气，看来今天的时长混不过去了。这回裂隙一下投放出2个牛头异兽，和之前的大蜥蜴一样，都是 F 级。娃娃脸3人再次复制上次的配合，然而地次才刚刚凸起，裂隙又投放出2波，共4头异兽。牛志大面色大变，朝着其他3支队伍大喊：“有2头1级异兽，快来帮忙！1级异兽就没有 F 级异兽那么好对付了，他们更加皮糙肉厚，攻击性更强，哪怕是同级别的武者与之作战，也要小心谨慎。”其他3支小队见状，立刻前来支援。每一支队伍都有一个2级武者带领，4个2级武者2两一组，分别挑选了1头1级作为目标。剩下的4头 F 级异兽，4个小队也是给平分了。然而，并不是每支小队都像牛志大他们这样专业。隔壁的队伍刚跟异兽打了个照面，就有人受伤。那头5米高的大黑猩猩跟个金刚一样，狂拍胸口，横冲直撞。其他3个1级武者似乎首次面对异兽，瞬间慌了神，有人竟直接扭头就跑。这些废物，我过去帮忙，这头你们杀不了，先拖一会。细狗对刀男和娃娃脸嘱咐了一句，立刻前去增援。看拳！细狗大吼一声，朝着黑猩猩飞龙起脸，它犹如一颗高速坠落的流星，狠狠砸在了黑猩猩的头上。轰隆！黑猩猩重重趴地。细狗趁此机会迅速打出一套丝滑小连招，黑猩猩的脑袋和胸口血水四溅，红白之物流淌遍地。身体抽搐几下后，黑猩猩异兽也被细狗给带走了。不远处，那个跑到一半摔倒在地的武者脸色苍白，裤子湿了一大片。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细狗摇了摇头，准备赶紧帮刀男和娃娃脸速战速决。他刚要转身，却突然发现自己被一团巨大的阴影所笼罩。娃娃脸大声提醒：“天上！”细狗猛地抬头，只见一头一展5米多长的黑色苍鹰正朝着自己急速俯冲，那锋利的爪子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寒芒。1级异兽！细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什么时候投放出来的？4个队长还在和另外2头1级异兽战斗，根本抽不开身支援。细狗仅仅待了1秒，那双锋利的钩爪就已突至眼前。苍鹰的飞行速度太快了，无论是娃娃脸刀男还是细狗，他们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在细狗以为自己要祭天了的时候，砰一声，苍鹰异兽似乎被什么给击中了，改变了飞行轨迹，爪子几乎是擦着细狗头皮过去的。看来枪法还没有生疏。细狗扭头看到秦泽手中拿着一把口径极其夸张的手枪，苍鹰被激怒，在空中翻滚几圈后稳住身体，如离弦之箭冲向秦泽。小心！细狗大声提醒，全身气血迸发，前往支援秦泽。可再怎么快，2条腿怎么能跑得过飞？眼看秦泽的身体就要被那双爪子刺透，细狗心里又悔又恨。该死，快点躲呀！在细狗眼里，秦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是被吓傻了。来得正好，秦泽嘴角微微勾起，右脚重重一踏，玄武虚影在其周围凝聚，并把它笼罩其中。砰！苍鹰的爪子抓在了玄武虚影上，激射出一连串金色火花，硬是没能破防。秦泽右臂凝聚气血，伴随着一声虎啸山林，白虎拳邪虎王之威结结实实轰在苍鹰胸口。猝不及防下，苍鹰宛如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正在前往支援的细狗看到这一幕，呆愣住了。他在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眼花了。1级武者一拳竟把1级异兽给掀飞上天，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苍鹰那双红色的眸子里快要喷出火来，自己竟被一只蝼蚁所伤，简直奇耻大辱！这畜生不好击杀，我们一起拖延时间，等队长他们过来。细狗站在了秦泽身边，飞行类异兽是最难对付的，普通武者上不了天，会被这畜生在天上一直封着。秦泽淡淡道：“我一人足矣。”细狗以为他在逞英雄，连忙道：“他会飞。”秦泽：“飞而已，我也会。”话音刚落，秦泽轻轻一跳，飘飘然御空而起。在细狗的仰望之下，秦泽越飞越高，高度很快便和苍鹰肩并肩。细狗瞪大了眼睛：“假的吧？哪个1级武者会飞的？”苍鹰异兽眼中透露出些许意外，但也仅仅是意外。会飞的蝼蚁仍旧是蝼蚁，一爪子就能掏死。给也死！苍鹰嘶鸣，双翅一震，携滔天飓风扑向秦泽。地面的上的细狗都有点吓傻了，等级威压的压制可不是开玩笑的。此刻换作自己，细狗自认不会像秦泽那般镇定自若。秦泽双手负于身后，御空而立，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苍鹰电光火石间便冲至身前，青龙念！
秦泽目光一凝，一条由精神力构建而成的小青龙撞进苍鹰异兽的脑袋，突然遭到精神攻击的苍鹰猛地一顿，像是被施展了葵花点穴手。观战的细狗心里同样满是茫然，他想不通异兽为什么会停止进攻。啪啪啪啪，秦泽运气充血，体内发出一连串爆豆般的炸响，160个穴位被接连冲开，2层逆命术全力爆发，白虎拳。秦泽挥拳的同时再次发动精神打击，刚回过神的苍鹰很快又变得浑浑噩噩，伴随着虎啸龙吟，秦泽一拳轰碎了苍鹰异兽的小半个脑袋，连一声哀鸣还没来得及发出，苍鹰庞大的尸体便重重砸向地面。这一拳，秦泽大概使出了80%的实力，如此短的时间内击毙对方，也与苍鹰的防御力比较拉胯有关。再者，秦泽的贤者之怒还没有使用，如今300多个分身，全部属性凝聚在一起，半分钟内秦泽能与3级巅峰武者斗上一斗。只不过这张底牌不能随时动用，毕竟30秒过后就进入了贤者时间。当使出这一招的时候，只有2个结果：打死对方，或者被对方打死。秦泽落在了异兽的尸体上。由于朱雀部还没有炉火纯青，御空时间有限，虽然不能长时间在天上飞，但是维持一场空战足够了。秦泽熟练地从苍鹰腹中取出魂珠，手感冰冰凉凉。细狗终于回过神来，若不是亲眼看到，他根本不相信1级巅峰武者能够 solo 死一个1级飞行异兽。别发呆了，快点去帮忙！秦泽和细狗立刻前去帮助娃娃脸跟刀男。在4人的围攻之下，异兽不出5个回合就凉了。与此同时，牛志大他们那边的战斗也结束，这一波投放的异兽全部解决。虽然一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秦泽与苍鹰异兽行云流水的战斗，包括牛志大在内的4个队长全部看在眼里。3个队长纷纷围了过来，不知这位兄弟尊姓大名？刚才那一拳实在是太生猛了。晚上兄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知道一家新开的饭店很不错。强者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备受瞩目。秦泽只是与3人简单的聊了几句，由于还要继续看守裂隙，众人很快都各自回到了原来的防守位置。林兄，这回真是我看走眼了，我还口出狂言要给你压阵，忏愧。牛之大不禁摇头感叹，牛牛我呀，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过的家族子弟少说也有2手之术，像秦泽这种实力强悍、下手果断狠辣的，牛还是第一次见。牛之大觉得今天挺幸运的，招揽了这样一个队友。对不起。细狗对秦泽的态度也是180度转变。秦泽笑了笑，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细狗尴尬的挠头，秦泽拍了拍他的肩膀，开个玩笑。娃娃脸好奇问，你去过深渊吗？秦泽摇头，毕竟是真没去过，硬装容易露馅。娃娃脸只是点了点头。家族子弟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去深渊的，深渊那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丢掉小命。大家族反正军功有的是，直接顶就行。不过娃娃脸非常疑惑，秦泽没有去过深渊，那熟练的战斗招式是怎么来的？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战斗，是绝对不会磨练出那样的战斗经验。秦泽若是知道娃娃脸此刻的心理活动，怕是会乐出声。虽然他没有实际战斗过，可分身有啊，大家共用一个 CPU， 经验共享，等于是秦泽也死了上百回，再怎么天资愚钝，在战斗中死了这么多回，也能总结出点经验教训了。秦泽不是没有经历过生死，相反，他经历的太多，生死已然看淡。笑死，什么时候成你经历的了？臭婊脸！要不是这么多大店，你早记了。这猎奇行不行啊？就不能投放几个 S 级异兽？我还排队等着魂珠呢。就现场这几头烂算，不用 S 级异兽 ，A 级异兽就能给一盘会了。秦泽懒得理会分身们逼逼赖赖，拿出一副扑克跟娃娃脸、刀男和细狗玩了起来。牛之大身为队长，担任起警戒工作，刚刚并肩作战过，几人间的关系拉近不少，甚至能开玩笑。秦泽倒是挺喜欢这种氛围，没有什么勾心斗角，都大大咧咧的。轰隆隆，眼看天色渐晚，到了下班时间，去城防署的人那打个卡就能领到今天的工资，可地面却忽然微微震颤，远处的地平线似有闷雷响起，仿佛千军万马奔腾。秦泽微微皱眉，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牛之大面色大变，连忙招呼众人上车，快走快走！3个城防署的士兵反应最快，已经开车先溜了，其他人也赶紧上车，快速回城。车里的秦泽一头雾水，发生什么事了？正在开车的牛志大沉声道：兽潮，应该是某个裂隙突然出现了等级较高的异兽，守卫的人没能卡住，导致裂隙不断投放。细狗骂骂咧咧，城防署的巡逻队是干什么吃的？连个预案都没有吗？秦泽看向车外的后视镜，车后的远处地平线尘土飞扬，满天沙尘中，秦泽看到了数不清的异兽在其中快速奔腾，黑压压连成一片。首次面对兽潮的秦泽不禁放慢了呼吸，冲击力实在是太强。这就是潮汐吗？秦泽不禁喃喃自语。潮汐？牛之大挑了挑眉，还差得远呢。秦泽倒吸一口凉气，此波兽潮的数量足有近千，这种规模都不是潮汐吗？牛之大油门踩到死，半个小时后总算是回到江城。轰隆，厚重的合金城门重重关上，城内的所有武者无论什么序列皆被征召走上城墙。城防署的士兵站在最前面，几十门城防炮全都被推了出来，对准正在逐渐靠近的异兽潮。这些城防炮全是经过特殊炼制的武具，普通热武器是伤不了异兽的。若是往兽潮中心扔枚核弹，仅有一小部分处于爆炸中心 F 级以下的异兽会被炸死，更多的异兽会因为辐射而变得更强。这是人类在历经无数次与兽潮的对决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热武器的开发几乎停滞，更多的科研力量全部投放在了武具的更新与研发上。江城上空，刺耳的警报声过后是避难广播：兽潮来袭，请广大居民不要惊慌，立刻到对应避难所进行避难。
听从执法指挥，在没有听到官方通知前，切勿离开避难所。若有作奸犯科者，执法绝不姑息。法律在任何时刻都具有效用。江城人口不到10万，东南西北共修建了4个大型避难所，足以容纳全部人口。上次江城经历受潮还是在20年之前，很多人都忘却了对受潮的恐惧，尤其是近些年来出生的小孩子，受潮只存在于大人们的闲谈中。大街上变得无比混乱，车在马路上堵成长龙，众人纷纷弃车步行。执法站在各个关键路口维持秩序，并指引方向。轰！市中心的一家银行突然发生剧烈爆炸，2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各背了一麻袋的钱，正往外跑。然而他们刚出大门，一位执法便从天而降。根据受潮期间管理条例第3项10款，抢劫银行、危害公共安全属于重罪，死刑。2个只是普通人的抢劫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不停磕头。他们本想趁乱出来赚一笔，没想到运气这么不好，直接遇到了执法。大人饶命，我们只是第一次，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砰砰，2人求饶的话还没有说完，脑袋接连被执法拍爆，无头尸体倒在了银行门口，身下满是鲜血。执法没有做任何停留，朝着另外一边传来求救的方向快速奔去。老子不去城墙，我是强盛集团董事长，只要放我去避难所，我可以给你钱，你想要多少都可以。一个大肚便便的中年男人被一名执法从避难所里揪了出来，男人痛哭流涕，脸上鼻涕和泪水混杂在了一起。他身上的气血波动显示是个1级武者，平日里高高在上，此刻却显得那样狼狈不堪。执法像是拎小鸡一样把男人扔到地上，再问你最后一遍，去不去城墙？男人跪在地上不停摇头，我不能去城墙，我是非正式序列的武者，平时很少修炼，去了城墙我会死的。男人双手合十，卑微的像是一条狗，我求求您了好不好？您今天就当没有找到我，受潮过后，我可以把我的公司全部给你。执法面不改色，眼中满是鄙夷和轻蔑。身为武者，平时享有各种特权，普通人在他们眼中命贱如蝼蚁，等价交换。当异兽降临时，武者必须无条件服从管理，但总有人想要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不用任何付出。根据受潮临时管理条例武者版第3条，临阵脱逃、违抗命令、拒绝前往城墙者，就地格杀。听到执法的话，男人面色骤变，我去，我现在就去城墙。执法冷笑，之前已经给过你机会，现在想要去，晚了。话音刚落，执法将手中的金箍丢出，金箍放大套在男人的腰部，随后开始迅速收缩。男人脸色涨红，呼吸困难，饶命！噗！男人的身体被从腰部一分为2。执法招手收回金箍，看了一眼名单，开始前去处决下一个临阵脱逃的武者。砰！避难所沉重的大门缓缓关闭，人们彼此依偎在一起，脸上充满了茫然与恐惧。妈妈，我们会死吗？小女孩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抬起头，眨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问道。母亲将女儿搂紧，不会，真的不会吗？她不清楚，可她只能这样回答。20米高的城墙上，包括城防署在内的500多名武者严阵以待。秦泽和牛之大等人站在边缘位置，负责此处的防御。几公里外，黑压压的受潮正在快速逼近，大地在剧烈颤抖，仿佛发生强震。我的建议是赶紧润。陈复义，俺也一样。一会异兽突破城墙，立刻把庇护空间打开，别尼玛省你那点世界之源了。依我看不用太悲观，1000异兽，500武者，一个人只要负责2个异兽就好。墙上尼玛90%都是1级武者，受潮1半多1级，拿头手。临阵脱逃实在难属大丈夫之为。屁的大丈夫，先活下来吧，哥们。分身们絮絮叨叨想润，这又何尝不是秦泽这个本体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想法？一旁的牛志大看出了秦泽的紧张，宽慰道：放心好了，问题不大。受潮规模不足1000，打不上城墙的。秦泽问：你经历过几次受潮？牛志大回答：2次。10年前海都一回，8年前阳城一回，再就是这次。有深渊的蓬莱城顶着，咱们地面上的受潮规模大不到哪去。就算是潮汐，也很少有人族城市沦陷。看着牛志大那信心满满的样子，秦泽总觉得他像是在战前立 flag。深吸一口气，秦泽看向兵临城下的受潮，战意涌现。开炮！受潮进入城防炮的射程后，火控指挥立刻下达开火指令。轰轰轰！几十门城防炮瞬间开始向城外倾斜火力，一朵朵蘑菇云在受潮中央拔地而起。炮弹炸响之处，异兽断肢横飞，鲜血四溅。开炮！一轮齐射过后，城防炮开始迅速装填，进行第2轮射击。轰轰轰！受潮中到处开花，入目之处皆是爆炸的火光。此刻秦泽终于知道为何城外一棵树都不留，甚至连超过半米高的草都看不到。茂密的植被会影响视野，不仅妨碍射击，观察手也不便观察。城防炮成吨地倾泻着火力，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异兽突进的脚步。他们咆哮着冲击，仿佛不知死亡为何物。当城防炮结束第5轮齐射时，受潮的先锋部已直城下，城墙足有20多米高，受潮中体型最庞大的异兽不过10米。准备，他们要上来了。牛志大沉声道。秦泽握紧了手中的剑，这是不久前城防署发的制式武具，除了特别坚韧锋利外，注入气血还可以发射剑气。砰砰砰！一个身高5米、脑袋是铁锤状的人形异兽，在其他异兽的掩护下，不断用头冲撞紧闭的城门。集火攻城兽，2个3级武者腰间拴着绳索，从墙上一跃而下，一左一右，以雷霆万钧之势将攻城兽斩杀，顺带清理干净了门口的异兽。做完这一切，腰间的绳索快速收缩，2个3级武者又被拉了回去。紧接着，秦泽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体型较大的异兽纷纷趴下，其他异兽一个个往他身上爬，很快便搭成了数个攻城云梯。通过云梯，异兽快速往城墙上攀爬。
人类武者也不是吃素的，终极武者纷纷出手，他们腰间捆绑绳索，如法炮制，在空中不断攻击云梯。奈何异兽数量太多，一个云梯刚被摧毁，异兽很快就又架起了另一个。终于还是有异兽登上了城墙。阿光，保护好你小草姐！牛志大喊道。刀男点头，严肃守在娃娃脸身边。秦泽、牛志大和细狗在前面一字排开。片刻，一个身躯有吉普车大小的癞蛤蟆跳了上来。癞蛤蟆张开大嘴，长长的舌头犹如箭矢朝细狗突刺。细狗伸出右臂格挡，牛志大一剑将舌头斩断。娃娃脸发动术法，几人所在的这段城墙上瞬间长出荆棘，把癞蛤蟆4条腿束缚。秦泽全身气血涌动，重重一剑斩出，竟将癞蛤蟆从中一分为二。撕拉一声，腥臭的内脏和鲜血洒落城头。细狗和娃娃脸诧异地看向秦泽，牛志大连忙提醒道：“兽潮还有很长时间，节省气血。”秦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只癞蛤蟆只是个 F 级异兽，防御力还很低。无论是牛志大还是细狗，两人全力都能一招将其击杀。然而刚才他们却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和娃娃脸相互配合，连气血都没有怎么消耗。正如牛志大所说，兽潮还不知多久才会结束，气血要省着点用。秦泽其实是无所谓的，毕竟有吞噬能力在，他的气血几乎无穷无尽。气血要是消耗到红线，他立刻嘎几个分身就够了。擦，秦泽你他妈当个人吧！家人们谁懂啊？大无语事件，本体真下头。这兽潮到底行不行？全是一些臭鱼烂虾，赶紧上点强度，看得我热血沸腾，好想出来耍耍。+1，我觉得还是润吧，万一跳出来个 BOSS 怎么办？其实我们很强，大可不必这么稳健。没理会吃瓜分身们的絮絮叨叨，秦泽紧盯着城墙。没过几分钟，他们这个位置又跳上来一个癞蛤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特殊，秦泽也开始摸鱼。娃娃脸用术法将其困住，秦泽三人再上去一顿暴砍，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更何况只是一个区区的 F 级异兽。几人的配合愈发默契，短短半小时不到，就已经有6个 F 级异兽死在了秦泽几人的正义围殴之下。怎么很少看到会飞的异兽？秦泽擦了擦剑刃上的血，不禁问道。过去这么久，只看到了不到10头飞行异兽，他们还没等靠近城墙，便被终极武者瞬秒。牛志大喘口气，解释道：飞行类异兽不好对付，毕竟几乎只有高级武者才会飞，而有高级武者驻守的城市又很少。像这种对地上威胁比较大的异兽，蓬莱城会尽量在第一时间解决。蓬莱城，秦泽今天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听到这个地方了，一座由人族在深渊建立起来的城市。他还真好奇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只休息了几分钟不到，一头全身覆盖着红色鳞片的异兽冲了上来。秦泽挑了挑眉，1级，总算是上点强度了。秦泽他们所在的位置很偏，不是异兽重点的攻击方位，中间段的城墙有城防署驻守，那里才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在过去的半个多小时，上百头1级异兽冲上城墙，虽然最后都被斩杀，但城防署同样付出了不少的伤亡。全力攻击！面对1级异兽，牛志大不敢再掉以轻心。细狗知道自己的斤两，立刻后退至娃娃脸身边，正面战场交给了秦泽和牛志大。我袭扰，你击杀。牛志大言简意赅，迅速与异兽近身搏杀。秦泽刚想说不用这么麻烦，奈何牛已经冲了上去。这头畜生的防御力惊人，牛志大的长剑砍在对方的鳞甲上，完全破不了防。异兽一记黑虎掏心抓向牛志大胸口，牛反应很快，驴打滚闪避。异兽抓住空隙，立马开始准备连招，但秦泽并没有给他机会。小青龙冲进异兽脑子，趁着异兽懵逼之际，秦泽一剑砍下脑袋。牛志大还保持着驴打滚的姿势，没回过神，这就死了，简直和杀鸡一样。秦泽所展现出的实力再度刷新了牛志大的认知，现在的年轻人太尼玛可怕了。兽潮是不是快要结束了？秦泽看到城外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十头异兽，牛志大拍拍屁股起身，1个多小时是要结束了。那是什么？秦泽看向几头异兽聚集的地方，周围空间正荡漾着层层涟漪。闻言，牛志大也看了过去，脸色瞬间变得无比惨白。虚空兽，完了，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了。秦泽刚想问虚空兽是什么兽，涟漪中突然跳出10几头异兽，不像是裂隙，一次性最多肩并肩出现2头异兽。空间涟漪之中，异兽10几头一起，在秦泽震惊的几秒钟时间里，已经有不下100头异兽被投放了出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一到地，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开了吧，小开不算开，这回是真上强度了。快润，拿头打呀！分身们这边在合计怎么跑路，牛志大那边却是把蓬莱城从上到下喷了个遍。蓬莱城那些狗太阳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大一头虚空兽给放出来了，一群酒囊饭袋。重置！秦泽不禁再次问，所以虚空兽是什么兽？骂了一通后，牛志大解释，虚空兽是异兽中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它们不分等级，体内没有魂珠，甚至没有实体，本体就是一个核。虚空兽来到地面后，可以打开深渊的空间通道，异兽会源源不断的投放，而且没有等级限制。裂隙投放的异兽每次不仅有数量限制，同时也会有等级限制。等级较高的异兽是很难穿过裂隙的。不过虚空兽的存在却十分完美的修复了这个 bug， 上至 S 级，下到 F 级皆可通过。城墙上全部的37名终极武者已经冲向虚空兽，虚空兽出现必须第一时间消灭，不然它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就能够再次掀起一场规模不小的兽潮。异兽们同样懂得这个道理，被投放出的异兽并没有立刻朝城市发动攻击，而是簇拥在虚空兽身边。开炮！城防炮瞄准虚空兽所在的位置，展开新一轮齐射。体型庞大的异兽全部挡在了虚空兽前，以身似弹。一连串的爆炸过后，盾牌兽变成烂肉，完好无损的虚空兽仍旧在源源不断的进行着投放。冲锋！站在城墙上的江城城主一声大喊，
整个人化作流星，跟随终极武者们一同冲了上去。城防署全员出动，只剩临时征召的武者还在城墙上驻守。伴随着虚空兽的出现，防御战变成了进攻战。不快点将虚空兽消灭，任由其投放，用不上半小时，江城就会被一望无际的兽潮吞没。周围的城市应该已经得到虚空兽出现的消息，希望我们能坚持到增援抵达。牛志大面色凝重，虚空兽十分罕见，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他上一次听说虚空兽被投放到地上的时候，还是再上一次。每一次虚空兽的出现，都伴随一座城市的消逝。这一次轮到江城了吗？帮帮我！就在秦泽琢磨后路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谁在说话？秦泽看了看四周，发现众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虚空兽周围的战场，根本就没人开口。帮帮我！声音再度响起。这次秦泽终于锁定了声音的来源，虚空兽所在的战场。你是那头虚空兽？帮帮我！对方似乎只会说这一句人话，一直在不断的重复。牛蛙，异兽成精了，小死动静还怪好听的。既然口吐人言，说明异兽也能化成人形。能不能化形成长腿细腰的小姐姐？最好再有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分身们激动了起来，让秦泽赶紧过去看看异兽小姐漂不漂亮。秦泽微微皱眉，沉声开口道：怎么帮你？帮帮我！哥们，你到底谁？帮帮我！我帮你六舅！帮帮我！秦泽满脸黑线，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智障啊！你刚才在说什么？牛志大等人看向秦泽，秦泽一直在自言自语，嘟嘟囔囔，像是走火入魔了一样。没啥。秦泽摆了摆手，我下去溜达溜达。娃娃脸瞪大了眼睛，啥？疯了吧？眼看下一场兽潮就要形成，这时候跑都来不及，还要下去？他见过头铁的，但却从来没见过头这么铁的。上面风大，我下去待会。话落，秦泽跳下城墙，于半空中施展朱雀步，犹如一只纸飞机，轻飘飘的向虚空兽那边飞了过去。牛志大不由得敬佩道：林兄是我见过最具武道精神的武者，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做到临危不乱，甚至还想施以援手。娃娃脸、刀囊和细狗跟着点了点头，勇气可嘉。但这一去可就很难回来了。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虚空兽已经投放出了近1000头异兽，在数量庞大的兽潮前，一级武者渺小的就像是一粒尘埃。起初，城墙上几人的目光还在追随空中飞行的秦泽，可当秦泽落地后，他的身影立刻被无尽的异兽吞没，再也找不到了。唉，牛志大重重地叹了口气，心情复杂。今日秦泽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他对家族子弟的刻板印象。秦泽在落地的瞬间便开启了世界之源，躲进了庇护空间里。地上的异兽本来都已经仰起头，把嘴巴张大，等待着秦泽自投罗网。这对他们来说，跟天上掉馅饼没什么两样。可头仰了半天，脖子都酸了，馅饼也没掉进嘴里。异兽茫然的左右看了看，我的饼呢？地面的厮杀已经不能用惨烈来形容了。为了能够突破异兽的对虚空兽的保护，终极武者在前，其他武者在后，如一根箭狠狠插入，死伤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城主大喊道：马上就要接近那头虚空兽了，胜利就在眼前。武者紧咬牙关。众人都知道，虚空兽和他们今天只能活一个。秦泽靠着世界之源的庇护，很快便接近了兽群中心。那个声音也越来越清晰。帮帮我！在那不断荡漾的空间涟漪后，秦泽终于看到了虚空兽的真正样子。那是半个足球大小的半透明晶核，正在不停地向外宣泄着一股庞大能量。正是这股能量激发起空间涟漪，打开了空间隧道。晶核周围4头 C 级异兽寸步不离地守着。帮帮我！秦泽无语，合着真就只会说这一句人话。他想摧毁虚空兽，停止投放，可动手的时候必须解除庇护空间。4个 C 级异兽有终极武者的实力了，只要庇护空间一消失，他们就会扑上来。到那时，身处兽潮中心的秦泽插翅难逃。秦泽一筹莫展之际，要是突然发生波动，检测到星门碎片，是否回收？秦泽一愣，星门是我想的那个星门吗？成神者登临天梯，开星门，成就无上神族。星门变皮肤碎片了，还怎么开？还是说集齐3个碎片合成一个3星的门？秦泽若有所思，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虚空兽还在不断地向外宣泄那股狂暴的力量，似乎同样感受到了秦泽身上钥匙的存在，求救声越来越频繁。救救我！秦泽思索再三，回收，确认消耗15单位世界之源回收星门碎片。不是等会还要消耗世界之源，本来就40个单位，再用掉15个，直接破产了呀！这有什么好犹豫的？确认就完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没准这小东西可以变成猫娘，可以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但我们绝对不能没有。单独一场兽潮都这么恐怖，潮汐还不知道是个啥情况，留着吧，狗命重要。怂个蛋蛋，真男人就要勇往直前。在和分身们一顿激烈的头脑风暴后，秦泽最后决定回收。就算潮汐出现在自己头顶，剩下的世界之源应该也够了。而且秦泽觉得他没那么倒霉。确定，15单位世界资源已扣除，星门碎片开始回收。倒计时0.09分59秒，还得10分钟。躲在庇护空间的秦泽是绝对安全的。外面异兽和武者们脑子都要打出来了，秦泽却无聊地开始了冥想。空间涟漪的范围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几平米变成了1/4篮球场大小，每秒钟投放出上百异兽，一场数量近万的兽潮已然形成。武者们停滞不前，虚空兽身边的保镖实在太多，他们根本无法突破。江城城主面如死灰，眼看兽潮的规模还在不停变大，除非现在有个高级武者在场，还有那么一丝希望能够逆转乾坤。在人与异兽斗争的100多年时间里，地面上共出现过11次虚空兽，
每一次虚空兽出现，都掀起了10多万规模的兽潮，至少一座人类城市在兽潮中被彻底毁灭。最终还是高级武者们联手才将虚空兽剿灭。江城只是一个10万人口的小城，城主不过才是5级武者。面对眼下危机，他实在是有心无力。撤退！城主大喊。现在想要冲破异兽封锁，斩杀那头虚空兽已经不可能了，唯有退至城墙，占据防御工事，还能多顶一会。虚空兽的情报他早已上报，高级武者正在前来支援的路上，奈何路途遥远，至少需要半小时高级武者才能抵达。看着如同潮水般的兽群，城主心沉谷底，真的还能再坚持半个小时吗？城墙上的牛志大同样脸色苍白。结束了。刀男咬了咬牙，要不然我们现在快点跑。细狗苦笑，往哪儿跑？2条腿能跑过异兽的4条腿，更何况现在离开城墙就是活靶子。牛志大重重叹了口气，哎，都怨我，如果当时在北京多休整几天，不接这趟任务，我们也不会遇见这波兽潮。娃娃脸宽慰道，谁会想到虚空兽出现？裂隙就算形成兽潮，规模也有限，不像虚空兽是直接下饺子。看着黑压压一片，已经准备开始进行第2轮冲城的兽潮，娃娃脸喃喃自语，他死了吧？细狗摇摇头，肯定活不成了。不过林兄路上也不会寂寞，咱们很快就去陪他了。牛志大高声道，振作一点，打起精神来，我们最多再坚持半小时，支援就能抵达。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牛志大心里清楚，撑死在20分钟，城就破了。届时漫漫无边的兽潮会冲进城内，就算是避难所里的人也不会幸免。异兽会像开罐头一样冲破避难所，吃掉全部的人。吼！突然，空间涟漪中伸出了一条足足6米长的黑色手臂，吼声响彻云天。S 级异兽已经返回城墙的城主看到这一幕，内心彻底绝望。现在看来，连10分钟都坚持不到了，支援抵达也只能给他们收尸。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留下一具完整的尸体。正在庇护空间中冥想的秦泽听到声音也睁开了眼睛。砰！一只大脚正好踩在了他面前。根据这只脚的大小来判断，脚主人至少10米高。S 级异兽，秦泽感受到了对方身上那无比暴虐强悍的气息，与不久前在精神病院山下遇到的那个吞噬小姐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吞噬小姐当初很虚弱，就像是微弱的烛火，稍微大点的风都能把它吹灭。而眼前这个刚被投放出的大家伙，明显处于全盛状态。能不能搞快点？秦泽看向倒计时，0.02分35秒，还有2分钟。秦泽面色凝重，似乎因为等级的原因 ，S 级异兽的投放速度很慢，目前只出现了一条手臂和一只脚，身体剩下的部分还在一点点向外延伸。秦泽毫不怀疑 ，S 级巨兽出现的瞬间就是江城覆灭之时。城主那个菜狗，估计一招都挡不下。吼！瞎！嘤嘤嘤！空间涟漪周围的异兽纷纷低头膜拜，大声咆哮，迎接他们的新王降临。终于 ，S 级异兽显露出真身，他的脸、胸口和肚子被投放出空间涟漪。那是一个全身漆黑的3目巨人，手中拎着根硕大无比的鼓锤。黑色巨人额头上的第3只眼突然睁开，一道半米粗的红色光束瞬间激射而出，结结实实轰在了城墙上。轰的一声炸响，城墙被洞穿，10余米长的城墙连同上面的武者一同化为虚无，连渣都没能剩下。这一刻，城墙上所有人的心里都只剩下了绝望。S 级异兽相当于人类7级武者，同等级的异兽，其实力要远超人类武者，并且这种差距会随着等级提升逐渐拉大。同级异兽有强有弱，城主判断这巨人的实力是 S 级中的佼佼者，想要将其斩杀，怕是要8级武者出手才行。砰！巨人的另一条腿也迈了出来，仅有半边身子还在涟漪之后。秦泽震撼之余，回收也终于是到了尾声。倒计时10、9、8、2、1，星门碎片回收完毕。在倒计时结束的刹那，虚空兽向外喷薄而出的能量瞬间消失，原本不断波动的空间涟漪也随之凝固。黑色巨人的小半个身子还没有被投放出来，只有2条手臂、半张脸和1条腿在外面。他一边大声嘶吼，一边不断挣扎，可蛮力又怎能打破空间的规则？黑色巨人被固定在了空间涟漪的那个平面上，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动弹不得。虚空兽那半透明的晶核化作一道流光，飞进庇护空间，没入秦泽胸口，消失不见。胸口处又痒又热，秦泽很想扒开衣服看看，但现在明显不是时候。虚空兽消失的瞬间，周围的异兽全都懵了，他们焦急的嘶鸣，同时在附近来回巡视，硬是没有发现虚空兽的蛛丝马迹，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般。伴随着空间涟漪的凝固，空间通道关闭，投放结束。城墙上原本绝望的武者看到这一幕，有些措手不及。城主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什么情况？虚空兽不见了！主动消失的虚空兽历史上绝无仅有。凝固的空间涟漪正在一点点消失，逐渐变得短细，成了一条条微不可察的细线。吼吼吼！黑色巨人一边挥动着手中的鼓锤，一边大声喊叫，似乎受到了极大的痛苦。轰！他额头上的第3只眼睛不断向外喷射红色光束，由于没有瞄准，失去了准头，光束全部射在了兽群里。密密麻麻的兽群被毁灭光束离了一遍又一遍，留下数不清的残肢断臂。秦泽懵逼地看着发狂的巨人，不明所以。还得是异兽，狠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几秒钟后，涟漪彻底消失。噗噗噗噗！涟漪消失的地方，巨人的身体出现了10数道血线，血如决堤的江水般向外狂涌而出。巨人那些延展到外面的部分被切割成几十块，散落一地。S 级巅峰异兽就这么没了。秦泽不禁感叹，在规则面前，一切都是渣渣。啪叽！一颗圆滚滚的黑色珠子掉到了秦泽脚下。魂珠！秦泽眼睛都放光了。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魂珠出现的一刻，周围的异兽全都疯狂了，他们彼此推让、厮杀，想要争夺这颗魂珠的所属权。S 级魂珠不仅对于武者来说非常珍贵，对异兽同样拥有致命的吸引力。上万的异兽疯狂了，那些原本已经在攻城的异兽，嗅到 S 级魂珠的气息后，纷纷扭头打成一团。异兽发疯了，细狗刚才都准备说遗言，结果兽群突然退去，自己打起来了。牛之大同样一头雾水，身为一名佣兵，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眼前这奇怪的状况他也是第一次见。先是虚空兽投放到一半不再投放，紧接着异兽开始自相残杀，邪门，太邪门了！抓紧时间休息，兽潮现在还没有结束。牛之大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 ，S 级异兽陨落，他们总算是有了一丝生的希望。秦泽把庇护空间朝前延伸出2寸，将魂珠收入囊中。一头速度最快的猎豹本已经扑到了魂珠前，眼看就要将魂珠一口吞下，结果珠子在他面前消失了。猎豹扑了个空，吃了满嘴土。他不停地闻，不停地找，真没了！我那么大一颗珠子哪去了？魂珠消失，暴躁的兽群也逐渐冷静下来。遵循着天性本能，他们开始继续向江城冲锋。此时，随着最后一道空间涟漪消失，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光团忽然出现，光团变得越来越大，很快变成篮球大小，并散发着极其耀眼的光芒，犹如太阳坠落地面。城墙上的武者甚至无法用肉眼直视。砰！光球突然炸裂开来，直径50多米的巨大漩涡忽然形成，漩涡飞速旋转，同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被投放出的上万异兽接连被漩涡吸了进去，哪怕是已经攻到了城墙上的异兽，同样没能幸免。上一秒还在和武者激烈战斗，下一秒就急速后退，被漩涡吞噬。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吸力，武者们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甚至都没有感受到。在他们眼中，进攻的兽潮就像是被突然倒放了一样。待最后一头异兽被吞噬，巨大的空间漩涡消失不见，城外瞬间安静下来，再也听不到异兽的吼声，就连异兽的尸体也全部被空间漩涡回收。若不是地面的弹坑和满地的鲜血还存在，根本不会有人相信这里曾经有一场规模上万的兽潮在攻城。秦泽收好魂珠，在庇护空间的掩护下快速返回城墙。牛志大等人看到安然无恙的秦泽时，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你竟然还活着！牛不可思议。秦泽道：你就这么盼着我死？牛志大摇头，不是，我只是很惊讶。细狗兄弟，你能活着实在是太好了。牛志大激动地拍了拍秦泽肩膀。秦泽淡淡道：其实我刚才去干了件大事。娃娃脸好奇，什么？秦泽回收了虚空兽，顺便把那个要投放出来的 S 级异兽宰了。娃娃脸等人根本不相信秦泽说的话，觉得他是在开玩笑。秦泽无奈，我太难了，为什么说真话就没有人相信呢？与此同时，城墙上的武者们终于回过神来，大声欢呼着：我们赢了！我们竟然击退了虚空兽！真是不敢相信，我还活着！小兽潮不过如此。城主的眼角有些湿润，绝境逢生的喜悦莫过于此。立刻统计伤亡情况，通知避难所，可以让大家回家了。片刻，胜利的广播声响彻江城每一个角落。在城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江城人战胜了兽潮，虽然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伤亡，但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苦难不值得歌颂，但历经苦难的我们值得去歌颂。轰隆隆，避难所大门缓缓开启，金色的阳光洒在了众人的脸上。小女孩攥着母亲的衣角，指着天空开心道：妈妈快看，天晴了！大家都跟着笑了。是啊，天晴了。城墙上的武者开始打扫战场，抢救伤员。虽然最终兽潮被击退，但江城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武者伤亡近半，城墙塌了几十米，医者已经在现场救援，工程车也开始抢修坍塌的城墙。没有城墙，城市等于是中门大开，运气不好再来波兽潮，全城一块吃席。哪里有受伤吗？好看的医生小姐姐来到秦泽身边关切地问。没有。听到回答，负责任的医生小姐还是给秦泽做了个身体检查，然后红着脸离开。细狗见状好奇问，他脸红什么？秦泽想了想，大概是精神焕发。牛志大开心地走了过来，道：这次守城奖励刚才我已经确认了，咱们一人10颗 F 级魂珠。防守猎系的奖励除了现金外，是一人1颗 F 级魂珠，林兄格外还有1颗1级。关于狩猎系的工资，几人并未觉得这样分配有何不妥，毕竟那头1级异兽是秦泽单独击杀的。牛志大对秦泽道：林兄咱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3天后魂珠才能进化完，到时候我通知你去取。低品质的魂珠虽然没有天赋能力，但吸收后会增加修为，比聚气丹还猛。无论何等品质的魂珠，吸收之前都必须净化，除去异兽的精神和基因污染，否则直接吸收会异兽化，变成失去理智的怪物。其实秦泽想说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给我就好。不过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特殊性，秦泽还是点了点头。忽然，秦泽似有所感，他抬起头看到2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城墙上，一男一女。男人30岁出头，全身肌肉爆炸，身后背着一把大刀；女人皮肤格外白皙，看不出年岁，一身青衫，双眼蒙着块白布，怀抱古琴。秦女看着虽然狼藉，却有条不紊的现场，不禁疑惑道：不是说有虚空兽吗？来时的路上，秦女已经做好了全城覆灭的心理准备。她亲身经历过一场虚空兽造成的兽潮，深知虚空兽的投放能力是何等恐怖。没有高级武者驻守的江城，很难坚持半小时。此刻秦女确实有点懵，现场怎么看也不像虚空兽来过，城外甚至连一具异兽的尸体都没有。若不是密密麻麻城防炮的弹坑，秦女还以为自己被耍了。肌肉男抓了抓头发，同样摸不着头脑。二位就是前来支援的高级武者吧？辛苦你们了，我是江城城主。胸口缠着圈厚厚绷带的城主发现这边的动静，迅速赶到现场。
距离他通报到秦女和肌肉男抵达，如今已经过去了40分钟。城主心里不禁叹了口气，今天还真是够幸运的。要是指望着增援，全城人现在都变成异兽肚子里的大便了。虚空兽呢？秦女声音冰冷。由于高级武者数量少，平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否则不会调动。当然了，原子哥是例外。虚空兽若是假的，秦女怕是真会一掌拍死眼前的城主。真以为高级武者都很闲吗？城主连忙解释道，虚空兽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秦女和肌肉男脸上露出些许惊讶。在过去地上出现的11头虚空兽，无不是经历了一场恶战才将其斩杀，从未有过突然消失的情况。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你们可以问问守城的士兵，他们全都亲眼看到了。当时正有一头 S 级异兽在投放，虚空兽突然消失，导致空间门关闭，异兽被卡死在了空间门里，然后出现了一个超大号的空间漩涡，把所有异兽都给吸了进去，甚至连一头异兽的尸体都没能留下。城主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一遍，虽然非常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像魔幻小说，但事实就是如此。秦女听完后御空而起，飞到了虚空兽出现的位置，肌肉男紧随其后。虚空兽的确出现过，附近还有空间乱流。秦女探查一番后沉声道，空间乱流是虚空兽出现的特征，就算虚空兽没了，所处位置的空间乱流也要过好久才能消失。这么说，刚才那个城主说的都是真的。主动消失的虚空兽，稀奇。肌肉男啧啧称奇。要不要通知姚老大？肌肉男随即问。秦女点头，自然是要通知。不知为何，虚空兽的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给秦女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再加之潮汐马上就要来了，几个巧合叠加在一起，可就不是巧合了。我们走吧。秦女看了眼江城的方向，和肌肉男消失在天际。城主松了口气，终于走了。执法部的4级审判者来到城头，高级武者来过了。城主点头，刚走。审判者道，关于虚空兽，要不要调查？城主淡淡道，这是咱们这种小角色就不要参与了，交给那些大人物们去做吧，我们做好分内之事就行。虚空兽已经不是咱们这个层次能接触的了，当心引火烧身。审判者微微颔首，他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怕城主上头，特意来问问。没想到这老狐狸比自己还狗，兽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对普通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伴随夜幕降临，街头仍旧灯火辉煌，偶尔会有吃饭的武者谈论起白天的兽潮，周围的普通人皆是敬而远之。秦泽满身疲惫地回到家里，趴叽躺在床上。今天真是辛苦我自己了。S 级魂珠1颗 ，F 级魂珠11颗，E 级魂珠1颗。大丰收！胸口处收回碎片时产生的灼热感已经消失。秦泽坐起身，扒开衣服瞅了瞅，钥匙变了。原本翠绿色的小树苗，如今其根部位置变成了透色状，钥匙和碎片融合了。秦泽有点失落，还指望着皮肤碎片变猫娘，结果被钥匙吞了，而且是自己付的世界之源。秦泽心里突然有种被钥匙给 NTR 了的感觉。牛竟是我自己。扫空思绪，秦泽试着沟通钥匙，看能不能把碎片取出来。是否消耗50单位世界之源，开启深渊空间门？打开深渊空间门，这不是猫虚空兽的能力吗？秦泽若有所思。所以现在的我变成了虚空兽。空间门连通2界，开启者拥有其通行权限。是否花费50单位世界之源开启？秦泽恍然。也就是说，他让谁过，谁才能过。有点东西。不过秦泽目前还没有去深渊的打算，新手村都还没出，去什么高级竞技场？而且秦泽现在全部的身家凑一起，也没有50个单位的世界之源。深藏功与名，秦泽不由得发出感叹。花了那么多世界之源，升级了一个暂时没什么卵用的功能，顺便拯救了江城。可他的功绩却无人知道。什么暗夜英雄？还别说，要是在融合了碎片之后，便好看了一点。左右两侧各4片叶子，根部是透明色。关于虚空兽，秦泽有很多困惑的地方，想看看群里的人才们有没有什么情报。聊天群刚打开，秦泽一惊，嚯，99加未读，太能水了。驯兽师，你们每天除了水群，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路人甲，驯兽师冒泡了，可以听听他的意见。驯兽师，仙女不拉屎，我们在讨论虚空兽。秦泽直呼好家伙，这些人的消息这么灵通吗？才过去不到半天时间，他们就都知道了。仙女不拉屎，遥远前辈刚和我们说，江城附近的裂隙钻出了一头虚空兽，投放出了上万亿兽。秦泽恍然，原来是原子哥说的，那就很正常了。驯兽师，江城覆灭了。仙女不拉屎，我开始也这么想的，不过虚空兽突然消失了，连带着兽潮一起。路人甲，那个场面应该挺震撼的。秦泽嘿嘿一笑，巧了不是，我就在现场。遥远，在过去的120年时间，虚空兽共出现过11次，覆灭17座城市，死亡人数将近500万。虚空兽从未主动消失过，都是由高级武者出手斩杀。看到遥远的话，秦泽困惑不已。消灭虚空兽也没那么难，只要靠近，钥匙就会自主回收。而且看样子，包括原子哥在内的几人似乎并不知道虚空兽其实是星门碎片。驯兽师，我有个问题，大家都是什么时候得到钥匙的？路人甲，遥远前辈是最早的，大概是10年前，剩下我们都是近2年得到的。驯兽师，原子远前辈这10年间遇到过虚空兽吗？遥远，8年前洛云城因虚空兽覆灭，那头虚空兽是我亲手斩杀。秦泽眉头紧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原子哥的钥匙没有给出回收碎片的提示。秦泽头有点痒。遥远，江城虚空兽出现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城外的某处裂隙投放出了一头飞行类地级异兽，守门人没能及时斩杀，导致裂隙后续不断投放。遥远，第一场兽潮就是这样形成，虚空兽是夹杂在兽群中被投放出来的。路人甲，蓬莱城呢？没有发现那头虚空兽要渗透。遥远，
潮汐临近，蓬莱城附近兽群太多，有漏网之鱼在所难免。而且虚空兽能隐藏气息，很难发现。仙女不拉屎，虚空兽数量很稀少的。我爸说，除了投放到地上的，他在深渊从未见过其他虚空兽。秦泽暗道，那肯定啊，门碎的再彻底，分成的碎片数量也有限。从原子哥和仙女的话里，秦泽大概推测出了异兽的投放规则。异兽来自深渊，想要来到人类世界，必须通过蓬莱城的封锁。那些被投放出来的异兽，全都是蓬莱城的漏网之鱼。而虚空兽是个 bug， 它可以无视蓬莱城这头拦路虎，直接将其越过，构建2界通道下饺子。而关于虚空兽，哪怕是原子哥都对其一无所知。所以我是群里唯一得到碎片的人。秦泽不禁喃喃自语：驯兽师星门被开启过吗？书生，万族的历史上有过。仙女不拉屎，我看过一本异族的杂谈，里面有过一段相关记载，不道真假。驯兽师什么记载？仙女不拉屎，星门以前经常被打开，平均1万年就会开启一回，但距离上次被打开已经过去10万年了。驯兽师什么杂谈？我能看看吗？当然打不开了，门都没了，拿头开。写这书的人看样子有点东西。秦泽很想看看这本书。仙女不拉屎，我回家的时候给你找找。驯兽师谢了。边缘划水，终于要回蓬莱城了。你们知道我这1个多月是怎么过的吗？沉寂许久的水哥忽然冒泡了。仙女不拉屎，哟，这不是快男，我还以为你被越族人抓回去切片了。路人甲，划水兄逃脱越族的追捕了。边缘划水，暂时还没，不过快了。这老登好像有什么追踪秘术，每当我要摆脱他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找到我。书生，你到底做什么了？仙女不拉屎，书生八卦的情况可不多见。边缘划水，不提也罢。秦泽真是越来越好奇了。边缘划水似乎很难以启齿，这货该不会牛了越族某个大佬的夫人吧？被人这么高强度追杀，水群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深夜。秦泽退出聊天群，伸了个懒腰。关于碎片的事情，他暂时没和群友们透露，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福还是祸。通过今天的水群，秦泽发现人族的消息十分闭塞，一些关于深渊、关于世界猎杀者的情报，甚至都要从异族那里获取。这就引发了个问题：异族给的情报要是假的怎么办？天塌下来有个大的顶着，让人族强者操心去吧。这是原子哥需要考虑的问题。秦泽稍微思考一阵，就感觉狗脑有些过载，索性不想了。叮铃铃，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哪位？秦泽按下接听键，对面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太好了，你没事。江城发生兽潮，我一下午都在提心吊胆，电话也打不通。马燕姐。秦泽愣了愣，连忙问：你现在在哪儿？自从上次黑山研究所一别，马燕便音信全无。秦泽派出几10个分身寻找，硬是没有找到丝毫线索和踪迹。马燕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此时接到马燕的来电，秦泽既惊又喜。我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不用担心。马燕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清楚自己在哪。秦泽微微皱眉，有蹊跷。我们见一面吧。试剂的副作用很强，我想办法帮你解除。马燕回答道，我现在已经能够控制试剂的副作用，你不用担心了。秦泽，这么溜吗？似乎察觉到了电话对面的秦泽十分震惊。马燕笑了笑，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安全。我马上要闭关，得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再和你联系。过几天就是武考了。秦泽，你一定要成为武者。这句话秦泽不知道听马燕和自己说了多少次。他对于成为武者这件事一直都很在意。秦泽道，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在和谁说话？和你说话的是5天以后的江城状元。马燕欢快地笑了起来。江城状元，加油。先不和你说了，再见。听到电话里的忙音，秦泽放下手机。马燕大概是有了奇遇，虽然不知道他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最起码很安全，甚至能控制好逆世纪的副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既然马燕不想说，秦泽只能尊重。没过多大一会，电话又响了。看到来电显示，秦泽接通电话道，哟，这不是大忙人秦玉吗？原来你还知道有个弟弟。自从秦玉去了海城，这货就再没联系过自己。两人平时的交流只限于秦玉朋友圈的互相回复。这大姐是真玩嗨了，今天去海边，明天逛商场，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朋友圈的照片里，秦泽也看到了咸鱼老姐的闺蜜，不得不说，还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老姐的闺蜜很好康，有机会秦泽很想认识一下。没别的意思，他就是喜欢交朋友而已。谢天谢地，你还活着。听到弟弟活蹦乱跳的声音，秦玉悬了一下午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得知江城爆发兽潮的时候，秦玉快疯了，恨自己去海都没带上秦泽。合着你这么盼我死是吧？哼，祸害刘千年，祝你永远不死。谢谢，也祝你长生不老。姐弟俩又开启了日常斗嘴模式，最终以秦玉的失败而结束。武考，你要真能考个状元，我建议你报海都学府。姐姐我在海都学府有朋友，可以给你开个后门。秦玉难得正经了一回。秦泽，厉害了我的姐。不过我这人不喜欢走后门。秦玉，那你滚吧。嘟嘟嘟。秦泽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么暴躁，大姨妈来了吧？班级群里，老班让大家签到报平安。秦泽回复了个收到，随后又收到了胖子和班长的关心问候。秦泽草草敷衍过后，拿出了今天新得到的魂珠，吃了。秦泽叫出一个分身，把魂珠抛给了他。分身接住魂珠，激动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3个月了，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的吗？秦泽，吃不吃，不吃坏人了。咕噜，分身二话不说，把魂珠生吞了下去，噎得直翻白眼。爽！分身挥了挥拳头，手舞足蹈。那一天，人类终于想起曾被巨人支配的恐惧。话落，分身的身体开始不断变高变大，转瞬间就长到了3米。不是不能继续生长，而是屋子就这么高。
目前极限是5米，随着等级提升还能变大。巨人化以后，肉身强度提升3倍。分身低头居高临下的看着秦泽，继续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惊喜。巨人分身的额头上缓缓睁开一只红色树瞳，闪烁着妖异的红光。秦泽已经感受到了分身反馈的修为，只是目前2次淬骨还未完成，等级暂未突破，最迟1周2次淬骨完成，秦泽的修为会瞬间暴涨一大截。有了巨人之力，秦泽天赋能力战斗方面的短板得到了补充，续航有吞噬，远程有闪电，如今近战有了巨之力。此刻的秦泽想大喊一声：谁能杀我？从今天开始，我巨霸就是马戏团的2把手。分身双手叉腰，洋洋得意。从秦泽那继承了1半修为的分身，再加上这颗 S 级魂珠，瞬间跃至2级巅峰，已是马戏团中的最强者。吞噬哥和法王现在也才2.5级出头，巨霸哥别忘了小弟我呀！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巨霸兄就是我爹。吞噬哥和法王是谁啊？抱歉，真弟不熟。俺也一样。秦泽无语，这些墙头草还真是够墙头草的。装修奢华的房间里，马燕边哼着小曲边画画，心情明显不错。你违规了。白羊出现在门口，沉声道。马燕不予理会。通讯若是被执法截获，我们都得完蛋。白羊十分不满。马燕仍旧沉默着画画。我说的你听到了没有？马燕放下手中的画笔，头也不回地问。我已经突破到7级了，什么时候能成为12星座？白羊震惊不已。这么快？马燕释放出一缕气息。是高级武者无疑。白羊回过神，淡淡道：现在12星座是满的，有人死了，你才可以晋级。马燕忽然转身看向白羊，嘴角上扬。也就是说，我现在杀了你，我就是白羊座了。感受到马燕身上迸发出的杀意，白羊顿时全身紧绷。别紧张，和你开个玩笑。马燕莞尔一笑，继续转身画画。我会把你突破的事情告诉会长。白羊关门离开。这个疯女人的进步太恐怖了，自己只是稍微指点，她便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突破。一潭死水的公平会终于能起些波澜。白羊伸了个懒腰，心情愉悦。新进的12星座，我白羊这次立大功了。3天后，秦泽去城防署领了奖金。魂珠秦泽没有让现在的分身吞噬，等他突破到2级武者后，新生代分身都是1级武者，让新生代吞噬性价比更高一点。若不是为了提前获得能力应对未知的潮汐，巨霸的魂珠他本打算也给新生代。至于老家伙们，就先拿凉快奶待着去吧。秦泽，我俏丽吗？寒心，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散了散了，让他自己玩去吧。大家是一个集体，要团结。团个球！俏丽吗？俏丽吗？俏丽吗？我俏丽吗？对于老东西们的抗议，秦泽选择无视。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魂珠给新生代没一点毛病。有功夫逼逼赖赖，不如赶紧去淬骨。你们不努力修炼，我怎么变强？听到秦泽的话后，老东西们再也绷不住了，骂骂咧咧好一阵，才全润去淬骨。2天时间一晃而过，高考的日子到了。带上准考证出门的秦泽叹了口气，本以为5考之前能够完成2次淬骨，不曾想老东西们实在是太不争气了，吭哧瘪肚2天时间也没完成全部的淬骨。按照现在这个进度，还得2到3天。不知感恩的狗东西，合着大爹们没日没夜的修炼，就换来了这，就是让新生代去练吧。话说第1天文考，要不要我们在外面给你传答案？反正大家共用 CPU， 多留几个分身在外面翻书，就是脑瘫也能考满分。秦泽果断拒绝这个提议，咱们可是正能量的使者，岂能做这种负能量之事？分身们嗤之以鼻。您老可真是太正能量了。对于5考生而言，文考成绩占的比重不是很高，过及格线就行。甚至如果要能在5考上表现得特别亮眼，哪怕文考零蛋也会被5大破格录取。胖子今天直接没来，提前去毕业旅行了。身为天赋能力者，报志愿的时候5大可以随便挑。他打算看看秦泽到时候报哪个学府，他跟着一起就好了。考场中，秦泽找到位置坐下，距离发卷子还有10分钟，秦泽无视打开了聊天群。果不其然，群友们今天也在讨论文考的事。仙女不拉屎，小鹿进考场了吧？悠悠鹿鸣，悠悠鹿鸣，是的，马上就要考试了。仙女不拉屎，嘿嘿嘿，要不要姐姐在外面给你传达啊？以后见面让姐姐贴贴就行。路人甲，这是作弊吧？边缘划水，无所谓，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钥匙的存在。秦泽直呼好家伙，这大姐你该不会是我的分身吧？悠悠鹿鸣，不用了，我想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考试。仙女不拉屎，摸摸头，小鹿真努力。路人甲，文考应该很容易吧？仙女不拉屎 ，easy， 姐姐当年全科满分。驯兽师，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学霸。仙女不拉屎，低调。路人甲，我到蓬莱城了，话说大家要不要面个基？书生仙女不拉屎，仙女不拉屎，随便。书生，社恐还是算了。边缘划水，没用的东西。路人甲，水兄也到蓬莱城了，边缘划水还没，我又被月族老登追上了。书生，没用的东西。考试铃声打断了秦泽的思绪，他退出了聊天群。仙女、路人甲和书生目前都在蓬莱城，原子哥很可能也在。虽然天天水群，但大家只是沙雕网友，现实中从未见过面。对方的品性如何，是好还是坏都无法确定。毕竟要是选人，不看思想品德，只看潜力，这也为面积增添了一丝不确定因素。考试前几天，秦泽临时突击了一阵，虽然不能保证每道题都会，但绝大多数的题也都能答上来。1天的文考结束，秦泽觉得自己过及格线是没问题的。刚出考场，秦泽就收到胖子的飞信问候，正打字回复，班长突然在后面拍了下他的肩膀。今天考得怎么样？秦泽敷衍胖子一句，收起手机。过线没问题。我也是。班长微笑道，明天5考，没准我们会被匹配成对手，到时候你可千万要手下留情啊。
从易经出来后，秦泽几乎就没怎么去过学校，3天打鱼2天晒网。起初老班还打电话催促秦泽修炼，后来发现这货天天摆烂，他也放弃了，不停地感叹伤仲永。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秦泽不用自己修炼也能变强。秦泽回答是班长手下留情才对。两人一路闲聊，结伴回家。刚到家，秦泽就发现群里有人在艾特自己，又是仙女，这大姐是真能水群，她不用修炼的吗？仙女不拉屎训授师从考试开始就跟小鹿一样没出现过，该不会也是应届考生吧？秦泽眉毛一挑，这女人的心思倒是够缜密。驯兽师，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天天都不修炼吗？仙女不拉屎，说对了，姐姐我天赋异禀，还真就不修炼也能变强。秦泽愣了愣，怎么个事？合着你也有分身？边缘划水，你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能力吧？仙女不拉屎，嘿嘿嘿。悠悠鹿鸣，我出考场了，有一道题没答上来。仙女不拉屎，摸摸头，一道题而已，小鹿已经很棒了。秦泽没想到小鹿也是学霸。路人甲，明天的5考准备怎么样了？悠悠鹿鸣，我已经突破1级武者了，应该没问题的。路人甲，哎，还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18岁的1级武者，恐怖如斯。仙女不拉屎，恐怖如斯。边缘划水，恐怖如斯。书生，恐怖如斯。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秦泽晚上早早睡觉，为明天的5考养精蓄锐。本以为秦玉今天会打电话关心自己，结果他屁都没放一个。秦泽怀疑他可能都忘了自己今天高考的事，反倒是接到了老妈的电话，让他惊喜不已。老妈还是唠唠叨叨说尽力就好。秦泽准备拿下状元，给他一份惊喜。次日一早，秦泽精神抖擞走进5考考场。今天我将给考生们带来一点小小的秦泽震撼。江城总共4所高中，加在一起共1000名出头的5考生。5考总共分为2部分，首先是海选，1000多名考生决出前256强。这256人再进行1对1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最终决出本届的5考状元。海选的方式非常简单，全国通用。塔通天塔，5考通天塔共9层，每层都有守关兽驻守。守关兽的实力随着层数依次递增，最终根据考生攀登层数和所用的时间排出前256强。考场的一间大型会议室内，江城城主、执法部审判者、教育部部长、城防署署长等一众江城大佬齐聚一堂。城内城外的布防全都安排好了吗？城主问。已经全按照您的要求安排妥当了。城防署署长回答。城主点了点头，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每年一到5考的时候，公平会那群混蛋都会出来搞事，众人脸上的表情都很轻松。江城不过是一个偏远小城，公平会根本不会把精力和资源浪费在这种地方，更何况不久前易经还关了，公平会更不可能来。教育部部长看了一眼时间，起身道：时间要到了，我得去开门。部长走后，城防署署长好奇问：上面关于虚空兽的调查出结果了吗？城主摇了摇头，这种事还轮不到我们操心，我们做好分内之事即可。毫无疑问，这次击退虚空兽给江城一众高层的履历上增添了非常辉煌的一笔。接下来2年他们只需按部就班，工作方面不出现意外和事故，晋升是早晚的事。话说今年咱们江城5考生的质量都很高，甚至还出了一个天赋能力者。审判者淡淡道。城主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是什么？全都是他的功绩。今年的天骄有几个？城主问。所谓天骄，其战力和潜力远超同龄人，有望成为高级武者。教育部副部长看了眼名单，回答：1中的孙成浩，2中的房松华和谢雪莹，3中的葛鹏飞，4中的张三和罗征。其中房松华和张三都突破了1级武者，其他人0.9级。城主眼中闪过些许惊讶，今年这么多人。对了，2中的那个秦泽呢？他对秦泽的印象挺深刻，毕竟是原子哥格外关照的人。我看看。副部长又翻了翻名单，最近的一次气血测试结果是703，表现平平。城主叹了口气，看来执行官大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大人物们谈天说地，状元郎秦泽已经通过安检走进考场。5考的考场其实是城防署的一处练兵场，面积足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场地中央有一块5米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歪七扭八的纹路，颇为神秘。看到石碑的瞬间，秦泽心有所感，那是虚空兽。石碑散发出的微弱气息波动和5天前的那头虚空兽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眼前这块石碑没有萝莉音。秦泽眉头微皱，什么情况？虚空兽进城了？他连忙打开聊天群询问。驯兽师，我从5考现场的一块石碑上感受到了莫名的心悸，就像是几年前面对虚空兽那次。路人甲，你竟然从虚空兽的兽巢中活下来了，厉害！仙女不拉屎，你说的是封门碑吧？和虚空兽有什么关系？驯兽师，封门碑。仙女不拉屎，海都的玄梦意境50年前被改造成了5考专用意境。5考那天，全国各地会同一时间开启进入意境的大门，通天塔就在里面。仙女不拉屎，你说的那块石碑就是空间门所在的位置，封门碑平时用来堵门。书生，我记着驯兽师不是5考状元，怎会不知封门碑？仙女不拉屎，可能是50年前的状元吧，那时候还没有通天塔筛选制度。驯兽师，我确实是陪家里的小辈来参加5考，封门碑让我感觉很不适。路人甲，原来驯兽师也是隐藏的超级大佬，至少也是7级武者了吧？驯兽师，低调低调。秦泽没想到自己随意装的逼，他们还真信了。遥远，封门碑就是虚空兽，或者说是虚空兽的一部分。仙女不拉屎，哈？遥远，那头虚空兽于50年前被现任教育部总长斩杀，其晶核化作上百枚碎片。遥远，专业人士经过研究发现，每块碎片都可开启一扇通往任意一块碎片所在位置的空间门。遥远，恰巧不久后玄梦意境被彻底开发，里面放置了一块最大的碎片，每个10万人口的城市也都安置了一块，5考时开启。仙女不拉屎，
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在受潮出现的时候转移民众？这个问题秦泽刚想问。遥远金河碎片开启的空间通道极不稳定，一次通过上限为2000人，之后需要几个月时间恢复，人数超过上限，通道会塌。秦泽心里的疑惑都被解开了。刚才看到封门碑的一瞬间，他脑海里浮现出无数异兽从里面跳出来的场景，还好是一场虚惊。秦泽，加油呀！不远处的班长给秦泽比划了个加油的手势。秦泽竖起大拇指。教育部长走到封门碑前，高声道：“封门碑开启，同学们将会被传送至玄梦秘境的通天塔，战胜守关兽便可登临上一层。海选会跟通关层数和时间进行排名。大家不用担心，通天塔中不会死亡和受伤，死亡会自动传出意境，尽管放心战斗。”话落，教育部长拿出一块浅蓝色的石块，将其镶嵌进了封门碑的凹槽里。下一秒，封门碑上的纹路依次亮起，伴随着最后的纹路被点亮，巨大的空间漩涡出现，与5天前吞噬掉异兽的空间漩涡如出一辙。秦泽发现身上的准考证亮了起来，紧接着现场的所有考生都被巨大的引力拉进了空间漩涡。距离封门碑最近的教育部长以及周围维持秩序的士兵，他们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视野仅仅暗了1秒，秦泽再度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房间右边有向上的楼梯，墙上画着个大大的数字1，看来这里就是通天塔了。然而就在这时，秦泽发现他身上的分身全都不见了。按照惯例，每到一个新地方，分身们都会逼逼赖赖一阵，可现在分身没有任何回应。不仅如此，秦泽发现跟吞噬哥他们也联络不上。换句话而言，局域网被封了。秦泽眉头紧锁，他第一次感到有点慌。这个意境真的是好生奇怪，为何会隔绝他与分身间的联系？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守关兽将于30秒后开始投放。倒计时开始。秦泽来不及多想，脑海中便响起了意境考试开始的提示。伴随倒计时结束，一道红光闪过，守关兽出现。秦泽瞪大眼睛，这是肛肠科主任。守关兽是一个将近2米高的猎狗，被投放进房间的一刻，猎狗立刻朝秦泽发动攻击。秦泽条件反射似的挥出一拳，砰一声闷响，肛肠科主任在空中爆成一团血雾。就这，秦泽挑了挑眉，主任的实力换算成武者等级，充其量也就0.3级。解决掉第1层的守关兽，秦泽通过楼梯快速前往2层。红光再次闪过，一头身材矮小的平头哥被投放出来。勇敢平头，不怕困难。平头哥比上一层的肛肠主任还猛，上来就开始攻击秦泽下盘。秦泽抬起脚，啪叽一下，平头哥瞬间从3维变成了2维。5考就这，强度也太低了一点吧？秦泽摇了摇头。平头哥要比主任略强一捏，0.4级的水平。看着通往上一层的楼梯，秦泽眼中雷光闪烁。无聊，还是快点通关吧。虽然平日里秦泽总感觉分身们在他脑子里唠唠叨叨，十分惹人心烦，可现在他们突然全部没了动静，秦泽反倒是不适应了。雷霆缠绕全身，秦泽化作一道雷光，迅速冲往3层。他刚通过3层的门槛，守关兽立刻投放。然而这个倒霉蛋还没等站稳脚跟，就被化作雷神的秦泽一头撞碎。秦泽没做任何停留，继续加速一路向上。第4层、第5层、第6层，秦泽在每一层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5秒。守关兽根本挡不住他身上的雷霆之威，仅仅是打了一个照面，身体就瞬间4分5裂。就这样，秦泽一口气直接冲到了第9层，时间才过去了2分钟。最后一层了，能上点强度了吧？秦泽熄灭身上的雷光。与此同时，大佬们的会议室内，众人此刻都在关注着5考现场的情况。之所以全城的高手都守在这里，就是担心出现意外情况无法及时出手解决。你们说今年会不会有通关第9层呢？审判者好奇问。教育副部长点了点头，房松华和张三很有希望，毕竟已经是正式武者了。我看够呛。城防署署长道，就算是正式武者，可他们还没有见过血，第9层可不是光拼战斗力那么简单。通天塔会读取闯关人的精神世界，幻化出他们心中最为恐惧的东西。没见过血的小家伙还是太稚嫩了，第9层必将会手忙脚乱，甚至直接吓尿裤子。其他人闻言都点了点头，觉得城防署署长说的很有道理。温室中的武者永远也成长不起来，唯有经历无数次浴血的战斗。2中考生秦泽顺利通关，考生编号，通关时间2分17秒。听到考场上响起的广播声，会议室内的众人顿时一愣，尤其是城主，嘴里刚喝的一口茶全都喷了出来。多少？2分17？我是不是听错了？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同样难以置信。自从通天塔筛选制度出现的这50年间，从未有人能够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顺利通关，或者说连顺利走出第9层的人都少之又少。城主激动道：快问问教育部长，是不是玄梦意境那边出问题了？如果是玄梦意境或是通天塔出现了问题，只需重新再考一次就好。但如果这个成绩是真实的，那江城将出现一位绝世天骄。2分17秒将成为史上最快的通关记录。副部长立刻打了个电话，很快便有了结果。部长说了，意境和通天塔都没问题，这个成绩是真实有效的。闻言，会议室内众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城主甚至情不自禁地挥了挥拳头。之前最快的通关记录是多少？城主问。6分钟。副部长回答，这个成绩是20年前人族第一剑仙遥远创造的。城主大笑，哈哈哈！我们江城的天骄要比执行官大人20年前的记录还快上一半，还得是执行官大人，从未看错过人。马上把这个消息上报教育总部。会议室内众人都兴奋不已，他们看到不是什么绝世天骄，而是4个大字：升官发财。秦泽听到自己通关的通报，一脸懵逼，这就通过第9层了？可是他什么也没做啊！他低头看着眼前一个长着7、8条胳膊和腿、3个眼睛、脸跟万花筒一样不断变化的黑色克苏鲁，不禁陷入了沉思。
秦泽刚抵达第9层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有股力量在探测他的精神世界。他以为这层是考验精神力的，所以并没有阻止，因为他也想看看自己的精神力极限在哪里。探测力量很快消失，紧接着红光再度出现，投放出了这么一个十分抽象又扭曲的手关兽。黑色克苏鲁刚出现，就因为几条腿缠在一起摔倒了，然后身体像蛆一样蠕动，想要站起来。在尝试了几次后，最终还是失败。再然后，让秦泽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手关兽的几条胳膊自己和自己打了起来，一只眼睛射出闪电，一只眼睛射出毁灭性红光，不仅没有攻击秦泽，反而都落在自己的腰子上。就这样几秒钟不到，手关兽外焦里嫩，自杀了。而秦泽从始至终一动未动。随着手关兽一点点分解消失，秦泽的脑海中响起了意境提示：考核结束，开始传送。秦泽眼前又黑了一秒，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传送到了外面。同时，局域网也终于解封。局域网解封的瞬间，秦泽的脑海里又响起了那熟悉的逼逼叨叨，以前的村子又回来了。电光火石间检索完分身的记忆后，秦泽发现自己在被传送进意境后竟然睡着了。年轻人身体就是好，倒头就睡。尼玛，你没睡过觉呀？刚跟头猪一样，怎么叫都叫不醒。怪不得叫玄梦意境，原来是叫人做梦。可以自定义梦境吗？嘿嘿嘿，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是冠军儿。通过分身的视角，秦泽看到了玄梦意境里面的样子，一片混沌的黑，在无尽的黑暗中，有上百个光点在闪烁，像是银河中的星辰。全国各地的100万考生全都被传送到了这个意境中，他们皆眉头紧锁，沉浸于梦中的通天塔。秦泽退出记忆检索，这个意境实在是太有趣了，能够让上百万人同时做一个相同的梦。秦泽看了看周围，已经有100多个考生出来了，他们个个脸色苍白，浑身大汗淋漓，似乎刚经历了极为恐怖的事情。这些人估计连第2层都没上去。空间漩涡中不断有人被传送出来，只是通关的播报再也没有响起过。秦泽十分纳闷，很难吗？他倒是觉得挺简单，尤其是第9层，他什么也没做，通天塔只给放了一个克苏鲁自杀的片子，还挺好看。虽然秦泽已经打通了通天塔，但现在还不能离开考场，必须等到所有人完成考试后，空间漩涡关闭，考场的大门才会打开。无聊的秦泽打开聊天群，准备快乐的水一会。悠悠鹿鸣，我通关通天塔了，7分40秒。能看得出来，小鹿十分高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仙女不拉屎，不错不错，快要赶上我了。当年姐姐用时7分27。路人甲不懂就问，通天塔是啥？仙女不拉屎，海选考生的方式，通天塔一共9层，手关兽的实力随着层数逐层递增。路人甲很难吗？仙女不拉屎，对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说的确很难，通天塔仿真实战，而大家那个时候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仙女不拉屎，最难的地方在通天塔第9层，那里你将直面心中的恐惧。秦泽挑了挑眉，第9层是心中的恐惧？拉倒吧，那个克苏鲁怎么看也不够吓人，甚至从某方面来说，小东西还怪可爱的，最起码他觉得要比吞噬哥身上插满几十条手脚的样子好看多了。路人甲没有参加过武考，对于玄梦意境和通天塔可谓是一窍不通。路人甲，小鹿这个成绩在考生中属于什么水平？仙女不拉屎，佼佼者，每年能够通关第9层的考生不到100人，而且绝大多数用时都是半小时左右，能进入10分钟以里的都是绝世天骄。秦泽很想问，那我这个2分17是什么水平？边缘划水，我怎么感觉你在自卖自夸？仙女不拉屎，快男当年多少？边缘划水，跑男，我是保送生，岂会像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还需要参加武考？仙女不拉屎，说的像谁没有天赋能力一样，要不是我爸非让我参加，我也可以保送。书生没记错的话，通天塔的记录是遥远前辈保持的吧？6分钟。秦泽有点难以置信，原子哥这么拉的吗？才6分钟，岂不是说自己比原子哥还强？遥远已经不是我了，刚才江城有人用时2分17打通了通天塔。仙女不拉屎，多少？悠悠鹿鸣，这也太厉害了。书城会不会是玄梦意境哪里出问题了？驯兽师也没什么厉害的，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仙女不拉屎，你没经历过，你不懂。仙女不拉屎，只有在武考中真正经历过通天塔的人才会知道2分17秒的成绩有多么恐怖。秦泽嘴角都要翘上天了，我不懂，可笑，没有人比我更懂通天塔。遥远，海都那边确认过了，玄梦意境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成绩是真实有效的。路人甲，我还挺好奇第9层的，话说你们当时心中的恐惧都是什么？悠悠鹿鸣，不好意思说。仙女不拉屎，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书生不提也罢。见三人这副反应，秦泽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仙女不拉屎，没想到江城这种偏僻之地竟然出了个超级绝世天骄，此子有大帝之资。边缘划水，书生通天塔多少？书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边缘划水，懂了，没通关。书生，哼，道不同不相为谋。路人甲，你们说会不会他就是以后的第9把钥匙？仙女不拉屎，极有可能。此刻秦泽真想在群里大喊一声，我就是那个2分17，然后接受众人的顶礼膜拜。最后想想还是算了，立好的人设不能崩。20分钟后，所有考生都被传送了出来。武考第1轮结束，教育部长走到封门碑边上，取下镶嵌在凹槽中的石块，空间漩涡随即消失。武考第1轮正式结束，前256名已经公布，请榜上的同学于明天上午8点准时参加第2轮武考。考场上空出现一个3D 投影，秦泽十分轻松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第1名秦泽，通关层数9，用时2分17秒。秦泽立刻感到到了周围考生看向自己那复杂的眼神，羡慕、嫉妒、震惊、可爱想。
秦泽稳如老狗，尽显高手之风。他又稍微看了一眼后面的排名，只有他一人打通了第9层，打通8层的有3个，房松华、谢雪莹和张三。秦泽不禁喃喃自语，没看出来啊，班长这么猛。后面的烂算秦泽没再看，起身活动活动身子，走出了考场。刚出门，老班就激动不已地拽住了秦泽的手。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老班的眼睛都快要放出光来了。自己养的咸鱼突然越过了龙门，能不激动吗？秦泽淡淡道：基操物6。他不知道是自己通天塔的成绩已经传遍全国5大的招生办，江城教育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次日上午7点整，秦泽准时来到考场进行安检。5考第2轮，共256人参加，抽签2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至决出冠军。每场战斗间隔1小时，考生可以得到充分休息。抽取完对手的秦泽正在场下做考前热身，这时钥匙突然震动，秦泽看到聊天群里面的内容，不禁眉头紧锁。遥远，潮汐开始了，驯兽师悠悠鹿鸣，你们没进深渊，潮汐要是真出现在你们身边，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打开庇护空间。遥远，还有千万要小心寻猎兽，发现寻猎兽要立刻将其斩杀，否则他会发现并锁定庇护空间。秦泽心头一惊，庇护空间原来也不是完全隐蔽的，竟有异兽能够发现。秦泽看了看手中世界之源的余额，还剩20多，保住狗命足矣。遥远，寻猎兽是专门狩猎我们猎杀者的人形黑豹。遥远，我的建议是，身边出现潮汐，立刻打开庇护空间，快点跑，活着最重要。秦泽从来没有看到过遥远在群里一连串说这么多的话，足以证明这次的事态非常严峻。仙女不拉屎，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异兽。路人甲，仙女第一次来蓬莱城，仙女不拉屎，潮汐期间第一次。书生，我快要突破了，希望这次对抗潮汐能有所感悟。边缘划水，真特么服了，一个老登就够烦的了，现在又加了一群寻猎兽。路人甲，一群寻猎兽，水兄你只能自求多福了。仙女不拉屎，小鹿今天加油，拿个状元。潮汐降临是随机的，你不会那么倒霉。悠悠鹿鸣，我会加油的。考试的铃声打断了秦泽的思绪，能让原子哥都谈之色变的潮汐究竟有多可怕？还有寻猎兽，异兽不断入侵万族，到底是为了什么？思绪飞扬间，秦泽首轮对手已经走上了擂台。擂台大比竟还敢分心，你未免太不把我当个人了吧？站在秦泽前方不远处的眼镜男怒气冲冲，回过神的秦泽连忙道：我刚才只是在想一些事情。眼镜男冷哼一声，别以为你通天塔排名第1就可以目中无人，我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秦泽深以为然的点头，所以你是第几？眼镜男挺胸抬头，像是一只高傲的公鸡。256。秦泽大无语，好家伙，你是怎么用比第1名还狂的语气喊出256来的？眼镜男继续道，从某方面来说，咱们2个第1对第1，很公平。当对决的锣声响起，秦泽活动了一下手腕，那就来吧，狮子搏兔，一用全力。秦泽并没有太小看这个256，对方底气十足的模样，估计是有什么杀手锏。秦泽气血运转，刚准备发力，眼镜男一个后空翻跳下擂台，稳稳落地，整个过程极其丝滑，仿佛练习了无数次。正运气的秦泽差点闪了老腰。不是，你杀手锏呢？眼镜男看着秦泽，高傲道：我不会和不尊重我的人打擂台，你不配。话落，眼镜男潇洒地转身离去。裁判随即宣布了结果，胜者秦泽。秦泽无语地走下擂台，这个老六笑死爹了，还别说，这股子臭不要脸的劲跟咱们还挺像。别带上我，老子要脸。你要个屁的脸，上次舔巨霸就属你舔的最欢，舔自家兄弟能叫舔？你懂个锤子。分身也被眼镜男搞乐了，局域网内满是快活的空气。接下来秦泽4轮的对手都还没打就弃权。5考是允许伤亡出现的，能进入第2轮的擂台对决，被5大录取已经是板上钉钉。再加上秦泽又是通关通天塔最快的狠人，和他打一场，轻则重伤，重则丢掉小命，不值当。就这样，秦泽一路连手都没伸，便顺利晋级8强。擂台上，秦泽看到自己的8强选手，不禁一愣，还真让我给说中了。擂台另一边的谢雪莹不禁莞尔一笑。秦泽淡淡道：我真没想到会抽到班长。谢雪莹气血迸发，一层逆命术运转，我其实还挺想和你打一场。秦泽点头，那就来吧。随着锣声敲响，谢雪莹迅速扑向秦泽。不得不说，班长的体术确实不错，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只可惜他的对手是个变态。见秦泽一直敷衍出手，谢雪莹沉声道：能让我看看你的真实实力吗？上次黑山研究所，谢雪莹对秦泽的实力就有了一个浅浅的认知。这回秦泽又破了通天塔记录，他觉得自己离这个男孩越来越远了。秦泽陪对方练了10几个回合，淡淡道：班长看好了，我这招接画发可4两拨千斤。只见秦泽右手朝前隔空一推，谢雪莹感到一股柔和的巨力传来，整个人不控制的迅速倒退，掉下了擂台。胜者秦泽。听到裁判的声音，谢雪莹这才回过神，这就是秦泽的实力吗？仅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推出几10米。谢雪莹心里满是遗憾。班长。谢雪莹抬起头，看到秦泽朝他竖起一根大拇指，他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洒脱的笑容。我会追上你的。4强名单很快出炉，房松华对战葛鹏飞，秦泽对战张三。张三一路过关斩将，每场都是不出3招便 KO 掉对手。秦泽，我从昨天开始就期待和你的战斗了，虽然我技不如你，但我绝不后退。来吧，让我跟你过上几招。张三热血沸腾，武者唯有与强者对决才能成长，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唰，一道残影突然冲到眼前，张三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然后便高高的飞了起来，两侧的景物飞快向后退。砰！
张三成大字形凿在了地上，摔得七荤八素，脸直接肿成了猪头。废话真多。秦泽甩了甩手腕，转身走下擂台。趴在地上的张三望着天空，重重叹息。他感受到了区别对待。最终晋级决赛的是秦泽和房松华。秦泽无疑是江城今年五考杀出的一匹亮眼黑马。江城最高的大楼顶层现在已经站满了悲痛欲绝的赌狗，他们亲切且热烈地问候了秦泽的18代祖宗。决赛的时间安排在下午2点。为了保证考生的安全，并且能够使考生得到充分休息，考场特意安排了休息室和午饭。每年五考的决赛连同最后的状元颁奖仪式都会全程对外进行直播。考场周围也搭建了简易的观众台。场下的秦泽正在热身，无聊翻了一下聊天群，结果发现小鹿的五考已经结束了。悠悠鹿鸣，我拿到五考的第1名了！激动不已的小鹿并没有得到他人回复，就连水群龙王仙女都不在线，无人分享喜悦，小鹿有点失落。驯兽师，不愧是小鹿，真厉害！悠悠鹿鸣，嘿嘿，还好啦，对手不是很强，1分钟就赢了。秦泽不禁扯了扯嘴角，用最软萌的语气说着最刚的话，还得是你。悠悠鹿鸣，前辈也没有去申冤吗？驯兽师，家里的小辈五考，非要我陪着，没办法。悠悠鹿鸣，他一定很厉害吧？驯兽师自然是比不上小鹿的。悠悠鹿鸣，前辈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今天大家好像都很忙。驯兽师都忙，忙点好。砰砰砰，擂台两侧一连串的彩条飞向天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五考最后一场开始了，秦泽抖擞精神走上擂台，这是属于他的表演。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登台吧。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他乡遇故知，人生3大幸事，好好珍惜。抗议，为什么每次露脸都是本体亲自上？哎，谁让咱是打工人呢？我操！秦泽已经渐渐听不到分身们的叽叽喳喳，扑面的微风，和煦的阳光，万众的瞩目，他在享受这一刻的高光。秦泽，你之前的表现虽然很叫人眼前一亮，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今年的五考状元是我。走上擂台的房松华突然打断了秦泽的思绪。秦泽颇为不爽，难道你的家里人就从未教育过你，打断别人是一种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吗？房松华冷漠脸，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屁话。念在我们是同校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待会儿对决开始，你最好自己走下擂台，免得在床上躺几个月，错过武大的开学典礼。秦泽不耐烦，别逼了，快点开始。见秦泽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房松华发誓待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当比试的锣声响起，秦泽160个穴位瞬间冲开，轰！秦泽化作一道残影在擂台上快速闪过，狂暴的气浪向擂台两侧翻卷，观众席上众人猝不及防，被吹得人仰马翻。好快！房松华眼中不禁闪过一抹惊讶，不过很快他的惊讶就被自信所取代。快又如何？就不信你能破了我的底牌。秦泽想要速战速决，小鹿用11分钟，他这个绝世天骄30秒不过分吧？砰！秦泽重拳轰向房松华胸口，速度快到对方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这一拳是秦泽纯粹的气血与肉身力量，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然而站在原地的房松华却是一动未动。秦泽微皱眉，立刻收拳后退。刚才那一拳，他感觉像是打在了避难所的大门上。一级武者的肉身这么硬？房松华咧嘴一笑，他缓缓脱下外套，露出一件银色软甲。一级防御武具能够挡住1000气血下的攻击，你甚至连一级武者都没有突破，根本破不了我的防。我已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房松华的杀手锏。五考只禁止了攻击类武具，防御武具限制在1级。由于武具价格昂贵，普通人家承担不起，而家族子弟一向是实力碾压，不屑于去用。可今年面对秦泽这匹突然杀出来的黑马，房家有点慌了。他们豁出去老脸，给房松华套了一层皮。观战室里的城主面露不悦，老房有点玩不起了。这么做违规吗？不违规，但实在是太丢人。房家好歹也是城内的武道家族，套上武具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打，有点欺负人了。其他人也都沉默，认为秦泽这次输定了，破不了防，拿头打。场下的谢雪莹眉宇间满是担忧，他觉得这个时候秦泽最好的选择是弃权认输。与安危相比，状元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观众们也都唉声叹气，无了。果然，普通孩子是永远赶不上武道家族的孩子。妈的，不公平！呵呵，能给你一次上台的机会已经很公平了。擂台上的房松华洋洋得意，家世也是实力的一种。你要感谢我，今天给你上了一课。秦泽摇头，如果当王八就是你的底牌，那你未免太让我失望。本以为终于上了点强度，就这。房松华刚要反讽，一股狂暴的压迫感突然起脸，他心里升起强烈的危机感。跑！再不跑会死！隐隐的虎啸从秦泽身上传来。房松华的视野中见一头吊睛白虎狠狠撞来，他身上的软剑瞬间满是裂纹，如一块即将破碎的玻璃。噗！房松华口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倒飞下擂台，头一歪，昏死了过去。秦泽平复气血，转身走下擂台。全场沉寂1秒，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与掌声。五考状元历年来都是被武道家族垄断，今年竟有普通人战胜了武道家族，这才是真正的你吗？谢雪莹望着秦泽的背影，由衷的祝贺。观战室中的城主激动拍桌，江城要崛起了。接下来将由江城教育部长为我们的状元秦泽颁发奖状和奖品。秦泽站在领奖台上，教育部长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今天的表现很让人吃惊，好好加油，未来必有你的一席之地。状元的奖品是10块血晶。我会的。秦泽暗道一声小气，还以为会给颗魂珠。好耶，我们是冠军儿。用时47秒，比小鹿快。晚上要不要开个趴？
傅毅，正好上回义境死了那多兄弟，还没开追悼会，一起吧。分身们的话题很快从冠军转移到了追悼趴上。这时，秦泽忽然心有所感，他抬头向上看，原本碧空万里的天突然出现了5个巨大的气旋，发现异样的教育部长瞬间脸色苍白如纸。潮汐，天空突如其来的异象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观众们纷纷仰头张望，拿出手机不断拍照。什么情况？明明刚才还是晴天，是台风要来了吗？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呜！观众们议论纷纷之时，江城上空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这熟悉的警报声，他们在5天之前的受潮刚刚听过。众人面色骤变，争先恐后的向外跑。跟我走！教育部长抓住秦泽的肩膀，3两步便带他离开考场。发生什么事了？秦泽不禁问。潮汐来了，还是武学？教育部长苦笑，你这个状元真是够命苦，本来有着大好的前途，今天却要再次陨落。秦泽听出了对方话里的意思，这场潮汐不可对抗，今日全城的人都要死。到底什么是潮汐？秦泽问出了这个一直想要在群里问的问题。一场异兽的狂欢宴。教育部长抿嘴道。听到这个回答，分身骂骂咧咧，说了等于没说，谜语人统统给噎死，就应该让法王电他一下，要不要把法王他们叫来一块会合？秦泽思索片刻，让他们老实在家多好。在没搞清楚情况之前，秦泽决定暗中观察。几分钟后，教育部长带着秦泽来到了一处避难所大门前。避难所位于江城办公大楼下方，入口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偏僻小门，门口是全副武装的城防署士兵，上百人大排长龙，焦急地等待安检进入避难所。这些人身上的穿着光鲜亮丽，一看就是非富即贵。这里竟然还有避难所！秦泽以为城中的避难所只有4座的，他们都是高层武者的家属。你待会和他们在一起。教育部长嘱咐。透过半敞开的小门，秦泽看到了避难所里的内部环境。外面的门只是掩饰，真正的大门在里面。巨型机械齿轮锁的合金大门与10号避难所如出一辙，公共避难所与之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很快，秦泽发现几辆大巴开了过来，上面下来的全部都是今年5考的前256名考生。人群中，秦泽看到了有些不知所措的谢雪莹。此刻所有人都是懵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教育部长领着秦泽径直走到门口的士兵面前，今年的5考状元，务必保证他的安全。士兵点头，是。教育部长旋即看向秦泽，努力活下来。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秦泽忽然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状元郎，快别在外面了，进去吧。士兵道。秦泽点头，再钻进半开小门，瞬间便开启了庇护空间，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避难所。天空中的5个漩涡越来越大，并且逐渐泛红，整片天空都燃烧了起来，无比绚烂。秦泽没做任何停留，快速奔向城墙。刚有了5天前抵抗受潮的经验，如今城墙上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老地方，秦泽又看到牛牛一行人，几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息，一看就是被抢征的。他们也是够倒霉，刚经历了一场受潮，如今又要面临潮汐。牛之大不住叹气，都怪我，咱们昨天就应该出发的。娃娃脸沉声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先想想怎么活下来吧。望着天空中的漩涡，细狗的声音毫无波澜，活下来？怎么可能？那可是5旋潮汐。秦泽站在几人身边，与他们一起看着苍穹。5个直径将近100米的漩涡在万米高空之上缓缓旋转，中心突然出现一点璀璨的七彩光，这团光亮逐渐扩大，很快蔓延覆盖至整个漩涡。漩涡的外围是火烧一样的红，一直绵延到远处的天际，而漩涡本体却是不断流转着的七色霞光，绚丽多姿的光芒投向大地，简直比北京夜晚的极光还要美。好漂亮啊！娃娃脸不禁感叹。细狗跟着点头，一辈子能够见一次这样壮观的美景，也算是值了。秦泽也陶醉在了这罕见的景色之中。牛之大的声音叫醒众人，准备好，异兽要开始投放了。话音刚落，漩涡在城墙前的空地降下璀璨光幕，大地被光点装饰的五光十色，犹如演唱会的舞台。吼！嗷呜！应！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咆哮，上千头异兽同时从光幕中冲出，而后续的投放还在源源不断。高空上的漩涡，一头头面目可憎的飞行异兽，身上带着绚烂的光辉翻转而出。眨眼之间，一场规模10几万的兽潮形成，它们嘶吼着，狂热地山呼海啸般的朝江城涌来，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如蝗虫群般一望无际。秦泽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潮汐的意思。绚烂多彩、光怪陆离的天空和大地成为了异兽的舞台，美到令人窒息的景象，无数冲锋的异兽，二者搭配，宛若一场绝美地梦魇。守城的武者们甚至握不住手中的武器，他们好想从梦魇中醒来。哪怕是虚空兽投放出的兽潮，与眼前相比，都根本上不了台面。将近20万头异兽，低级异兽只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 A 级到 C 级的中级异兽。秦泽目前还没有看到 S 级异兽，这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还看尼玛呢？忘了原子哥的话吗？快跑啊！法王他们正在往这边赶，人到齐就润。潮汐强度太高了，除非开管理者权限，不然谁能打过？就你整天嚷嚷着上点强度上点强度，现在强度上来了，不能是这个上法呀！咱们还没出新手村就让去打 BOSS。有一说一，人族能存续到现在还是有点东西的。日，能别逼逼了吗？一会寻猎兽该找来了。分身们慌的一批。秦泽已经让法王他们过来会合，人到了后，他便准备开着庇护空间离开江城。他不是救世主，眼前的潮汐已经不是他能对抗的了。随着兽潮兵临城下，火控指挥官一声令下，开炮！几十门城防炮一轮轮齐射，兽潮漫漫无边，炮弹就像一把洒入大海的鹅卵石，掀不起星点浪花。短短几分钟时间，兽潮就已经开始涌上城墙。
工程兽在不断的撞击紧闭的城门，一头工程兽被集火秒掉之后，很快另外一头便顶上。在这光鲜璀璨的舞台上，一个个舞者用鲜血完成了他们的落幕表演。完犊子了，支援再不来连10分钟都顶不住。法王他们拉屎去了吗？婆婆妈妈还不到，咱们要不要下去帮忙？我无所谓，懒得动。异兽太多，我们撑不死几个的。唉，看着被血染红的城墙，乐子分身们的心情变得五味杂陈。秦泽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心悸，像是被某种大恐怖给盯上了。100米外，一头5米高的异兽头顶，秦泽发现一头黑色的直立猎豹正看着庇护空间所在位置。寻猎兽，相貌和遥远描述的没有任何差别。寻猎兽这么快就到，这就是主角待遇吗？爱了，法王，我俏丽吗？墨迹半天不到，干他，怂个蛋蛋！就是咱们一人一个滑铲也铲死他了。狗头军师们向秦泽源源不断输出建议。与此同时，异兽头顶上的寻猎兽动了，只见他躬身朝前一扑，瞬间消失不见。秦泽微微皱眉，心悸感还在。咔咔咔！突然，秦泽眼前的庇护空间出现一道微弱的裂痕，随着裂痕不断扩大，哗啦一下，庇护空间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寻猎兽的脑袋挤了进来，朝秦泽咧嘴一笑。卧槽！猝不及防的秦泽被吓了一大跳，抬手一个大逼都扇在对方脸上。寻猎兽倒飞出去，摔在了兽群里。这诡异的东西要比秦泽想象中的弱，充其量也就2级武者水平。庇护空间被那家伙撕开的口子并未立刻愈合，裂隙边缘不断散发着黑气，像是感染在伤口上的细菌。原本攻城的兽巢突然一滞，异兽齐刷刷扭头看向了秦泽的位置。下一秒，兽巢沸腾了，他们嘶吼着朝秦泽奔来，仿佛狂热的粉丝。就连本已经登上城墙的异兽也跳了下去，前往秦泽所在的那段城墙。秦泽头皮发麻，被寻猎兽撕出的那道口子泄露出了秦泽的气息，或者说是钥匙的气息。怪不得原子哥说寻猎兽极度危险，这家伙虽然没什么战斗力，却会把你给点亮。检测到庇护空间出现裂隙，是否花费5点世界之源修复？修！秦泽没有任何犹豫，倒是早点说有这个功能啊！开始修复。0.04分59秒，秦泽满脸黑线，进度条到底是谁发明的？让我知道他得遭老罪了。见四面八方的异兽都在朝自己这边涌，秦泽知道他不能在城墙上继续待下去了，否则这段城墙用不了几分钟就会被兽群冲垮。秦泽张开双臂，一跃而下，朝城外快速滑翔。寻到气息的兽巢改变方向，开始向城外退。守城的武者们见状，一头雾水。城主，潮汐好像退了。教育部长难以置信。城主眨了眨眼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无法相信潮汐竟然会主动退，这简直和5天前突然消失的虚空兽一样邪门。城主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就算一时退了，又能如何？这是潮汐，不歼灭他们还是会回来。城主，支援应该快到了吧？教育部长道。闻言，城主一声苦笑，抬头看向了天空上5个彩虹般绚丽的漩涡。5旋潮汐，前所未闻。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城主声音嘶哑。秦泽还在天上慢慢滑翔，地上的异兽碰不到他，只能不断跳跃干着急。飞行异兽倒是把秦泽层层包围，奈何庇护空间的口子不大，他们进不来，只能用爪子不停抓裂隙，但他们又不具备寻猎兽的能力，对庇护空间造不成任何影响。秦泽紧握威龙，时刻盯着外面的情况。刚才那一逼斗没把寻猎兽拍死，这货要是再敢出现，秦泽就给他来下大的。果不其然，不到1分钟，那双黑色的爪子又伸进裂隙，并不断向两侧扒，企图把裂隙扩大。没完没了了是吧？秦泽对准裂隙狠狠扣动扳机，砰一声，由气血凝聚的弹丸破膛而出。如此近的距离，寻猎兽只要被命中，结果只有一个击。然而寻猎兽却再度突然消失，威龙打空了。秦泽眉头紧锁，很烦，这畜生不仅有空间折跃的能力，还具有极强的危险感知。咔咔咔，秦泽身后的庇护空间又出现了裂隙。寻猎兽见正面不行，竟开始偷菊花。修复倒计时还有不到3分钟，可寻猎兽要是不解决，就算这次修复好了，还是会被他破坏。秦泽咬了咬牙，解除庇护空间。原本游荡在周围，只是确定了个大概位置的飞行异兽，见秦泽突然出现，瞬间从4面8方扑了上来。而没了庇护空间，寻猎兽和秦泽四目相对，他似乎很惊讶于秦泽敢在潮汐中解除庇护空间。确定这不是在送？就你叫寻猎兽是吧？秦泽眼中雷霆闪烁，趁对方愣神还没空间折跃，小青龙迅速撞进他的脑子。寻猎兽脑袋一歪，一副痴呆状。撕拉了，秦泽体内狂暴的雷霆向四周涌动，在天空编织出一张遮天蔽日的雷网。飞行异兽等级普遍不高，触碰雷网瞬间全身麻痹。秦泽凝聚气血，再次扇出一个大逼兜。这回他可谓是全力输出，寻猎兽的脑袋直接炸裂，无头尸体坠落在地。秦泽赶紧开启庇护空间，几头突破雷网封锁的终极飞翼兽恰好扑来，却是扑了个空。修复完毕。与此同时，倒计时结束，裂隙修复完成。失去秦泽气息的异兽变成无头苍蝇，本能驱使着他们再次涌向江城。呼，后背已然被冷汗浸湿的秦泽长舒一口气，还好有惊无险。要是震动，秦泽打开聊天群，看到原子哥在说话。北境，海拔8000米的云落山常年被积雪覆盖，这里是整个北境，同时也是整个人族的禁地。峰顶矗立着一棵100米高的冰晶雪树，树根、树枝、树干皆由坚冰构成，叶子则是一片片晶莹的雪花。树下，一位一袭白衣、须发皆白的老者席地而坐，茂密的树冠上不断有雪花叶片飘落，他们却会主动避开老者，没有一片落在他的身上。大人，一年轻人慌张地跑了过来。潮汐降临在江城了，是武学。
老者猛地睁开双眸，他的眼睛如古井般平静清澈。通知蓬莱城了吗？老者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年轻人点头，已经通知了。镇守使顾大人正在返回地表驰援。老者轻声道，他还是那么冲动，但来不及了。年轻人低下脑袋。五玄朝夕，江城如今怕是变成了炼狱。遥远在蓬莱城。老者话锋一转，是的。年轻人道，这次潮汐结束，他说能突破8级。老者的眼睛忽然亮了。好，好，密切关注江城的情况。顾镇守使到了再告诉我。另外，让驻守海都的姚镇守使去深渊暂时驻守防线。是。年轻人躬身退下。老者缓缓起身，抬手接住一片飘落的叶子。嗨嗨嗨！他突然不住地咳嗽起来，气息变得极度微密。哗啦啦，兽冠无风而动，无数透明的冰晶洒落在老者身上，他的气息很快得到了稳定。他抬头仰望大树，沉声道：“五玄潮汐都出现了，我们的时间还来得及吗？”哗哗哗，树枝轻轻挥动，似在回应。老者久久沉默，最终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江城退去不久的兽潮又回来了，异兽还在被源源不断的投放。如今兽潮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50万，每个守城武者的心里都是绝望的。秦泽返回城墙，眉头紧锁地看着群聊。遥远，五玄潮汐降临在了江城，初步推测是锚定了上次那个虚空兽。路人甲多少？5玄。仙女布拉什，这回一城的人都要没了。驯兽师增援呢？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江城覆灭。附近的城市的武者为什么不去支援？仙女布拉什，潮汐之前最多只有2玄，5玄闻所未闻，这已经不是普通武者能够对抗的了，就算去了也是徒增伤亡。遥远，目前高级武者大多在蓬莱城，无法脱身，只能等潮汐结束投放，再让高级武者去清场。遥远，这个时候高级武者要是离开蓬莱城，部分防线很可能会失守，届时就不仅仅是一座江城没了那么简单。秦泽明白了原子哥的意思，江城被放弃了，不会有支援。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佳决策。遥远，顾镇守使刚才抗命，已经离开深渊，不知能否赶上。驯兽师要多久？遥远，1刻钟。秦泽扯了扯嘴角，来收尸的话倒是来得及。驯兽师一般潮汐中会有多少驯猎兽？遥远，最多1头。秦泽松了口气，这畜生实在太难对付，还好不是成群结队。遥远，活着才会有无限可能。特意对我说的吗？秦泽笑笑，退出聊天群。城门已经破开了一个大洞，体型较小的异兽通过破洞冲进城。一队城防署士兵赶紧去填洞，可人数太少，仅一个照面士兵们就被异兽撕碎。小草，快用武术！牛志大一刀砍下异兽的脑袋，大声喊道。越来越多的异兽已经爬了上来，再不延缓他们的速度，这段城墙要失守。娃娃脸脸色苍白，明显精神力和气血已经见底。他强撑着发动一轮武术，荆棘快速生长，在墙上编织出一张满是倒刺的地毯。随后娃娃脸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一头大蜥蜴见状扑向娃娃脸，刀男一刀劈出，不仅没能挡住异兽，自己反倒是飞了出去。我去帮忙。细狗赶紧支援，牛牛一人战3头异兽。异兽的咆哮，武者的杀喊，在城墙各处响成一片。秦泽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我们到了。城墙东侧的一间商铺，局域网里响起了吞噬哥和法王的声音。吞噬哥经过休养，现已恢复如初。秦泽沉声道：“怎么说？”法王，什么怎么说？吞噬哥淡淡道：“你心里不是有答案了，还问我们干什么？”巨霸，就是我们这些臭打工人不都听你老板的？千面，俺也一样。秦泽拿出团长专属面具，缓缓戴在脸上。本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归属感，所谓武者，在我看来就是一群傻雕。秦泽看向昏迷中的小草，生死不明的刀男，拼命保护队友的细狗和牛牛，以及前仆后继去堵大门的士兵。现在看来，有些傻雕还是有可爱之处的。有些事现在不去做，我以后可能会后悔。吞噬哥笑了笑，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咱们来这个世界就是来找乐子的。法王十分赞同，快乐就完了。巨霸已经在摩拳擦掌，我已经饥渴难耐了。千面，俺也一样。其他分身们也都叽叽喳喳，谁还没幻想过有一天自己化身救世主降临？现在机会就在眼前，错过太可惜了。有一说一，咱们现在去充其量就是把死亡时间从5分钟拉到10分钟，够了。那个人族镇守使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塔塔开。虽然我是润派，但你们要疯，我就陪你们疯。GKD， 戴好面具。秦泽整理好衣襟，嘴角上扬。既然如此，那就登台亮个相吧，给这个世界见识一下小小的马戏团震撼。城主，顶不住了，异兽已经进城了，兄弟们伤亡过半，江城要沦陷了。城防署署长看着涌进城的异兽，满脸绝望。刚斩杀一头 B 级异兽的城主脸色苍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在看到天空中5个漩涡的时候，他就猜到了人族高层的决策，江城已经被放弃了。冲呀！忽然，震耳的沙喊声在城中响起。城主猛地抬头，一大群戴着各种禽兽面具、穿着黑色西装的武者冲了出来。乌拉！救世主降临！为了乐子，呸！为了，好吧，还是乐子。现在是马戏团时间，马戏团驾到，统统闪开！400多名西装暴徒从各小巷涌出，在中心大街汇聚成一条黑色溪流，冲向大门。他们嘴里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既狂热又悍不畏死的冲锋。城门阵地本已失守，大量 F 级和 E 级异兽涌入，他们正在大快朵颐，啃食着一具又一具士兵的尸体。突然出现的禽兽确实让他们为之一乐，不过很快便转惊为喜，因为活蹦乱跳的食物更好吃。上百头异兽震耳欲聋的咆哮，连地面都在颤抖。面对这一幕，分身们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兴奋了。
手刹是我的，谁都别抢！看你妈看，吃老子一刀！艺术就是派大星，别你妈乱上，能不能有点配合？我就上，就上！众分身如一把利剑，狠狠插入兽群。20来个等级最低的老东西被淬骨组用力丢了出去，犹如投石机抛投。在落进兽群的瞬间，老东西们开启自爆，一个个派大星拔地而起，兽群中立刻出现了真空地带。冲在最前面的分身都是新生代，修为在1级左右。他们趁此机会火力全开，将兽群撕开了一条口子。后面的分身鱼贯而入，200余名分身顺利穿插，仅仅一个照面，兽群就被打懵了。尽管分身的等级普遍要比异兽低一些，但他们却是死战不退。断了腿的用2只手强撑着，也要冲到异兽边上自爆，哪怕死了也得拉上一个垫背的。城墙上城主一众人看到这一幕，久久没能回过神。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斗方式，完全就不把自己的命当命。这些家伙砍起异兽来，仿佛像是在砍瓜切菜。他们就是马戏团吗？城主怔怔的喃喃自语。他曾从执法那里略有耳闻，只是城内各种组织和帮派太多了，再加上马戏团又很狗，他也就没太当回事。今天他却是大开眼界了。小的们，让开点，霸爷爷来了！戴着大象面具的巨霸一边撕碎上衣，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城门，在巨人支配的恐惧下颤抖吧。巨霸的身体急速暴涨，在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一个10米高的巨人。都让开，误伤了别怪我！巨霸的额头上缓缓睁开一个猩红色的树瞳，轰！树瞳发出一道红色光束，直挺挺地射进兽群。从城内的大街离到城门口，在地上烫出了一条深深的沟壑。被命中的异兽瞬间化作一滩碎肉，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擦，3个眼睛还这么瞎，差点给老子射爆了！巨霸不以为然，刚都说了有伤，你不躲远点怨谁？在接连进行了几轮离地后，巨霸开始前进清理剩下的杂鱼。异兽平均3米高，已经算是庞然大物，可在此时的巨霸面前还是不够看。他一脚一个，像是踢皮球一样。F 级异兽被一脚踢爆，1级异兽虽不会立刻毙命，但在倒地的瞬间就会遭到其他分身的疯狂补刀。人头是我的，靠，慢了一步 ，K 头狗 ，K 你大爷！我是凭实力拿的头。在巨霸的带领下，仅仅5分钟，城门阵地竟被奇迹般的夺回来了。巨霸和100余名分身在城门口驻守，法王和吞噬哥则是带着剩下的分身冲向城墙。看我闪电5连鞭！法王全身满是电流，双瞳也变成了金色电团，头顶长出2根黑色尖角，下半身的双腿已经完全电流化。撕拉了！法王挥动双臂，一道道雷霆宛若鞭子朝空中抽出，啪啪啪啪啪！被命中的飞行异兽纷纷坠落，身体不断的抽搐。此时的法王化作全自动防空系统，对着天上的异兽就是一顿抽。终极异兽虽不会被直接抽死，但也能短暂麻痹。士兵们会抓住机会集火攻击。分身来到城墙各处，接管了阵地。吞噬哥一掌将2头异兽拍死，给牛牛解了围。谢谢。牛之大和细狗气喘吁吁，明显已经有些体力不支。吞噬哥淡淡道：下去吧，这里交给我们了。牛之大沉声道：异兽在城墙脚下搭的云梯没拆，他们会一直往上爬。吞噬哥打了个响指，简单，你去把梯子拆了。被点到名的分身骂骂咧咧，老子又不是自爆组，送死的活为啥？交给我们。吞噬哥二话不说，一脚把话痨踹了下去。片刻，伴随着轰的一声炸响，有几头异兽搭成的梯子被炸得七零八落。吞噬哥搞定了！牛之大目瞪口呆，还能这样？在他愣神的功夫，一声声爆炸接连在城墙脚下响起，10几个异兽云梯都被拆了。牛之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第一次见这般不要命的打法。同样被惊掉下巴的还有城主，他的目光不断在巨霸和天上的法王之间来回游走，尤其是门口的巨霸，怎么那么眼熟？真是一群疯子，直接吞噬未进化的魂珠，现在已经彻底异兽化，没几天活了。城主不禁叹了口气，可正是这群疯子在关键之时宛如天神下凡一般拯救了江城。如今各段防线都已稳固，或许江城真的可以守住这波潮汐。城主脑海里不由得冒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有了马戏团加入，守城武者们重新看到希望，士气大涨。那些攻上城墙的异兽被打退了一波又一波。法王3点钟方向出现2头终极异兽，吞噬哥右边又有梯子搭好了，赶紧拆。城门正前方有一小波终极异兽，巨霸快向火控指挥呼叫区域火炮。庇护空间中的秦泽担任起了观察手的工作，发现有威胁的终极异兽，赶紧通知第一时间消灭。秦泽看了眼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再有5分钟，镇守使便能抵达。轰隆隆，整个江城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地下仿佛有地龙翻身。砰！一条黑色的触手从地面伸出，紧紧缠在了城中几十层楼高的商贸大厦上。秦泽面色凝重，高级异兽出现了。轰轰轰！一条条又粗又长的黑色触手拔地而起，城市中心的大楼全部被触手缠绕，旋即化作一片废墟。守城的武者听到身后的动静，回头一看，全都愣住了。10几条100米长的触手不停地挥动，方圆100米内的建筑全部拦腰斩断，开始上强度了。这 BOSS 至少是个 S 级，那个镇守使是拉半道上了吧？怎么还不到？很好，巨霸现在都矮得成弟弟了。巨霸哥别灰心，小小的其实也很可爱。这是开了吧？直接钻地中心开花，还有的玩。分身们疯狂吐槽，一致认为这就不应该是新手村该有的强度。城主面如死灰 ，SS 级，他不由得苦笑，自己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光凭城内的力量想守住潮汐，痴心妄想。秦泽眉头紧锁，果然潮汐不可能一直投放的都是臭鱼烂虾，光这一头高级异兽就足以横扫整座江城。快看天上，局域网里响起法王的声音。秦泽抬头，
天上的5个漩涡正在逐渐缩小，投射到地上的光幕也消失了，这意味着潮汐结束。可守城武者心里并没有多么高兴。5漩涡虽然在消失，并且不再投放异兽，可现在城外还有数十万的异兽，更别说城内的地下还有一个在大肆破坏的 BOSS。这场潮汐终究还是守不住。砰！城市中心的地面突然凹陷进去，一个巨大的章鱼头从里面钻了出来。与此同时，无数密密麻麻的小章鱼从坑洞里飞出，遮天蔽日，连成一片。这些小章鱼平均1米长，每一个都有1级武者的实力。上万小章鱼在天空上凝聚成一片黑潮，朝城墙压了上去。一时间，守城武者腹背受敌，防御阵地再度变得岌岌可危。统统给爷死！法王电力全开，狂暴的电流向章鱼群席卷而去。在触碰到电流的瞬间，小章鱼不断坠落。奈何数量实在太多，是天空中飞行异兽的10几倍。法王的攻击只是杯水车薪。城墙上的防空炮疯狂输出，在上空形成一片密集的弹幕。可仅仅坚持了几秒就被章鱼群突破。这些章鱼的目标十分明确，率先攻击的就是防空阵地和各门城防炮所在的位置。随着一门门大炮被摧毁，异兽再度冲上城墙。由于城防火力被大幅度削弱，这次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们。牛之大脸色苍白，守不住了。一些守城武者的精神再也绷不住，丢下手中的武器就往下跑，立刻形成了连锁反应。大段城墙失去防守，越来越多的异兽冲了上来。分身连忙填补空缺，延缓沦陷时间。吞噬哥一逼都拍死头登上墙头的异兽，淡淡道：“退后，我要出手了。”牛志大愣了愣，都这个时候了，还要继续做无谓的挣扎吗？吞噬哥脱下西装外套扔给了牛牛，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别弄脏了。将此段城墙留给分身，吞噬哥大步流星朝章鱼群走去。牛志大望着吞噬哥的背影，不由得问：“你们不怕死吗？”身为跑商的佣兵，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有人像这般将生死置之度外。吞噬哥潇洒地挥了挥手：“我们已无路可退，有些事终究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牛志大愣住了，心情前所未有的复杂，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夺眶而出。帮我保存好外套，我打赢了就回来拿。吞噬哥陡然加速，冲向法王所在。牛志大搂紧了怀里的西装外套，深吸一口气，他转身面向无尽的兽潮，泛红的眼中战火重燃。你总算来了，我气血见底了，快！天上的法王有些气喘。吞噬哥抛给他一块血晶，法王接过赶紧吸收。看着疯狂反扑的章鱼群，吞噬哥嘴角翘起。现在是暗夜狮子王的表演时间。吞噬哥的身体迅速暴涨，几十条手臂从他的身上伸出，腹部裂开一条深渊大口，几十个拳头同时快速轰出，在吞噬哥头顶连成一片拳雨。靠近的小章鱼统统被轰杀成渣。吼！吞噬哥一声暴吼，腹部的深渊巨口张开，朝天上深深一吸，成百的小章鱼不受控制的坠落，被深渊巨口吞噬。哥，味道真不咋地。吸收完血晶的法王再度御空，打出一套丝滑的5连鞭。你们法王爷爷又回来了。城门口已经堆起了几米高的异兽尸体，可外面的异兽还在疯狂地涌进。轰！伴随巨响，一个重伤的1级分身自爆，带走了2头倒霉蛋。原本守在此地的100多个分身，现在只剩不到1/3。巨霸的右手抓住后颈，五指扣进血肉，用力一拽，抽出一条5米多长的脊骨。给我跪下！脊骨在巨霸手中被抡得呼呼作响。F 级异兽但凡是被擦到一点，瞬间就爆成一团血雾。你最好快点想想办法，这都15分钟了，那个狗镇手使还没到。巨霸对秦泽道：“再想了，再想了。”秦泽 CPU 都快烧冒烟了。无奈之下，秦泽解除庇护空间，章鱼群瞬间改变方向，朝他快速飞来。大章鱼也疯了，10几条触手凌空抽射，想把秦泽打下来。关键时刻，秦泽又开启世界之源，大小章鱼变成了无头苍蝇，转头又攻击人类武者。没有寻猎兽点亮，潮汐期间的异兽只能闻到庇护空间外的钥匙气息。秦泽在关闭世界之源，异兽又改变了攻击对象，在快要冲脸的时候，秦泽又关上。如此反复，也算是给吞噬哥他们减轻了一点压力。然而进行了10几轮后，异兽不上当了。秦泽焦头烂额，无意间瞥见只剩下篮球大小的5个漩涡，他忽然想到了虚空兽消失后留下的空间漩涡。驯兽师遥远，你上次斩杀掉的虚空兽产生空间漩涡了吗？遥远，每个虚空兽被斩杀后，空间门会被强制关闭，都会产生空间乱流和空间漩涡。空间漩涡会回收全部投放出的异兽，具体是什么原因，到现在还不得而知。秦泽眼前一亮，有戏！虚空兽打开的空间门，只有异兽有通行权限，不回收他们回收谁？秦泽心里有个大胆的想法，干！死马当活马医了！钥匙，给我开个门！世界之源剩余15点单位，不足以开启空间之门。秦泽拍了下额头，开门要50点，余额只剩15点。驯兽师世界之源可以交易吗？仙女不拉屎，当然，等第9个猎杀者出现后，我们甚至可以猎杀异族的世界。驯兽师，我说的是现在。遥远，你要做什么？驯兽师，我现在急需50点世界之源，你们有什么办法吗？路人甲，我现在总共就不到40个点。仙女不拉屎，我有30，都修炼用了。悠悠鹿鸣，我有100点。秦泽有些意外，没想到小鹿还是个富婆。遥远向驯兽师转入50点世界之源，秦泽眼前一亮，聊天群果然有转账功能，厉害了原子哥，说给就给，没有一丝犹豫。遥远，够了吗？驯兽师，够了，谢了原子，远前辈，等我攒够就还你。秦泽立刻退出聊天群，开门，是否消耗50点世界之源，开启深渊至泛大陆的空间门？开，请设置通行权限。异兽，通行权限已设置，空间通道正在搭建。0.01分59秒。操！秦泽没忍住爆了粗口，怎么还有进度条？
东侧城墙已经沦陷，数万异兽涌进内城，守城武者全部困守西侧城墙，那里俨然成了一座孤岛。此时江城已经沦陷了，数不清的异兽在城中狂欢，大肆破坏，无数大楼在顷刻间化作废墟。城墙上的武者全灭也只是时间问题。巨霸放弃了大门，带着剩下的分身与吞噬哥在城墙上汇合。秦泽再坚持2分钟，已经再度条了。局域网内的分身得到消息后骂骂咧咧：“行不行啊？到底我与进度条不共戴天，这波咱要给守下来，直接配享太妙。”大章鱼开始向城墙缓缓移动，100米长的触手凌空抽射，瞬间爆了一段城墙。几十名武者连声惨叫都还没来得及发出，就爆成了一团团血雾。大章鱼并没有再继续出手，而是在一旁观望着宝宝章鱼，看他们缓慢收割城墙上众人的生命。砰！南城区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避难所被发现了。上万低级异兽对避难所大门发起疯狂冲撞，他们嗅到了大餐的味道。避难所里已是一片尖叫，听着大门被不断撞击的声音，众人心中满是绝望。妈妈，我们要死了吗？小女孩弱弱地问道。女人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丫丫别怕，妈妈在。轰！随着最后一声巨响，避难所的房顶被掀飞，几个体型庞大的异兽把脑袋给探了进来，异常激动。人们彻底慌了，尖叫、求救、哭声响成一片。小姑娘倔强地抬起头，与那越来越近的异兽脑袋对视。对方张开血盆大口，她甚至能够闻到腐烂的腥臭。妈妈，我看到光了。就在异兽准备将这对母女吞掉的时候，小姑娘的瞥见一道白色流光从天而降。砰！流光重重坠地，小姑娘的嘴张成了 O 型。那是一个身高将近20米、满身雷光、背负4条手臂的巨人。滚！秦泽抬脚踢爆了刚准备吃罐头的 F 级异兽。撕拉了，狂暴的金色电流呈扇形涌向前方的兽群。F 级异兽触碰到电流的瞬间直接被电爆。D 级和 E 级则像是癫痫了一样在地上抽搐个不停。即吞噬、雷电、巨人化于一体的秦泽火力全开，如猛虎下山，瞬间便将避难所前面的几千低级异兽杀穿。不出手，还真以为我是个只会靠分身的废物。城中附近的异兽听到动静，立刻围了过来。正在轰炸城墙的宝宝章鱼也分出1000多铺天盖地朝秦泽飞来。秦泽抬起身后的4条手臂，手掌面向天上的章鱼群，掌心忽然睁开一只红色树瞳。轰！4道红色光束打进章鱼群，数不清的章鱼宝宝如雨点般纷纷扬扬落下，都是1级武者水平的臭鱼烂虾，在完全体的秦泽面前根本不够看。嗖！一道刺耳的破空声从头顶传来，秦泽连忙向边上驴打滚。黑色触手重撞拍在秦泽刚才所在位置，抽出一条几米深、10几米长的沟壑。你过来啊！秦泽起身，6个手同时朝大章鱼勾起食指。面对蝼蚁的挑衅，大章鱼怒了，吼！大章鱼一声狮吼，正在逼近的异兽和章鱼宝宝全都退了回去。嗖！旋即，大章鱼的2条触手一左一右向秦泽夹击而来。秦泽没有躲，身后的避难所有数万普通人，他若是进入庇护空间，这些人都会死在大章鱼的这一击之下。秦泽紧咬牙关，开启短暂的贤者时间，全部分身属性汇聚一处。秦泽的身体属性直逼终极武者。砰！大章鱼的2条触手被秦泽身后的4条手臂抓住，还差了点意思。秦泽咧嘴一笑，大章鱼的眼中的惊讶一闪而逝。虽然这只是他的普通一击，可也不是蝼蚁能够随便接下的。大章鱼陡然用力，噗噗噗噗！秦泽的4条手臂瞬间炸裂开来，暴虐的冲击波将他推出了数米远。嗨嗨嗨！这一击，秦泽感到5脏6腑都移了位，死了这么多兄弟，自己也要搭进去了，值吗？局域网里忽然响起法王的声音，秦泽潇洒的笑了笑，没什么值不值的，老子高兴。啪啪啪啪，160个穴位被接连冲开，同时气血全部迸发，秦泽将一切输出都调整到了巅峰状态。就尼玛，你叫高级异兽啊！今天本团长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人族的勇敢。秦泽的声音如惊雷般在江城上空炸响。妈妈，什么是勇敢？小女孩问。勇敢是当你没开始的时候，明知自己会输，仍然还去会做。女人搂紧小女孩，已是泪流满面。避难所里，万人齐声高喊：干这个狗娘养的，加油！人族不会输！啪！大章鱼愤怒嘶吼，数条触手从4面8方大力拍来。轰！这一次，巨人倒下了，西断城墙。看到这一幕的武者心内无比沉重。他是英雄。审判者忽然道，他面对了一个自己根本赢不了的敌人，没有后退一步。城墙上弥漫着极其哀伤的氛围。气血恢复些许的城主沉声道，他已经给我们做了示范，现在该我们上了。看着城墙下方一望无尽的兽巢，众人的目光变得无比坚定。既然结局已经注定，那就纵情燃烧吧。分身们见状却是一头雾水，他们突然抽什么风？不道，好像是觉得秦泽那狗死了。哈哈，秦泽死了，笑死爹！有一说一，刚才那笔确实有点小帅。可恶，为什么不是我？与此同时，随着巨人倒下，异兽又朝避难所扑了上来，跟这群畜生拼了。避难所里的人纷纷站了出来，将老幼护在身后，望着逐渐逼近的兽群，他们脸上再也不复之前的惶恐。轰！一道红光离进兽群，把靠近避难所的异兽轰杀成渣。区区高级异兽，不过如此。巨人秦泽缓缓站了起来，小半边身子无了，气息极度萎靡，却并没有伤及根本。由气血和天赋能力构建出来的血肉，无了就无了。章鱼瞳孔微微放大，蝼蚁竟然还活着，他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战。这一次，他要使出3成力碾死这只蚂蚁。我已经赢了。秦泽指向天空，不信你看呐。大章鱼狐疑的扭过头，
可天上什么都没有。倒计时结束，空间通道构建完毕，空间之门已开启，剩余时间0点04分59秒。时间结束将自动关闭。秦泽长舒一口气，终于拖到了时间结束。只见一扇几十米高的空间之门在江城上空缓缓展开，紧接着数不清的异兽如同下饺子一样通过空间之门落在了城里。大章鱼无比震惊地看向秦泽，虚空兽？难道是友军？在他的印象中，只有虚空兽才有这种能力，可他从未见过长相如此奇怪的虚空兽。一时间，大章鱼放下了刚准备拍出去的触手，看到突然出现的空间之门，城主一众人眉头紧锁。什么情况？潮汐不是已经结束了，怎么又有异兽在不断投放？卧槽，你在搞什么？人间？你说的大惊喜就是这？嫌我们死得不够快是吧？分身们与秦泽进行了一番亲切热烈的交流。秦泽淡淡一笑，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着还在下饺子的空间之门，他沟通钥匙道：关门。是否消耗5点世界之源强制关闭？秦泽满脸黑线，还收费？关。空间之门已强制关闭，空中的大门瞬间消失，几头刚投放到一半的异兽被分割成无数碎块。紧接着，空间门所在位置刮起空间乱流，一个直径将近100米的漩涡随之出现。漩涡发出强大的吸力，开始强制回收只有通行权限的异兽。几十万异兽全部飞上了天，被空间漩涡无情吞噬。半个身子深埋地下的大章鱼也被拔了出来，他的几条触手牢牢地绑在大楼上，企图对抗空间规则。然而仅仅坚持了几秒钟，大章鱼就像是萝卜一样被拔了起来。在被卷进漩涡的最后1秒，大章鱼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眼神幽怨地瞪着秦泽：骗纸！你根本就不是虚空兽！随着大章鱼被一点点拉扯进空间漩涡，漩涡消失。与此同时，天空中的五玄潮汐也缩成最后一点星光不见，苍穹失去了五颜六色的点缀，只留下了一片翻卷炫目的火烧云。日薄西山，黄昏暖烘烘的阳光洒在西段破败的城墙，江城再次看到了暖阳。守城的幸存者看到这一幕，久久没能回过神来。我们赢了。片刻，有人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赢了？旁人大喊，紧接着是一片欢腾：我们击退了潮汐，活下来了！潮汐就这？有人在大声狂笑，有人泪流不止，有人跪下不停亲吻着地面。城主擦了擦湿润的眼角，声音嘶哑：赢了！没有任何高级武者的支援，江城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五玄潮汐。6啊！拉满了，拉满了！确定没开？江城应该给咱们塑个金身，供起来。怕是没那个机会了。我们只是一群不愿透露姓名的救世主。恢复正常大小的秦泽躺在地上，听着局域往内分身的喧闹，不由得咧嘴一笑。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秦泽正要打开庇护空间闪人，一张小女孩的脸忽然探到秦泽眼前。哥哥，你的面具掉了。小女孩递过来半张黑色面具，秦泽摸了摸脸，只有另外半张白色面具还在脸上。谢谢。秦泽虚弱地坐起身，接过面具。小女孩眨着好奇的大眼睛问：哥哥，你是怎么变成巨人的呀？秦泽抬手摸摸头，当心怀无惧，你就是巨人。小女孩思索，语气坚定：我会成为巨人的。丫丫，快回来！女人跑出避难所，焦急喊道：妈妈，我在和巨人哥哥说话，他说我也可以成为巨人。女孩认真道。女人上前抱住了她，哪有什么巨人哥哥，他就在……咦？小女孩转过身，发现秦泽消失了。另一边，分身们已经在着手准备撤退。吞噬哥、法王和巨霸也恢复成了正常样子。目睹这一幕的城主十分惊讶，竟然能够随意自如地控制异变，闻所未闻。城主想要上前和吞噬哥沟通，毕竟这伙人可是在江城危急之际出现，逆转乾坤。然而对方却二话不说，纷纷跳下城墙，扛着同伴们的尸体消失在了城中废墟。等一下，城主想说自己没有恶意，遗憾的是对方完全没给他交流的机会。要找到他们吗？审判者问。城主回答：既然英雄们想保持神秘，就随他们吧。审判者点了点头。看着天空残阳，城主不禁喃喃自语：不到1星期，以同样方式躲过2次危机，是世界意志的庇护吗？江城上空，一道空间裂隙被撕开，走出一位背负双刀的中年男人。还是来晚了。中年男人看着几乎化作废墟的城市，不由得眉头紧锁。中途折越错了方向，不然还能提早5分钟。令中年男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连一头异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被毁的城市就在眼前，兽潮不可能走远，必须趁着兽潮抵达下一座城市前将其全部斩杀。男人目光四处扫荡，寻找着异兽的踪迹。忽然他看到一座房顶被掀开的避难所里走出一大群人。不仅如此，在一段破败的城墙上，他还看到了武者。什么情况？异兽大发慈悲，放过了这座城市。中年男人困惑不解，落在了西段城墙上。本在庆祝胜利的武者们看到男人出现，瞬间安静下来。城主认出了中年男人，连忙上前迎接。刀王大人，您不是在深渊吗？听到刀王2字，周围的武者们肃然起敬。刀王是从江城走出的唯一一位高级武者，当年手持2柄双刀，几乎是天下无双的存在。这位全江城人都无比崇拜的武者，自从10几年前去了深渊后，便了无音讯。刀王淡淡道：我听闻江城出现五玄潮汐，这才速速返回，这里毕竟是我的故乡。闻言，江城城主的心里十分感动。其他人或许不知道，但他非常清楚，驻守深渊的高级武者没有命令是不能随意调动的，尤其还是在潮汐这个特殊时间。私自离开深渊意味着抗命，就算高级武者也会受到严惩。城主这时忽然注意到了刀王衣服右胸上的金龙刺绣，您突破了。金龙9级镇守使特有标志，他记得很清楚。当年刀王离开江城的时候只有8级。刀王微微颔首，城主立刻单膝跪地，江城城主赵无极恭候镇守使大驾。周围武者心头大惊，纷纷单膝跪地。
人族镇守使，传说中的9级武者，今日有幸见到活的了。刀王沉声道：“受朝呢？”城主抬头将事情经过原本讲述了一遍。刀王眉头紧锁：“你是说突然出现的空间漩涡把所有异兽都给卷了进去？”城主点头：“5天前裂隙头放出了一头虚空兽，那头虚空兽引发了上万规模的兽潮，后来也是同样的原因消失。”刀王感到一阵不可思议，他从未听过这般离奇的事情。事出必有因，他绝不相信空间漩涡会自己出现。刀王抬头看了眼远处的夕阳，既然已经回来了，有些事顺道就去查查。重建江城的重任交给你们了。话落，刀王身后出现一道裂隙，转身走了进去。城主沉声道：“定不负大人所望。”100里外的一座山上，马燕站在山头朝江城眺望，眉宇间满是掩盖不住的担忧。就知道你在这。白羊突然出现，你又违反了规定。马燕沉默。江城就死了些武者，普通人都没事。你那个朋友可是今年的武考状元，更是保护中的重中之重。听到白羊座后面的话，马燕松了口气。我想回去看看。白羊果断拒绝，不行，刚才的镇守使你也不是没看到，这次潮汐的消失蹊跷很大，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江城。白羊的言外之意很明显，这个时候回江城就等于是在送。白羊继续道：“你不是想快点晋升12星座？海都可能会有你的位置。”马燕朝江城深深望了一眼，转身离去。白羊耸了耸肩膀，真是个急脾气。马戏团总部，当初为了节省资金，吞噬哥在城市边缘挑了个地方，由于远离市中心，恰好躲过了大章鱼的破坏。秦泽全身酸软无力地瘫在沙发上，闲着时间还没过去。这波大战分身无了200多，焚尸炉正在火力全开，不停运转。一些重伤的家伙被带回来后直接补掉，扔到炉前排队。死这么多人，大厅里不仅没有一点哀伤的氛围，反而开启了啪，爽了爽了！这回的 MVP 应该给谁？我投巨霸1票，法王吧，防空全靠他了。这是不把我吞噬哥放在眼里。千面在角落瑟瑟发抖。分身们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认为这回的 MVP 给秦泽。最后那波人前险胜确实掉，强度直接拉满。此时躺在沙发上的秦泽忽然感到无比悠闲，危机解除也没什么烦心事。听着分身们絮絮叨叨，秦泽困意袭来。好冷，这是哪儿？秦泽抱紧胳膊，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天空中的雪花纷纷扬扬，大地银装素裹。秦泽疑惑地朝前走，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浅浅的足迹。好大的树！翻过一个小雪丘，秦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棵100米高的冰树屹立于大地，犹如雪花一样的树叶不断落下，壮观的叫人窒息。很漂亮，是吧？秦泽猛地转身，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秦泽警惕地退了退。老登，这是哪儿？他没记错的话，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所以这是梦境。老者没有回答秦泽的问题，而是面带微笑地看着冰树。那是我们的世界之树，也是我们世界意志的集中巨献。世界意志。秦泽仰望大树，随着树冠轻轻摇晃，秦泽脑海里响起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你好。”秦泽还挺有礼貌。世界之树。秦泽大概搞清楚了自己的处境，这老登和树进了他的梦，既然是在梦里，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老者回答：“你可以把我理解成给树浇水施肥的园丁。”又一个谜语人。秦泽无语，到底有事没事？没事，我可就把自己给掐醒了。老者笑了笑：“你倒是个妙人。”秦泽翻了个白眼：“你全家都是妙人。”老者解释：“能被带到这里，说明你得到了世界意志的肯定。”秦泽淡淡道：“我早就被肯定了。”老者回答：“与猎杀者身份不同，能被召唤到这里，说明你已经得到世界意志100%的认可。”老者扭过头，深邃的眸子和秦泽相对：“你是天选之人。”秦泽微微皱眉。老登知道自己是猎杀者，这种隐私暴露在他人视线下的感觉很不好。天选之人有工资吗？老者愣了下，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格局呢？那就是没有了。秦泽撇撇嘴，这天选之人不当也罢。面对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秦泽，老者有点头疼。你难道就不好奇天选之人是做什么的？秦泽摇头，好奇不了一点。老者沉声道：“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用何种手段解决了5玄潮汐，但这是你实打实的功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一直认可了你，以浮游之躯尽神明之责，这就是天选之人。”秦泽一脸无所调位。所以呢？与我何干？我对抗潮汐不是为了什么天选之人，也不是为了神明之责。老者越来越看不懂秦泽。那你是为了什么？秦泽咧嘴一笑：“因为我高兴，千金难买我乐意。”老登，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醒了。秦泽狠狠掐了下大腿，好疼，可是没醒。老者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秦泽：“是世界意志唤你来的，你要走也得得到他的允许。”秦泽看向冰树，挥了挥手：“我可以走了吗？”世界之树。老者淡淡道：“站到树下。”秦泽以为树下有传送阵，快步跑了过去。有个猎杀者的身份已经够烦的了，现在还要给他加 buff， 以后还怎么找乐子？秦泽站到了树下，树冠摇晃，无数星光洒落在他的身上。秦泽似乎感觉到似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没入了灵魂深处。片刻，星光消失，在树冠深处，一颗成年人拳头大小的白色果子缓缓凝聚。秦泽似有所感，刚把头抬起来，他便消失在了原地。老者叹了口气：“你还真是选了个奇怪的家伙。”树冠轻轻扇动，似乎极为愉悦。老者沉吟片刻道：“我很不解，为什么不是遥远？”世界之树没有任何反应，回应他的只有沉默。大人，顾镇守使到了。不久，年轻人在远处通报。老者回到树下，让他过来吧。背着2把双刀的刀王来到树前，他余光看到了秦泽留下了一连串脚印。
晚辈顾鸿昌拜见徐老。老者轻声道：“这些年镇守深渊，辛苦你了。”刀王摇头：“晚辈职责所在，这次来，晚辈只有一事相求。”刀王目光坚定地看着老者：“前辈所托之事，晚辈已经做到。关于天选之人，还望前辈解答。”秦泽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旧躺在沙发上，分身们还在快乐地蹦迪，声音震耳欲聋。秦泽在身上仔细摸索了一番，没少东西，钥匙也没变化。天选之人，秦泽喃喃自语。他穿越到这个世界，还带着一票分身，已经是天选之人了，好吧？秦泽打开聊天群，发现群聊已经炸了，大家都在讨论江城突然消失的兽潮。仙女不拉屎，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五玄潮汐本来就闻所未闻，自己消失的五玄潮汐更是从没有过。路人甲，不管是什么原因，终归是件好事。秦泽挑了挑眉，看来没人怀疑到自己身上，知道他在江城的原子哥肯定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不过只要他不问，咱就装死；要是问了，那就接着装死。仙女不拉屎，深渊潮汐再有2天也能结束，终于能离开蓬莱城了。边缘划水，服了奥，本来快到蓬莱城了，遇到了一群寻猎兽。现在好了，我离蓬莱城越来越远。路人甲，水兄不愧是深渊浪子。书生，丧家之犬。边缘划水，你一个臭读书的懂个屁！再说一遍，我是战略转进。仙女不拉屎，还没恭喜小鹿取得状元呢。话说小鹿准备报哪个武大？悠悠鹿鸣，海都学府。仙女不拉屎，快叫学姐，我就是海都学府毕业的。悠悠鹿鸣，学姐好。这不是巧了，秦泽也准备去海都学府。放眼几十所武大，海都学府是最顶级的，没有之一。而且有秦玉在，还能走个后门。接下来，仙女开始在群里给小鹿全方位的介绍起海都学府，并推荐了几个老师。灰瓶狗秦泽顺带也对海都学府有了一定了解。几天后，江城的重建工作开始，城内居民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规。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除了塌了一半的城墙和大半个化为废墟的城市，已经完全看不出这里曾经爆发过几十万规模的兽潮。街上依旧是人来人往。秦泽报名了海都学府，身为状元，录取同意书隔2天就有专人送到了他的手上。胖子也跟着秦泽一起报了海都学府。不出意外，俩人还能接着当同桌。说起来，胖子的幸运值也算是点满。无论是虚空兽的兽潮，还是五玄潮汐，这货在外面旅游全都躲了过去。班长的成绩其实也可以去海都学府，不过他却选择了石安学院。虽然同样是顶级武大，但和海都学府比还是差了点。秦泽听说石安学院那边似乎给他开了不错的条件。将近2个月的暑假，秦泽一只狗在江城猥琐发育，分身积攒了一小波，同时他也突破了2级武者。突破之后，秦泽的战力不仅又涨一大截，产出分身的数量也多了，如今每天可以有2个半分身。这回去海都，他也打算把全部的分身都带过去。江城已经腻了，是时候开始探索新地图。临近开学，秦泽接到了秦玉的电话，得知了一个噩耗。秦泽，后门没办法开了。我前几天给我那朋友送了些礼物，希望他能关照关照你。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被学校教务司的人带走了。秦泽不禁扯了扯嘴角，你可真是他的好朋友。秦玉弱弱问，你什么时候到？秦泽看了眼车票时间，明天下午到。青姐再三保证，明天一定去车站接他，然后带他领略海都的风土人情。秦泽把屋子收拾干净，站在门口向里看了眼后，锁好大门。海都，我来了。到达世界最高城海都。阿伟，串台了，太美丽了海都，终于出新手村了，快让我吸第一口新地图的空气。还得是大城市，好多腿。秦泽走出海都车站，入眼皆是繁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车水马龙的街道，来来往往的都市丽人。相比之下，江城纯纯穷乡僻壤。海都武者的密度少说是江城的10几倍，在江城，武者可是个稀罕物。然而此刻和秦泽擦肩而过的10个人里，至少7个身上有浓郁的气血波动，真正诠释了什么叫斗尊多如狗，斗圣满地走。秦泽不错，我喜欢大城市。为了开源节流，吞噬哥等一众分身全都是依附在秦泽身上一起过来的，一张车票就搞定。刚下车，分身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探索新地图。秦泽找了个犄角旮旯的厕所，准备把他们放出来。一块，厕所门口的老头向秦泽伸出右手，入乡随俗。秦泽抛出一个硬币走进厕所，撇了撇嘴，我讨厌大城市。片刻，一个个分身鱼贯而出。老头惊呆了，他难以置信的揉了揉眼睛，啥时候进去了这些人？我老年痴呆了。半小时后，秦泽神清气爽的走出厕所。吞噬哥等一众300分身全都出去打野了，争取在天黑之前给马戏团找一个新的根据地。秦泽来到车站门口等了会，果然秦玉老贼没来，就这还想让我带着飞升？嗡！引擎震耳的咆哮声在远处响起，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停在了秦泽面前。帅哥，搭车吗？驾驶位上的秦玉摘下墨镜，露出水汪汪的大眼睛和一张圆润精致的鹅蛋脸。秦泽淡淡道，我妈嘱咐我出门在外不要随便上陌生人的车子。秦玉吹了个不伦不类的口哨，别怕，姐姐不是坏人。周围的路人纷纷朝秦泽投去了羡慕的眼神，他们恨不得取而代之。少走10年弯路的机会可不多，更何况还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快上啊，少年！秦泽故作纠结，好吧。行李扔进后备箱，秦泽坐进跑车扬长而去，留下一群人羡慕嫉妒恨。怎么样？刚才给你长面子吧？秦玉不停邀功，哪来的车？别告诉我你租的。秦泽道。秦玉拍拍方向盘，我闺蜜的，反正车库里那么多车，她一个人也开不完，我帮帮她。秦泽扯了扯嘴角，你还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闺蜜。秦玉不知是没听出小老弟的嘲讽，还是不以为意，自顾自快乐地哼着小调。先去哪儿？海都学府，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到。收到。秦玉油门踩到底，
引擎声响彻大半条街，一路火花带闪电，姐弟两人迅速杀至海都学府。嚯，真气派！看着几层楼高的大门，秦玉不由得感叹：“我去报道了。”秦泽开门下车，秦玉道：“晚上一起吃饭。”秦泽挥了挥手：“改天吧。”海都的区域，吞噬哥等一众分身正在探索，他打算晚上也跟着一块热闹热闹。秦玉点了点头：“过段时间我闺蜜生日宴，到时候我来接你去吃席。”又嘱咐了秦泽一番后，秦玉才发动车子离去。秦泽经过打听，来到报道处完成报道，拿到了海都学府的学生证以及正式序列的武者证。根据报道处的人说，秦泽所在的是状元班，都是各个城市的天骄。海都学府的宿舍条件一般，大一新生全部都是4人寝，2人寝室或者是单人寝室，需要大2以后凭功绩兑换。秦泽倒是不觉得4人寝室有什么，人多反而更热闹。推门寝室大门，4张床有3张已经有人了。泽哥，胖子噌一下从上铺跳了下来。秦泽有些意外，没想到2人分到了同一个宿舍。这货旅行的最后一站就在海都，索性直接待在海都等开学。另外2人听到门口的声音，只是回头看了眼，随后各自做自己的事去了。Big 胆，竟敢无视我泽哥，太放肆了，这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那长头发的小白脸真是没一点洋气，莫非是 TD 同学？分身们对于2个新室友的表现异常不满。秦泽倒是理解，都是状元天骄，目中无人也很正常。你也分到状元班了？秦泽问。胖子摇头，我听你的建议报的武术班没有空寝室，我被调配到这里来了。报名的时候，秦泽再三对胖子嘱咐，一定要选武术。等去北境，从边缘划水拿到手杖，胖子直接起飞。秦泽开心地拍了拍胖子的肩膀，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胖子委屈巴巴，可我一直都很胖。秦泽十分无语地翻了个白眼，怂个屁，我带你飞，你现在菜鸡只是一时的。胖子坚定地点头，泽哥，我信你。秦泽很快收拾好自己的铺盖卷，随后看向另外2个自闭室友，一个在冥想，一个在看书。冥想的家伙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面部线条柔和，正如分身所说，身上没半点阳气。另外那人剃着干净利落的平头，个子矮趴趴，像是腿被锯掉一截。那个大长头发和小平头，对，就喊你们呢。2人听到秦泽的声音，同时看了过来，面露不悦。秦泽拽过一把椅子，大刀阔斧地坐下。既然一个屋住着，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是这个寝室的老大。没毛病吧？大长头发和小平头同样是武考状元，岂能受得了这种挑衅？他们气血瞬间迸发，修为1级出头，一副准备教秦泽做人的架势。秦泽轻哼，2级武者的威压席卷寝室，将2人的气势对冲抵消。2人大惊，18岁的2级武者，开了吧？老大好。小平头率先开口，大长头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要不要怂得这么快？你呢？秦泽对长发男道。老大好。秦泽满意的点了点头，收起威压，很好，和睦最重要。胖子不由得朝秦泽竖起一根大拇指，还得是我泽哥。不到1分钟时间就收服了2个小弟。秦泽起身道，时间还早，老大带你们出去溜达溜达，把你们这的特色菜都给我上一遍。夜幕降临，秦泽宿舍4人在校外随便找了一家餐馆。胖子财大气粗，他每次在这种时刻总能找回自信。4位是刚到海都吧？老板问。秦泽淡淡道，海都学府。老板正色几分，海兽是我们海都的特色，拿来做食材，普通人吃了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武者吃了能够炼体淬骨，增长气血。秦泽惊讶，确定不是异兽？异兽的肉不能食用，含有剧毒，9级武者吃一口也顶不住，那就给我们1人上一份。胖子大手一挥，老板解释，你们4人1份就够了，还不一定能全吃完，更何况这价钱。胖子面露不悦，哪那么多废话，让你上你就上，不就是钱吗？我爸有的是。老板点头称是，乐呵呵地跑去厨房吩咐开火。老大，海兽肉确实很顶的，以前家里人给我吃过，吃几口气血就会沸腾。小平头开口道，迫于威压，他和长发男都认了秦泽当老大。小平头名叫怀旭， 1.3级，宿舍排行老3。大长头发文景， 1.5级，排行老2。胖子老4，毕竟现在是个连1级都不到的弱鸡。你老大我很能吃。秦泽无所谓道。文景忽然说，明天迎新会，我们是否准备一下？秦泽回答，我不会唱不会跳的，就不参加了，你们随意。文景和怀旭愣了愣。胖子小声解释，泽哥，迎新会不是唱歌跳舞。秦泽摆手，讲相声我也不会。胖子扯了扯嘴角，也不是相声，其实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单方面挨揍。秦泽，啥玩意儿？胖子算是看出来了。秦泽入学之前真是一点关于海都学府的信息都没查。文景沉声道，迎新会是海都学府的老传统了，大2的学生和新生对战，1对2，美其名曰磨练新生的战斗意志。怀旭冷哼，就是老鸟想要装逼给咱们下马威。胖子补充，迎新会挑战赛是自愿报名的，像泽哥你们的状元班几乎每年都是全员报名。怀旭高傲地抬起头，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我们天骄皆是一身傲骨不输于人，你说是吧老大？文景无语，你还真是铁骨铮铮。秦泽问，老鸟几级？文景，不会超过3级。秦泽顿时没了兴趣，欺负几头烂蒜，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致。泽哥你要上吗？胖子问。到时候再说吧。文景沉吟片刻，无论输赢，我建议你最好参加。你是我们这届新生中最有名的，破了通天塔的记录，无论老生还是新生，他们都期待你在迎新挑战赛上的表现。你要是不露面，他们都会认为你是缩头乌龟，对你名声不好。秦泽挑了挑眉，合着我还是带明星了。怀旭握了握拳，老大，到时候咱俩一起，输也不会输得太难看。秦泽心里感到一阵好笑，大2老鸟有潮汐难杀。
海兽来喽！老板将4盘色香味俱全的海兽肉端到了桌子上。事先说好，你们吃不了也不会退。胖子道：放心，不会差你钱。我先来尝尝。胖子迫不及待夹了一口肉，瞬间面色通红。不行，吃不下了。胖子一副快要被撑死的样子。怀旭吃了3口，文景吃了2坤口。两人放下筷子，立刻开始冥想。老板幸灾乐祸，就说你们吃不了吧。有钱人都好面子，就算吃不了也不会打包。剩下的4盘菜2次加工，还能再卖一波，赚妈了！让我看看怎么个事。秦泽来了兴趣。当海兽肉入口的瞬间，他全身的气血便沸腾了起来。肉质 QQ 弹弹，蕴含很丰富的气血，只是这股气血极为狂暴，必须得立刻炼化，不然会造成气血紊乱。秦泽并没有这个顾虑，吞噬能力发动，在狂暴的气血也得乖巧的像个小媳妇。味道不错，这东西的效果堪比聚气丹。秦泽能感觉到气血增加了那么一捏捏。检测到世界之源，是否回收？秦泽一愣，卧槽，海兽肉里有世界之源？回收？已回收世界之源100万分之1个单位。秦泽看着眼前的海兽肉，眉头紧锁。世界之源由世界产出，世界猎杀者通过钥匙获得并保存。海兽为什么会有？老大，你也吃不了了？怀旭有些诧异。秦泽才吃了一口，他可是2级武者，不应该啊。秦泽摇摇头，3下5除2将一盘海兽肉消灭。宿舍3人和老板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你们还吃吗？3人摇头。秦泽拿过剩下的海兽肉，不到5分钟全部吃光，拿起张餐巾纸擦了擦嘴角。回收世界之源100万分之2，4盘海兽肉加一起提供了100万分之2个单位的世界之源，也就是肉中世界之源的含量是不固定的。老大，你没事吧？怀旭看向秦泽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就算是3级武者，也不可能一人吃掉4盘海兽肉。秦泽摇了摇头，随即问向老板：海兽肉在哪儿买？老板回过神，渔人码头，每天早上都会有出海的武者回来，他们会顺带卖途中猎杀的海兽。秦泽立刻在局域网里对打野的一众分身下达了指令，去渔人码头。吃完饭，4人组又在附近的夜市逛了逛。正值开学季，学校门口的一条街十分热闹，好看的学姐随处可见。深夜，4人组回到宿舍，胖子和怀旭已经勾肩搭背，像是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个明烧，一个暗烧，俩人倒是挺搭。文景是个沉默寡言的性子，虽然表面看着没半点洋气，但举手投足给人的感觉并不娘。总之是2个有趣的新室友。关于海兽，秦泽有些疑问。在床上躺下后，他打开聊天群，准备问问驯兽师：你们吃过海兽肉吗？路人甲：没吃过，不过听说是海都特产。仙女不拉屎，我上次去海都的时候吃过，炸完咖崩脆，可以小幅度提升气血。边缘划水：海兽肉啊，我上一次吃还是在上一次。边缘划水：不出半个月我就能到蓬莱城，到时候去海都狠狠大吃一顿。路人甲：水兄终于逃脱越族追杀了，可喜可贺。仙女不拉屎，要不然你跟追杀你的越族人在一起吧，潮汐期间还对你不离不弃，太好磕了。眼看聊着聊着话题又要歪，秦泽赶紧扳回正轨。驯兽师，话说你们上一次吃海兽肉是在什么时候？仙女不拉屎，半年前吧，重返母校，回顾了下学生时代的味道。秦泽记得没错的话，仙女是1年前得到的钥匙。驯兽师，除了增长气血，你当时没有其他感觉吗？仙女不拉屎，吃撑了有点想拉屎算吗？驯兽师，边缘划水，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仙女不是不拉屎的吗？仙女不拉屎，本仙女拉屎也是香的。路人甲，咱们还是换个没味道的话题吧。看着聊天群内仙女的回复，秦泽微微皱眉，明明大家都有钥匙，为什么只有他检测到了世界之源？还是说仙女在撒谎？从边缘划水的回答来看，他同样没有提取到世界之源。秦泽若有所思，海都、海兽、世界之源，到底有什么联系啊？喂，头秃，仙女不拉屎，小鹿报道了吗？悠悠鹿鸣已经在宿舍了，室友们都是很好的人，大家还一起去吃了饭。悠悠鹿鸣艾迪驯兽师，我也吃海兽肉了，只吃了3口就有点撑。秦泽忽然想到，小鹿也是状元，那他们岂不是在一个班？仙女不拉屎，刚突破1级武者，能吃3口已经很强了。驯兽师除了气血，还有其他感觉吗？悠悠鹿鸣没有。秦泽喃喃自语，奇怪，貌似真只有我能察觉到海兽肉里面的世界之源。仙女不拉屎，明晚有一场老鸟针对新生的挑战赛，小鹿别参加。仙女不拉屎，他们都是2级武者，至少下过一场深渊，有战斗经验，你上场只会被吊打。悠悠鹿鸣，可是我已经报名了哦。仙女不拉屎啊！悠悠鹿鸣，室友说不能让那些老生看扁了，输也要输得光明磊落。秦泽直呼好家伙，你的室友莫非是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怀旭？仙女不拉屎，那小鹿你只能自求多福了。要是只有在猎杀意境中才会彼此感应。不过秦泽依旧打算明晚去现场，看看能不能把小鹿给找出来。边缘划水，老鸟欺负新生，这是什么傻鸟传统？还得是我们石安学院老鸟和新生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仙女不拉屎，团结友爱有个屁用，武者是锤炼出来的。上次百校联赛，石安学院可是被海都学府按在地上锤。边缘划水，放屁，分明是你们使盘外招。仙女不拉屎，盘你妹，兵者诡道也。仙女不愧是1代剑仙。边缘划水说一句的功夫，仙女都能蹦出来5句。几个回合过后，边缘划水就没了动静。啧，水兄这是被单方面吊打。秦泽笑着退出聊天群。关于海兽，吞噬哥他们已经在调查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有眉目。次日一早，渔人码头，咱们这船能出海？法王看着眼前这艘打了几10个补丁的小帆船，对此持怀疑态度。
船边上几个拿着锤子和锯子的分身大为不满。我们一晚上就给做出来了，知足吧你？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技术？放心好了，我对着图纸一笔一做的，不会出差错。正在看图纸的分身忽然把图纸上下调了个方向，等等，好像看反了。靠！怪不得打了这么多补丁，你对着图纸反着造的。法王绷不住了，图纸分身尴尬的挠挠头，问题不大，我保证能浮起来。法王无语，咱们就不能买条船？巨霸，秦泽那狗说了，该省省，该花花。一条好点的船几十万不值当，让我们自己 DIY。法王骂骂咧咧，合着不是他做。吞噬哥昨晚已经找到了新的马戏团总部，正在带着一票分身搞基建，探索海兽的任务便交给了法王和巨霸。两人扛起小船走进大海，谢天谢地，船真的能浮起来。图纸分身洋洋得意，我就说吧，指定行。法王和巨霸跳上帆船，又带上10个分身，给咱们的船起个名字吧。巨霸提议。法王想了想，雷电法王号。巨霸翻了个白眼，还不如无敌巨霸号。旁边分身灵光一闪，飞翔的马戏人。最终，飞翔的马戏人全票通过。法王站在船头，双手掐腰，飞翔的马戏人起航。白色的船帆缓缓展开，破烂的小船以龟速摇摇晃晃驶向深海。此时正是出海时间，渔人码头上大大小小几十艘船离港。飞翔的马戏人是最先出发的，却不断被其他船甩在后面，很快沦为了最后一艘。奶奶爹，开这么一艘破船，怎么猎杀海兽？法王眼中雷霆闪烁，准备对前面那艘超船鸣笛的轮船来发大的。冷静！巨霸见状赶忙阻止，咱们是来调查海兽和世界之源的联系，低调一点。法王冷哼一声，鼻孔间喷出2道微弱电流。经过1小时的漫长航行，一行人总算是抵达了海兽猎捕区。周围有10余条几千吨排水量的大船，船边架设着特制的5具大炮。他们先是撒下100斤饵料，等海兽过来觅食时，重炮齐射。用不了多久，被击中的海兽就浮了上来。法王等人首次目睹了海兽真容。所谓海兽，就是体型变大了的海洋生物，体长至少10几米，跟钓鱼一样，挺简单的。法王淡淡道。旁边的分身突然说：“我们没带饵料打窝，这些海兽平时都在深海，不浮上来，我们很难抓。”法王看着他咧嘴一笑：“谁说我们没有饵料打窝的？”分身面色骤变：“我俏丽。”话还没说完，他便被法王一脚踹下了船。我不会游泳。分身在水里不停地扑腾。法王淡淡道：“废话，你会不会游泳我还不清楚。我俏丽，咕噜噜，妈，咕噜噜。”法王担心这货还没等海兽来就记了，往他身上扔了个随船携带的小黄鸭游泳圈。这波要是成功猎杀到海兽，你是头功。分身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套着游泳圈来回扑腾，一会仰泳，一会自由泳，一会诱狗刨。然而过去了半小时，海面下也没有丝毫动静传来。行不行啊？分身感觉自己快要泡囊了。法王想了想，放点血。分身操！接过法王递过来的刀子，分身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对着自己大腿来了下狠的。法王咧了咧嘴：“你不能轻点扎。”分身洋洋得意：“你懂个屁，长痛不如短痛。”血色很快便在海面上蔓延开来。法王嫌不够猛，又扔下去一个分身，同时放血。不远处，一艘正在打捞海兽尸体的渔船甲板上，船长看着法王等人的一通操作，不禁满头雾水。他们在做什么？边上的大副乐道：“没带饵料，估计是在打窝。”船长闻言瞪大了眼睛：“肉身打窝，他就没见过这么溜的。”大副不以为然：“一群别地方来的土包子，估计是听到了海兽利润高才出海的。出海至少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那么一艘小破船，海兽拍起一个浪就能给掀翻。”船长点了点头，而且海兽也不会单靠血肉就能吸引来，让兄弟们加把力气，今天可是大丰收，争取中午之前完成打捞，顺便去趟千流岛。昨晚联系了一批货，明早之前得运回海都，早点完工，晚上我请兄弟们喝酒。大副顿时眼前一亮，我这就去和兄弟们说。看着还在不停折腾的法王一行人，船长不禁一声嗤笑。他这艘船满载排水3000吨，船上79名水手，并且全部都是1级武者。船上2台起吊机，8门5具大炮，再加上他这个2级武者压阵，这才敢出海猎杀海兽。放眼周围猎杀海兽的船，哪个不是类似配置？仅凭借一艘满是补丁的小帆船，想和海兽扳手腕，痴心妄想。真的没有了，一滴都没了。2个分身脸色惨白，没有丝毫血色，哪怕不用游泳圈，他们自己都能飘起来。法王的双眼如探照灯，在附近的海域来回搜索。为了避免那几艘大船开炮惊扰了刚打好的窝，他特意离远打的窝。这都过了2小时，除了他们，只剩另外一艘大船还在打捞海兽尸体。2个分身的血都放干了，也没看到半点海兽的影子。法王想了想，发出气血波动。闻言，2分身有气无力地运转气血，如狂风中的烛火，随时都会灭掉。片刻过后，海面下有团巨大的黑影快速游了过来。法王第一时间发现，来了，这个窝总算是没有白打。钓鱼老勇不空军，准备来大的了。法王话音刚落，哗啦一声，10多米高的水幕冲天起。远处不久前还在鄙视法王一行人的船长闻声转头，差点没惊掉下巴，还真让他们给钓上大的了。原本平静的海面变得波涛汹涌，2套着小黄鸭的分身如浮萍般随波逐流，消失了。法王面色凝重，那团黑影刚才突然无了。就在这时，2个分身下面黑影再度出现，并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海面。找到你了，撕拉了。法王身上雷霆闪烁，御空而起，哗啦，2米多长的血盆大口在分身下面张开，直接将他们吞进肚子里。同时，半个身子在惯性的带动下跃出水面。那是一条50米长、头顶独角的巨大鲨鱼。隔壁船的船长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大副也在紧张的直咽口水。船长，要不要帮他们？
帮个锤子，3级海兽，危险程度太高，没有完全准备，谁敢不杀？海兽也是分等级的，和武者一样，从低到高也是1级到9级。这片海域都是低级海兽，甚至3级很少见。平时猎杀的也只有1、2级。海兽与异兽不同，同等级下海兽要比武者弱很多。不过这是在海里，武者在船上被束缚住手脚，无法发挥出100%的力量。海兽则不同，这里是他们的主场。正因如此，1、2级武者的捕猎船没有充足的准备，不会和3级海兽硬刚。快掉头，别被波及了，他们自己找死，怨不得别人。船上立刻下令润，剩下的半具还没来得及打捞的海兽也不要了。另一边吞掉2个分身后，独角鲨回到水里，猛地甩尾，想要把小破船掀翻。然而天上的法王可没给他这个机会。当我使出这招10万伏特，阁下该如何应对？金色闪电从法王身上冲天起，重重砸在了独角鲨的尾部。水里本就有着极强的导电性，独角鲨瞬间被雷了个外焦里嫩，尤其是尾部被直接命中的那块肉已经熟透了。生活在深海中的独角鲨从未见过如此可怖的力量，它扭头扎进海水里就要跑，轰隆隆。然而惊雷再起，这次法王瞄准了对方头顶的哪根角，独角如同避雷针，把电流导向全身，独角鲨进入了僵直状态。巨霸趁此机会，额头上第3只眼睁开，射出红光，洞穿了硕大的鲨鱼头。独角鲨浮在海面上一动不动，鲜血霎时间在海面弥漫开来。搞定！法王挥了挥拳，这要是打游戏，屏幕右下角已经弹出了成就提示。独角鲨50多米长，浮在海面上犹如一座小山，小船连10米都不到，怎么把独角鲨运回去成了大问题。我觉得在考虑鲨鱼怎么回去之前，不如先想想咱们怎么回去。突然有分身道，站在船头的法王低头一看，水已经到了小腿肚子，船正在一点点下沉。我就说这船不行。法王一脸黑线。那个分身回答，是你第一波雷劈到了，你比巨霸还下。就在几人一筹莫展之际，刚润走的渔船又回来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船长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几个外行加上一条小木船，竟干翻了一头3级海兽。刚才那漫天狂暴的雷霆，看得他头皮直发麻。大副咽了口唾沫，脸上的表情也不复之前的轻视。船长是天赋能力者。闻言，船长点了点头。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拉响汽笛，靠过去。法王也注意到了逼近的渔船。别紧张，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们需要帮忙吗？站在甲板上的船长率先开口。他看到水已经快淹没整艘小船了。然而诡异的是，小船竟然还没沉。他不禁感慨，造这个船的人还是有点东西的。能帮我们运回海都吗？我们会出运费。法王道。船长摇了摇头，我们要去千流岛，可以把你们带上。千流岛有很多货船，你们可以在那找一艘回海都。巨霸眼前一亮，捅了捅法王。新地图。法王明白了他的意思，没人能忍住跑星图开荒的诱惑，那就麻烦你们了。船长笑笑，没什么麻烦的，互帮互助是大海上的传统。起吊机快速下降，不到1小时的功夫，硕大的独角鲨就被拽上了船。巨霸把飞翔的马戏人扛起来放在甲板。船员对于这一举动十分不解，在他们看来，这艘小船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巨霸固定号马戏人解释，这是我们出海的第1艘船，有纪念意义。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巨霸没说。飞翔的马戏人要是不带回去，造船的那几个货肯定会跳脚。渔船拉响汽笛，掉头驶向千流岛。秦泽宿舍3人组吃过早饭后便前往教学楼。正式上课是明天，待会有场班会。独角鲨的尸体法王一直在守着，只不过法王身上没有钥匙，无法确定这大块头身上有没有世界之源，要等把尸体带回来才能确认。一路上，法王旁敲侧击，大概搞清楚了千流岛的情况。千流岛原来只是个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的小岛，周围满是暗流，连渔民都很少靠近。1个世纪前，岛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通往异界的入口，无人问津的千流岛瞬间变得炙手可热。接下来几十年不断人工扩建，千流岛现在已经是个1万平方公里的大岛。由于不断有武者进异界探索，千流岛上的生活设置也十分完备。另外，海兽也几乎是和异界入口同时出现的。越靠近千流岛，海兽的等级越高。秦泽对岛上的那个异界充满了兴趣。按照船长的描述，有点类似修仙小说里的秘境。秦泽让法王和巨霸先去岛上看看，自己等到周末抽时间再去。咱们状元班总共54人，男41，女13，狼多肉少啊。走进教学楼，怀旭不禁感叹。文景冷哼，武大不是让你谈恋爱的。怀旭耸了耸肩膀，我知道，可种族延续也是大事啊。生育率总和要是低于 2.1， 种族可是会灭亡的。文景懒得搭理这货。3人走进阶梯教室，来到后几排，教室里已经坐很多人了。老大快看快看，他好可爱。刚坐下没一会，怀旭就疯狂扒拉秦泽。秦泽朝怀旭指的方向看了过去，班里13个女生全部坐在了一块，其中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妹子格外引人注目，个头不高，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穿着印有卡通图案的外套，这与秦泽潜意识中小鹿的形象100%吻合。找到了。怀旭在手机里翻出了名单，陆彤彤，清泉市状元，天赋能力者，具体什么能力没有详述。陆彤彤，悠悠陆明。秦泽已经差不多可以确定他俩是一个人，只是目前还没有实锤证据。踏，门外响起清脆的高跟鞋声，一个身材高挑有致的漂亮女老师走了进来。教室瞬间安静，5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在了老师身上。怀旭不禁喃喃自语，有这样的老师，我肯定好好学习。旁边的文景满脸鄙夷。秦泽愣神了好久，直到怀旭扒拉他才回过神。嘿嘿嘿，老大也喜欢这种类型的。秦泽微微皱眉，他愣神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讲台上站着的是姚老师。秦泽忽然想到了最后一次见面时姚老师说的话，他竟真上武大来当老师了，就离谱。
姚老师注意到了后排的秦泽，微笑着朝他眨了眨眼。老大看到没？他刚才在对我笑。怀旭激动不已。秦泽思绪飞扬，原子哥和姚老师是亲戚，千面地魂珠也是姚老师给的，吃的嘴软，拿人手短。姚老师要是对他提出无理要求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接下来4年，我就是状元班的班主任了。无论是修炼还是生活方面，有不懂的都可以问我。迈入武大，意味着你们已经成为了正式武者。武者不是过家家玩游戏，而是要直面无数次的生死。你们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变强，要不断的变强。教室内的气氛变得有些许沉重，姚老师莞尔一笑。今天是开学第1天，大家都做个自我介绍，彼此认识一下吧。就从秦泽同学开始。秦泽走上讲台，大家好，我是秦泽。说完，他立刻回到原位置坐下。姚老师笑笑，秦泽同学挺沉默寡言的，今年武考刷新了当初人族剑仙的通天塔记录，不出意外，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有人超过。武者慕强，周围的同学们纷纷朝秦泽投去了崇拜和热烈的眼神。班长就让秦泽同学来当，大家没有意见吧？姚老师看了看众人，很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关于晚上的迎新挑战赛，历年我们状元班都是主角，今年也不例外。晚上就由班长带队参加，班长没问题吧？秦泽呵呵，没问题。同学们很快轮流自我介绍，叫什么，来自哪儿，修为等级，兴趣爱好这一套。我叫陆彤彤，清泉市人，1.2级武者，同时也是天赋能力者。我的能力目前还不太好透露。陆彤彤的可爱外表获得了热烈掌声，他红着脸快速跑回座位。大家自我介绍完，姚老师又说了些学校里的注意事项。班会就开到这里，明天正式开始上课。班长来我办公室一趟，你在武考上的表现真的让我十分惊喜。我没看错人。姚老师坐在椅子上，2条修长的腿上下搭在一起。所以姚老师准备让我做什么？秦泽道。姚老师微微一笑，确实有件事，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个问题要问你。秦泽，什么？姚老师直视他的双眼，沉声道：你是想一辈子碌碌无名，还是想去更大的世界，立于万万人之上？秦泽沉默片刻，露出一口小白牙。其实我现在已经是代明星了。姚老师愣了愣，没想到对方会是这个回答。你是指通天塔记录，还是武考状元？都算吧。秦泽心里暗自道，其实我还是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救世主，这些加一起应该不算碌碌无名。姚老师叹了口气，格局小了。姚老师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我先前的投资现在到了收取回报的时候了。姚老师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黑色卡片，飞给了秦泽。卡片通体白色，中心有一只黑色渡鸦。2个月后去上面的地址，有场考验在等着你。通过后，你会得知一部分世界的真相，拿到新舞台入场券。若是失败，就当我之前的投资打了水漂。你只有一次机会，争取参加考验前突破2级。秦泽想说他已经2级了，另外自己又是猎杀者，又是天选之人，这个世界还有自己不知道的真相。说出无知身份，吓入一跳。秦泽看了看卡片，上面没有地址。姚老师道：时间到了就会有。见秦泽还不走，他不禁问：你还有事？秦泽嘿嘿一笑：姚老师知道沉没成本吧？你之前又是给我魂珠，又是给我淬骨叶4项功的，我要是没通过，你这沉没成本也太大了些。姚老师觉得秦泽没憋什么好屁，所以呢？秦泽理所应当道：所以我的建议是，姚老师现在立刻追加一笔投资，保证我能顺利通过考验。我也不需要别的，你再给我一颗 S 级的魂珠就成。区考验我必手到擒来。姚老师似笑非笑，只说了一个字：滚。好嘞。关上办公室的门，秦泽无奈，这女人咋就那么暴躁呢？我也是在为她着想。秦泽把黑色卡片收好，没想到姚老师也是个谜语人。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办公室里，沉思中的姚老师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邀请卡给他了？给了，只是他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或许我这次真看错人了。对面的姚远笑了笑，他身上的绝活可比你想的要多得多，最起码入门考验没问题。姚老师淡淡道：希望如此。你什么时候离开深渊？姚远道：大概率赶不上你的审判者考核。心里的小算盘被发现，姚老师老脸一红。我不需要你帮忙好吧？说罢，他立刻挂断电话，往椅子上一瘫。烦死了！明天早上5点出发回海都，你们别迟到了。船长对正下船的法王一行人嘱咐。在得知帮他们的这艘船晚上在千流岛装完货，次日便返回海都后，法王便决定不找其他船了，明天和他们一起回去。反正也不赶时间，正好顺便探索一下千流岛。没问题，我们不会迟到的。打了声招呼后，法王等人下船，只留下一个分身守着他们的战利品。千流岛的码头很大，能保证10艘大型货轮同时作业，栈桥上的人更是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法王没看到几个普通人，几乎全是武者。秦泽那狗的意思是让咱们去那个所谓的异世界踩个点。巨巴看了眼时间，现在刚过中午，距离发船还有15个小时，仅仅是跑个图足够了。其他分身早就迫不及待，那还等什么？冲啊！一路经过打听，一行人终于是找到了入口，同样是一扇霞光溢彩的空间门，和意境之门很像。旁边也没什么官方人员把守，只有一个小活动房，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次1人1签。法王不禁喃喃自语：好家伙，都成景点了。在入口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广场，摆满了各种小摊，售卖着从异界淘来的东西。门口有零零散散几个佣兵模样的武者进出，出来的人身上背着一堆瓶瓶罐罐，走到隔壁广场就地开卖，有点意思。法王他们没有直接买门票，而是先逛起了地摊。来自异族文明的铁剑锋利无比，一剑砍死3级海兽不在话下。废墟中挖出的丹药，具体效果不知，想死的来看看。异族神级功法便宜卖，只限今日。从兵器丹药到生活物件，大大小小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全都有一个共同点，从那扇门后面出来的。
一张破纸也能拿出来卖？法王在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指着摊位上一张发黄的 A4 纸问。听到这话，摊主不高兴了，这可是藏宝图，我死了2个兄弟才带出来的。法王来了兴趣，怎么卖？掏出伸出2根手指，200，我买了，20万。法王鼻孔喷出2道电流，揪起摊主衣领，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2万，2000，真不能再少了。法王松开摊主，甩出20张钞票，2000也有点贵，把这个送我吧。法王拿起一个巴掌大小，表面满是尘土的摆件。好，摊主紧咬牙关，赶紧把这波瘟神送走。待法王等人离开后，摊主冷哼一声，沙波一，老子随便画的图2000买，你是沙比吧？这么一张破纸花2000。巨霸觉得法王整天放电，肯定是把自己的脑袋给电坏了。法王把藏宝图撕成几条，扔进了垃圾桶里。你看这个。巨霸此时看清楚了法王从摊位上顺走的摆件，瞪大了眼睛。这是秦泽那狗身上的摆件，半个巴掌大小，材质有点像是青铜，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不过依稀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和模样，是一棵小树，左右各有4片叶子，与秦泽胸口处的钥匙如出一辙。拿回去给秦狗鉴定一下，这东西要真是从那门后逃出来的，那就有意思了。法王笑了笑，将其收好。巨霸若有所思，听那些摊主的话，这扇门的后面似乎是某个异族的世界。你说这东西会不会是他们那个世界猎杀者身上的钥匙？法王扬起眉毛，要是真的，那这波太赚了。2000块钱换了个异族世界的钥匙。入口处的分身朝法王和巨霸招手。门票买完了，前面的区域现在就能探索了。门票是一次性的，进门之后立刻失效，不过却没有停留时间限制，哪怕在门后的世界待到死也无所谓。几人完成检票后来到门前，随着一道绚丽的流光照在身上，几人立刻消失。法王他们的视角只是眼前一黑。待视野恢复，他们已经出现在了另外一处空间。入目之处是无尽的荒芜，天空是血色的，看不到日月星辰，厚重的血红色云彩压得很低，叫人透不过气。脚下是松软的黄沙，远处清风一卷，顿时带起长小型沙暴。周围没有星点绿色，除了偶尔刮过的狂风，再听不到其他声音。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一个死掉的世界。巨霸蹲下身子，抓起一把沙土，手一松，沙子快速从指缝间流下，感受不到水分，这种鬼地方不可能孕育生命。法王遇雷而起，在附近飞了一圈返回，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那边几十公里原有几根柱子，过去看看。几人商量了会，留个分身守门，防止迷失找不到回去的路。剩下的法王等人直奔柱子所在地。那是6根10多米高的柱子，岁月的侵蚀在其表面留下许多坑坑洼洼的痕迹，但依稀可以看出原本印刻在上面的一些奇怪花纹。巨霸在柱子附近走了一圈，这好像是个祭祀用的场所。柱子中央有个高于地面不少的土丘，能够看得出来这里原本是个高台，的确是个异族世界。柱子上有一些图腾和类似文字一样的符号，这些都不是泛大陆上的产物。祭祀的高台混凝土石柱，足以证明这里曾经存在过文明。轰隆隆，几人正要去其他地方再看看，大地突然剧烈震动。法王起飞观察，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一道几十米高的蓝色火墙，这面火墙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从4面8方席卷而来。快走！法王一手拎起一个分身，迅速往空间门飞。巨霸把剩下的全扛在身上，紧随其后。在一行人跳进空间门的瞬间，蓝色火墙席卷而过。这时，如果能从高空俯瞰大地，将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燃烧，化为火海。法王一行人穿过空间门后，仍旧心有余悸。那火焰的温度很高，他毫不怀疑，只要沾上一点，整个人都会化为灰烬。旁边检票的工作人员看到几人狼狈的模样，不禁幸灾乐祸。法王之前还纳闷，为什么刚才全市出来的人，只有他们一伙是进去的？奶奶爹，你故意的是吧？法王暴脾气上来，眼中雷霆闪烁。检票员耸了耸肩膀，你又没问我。操！法王正要给他来下狠的，巨霸把他拽回了身后。请问这位小哥，门后的异界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巨霸笑盈盈地递过一张钞票。检票员收好，淡淡道：每天下午2点，世界会燃烧，一直持续到第2天早上5点。探索的时间只有1个上午，不要想着用防具对抗火焰，哪怕是摇阵守使，在燃烧期间也无法停留太长时间。其他的没了。巨霸点点头，带着法王等人离开空间门。今天只能先到这里了。法王愤愤不平，那个狗东西，为了卖几张门票，连咱们的命都不管了。巨霸瞥了他一眼，你第1天来，行了，盘子也踩完了，明天先回一趟海都，把海兽和那个疑似钥匙的东西带回去。不管怎么说，这趟千流岛之行终归是有些许收获。另一边，秦泽正在图书馆查阅关于门后世界的资料，通过法王的视角，他也看到了那汹涌的火墙，不禁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图书馆关于门后世界的记载很少，秦泽只找到了寥寥3本书，他大致翻阅浏览了一遍。门后是一个叫蓝岩族的异族世界，当然这个名字是人族起的，估计是根据那蓝色的火墙。1个世纪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蓝岩族的世界突然和人族世界连接，一直持续至今。驻守在海都的9级武者姚修文镇守使曾对这方世界进行过一番详细调查，最终确定这方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只有一些蓝岩族人生前留下的遗迹。毕竟那蓝色火焰每天都会把世界烧一遍，不可能有生命活下来。关于蓝色火焰的来源，3本书里都没有说明，大概姚修文镇守使也没查明原因。蓝岩族的科技程度大概在人族第1次工业革命前后，武道程度暂不得而知，没有活体生物可以考证。秦泽在图书馆待了1下午，找到的资料也就只有这些。这个周末他准备亲自一探。
未知的异族文明，带有世界之源的海兽，一个死亡的世界，这三者间必然有所联系。食堂恰完晚饭后，宿舍4人组直奔武道馆。迎新挑战赛今晚就在这里举行，距离正式开始还有个8小时，但武馆里已经坐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站着乐子人。那个人就是江城的状元，打破了通天塔记录。话说他今晚会上场吧？那是肯定的。今晚的老鸟都是2级武者，他没准能赢。呵呵，1级打2级，拿头赢？那可不一定，能打破通天塔记录，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听到周围对自己的议论，秦泽很想给姚老师看看。看到没，我可是带明星。观众席最前面是裁判席，都是学生会的老鸟。秦泽扫了眼，忽然看到了个意想不到的人，高高竖起的单马尾，干净利落的白色运动装，以及一丝不苟的美颜。秦泽看着裁判席上坐着的那道倩影，不由得愣神。南宫倩柔，好久不见。在离开意境之后，他曾想过2人以后或许还会见面，却从未想过是以这种方式。秦泽心里一声轻叹，看着南宫倩柔那张略显稚嫩的脸，他心里不禁产生物是人非的感慨。南宫倩柔，大3武道状元班学生会副会长，海都学府首席校花，上个期末刚刚突破3级，是学校里首屈一指的高手。怀旭注意到秦泽的视线，如数家珍的介绍。胖子竖起大拇指，厉害了3哥。怀旭得意洋洋，掌握学校里每个漂亮妹纸的信息，难道不是开学前的必备功课吗？裁判席上，南宫倩柔身边坐着一个脸蛋略带婴儿肥的妹子，咔嚓咔嚓吃着薯片。南宫姐，江城状元在直勾勾盯着你看呢，你实在太有魅力了，他这么快就被你折服。南宫倩柔微微皱眉，转身看到秦泽，正如同伴所说，这货果然毫不掩饰地盯着自己看。登徒子，这位学弟蛮帅的，而且天赋那么好，跟南宫姐倒是也挺般配。婴儿肥淡淡道。闭嘴！南宫倩柔声音一如既往清冷。婴儿肥抬手在嘴巴上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我忘了，还有会长。南宫倩柔冷冷地看着他，婴儿肥这下连薯片都不吃了，彻底安静。但仅仅过了几秒钟，这届新生的整体实力要比往年强出一大截，尤其是状元班，全部都是突破了1级的武者，甚至还有好几个天赋能力者。我们那时候1级武者都是稀罕货，天赋能力者更别说了，结果现在都成了路边大白菜。南宫姐，你说现在会不会是小说里说的那种大争之势，各种天才妖孽齐聚一堂？我这种炮灰啊，还是离远点比较好。耳边的喋喋不休实在惹人心烦。南宫倩柔瞥了他一眼，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婴儿肥耸了耸肩膀，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嘴唇。老大，你看得太明目张胆了，被人家发现了吧？怀旭幸灾乐祸。秦泽不以为然，他刚才并没有什么特殊想法，只是缅怀了一下过去的某段经历而已。你们报名了吗？秦泽问。胖子解释，不用报名，总共5场比赛，新生想要挑战的直接上台就行。比赛开始的时候，老鸟会把气血压制在1级武者水平。虽说如此，但2级武者和1级武者的肉身强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就算气血降低，2级武者单靠肉身也能形成碾压。不久后，一个身穿红色旗袍的学姐走上擂台，欢迎同学们来到今晚的迎新挑战赛。规则我就不多说了，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那边坐着的5位大2学长就是今晚的守擂者，想要挑战的大1同学可以2组队，任选1位学长进行挑战。挑战成功的同学可以获得谢金奖励哦。那么现在我宣布，挑战赛正式开始。无论是哪个领域，新人和老鸟之间的恩怨自古以来都有点类似婆媳矛盾。能够考入海都学府的，就算普通班也都是中学时代的佼佼者，自然是有傲骨的。主持人话音刚落，就有2个普通班的学生走上擂台，他们随意挑选了一个大2老鸟。文景沉声道，都是 0.5 级左右，没有任何胜算。话音刚落，2个新生就倒飞出擂台，他们连老鸟的一招都没撑住。擂台上的老鸟咧嘴一笑，听说今年状元班的都是1级武者，不妨让我见识一下状元们的实力。怀旭撸起袖子，还装起来了是吧？还没等怀旭起身，已经有2个同班同学先他一步。秦泽通过这2人身上的气血波动判断，他们刚突破1级不久，气血还不稳固。老鸟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随着比赛哨声开始，新生一左一右同时发起攻击，老鸟双臂迅速格挡，旋即一震，2人瞬间飞下擂台。靠！2级和1级身体强度差太多了，怎么玩？那狗太阳的老鸟嘴脸，真想抽他一巴掌。淡定淡定，每年新生都是这么过来的，明年你们就可以站在守擂者的位置上。这迎新挑战赛是哪个傻鸟定的？纯智障！台下的新生们对此愤愤不平，而老鸟们却是早已司空见惯，享受属于过来人的高高在上。干脆利落的2连败给一众新生们迎头浇下一盆冷水，他们都在犹豫还要不要上台。就在这时，班里一个高挑妹子拉着羞答答的陆彤彤上台了。秦泽记得那个妹子叫韩毅，1.3级。看到2个漂亮学妹，尤其是吃可爱长大的陆彤彤，全场都热闹了起来。老鸟微微一笑，看来状元班的男人都喜欢躲在女人身后当缩头乌龟。别担心，一会我下手会很轻的。韩毅冷哼，你就只会耍嘴皮子吗？老鸟收敛笑意，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你自找的。怀旭拍了拍大腿，这些老鸟太嚣张了。2哥，一会儿咱俩上去揍他们丫的。文景点头，他的拳头早就饥渴难耐了。看着台上已经和老鸟开打的陆彤彤，秦泽打开聊天群。驯兽师，话说那个什么迎新会开始了吗？我的一个晚辈白天还跟我说要上台来着，@悠悠入名。秦泽没有等到小鹿的回复，反而等到了仙女。仙女不拉屎，这个时候应该开始了。你家孩子也报考的海都学府？驯兽师，是啊，不过他资质一般。仙女不拉屎，问题不大，海都学府资源多，资质一般也能起飞。秦泽退出聊天群，目光重新放到擂台上。抓到你了哦，小鹿同学！哇！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欢呼，只因陆彤彤再一次躲过了老鸟的攻击。从开始到现在，
这已经是第6次了，一次或许是巧合，连续6次还是吗？秦泽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砰！陆彤彤矮身躲过对方的拳头，一记冲拳把老鸟击退10多米远，差点掉下擂台。暴力萝莉，太合我胃口了。话说他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精准躲过对方的致命攻击？可能是意识好，那他这意识未免有点太离谱了。陆彤彤牛逼，干死老鸟！新生们重燃信心，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老生们则是戏谑地看着台上的老鸟，打脸了吧？陆彤彤的危机意识有点东西的。怀旭回过神道，秦泽若有所思，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反应意识，更像是某种天赋能力。战斗中的预判吗？台上的老鸟感觉脸上有些挂不住，被个菜鸟打败，以后别想再抬起头来。陆彤彤和韩毅并没有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抓住机会快速反攻。韩毅一跃而起，大长腿在空中抽出一声音爆，直踢老鸟的脑袋。老鸟的手却如一柄钢钳，精准地抓住韩毅脚腕，将他狠狠摔出擂台。他本打算如法炮制，想要去抓陆彤彤的肩膀，可却再度被陆彤彤躲了过去。对方就像提前知道他会这么做一样，在老鸟愣神的功夫，陆彤彤近身铁山靠撞在对方胸口，老鸟急速后退，眼看就要掉下擂台。就在这时，他身上的气血全部迸发，硬生生停在了擂台边缘。全场安静了1秒钟，新生们瞬间破口大骂：玩不起是吧？真特么狗！裁判呢？眼睛瞎了？老鸟就这？我笑了。那傻逼，赶紧自觉点滚下来吧！裁判席上的婴儿肥满脸鄙夷，太给老生丢人了。不过那小姑娘确实很强，我对上她也会很棘手。南宫倩柔微微皱眉，对于台下众人的声讨，老鸟却是充耳不闻。小丫头，我的算是提前给你上了一课，在深渊，异兽可不会把等级降到同阶与你战斗。轰！话落，老鸟如一发炮弹冲向陆彤彤。陆彤彤既没有认输，也没有后退，只见他小脸紧绷，逆命术激活，全身气血运转，明显准备背水一战。够了！南宫倩柔忽然出现在陆彤彤面前，他一只手把老鸟拎了起来，像是扔垃圾一样扔到台下。新生胜！以雷霆之势做完这一切，南宫倩柔重新回到裁判席坐下。老鸟捂着胸口，嘴里喷出一口血，昏死过去。陆彤彤眨了眨眼，我这就赢了。韩一剑撞上去，把还在发呆的少女带了下来。怀旭不屑道：老东西们也就能玩下3烂的招数。二哥，到咱们了。文景起身，将一头长发束在脑后，随怀旭走上擂台。钥匙忽然震动，秦泽收到了小鹿的回信：悠悠鹿鸣，我刚才在擂台上没法回消息。仙女不拉屎，结果如何？悠悠鹿鸣，我赢了。仙女不拉屎，哈？小鹿这么强？悠悠鹿鸣，侥幸而已。仙女不拉屎，驯兽师的晚辈也在场。悠悠鹿鸣，那驯兽师岂不知道我是谁了？驯兽师，我那个晚辈今晚压根没去那个什么迎新会，和室友出去玩了。悠悠鹿鸣，还好，我很社恐的。秦泽看向陆彤彤，嘴角上扬。怀旭和文景挑选的老鸟是一个健壮的肌肉猛男，一个矮子，一个不男不女的娘炮，你们这是什么奇葩组合？老鸟不禁嗤笑道。怀旭立刻反击：狗东西，趁着你现在还能逼多说几句，待会你爹打得你亲妈都不认识你，也不用压制修为，我们兄弟今天就要越级揍你。老鸟挑了挑眉，口气不小，成全你。轰！老鸟气血迸发，2级武者威压席卷整个擂台。二哥，我的天赋能力没有趁手兵器发挥不出来效果，待会主攻靠你了。文景扯了扯嘴角，合着把仇恨全拉我身上了。老鸟如一头蛮牛冲撞了过来，怀旭迅速闪身，而文景却是站在原地未动。只见他双脚分开朝前一踏，鼻孔喷出一缕白气，旋即文景身上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瞬间直逼1级巅峰。老鸟咧嘴一笑，怪不得这么有信心，原来是有提升修为的秘术。但1级终究是1级，和2级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老鸟双手十指交叉，紧握成拳，暴砸而下。文景头一歪，对方重拳砸中他的一侧肩膀，他半边身子一矮，同时右拳蓄力完毕，直冲面门。砰的一声，老鸟脑袋高高后仰，鼻孔鲜血如溅。怀旭迅速上前打出一套丝滑小连招，击击命中。旋即文景发起了野牛冲撞，怀旭立刻让出身位。老鸟这时稳固身形，气血充血，气息暴涨。砰砰砰砰，两人你一拳我一拳，拳拳到肉，几乎谁都没有做什么躲闪，纯粹比拼气血和肉身的力量。观众席上众人瞪大了眼睛，谁都没有想到一头长发没半点洋气的文景打法竟如此生猛。胖子不禁感慨，下回谁要是再说二哥娘，我跟他急。秦泽点了点头，不过他能看得出来文景已经到极限了。正如秦泽所预料的那样，下一秒文景突然倒地，他身上的气息也在迅速萎靡。老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同样消耗巨大。这就是1级和2级之间的差距。现在该你了。老鸟看向怀旭，刚刚他和文景近身的时候，这货一直在边上骚扰，烦得要死。你赢了。怀旭扛起文景，潇洒跳下擂台。老鸟瞪大了眼睛，满脸懵。不是，你刚开始的狂言呢？还好。秦泽扔给文景一张手帕，他满脸是血，看着极为瘆人。文景笑了笑，皮外伤1天就能好。边上的怀旭拿个书不停给文景扇风，刚才要是有把弓，我能射爆他。赤手空拳，我的能力实在没什么发挥空间。秦泽拍了拍文景的肩膀，主角总是最后出场的，接下来我给你们找回场子。刚才双方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极为精彩的战斗，还剩最后一场，有谁想要挑战？主持人问道。新生席上鸦雀无声，刚才那么生猛的文景都败了，他们上去也是纯送，实在不想丢人。主持人笑了笑，看来今晚的迎新挑战赛要提前结束了。我来。秦泽如老年人一样慢腾腾翻上擂台。现在有一位挑战者了，还有人想和他组队吗？主持人道。别麻烦了，
就我自己。秦泽拒绝了主持人，看向剩下的4个老鸟，你们一起上吧，我赶时间。女主持人一愣，认真的？秦泽转身面向台下观众席，我不是小看这4个老鸟，我的意思是，台下的老鸟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垃圾。此番话瞬间引起轩然大波，太嚣张了吧，这个比，呵呵，上个这么狂的，坟头草已经3尺高了，1打4还越级，我看他是想挑战尾期8项第9项村之宴席了。我随意摆，让我第一个打包，能快速打通通天塔的人都是底气十足啊！揍他丫的，真以为老鸟是软柿子可以随意捏吗？观众席上的老鸟们个个义愤填膺，本来只是吃瓜看乐子的，结果倒好，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老鸟们恨不得现在冲到擂台上，亲自教训一顿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虽然你创造了新的通天塔记录不假，但擂台赛不是通天塔，你一个1年级的大一新生，是谁给你的勇气挑衅全校老鸟？秦泽左手捂着小腹，右手食指朝前一指，上半身战术后仰。有人急了，是谁我不说。老鸟们骂骂咧咧，要不是学生会在现场维持秩序，都要冲上来揍秦泽了。相比之下，新生们快乐的一批，终于看到老鸟吃瘪了。怀旭目瞪口呆，老大会不会太高调了？胖子不以为然，放心，他们不可能是泽哥的对手。怀旭有点忐忑，待会老东西们该不会一拥而上吧？裁判席上，婴儿肥眼神亮晶晶的，太帅了。南宫姐，你要是不喜欢，那我可就要出手了。南宫倩柔的视线一直注视着秦泽，气息内敛沉稳，气血也没有不受控制的外放。很难想象，这会是一个1级武者的掌控度。被秦泽直接点名的4个老鸟更是怒火中烧。往届的新生就算再目中无人，也没有自信到敢一挑4的程度。秦泽有些不耐烦，拜托，你们能不能快一点？主持人手足无措。迎新挑战赛开始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他看向裁判席，见南宫倩柔点了点头，心里这才松口气。1对4，今晚创造了我们迎新挑战赛的新纪录，不知这位同学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战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主持人连忙走下擂台，将场地交给了秦泽和4个老鸟。秦泽粗略扫了眼，4个老鸟从2级到2.5级不等，4头烂算。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其中一个老鸟走了出来，你们别动，我先陪他玩玩。老鸟脸上露出残忍笑容，属于2级武者的气息瞬间迸发。秦泽淡淡道，我就站在这，你要是能逼退我一步，就算你赢。狂妄！老鸟气血运转，乳臭未干的小子，连深渊都没经历过的井底之蛙。话音刚落，老鸟右脚用力一蹬，如出膛的炮弹射向秦泽。玄武盾，若隐若现的玄武虚影在秦泽身后出现，肉身坚如磐石。结束了。见秦泽真的没躲，老鸟一记重拳轰向他的胸口，砰一声闷响，老鸟断线风筝般倒飞出擂台。他的右小臂鲜血淋漓，露出森森白骨。上一秒还群情激愤的老鸟们，此刻鸦雀无声。他们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2级武者竟然被1级武者弹飞，假的吧？不对，他不是1级。坐在裁判席的南宫倩柔突然道。秦泽用出玄武盾的一刻，有些许外放的气息被他捕捉到了。这个既狂妄又嚣张的新生根本不是1级武者，他是2级，甚至直逼2.5级。婴儿肥眨了眨眼，南宫姐你在说什么？他只是觉得秦泽修炼了某种特殊功法。老鸟掉以轻心，秦泽侥幸赢了而已。至于2级的新生，海都学府从未有过，他也没往这方面想。就在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秦泽动了，猎杀开始。轰！这一刻，秦泽身上的2级武者的威压瞬爆全场。二级，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18岁的2级武者，他这是要上天啊！我入学3年才刚1级巅峰，这几年真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怪不得敢一挑4，真有这个实力。观众席上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拿出手机在疯狂拍照发朋友圈。怀旭咽了口唾沫，老大这是开了吧？胖子则是一脸淡定，机操勿六。文景眼中同样满是惊讶，江城竟会出现此等天骄，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陆彤彤盯着台上那道身影，他的瞳孔中有一幕幕画面飞快闪过，像是在拨幻灯片一样。忽然，他大脑一阵刺痛，剧烈的眩晕感甚至让他无法分辨方向。彤彤，怎么了？一旁的韩毅发现了他的异样。没事。陆彤彤深吸一口气，他再次看向擂台上的秦泽，俏眉紧皱。奇怪，此人竟无法推演。这么些年，他的能力还是第一次在一个人的身上失效。擂台上剩下的3个老鸟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纷纷炸毛。他过来了，快分散站位！不愧是下过深渊的老鸟，反应很快。3人立刻成品字形分开站位。如此一来，秦泽攻击其中任意一人，其他2人都能立刻支援。届时，包围圈中的秦泽将会同时面临3方火力。2级武者又能如何？只要不是3级武者，皆能镇压。秦泽看出了对方的意图，淡淡一笑。大象会在意蚂蚁的小算盘。吼！一声虎啸在秦泽拳间响起，最前面的老鸟连忙抬起双臂交叉挡在胸前。砰！老鸟感觉自己像是迎面撞上了一列高速驶来的火车，高高的飞了起来，摔出场外。剩下的2个老鸟见状不再被动，同时果断出击。一人横扫秦泽下盘，另一人凝聚气血，朝秦泽的上半身打出上千斤的力量。然而，动！秦泽一动未动。2个老鸟瞪大了眼睛，这尼玛是2级武者的肉身硬度，太赖皮了。在2个老鸟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秦泽一手一个，像是拎小鸡仔一样把他们扔到台下。啪啪啪！秦泽拍了拍手，看向下面一众老鸟，这么，你们不服气？这句话就像是往沸腾的油锅里泼了瓢冷水，老鸟们瞬间炸了。哟嚯，都别拦我，我要揍死他丫的！真把我们当盘菜了是吧？随随便便就能炒
2级武者也敢这么狂？你几级？1级巅峰，好吧，那没事了。怀旭对文景小声道：“你们先撤，一会我掩护老大。”文景摇了摇头，问题不大。他看出来了秦泽的意思。秦泽想要立威，身为通天塔最快纪录的创始者，他无疑是这届新生中带明星一般的耀眼存在。而能进入海都学府的，都是各地方的天骄。天骄有天骄的傲骨，他们总想挑战强者，彰显自身。仅仅昨晚就有好几个挑战者上门，不过都被秦泽一巴掌拍了出去。由此可见，以后还会有多少人想把秦泽当成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与其日后身边都是嗡嗡乱叫的苍蝇，不如今天把这些人全部打服。大2的老鸟们几乎全是2级、3级的那几个修炼狂人，此时也都没在现场。而大3、大4的老鸟常年在外，或是历练，或是在深渊执行任务，很少留在学校。文景觉得，只要3级老鸟不出手，今晚没人会是秦泽的对手。这样吧，不服的现在的就可以上来，我会一直把你打到服为止。观众席上不断有老鸟起身，学生会已经在尽力维持秩序，奈何想要教训秦泽的老鸟实在太多，眼看局面就要失控。因而肥不禁感叹，他也太能搞事了吧。不过倒是让我大吃一惊，18岁的2级武者，日后前途无量。南宫倩柔叹了口气，没想到一个迎新挑战赛会搞出这么多事。安静，义愤填膺的老鸟们瞬间安静下来，纷纷看向南宫倩柔。今晚的迎新挑战赛到此结束，都散了。秦泽不干了，别啊，要是散了，我还怎么揍他们？那个，还有那个，对，一双死鱼眼睛，跟瞎子一样，就说你呢。我看你们都挺不服的，上来吧，给你们一个机会。秦泽直接点名，被点到名的老鸟再也忍不住，立刻跳上擂台。南宫倩柔瞪了秦泽一眼，诚心的是吧？好意帮你解围，你还主动挑衅。南宫倩柔气呼呼的坐下，索性直接不管。与此同时，秦泽还在不断点名。这么一会的功夫，擂台上已经站了20多个老鸟，修为最高的不过2.5级。那个大光头，还有边上的黑眼圈肾虚哥都上来。被我点到名的麻利点，别让我重复第2遍，大家时间都很宝贵。现在几个了？我数数，1、2、3、49，再来一个，凑个整，就那长发学姐吧。什么？你没不服？那也上来，就当帮学弟凑个人头。秦泽拿着从女主持人那里抢来的麦克风，在擂台上边溜达，边挑着下面的老鸟。很快，擂台上站了乌泱泱50来号人。关于秦泽要单挑整个武道学院大2老鸟的消息，通过朋友圈不胫而走。丹药学院、兵器学院、武术学院，凡是离武馆近的，全都来看热闹了。原本仅能容纳200人的武馆，此刻硬是挤进了500多号人，其中不乏一些墙上和窗户上的挂票。谁要单挑？快让我瞅瞅。后面的推尼玛呢？前头没地方了已经。擦，再摸我屁股，我要发飙了。我知道他，通天塔最快的男人，原来是快男啊！武馆里人声鼎沸，有人扛着摄像机在学校大群里搞起了现场直播。喂，大家都能听到吧？秦泽拍了拍麦克风，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秦泽，大1状元班的学生。借着今晚挑战赛的机会，我准备和老鸟前辈们进行一番亲切友好的切磋。之所以只叫50投烂，前辈上来不是我只能打这么些，而是擂台只能站这么多。嚯，好大的口气！隔壁学院那些前来看乐子的人纷纷吹起口哨，跟着不停起哄。本学院的老鸟，尤其是站在擂台上的那些，个个脸色铁青。秦泽继续道：不过没上来的也不用担心，这波结束了，还有下一波。想揍我的，看我不爽的，觉得你比我帅的，都可以去擂台右侧排队报名。怀旭和胖子在擂台边上维持起秩序，下一波的在这报名，报名费1人1000，排好队。话音刚落，两人面前瞬间大排长龙。怀旭冲擂台上的秦泽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今晚光是报名费就赢妈了。秦泽把手中的麦克风扔到一边，朝50个老鸟勾了勾手，一起上吧，下波人还等着呢。老鸟们绷不住了，干他丫的！为了武道院老生的荣耀，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冲了他！50个老鸟同时迸发气血，差点没把武馆棚顶掀翻。看着一拥而上的老鸟们，秦泽不退反进。只见他朱雀步走进人群，腾转挪移间如跳舞般极具优雅。老鸟硬是连他的衣角都没能碰到。1个、2个、3个，秦泽如入无人之境。他一边数数，一边随手把老鸟踹下擂台，竟无老鸟能挡下一招。别打脸！长发妹子捂住脸，是福气的学姐啊，你自己下去吧。好的。长发妹子快步跑下擂台，秦泽朱雀步继续在人群中快速穿插。48、49、50，随着最后一个老鸟被扔下去，擂台上只剩下秦泽一人。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人不断吞咽口水。太残暴了，从未见过这么生猛的新生，更没见过这种打法的迎新挑战赛。秦泽拍了拍手，看向报名处。好了，开始下一轮。这告诉我，这是大1新生。现在的新人越来越恐怖了，一人之力掀翻了整个大2武院，估计能载入校史了。今年又出了个妖孽，有好戏看了。学弟好帅！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其他学院学生议论纷纷，戏谑的看着武院的大2老鸟，50个打1个，连人衣角都没碰到，丢人！排队的老鸟们面面相觑，一时竟无人上台。不上台是丢人，但上去被扔下来更丢人。秦泽见状微微一笑，事先说好，已经报名的，就算你弃权也不退报名费的。怀旭和胖子拍了拍手中的票子，仅仅不到10分钟，10万块进账，赚妈了属实是。那个谁，没人挑战了，把我的奖品发一下。秦泽朝裁判席喊道。啊，好。主持人回过神，连忙把血晶送到秦泽面前。秦泽接过血晶掂了掂，确定没人挑战，我走了哦。秦泽大摇大摆走下擂台。本来是新生挑战老鸟，硬是让秦泽变成了老鸟挑战新生，最终还无人挑战。
老鸟们纷纷退出两边，把路让了出来。胖子三人紧随其后，和秦泽一块离开武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咂巴咂巴嘴，感觉没太尽兴。就这，他们还想看秦泽一人杀穿整个武院，还要看血流成河。女主持人站在台上，有些尴尬地说道：“今晚的迎新挑战赛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同学们的热情参与，我们明年再见。”老鸟们耷拉着脑袋如霜打的茄子离开现场。再见，再也不想见了。秦泽一条武士完胜的消息很快传遍校园网每个角落，校园论坛上更是贴出了他战斗时的照片和视频。毫无疑问，此时的秦泽已然成了炙手可热的校园明星。回到宿舍的秦泽，手机叮叮咚咚响个不停，都是各种好友申请。大佬求带，学弟加个好友，明年咱们一起组队下深渊。我是丹师，有需要的丹药可以联系我。明晚有时间吗？学姐9成新哦。看到最后一条消息，秦泽不禁扯了扯嘴角。叫王刚的学姐，还是算了吧。老大，你今晚太帅了，从现在开始再没有苍蝇敢上门了。怀旭比秦泽还要激动，这货回来的路上一直嚷嚷自己是秦泽的室友，途中加了好几个学姐的联系方式。秦泽洗漱完毕，在床上躺下，今晚的目的已经达到，日后不会再有不长眼的想来挑战他。打开聊天群，秦泽见小鹿正在说今晚挑战赛的事。悠悠鹿鸣，我们班出了个妖孽，就是江城的状元，今晚他1打50，最后还赢了。仙女不拉屎，假的吧？作为曾经的亲历者，仙女可不认为新生在老鸟面前有什么优势，1打50还能赢，确定不是做梦？悠悠鹿鸣，他是2级武者。仙女不拉屎，那没事了。路人甲，18岁的2级武者，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恐怖了吗？边缘划水，大争之势，妖孽频出。仙女不拉屎，难道我们不应该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吗？边缘划水，对奥，咱们可是一中挑一的世界猎杀者。秦泽忽然很想大喊一声：天选之人在此，尔等还不速速跪拜？书生，我突破了。仙女不拉屎，恭喜恭喜。悠悠鹿鸣，恭喜。边缘划水，书生现在几级了？书生，待见面你就知道了。仙女不拉屎，见面怕是有点难，快男兄还在和他的 CP 相爱相杀。边缘划水，最后说一遍，跑男，跑男啊！路人甲，话说水兄的世界之源真够多的，在深渊折腾了这么久还没用完。边缘划水，马上见底了，还有我找到了一个异族世界。秦泽来了精神，通过深渊可以去异族的世界。那千流岛的蓝颜人世界是什么情况？直接略过了中介。仙女不拉屎，他们会让你这个异族人进去？边缘划水，这个世界怎么说呢？没有生命，入口是我用钥匙无意间发现的。边缘划水，这个世界有点邪门，从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等我精神恢复过来后我就走了。秦泽微微皱眉，又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看来不仅仅是人族，万族同样过得水深火热。这时原子哥突然冒泡了，遥远发送世界坐标。边缘划水，姚前辈对这个世界感兴趣。遥远，有些事需要通过这个世界进行验证。跑男很快发了坐标，没下过深渊的秦泽大抵是看不懂的。仙女不拉屎，这么远，你是真能跑？边缘划水，没办法，身后那老灯追得太紧了，这波应该能甩掉，我就不信他也是有钥匙的世界猎杀者。驯兽师，说起来，海都不是也有个异族世界？路人甲，是那个什么蓝颜人吧？那个世界我进去过，除了吃一嘴沙子外，毫无收获。遥远，里面有少量世界之源残留，我尝试过用钥匙回收，结果显示无法回收。遥远，我曾开启庇护空间，对里面进行过一番调查，那个世界不大，也就我们这里一个行省大小。遥远，每天一次的火焰来自世界中心的一个洞，那个洞我也尝试过，怎么也进不去，甚至9级镇守使也不行。仙女不拉屎，奇怪的世界。路人甲，这个世界上的隐秘太多了。秦泽从遥远的话里得到了部分关键信息，庇护空间可以隔绝那凶猛的蓝颜。迄今为止，这个世界还没有被人族完全查明，世界的隐秘极有可能在中心的那个洞里。秦泽决定了，等巨霸和法王回来，就让他们再陪自己去一趟千流岛港口。为了明早不迟到，法王几人在船长的安排下睡在了一间空舱。夜深人静，一缕白烟忽然从门缝里飘了进来。半小时后，舱门被从外面一脚踹开，3个水手站在门外。迷魂香起作用了，当然，这可是蓝颜界里的东西，别说2个区天赋能力者，就是中级武者也得中招。别愣着了，把他们解决，3级海兽就是咱们的了。话落，3个水手拿着尖刀，一步步向熟睡中的几个走去。大胡子水手来到打鼾的巨霸身边，他嘴角露出一抹狞笑，手中的尖刀朝着对方胸口狠狠扎下。然而，砰！刀尖像是捅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仅仅是扎破了衣服，没能再向下分毫。大胡子愣了愣，啥情况？他不信邪，继续手起刀落，当当当3连击。看着已经卷刃的刀，大胡子不禁开始怀疑起人生，是今晚假酒喝多了？要不要我帮忙？幽灵般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大胡子水手抬头，见对方正侧身躺着看他，撕拉了。与此同时，船舱里另一边电光四射，2个水手被电飞到了墙上，身子还在一抽一抽的。大胡子水手瞪大了眼睛，该死，迷魂香怎么没有作用？不说是异界的产物吗？奶奶爹，异界竟然也有假冒伪劣产品。大胡子不知道的是，几个普通分身确实被迷翻了，但法王和巨霸是直接吞噬过魂珠的，迷魂香那点药效还真不够看。法王上前一手把大胡子给拎了起来，我说怎么今儿还遇到好心人了？大胡子毕竟只是1级武者，在已突破3级的法王手上跟个鸡仔一样。大哥饶命！我一时被鬼迷了心窍。法王笑了笑，咱们先去见见船长。船长休息室，男人正在焦急的来回踱步。3级海兽实在是太诱人了，还是那么大一头的3级海兽，若拿到黑市上去卖，少说顶3个月出海的利润。在内心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船长还是决定干了。有不久前买的迷魂香，问题不大。看了眼墙上的时钟，船长眉头紧锁。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回来？那3个可是他的心腹干将，办事还是很牢靠的。砰！大门突然飞了进来，连同一起摔在地上的还有大胡子水手。看着外面浑身雷霆的法王，船上脸色瞬间变得无比惨白。东窗事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船长强装镇定。法王将还烧剩的半截迷魂香扔到对方的脸上。上了黑船了，你说怎么回事？船长看着地上的大胡子，怒道：好啊，你竟然干起了打家劫舍的事，平时我都是怎么教导你们的？在大海上要守望相助，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客人的？大胡子低下脑袋，对不起船长，我知道错了。船长训斥，跟我道什么歉？向客人认错。大胡子又立刻向法王和巨霸不断求饶。这么说跟你没什么关系喽？巨霸看向船长，船上点头，是我管教手下无方，我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用那么麻烦。法王将大胡子重新拎了起来，眼中金色雷霆闪烁。大胡子感觉脸皮一阵酥酥麻麻，看着逐渐朝自己逼近的雷蛇，大胡子毫不怀疑，下一秒他就会被电个外焦里嫩。既然此事与船长无关，那我们自行惩戒凶手便可。说着，法王身上雷霆乍起，大胡子一激灵，一股黄色液体从他的裤腿中流下。船长，救我呀！我不想死。这件事情是你让兄弟们去做的，你还说事成之后将3级海兽的收益分给我们2成，你现在不能提起裤子不认人啊，船长！法王身上雷霆渐息，随手把大胡子扔到一边。真相大白，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船长还在无力的解释，胡说八道，他在污蔑我。轰！法王身上3级武者威压爆发，一步步向船长走去。船长不断后退，很快退到了墙边。他现在终于知道对方为何单靠一艘小木船就能掀翻3级海兽了，竟是3级的天赋能力者。我一发10万伏特，你只要能挺过去，今晚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挺过去，那我只能说声抱歉，并通知你家里人吃席了。随着法王靠近，船长的头发一根根全部竖了起来。他咬了咬牙，语气坚定道：是我干的，我这有条关于蓝烟界的情报，目前除了我之外没人知晓，能换我的命吗？法王来了兴趣，什么情报？船长咽了口唾沫，我说了，能放过我吗？法王伸出食指，指尖雷霆涌动。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和我谈条件？船长连忙开口，上个星期我闲来无事进了一趟蓝岩界，在入口的东南方向100里左右出现了一片新的建筑群，距离太远了，我的实力没办法一上午完成探索，最近正准备把消息卖出去。新的建筑群大概率是蓝岩人曾经的居住地，100里外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合着你是千里眼？法王沉声道：是5具，我用了5具。船上拿出一个单筒望远镜，法王把玩了一会，这东西没别的作用，就是看得远，气血消耗越大，看得越远越轻。研究了片刻，法王把望远镜揣进了自己口袋。你怎么知道那片建筑没有其他人发现？法王问。船长老实回答，我也不能保证，黄沙下埋了很多东西，时不时就会有新的建筑或者是废墟显露，但我可以保证那片建筑一定是新出现的，因为蓝岩界目前的地图上面没有标注。还有地图？法王挑了挑眉毛，早知道白天就搞一份了，也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你有地图吗？有的。船长从桌子下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地图，并在上面标注了他观察到那片建筑的大概位置。现在我没事了吧？谁说的？法王收起地图，你该不会以为这样一个无从考证的消息就能抵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吧？船长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你们还想要什么？法王拍了拍对方肩膀，咧嘴一笑，放轻松，咱们毕竟相识一场，不会让你难做的。次日清晨，千流岛港口，一艘悬挂着马戏团旗帜的大船缓缓驶出港口。法王站在船首，抬起右手，意气风发指向前方。飞翔的马戏人，起航！157年前，空间裂隙出现在云洛行省，14座城市覆灭，死亡人数达560多万。在当时唯一的高级武者徐百川的带领之下，人类最终剿灭兽潮之后，武道开始大规模传承，并形成了现在的武考制度。2年半后，大陆板块合并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的泛大陆。由于异兽时不时投放，各国都陷入无比混乱的状态。当时最强者徐百川出面，将各国领导召集在一起。经过3年时间，各国间壁垒终于解除，泛人族联盟正式成立。那一年被定为联盟历1年。如今联盟共有城池9812座，总计人口23亿。联盟历17年，深渊之门在北境出现，人族第一次进入深渊。联盟历20年，人族首次与异族接触。联盟历25年，深渊蓬莱城彻底建成。有了蓬莱城，我们终于有了抵御异兽的新防线。讲台上，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老头正在照本宣科，喋喋不休。秦泽在下面听得直打哈欠。今天是正式开课的第1天，除了练武之外，武大第1年同样有各种文化课，介绍一些关于异兽、深渊或者各种功法和丹药的信息。今天第1节是历史课，主要讲述关于人族联盟成立。秦泽兴致缺缺，不过倒是挺好奇那个人族至强者，过去100多年，不知他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应该是何等境界？那时候就已经是高级武者，如今该不会突破9级了吧？秦泽边溜号边胡思乱想。驯兽师徐百川许前辈现在还活着呢吗？片刻，群里有人回复：路人甲，40-50年前他就淡出了大众视野，没了消息。不过那样的强者轻易是不会陨落的。仙女布拉史，据说许前辈已经突破传说中的神境了，不知道真假。边缘划水，肯定假的。他要是成神，咱们还会成为猎杀者。路人甲，有道理。边缘划水，有人在北境曾看到过许前辈，但也只是传闻罢了。秦泽若有所思，他觉得这位许前辈极有可能是陨落了，或者身负重伤在调养，不然不会消失。
一位超级强者是可以给一个种族注入强心针的。驯兽师，话说水兄什么时候能回蓬莱城？秦泽还没忘这货的手账，胖子能不能转职成功，就靠他了。边缘划水，我还在这个世界里恢复精神力，再待3天我就准备出去了。仙女不拉屎，你恢复的这么快？边缘划水，差不多就赶紧溜吧。这个世界太邪门，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现在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遥远，我已经出发了，4天后抵达。边缘划水，我不能等远前辈了，尸神症越来越严重，再不回蓬莱城，我真要嘎了。秦泽对边缘划水所在的世界也挺好奇的，深渊到底是什么样的，真想去看看。我们到了。局域网里，法王忽然发来了消息，秦泽来了精神，他把边上呼呼大睡的胖子拍醒，然后指了指门口。胖子立刻心领神会，腰板坐得笔直，那宽厚的身躯像是一小面墙。秦泽悄悄起身，弯腰从胖子身后快速溜了出去。不远处的陆彤彤恰好看到这一幕，好奇地眨了眨眼。人鱼码头，飞翔的马戏人甲板上，一众分身在到处参观。这瞅瞅，那摸摸，跟个好奇宝宝，也就一般，还不如咱们造的那个。陈复义，俺也一样。又刚咬了一口，海兽肉太难吃了，咱嘛时候坐这艘大船出海捕鱼啊？捕鱼多费力不讨好，直接把渔船抢了不香吗？吞噬哥踢了货舱里的巨大3级海兽，比一般的异兽还大。如今马戏团有船了，码头这边需要成立一个分部，总部那边刚收拾完，吞噬哥便带着一票分身马不停蹄地赶来。巨霸淡淡道：大海是生命的起源，哪怕里面出现3体人，我都不惊讶。哟，哥几个出海一趟，收获满满啊！秦泽走进货舱，法王道：看看吧，里面有没有世界之源？当时通过法王几人的视角，第一次看到这头海兽时，秦泽内心就已经无比震撼。如今再看到这么大一坨，还是感到不可思议。秦泽在海兽边蹲下，手按在尸体上，发动吞噬能力，检测到100,027个单位的世界之源，是否回收？秦泽眼前一亮，果然有，收回，已成功回收100,027个单位的世界之源。吞噬哥沉声道：这就有意思了，海兽体内有世界之源。目前为止，除了我们外，还没人知道。巨霸跃跃欲试，现在出海接着捞鱼。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别忘了还欠原子哥一笔世界之源。秦泽摇了摇头，海兽体内太少了，想靠猎杀海兽还饥荒，得把千流岛附近的海兽赶尽杀绝。不出意外，那个世界里肯定还有世界之源。巨霸拍了下手，世界之源泄露，海洋生物感染变异成海兽，完美闭环。秦泽微微颔首，海兽身上这点实在不够看，直接找到源头，一网打尽，岂不快哉？这个你再看看。法王把钥匙状的摆件扔给了秦泽，要是那个世界的钥匙，咱们赚大了。秦泽接过摆件握在手里，胸口的钥匙没有任何波动。接着他又是往里面注入气血和精神力，同样没有任何反应，就是个普通摆件。秦泽道：一眼定真，鉴定为假。擦，便宜那龟孙了。法王骂骂咧咧，这可是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秦泽把摆件顺手揣进兜里，给你们1天时间熟悉这条船，不需要多精细的操作，能前进后退就行。明天登岛，他本打算这个周末再去，不过检查完海兽后，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一整个世界的世界之源，想想就流口水。武大的日常生活是枯燥且乏味的，除了上课就是修炼。与高中不同的是，武大的修炼每天有专业老师指导，不用担心自己瞎接耳练走火入魔。每周学校都会给每名学生免费提供2颗聚气丹，这也算是武大的福利。除此之外，所有的低级功法都可以免费阅览，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性修炼。中级及以上的功法需要功勋来兑换。功勋的获取途径有2种，一是平日里在校的表现，如修为的提升速度、考试成绩、比赛名次。秦泽作为校园新星，由于在迎新挑战赛上的表现格外突出，破格获得了5点功勋。他是这届新生中第一个拿到功勋的。相比之下，第2种获取功勋的方式就简单粗暴得多，下深渊杀异兽，或者是完成一些学校发布的任务。根据学校的规定，学生只有在大2并且突破2级武者才能下深渊，危险与机遇并存，校外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功勋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3、大4的老鸟很少待在学校，要么是在深渊中历练，要么是在外执行各种任务。现阶段秦泽刚刚大1，每天都有1节文化课，剩下的时间自由修炼。武大对学生的管控十分轻松，想干嘛干嘛，甚至可以随便离校。不过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修炼指标，实现到了没能达到相应要求，1次警告，2次开除。正如姚老师开学班会中所说，武者不是玩游戏，而是要历经生死。如果说大1是温室中培养的花朵，那么从大2开始就要历经风雨的拷打了。上午结束文化课的秦泽直奔人鱼码头，飞翔的马戏人早已准备就绪。这次陪同出海的有吞噬哥、法王和巨霸。昨天经过1整天的高强度学习，船上的30多个分身最起码能把船开出码头了。法王看了眼天上的太阳，等咱们到千流岛又得中午，探索不了多久。秦泽淡淡道：直接开庇护空间，虽然浪费，但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若是能把蓝岩界的世界之源全部回收，庇护空间损耗的那点又算得了什么？各位准备好了吗？本次航班即将起航。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右眼戴着眼罩、左手套个钩子的家伙笑盈盈来到几人面前。秦泽扯了扯嘴角：你隔着 cosplay 海盗呢？分身挺了挺胸，这样更有逼格。秦泽摆摆手，赶紧出发。哦了，随着汽笛声响起，飞翔的马戏人慢腾腾的出港。没开出去多远，船头忽然猛地朝隔壁船撞了过去，吓得对面疯狂鸣笛。眼看就要对上，飞翔马戏人一个急刹加摆头，与其擦肩而过，差点被甩飞的秦泽满脸黑线。能不能开？不能开换人。局域网里立刻响起水手们和船长的不满。我俏丽吗？
你以为开船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吗？就是你行你上，大爹们能把船开起来就不错了，搁着挑肥拣瘦。我看了一天的专业课本，你要相信我的技术和知识储备。你看的什么书？论快艇拦截与舰船登陆。巧了不是，我看的是各种环境下如何快速跳帮。秦泽现在怀疑这船能不能顺利开到千流岛。在飞翔的马戏人慢吞吞在海上航行的功夫，秦泽研究起了上任船长热心赠予法王的蓝岩界地图，上面大大小小有50余处标注，耕地、房舍、高塔、干涸的湖泊，这些强有力地证明了这处世界曾经有生命存在过，而且还是一个文明有秩序的种族。这些地方咱们还要去吗？吞噬哥问。秦泽摇了摇头，不知道有多少波人搜刮过，尤其是那些离入口近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会留给我们。直接去那个船长说的地方，远离入口的新建筑群，就算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定能有所收获。这个距离需要特殊的航行武具，而这种武具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经过一上午磕磕绊绊的航行，临近中午，飞翔的马戏人总算是停靠在了千流岛港口。除了3次触礁，2次偏离航向，4次差点侧翻外，总体来说，这次航行还是非常顺利。水手们有些遗憾，没遇到海盗之类的打劫船，他们的拦截登陆和跳帮技术无法得到实践验证，留下一票水手们修补伤痕累累的飞翔马戏人。秦泽带着吞噬哥3人直奔一井，再过1小时，蓝岩界内就会烧起来。入口的检票员看着秦泽，满脸诧异，不过他也没有开口提醒，在门票上盖了个章，就让秦泽进去了。通过空间门后，满天黄沙映入眼帘，依附在秦泽身上的法王3人跳了下来。门口那狗东西又屁都没放一个。法王气道。吞噬哥淡淡说：“你都说他是狗东西了，何必和狗一般见识？”秦泽眺望四周，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望远镜给我。法王把上任船长的赠品扔给秦泽。秦泽向望远镜里注入气血，远处景象被迅速拉近，可以随意放大缩小。按照船长所指引的方向看去，秦泽很快便发现了那片建筑群，大大小小有6栋建筑裸露在外，其中最高的似乎是一座塔，塔尖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下1/3，剩下的5个建筑四四方方，边角同样有磨损。秦泽收起望远镜，就是那了，走吧。一行人刚要出发，远处突然有3个武者从另外相反的方向急速飞来，他们3人坐在一张红色的毯子上，很快便停在了出口。落地后，领头的大手一挥，毯子自动叠起，像披风一样系在他身后。这群人收获颇丰，大包小包带了不小。几位第一次来？领头的一字胡上下打量秦泽几人一番。秦泽点头，过来旅游，听说有个异族世界，好奇进来瞅瞅。一字胡指向远处，再过半小时，火会从那边烧过来，届时整个世界都会燃烧，赶紧出去吧。秦泽微笑道：“多谢老哥提醒，我们就在这附近溜达溜达。”一字胡叹了口气，带着手下离开。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他已经仁至义尽了。秦泽全身雷电缠绕，滋啦一声，化作闪电，贴着地面快速奔向那片建筑。吞噬哥3人紧随其后，空气变得越来越滚烫、灼热，黄沙开始呼啸蔓延，能见度正在快速降低。向我靠近。秦泽抹了把脸，吞噬哥3人立刻站在秦泽身边。要烧起来了。有经验的法王开口道：“上次燃烧的征兆就是这样。”秦泽他们距离那片建筑已经很近了，再有个10多公里就能到。轰隆隆，没过多久，脚下的地面开始震颤，远处像是有千军万马奔腾。秦泽抬头向前方眺望，一面几10米高的蓝色火墙在飞速席卷而来，哪怕此刻距离还有上千米，秦泽仍旧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热浪。二话不说，秦泽立刻打开了庇护空间，将吞噬哥3人笼罩其中。火焰飞速与庇护空间擦过，地上的黄沙瞬间燃烧了起来。这一幕很神奇，明明没有任何可燃物，只有沙子，但确实就在燃烧。庇护空间将一切高温和火焰隔绝在外，秦泽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朱雀不御空而起，他拿出单筒望远镜，开始观察四周。视野之中，整个世界都在燃烧，那蓝色的火焰如同鬼火一般，充斥着地面与天空的每个角落，已经很近了。就算不用望远镜，秦泽也能看到那片建筑群。按理来说，温度如此高的蓝色火焰可以焚毁融化一切，可那风化了不知多少年的建筑，仍旧静静屹立于黄沙之中，不受任何影响。秦泽微微皱眉，莫非这火焰中看不中用，还是说眼前这一切都只是幻想？秦泽回到地面，思索片刻，他叫出一个普通分身，抬脚把他踹出庇护空间。秦泽，我翘。分身在离开庇护空间的刹那便燃烧起来，他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仅仅3-2个呼吸时间就烧成了一捧灰，蓝色的火苗还在骨灰上不断跳跃，将其焚烧了一遍又一遍。不是幻想，火焰是真实存在的。吞噬哥淡淡道，大概是指对生命起作用。法王撇了撇嘴，还挺智能。秦泽一行人继续前进，10分钟后抵达了那片建筑群。尖塔状的建筑被围在中央，通过破碎的地方，几人跳了进去。尖塔内部一片黑暗，法王立刻释放雷电，把自己当作大号电灯泡来进行照明。这一层的面积有80平米左右，地面覆盖一层厚厚的黄沙，最里面有一段向下的楼梯。空旷的房间里没有任何摆设，唯有中央一座高台，高台上有一男一女2座雕像，他们面对面单膝跪地，双手捧过头顶，像是托举什么东西。遗憾的是，此时雕像的手中空空如也。秦泽仔细观察了一番蓝岩人的相貌，他们的五官要比人族更粗犷，身材也更加高大，单看这2座雕像就有2米多，当然也不排除雕像放大了的缘故。雕像身上的衣服像是一种动物的羽毛，层层叠叠，颇具美感，不知是平时就这样穿，还是特殊的文化装扮。在雕像下方的高台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类似蝌蚪文一样的字体：蓝颜不灭，赤心永存。要是给出了翻译，
秦泽挑了挑眉，有些意外，钥匙还有翻译功能。更让他意外的是，要是这个格朗台这次竟没收世界之源。过这边来看，吞噬哥突然招呼道。秦泽走过去了，吞噬哥三人正在看墙上的一幅壁画。靠近点，电量放大。秦泽道：“你自己不也能放电？”法王小声闭闭，朝壁画靠近了些。下一秒，电光四射，小半个屋子都被照亮。壁画出乎意料是彩色的，岁月的侵蚀导致其中一部分损毁，不过依稀还是能够看清上面的内容。秦泽快速浏览了一遍，大致清楚了画中的内容。壁画记载了蓝颜一族的发家史，或者说是进化史。第一幅画上，几个头顶插着鸟毛的蓝颜人正围着几头野兽手舞足蹈，像是在打猎。一开始他们居住在山洞，接下来几幅画已经进化出了文明。他们建筑、耕种、畜牧，甚至还建立起了学堂，修建起堤坝，不用再担心雨季。文明得到了传承。看到这里，秦泽有种看人族进化史的感觉，可能每个种族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吧。到了第6幅壁画，出现了改变。一大群蓝颜人将一个极为高大的蓝颜人围在中央，那个蓝颜人高举右手，掌心中托举着一小团火焰。下一幅壁画，数十蓝颜人围坐在那团火焰四周，状态与秦泽平日里冥想如出一辙。很明显，他们已经开始能修炼功法了。你冥想过？给爷整乐了。是爹们在冥想好吧？搞得像自己多努力修炼似的。分身们逼逼赖赖，打断了秦泽的思绪。同时，壁画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那团火会不会就是外面正在燃烧的那些？巨霸淡淡道。秦泽扭头看向高台上的那2座雕像，不出意外，他们手中原本捧着的就是壁画中的那团火。这团火焰可以说给蓝颜人带来了飞跃式发展，火焰教会了他们修行，使得他们的种族更上一层楼。我有个想法，吞噬哥突然开口道。那团火怕不是在传给蓝颜人什么邪功，待他们邪功大成以后再进行收割。法王摇了摇头，你这个不如我的靠谱，应该是随着种族不断发展，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想要将一火据为己有，最终爆发战争，火焰在战争中失去控制，把整个世界拖进地狱。秦泽若有所思，他倒是觉得法王这个版本更靠谱一点。江城意境中，人族就是死在了野心和自私上。往下走走吧，这座塔不知还有多少层，毕竟整个主体都被掩埋在了黄沙之中，只露出个尖尖。下一层似乎是个图书馆，陈列了10多个书架。然而遗憾的是，书架上没有一本书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有的书虽然看起来完整，但秦泽用手轻轻触碰，书就会立刻破碎。瞧，我发现了什么？一个篮球！法王突然大呼小叫起来。那是一个篮球大小的黑色球体，表面有一条条金色纹路。在黑色球体的后方不远处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具早已不知风干多久的骷髅。法王抬手在黑球上面敲敲打打，没想到蓝颜人也这么喜欢篮球运动。秦泽抬手摸了摸，球体表面十分光滑，似乎是一种特殊金属。这后面还有个老邓，他会不会是蓝颜人的球王？至死也在守护他的球。脑洞大开的法王来到椅子后面，抬起对方的胳膊，上下挥了挥，像是招财猫。骷髅身上有一条破败的长袍，右手食指骨上戴着一枚红色戒指。能出现在这里的人，至少也得是蓝颜人里的高层。秦泽淡淡道，虽然不知道这栋建筑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但从顶楼供奉着的一火来看，这里并不是普普通通什么人都能进来。发现留影时，是否消耗1单位世界之源激活？要是忽然给出提示，原来是个储存设备。秦泽倒是好奇，这里面究竟记录了些什么？激活。随着1个单位的世界资源被扣除，那黑色球体表面的金色纹路瞬间被点亮，整个球都像要炸裂开。唰！金纹黑球突然释放出一道炫目白光，秦泽等人不禁闭上了眼睛。听说了吗？北岭最近有奇怪的东西在游荡。玲珑阁今天上架了新玩意儿，一起过去看看吧。卖报卖报，今天的晨报，最新出炉的小说《大贤者不得不说的风花雪月》，先到先得。生物院带到了一头超大号的老虎，我偷偷告诉你的，别往外说啊。耳边响起一阵喧闹，像是走进了集市。秦泽4人缓缓睁开眼睛，当看到眼前的一幕时，他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之前满是黄沙、腐朽不堪的房间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间装修奢华的阅读室。一排排精美的落地书架依靠在墙边，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依靠钥匙的翻译，秦泽能看懂每本书的名字。北岭地理地貌论经济与人口，城市建设规划与未来50年的发展，火刑树改进方案，地底资源开采。这些书涵盖了各个领域，五花八门。可当秦泽想要伸手触碰时，手却直接穿了过去。好繁华！窗户边的巨霸不禁感叹。秦泽来到窗边，看向外面时，他才知道这座塔有多高。高塔接近30层的样子，4个方向各有4栋矮5米左右的建筑，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从那些人的装扮来看，他们似乎都是学者和研究员。高塔位于城市中心，整座城市的盖帽尽收眼底。这座城市给人的整体感觉有种上个世纪初的英伦风，建筑的排列鳞次栉比，街道干净整洁，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热闹繁华。不远处有一个广场，一群类似鸽子的鸟类在碧蓝的天空中飞来飞去，大人带着孩子在给他们不断投食。刚才耳边的喧闹声正是来自这个广场，卖东西的小商小贩，边笑边跑来跑去的孩子，牵手相互依偎的情侣，焦急赶着去上班的上班族。这极度真实又富有烟火气的一幕，不禁让秦泽再度感慨：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这里会黄沙满天，再不复生命的存在？你说我现在要是跳下去会发生什么？法王跳上窗户，刚准备往下跳，却被一道无形的屏障反弹了回来。吞噬哥摸着下巴，淡淡道：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里原来的窗户已经被沙子给堵上了。法王起身拍拍屁股，怪不得叫刘影时，咱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幻想，都是这个东西曾经记录下来的。秦泽的手再度穿过书架上的书，蓝颜人的发展要比我想象的更快。街头的路灯，马路上造型奇特的无声车子，房间里的照明灯具，
这一切都说明了蓝颜人的科技至少步入了人族的2次工业革命。也可能蓝颜人的科技术与人族不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科技水平绝对不低。咔！门忽然打开，走进一个身穿深蓝色长袍的男人。男人身高2.1米，面部线条粗犷刚毅，双目和头发都是红色的，看来雕像并没有夸张的成分。蓝颜人的平均身高都在2米左右。男人来到书架旁，拿起了那本火刑术改进方案，翻看起来。秦泽来到男人身边，发现书页上的字是模糊的，留影时也不行啊，细节呢？他对蓝颜人修行的功法还挺好奇的。咚咚咚，伴随一阵敲门声，走进一个年轻人。大贤者，议会那边让我问您，火刑术的改进如何了？男人合上书本，已经很成熟了，我会在学院里挑选几个在火刑术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先尝试一下。年轻人点头，退出了房间。男人将书放回书架，在一张毯子上盘膝而坐。气血，秦泽眼前一亮，这位大贤者似乎在冥想运转某种功法。秦泽察觉到了他身上波动的气血，如此说来，蓝颜人的功法他也能修炼，毕竟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用气血来催动。几分钟过后，大贤者的头顶忽然有一道蓝色的小火苗窜了起来。大贤者睁开眼睛，微微一笑，头顶火苗随即消失。擦一声响，眼前的场景消失了，再度恢复成那个黄沙弥漫的破败房间。这就没了。秦泽无语，他还没来得及偷血，留影时的金色条纹并没有熄灭，白光很快再度亮起。大贤者出现了，这次他面前还有5个17、18岁的孩子。现在我要教给你们的是我最新改良的火刑术。秦泽闻言，连忙招呼法王几人在那5个孩子身后坐下。法王开口道：“咱们这算不算是偷师？”巨霸反驳：“偷个屁！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在他面前学。”秦泽给不要脸的巨霸点了个赞。大贤者继续道：“火刑术是我们蓝颜一族的根基，学院中的每个人都要修行。它不仅能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还可用于战斗。这次我的改进方向主要在呼吸法和战斗术方面。首先是呼吸法，跟我一起闭目气沉丹田。目前秦泽主要修炼的功法只有4项功，高中时代的功法已经跟不上他的步伐，被他抛弃。海都学府图书馆中的低级功法，秦泽抽时间也全部都浏览了一遍。那些功法同样都很 low， 与现阶段秦泽的战力体系不匹配，或是说很鸡肋，没有多少提升。现在秦泽对蓝颜一族的火刑术是非常抱有期待的，毕竟是一族之根本，而且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样子。秦泽微闭双目，气沉丹田，运转气血，开始按照大贤者所说的口诀一点点去做。他一开始还担心修炼一族功法会有隔阂，实则不然，同样都是由气血催动，火刑术与人族的功法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秦泽唯一的障碍只有语言不通，但有钥匙这个翻译机在，根本难不到他。当气血运行了几个周天之后，秦泽突然感觉身体一点点热了起来，这股热量直接来源于经脉，并逐渐充斥全身。呼，一道蓝色的小火苗忽然在他头顶上燃起。不过与之前大贤者头上的相比，秦泽只能算是烛火。秦泽一呼一吸间，鼻孔都会带出灼热的空气，他能明显感觉到这股热量在淬炼他的血肉和经脉。人族对身体的淬炼只注重骨头，认为骨骼是身体之根本，随着淬骨数量的增多，身体强度自然会随之增强。而蓝颜人火刑术的呼吸法正好与之相反，在恢复气血的同时淬炼血肉。秦泽运行1个周天后，吐出一口灼热的气。我现在既淬骨又淬炼血肉，这不妥妥6边形战士。火刑术远比秦泽想象的更加强大。他立刻让淬骨组的分身再分一部分出来，专门修炼火刑术。对于普通武者而言，时间有限，就算同时拥有淬骨和淬炼血肉的方法，也只能2选1。这个问题对秦泽来说根本不是事。有一群打工的牛马在，别说双修，20修也不在话下。法王3人在尝试了几次后，最终都没能成功。秦泽觉得大概是因为他们异兽化太严重，这种类人族功法已经不再适合他们，连人都不是了，还怎么修炼？与法王他们情况差不多的，还有那5个孩子，他们总是在最后凝聚头顶火苗的关键一步失败。大贤者轻声叹了口气，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高塔不是一天建成的。秦泽眨了眨眼，蓝颜族的天骄就这也不行啊，他跟着做一遍就学会了。大贤者起身道，每天上午8点来这里找我，万不可懈怠。你们是我族的天骄，总有一天将由你们去延续希望。5人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待他们离开后，大贤者走到窗边，满脸忧愁地看向窗外。秦泽能够察觉到这位蓝颜族的柱内心在恐惧。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大贤者，生物研究院那边关于巨型生物的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去过目。知道了。大贤者回过神，微微颔首。咔，门关上，大贤者离开书房，场景消失。看来这个时候蓝颜族已经有危机了，就是不知这危机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秦泽若有所思，留影时一闪一闪的，像是卡带了。什么破设备？法王上前一顿敲敲打打，唰，白光猛地绽放，又是大贤者的教学场景。不过这次似乎隔了段时间，5个天骄已经能凝聚出头顶的小火苗了。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大家已经初步掌握了呼吸法。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们的是我对火刑术改进的第2部分战斗法。大贤者身上突然气血沸腾，整个人瞬间燃烧。这一幕秦泽十分眼熟，他在马卡族代表团的团长身上见过，只是颜色不同。大贤者的火是蓝色，而马卡族团长的火是紫色。5名学生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这是火刑术改进版中最主要的部分，蓝炎外放。无论等级，只要对气血进行极致的压缩，再控制其缓慢释放，都能做到。我来教你们具体方法。秦泽认真地坐在大贤者面前，按照他口述的内容一点点去做。火刑术大成不仅仅可以蓝炎外放，甚至可以操控不同的火焰形态远程攻击。更为关键的是，蓝炎外放形态身体各项属性将会成倍提升。
这个提升的倍数将会随着武者等级的提升而变大。如果和贤者状态一起叠加，秦泽都不敢想自己到时候得多猛。终极之下我无敌，终极之上一换一。接下来刘颖石播放的全部都是大贤者的教学画面。大贤者对5个学生极为严苛，秦泽也不断督促分身们不要留好。尼玛的，不当人事吧？饭不一口口味，你是真不吃啊？难道就我觉得这个功法很一般吗？什么垃圾？是的，只有你。分身们口嫌体正直，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跟着大贤者反复修炼。法王3人在不远处无聊的直打哈欠。吞噬哥已经开始往下一层探索。刘颖石播放的场景只存在这一层，离开这层就看不到了。这座塔是大贤者的专属地盘。吞噬哥本以为会有个保险库之类的地方，结果一连往下走了几层，也不见什么好东西，除了书就是武道场，和之前的一样，书没有一本是完好的。然而当吞噬哥下到第1层时，整个人都惊呆了。1层是个极为广阔的大厅，面积有足足200多平米。由于被掩埋在最深处，地面没有一粒黄沙，取而代之的是累累白骨。吞噬哥粗略估算，地上至少躺了800号人。他不禁一阵头皮发麻，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屠杀吗？秦泽通过吞噬哥的视角，同样看到了1层的遍地白骨。他的注意力此时都在火刑术修炼上，并没有多想。刘颖石又播放了数段大贤者的教学场景，时间跨度长达3年，期间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直到最后一段教学结束，学院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习得了改进版的火刑术。秦泽伸了个懒腰，虽然过程十分辛苦，但我神功大成了。你辛苦尼玛呢？一直都是我们在修炼，这个啧就是训了。我也神功大成了，俺也一样。秦泽不以为意的摆了摆手，你们修炼就等于我也修炼了，一回事。众分身，星号、井号、井号、星号、100分号。大贤者起身对面前的几十名学生道：能教的我已经全部都教给你们了，我只希望你们无论何时都不要辜负了蓝颜2字。学生们齐声道：蓝颜不灭，赤心永存。场景消失，吞噬哥从楼下回来了，下面的白骨你们都看到了。巨巴淡淡道：估摸着还真是在练什么邪功。现场没有任何战斗的痕迹，他们是在一瞬间死去的。秦泽看向椅子上的骷髅，大贤者是坏坏，可从刘颖石播放的场景来看，也不像啊。为了蓝颜族的发展，他可谓是尽心尽责，比人族的某些臭鱼烂虾强多了。身为上位者，能对普通下位者如此认真，世间罕有。吞噬哥对着刘颖石道：只有他能给我们答案了。怎么又卡带了？法王踢了刘颖石2脚，白光出现。好了，法王比了个大拇哥。再次播放的场景中，大贤者满脸忧虑地坐在椅子上，他忽然起身开始往楼上走，秦泽等人连忙跟了上去。看来刘颖石留记录的全是大贤者的生前影像。秦泽暗道：高塔最顶层，四周的墙上是彩色的壁画，与秦泽之前看到的大差不差。场景中的只是更为完整，色彩更为丰富。顶层中央，2座雕像手捧着一团半个篮球大小的蓝色火焰，火焰轻轻跳动，静静燃烧。当大贤者来到火焰面前时，火焰明显燃烧得更加热烈。大贤者笑了笑，旋即沉声道：我们能战胜这次的危机吗？一道小火苗跳到了大贤者的手背上，似在回应。大贤者看着火苗陷入沉思，许久，他说：我知道了。火苗重新回到火焰里，大贤者下楼。秦泽深深地看了那团蓝焰一眼，他好像搞懂这团火是个什么东西了。轰隆！突然，外面响起了震耳的爆炸声。秦泽跟着大贤者快步来到窗边，发现城外升起滚滚黑烟。大贤者，出事了！一年轻人急匆匆地跑了上来。北岭出现了一大批巨兽，卫队希望您能过去支援。大贤者点头，我知道了。只见大贤者站到窗台上，一跃而下。半空中，他全身燃起蓝焰，龙抬头般飞向高空，朝着黑烟方向快速奔去。播放中断，刘颖石开始换碟。卧槽，他们口中的巨兽该不会就是异兽吧？法王道：秦泽，可能性很大，这个世界看起来也发生了异兽危机，似乎比人族面临的更加严峻。虽然他还不清楚蓬莱城具体是个什么样的运行机制，但蓬莱城这个中介的存在，毫无疑问挡住了异兽直接进攻本世界的脚步。而蓝岩界似乎并没有自己的蓬莱城，这就有点难了。泛大陆的历史上，在蓬莱城没有建立之前，异兽可谓是疯狂投放，被灭了好多城，死了好多人，直到蓬莱城出现，情况才有所好转。播放继续。3个身着正装的人在大贤者面前汇报，今年是巨兽出现的第8个年头，生物研究院那边仍旧没有什么突破。目前东部疆域已经完全沦陷，巨兽群正在朝着都城前进。学院的学生请求出战前线，议会每天都会收到大量联名请战信。修行者伤亡近半，医疗系统几近瘫痪。大贤者看上去非常疲惫，他的右肩上缠绕着厚厚的绷带，中心处已被鲜血浸红。大贤者沉默片刻，告诉议会可以启动最终方案了。3人闻言皆是一愣。是。大贤者重重叹息，巨兽到底是从何处来的？这个问题困扰了他许多年。议会和生物研究院调查至今也没能查明原因。这次没有再卡带，场景迅速转换，黄昏的残阳照射了进来，屋内一片暗金色，窗外是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秦泽走到窗边，巨兽已经兵临城下，街上不复往日的平静祥和，人们惊慌失措，东奔西走。卫队在街头维持秩序，给民众指引方向。10多个衣着华丽的老者站在屋内，与大贤者议事。卫队在北岭深处发现了通往深渊的门，现在把门堵住，还有挽救的余地吗？大贤者摇了摇头，发现的太晚了，深渊之门如今已经彻底敞开。若是早几年发现，我们还有机会切断。老者们皆是沉默。许久，最年长的一位开口：这么做，蓝岩文明还能延续下去？大贤者苦笑：我不清楚，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都城连同整个东域与本体世界进行切割，舍小保大。除此之外，
我再无他法。年长老者默默道：世界根基受损，不知能否再恢复。就算完成切割，剩下的部分世界将流浪深渊，没有世界意志的庇护，这样流浪的文明不知还能延续多久。大贤者正色道：就算流浪，也总比全死在巨兽口中要好。后辈们已经全部习得了改进版的火形术，我会把2/3的世界之源留给他们，剩下的1/3用作世界切割。只要蓝焰不熄灭，终有一天会再度热烈燃烧。老者们没再有异议，只是问道：启动切割计划还需要多少的源？大贤者回答：10000。年长的老者点头，给我半小时的时间。几人接连离开，走到门口，年长老者脚下一顿：你确定要留下？大贤者点头，语气坚定：我是世界的天选之人，最后的切割计划必须要由我来完成。年长老者道：可小伙子们也同样需要你。大贤者只是笑笑，没有人是被永远需要的，他们的羽翼已经丰满，会选出新的领袖。老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轻轻带上房门。大贤者摊开掌心，一团蓝色火焰静静燃烧。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走进一身穿轻甲的年轻人。大贤者，您找我？秦泽记得他是第一批跟随大贤者学习改进火形术的5个年轻人之一。灵，你是学院中天赋最好的，本来我想把你当做下一代的大贤者来培养，未曾想时不我待。大贤者不禁感慨，我其实……大贤者打断了他，取出一个成年人拳头大小的蓝色水晶球，这里面有2/3的世界之源，交给你了。林正重接过。大贤者缓步来到窗边，看向外面的慌乱，鬓角又多了几缕白发。切割计划你已知晓，这不仅是我，也是世界意志的决定。经此一役，我蓝炎族的世界意志将彻底消亡。林紧握水晶球，思绪复杂。大贤者转过身，微笑地看着他。但你们将延续蓝炎族希望，族人只要团结一心，历经漫长岁月的等待，新的世界意志会诞生。届时，蓝炎文明将会重新燃烧。林抬起右拳放在心脏处，蓝炎不灭，赤心永存。无论面临何等境况，我都会与族人站在一起。大贤者点头，去吧。林眼眶泛红，嘴唇轻颤，似要说什么。大贤者摆了摆手，林重重一拜，转身离开。城内最后一批撤离的居民站到了广场的法阵中，林赫然也在其中。他看向大贤者所在的高塔，大喊：师父，我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阵法启动，林连同上万民众被传送出了都城。热闹繁华的街头如今只剩下一片狼藉，再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城墙上的卫队还在抵御异兽，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秦泽叹了口气，他不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此时的心境。亲眼目睹了一个文明从兴盛到衰亡，他不禁会想，千百年后人族是否会面临同样的抉择。大贤者在房间一侧的柜子上轻轻一拍，柜门开启，黑色流影石飘了出来。大贤者将流影石放到了桌子上，自己则是在后面坐下。1万人的援已经准备好了，光是守城的卫队就有2万，情况我已经和他们说明了，他们自愿留下。老者出现在门口，大贤者诧异地看向他，你没走？老者笑了笑，你不是说了吗？没有谁是被永远需要的，更何况我们这些老骨头也经不起折腾，未来就交给年轻人吧。大贤者挑眉，你们？老者解释，忘了和你说了，议会的800个老家伙也不走了，他们现在都在一楼。准确来说，现在你有20800的元可以使用。大贤者也释然地笑了，除了世界之源，切割世界还需要世界生灵的同意。虽然世界意志可以抵消绝大部分，但还需要一部分生灵现身。老者颔首，你不用和我解释什么，这么些年你为蓝炎族付出太多了，我永远相信你。最后的时间，我去和老伙计们聊聊。老者转身下楼，秦泽目送老者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心里由衷的敬佩。这些老东西主动留下，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相比之下，人族都是些什么烂蒜？大贤者面向流影石，正襟危坐。蓝炎历4309年7月5日，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地火燃烧最为旺盛的时候。今日我将东域从主世界中切割出去，保全其他族人的同时，释放出炎庙下镇压的地火，焚尽巨兽。大贤者像是在记录。说着，他将一块令牌放在了桌面上。当看到那块令牌时，秦泽瞪大了眼睛，这不是法王带回来的那个吗？法王先是一愣，旋即喜上眉梢。虽然现在他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但既然是大贤者在这个节骨眼上亲手取出来的，必然是有重要意义。这妖牛逼的东西，只花2000大洋就给拿下，厉不厉害你法王？法王看向秦泽，眉飞色舞的邀功。大贤者摊开掌心，蓝炎出现，他将那团火焰按进胸口，身上瞬间燃起幽蓝色火焰。诸君，你们是否愿以自身为源，切割世界？大贤者的声音如暮鼓晨钟，回荡在都城上空。守城卫队边浴血奋杀，边大喊：蓝炎不灭，赤心永存！呼！他们燃烧了起来，血肉消失，化为白骨。一道道蓝色流光从他们体内飞出，汇聚在都城上空。失去卫队的驻守，城墙很快被巨兽突破。数万巨兽涌进内城，他们横冲直撞，大肆破坏，一栋栋房屋倒塌，往日繁华的城市顷刻间化为废墟。兽群嘶吼咆哮，似在庆祝胜利，此地俨然变成巨兽的乐园。高塔一层大厅，800位年过古稀的议员彼此手拉着手，哼唱一首不知名的歌谣。他们的身体接连燃烧，变成白骨倒下的同时，蓝色流光飞到天空。高塔倒数第2层，大贤者沉声道：吾以世界天选之人之名，以1/3世界之源为媒介，经得世界意志与世界生灵的同意，为抵御异族入侵，现切割东域。蓝炎不灭，赤心永存。大贤者自身燃烧殆尽，枯骨瘫坐在椅子上。一道蓝色光柱从枯骨之上拔地而起，直冲霄汉。天空上的流光围聚在这道光柱周围，逐渐凝聚，压缩成了一个点。轰的一声，点炸裂开来，无数的蓝光飞向四面八方，坠落大地。
秦泽向窗外看去，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一道蓝色光幕，大地开始剧烈颤动。此时若能从空中俯瞰，会发现东域四周都升起了光幕，像是切豆腐一样，整个东域从主世界中分离了出去，消失在无尽虚空。地面震动了好久才停下，城中的巨兽也都懵逼地抬起脑袋，不知所措。唰，刘颖石边上的那块令牌忽然飞出窗外，消失在天际。轰！下一秒，汹涌的蓝色火焰从远处奔涌而来，火焰越来越凶，当抵达都城时，已经变成了一面几10米高的蓝色火墙。那些肉身无比强悍的巨兽，在碰到火墙的瞬间就被烧成飞灰。短短几秒钟时间，城中数万异兽被烧成渣，万籁俱寂，火久久燃烧不息。已经化为废墟的都城又变成了蓝色地狱。望着窗外景象，秦泽不由得重重叹了口气。蓝颜人的结局有些悲壮，你可以说他们是断尾求生，也可以说他们的做法是苟延残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文明在巨大的外来危机面前，爆发出了一股无可匹敌的凝聚力。一部分人甘愿奉献自我，换取其他族人的生命，换取整个种族的希望。无论是守城的卫队、楼下的议员，还是大贤者，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蓝颜族的英雄。秦泽联想到江城意境中人族的种种表现，不禁咬牙切齿。他们的表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丢人。蓝颜人对世界意志、对世界之源的开发要远高于人族，毕竟连切割世界这种脑洞大开的操作都能做出来。看着椅子上化作枯骨的大贤者，秦泽不免有些蛋疼。天选之人这个职业太危险了，他就知道树底下那老登没憋什么好屁，非把天选之人安自己脑门上。周围场景消失，刘颖石的播放彻底结束。法王上前又是一顿敲敲打打，这就没了。刘颖石，巨霸淡淡道：大贤者都嘎了，肯定没了。吞噬哥开口道：蓝颜族还是有点东西的，这个大贤者可以称得上是蓝颜族之主，就是不知被切割剩下的那部分蓝颜人现在境况如何，我还挺好奇的。秦泽道：带走了那么多世界之源，应该不至于灭亡。随即他上前在大贤者身上那件破烂的长袍上摸了摸，一无所获，最后只是把他手上的戒指给撸了下来，放进兜里。这枚戒指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收纳能力，只是有点好看。大贤者生前也是个体面人，去给埋了入土为安吧。巨霸闻言，把椅子上的骨头捧了起来，走下楼，准备和那些议员们一块埋了。秦泽拍了拍刘颖石，对法王道：带走。法王拿出个口袋，把球装里，扛在肩膀上。待巨霸把人都埋了之后，秦泽一行人离开高塔。他们在塔里待了将近1天的时间，主要是大贤者的教学视频太多，秦泽还一个没跳过。接下来花了些时间，秦泽把周围4栋建筑都给探索了一番，和高塔中的情况差不多，时间带走了一切，只有一些瓶瓶罐罐剩了下来，但秦泽并没有什么兴趣。出去吗？背着球的法王问。秦泽眺望远方，还有2个地方，原子哥说的那个洞，以及场景中令牌坠落的地方。秦泽掏出令牌，在手中把玩一番。他没忘进入这个世界的初始目的，调查世界之源。按照刘颖石播放场景中令牌大致消失的方向，秦泽等人快速赶往。1个多小时后，他们停在了一处沙丘上，应该就是在这附近。秦泽道：蓝颜千百年如一日的焚烧，已经将东域变成了毫无生机的沙漠。秦泽拿出望远镜开始观察，很快便锁定了不远处一个塌了一半的建筑。找到了！一行人快马加鞭，火速抵达。这是一个破败的神庙，前方的空地上有一座手持长剑的蓝颜人雕像，某些特征和壁画上那个手持一火的蓝颜人一样。秦泽估计他应该是蓝颜族的初代大贤者。神庙的顶部是尖尖的，四面墙壁倒了一面半。蓝颜人似乎格外喜欢这种尖顶建筑，包括都城中的很多房屋在内，全部都是尖顶的。秦泽小心翼翼走进神庙，这里以前大概也供奉了某座神像，但现在只剩下了底座。神庙中央，秦泽看到地面他进去了一个大洞，火焰正在源源不断的从中喷涌而出。秦泽眼前一亮，这就是原子哥说的那个地方，竟和令牌消失之地是一处。正如原子哥所说，这个洞进不去，哪怕有庇护空间，洞口同样拒绝访问，像是有一层特殊的屏障，将一切隔绝在外。发现世界之源327个单位，看到钥匙突然给出的提示，秦泽直呼好家伙，过去了这么久，竟然还有这么些世界之源剩下，当初的1/3，那得是多少？然而遗憾的是，钥匙没有回收提示，这么多的世界之源只能干看着，甚至连摸都不给摸。秦泽十分确定世界之源就在洞里，可又进不去，头秃。看这个是不是很眼熟？法王在那个神像底座的后面招呼道。秦泽凑了过去，发现底座上有一个凹槽，凹槽的形状与令牌完全吻合。法王得意洋洋地看着秦泽，邀功道：快说谢谢法王爹。秦泽把法王挤到一边，将令牌按到里面。下一秒，什么都没发生，洞口处的封印并没有解除，还是进不去。秦泽微微皱眉，看向法王背着的刘颖石，莫非是错过了什么细节？秦泽快速回想了一遍，毕竟是几百个分身同时看的，相当于直接储存在了硬盘里，可以随时提取。可反复回忆2遍，他仍旧没有新发现。唉，秦泽叹了口气，不甘地看了眼洞口。事已至此，只能出去从长计议，继续逗留只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世界之源。雷公助我！法王手持一道雷霆扔向洞口，雷霆直接被黑黝黝的洞口吞噬，没掀起丝毫波澜。撤了！秦泽标记地点，带着法王3人奔向出口。自从有了蓝岩界的入口，千流岛上的人可谓是每天都在增多，入口的售票窗也是24小时营业。总有不怕死的，自以为拿了一件防火的武具就可以对抗蓝岩。夜深了，检票员打了个哈欠，再过1个小时就会有人来换班，他已经在想一会去哪里喝酒了。10号街区据说新开了一间酒馆，里面的姑娘都很哇塞，嘿嘿嘿。想着想着，他不禁流下了哈喇子。就在这时，空间之门突然产生波动，这是有人要出来的征兆。
检票员瞪大眼睛，一副活见鬼的样子。火已经烧了几个小时，怎么还会有人出来？扛着刘颖石的法王第一个迈出空间门，对上了检票员那双呆滞的眼睛。法王挑了挑眉，看你妈看。千流岛10号街酒馆，微醺的一字湖后面系着脏兮兮的毯子，坐在吧台边上和几个舞者高谈阔论。我跟你们讲，昨天中午出来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外乡人，估计又是检票员那个混球没和他们说明里面的情况。我特意警告他们，再过个把小时，整个世界都会燃烧起来。他们硬是不信。后来我在外面等了2个小时，也不见他们出来，估计这辈子也出不来了。边上有人打趣道：“找死投胎的人，你是拦不住的。看你们身上带的东西比较多，他们也想发一笔财。”一字湖摆了摆手，那也得有命花才行。这些年不知在里面死了多少外乡人。砰！酒馆大门忽然打开，扛着刘颖石的法王走在第一个，紧随其后的是秦泽、吞噬哥和巨霸4人，风尘仆仆，身上不少沙子，一看就是刚从异界出来不久。原本热闹喧哗的酒馆一瞬间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秦泽一行人，全部都是见了鬼的样子。尤其是一字胡子，刚喝进嘴里的酒全部都喷了出来。他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难不成是自己假酒喝多了？秦泽径直在一字湖边上的空位坐下，拍了拍肩膀上的沙子，随便上点吃的。服务生回过神，哦，好。一字湖哆哆嗦嗦问：“你到底是人是鬼？”异界存在几十年了，目前除了姚镇守使外，没有人能够在里面待超过1天时间。秦泽淡淡道：“你看我像人还是像鬼？”一字湖犹豫着，抬起手捏了捏秦泽的胳膊：“你们竟然真活下来了，不可思议！”酒馆里的其他人时不时偷偷看眼这伙戴着面具的奇怪家伙，但并没有人来没事找事。法王3人特意释放出3级武者的气息波动，将一切麻烦拒之门外。服务生给秦泽4人每人上了一份炒饭。一字湖边看着狼吞虎咽的几人，边问：“话说你们在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奇怪的事情？”秦泽，你所说的怪事是指什么？会放片的篮球，冒火的黑洞，单拎出来一件都很怪。一字湖凑近，低声道：“异兽有没有发现异兽？”秦泽微微皱眉：“里面有异兽？”一字湖点头，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目击案例，但不少人都听到过异兽的吼声。秦泽若有所思，这货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东域被切割了出去，但深渊之门大概率是没关的。秦泽忽然感到有些庆幸，还好蓝岩界每天都会被焚烧一遍，不然成群结队的异兽很有可能通过空间门降临千流岛。服务生插了句嘴，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不就是明确的目击案例吗？”照片中是一望无际的沙地，远处的沙丘上有一个硕大的黑影高高站立，只是距离太远了，照片很模糊，看不真切。一字湖对此嗤之以鼻，懂得都懂，目击照片像素都会自动降低。这老哥极为健谈，再加上秦泽请他喝了杯酒，他说了不少异界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据他所说，他已经探索异界5、6个年头了，靠倒卖里面的一些瓶瓶罐罐为生。虽然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太大用途，但毕竟是来自异族文明，有这层烙印，其价值将会成倍提升。也就是半年前，我跟手底下的兄弟们跟往常一样刨沙子，奶奶爹突然刨到了空间门，把我们一票人都给传深渊去了。还好离蓬莱城不远，要不然真就回不来了。秦泽来了兴趣，并拿出地图，让他在上面标出空间门的所在位置。一字湖用钢笔在上面画了条杠，随即道：“后来我又去看过，那扇门已经不见了。”秦泽收起地图，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空间门，很有趣。秦泽有个大胆的联想，会不会被切割出去的蓝岩人又回来了？发现世界仍旧不适合生存，他们又走了。秦泽在酒馆一直待到深夜，期间关于异界的情报有用的并没有几条。喝多了的武者和佣兵们谈论的大多都是关于女人的话题。秦泽伸了个懒腰，和法王等人回到船上。经过1天多时间的缝缝补补，如今飞翔的马戏人也总算是被修复好了，最起码床底的几个洞都打上了补丁，不用担心出航及沉船。舱室内，秦泽躺在床上，又启动了刘影石，舱内的场景变成了高塔。然而遗憾的是，刘影石仍旧没有新内容，还是老一套。次日一早，飞翔的马戏人起航返回海都，巨霸和几个分身留了下来，他们将继续探索蓝岩界，看看是否还会有新发现。经过3个小时颠沛流离的航行，船身侧倾接近20度的飞翔马戏人停靠在了渔人码头。码头上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水手们看到这一幕，差点惊掉下巴。船都倾斜成了这种程度，还能开回来，到底是哪位传奇船长在驾驶？终点站渔人码头到了，感谢搭乘本次航班，期待您的下次光临。cosplay 海盗的船长站在甲板上，对着秦泽挥了挥钩子。秦泽一脸黑线，这几天把你们开船的技术提升，狗开的都比你们好。水手们顿时不乐意了，屁事真多，不收你船票就不错了。再说一遍，我的专业是跳帮。秦师傅，嘛时候让咱去跳帮啊？狗开的比我好？我不信，俺也不信。秦泽回到学校，宿舍里面空无一人，胖子3人都在教室上文化课。秦泽直接让一个分身代替自己去了。叮咚，班级群里，姚老师下发了通知，下周3有一节异兽实战课，任何人不得缺席。异兽实战课是要下深渊了吗？秦泽还挺期待的。刚在床上坐下，钥匙忽然震动，有人在找自己。他一打开聊天群，结果就看到边缘划水在疯狂艾特全体成员。边缘划水，大佬们救命啊！出事了，出大事了！边缘划水，我大抵是要死了。路人甲，水兄遇到什么事了？仙女不拉屎，不是吧？还有快男跑不掉的麻烦。秦泽微微皱眉，边缘划水在深渊跑来跑去这么久，足以见得其实力很强，哪怕被异族高手紧追不舍，他也表现得云淡风轻。今日在群里发出求救信息，怕是真遇到了大危机。边缘划水，我的手上长了一只眼睛，嘿嘿嘿，我有第3只眼了，啦啦啦啦啦！仙女不拉屎，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屁话？边缘划水，呜，大佬们快救救我，我要死了，
我真的要死了！仙女不拉屎，你能不能先把你现在的情况说明白，不然我们怎么帮你？边缘划水，我身后有2个人在追我，一个是月族老登，另一个还是月族老登，吃我一记飞踢，让你丫的追我。路人甲，水兄，你的精神状态还好吗？书生，失神症发作了。秦泽扯了扯嘴角，他算是看出来了，此刻边缘划水的精神比自己还不正常。仙女不拉屎，不可能是失神症，他已经在世界里了，而且他还有世界之源。边缘划水，他们在看我，他们全都在看我，我也看你们，看死你们，统统给噎死！书生完全疯掉了，准备开席。驯兽师，我随100。仙女不拉屎，肘子让我第一个加。路人甲，悠悠鹿鸣，他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好可怕！遥远，边缘划水还在世界里吗？边缘划水，远前辈，快来救我！仙女不拉屎，终于说了句人话，看来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边缘划水，我找不到出去的路了，哈哈哈哈！他们不让我走，嘻嘻，你们看我的眼睛漂亮吗？接下来，边缘划水一直在胡言乱语，说的上一句话永远接不上下一句，直到半小时后，边缘划水再也没发消息。仙女不拉屎，嘎了。书生开席。遥远，我使用了神行符，1天后就能到。仙女不拉屎，希望他能撑到那时候。秦泽叹了口气，看来深渊里极度危险啊，连边缘划水这种老司机稍有不慎都会翻车，自己还是再苟一阵吧。希望边缘划水能活下来，不然胖子的转职计划就泡汤了。秦泽喃喃自语，武具，尤其是带有特殊功能的高质量武具都是很珍贵罕见的。海都学府有武具库，可以用功勋兑换。秦泽开学那天就浏览了武具库的列表，并没有适合胖子的武具，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边缘划水的那根手杖上。奈何这货实在是太浪，边缘划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什么叫不作就不会死。路人甲，话说道兄什么时候出关？我的神行符都用完了。仙女不拉屎，我的也没了。抓个狐狸精，快点出关画符。驯兽师，这位就是闭关的群员，他的名字还真够特别的。抓个狐狸精，就说嘛，群里没个正常人，原子哥除外。仙女不拉屎，一个臭屁倒是，不过他画的符都很有用，包括远前辈也在用，等他出关你可以找他买些。秦泽暗暗记下了，原子哥都在用，那肯定是好东西。仙女不拉屎，家里的床真舒服啊。驯兽师，你才离开深渊。仙女不拉屎，回家好久了，就是有感而发，这次赚了不少军功，下次征召可以不用去了。若不是为了躲避潮汐，秦泽估计他这次都不会去。驯兽师，书生和路人甲也都回来了吗？书生，路人甲，我还没，在北京接了个任务，赚点外快。路人甲，说起来，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个神奇的组织，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仙女不拉屎，什么组织？路人甲，这个组织叫马戏团，领头戴个小丑面具，自称是副团长。秦泽瞬间瞪大了眼睛，啥玩意儿？马戏团业务什么时候开到北京去了？我这个团长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个小丑副团长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局域网内也满是快活的空气，绷不住了，咱们也有人冒充，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火了呀！秦师傅，嘛时候去一趟北京，碰碰这群冒牌货。Big 胆，马戏团也是随随便便什么人能冒牌顶替的吗？秦泽虽然不解，但大为震惊。驯兽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烧杀劫掠那种吗？路人甲，不是，这伙人挺奇怪的，就挺乐善好施。这次我的任务几乎一直都是他们全程在帮忙，现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我想给他们报酬，他们还不要，搞得我挺不好意思的。秦泽，他上一次这么无语，还是再上次，他真想问问那个小丑，哥们你到底图什么呀？仙女不拉屎，哈哈哈哈，还真是一群奇葩。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纯粹的老好人的确和傻逼没什么两样。秦泽又水了会群，见边缘划水没再发消息，就退了出来。师兄，你可一定要活下来啊！关于北境马戏团，秦泽觉得大概率是撞名了，也就是北境离海都实在太远，一个在极北，一个在最南，不然的话，他还真想去看看。砰！宿舍门打开，刚下课的胖子3人回来了。瞧见躺在床上的秦泽，怀旭顿时为之一愣。老大，你不是去厕所了？怎么比我们还快？秦泽淡淡道：甚好。怀旭竖起大拇指，不愧是老大。文景心中暗道：不愧是你啊，怀旭。怀旭凑到秦泽身边坐下，我从大二的老鸟那打听到，这次的异兽实战其实就是让我们3人一组对战一头病殃殃的异兽，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这些菜鸟见见血。秦泽问胖子：你们也有异兽实战吗？胖子回答：我们没有，现在每天都是在提升精神力。秦泽点了点头，那正好，你我文景，咱仨一队。怀旭嘿嘿笑道：正有此意。秦泽还以为异兽实战会下深渊，没想到是过家家，无聊。手机这时忽然响了，秦泽看眼来电显示秦玉打来的，稀奇。喂，晚上7点我去接你，一起吃个饭，正好我闺蜜回来了。电话里响起秦玉甜腻腻的声音。没时间，我又没问你，就这么定了，6点钟我去接你。说罢，秦玉直接挂断了电话。对于这个只存在于秦玉朋友圈里的闺蜜，秦泽还是很好奇的。据秦玉所说，她这个闺蜜家里有大生意，正好看看马戏团有没有机会合作一手。自从彪哥那一单生意后，已经许久没有进账了。老大，刚才那是？怀旭贼兮兮的凑了过来。我姐。怀旭眼前一亮，晚上要吃饭是吧？我陪你去吧，老大，我可以买单。秦泽抬手把怀旭的脑袋推到一边，这几天好好学习一下关于异兽的知识，别到了实战那天一照面就被异兽吓尿了裤子，给我丢人。怀旭，委屈点 GPG。晚7点，一间装修豪华的餐厅，悠扬的小提琴和钢琴声久久回荡，食客们的衣着打扮皆为上流，举手投足间极具优雅。相比之下，秦泽像是刚逃荒回来的，
脚踩一双发黄的白色运动鞋，皱巴巴的白色短袖搭配黑色短裤，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身着红色晚礼服的秦玉宛如一朵盛开的玫瑰，坐在秦泽对面，看看菜单，想吃什么随便点，反正不用我们买单。秦玉把一本厚厚的菜单扔给小老弟，自己则是翻开了手里的那本锦绣海兽刺身，霸王别姬也来一个，5色木瓜奶要大分的，给他补补。短短2分钟时间里，秦玉点了小半本，一旁服务生手都记麻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秦玉看向小老弟，秦泽合上菜单，他剩下没点的都全上一份。好的，先生。服务生脸上虽然挂着职业化微笑，心里面却是想骂娘。你们丫的，直接说上整本菜单不行吗？你那个闺蜜什么时候到？服务生离开后，秦泽问。秦玉看了眼时间，快了，他可是个大忙人。旋即，他喜滋滋的起身转了一圈，给小老弟展示自己的新裙子。好看吗？秦泽上下打量一番，要我说真话，当然，你可以用你能想得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美我。秦泽组织了下语言，确实挺好看的，就像一个鲲。秦玉愣了愣，瞬间变成了龇牙的小老虎。秦泽，你故意的是吧？秦玉可不管是不是高级餐厅，直接上手。身为2级武者的秦泽，只手将其镇压。姐弟俩打闹的功夫，旁边响起好听的女声。你们姐弟2人的感情真让人羡慕。秦泽侧过头，看到桌边站着一位高挑美女，五官立体精致，一头乌黑的微卷长发随意披散在脑后。她穿着 V 领蓝色长裙，裙摆下露出白皙光滑的小腿，脚下是一双白色镶嵌着碎钻的凉鞋，脚趾晶莹又饱满。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这是一位 C 级强者。秦泽不禁在心中暗道：老姐，你点的那木瓜奶还是留着给自己补补吧。这还是秦泽第一次看到能在颜值上和秦玉一较高下的女人。淮安，快帮我教训这个小赤佬，他以下犯上。秦玉迅速起身，站到闺蜜身边，一红一蓝，犹如2朵娇艳的花。全场的目光此时都汇聚在了2人身上。闺蜜笑了笑，我的武道可是荒废了许多年，怎么可能是武状元的对手？秦泽挑了挑眉，他是武者，可秦泽没有察觉到任何气血波动，要么正如他刚才所说，长时间不修炼已经和普通人无异，要么是一个超级大佬，可以完美隐藏身上的气息。想了想，秦泽觉得前者更靠谱一点。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咸鱼只能和咸鱼做朋友。夏淮安，你姐的朋友。秦泽，你朋友的弟弟。夏淮安笑笑，你弟弟真有意思。秦玉轻哼一声，没看出来，他就是屁话多而已。刚点的菜很快上齐，一桌子都差点没放下。淮安，快尝尝，这是我亲自给你点的木瓜奶。A 级弱鸡向 C 级大佬献上补品。秦泽还以为夏淮安会发飙，结果谢谢。夏淮安接过木瓜奶，微笑道。秦泽不禁感叹，真是人比人该死啊。秦玉何德何能有这样的大家闺秀做闺蜜？3人边吃边聊，气氛逐渐热闹起来。夏淮安似乎对武大的生活非常感兴趣，问了秦泽很多问题，包括迎新挑战赛。当得知秦泽就是那个一人挑翻了全部老鸟的新生后，夏淮安满脸不可思议。秦玉喜滋滋的，觉得小老弟给自己长脸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夏淮安好奇问。怎么说呢，就是先这样那样，然后再那样这样，就赢了。秦泽道。夏淮安拍了拍手，厉害，给秦泽整得老不好意思了。大姐，你是真能捧场。淮安姐是做什么生意的？秦泽问。夏淮安回答，海兽生意，我有一支专门猎杀海兽的船队。富婆，大富婆啊！夏淮安忽然叹了口气，前段时间有一艘船失联了，大概率是遇到了黑十字海盗，现在等他们要赎金呢。秦泽愣了愣，还真有海盗？局域网里的分身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兴奋起来。快问问他，海盗老窝在哪？我钻研已久的跳帮理论终于能够得到实践了，生意这不就来了吗？拿下这波海盗还不直接起飞？他们总部在哪儿？秦泽迫不及待问。夏淮安摇了摇头，这群海盗十分神秘，专门劫持落单的货船，经常出没在千流岛南边的深海区，没人知道他们的总部。这样啊，秦泽有点失落，不过无伤大雅。虽然没有老挝坐标，但可以打窝钓鱼。与此同时，渔人码头，一艘挂着马戏团旗帜的大船在夜幕下驶向茫茫大海。突如其来的加班，甲板上的水手不仅没有丝毫抱怨，一个个反倒像是打了鸡血般亢奋。搞快点！黑胡子海盗，我们特么来了！是十字，黑十字湖海盗，我们特么来了！秦玉和夏淮安还要去参加一个晚宴，做了20分钟，2人就要走。秦泽不能理解，都要参加晚宴了，还吃什么饭？结果秦玉却说，晚宴是用来社交的，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临走之前，秦泽又给秦玉赚了些钱。谢谢亲爱的弟弟。秦泽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快滚快滚！餐厅门口停了一辆加长轿车，司机下车打开车门，闺蜜俩坐进了后排。秦玉打开手机，看到10万块转账，美滋滋道，还算小赤佬有点良心。既然如此，带我飞升那天就勉为其难带上他吧。一旁的夏淮安撇了撇嘴，拿你弟弟的钱，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秦玉点完确认接收，收起手机，完全不会。夏淮安有点看不懂这对姐弟的相处模式了。秦玉伸了个懒腰，他是担心我被老男人骗，才总给我转钱。知弟莫若姐，秦泽想什么他一清二楚。夏淮安不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是合伙人？秦玉摇了摇头，这你就不懂了，儿子要穷养。夏淮安睁大了美眸，可你不是他姐吗？秦玉理所应当，长姐如母，我等于是他半个娘，而且现在妈又没在，我就是完整的娘。夏淮安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这家人的脑回路，感觉没一个正常的。阿姨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秦玉看向窗外，快了，儿子们，爸爸给你们带宵夜回来了。秦泽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宿舍，床上2个人闻到香味，立刻跳了下来。秦泽打开打包盒，将一份份没动过的菜摆在了桌子上。泽哥，你直接打包了一桌满汉全席回来吗？胖子难以置信道。秦泽摆了摆手，吃就完了。
怀旭和胖子大快朵颐。文景坐在床上冥想，一动不动。你不吃点？秦泽拍了拍床。文景睁开眼睛，淡淡道：深夜进食，身体不会吸收，食物会转化为废料堆积在身体中，不利于修炼。秦泽直呼好家伙，太自律了，我的景。到了熄灯时间，大家各自回到床上。怀旭起了个头，聊到了班上的女生。胖子不断附和，俩人说着说着，话题很快就到了陆彤彤身上。最后二人一致认为陆彤彤天下第一可爱。文景还在冥想，秦泽睡着了。飞翔的马戏人抵达了千流岛，而原子哥终于找到了边缘滑水所在的世界。空间泛起层层涟漪，一袭白衣的遥远走进了这方世界。视野中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紧紧相邻。清澈见底的溪流从遥远脚下经过，发出悦耳的叮叮咚咚。遥远微微皱眉，虽然眼前一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可他并没有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清可见底的水中没有一尾游鱼，甚至没有任何微生物，包括那些郁郁葱葱的大树。遥远从他们身上没有感受到丝毫生命气息。噌，长剑出鞘，数米长的剑气朝前横扫而出，接连斩断10数棵大树。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遥远便清理出了一片空地。突然，折断大树的截面处喷涌出大量血浆，紧接着开始迅速膨胀。大团大团的红色血肉从截面快速生长，所有斩断的树都被新生长出来的血肉连接在了一起。遥远轻轻一跃，退至河流对岸。空地上的树还在不断爆浆，不断长出肉瘤，仿佛这根本不是一地的树干，而是遍地残枝断壁。装神弄鬼！遥远冷哼一声，旋即冲天起，地面的景象尽收眼底。他快速搜索，很快在一处山坡上发现了边缘滑水。边缘滑水是个1米8的大汉。待遥远赶到时，他正面对着一棵树，在不断小声念叨着什么。他说的并不是泛大陆上的语言，宛若古神般低语。我来带你出去。遥远沉声道。边缘滑水身子一颤，忽然停止了念叨。他慢腾腾地转过身，面向遥远，双目紧闭，眼角流血。星号井号反斜杠10026。边缘滑水咧嘴一笑，又开始念起那晦涩难懂的语言。忽的，他脸上睁开密密麻麻10多只血色眼眸，只是他原本的眼睛还在闭着。唰，边缘滑水消失在原地，仅仅一个闪身就突至遥远面前。遥远右手轻轻一震，边缘滑水被震退，撞到了树上。砰砰砰砰！遥远甩出树柄飞剑，扎入边缘滑水的四肢，将其钉在了树上。飞剑发出金色光芒，表面有皱纹流转。无论边缘滑水如何剧烈挣扎，飞剑纹丝不动。遥远缓缓来到树下，边缘滑水脸上的10几只眼睛紧紧盯着他。有趣！遥远手腕一翻，再次取出一柄短剑，朝着其中一只眼睛狠狠扎了下去。随即轻轻一挑，整颗眼球便被这般轻松地挖了出来。遥远如法炮制，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边缘滑水脸上多出来的10几只眼睛全被他给挖了出来。没了眼睛，水兄脸上多出了10多个鲜血淋漓的窟窿，但对水兄这样的高手而言，多几个窟窿问题不大，伤口已经在开始愈合。边缘滑水缓缓睁开了眼睛，茫然问：我这是怎么了？衣服脱了。遥远沉声道。边缘滑水一愣：姚前辈，是您来救我了？衣服脱了。遥远重复。边缘滑水有点懵，什么情况？不待他反应，遥远起手2剑就劈碎了衣服。转过去，边缘滑水红着一张老脸，再次面述：哎，毕竟是救命恩人，如果是前辈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在边缘滑水还在做心理建设的时候，一件长袍扔到了他身上，穿好，可以离开了。这么快啊？边缘滑水一头雾水。遥远解释：你被寄生了，寄生物是眼睛。边缘滑水恍然，原来刚才是在检查他身上还有没有寄生物。前辈是怎么解决我身上的寄生物的？遥远云淡风轻，挖出来就好了。边缘滑水连忙摸了摸脸，不禁哀嚎：我的帅脸。穿好长袍的水兄正准备跟遥远离开，忽然间天地色变，原本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并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旋。气旋之中，一个遮天蔽日的血色眼眸缓缓睁开，紧接着树上、石头、河流、草地，成千上万的眼睛接连睁开，冷漠地注视着二人。千流岛南部海域，水手们连夜航行抵达，在这片海域已经游荡了一上午。法王用上任船长赠予的5具望远镜四处观察，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船只。这片海域已经离千流岛很远了，除了某些跑固定航线的货轮，很少有其他船只经过。黑胡子海盗呢？说多少遍了，是尼玛10字。船底已经开始漏水了，再找不到海盗换艘船，咱们就得在水里泡澡了。昨晚上不是刚补好？不是补好了，不过来的路上又出了3次交。我觉得秦泽说的可能是对的，狗没准真比我们开得好。俺不信。无法搞事，水手们待得颇为烦躁。法王在局域网里把秦泽叫醒，问问那个夏淮安，他丢的那船长啥样？那么大一艘船不可能消失的悄无声息。宿舍里，秦泽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的坐起身。胖子上课去了，怀旭和文景都在冥想。听到动静，俩人诧异的看了过来。对于武者而言，冥想是每天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开学这么久了，他们从未见过秦泽冥想或者是修炼，每天睡到日晒3竿，上课也是在看外面发呆。最邪门的是，如此咸鱼的秦泽竟然还是他们当中最强的。怀旭和文景不能理解。秦泽打了个哈欠，用手机发了条飞信：淮安姐，失联的那艘船长什么样？有照片吗？我班有同学家里就是跑船的，我让他帮忙留意一下。叮咚，一张图片发了过来，几乎秒回。谢谢弟弟。秦泽点开图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船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局域网里安静1秒钟，接着瞬间炸了锅。卧槽，这不是我们的船，却有几分神似。神似尼玛呀，这不是一毛一样。坏了，我们成海盗了。
黑胡子竟是我们自己，是十字，十字。地铁老人表情的秦泽看了好一会手机上的图片，大概理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上任船长因为自己的原因搞丢了一艘船和一批货，不敢和公司汇报，直接带着手下的水手跑路了。船经过分身们的重新粉刷上色，变成了飞翔的马戏人。最近出海又把船搞得破破烂烂，全是补丁。这时候估计上任船长站到这船面前都不一定能认出来。由于长时间失联，夏淮安以为船被海盗抢了，还在等对面要赎金。法王不禁扯了扯嘴角，搞了个大乌龙。现在怎么说？秦泽想了想，海盗是真实存在的，这只肥鸭子怎么也得咬一口。法王笑笑，正有此意。秦泽翻了个白眼，在此之前先回一趟千流岛，把你们那个逼船修一修。要是再撞上不该撞的，我就换条狗开船。众水手，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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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原子哥到了没有？秦泽打开聊天群的同时，心中暗道：水兄可千万别死啊！边缘划水，我还活着。一进聊天群就看到边缘划水在扣字，秦泽松了口气，谢天谢地，这货还没嘎。仙女不拉屎，精神状态看来还不错。路人甲，远前辈到了。边缘划水，是前辈把我带出来的，还好前辈来得及时，不然我真就死在里面了。边缘划水，我和前辈正在返回蓬莱城。书生，可惜。仙女不拉屎，是挺可惜，打包带我都准备好了。边缘划水，草。秦泽不禁感叹，还是原子哥靠谱。驯兽师，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能详细说说吗？边缘划水，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不过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被寄生了。边缘划水，被寄生之后，身上会长出血色眼睛，它会控制你的大脑，让你逐渐变成行尸走肉。边缘划水，你们没看到远前辈大发神威，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要走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主宰出现了。边缘划水，远前辈如剑仙在世，无数剑气纵横，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差点把那个世界主宰斩杀。厉害了，我的远。秦泽若有所思，边缘划水遇到的世界与蓝岩界大相径庭，最起码蓝岩界没那么危险。遥远，我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世界的结论。遥远，这是目前我进入的第二个完全死掉的世界，上一个世界的情况与之类似，里面同样有一个极其强大的世界主宰，会灭杀进入的一切生命。遥远，给大家提个醒，在深渊发现世界入口，最好不要贸然进入。遥远，关于世界主宰是如何出现的，目前暂不得而知。关于深渊，关于世界，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悠悠鹿鸣，马卡族不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吗？有不懂的地方不能问他们吗？仙女不拉屎，小鹿，你还是太年轻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马卡族只是为了瓜分我们的世界之源，才冠冕堂皇提出合作。我们人族弱小，又不能不答应。遥远，关于钥匙和世界猎杀者，还有深渊的很多情报，的确是马卡族提供，但他们同样隐瞒了很多。而且我总感觉他们似乎想要用我们来达成某种目的。遥远，总之大家都留个心眼。秦泽拍了拍小心脏，太可怕了，真的。驯兽师，蓝岩界是怎么一回事？里面也没有生命，为什么没诞生世界主宰？遥远，这也是目前我困惑的地方。一个文明消亡的世界，一定会诞生世界主宰，这是可以肯定的。蓝岩界或许还没到那个时候。秦泽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会不会是因为千流岛的蓝岩世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只是被切割出来的一部分？路人甲，这么说来，异兽就是那些世界主宰的爪牙。遥远，关于异兽的诞生原因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这么推论。秦泽叹了口气，我只是一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二级武者，为什么要参与到这么复杂且危险的事件中来？天塌下有原子哥顶着，还是先想想眼前的事吧。驯兽师边缘划水，咱们什么时候交易？边缘划水，最近这半年我都会一直待在蓬莱城提升实力，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驯兽师，好，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就去。秦泽退出聊天群，深渊太可怕了，还是得先猥琐发育。泽哥，我给你们带了饭。上完课的胖子带了3份饭回到宿舍，怀旭一个野驴下山跳到地上，谢谢义父。胖子大手一挥，免礼。文景有些不好意思，晚上我买饭吧。秦泽淡淡道，都一个屋住着，用不着那么客气。旋即他问向胖子，你精神现在有几担了？胖子回答，将近2担。秦泽有些出乎意料，提升挺快。胖子洋洋得意道，现在我已经能瞬移半米了，相比刚觉醒那会儿，的确是个不小的进步。意境中的胖子来无影去无踪，对比那个境界，现在的胖子还差了一大截。这学期的期末，精神力提升到5担。据边缘划水所说，想要使用那个手杖，精神力最低也得5担才行。胖子郑重的点头，我一定努力修炼。接下来几天时间，飞翔的马戏人白天在海上游荡钓鱼，晚上回港修船，倒也是过的规律。秦泽没有再让分身替自己签到，而是每天跟着怀旭和文景一起去上课。马戏团分部的建设已经完成，吞噬哥最近正准备带兄弟们去搞票大的。巨霸每天依旧在蓝岩界吃沙子，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新的收获。而边缘划水终于回到了他忠诚的蓬莱城。边缘划水，兄弟们，我回来了。路人甲，恭喜水兄。仙女不拉屎，准备啥时候再一次深入深渊啊？边缘划水，不会再去了，在我没突破之前，我就在蓬莱城附近打野了。路人甲，我刚做完北境的悬赏任务，水兄要不要喝一杯？边缘划水，没问题，我这就先出深渊透透气。悠悠鹿鸣，今天有异兽实战课，好紧张啊。仙女不拉屎，这才刚开学1个月，怎么会有异兽实战课？这不是下学期才会有的课程吗？悠悠鹿鸣，不到啊，已经到武馆了哦。此时秦泽也在现场，他不由得看了一眼不远处发呆的陆彤彤。异兽实战课的武馆是一个超大的体育馆，中央是对决场地，周围一圈是被合金栏杆围起来的看台。通过怀旭的打听，秦泽得知这届大一只有他们状元班才有异兽实战课。看台上此时已经坐满了观众，
大多是前来围观看热闹的老鸟。聊天群里，仙女还在安慰小鹿：“仙女不拉屎，别担心，对练的异兽都是病秧子，而且等级不会超过 S 级，主要就是想让你们见见血。”仙女不拉屎，这么快就开始异兽实战课，确实有点奇怪。待会我去跟我以前的老师打听打听，问问怎么个事。路人甲，终有一天要面临异兽的，提前适应也好。悠悠鹿鸣，我会努力的。Lambda， 老大，你不紧张吗？浑身紧绷的怀旭问向秦泽。秦泽眨了眨眼，这没什么好紧张的吧？几头异兽而已，又不是潮汐。怀旭深吸一口气，嘴里碎碎念：“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文景时不时朝看台上张望，秦泽好奇道：“找谁呢？”没什么。文景摇了摇头。秦泽能察觉到这会有心事。这时，场地中央走进一位女老师。今天是大一状元班的异兽实战课，下面我来说一下作战规则。3人一组对战一头异兽，最开始投放的异兽等级都是 F 以下，异兽的投放等级会随着胜场数不断增加，直至挑战组认输或者战败。有老师会在一旁观战，同学们不要担心，关键时刻老师会出手。现在就让第一组挑战的状元们上场吧。现场的吃瓜群众们边鼓掌边热议。今年的实战课怎么这么早？小道消息，今年大一的状元班太猛了，全都是1级武者，还有一个2级的变态，这才让实战课提前了。恐怖如斯，我去年这个时候才0.9级，现在呢？0.99级。6。第一组的3个男生等级都是1.1，全身上下肉眼可见的紧张。哐啷，场地一侧的入口中，合金闸门缓缓抬起，黑暗的通道里，一双血色眼眸猛地睁开。3人组顿时一惊，像猫一样炸了毛。别怕，3对1，优势在我们。我不害怕，一会咱们一人一拳也锤死他了。3个身子都抖成了筛子的家伙，彼此间相互打气。吼！伴随着一声低吼，异兽从通道中走了出来。那是一头3米高、7米长的3头狼。3头狼不久前被注射了一管抑制剂，脚步有些虚浮。按照武者等级来进行换算，这狼也就0.5级左右。3人组可以说是完胜。然而，当异兽那庞大身躯的阴影笼罩而来后，3人吓得连气血都无法运转。其中一人双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吃我一拳！另外一人胡乱挥舞着王八拳，连气血都没运转，就闭眼冲了上去。结果可想而知，被异兽一爪子拍飞。扑通！最后一人直接给跪了。大哥别杀我！可惜异兽听不懂人语。3个脑袋同时张开血盆大口，朝其咬了上去。嗖！一把长刀从天而降，关键时刻将异兽拦腰斩断，飞回到了看台边上一个中年男人手里。咱们学院的院长，刀王弟子，贼掉！怀旭无比羡慕地说道。场内3人组很快被抬了下去，唯一挨了一爪子的倒霉蛋也就受了点皮外伤，没什么大碍。太菜了他们。怀旭摇了摇头。秦泽淡淡道：“希望你一会儿上场的时候还能像现在这么淡定。”对于从未见过血的新手来说，第一次直面异兽时，心里都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什么？你问秦泽恐惧过没？疯子心里是没有这2字的。看台上的老鸟们也都调侃起来。又到了爷最喜欢的环节，猜猜今年会有几个吓尿裤子的？我赌10个。那个挑战赛上的装比范呢？什么时候上场？对，我已经想看他6神无主的样子了，哈哈哈。面对异兽时产生的恐惧与实力强弱无关，对于巨物的恐惧可以说是刻在基因里的。现场清理完毕后，第2组上场了。第2组的表现仍旧拉垮，3人虽不至于晕倒，但却被异兽在场地里追得团团转。最后还是院长出手将异兽斩杀。接连又上了几组，表现的皆是一团糟，要么克服不了心里的恐惧，连气血都运转不了，要么瞎打一气，没有任何配合。目前为止，最优秀的战绩也不过是卸了异兽的大胯。看台上的老鸟们唏嘘不已。状元和咱们当初也没什么不同，最起码没有吓尿裤子的，没咱们当初拉的那么厉害。快看，好可爱的妹妹！我记得她，迎新挑战赛那晚的暴力萝莉。妹妹加油！可爱即是正义。看台的牲口们大喊大叫，而刚走进场地中央的陆彤彤却是俏脸紧绷，不断的深呼吸。陆彤彤的队友有上次的韩毅，还有同个宿舍的短发妹子。咣啷，闸门开启，一个8米高的无头巨人缓步走出。小姨快躲！陆彤彤忽然大喊。韩毅十分果断，立刻往一旁驴打滚。与此同时，无头巨人的胸前喷溅出绿色液体，落在刚刚韩毅的所在位置，地面瞬间被腐蚀出一个大坑。彤彤，你来指挥。韩毅起身道。陆彤彤点了点头，小姨攻他下盘。阿岩从侧面吸引注意力。韩毅二话不说，大长腿狠狠朝异兽下半身抽去。那个叫阿岩的短发妹子则是按照陆彤彤的指令完成站位。异兽见韩毅来袭，磨盘大小的拳头正要抬起，陆彤彤沉声道：“阿岩封住他的胳膊。”短发妹双眸变白，皮肤表面泛起一层白霜。呼，他张嘴朝异兽轻轻一吹，异兽的右半边身子连同胳膊一起被冰封。异兽没能反击，韩毅的大长腿重重落下，一脚劈碎了异兽的膝盖骨。轰隆一声，异兽庞大的身躯倒下。韩毅正欲乘胜追击，身后再度响起陆彤彤的声音：“小姨快后撤！”韩毅连忙闪身，一滩绿色液体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尖飞过。咔咔咔，异兽身上的坚冰出现裂痕，马上就要挣脱。短发阿岩见状准备补一手，陆彤彤却说冰封胸口。阿岩没有任何迟疑，轻轻呼出一口气，异兽的胸前旋即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坚冰。透过寒冰能够看出源源不断的绿色液体，下一秒便向外喷涌，不过全被冰封住了。液体不断向下腐蚀，异兽痛苦的在地上边打滚边惨叫。可以了，陆彤彤朝韩毅点头。韩毅将气血凝聚在右腿，如流星般坠落，劈碎了异兽小半个身子，结束了他的痛苦。全场安静了几秒钟，接着便是热烈的欢呼。指挥大师啊，你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面临异兽？所有战斗流程有条不紊，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看职业士兵作战。现在的新人太恐怖了。姚老师心里松了口气，总算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了。虽然知道会有秦泽兜底，但前面的表现也不能过于拉垮。他就是那个特殊的天赋能力者。旁边院长好奇问，姚老师点头，童童的潜力极大，再搭配上他的能力，高级武者只是他的起点。院长淡淡道，这样的年轻人越多，我们的胜算才更大。姚老师沉吟片刻，顾镇守使回深渊了吗？院长摇了摇头，深渊防线有姚镇守使，还不至于出问题。姚老师很想问目前一些关于顾镇守使的小道消息是否为真，但想到院长与顾镇守使的关系，他还是按耐住了心里的好奇。与此同时，陆彤彤三人已经走出场地，他们不再继续挑战。陆彤彤脸色发白，能看得出来他的精神力消耗极为巨大。韩毅和阿言倒是还好，不过稳妥起见还是放弃了。陆彤彤的指挥是有点东西的。怀旭不禁喃喃道，秦泽倒是觉得这与他的天赋能力有关，再结合上一次的迎新挑战赛，陆彤彤总能精准预判对方下一步的动作，所以他的天赋能力是预知吗？大预言术这种能力实在是太 bug 了，不消一波其他人根本没法玩。走出场地后，陆彤彤已经在群里报平安了。悠悠鹿鸣，人生第一次配合队友击杀异兽，开心。仙女不拉屎，小鹿这么厉害，快让姐姐贴贴。悠悠鹿鸣，嘿嘿，都是队友的功劳，我只是个辅助。路人甲，那也很了不起了，我记得我第一次面对异兽的时候，连气血都忘记运转。仙女不拉屎，迎新挑战赛上的那个大明星呢？他有没有上场？悠悠鹿鸣，现在正好轮到他。仙女不拉屎，别忘了待会告诉我他的战绩。悠悠鹿鸣，好的呢。秦泽退出聊天群，大明星就是大明星，什么时候都有人关注。三人走进场地中央，怀旭身后背了一张弓，箭囊装了20多支箭。文景将一头长发竖起，面容严肃，时不时向看台张望。秦泽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捅了捅怀旭的箭囊，你还会射箭？不像是迎新挑战赛，异兽实战课并没有限制兵器的使用。怀旭洋洋得意，我射得又快又准，老大待会你就瞧好吧。上次迎新挑战赛一直打酱油，这回怀旭发誓要找回场子。哟嚯，迎新挑战赛上的装备饭，终于等到你了。开盘，猜他能否斩杀一头异兽。现在云淡风轻，待会可千万别叫妈，快点开始，我要看血流成河。随着投放异兽的闸门开启，一个足有2辆吉普车大小的肉球滚了出来。怀旭不屑一顾，弯弓搭箭，一个球连爪子都没有，拿什么和我们打？怀旭瞄准的功夫，肉球急速膨胀，眨眼之间，一个10多米高、4、5米宽的巨大人形肉山出现在场地内。站在肉山的阴影下，怀旭咽了口唾沫。他看看手里的剑，又瞅瞅数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怀旭还在怀疑人生，而文景已经冲了上去。他像一阵风，踩着肉山庞大的身躯一路向上。啪的一声炸响，文景一拳轰碎了肉山半个脑袋。肉山条件反射似的抬起巴掌拍向文景，可不但被文景灵活闪躲，反倒将自己剩下的半个脑袋拍碎。然而肉山并没有就此倒下，很快又重新长出来了一个脑袋。吞噬哥见了都得给点个赞，难不成眼前这位就是吞噬哥失散多年的亲兄弟？有个问题，既然脑子没用，那还长个脑袋干嘛？大概是为了好看，这就得问吞噬哥了。局域网内满是快活的空气，文景一顿狂轰滥炸，束发的绳子在战斗中断裂，文景披头散发，宛如来自地狱的恶魔。秦泽能感觉到他在宣泄情绪。回过神的怀旭挠了挠头，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插手的机会。轰隆，3分钟后，肉山轰然倒地，身上多了10几个窟窿。手杀，这个大长头发牛啊！装备犯全程发呆 OB， 估计是被吓傻了。呵呵，你说他们这组会不会破了异兽实战课的记录？够呛，目前的记录是连斩4头异兽，到了第4头就是 F 级了。光大长头发一个人够呛。老鸟们没想到这么快手杀就出现了，馆内的气氛一时间被推向高潮。还要继续挑战吗？女老师问。文景点头。片刻，又一头异兽投放。异兽才刚半个身子走出通道，文景就冲了上去，贴身打出一套丝滑小连招。异兽足。文景看向场外女老师，沉声道：继续。第3头异兽投放。由于前2场的消耗，这次文景明显变得有些吃力，不过还是在短短2分半内解决了异兽。怀旭呢喃道：二哥，他这是怎么了？平时里的相处，文景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可今天对方的表现却是让怀旭大跌眼镜，就像是宁采臣突然变成了燕赤霞。秦泽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二哥待会儿就需要你的帮助了，正好让我看看你射的有多准。怀旭挑了挑眉，瞧好吧。话落，第4头异兽投放。这是一头实打实的 F 级异兽，15米长的双头响尾蛇。文景双臂一震，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直逼1级巅峰。他又使出了迎新挑战赛上的那招，提升了修为。文景急速突至异兽面前，想要如法炮制，速战速决。杀杀杀！异兽摇晃起尾巴，一时间魔音贯耳，文景的精神力被搅乱成浆糊。异兽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尖锐獠牙。嗖！电光火石间，一支箭射入异兽的眼睛。异兽吃痛不断后退，尾巴也忘了摇。文景单膝跪地，双手拄着地面，精神力总算是恢复了些许。嗖嗖嗖！远处怀旭在疯狂地拉弓搭箭。这一箭，我射你上眼皮，躲也没用。我说射你上嘴唇，就绝不动你下嘴唇。7寸挺硬啊，挡我好几箭，再吃我一箭。不得不说，怀旭箭术超群，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射出10几箭，箭箭直击要害。若不是异兽身上有一层坚硬的鳞片，早就被怀旭给射成刺猬了。秦泽大概猜到了怀旭的天赋能力应该与百发百中有关。怀旭的远程攻击给文景争取了片刻的喘息时间，他腾转挪移间来到异兽身后，对着尾巴便是一顿猛烈输出，直至尾巴血肉模糊。F 级异兽已经有智慧了，
他在恐惧，他不断的后退，企图退回投放的通道，奈何闸门已经关闭，他被逼到角落，再无处可退。文景宛若天神下凡，一拳将异兽穿透，整个人从异兽的背后钻了出来，浑身浴血。轰！异兽重重倒地，文景随意捋了捋长发，静静地站在异兽尸体前。全场鸦雀无声，看台上的观众完全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近乎是以命搏命的战斗。这种场面他们只在深渊见过，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一个新生身上复现。4头已经和纪录持平了，还要继续吗？应该能再打打。装杯饭还没出手，装杯饭明显被吓到了，真男人竟是大长头发，人不可貌相。有一说一，那小矮子射得挺准，要不是有几件正中要害，那猛人也找不到斩杀机会。起初他们都只是来看乐子的，却不料见证了战神的诞生。是否继续？场外女老师问。文景看向秦泽和怀旭，见秦泽点头，他回答道：继续。秦泽上前拍了拍文景的肩膀，你先歇会，我顶一阵。文景没有客气，立刻开始冥想，恢复气血。听说表现优异有特殊奖励。秦泽好奇问向场外女老师。女老师愣了愣，随即道：只要能完成斩杀，就可获得进入玄梦意境修炼的机会。你们现在已经有奖励了，不过奖励可以叠加，击杀越多，在玄梦意境中待的时间就越久。秦泽活动了下脖子，指着投放通道：那我要是把这里的异兽全宰了呢？女老师微微皱眉，口气倒是不小。刚才一直躲在最后面，还真把自己当高手了。骗骗兄弟们可以，别把自己也给骗了。这里还有10头 F 级异兽，1头 E 级异兽，你要是能把他们都杀了，以后玄梦意境就是你家，你可以随意进出。秦泽嘴角上扬，真不错，还意外收获了一个新家。女老师有些不耐烦，装杯也得有个度。开始投放，闸门开启，一只黑色的爪子刚伸出通道，下一秒就被秦泽抓住薅了出来。秦泽将10多米长的异兽甩向身后高空，随手一记白虎拳之后优雅转身，砰！空中的异兽4分5裂，无数碎肉伴随鲜血从空中纷纷扬扬洒落。秦泽气血外放，沐浴在血雨中，身上的衣服没有被沾染分毫。看台上老鸟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他们刚刚看到了什么？1头 F 级异兽被秒了。姚老师心头同样满是震撼，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刚才秦泽完美的展现了对气血细致入微的掌控，以及强悍的肉身。迎新挑战赛上得知秦泽是2级武者后，姚老师就已经很惊讶。可刚才秦泽所展现出的，绝大多数2级武者都做不到。他就是江城那个小家伙。院长问。姚老师点头，是他。院长淡淡道，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你哥的影子。姚老师没想到院长对秦泽的评价这么高。场地中，秦泽对女老师打了个响指，别愣了着，继续，我还赶时间回家。咣当，闸门开启，异兽的脑袋刚探出通道，便被秦泽一脚踢爆。继续，一拳，下一个，一掌，能不能搞快点？一边腿，没有一头异兽能够安全走出通道，全都是刚一露头就被秦泽瞬秒。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通道的出口周围就满是碎肉，而秦泽周身半步远的范围之内却形成了一处真空地带，没有任何异兽碎肉。全场鸦雀无声，看台上的老鸟们一个个都已经看麻木了。场地中的秦泽吐露起 F 级异兽，简直和杀鸡一样。你告诉我这是新人？好厉害！陆彤彤也不由得睁大了可爱的大眼睛，同时不忘和仙女汇报。悠悠鹿鸣，他已经连杀10头 F 级异兽了，都是一招击杀。仙女不拉屎，现在的新人太恐怖了。路人甲，现在的新人太恐怖了。边缘划水，现在的新人太恐怖了。书生加1。陆彤彤看向场地中央潇洒的秦泽，按捺不住又发动了能力，结果和上次一样。陆彤彤感觉大脑一阵刺痛，连忙暂停。秦泽似有所感，朝观众席扫了一眼。就在刚刚，他好像察觉到有人在窥探自己。姚老师表面稳如老狗，心里却早就欢呼雀跃起来。不愧是我投资的人，我的眼光从不会出错。院长淡淡道，年纪轻轻就已经是2级武者了，对气血的掌控也炉火纯青，不错。不光是状元班，今年新生的整体实力都要比往年高出一大截，我们可以加快些进度。闻言，姚老师一愣，您的意思是让他们提前下深渊？院长点了点头，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场地中央，秦泽朝女老师招了招手，不是还有一头异兽，怎么不放出来？女老师沉声道，那是1级，你确定要挑战？1级比 F 级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得在床上躺几个月。秦泽不以为然，搞快点，我还要去看看我的新家。女老师对门旁的操作员道，10秒钟后开门投放。秦泽回到文景身边，还能不能打？经过片刻的休息，文景虽不比巅峰，但至少恢复了些许。可以。文景点头。秦泽刚刚所展现出的实力，让文景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他本以为自己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原来真的山外有山。文景暗自发誓，他一定要翻过这座山。秦泽对远处的怀旭示意，待会射准点。区区1级异兽，秦泽完全可以只手镇压。不过最后一战了，也给兄弟们谋波福利露露脸。怀旭比了个手势，莫的问题。吼！伴随着震耳的咆哮，一头4、5米高、10多米长的陆龟被从通道中投放出来。它背着一个小山般的黑色龟壳，每迈出一步，场馆的地面都会颤动不止。待其彻底走进场地，1级异兽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在场看热闹的老鸟们全都是大2，他们最多也就下过3、2次深渊，而且面对的都是 F 级左右的异兽。绝大多数人此刻都是第一次见1级异兽。离场地比较近的吃瓜群众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干他丫的！随着秦泽一声令下，战斗打响。秦泽和文景一左一右，呈现经典的两面包夹之势。嗖嗖嗖！怀旭连射3箭，全部锁在了陆龟的头上。
然而这畜生的感知却十分敏锐，在察觉到危险的一刻，立即把脑袋缩进龟壳里。叮叮叮，3支箭矢全部打在龟壳上，溅射出一连串金色火花，硬是破不了防。秦泽和文景朝着龟壳各来了一下狠的，秦泽倒还好，只是小臂有点麻，文景则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道反弹了出去，太硬了。怀旭骂骂咧咧，秦泽在龟壳上用力一蹬，落在异兽面前。你们俩听我口令，让你们动手的时候把吃奶劲都给我使出来。2人点头，秦泽朝异兽做了个挑衅的手势，你过来啊。对已诞生了灵智的异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只见异兽的头上忽然凸起一根尖锐的独角，紧接着四蹄狂奔，犹如一座移动的小山，朝秦泽猛砸而来。秦泽右脚重重一踏，全身气血蒸腾，一道若有若无的玄武虚影在其周围缓缓凝聚。龟对龟，轰隆一声巨响，异兽重重撞在玄武身上，场地内瞬间烟尘四起，众人的视线全被遮住。怎么个事？谁赢了？硬扛异兽正面撞击，不死也得丢半条命。无论是输是赢，他今天的表现都已经很亮眼了。确实，新人王当之无愧。看台上的观众们伸长了脖子朝场地里张望。就在这时，一个庞然大物从烟尘中飞到了天上，赫然是那头陆龟异兽。它仰面朝天，四肢不断滑动，似乎极为恐惧。就是现在！秦泽声音响起，怀旭弯弓搭箭，右手将弓弦拉至下颚。呼！怀旭轻吐出一口浊气，气血沸腾，箭矢之上见有淡淡星光流转。当我射出这至强的一箭，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嗖！箭矢如怒龙出海，转瞬便突至半空中的异兽头前。异兽察觉到危险，缩回脑袋的同时想把自己翻过来，但箭显然更快一步，怒龙般的箭矢贴着异兽肚皮射过，离出一条半米深的血肉沟壑。与此同时，文景已至异兽上空，他燃烧了剩余的全部气血，使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拳法，想要从沟壑处将异兽打穿。奈何文景还是低估了这头畜生的硬度，拳锋触碰到异兽瞬间便在难入分毫。余光中，文景看到了秦泽，隐隐听到了虎啸之音。再来！听到秦泽的话，文景再度挥出一拳。秦泽的白虎拳蓄力完毕，与文景合击一处，哗啦！异兽肚皮上出现了一个直径将近2米的血窟窿，里面的内脏全被绞杀成碎块。秦泽和文景将异兽打了个对穿，透过其身体落在地上，轰隆！紧接着，异兽也砸了下来，两人正好站在刚凿出的那个圈里。秦泽和文景跳到了异兽的尸体上，全场掌声雷动。异兽实战课上斩杀一级异兽，秦泽又一次开创了校史。院长满意的点了点头，过段时间的联盟新生大比，就让他带队吧。姚老师回答，我会通知他的。院长正转身准备离开现场，突然顿了下脚步，那是4项弓吧？姚老师愣了下，应该是吧。院长沉声道，姚远做的那些事不是没人知道，而是看在姚镇首史的面子上懒得管，凡事不可逾越规则太多，不然会引火烧身。姚老师皱起眉头，院长也觉得我哥做的不对。院长只是轻叹了一声，孰对孰错只能交给后人去评论。看着院长离去的背影，姚老师若有所思。秦泽带着怀旭和文景来到那个女老师面前，从此以后玄梦意境可就是咱哥仨的家了。斩杀一级异兽时，秦泽让怀旭和文景出手也有这个原因在，让他们也有一张无限制出入玄梦意境的门票。虽然目前他还不知道玄梦意境到底是干什么的，但不能没有。女老师看向秦泽的眼神中带有一丝钦佩，多少年了，学校都没出现过这么猛的新人，把你们的校园卡给我。3人递出校园卡，女老师给上面盖了个章，可以了。玄梦意境只有在周末开启。秦泽嘿嘿一笑，谢谢老师。3人勾肩搭背走出场地。一旁的操作员问徐老师，没有异兽了？后面还有几组，但 F 级异兽都被秦泽杀光， F 级以下之前被文景包圆了，本来是够用的，千算万算没料到出了这么2个猛人，正常一组杀一头顶天了。女老师叹了口气，先到这里吧。操作员点头，好的，我去通知。泽哥，你们太牛逼了，把实战课准备的异兽全灭了。胖子很是兴奋，今天他一直都在现场，首次见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秦泽拍了拍他的肩膀，快点提升精神力，到时候带你一起打怪。胖子拍胸脯保证，最多3个月，我精神力必到5弹。怀旭怀里抱着弓，满脸轻松加愉快，躺赢太爽了。上半场靠2个，下半场靠老大。秦泽笑笑，你作用也不小，尤其最后一箭射得很漂亮。怀旭得意道，别的不敢说，在射箭这块，我说第2，没人敢称第1。话说咱们要不要去庆祝一下？胖子附和，我知道一家新开的火锅店。2人眼巴巴地看着秦泽，秦泽也没扫兴，大手一挥，那还等什么？走起！文景忽然道，你们先去，待会地址发我，我回宿舍洗个澡。话落，文景与3人分道扬镳。怀旭喃喃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2哥很不对劲？胖子点头，是有点，感觉像是变了个人。秦泽淡淡道，男人嘛，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咱们先去占个座。千流岛南部海域，船身侧倾7、8度的飞翔的马戏人在茫茫海面上漂泊着。第11天了，你知不知道这11天来我都是怎么过的？我大抵是知道的。黑胡子海盗死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你脑仁只有指甲盖大小吗？说100遍了是10字。每天在甲板上晒着，我都快变咸鱼了。你变咸鱼的时候可以让我咬第一口吗？白天触礁，晚上修船，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分身水手们烦躁的骂骂咧咧。法王看了眼头顶的太阳，鼻孔喷出2道微弱电流，他也烦。本以为会有一场激烈的海战，结果天天搁海面巡逻，海多的海上巡逻队都得给他们发个奖状。早知如此，不如去蓝岩界刨沙子，把这逼活交给巨霸蛋。
一只白色海鸟落在了船边栏杆上，梳理着身上的羽毛。法王指尖弹出一道电流，瞬间将其来了个外焦里嫩。晚上加餐。离最近的水手将娇鸟捡了起来，百无聊赖的拔毛。靠！你们干了什么？钩子船长大呼小叫跑了过来，夺过娇鸟。布鲁斯，你醒醒啊，布鲁斯！边上的水手淡淡道，醒是有点够呛，不过你可以把它吃了，这样你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钩子船长痛苦道，每个船长都应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海鸟，我已经喂它很多天了，你们这群恶魔！说着，钩子船长愤怒走进厨房。水手耸了耸肩膀，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应该是鹦鹉？法王两耳不闻窗外事，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海面。突然，一艘大船映入眼帘，法王精神为之一振，连忙放大。虽然表面看上去是一艘大型货轮，不过法王却发现这船上的水手浑身都是杀伐之气，手里还握着各种兵器。据夏怀安所说，黑十字海盗经常伪装成货轮打劫过往船只。法王放下望远镜，激动道：“来活了！停船，打出求救信号灯！”上一秒还要死要活的分身们瞬间活了过来，甲板上开始忙碌。黑十字海盗船驾驶室，船长是个大胡子，修为在3级，肩膀上站着一个羽毛颜色花里胡哨的鹦鹉。此外，这艘船上还有3个2级大副，67名1级水手。这阵容不说横推一切，但也是大海上一股不熟的力量了。报告船长，前方30海里发现一艘侧倾的货船，正在向我们打求救信号。大胡子咧嘴一笑，今天运气不错，这么快就有肥羊主动送上门，让伙计们待会手脚麻利点，干完这票晚上我给他们庆功。鹦鹉边扇动翅膀边道：“庆功，庆功！”海盗们大声欢呼，看着远处飞翔的马戏人，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海盗船全速航行，在靠近飞翔的马戏人时，升起海盗旗帜，露出了锋利獠牙。大胡子高声道：“小伙子们，开工了！”嗖嗖嗖！就在这时，数十条钩索从对面的船上飞了过来，全部勾住海盗船的边缘，将2艘船紧紧贴在一起。大胡子头顶上冒出一连串的问号：什么情况？大胡子在海上叱咤数年，还从没遇到如此邪门的事情。按照以往的情况，当他挂出海盗旗的时候，对面船上的水手都将会抱头鼠窜，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会直接跪下求饶。可眼下是怎么个事儿？铁索连环，仅怕自己跑不掉。船上的其他海盗也有点懵，不待他们回过神，只见对面的船上雷光乍起，同时传来一声大喊：“电能激荡！兄弟们，开团了！”一道闪电从对面的船上激射而来，轰的一声落在海盗船的甲板上。附近的几个水手猝不及防，被瞬间炸飞。雷光间隙，一满是雷光的男人缓缓起身。大胡子眉头紧锁，天赋能力者遇到硬点子了。既然对面的船上有天赋能力者，说明肯定有一批好货。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把这个雷属性的天赋能力者拿下，对面那整艘船的货就是他的了。干了，小伙子们，谁砍下他的项上人头，对船的货我分他一半。富贵险中求。原本被法王吓住的海盗们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嗷嗷叫着往上冲。天赋能力者又能如何？再强也只有一人，面对几十号人的围攻，阁下又该如何应对？跳帮，跳帮！黑胡子海盗，你爹来了！为了西格玛，操！能不能稳一点？还没跳到对面船上，已经有5、6个智障跳海里了。我无敌，你随意。就尼玛这么点海盗也不够分啊！手快有，手慢无。100多个戴着5花8门动物面具的1级武者，通过2条船间相应的铁索，如下饺子一样噼里扑通往海盗船上跳。其中不乏眼睛瞎，一头扎海里的，但还是有几十号人落在海盗船的甲板上。海盗们傻眼了，咱们这是被反跳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简直是对他们海盗职业的侮辱。海盗们为了争回面子，瞬间和分身们撞在一起。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分身，手起刀落砍翻一个海盗，仰天大笑，哈哈哈！手杀是我的。帅不过3秒，这货便被2个海盗左右夹击踹进海里。打团能不能有点配合？别把技能都往一个人身上扔，我就扔就扔，往甲板中央跳，给他们来个中心开花。分身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团战经验，毕竟是对抗过潮汐的。仅仅一个照面，海盗们便被分身压着走。站在高点的大胡子脸色铁青，他从未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人。这群突然出现的水手就是一群疯子，他们打起架来没有任何章法，都是在以命换命，哪怕肚子被豁开，肠子流了一地，也会边大笑边往最近的海盗身上扑。一时间，大胡子首领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到底谁才是海盗？轰隆，远处雷声阵阵，法王带着轰鸣的闪电冲至大胡子身前。大胡子也算是身经百战，反应很快，抬起拳头便砸。法王不退反进，和他正面对了一拳。砰！俩人各退数步。法王挑了挑眉，3级武者，不错，总算遇到个能打一点的了。滋了！法王移形换影，从天而降，1秒钟之内朝大胡子头顶上招呼了110来拳。大胡子节节后退，完全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太迟钝了。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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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王化作一台无情的人形输出机，狠狠发泄这些天在海上的憋闷。大胡子像个地鼠一样，一直被动挨砸，还不了手。另一边，海盗们也都被打怕了，太吓人了，对手比异兽还疯狂。我投降，投你妈，不许投！我才刚砍爽，求你了，让我投了吧！我说不行就不行。海盗，我撬！分身手起刀落，再度 K 下一个人头。不到20分钟，海盗船的甲板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海盗的尸体横七竖八躺了满船，分身也有一定数量的折损，但总体损失并不大。这群禽兽在海上憋了10多天，速战速决，拿下全都海盗，没收一个俘虏。被分身们包围的大胡子脸色惨白，感到手脚冰凉。
他发现那些逐渐向他逼近的分身，个个双眼发光，神情亢奋，像是要吃了他一样。大胡子以为刚才抗住法王的攻击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只是个开始。这就是守关 BOSS。法王离远点，别 K 头。我有一个提议，谁干掉守关 BOSS， 谁就是 MVP。陈复义看着也不怎么样啊，这年头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出来当海盗。大胡子抽了抽嘴角，好家伙，我堂堂3级武者，叱咤南部海域的黑十字海盗首领，成阿猫阿狗了。看着周围那些分身饥渴的眼神，他怕了。扑通，大胡子跪在了法王面前，我错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做人。法王拽过一把椅子坐下，那你说说错哪儿了？大胡子一时语塞，是啊，我错哪儿了？错在不该打劫。可海盗就是的打劫啊，哪个正经海盗不打劫？反正我就是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是知道自己快死了。大胡子抬起脑袋，还在做最后的挣扎。难道海盗就该死吗？法王挑了挑眉，难道不该死？周围的分身捧腹大笑，乐死爹了。一色背色，懂？烂橘子就是烂橘子，海盗不该死，我们该死了。大胡子高举双手，我可以把我的藏宝点告诉你们，能买我的命吗？法王来了兴趣，他们费劲巴拉的打窝钓鱼，不就是为了海盗的宝藏？那得看看你有多少东西了。大胡子咽了口唾沫，我叱咤打劫7年的积蓄全在那里。法王起身道，带路。大胡子松了口气，暂时活下来了。钩子船长兴匆匆的从船长室跑了出来，快看，是一只鹦鹉。鹦鹉委屈巴巴的被钩子船长抓在手里，泪汪汪朝大胡子投去求救的眼神。大胡子叹了口气，狠心将头扭向一边。钩子船长将颜色花里胡哨的鹦鹉握在手里，洋洋得意。从今以后，他终于有了船长的身份象征。周围的分身们也都围了过来，好奇的在鹦鹉身上摸来摸去。真是一只色情，花里胡哨，不错，以后咱们也是专业团队了。小色情，恭喜你转会，我可以拔根毛吗？钩子船长把要拔毛的那货推到一边，滚滚滚！鹦鹉边扇动翅膀挣扎，边张嘴道：不要，不要！听着耳边鹦鹉的求救，大胡子于心不忍闭上了眼睛。接舷战结束，飞翔的马戏人再也支撑不住，船身大幅度倾斜，正在缓缓下沉。水手们站在海盗船边，向飞翔的马戏人行注目礼。钩子船长在一旁宣读悼词。鹦鹉似乎认命了，乖巧地站在他的肩膀上。今天我们失去了陪伴我们许久的伙伴，不过他已经完成了属于他的使命。尽管他将永远沉眠于大海，但我们永不遗忘他的英勇，将通过船名来继承。我宣布，从即刻起，我们脚下的这艘船就叫飞翔的马戏人。水手们神情肃穆地鼓掌。被绑在杆子上的大胡子一头雾水，这些人在搞什么行为艺术？海上沉船是很常见的事情，要不要搞得这么伤感？法王不耐烦道：“BB 完了吗？”钩子船长点头：“BB 完了。”法王，那就赶紧起航去寻宝。钩子船长抬起手上的钩子，飞翔的马戏人起航。鹦鹉跟着附和：“起航啦，起航啦！”呜，汽笛拉响，飞翔的马戏人缓缓发动。没走出去多远，船头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大胡子吓了一跳，常年在海上航行的他对这声音再熟悉不过。触礁了，可驾驶室里的航海图已经把这片海域的礁石位置标记得清清楚楚。是瞎子在开船吗？法王察觉到了大胡子紧张的神情，宽慰道：“别担心，船沉不了，机操。”胡子兄瞪大眼睛：“触礁你跟我说是机操？”他突然明白对方上一艘船为什么倾斜的那么厉害了，自己被钓鱼了。大胡子欲哭无泪，原来夜路走多了，真的会遇到鬼。经过半小时的漫长航行，飞翔的马戏人停靠在了一座荒芜的小岛旁。岛上有个简陋的码头，附近杂草丛生，看样子已经许久没有人来过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倒确实像一个藏宝点。法王用5句将整个小岛观察了一遍，岛上没有人烟，同时也没有任何建筑。大胡子在前面带路，很快来到了一处峭壁前，就是这里了。大胡子搬开脚下的石头，出现一个按钮，按钮按下之后，面前的崖壁向两侧展开，露出一扇合金大门。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指纹验证、密码解锁、虹膜识别后，门总算是开了。你走第一个。法王担心他耍什么花样，门开的一瞬间便将大胡子推了进去。水手们迫不及待地紧随其后。当众人迈进大门后，差点被满保险库的金银珠宝闪瞎眼睛。单黄金就堆了好几箱子，还有满地的金币，整个保险库里都金光闪闪。除此以外，古玩字画、各种丹药、现金首饰，装满了几10个大箱子。我滴龟龟，这里是巨龙的巢穴吗？发财了，发财了！这票干完，咱们几年不开张都没事。海盗真他妈赚钱，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啊！分身们躺在金币堆里游来游去，疯狂大撒币。玩了一会之后，众人忙碌了起来，将保险库里的宝贝源源不断运向飞翔的马戏人。大胡子蹲在门口，心里不断滴血。这些可是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花了数年时间才积累下来的财富，打算以后金盆洗手养老用的。现在好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多天以后，当走上执法台时，黑十字海盗首领将会想起他跟一票手下去打劫那艘侧倾货船的遥远午后。如果能重来，他说什么也要绕着道走。这有一箱魂珠，一个分身兴高采烈地拖着一个货箱来到法王面前，里面满满登登装了小100颗魂珠。法王检查一遍后有些失望，大多是 F 级的经验条，没有一颗 S 级。大胡子见状解释，这也是我在一艘货船上找到的，没有经过净化。这么多的魂珠，如果要出到黑市上，我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就一直放在这里了。没经过净化的魂珠不能直接吸收，所以我不建议。话还没说完，大胡子便看到法王随手捡起一颗魂珠扔进嘴里，并极其丝滑地吞掉，动作如此熟练，仿佛之前已经做过无数遍。
大胡子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你不要命了吗？众所周知，直接吸收未进化的魂珠是会易兽化的，味道一般。法王淡淡评价，拿回去给秦狗用吧。真是疯了。大胡子喃喃自语。法王走到遍地的金币上，也开始寻起宝来。哗啦哗啦哗啦，金币的声音实在是太美妙了。出海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知比巨霸苦逼刨沙子的活好多少倍。咦，金灿灿的金币堆里，法王发现了一抹黑色。他上前刨了2下，刨出了一个篮球。流影石，我立大功了。听到法王的笑声，大胡子扭头看了过去。他对那东西还有点印象，材质十分坚固，不知道是什么做的。这东西你是从哪搞到的？法王运球来到大胡子面前道。大胡子回忆了片刻，一艘千流岛返回海斗的商船，据说是从异界产出的，其实鸟用没有，我大抵是被骗了。法王挑了挑眉，还真是异界的东西。在大胡子诧异的神情中，法王朝一众分身们大声招呼道：动作快点，争取天黑之前就回海都。关于这个流影石里面记录的东西，法王充满好奇。主角还是大贤者吗？黄昏，飞翔的马戏人缓缓驶离破旧码头，满载而归。海都好果汁火锅店，秦泽、怀旭和胖子坐在包厢，边看着沸腾的火锅，边等待文景。局域网里，法王还在邀功。快说谢谢你，法王。等我回去，咱们又有新片子可以看了。秦泽，这趟活做得不错，打了这么久的窝，终于钓上了大鱼。不过，格外收获了一个新的流影石，还是出乎了秦泽的意料。之前那个流影石，他总感觉缺少部分关键信息，希望这个新流影石能弥补。怕就怕这个流影石不是大贤者的，万一是某个贵族用来记录生活的。巨霸，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一连刨了半个月的沙子，刚开始还有点寻宝时的兴奋，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再加上刨出来的东西都是瓶瓶罐罐，饶是好脾气的巨霸耐心也近乎消耗殆尽。最关键的是，没有世界之源庇护，他去不了太远的地方，跟驴拉磨似的，天天在入口附近转悠。秦泽，再坚持。巨霸，我算了。吞噬哥，剩下的那个海盗打算怎么处理？法王，我刚上网查了一下，海都执法官网上有这货的通缉令，悬赏100万。等晚上靠岸，我就把这货扔给执法，废物利用了也算是。巨霸，说起来，这个世界貌似真的还有异兽。今天我听到了异兽的叫声，虽然声音很小，但我绝不会听错。不久前刚亲身经历了一场潮汐，是不是异兽巨霸还是能分辨出来。秦泽等人立刻读取了巨霸的记忆，呼啸得风沙中的确隐隐传来异兽的嘤嘤之音，并不真切，而且这声音没过多久便消失了。秦泽若有所思，大概可以确定蓝岩界与深渊之间的通道还没有被切断，异兽仍然能够通过深渊之门来到蓝岩界，不过有所限制，不然的话，蓝岩界每天在火还没烧起来之前，早就变得异兽了。巨霸，此外我还有一个发现，异火燃烧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都是下午1点左右到次日凌晨4、5点钟，最近已经变成了1点到次日早上7、8点。秦泽，很好，继续观察。巨霸，秦泽之前在图书馆查阅的资料显示，蓝岩界刚出现的时候，异火一天最多燃烧1个小时。这么些年过去，世界燃烧的时间可以说是越来越长，最近甚至有超级加倍的趋势。难不成是有大的要来了？二哥洗个澡，怎么这么慢？怀旭下巴搁在桌面上，百无聊赖。我出去看看，估计没找到门。秦泽起身走出包房，刚拐个走廊，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倩影。你今天没去现场，为什么？文景站在一个平头男人面前，似乎极为生气。平头男绝对是个强者，身上有很强的杀伐之气，这必是久经沙场，常年累月战斗产生的。我很忙，没空看你过家。平头男淡淡道。文景握紧了拳头。你朋友来了。平头男看了秦泽一眼，旋即走进了边上的包房。文景转身看到了秦泽，秦泽有点尴尬。你一直没到，我出来找你。抱歉。文景低头朝秦泽走了过来。先去吃饭吧。秦泽在前面带路。刚才那人该不会是文景男朋友吧？秦泽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是我哥。文景突然道。我不知道他也和朋友在这里吃饭，刚在门口遇到了。秦泽挑了挑眉，就说嘛，怎么可能是文景男朋友？你们兄弟俩还挺像的。回到包房，怀旭幽怨道：二哥，你总算到了。文景歉意道：不好意思。行了，都别逼逼了。秦泽举杯道：庆祝我们今天成功人前显圣，干杯！干杯 ！X3，四人边吃边聊，气氛很快热闹起来。怀旭这货只有一杯的量，一杯啤酒下肚，舌头就大了，一直说自己学生时代的糗事，未成年人禁止饮酒，这是大学，主角团都成年了哦。情到深处，怀旭自罚一杯，完了咣当一声趴在了桌子上。世界终于安静了。胖子默默道。秦泽并没有觉得怀旭吵，脑子里天天几百个人在说话，相比之下，怀旭已经很安静了。玄梦意境具体情况你们知道吗？秦泽问。胖子摇了摇头。文景道：除了五考那次，我也没进去过。不过听说玄梦意境可以模拟实战，对战斗技巧的提升有很大帮助。每个海斗学府的学生每个月有2次进入玄梦意境的机会，要再想进入的话，需要用功熏职来换。一听到模拟实战，秦泽顿时就没了啥兴趣。笑话，泽哥会缺实战经验，从出道至今经历了近1000次战斗，完美几百条命。秦泽此刻完全可以大声喊出：没人比我更懂战斗。我们什么时候去接个任务做做？文景突然道。学校每个月都会发布各种赏金任务，小到追捕逃犯，大到深渊猎杀异兽，种类丰富。完成相应任务之后，就会获得功勋值。学生一般只有在大一下学期或是大2学期才开始接任务。秦泽看了眼文景，他似乎很急迫。这个月你们去玄梦意境里好好提升提升，下个月再说。再简单的任务也需要战斗。
事先不好好准备，直接做任务，和送人头没啥两样。好吧，文景点了点头。胖子，你这个月也别偷了，到时候你也得去。秦泽道。胖子点头，没问题。吃完饭后，一行人返回宿舍，怀旭是被胖子扛回去的。文景一进屋就开始了修炼，争分夺秒。胖子也去了精神室，磨练精神力。无所事事的秦泽明想了会，突然有点犯困。算了，冥想果然不太适合我。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凡事不能强求。在一众分身们的骂骂咧咧声中，秦泽跟文景打了招呼，告诉他今晚自己不回来了。离开学校后，秦泽直奔人鱼码头。深夜，飞翔的马戏人缓缓驶进码头。待飞翔的马戏人靠岸，秦泽和吞噬哥登船。法王迫不及待地带着两人参观了装满金银珠宝的船箱。魂珠怎么处理？片刻，法王将那箱未经过净化的魂珠拽到了秦泽面前。跟巨霸吞噬哥你们仨分了吧。秦泽的目光全部放在了流影石上，那箱魂珠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你不要？法王挑了挑眉。秦泽翻了个白眼，没净化我怎么吸收？我可不想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法王，吞噬哥，巨霸。秦泽把流影石放到了桌子上。行了，看芯片了。等一下。法王快速离开船舱，很快拿着一大袋爆米花返回。可以开始了。法王找了个靠近流影石的位置坐下，发现流影石是否消耗1单位世界之源激活？是。随着1单位世界资源的扣除，流影石表面的金色纹路依次点亮。唰，耀眼的白光从流影石中绽放，船舱里的场景瞬间切换，变成了一间西式风格的卧室。大贤者坐在床边，正对着流影石。外族人，你们好。秦泽三人瞬间后退，第一反应是这老登该不会要夺舍吧？别紧张，这只是我生前留下的画面。法王靠近大贤者，伸手从对方胸口穿过，和上次一样，都是幻想。秦泽微微皱眉，这块流影石似乎是大贤者故意留下的，他也预判到了会被外族人打开。有意思。坐在床边的大贤者有些落寞，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死了吧？闻言，秦泽不免有些唏嘘，此刻他也算是和古人对话了吧？大贤者很快释怀了，笑了笑道：首先自我介绍，吴明元，蓝岩族第89任大贤者，蓝岩世界的天选之人。吴族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于一个种族或是文明来说，这个年龄已经算是年长了，但对于世界而言却只是婴幼。不知贵文明和世界成长到了何种境界？我先来说说我们蓝岩界吧。秦泽微微皱眉，6000年的世界仅仅是刚起步，人族文明从诞生至今也不过6、7千年。按照大贤者之言，如今人族的世界也不过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世界也有强弱之分。大贤者摊开右手，掌心出现了一团静静燃烧的蓝色火焰。本世界的意志诞生于4900年前，如你所见，我们的世界意志具象为一团蓝色火焰，我们的文明因此得名。天选之人能够直接与世界意志沟通，而每一任大贤者都必须是天选之人。何谓天选之人？大贤者收起右手。这个问题秦泽也想问来着，奈何当时树下的老登是个谜语人。大贤者继续道：天选者给世界之政，能与世界意志直接沟通。据蓝岩族历代大贤者手记记载，天选之人要么是世界之强者，要么有改变世界的潜力，心怀世界苍生，是为天选之人。秦泽若有所思，由此说来，自己成为天选之人的原因就是后者了。有成神之姿，拯救了江城，心怀苍生。法王眨了眨眼，咱们当时心怀苍生？吞噬哥不太确定，应该怀了吧？局域网里的巨霸不屑，怀个蛋！当初一是为了乐子，二是为了人前显圣。你们告诉我哪一点和心怀苍生沾边？秦泽淡淡道：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大贤者起身，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厚厚的书，翻开道：世界意志诞生伊始十分薄弱，与文明的强弱有直接关系。世界意志传授了蓝岩人火行术，蓝岩一族开始发展壮大，同时文明的强大会反哺世界，当反哺到了一定程度，世界会来到第二个节点，世界开始产出世界之源。所以现在人族的世界已经来到了第二个阶段。秦泽发现，相比于蓝岩族，人族对于世界的研究真是少之又少。大贤者沉吟片刻，接着说道：蓝岩界第一次产出世界之源是在距今375年前。随着世界之源的产出，世界意境和世界猎杀者随之出现。意境分为2部分，其中一部分意境只是善存，为了让文明变强；另一部分意境至关重要，其中推演了无数条世界发展错误的时间线，需要猎杀者来进行更正，完成相应世界修正。猎杀者会获得世界给予的源，那些有强者之资的人会被世界意志给予钥匙，成为猎杀者。但有一点，我至今还不理解。大贤者打了个响指，其胸口的衣服开始逐渐变得透明。秦泽看到一棵和自己一样的小树，这是我的钥匙。我们世界意志的巨线分明是火焰，钥匙为何会是树？我问过世界意志，他也不清楚。既然是钥匙，总要开门吧？然而这个问题世界同样不清楚。秦泽觉得他应给收回上面的话。蓝岩族对世界的研究同样有限，他们竟然连心门都不知道，而且他们的世界意志也跟个弱智一样，一问三不知。话说天选之人可以沟通世界意志，为什么我沟通不了？想到这里，秦泽大喊了一声：世界意志你在吗？片刻，头顶仿佛有乌鸦飞过。法王乐了，你刚才的行为好像一个傻呗。吞噬哥点了点头，确实挺傻。秦泽不解，为啥世界意志不理我？难不成我是个假的天选之人？秦泽接着看向大贤者，有了世界之源和意境的不断修正，蓝岩族的发展步入了一个黄金期，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人民其乐融融，社会一片欣欣向上。我们共有5名世界猎杀者，根据世界意志，最终会诞生9名，不过还需要至少100年时间。
5名世界猎杀者就已经给蓝岩族带来了极大的改变。那时所有人都在憧憬第9名猎杀者的出现。就在众人都以为此时蓝岩族的发展只是开始，直到有一天巨兽出现了。第一头巨兽于112年前出现于北岭，当时并没有人在意，以为只是北岭中突变的生物。可在接下来的几年，北岭巨兽成群，我们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亲自率领卫队在北岭连续作战半年，终于将全部的巨兽清理干净。当我准备带队回城的时候，我看到那时令我极为震惊的一幕。大贤者的脸上满是追忆之色，只见他停顿片刻，继续道：天空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径直向下延伸到地面，像是被巨人用斧子劈出。不久，一头接一头的巨兽从裂隙中不断钻出。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巨兽并不是北岭的变异生物，它来自外界，而我们蓝岩族并不孤单，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种族。秦泽能够理解大贤者那时的心情，就像是在以前的世界，傍晚走在街头，突然看到了外星飞碟降临一样。人类虽然在探寻星辰大海，可当外星种族真的出现那一天，恐怕每个人心里的第一反应都是恐惧。从那以后，北岭封锁，外人禁止入内。我和议会商讨过后，决定将巨兽出现的消息对普通民众封锁，普通人知道了只会恐慌。之后我就开始调查巨兽出现的原因，可至今仍旧一无所获。不过现在我的心里有了一个大概的推断，巨兽是朝着世界之源来的。在世界之源没有出现的数千年间，蓝岩界始终平安无事，一直没有异族入侵的事情发生。除了世界之源外，我猜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会吸引巨兽。后来北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之门，无数巨兽投放，我更加确定巨兽来自另一个世界。门后的世界我无法探索，但世界一直告诉我门后为深渊。秦泽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他觉得大贤者的推测是对的。异兽的出现不是平白无故，包括潮汐间异兽会疯狂追杀世界猎杀者。之前秦泽还在纳闷，城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异兽单对世界猎杀者情有独钟？难不成猎杀者的肉更香一点？现在终于有了答案，猎杀者身上有大量的世界之源。场景中，大贤者轻轻叹了口气。以上就是我对世界、对源、对巨兽的全部研究。我不知贵族的世界发展到何种程度，不知贵方的世界是否有巨兽出现，希望我的信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留影时我设置了必须用世界之源来开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阁下大概率也是外族之人吧。关于如何解决巨兽，我想到了一个方案，将出现异兽的区域与本世界进行切割。这样做，世界意志会被磨灭，但为了文明的延续，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完成切割之后，我会释放出地心之火，焚烧全部巨兽。不过这个完美的计划却会留下弊端。异族之人，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法王吃了口爆米花道，这老登刚才逼逼那么多，我就知道准没憋好屁。秦泽倒是好奇，大贤者想让他帮什么忙。画面像是卡了，大贤者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一动不动。法王起身拍了拍刘颖时，卡带了。秦泽想了想，沉声道：你还是先说说你的麻烦吧。画面终于动了，大贤者开口：好吧，那我就先说说。法王一惊，这么智能？吞噬哥若有所思，应该是提前录了好几个版本，刘颖时捕捉关键信息，播放相应画面。秦泽点头，不得不说，大贤者倒是挺谨慎。我们蓝岩一族功法特殊，需要借助地心之火修炼，所以地心火早就被我族开发了出来。由于深渊之门没有关闭，即便部分世界被切割，但我担心巨兽还会通过这部分残留的世界追踪到主世界，所以我想出一计，用地心之火定时清理深渊中被投放出的异兽。只是地心之火存量有限，如果一直燃烧，不到100年就会消耗殆尽。为了避免此事发生，我在火涌处布置了一个特殊阵法，每天定时释放地心火清理异兽，如此至少可持续500年。500年的时间，想必足够主世界发展了。法王喃喃自语，怪不得那片沙子每天都会烧一遍，原来是这么回事。大贤者的担心并不多余，异兽里面可谓是兽才辈出，能力也是五花八门，连寻找庇护空间寻猎兽都有，保不齐有什么可以锁定世界的异兽。那个阵法的运转时间极限是250年，阵法失效，地心火会一直在地面燃烧。我希望您能帮我修复好那个阵法。当然，我不会白白让您帮忙。维持阵法运转需要少量世界之源，我在阵法中留下不少，剩下的250年20个单位足矣，余下的世界之源阁下可自行取走，至少还有300个单位。倘若阁下答应帮忙，我会告知您进入阵法的方法。画面再度停止，场景中的大贤者保持不动，静静注视着秦泽，似在等他的回复。秦泽不禁感叹大贤者用心良苦，为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他可谓是操碎了心，连几百年后的后手都早已提前留下。法王吃了口爆米花道，愣着干什么？快答应，等咱们下了那个洞，把里面的世界之源全掏干净。大贤者是谁啊？我不认识。吞噬哥点头，的确不太熟。秦泽嘴角抽了抽，果然在不当人这方面，分身一向是不当人的。法王呵呵，老子早都不是人了，还当个屁的人。秦泽没理会这个二货，冲场景中的大贤者点了点头。好吧，我答应你。300单位的世界之源，这买卖上哪找去？完全是可遇不可求。大贤者笑了，只见他起身朝秦泽深深鞠了一躬，感谢阁下出手相助。现在我便告知您进入阵法以及修复阵法的方法。地火涌出的位置在岩庙，而岩庙则位于北岭东南。话落，大贤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地图，图中都城的位置、山川河流标记得十分详细，其中有一个闪烁的光点，那里正是岩庙所在。地图拿来。秦泽对法王道。法王翻了翻，很快找出了上任船长赠予的地图。秦泽与大贤者给出的地图进行对比，确定大贤者所说的岩庙就是他们那天去的那座破败庙宇。阵法在岩庙的地下，我在入口处布置了一个隔绝阵法，唯有我族之人才能进入。在这个留影石的下面，我放入了一个我族的信物。
阁下只需将这信物放入岩庙神像底座后方的凹槽，隔绝阵法便会对你开启。吞噬阁起身，把刘颖石举了起来。法王低头朝下面看，啪嗒一声，一块巴掌大小的令牌忽然掉了下来。法王将令牌捡起，顿时瞪大了眼睛，和他之前花2000大洋买的那个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这块要更新一点。大贤者继续道：这信物不仅是进入阵法的钥匙，同时也是修复下方阵法的关键材料。我在这上面印刻了一个微型阵法，阁下不需格外做什么，只需将其放入阵眼，阵法会自行修复。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地火最微弱的时候方可放入，不然会被直接烧为灰烬。严历每个月的第6天是地火燃烧最微弱的时候，阁下在那天修复阵法便可。我并不清楚贵族的历法，我族的历法每个月是30天。此外，刘颖石上有我族之历法，还请阁下自行对照。不得不说，大贤者考虑得十分周全，他几乎将一切可能会出现的因素全部考虑在内，并且给出了对应之法。蓝炎族能够有这样一位大贤者，何其幸哉！大贤者再度躬身，朝秦泽深深一拜，感谢阁下对我族伸出援助之手。虽不知我的族人在这时候是否还活着，但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了。祝先生五运昌隆。最后，大贤者微微一笑，刘颖石白光一闪，场景消失。秦泽的心情颇为复杂，从大贤者最后的笑容里面，他看到了释然，看到无奈，看到了遗憾，看到了洒脱。如果可能的话，秦泽真想现实中与这位大贤者结识一番。法王掂了掂信物，所以我那2000大洋白花了。吞噬哥道：还记得我们在塔里看到的吗？最后老登把这牌子扔了出去，估计当时就是启动阵法用的。你买的那个就是他扔出去的那个，阵法启动，里面的能量用完也就变成废物了。法王痛心疾首，我的2000大洋。吞噬哥看向秦泽，怎么说？秦泽道：把那个球拿来。吞噬哥捧着刘颖石来到秦泽面前，在刘颖石的正上方，秦泽看到了一串数字506277，这应该就是蓝炎族的历法了。秦泽喃喃自语：5062年7月7日。法王挑了挑眉，那咱们还真是够倒霉的。老登说的是每个月6号，今天正好是7号，也就是说咱们还得等1个月。吞噬哥问向秦泽：咱们还真要去给他修那个什么阵法？法王附和：修个6，这波只能说老登遇人不淑。秦泽翻了个白眼，举手之劳而已，可以说是天选之人间的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被大贤者为蓝炎族鞠躬尽瘁感动到了。何况只是随手放的东西而已，秦泽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麻烦。老好人了。法王坐在桌子上晃荡着2条腿。吞噬哥问：话说这波世界之源掏完，原子哥的饥荒要还吗？秦泽轻哼一声：你是在侮辱原子哥吗？堂堂人族剑仙会差你这50点世界之源？法王朝秦泽比了个大拇哥，在不要脸这方面你一向是首当其冲。局域王里老实人巨霸弱弱道：所以我现在可以回来了吗？沙子他真的是吃够了。秦泽，回来吧，给你个出差的机会你都这么不珍惜。巨霸。第2天，海都执法部官网贴出了黑十字海盗首领被缉拿归案的消息，各大船队一片欢腾，以后出海总算是不用再提心吊胆了。早上刚才食堂出来的秦泽接到了夏淮安的电话，黑十字海盗被抓了，不用再让你同学帮我留意打听了。老天有眼，淮安姐的船找到了吗？秦泽明知故问。船都已经长眠海底了。电话对面的夏淮安叹了口气，没有，海盗一直死鸭子嘴硬，说没有打劫我的船，估计是想减轻罪罚，我只能自认倒霉了。秦泽安慰道：淮安姐也别太难过了。夏淮安笑了笑，没什么难过的，总之这次谢谢你了，改天请你吃饭。结束和夏淮安的通话后，秦泽回到宿舍，给你们带早饭了。文景一如既往的在冥想，胖子在看武术书，怀旭则是坐在床上，整个人无精打采，一副快要死掉的样子。听到声音，他猛地抬起头道：老大，昨天我没有酒后失言吧？秦泽把早餐放到桌子上，摇了摇头，当然没有。怀旭松了口气，那就好。秦泽淡淡道：你只是拉着我们的手，讲了你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啥？怀旭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声音提高了8个度。秦泽继续道：你说你有一个谈了3年的女朋友，连手都没拉过，就剩200块生活费，还要给人家发个131.4，人家收完还把你拉黑，每个周末都要去工地搬砖，就为了能和人家一起看电影。结果怀旭痛苦地抱住脑袋，老大别说了。胖子笑道：三哥，你要牢记，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秦泽没再取笑怀旭，行了，赶紧吃饭，下回不能喝去做狗那桌。怀旭撇了撇嘴，我怀旭以后可死，死外边从这跳下去，我也不会再喝一滴酒。文景完成冥想，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对秦泽道：今天周6，玄梦已经开了，要不要一块去看看？反正也没什么事。秦泽点了点头，吃完饭一起去。玄梦意境的入口位于海都学府东区，周围是宽阔的广场，附近有学府的安保队把守。进入玄梦意境进行模拟实战的大多是大2老鸟，少部分大3老鸟。待秦泽3人抵达广场时，前面已经大排长龙，此刻站他们面前的少说有200号人。怀旭踮脚朝前望了望，这得排到猴年马月去。秦泽径直朝入口走去，排个屁，你回家排队。当初女老师可是说了，玄梦意境就是他家。对哦，咱们是 Swake。怀旭恍然，赶紧跟了上去。本来打算老老实实排队的文景也默默跟随，哪儿来的土包子，竟然敢插队！不出半分钟，安保队就得把他们插出去，有点眼熟。排队的人都在看好戏，若是扰乱现场秩序，将会被永久拉入玄梦意境黑名单，这辈子都别想再进去。然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秦泽3人在出示完校园卡后，安保直接放行。在一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怀旭大摇大摆地朝入口走去，太爽了！玄梦意境的入口与江城意境入口很像，都是一道光芒绚丽的空间裂隙，宛若9天之上坠落的银河，直达地面有将近100米长。
入口处，秦泽发现了一座10多米高的石碑，上面写了100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还有时间。第一名是3个月03天，最后一名长达1年。看到秦泽疑惑的目光，一旁文景解释道：“玄梦碑上面记录了最快完成战斗训练的前100个人。玄梦意境通过梦境模拟实战，有点类似游戏的新手教程，难度从低到高依次提升。当完成所有的模拟实战训练后，意味着你出师了，剩下的需要实战模拟训练已经无法提升。3个月，这个记录将由我们来打破。”怀旭意气风发，三人站到入口前，随着一道霞光投射在他们身上，三人瞬间消失。和上次五考时一样，秦泽眼前视野一黑。待视野恢复时，他出现在了一处演武场上，分身们全都失联了，脑子突然变得静悄悄，这让秦泽很不适应。模拟实战训练开始，周围响起了一个莫得感情的声音，接着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投射到了演武场中央。光芒散去，出现一个没有五官的人形战偶。战偶二话不说，立刻朝秦泽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周围再度响起那个莫得感情的声音，像是在教学。当同境界的敌人从正面突然发起攻击，首先需要砰！秦泽一掌劈出，战偶4分5裂。卡了吗？眼前的场景足足有5分钟没有变化，秦泽不由得问。模拟实战训练第2课开始，这次的战偶突然出现在秦泽身后，速度变得更为敏捷。当敌人从后方偷袭，要立刻确定。砰！秦泽一脚把战偶踹碎。莫得感情的声音又卡住了。秦泽伸了个懒腰，这都太小儿科了，直接上点高难度吧。模拟实战训练第20课，这次的声音不再莫得感情，似乎有一点气氛。数道白光从天而降，足足投放了15个战偶，他们站在四面八方，将秦泽紧紧包围。战偶投放结束后，那个声音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像之前那2次给出教学提示。15个战斗同时朝秦泽发起攻击，天上地下编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秦泽踩着朱雀步，腾转挪移，轻飘飘便出现在了战偶们的包围圈之外。15个战偶硬是连他的衣角都没能摸到。秦泽随即转身朝战偶发动反攻，火形术运转，秦泽皮肤微微泛红。白虎火星拳，伴随着一声震耳的虎啸，秦泽轰出一记重拳。一头全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白虎虚影怒吼着撞向那些战偶，轰！15个战偶一同被掀飞上天，摔在地面4分5裂，蓝色火焰在零部件上跳跃燃烧。秦泽难以置信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好家伙，威力这么大！刚才他也只是想尝试一下，看看火形术与4项功能不能融合在一起，还真成了，而且威力大增。秦泽不禁喃喃自语：难道我还真是一个创造功法的天才？仅仅几秒钟，地上的战偶零件就被蓝色的火焰燃烧殆尽。秦泽对空旷的演武场喊道：9折水平，到底行不行啊？莫得感情的声音立刻响起，语速极快。模拟实战训练最后1课，模拟遇到超过自己水平的敌人该如何应对。白光闪过，一个实力在3级5折水平的战偶被投放了出来。秦泽点了点头，还凑合，有9折半的水平了。老大怎么还没出来？广场上，怀旭无聊地打了个哈欠。20分钟前，他和文景就出来了，他肯定比我们坚持的久。文景道：说的也是，老大实力可不一般。怀旭说：二哥，你模拟到第几节课了？文景回答：第12节。怀旭道：咱2个差不多，我是第10节课。总共49节课，1个月时间怎么也搞定了。文景却不怎么认为，课程越往后面越难。第12节课他接连模拟了4遍，在有提示的情况下都没能通过。不过他倒是受益匪浅，再修炼几天，文景觉得一定能通过。就在这时，玄梦碑上忽然光芒大作，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原本碑上的第1名变了，秦泽2小时30分钟。怀旭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睛，我没看错吧？老大完成全部模拟课程了，而且只用了2个半小时。文景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的模拟课程。这是在娘胎里就开始战斗吗？广场上众人也都傻眼了。我想起来了，他是异兽实战课上那哥们，真该死啊！他怎么能这么快？开了吧？还是玄梦意境出 bug 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一就这么猛，他大2啥样我都不敢想。秦泽并不知道外面自己引起的轰动，他还在嘲讽。这就结束了，果然9折水平。此刻的我唯有失望2字。3级战偶也就那么回事。秦泽一发100%功率的火形术就给烧没了。你好！就在这时，周围忽然响起了一个略带惊喜的声音。好不了一点。秦泽盘腿在地面坐下，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有多高兴？就挺高兴的。秦泽没再继续逗他。你是那棵树？与那次在树下的感觉一样，声音让秦泽感到十分亲和，就连胸口的钥匙也传来兴奋的波动。昨天我感受到你在呼唤我，但我目前能力太弱，只能依靠意境和你沟通。秦泽点了点头，那你确实有点辣。秦泽，有个问题，为什么选我？问你的心，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秦泽挑了挑眉，谜语人是吧？天选之人是世界生灵代表，与世界命运相连。秦泽淡淡道，既然我是生灵代表，给我18000世界之源不过分吧？我无法逾越规则，要你何用？秦泽翻了个白眼，不仅是异兽，万族也对我们虎视眈眈。你要快点变强，时间真的不多了。世界意志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秦泽感觉视线一黑，再度睁开眼睛时，已经被传送到了外面的广场上。局域网重新连接，分身们逼逼赖赖的声音也都回来了。刚才是秦泽第一次与本世界的意志沟通，怎么说呢？那种玄而又玄的感觉蛮神奇的。秦泽能感受到世界意志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不知为何，秦泽突然想到了蓝岩界。目前人族有不少高手，在深渊也站稳了脚跟，应该不至于步入蓝岩界的后尘吧。回过神来的秦泽发现广场上众人都用一种极其火热的目光看着自己。他就是秦泽，还挺帅。
打破通天塔记录的也是他，此子有大帝之资。又一个妖孽，学弟学姐这几天能喝凉的，晚上一起约个饭。我也能喝凉的，姐姐们，我不能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秦泽好不容易突破学姐们的重重包围，找到了怀旭和文景，真搞不懂这些人突然抽了什么风。秦泽不解，老大，你看那。怀旭指了指那块10米多高的石碑，秦泽这才发现第一名的名字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自己。秦泽2小时30分钟，从来没有人能这么快完成全部的模拟实战训练，老大是怎么做到的？怀旭不可思议，一个每天连冥想都不做的人，这不合理啊！就是先这样，然后那样，最后再那样，挺容易的。秦泽淡淡道。怀旭竖起大拇指，不愧是老大。秦泽，等你们什么时候完成模拟实战训练，咱们什么时候就去接任务。文景的目光立刻变得坚定了起来。好的。秦泽的恐怖如斯让两人产生了危机意识，为了奋起追赶，俩人没回宿舍，去修炼室开始疯狂修炼。至于胖子，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把精神力提升到5弹。届时秦泽去拿边缘划水的手杖，让胖子完成转职。回到宿舍，秦泽闲来无事打开聊天群，海斗学府记者陆彤彤正在向众人讲述模拟实战训练新纪录的事情。路人甲，这个叫秦泽的有点东西，不出意外，他应该就是第9把钥匙了。仙女不拉屎，我刚才逛了一圈海斗学府的校园网，秦泽还是个小奶狗，很对姐姐我的胃口。秦泽扯了扯嘴角，小奶狗，我是凶猛大狼狗。驯兽师，话说下一个猎杀意境什么时候开？路人甲，这个是不确定的，要看世界意志什么时候推演完成。驯兽师，好无聊。边缘划水，无聊不妨来北境，这里到处都是人才，说话还好听。路人甲，我和水兄最近联手赚了不少佣金，驯兽师要不要过来一起搭个伙？驯兽师，算了，北境太远，懒得动弹。搭伙？那我2级菜鸡的实力岂不是露馅了？群里大家一直很默契的避开谈论彼此修为问题。不过秦泽估计除了原子哥和小鹿，其他人至少都是4级起步，能把深渊当自己家后花园一样随便溜达，具体什么实力秦泽都不敢想。原子哥在深渊奔波，路人甲和边缘划水在北境除恶扬善，书生突破不久还在巩固修为，仙女在家摆烂，秦泽和小鹿享受大学生活。群里的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法王隔3差5出海打窝，可再没有大鱼上钩。巨霸和吞噬哥时不时把海盗宝藏出手一部分变现，腰包是越来越鼓。期间被几个心怀鬼胎的人盯上了，不过他们很快就见识到了马戏团的恐怖，主动提出去陪海底的上一艘飞翔的马戏人。胖子的精神力来到了3.9时，突破4仅有1步之遥。文景和怀旭都在没日没夜的修炼，他们的确是被秦泽刺激到了。他们又进入了4回玄梦异能模拟实战训练课程，完成了近2/3。不和变态比的话，这个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都说大学生活好，秦泽这些天倒是好好享受了一下，确实挺好。老大，要不咱们先接个任务做做？总是在模拟实战里打那些人偶，实在太没劲了。一大早，秦泽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怀旭那张大脸。秦泽打了个哈欠，文景怎么想？文景早就迫不及待。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任务练练手。好久没活动，秦泽也感觉身体有些生锈。那行，再叫上胖子。不过出任务得至少5个人，我再找个外援。秦泽拿出手机给陆彤彤发了条消息，在吗？与此同时，刚冥想结束的陆彤彤看到秦泽发来的消息，不由得满脸疑惑。在吗，骑手，这是想干啥？在。陆彤彤很快回复，最近有没有时间？我们宿舍想接个任务，差个人，一起。陆彤彤俏脸一红，原来只是任务，是自己想多了。接任务不得大2才能开始，那是针对凡人的规矩，我们这些天才不包括在内，意下如何？陆彤彤思索片刻，好吧。秦泽回复，半小时后任务大厅见。任务大厅，老鸟们忙碌的进进出出，其中不乏有挂彩的倒霉蛋，回来结算任务。老大，你找的外援是谁啊？怀旭问。秦泽，待会见到人你就知道了。文景的长发被他竖起，身着劲装，身后背了个黑色背包，准备十分充足。胖子无精打采，明显是有些起梦了。对不起，我找错路迟到了。几分钟后，陆彤彤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小陆今天的打扮和文景一样，也是一身黑，往日的小熊衣服换成了更便于行动的作战服，腰间紧紧扎着腰带。秦泽有些意外，没想到陆彤彤还是个深藏不露的 B 级高手，年纪轻轻，日后大有可为。怀旭和胖子瞬间来了精神，俩人都没想到秦泽找的外援会是陆彤彤。文景也颇为意外，不晚，我们也才刚到。你的包重不重啊？要不要我帮你背？怀旭和胖子一左一右，陆彤彤被他俩的热情吓了一跳。滚边去！秦泽把俩人踹走，都是同学，你也都认识，就不介绍了。抓紧时间，我们先挑个任务。陆彤彤点了点头，跟在秦泽后面走进任务大厅。从开学到现在，他和秦泽沟通交流的次数屈指可数。陆彤彤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答应了秦泽的请求，或许是他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或许是他对秦泽如何抵御自己的能力感到好奇，又或许是2者皆有。总之，他来了。接取任务的方式非常简单，任务大厅里有几十台电脑，任务的详细内容和酬劳都在上面显示。选中想要的任务后，用校园卡确定就行。任务中途也可以放弃，不过有扣除功勋值的惩罚。秦泽快速浏览任务列表，那些深渊、猎杀、异兽等难度系数较高的任务直接被他 pass。他倒是没问题，但带上其他人问题可就大了。很快，秦泽就看到了一个合适的，这个怎么样？2级武者在逃罪犯，任务地点在明珠城，离海都也不远。任务完成，我们每个人可以获得10点功勋值。这是任务列表中难度最低，
同时也是酬劳最低的任务，老鸟们大抵是看不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任务挂了2天也没有被人领取。队伍里，秦泽是2级武者，但3级也不在话下。除了胖子，剩下3人的平均等级在 1.5 级，狂扁一个2级的小卡拉米完全没问题。文景点了点头，挺合适的，就这个吧。怀旭嘚瑟瑟，才2级呀 ，easy。陆彤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看向秦泽眨了眨眼，像是在说一切都听你的。秦泽拍板，就这个了，出发明珠城。5人用校园卡领取完任务之后，立刻动身前往车站，坐上了去明珠城的大巴。明珠城和海都之间直线距离不到150公里，2小时就能到。车上，秦泽把任务简报调了出来给众人看。追捕目标是一个叫范明杰的30岁男人，长相慈眉善目，本是明珠城一家公司的安保队队长，监守自盗，窃取了公司重要财产，还杀害了公司员工。关于杰哥的最新目击消息是在昨天晚上明珠城的贫民区，执法很快对此地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任务目标是将杰哥缉拿归案，而任务的发布人是杰哥的老东家明珠机械制造与能源有限公司。这哥们脑子有泡吧，这么久不出城，还在城里瞎逛。怀旭看到简报后不由得说道。秦泽挑了挑眉，一个能成功窃取公司重要财产的人，你觉得他脑子会不正常？文景若有所思，他是故意不出城，很有可能是在等他的交易人。东西到手需要变现，否则在手里跟废品没什么两样。秦泽点了点头，这一点他最近倒是深有体会。每天吞噬哥和巨霸都想招法的变现海盗宝藏。胖子喃喃道，这种情况不应该是事先联系好买家，然后再动手吗？得手之后，交易过程很快的。偷完东西不赶紧跑路，还在执法眼皮底下溜达，是真不拿执法当人。秦泽见陆彤彤欲言又止，说，彤彤有什么想说的吗？陆彤彤脸红了下，小声道，我有个猜想，不知道对不对。秦泽回答，想到什么就直接说，畅所欲言，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没关系的。怀旭也附和，有什么就说什么。陆彤彤想了想道，他会不会是故意暴露的？文景微微皱眉，故意暴露，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吗？陆彤彤双手叠在一起放在大腿上，继续道，他和交易对象没有谈妥，或者对方提的条件太低，他不答应，故意把自己暴露给执法和公众视野，让交易对象产生紧迫感。文景、怀旭和胖子恍然大悟，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怀旭猛地拍了下大腿。秦泽淡淡道，彤彤的推测大概率是对的，这些他其实早就想到了，毕竟局域网里几百个臭皮匠，怎么也能顶一个诸葛亮了。不管怎么说，不要因为对手实力低就掉以轻心，狮子搏兔，义用全力。几人点头，毕竟是第一次出任务，大家都想有个 happy ending。既然大家是队友，都说说自己的能力吧，到时候好配合。秦泽道。怀旭第一个开口，我的天赋能力是鹰眼，可以做到直拿打，所以我一般都用弓箭。胖子随即道，我的能力是瞬移，只是现在还有点短，帮不上什么大忙。燃血。文景道，燃烧精血提升修为，可正面战2级。秦泽看向陆彤彤，小陆低声说，我的天赋能力是推演，能够预知某个个体在接下来2分钟内的变化，前提是必须看着对方才能发动能力。闻言，秦泽心里直呼好家伙，天赋能力扎堆了，身边现在坐着4个挂逼，到底谁才是主角啊？秦泽伸出右手，摊开掌心，一团蓝色小火苗静静燃烧。我的能力是这个。蓝色火焰出现的那一刻，几人脸上都感到了灼热的滚烫，火焰温度极高，连其周围的空间都产生了细微的扭曲。胖子诧异道，泽哥，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能力？秦泽收起火焰，随口回答，高考结束后不久。怀旭习惯性道，不愧是老大，我见过一次马卡族，他们种族的核心功法也是一种火焰，但完全没有老大的能力屌。秦泽笑笑而过。关于我身边全是挂逼，我不得不拿出火行术来这件事，本来他也不想的，奈何挂太多。明珠城人口在30万左右，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由于离海都比较近，明珠城这些年的发展颇为迅速，最直观的反应便是明珠城的房价一涨再涨。临近中午，追凶小队抵达，走出车站，怀旭龇牙咧嘴道，坐车坐得我屁蛋子生疼。文景看向秦泽，咱们先从哪里查起？先去杰哥的老东家看看，有些事情要了解。秦泽回答，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去趟厕所。秦泽走进车站厕所，不到10分钟后与众人会合，直奔杰哥的公司。片刻，车站厕所接连走出一个个打扮各异的男人，他们走进熙熙攘攘的大街，很快便消失在人流中。我是公司的副经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杰哥公司的会客厅里，一个自称副经理的中年男人接见了秦泽几人。副经理是个1级武者，不过看着很面，秦泽估计陆彤彤一拳就能把他揍哭。副经理并没有因为秦泽他们只是大一新人就对他们轻视，礼数反而十分周到，特意让好看的秘书小姐给每人沏了杯茶。有几个问题想要和经理了解一下。秦泽道。副经理点头，请问。秦泽，贵公司丢的是什么东西？副经理犹豫片刻，简单来说，一块电池，只是这块电池比较特殊，包含了我们公司很多的机密技术，耗费很多时间才做出了这么一件样品，而且这块电池还是有人委托我们做的，委托人我们得罪不起，怪不得这么着急，把委托任务都挂到了海都学府，只是经过评估任务的等级太低，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秦泽继续问，既然是机密产品，那防卫应该十分严密，东西丢失那天有现场的监控吗？有的。副经理打开笔记本电脑，推到了秦泽面前，画面里是一个空旷的房间，中央的展台上就放着那块巴掌大小的电池，周围铺天盖地的红外线封锁，哪怕是一只蚊子飞进去也会触发警报。房间外面的走廊里有安保巡逻队，24小时不间断巡逻，每个都是全副武装的1级武者。刚看到这个安保场面时，秦泽非常惊讶，杰哥竟然能从这种地方拿走东西，还是有点东西的。如果换做秦泽，除去强攻和庇护空间外，
他想不到有其他方法能够成功拿走东西。仔细看，就在10秒钟后，副经理突然说。秦泽几人的眼睛紧盯着屏幕画面。10秒钟后，展台上的东西突然凭空消失，周围的红外线报警装置没有任何反应，门也没有开启过。那块电池就像是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秦泽微微皱眉，这个场面怎么看着那么眼熟？他想到了4个字：庇护空间。秦泽悄悄看了眼旁边的陆彤彤，他的反应和自己差不多，显然也想到了庇护空间。该不会真是群里的哥们干的吧？是不是很邪门？如果不是有监控在，我根本不会相信电池会自己消失。副经理开口道。秦泽问：你为什么认为是范明杰干的？副经理回答：那天晚上正好是范明杰值班，后半夜也就是电池消失的那段时间，他也消失了。为了防止监守自盗的事情发生，安保都是2人一组。范明杰同组的安保当晚被发现死在了厕所了，一刀封喉。听到这里，秦泽已经确定是杰哥无疑了。范明杰有什么天赋能力吗？副经理摇了摇头，没有，他就一普通2级武者。秦泽起身，我们没什么要问的了，感谢经理的配合。副经理回复道，下星期1就是公司的新品发布会，我们为这个项目付出太多了，你们若是能在发布会前抓到范明杰，公司必有重谢。秦泽点头，我们尽量。离开公司后，文景开口道，范明杰隐藏了自己的能力，甚至隐瞒了修为，他选择在这家公司当保安，可能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新产品去的。秦泽淡淡道，不排除这种可能。彤彤有什么补充的吗？忽然被点名，陆彤同一时间有点手忙脚乱。啊，我没什么补充的。怀旭抓了抓头发，目前线索太少，明珠城又这么大，找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接下来要去上次范明杰出现的地方看看吗？秦泽摇头，执法已经在那里展开过地毯式搜索，一无所获。你觉得我们比执法更专业？怀旭道，那去哪儿？秦泽，酒店。几人愣了愣，陆彤彤小嘴微张，不能理解。胖子问，泽哥，你没开玩笑？咱们一路舟车劳顿，当然要先好好休息了。秦泽理所应当道，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工作。胖子等人被秦泽说服了。正如怀旭所说，明珠城这么大，上哪找人去？不过杰哥既然主动暴露第一次，很快就会有第2次。秦泽把分身都给放了出去，明珠城灰色地带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酒店大堂，秦泽等人正在办理入住。这是全明珠城最贵的5星级酒店，贵不仅体现在装修服务上，同时也体现在了安保上。大堂里的安保人员都是1.5级到2级。哗啦，酒店大门被人从外推开，一队执法走了进来。有可疑人员藏匿在酒店，现进行搜查，这是搜捕令。领头的执法拿出一封文件，秦泽听到声音转身看去，哟，这不老熟人吗？领头的执法不是别人，正是3号。3号察觉到秦泽的视线，扭头看了过来，脸上露出些许惊讶。他只是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在酒店安保的配合之下，执法很快对整个酒店完成了搜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随后3号带队离开。胖子好奇道，他不是那个谁？秦泽笑笑，是他。挺意外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办理完入住之后，5人各自回房，约定先美美的睡个午觉，2小时后再出去逛逛。秦泽回房后打开聊天群，果然小鹿正在群里说这件事。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小鹿还是太年轻了，如果真要是群里哥们干的，此举不是把自己给暴露了吗？还好有我。悠悠鹿鸣，我接了一个任务，抓捕一个偷东西杀人的凶手。现场的监控画面我看了，东西凭空消失，就像是被拉进了庇护空间。仙女不拉屎，你才大1怎么就接任务了？悠悠鹿鸣，是秦泽了，做任务要5人一组，他们宿舍少个人，就找我凑个人数。仙女不拉屎，你们这届新生真的是太离谱了，大1上学期就开始外出做任务。路人甲，你的关注点在这里，难道不应该是庇护空间吗？边缘划水，我和路人甲一直在北京没离开过，不可能是我们。远前辈在深渊也还没出来过。书生，我在蓬莱城。边缘划水，晚上一起出来喝酒。书生，无不与废物为伍。边缘划水，你大爷！仙女不拉屎，倒是在闭关，我最近一直宅在家里。驯兽师也是老前辈了，不至于偷鸡摸狗。难道是第9把钥匙？驯兽师，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不是庇护空间，而是某个类似的天赋能力。秦泽觉得大概率不会是群里哥们干的，毕竟大家几乎都有不在场证明。路人甲，驯兽师更靠谱一点。仙女不拉屎，我离明珠城不远，要不要我去火速支援一波？悠悠鹿鸣，悠悠鹿鸣，这是学校的任务，找外援不太好。仙女不拉屎，最近在家待着好无聊，我都快生锈了。边缘划水，要不要来北京加入我们的露水组合？仙女不拉屎，露水组合，什么破名字？边缘划水，干！这可是我苦思冥想许久的组合名。话题很快就偏了，不过秦泽至少确定大概率不是群里哥们就行。局域网里，秦泽上午放出去的分身们一片欢腾。皇冠98速来，这里全是长腿兔女郎，也有赢了。我在地下赌场赢好几10万了，一群菜逼，看本赌王今天把他们裤衩都赢过来。呵呵，小心待会让你横着出去。你那酒吧的质量不行，来我这碧玉斋，让你知道什么叫古代大家闺秀。我俏丽吗？凭什么你们都在找乐子，我就要蹲在贫民窟？伟大事业终究是要有所牺牲，我们会记住你的贡献。秦泽满脸黑线，别忘了找杰哥。分身们哼哼唧唧，盯着呢。你再叫你大爹做事，哪都是咱们的人。杰哥只要露头，分分钟带住他。这家店说是来了新技师，我先去做个马杀鸡。秦泽轻叹了口气，果然分身们在靠谱这方面一向是很不靠谱的。下午，秦泽带着陆彤彤4人把城里的几处景点逛了逛，
顺便品尝了一下当地特色小吃。我们真是来做任务的吗？陆彤彤弱弱问。除了上午去趟公司，剩下的时间都在吃喝玩乐。陆彤彤不由得怀疑秦泽是否已经放弃了任务。秦泽笑笑道：“咱们这叫养精蓄锐。”怀旭的腮帮子被食物塞得鼓囊囊。我觉得老大说的没毛病，胖子没有任何异议，他一向是秦泽指拿打啊。文景虽然有些不太理解，但他觉得秦泽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陆彤彤弱小，无助又可怜，只能跟着秦泽一条道走到黑。既然来了趟明珠城，咱们也尝尝当地的特色烧烤吧。秦泽带着4人在酒店附近的一个路边烧烤摊坐下。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绚丽的橘红色，将整条街道都照得金灿灿的。老板，再加2串腰子。熟悉的声音响起，3号在秦泽身边的空位坐下。除了胖子仍旧泰然自若，其他3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陆彤彤，一张俏脸绷得紧紧的。恭喜啊，状元郎！3号率先开口道。秦泽淡淡道：“别光嘴上说说呀，今天这桌你请了。”3号大手一挥：“没问题。”陆彤彤3人这才发现，原来秦泽和3号认识，不免有些诧异。执法向来是生人勿近，而且3号看着要比秦泽大很多，这俩人能成为朋友，在外人看来就挺神奇的。你不是调总部去当审判者了，怎么还在巡检？秦泽道。3号叹了口气：“总部在海都，最近明珠城这边缺人手，我就暂时来顶替。没来大城市之前，我是不知道竞争这么激烈。3级也就是个巡街的头头，4级没成为审判者的同样大有人在，除非有点硬关系，不然就得一直等着审判者考核。鬼知道猴年马月能轮到。”许是一人漂泊在外，压抑太久，3号一杯酒下肚，就开始向秦泽这个小老乡大吐苦水。秦泽淡淡道：“所以你就打算一直这么混着了？”3号无奈道：“不然呢？我目前工资待遇还不错，争取5年之内攒个首付，在海都买套房，也算是落地生根。绝大多数的人生都如3号一样，没有多么的波澜壮阔，有的只是挣扎着的生活。你不在学校好好修炼，跑这来干什么？”3号问。秦泽回答：“接了个任务，出来磨练磨练。”3号感叹：“不愧是状元，才大1就接任务。你们的任务是什么？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秦泽随后向3号讲述了一遍任务详情。听完之后，3号不禁眉头紧锁。这个任务，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秦泽挑了挑眉，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掌握瞬间移动的空间之神，眼睛就是尺的鹰眼，燃血越级战斗的萧天帝，能预知未来的大预言家，以及天下无敌第1大帅比。这个组合，你跟我说放弃任务？被点到名字的胖子和怀旭昂首挺胸，文景正襟危坐，唯有陆彤彤不太好意思的低下头。腰子来了。老板将烤好的腰子端了上来。3号咬了一口，评价道：“火候差点意思。哎，有点想念家乡的腰子了。”3号放下腰子，淡淡道：“阁下的团队的确有点东西。倘若我拿出12星座，阁下又该如何应对？”秦泽面色严肃，告辞。应对个屁啊！12星座怎么跑明珠城来了？应对不了一点。其他人听到12星座也不由得面色大变。3号随即解释：“我最近被调来明珠城，也是和12星座有关。经过我们的调查，范明杰的交易对象是12星座之一的处女座。明珠城一带近些年就是他的活动范围。这些年执法部一直想抓住他，但12星座你也知道，哪是那么容易抓的。”闻言，秦泽若有所思，有点麻烦了。12星座各个大手子全都气急起步，正面对上他们这个专业团队还不够人家一勺烩的。不过处女座要电池干什么？想要进军高科技领域？秦泽不能理解。这个任务公司那边在你们学校提交的时候掌握的信息不够，学校评估等级太低了，不是你们现在能应对的。3号边吃腰子边补充说。怀旭有点蛋疼，放弃任务可是会扣功勋值的，我们现在哪有功勋值扣？3号淡淡道：“你们可以向学校任务审核部门反映，让他们把任务取消。”团队4人一时间都看向秦泽，等待他做出决定。处女座要那块电池做什么？秦泽问。3号摇了摇头，还在调查。见秦泽似乎并不想放弃任务，3号继续劝说道：“这个任务不仅仅是12星座，包括那个范明杰本身也有问题。他已经3年没向武者管理部报备，他现在的修为极有可能突破了中级武者。成为正式武者之后，每年都需要去当地武者管理部进行信息登记和更新，但有些作奸犯科之人不会去，否则成了自投罗网。武者信息不及时更新，就会成为黑户。规则总是有漏洞，有些人可能会通过一些灰色渠道办理假证钻空子。毫无疑问，杰哥就是这样。根据范明杰5年前更新的武者信息显示，那时他是3.4级，曾因为战场叛逃被执法部逮捕，后深渊战场急缺人手，又把他派去戴罪立功，不过还是给他跑了。那以后便再没了消息。范明杰隐瞒了自己的天赋能力，他的能力与隐匿相关，不然不可能做到每一次的消失都无声无息，没留下一点痕迹。3号把目前执法部掌握的关于范明杰的一些信息全都告诉了秦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上一次贫民区的搜捕我也参与了，他消失的十分突然，就像是与这个世界剥离了一样。当时在场有2名5级审判者，他们都没有任何察觉。3号又讲述了上回针对范明杰的抓捕细节，秦泽听后眉头紧锁，像，实在是太像了，这不就是庇护空间？起初他还觉得杰哥觉醒了类似的天赋能力，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干，该不会真是群里的哥们吧？3号拍了拍秦泽的肩膀，明天就回海都吧。最近明珠城内局势挺紧张的，风云暗涌，你们这些天骄都是人族的未来，在没有成长之前，还是不要参与进这种危险的事情里了。老板，结账。3号起身走向柜台，付完钱后向秦泽等人挥了挥手，走进茫茫夜色中。桌旁的4人都沉默了。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任务，结果突然蹦出来一个处女座，拿头打呀！文景问：“怎么说？”怀旭掏出手机划拉起来：“我先看看明天最早一趟回海都的车是几点。”秦泽淡淡道：“
为什么要回海都？怀旭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老大，你认真的？胖子说，12星座我听说至少都是7级，咱们连人家一只手也打不过。文景沉默，陆彤彤也是一言不发，眨着漂亮的大眼睛看向秦泽，你们是不是搞错了？秦泽道，我们的任务是抓杰哥，又不是抓处女座。就算杰哥是一个修炼天才，现在撑死也就4级武者，咱们这么多人还全都是天赋能力者，4级武者还是可以碰一碰。听到秦泽这一番话，几人幡然醒悟，对哦，跟处女座较什么阵？搞杰哥就行，毕竟涉及到了12星座，此次任务的确有一些风险，做不做大家投票表决。不过我的意思是，可以先做做看，怎么说也是首次任务，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在中途放弃。胖子率先开口，我听泽哥的。陆彤彤看着秦泽，我也听你的。文景捏着下巴，若有所思，正面战力有我和秦泽够了，再加上3个辅助，可行。怀旭咬了咬牙，那就干，谁让咱们是一个 team。秦泽举杯，祝我们首次任务旗开得胜，干杯 ！X4，几人怀着较为沉重的心情准备回酒店，老板却拦住了他们。账结了。秦泽，刚才那个执法员不是给过钱了？老板解释说他只结了腰子钱。秦泽满脸黑线，好你一个浓眉大眼的3号。返回酒店的路上，陆彤彤问，我们总不能一直这么坐以待毙吧？怀旭愁眉苦脸，明珠城这么大，从何找起啊？秦泽淡淡道，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我已经和刚才那个打工人说过了，有杰哥的消息他会告诉我们。胖子点了点头，执法部在找人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文景有些奇怪，他要是没记错的话，3号是让他们回海都吧？回到酒店后，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秦泽不断切换分身视角，监视着这座夜幕下的城市。深夜，局域网传来消息，杰哥出现了。啊！虚掩着的房门里传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时夹杂着阵阵鞭子的抽打声。门外，双鱼座焦急的来回踱步，时不时看一眼时间。他对天发誓，如果能重来，他宁愿选择和白羊座那个脑瘫共事。咚咚咚，好了没？有些等不及的双鱼座敲了敲门，鞭子的抽打声和惨叫声同时停止。你好烦啊！房间里传出一个娇媚的声音。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进来吧。双鱼推门而入，装修奢华的房间里面一片狼藉。大床上躺着一个胡子拉碴、满身是毛的细狗男人，后背、肚子、腿上全是鞭子留下的血印。床边站着2个身高接近2米的壮汉，他们深深低着脑袋，手里拿着鞭子，身体在轻轻发抖。双鱼微微皱眉，下次你能不能把衣服穿好？床上的男人发出一阵咯咯咯的欢快笑声，不吃100个陆彤彤绝对发不出这种可爱忧郁的声音。我这不是怕你着急吗？男人像是一只慵懒的猫，趴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双鱼后退数步，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别尼玛，在我面前发烧！切！男人翻了个白眼，随手拿起一件黑色轻纱外衣披在身上。你们今天没吃饭吗？2个壮汉把头低了更低了，瑟瑟发抖。没用的东西。男人冷哼，张嘴猛地一吸，2壮汉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快速干瘪下去，直挺挺的倒在地上，变成了干尸。双鱼座见状，不禁感到一阵恶寒，就没一个有点用的。男人嫌弃的踢了一脚地上的干尸，忽然双眼放光的看向双鱼。不如。眨眼间，男人如鬼魅般出现在双鱼面前，右手搭在他的胸前。咱俩试试。双鱼像个雕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可以变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子。男人朝双鱼脸上呼出一口气，旋即他变成了一个身披轻纱、肤白貌美、长腿细腰3、6D的大姐姐。男人是大姐姐，猫一样蹭来蹭去。发完烧了吗？窗台上，双鱼双臂环胸坐在上面，发完该办正事了。无趣的男人，大姐姐又变成了毛细狗，站在原地的双鱼座化作点点星光，融于虚空。急个屁啊！男人颇为烦躁的倒了杯水，一饮而尽。在墨迹，那家伙被执法部抓住，一切都前功尽弃。你处女座无所谓，我双鱼可是戴罪之人，还要凭借这次任务翻身。双鱼沉声道。细狗处女座嘴角上扬，不要心急嘛，这一切都在姐姐的计划之内。只要你好好听姐姐的话，姐姐让你成为中席位星座也不是不可能。双鱼不屑道，大可不必。我双鱼座一生不弱于人，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咚咚咚，伴随着一阵敲门声，一名护卫走了进来。处女座大人，白羊座大人来访。闻言，处女座挑了挑眉毛，他来干什么？让他在会客厅等我。护卫点头，是。处女座穿上一件青色睡袍，走吧，一起去见见你的老搭档。会客厅，白羊坐在椅子上滋溜着茶水，马燕站在他身侧。处女座这个人有点变态，反正待会他不管说什么你都别理就是了。对外就说你是我的助手，这次带你出来见世面。马燕微微点头，她一身黑色劲装，高挑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晨练，马燕身上的气息变得更为浑厚。她右眼还是猩红色，搭配立体的五官，不仅不突兀奇怪，反而更加妖艳。好久不见啊！人未至，声先到。马燕扭头看向门口，见出来一个毛发茂盛、打扮不伦不类的男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实在无法想象，刚才那个声音竟然会是眼前的男人发出来的。确实好久不见，你荣升中席，我来抱抱大腿。白羊起身道。处女座撩了下睡袍，伸出满是黑毛的腿，抱吧。不远处的双鱼强忍笑意，眉飞色舞的看着白羊，抱啊，你倒是快抱啊。白羊抽了抽嘴角，呵呵，你还是那么幽默。处女座翻了个白眼，旋即注意到了白羊身侧的马燕，怎么还带了客人来？这位妹妹长得好生标致。处女座来到马燕面前，目光灼热的上下打量着她。我的助手准备好好培养，这次也是顺便带她出来见见世面。白羊解释。处女座道，不如把这个妹妹让给我如何？我太喜欢她了。马燕心里感到一阵恶寒，她好想给她一拳。白羊连忙道，
处女座中吸手下人才无数，总不至于和我这个下棋抢人吧？切小气鬼！处女座在主位上坐下，正好你来了，我这还缺人手。白羊点头，没问题。另外，我这次还带来了一个消息，刀王好像是来海都了，冲你来的。处女座疑惑道：人族镇守使顾鸿昌，他不是在镇守深渊？白羊回答：你的消息有些滞后。江城潮汐期间，刀王违反规定，私自回到江城。潮汐结束之后，他也没有返回深渊，一直在大陆游走。过去的1个多月，他接连干掉了我们14个据点，下面兄弟死伤无数。双鱼暗暗震惊，这个消息他也是才知道。不妨事。处女座显得尤为淡定，9级武者离开深渊无法发挥全部实力，和8级武者没什么太大区别。他若是敢来，我不介意杀个镇守使玩玩。双鱼座暗道：又尼玛一个精神病！你一个8级中席是怎么敢和9级镇守使叫板的？谁给你的勇气？约定的时间要到了。双鱼座催促：什么时间？白羊好奇问。双鱼淡淡道：说了你也不懂。白羊咬牙切齿：这个狗东西故意的是吧？你倒是说啊！处女座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吧，一起出去活动活动。好久没露面，江湖上都快忘了我这个人了。明珠城南城区贫民窟，伴随着夜幕降临，那些隐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纷纷露头。脏乱不堪的小巷里，醉汉、瘾君子、扒手齐聚一堂。有光得地方就有暗。这些年，明珠城的迅速发展，让贫民窟的部分产业也得到了升级和扩张的机会。一间隐蔽的地下酒馆里，微醺的范明杰摇摇晃晃地走出大门。他来到一根电线杆下面放水标记，刚一抬头便和一张贴在上面的通缉令对视。通缉令上的画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哥，范明杰打了个9格，随手撕下通缉令团成一团，扔到地上。想抓到我？痴心妄想！范明杰冷哼一声，晃荡着朝贫民窟外走去。突然，他放慢了脚步。出来吧，看到你了。啧，杰哥的感知蛮不错哎。光线昏暗的巷子里，走出一个戴着猎狗面具的男人。猎狗上下打量了范明杰一番，接着撇了撇嘴：4级都没到，杰哥你这些年到底都在干什么呀？闻言，范明杰一愣，他被嘲讽了。区1级武者是怎么敢对他3级巅峰出言不逊的？怎么敢的？找死！范明杰快如闪电，右手成爪，狠狠抓向猎狗的脖子。来得好！猎狗不退反进，他全身气血沸腾，玄武虚影在其周身凝聚。范明杰眼中露出诧异之色，好高级的功法，这种功法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练的。范明杰输出开大最大，一巴掌拍到玄武虚影上，砰的一声，猎狗倒飞出去，像张大饼摊在墙上。范明杰没有继续追击，裹紧身上的风衣后加快了步伐，费尽9牛2虎之力，猎狗终于把自己从墙上扣了出来。奶奶滴！他往贫民窟外去了，看样子目的地是明珠大桥。局域网里的分身们立刻活跃起来，我就在明珠大桥，看我守株待兔。秦狗说了，别打草惊蛇，我替他把杰哥实力试出来，这叫知彼知己。你是个6，人家一巴掌就能把你拍死。与此同时，范明杰刚出贫民窟，再次被一个戴着卡通鳄鱼面具的男人拦住了去路。杰哥，跟我走一趟吧。范明杰微微皱眉，你们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跟你走？男人抬手正了正脸上的鳄鱼面具，因为我家还蛮大的。范明杰，你在说什么屁话？范明杰气血迸发，二话不说，一脚把鳄鱼踹进了不远处的江里。真邪门！范明杰又加快了脚步，这伙人到底是什么路数？连执法部都还没找到他，这些奇奇怪怪的家伙倒是先找上门，而且一个个1级武者是怎么敢和他这个3级叫板的？秦泽和他的专业团队正在夜幕下飞奔，距离明珠大桥仅有1步之遥。分身在接连送出2个人头之后，确定了范明杰的实力，终于没再继续去送，而是远远吊着暗中观察。老大，你消息太灵通了吧？怀旭不禁感慨，他才刚进入梦乡就被秦泽叫醒。得知范明杰出现后，几人立刻整装出发。晚上一起吃饭，那个执法员说的。秦泽随便编了个理由。范明杰还没到4级，修为在3级巅峰。待会到了明珠大桥，找到范明杰后，一切按计划行事。4人点头。苍泽江水浩浩荡荡，将明珠城一分为2，途径海都，汇入大海。明珠大桥横跨苍泽江，成为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南岸19城区全是低矮的平房，与北岸新区的摩天大楼和闪烁的霓虹形成鲜明对比。深夜，桥上寂静无声。范明杰坐在栏杆上，望着下方湍急的江水，并时不时看眼手腕上的时间。踏踏踏，身后一阵脚步声忽然响起。你们迟到了。范明杰从栏杆上跳了下来。不是很晚。桥边的阴影中，秦泽和文景并肩出现。范明杰全身紧绷，不是处女座。你们是谁？秦泽优雅的躬身行了一礼。尊敬的范明杰阁下，我们是处女座大人的手下，大人公务繁忙，无法来亲自见你，让我们带你过去。范明杰冷哼，你们当我是傻呗？秦泽直起身子，瞬间轰出一记白虎火刑拳。卧槽！看着一头由火焰凝聚而成的老虎突然冲至面前，范明杰吓了一跳。范明杰忙轰出一道拳风，与白虎火刑拳抵消。上了！秦泽朱雀步立即贴身。战斗突然开始，边上的文景还没有反应过来。不是说有执法员在现场吗？人呢？显然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文景激活燃血，修为节节攀升。秦泽主攻，文景佯攻配合，2个2级一时间和3级杰哥打得有来有回。秦泽3点钟，文景6点钟方向。他会用一面5具盾牌挡住秦泽的攻击，小心盾牌上弹射出的尖刺。黑暗之中，陆彤彤的双眸流光溢彩，不断推演着范明杰。胖子在其身边凝聚精神力和气血，一点点构建法阵。2人头顶的大桥横架上，怀旭持弓紧盯着下方远处的范明杰，等待机会射出致命一箭。去死吧！
范明杰的右手出现一面磨盘大小的盾牌，再度挡下秦泽一记白虎火星拳。紧接着，一根黑色尖刺从盾牌中射了出去。范明杰咧嘴一笑，这招他屡试不爽，不知因死了多少对手。就在他以为秦泽会被这枚尖刺射个对穿的时候，秦泽右腿后侧飘飘然转身躲过尖刺。范明杰瞪大了眼睛，这不可能，他怎会知道我的杀手锏？砰！范明杰愣神的功夫，文景如一头蛮牛撞了上来。杰哥脚下踉跄，手中盾牌武具险些脱手。震退文景后，秦泽又贴了上来。范明杰越打越是心惊胆战，这两人总是能精准预判他下一步的攻击。他刚刚起手，对方就已经做好了闪避准备，这是何等敏锐的战斗直觉！更重要的是，眼前二人与寻常2级武者大相径庭。大长头发还好，虽然提升修为，但还没到过于夸张的地步。可这短发的年轻人，骨头比他这个3级武者还硬，从小喝脆骨液长大的吗？范明杰有种预感，秦泽还没用全力，得跑了。虽然他不知这伙人的路数，再不跑怕是会栽。杰哥一点点拉开和二人的距离，准备跳江跑路。嗖！这时，一阵刺耳的破空声在夜空中响起。范明杰抬起头，一道金色流光撕裂夜幕，正朝他急射而来。什么鬼东西？范明杰条件反射，抬起盾牌武具，叮！剑矢被拦截掉在地上，断成2截。大桥横架上，怀旭立刻又拿出3支箭，反应挺快。不过，当我连射3箭的时候，倒要看你往哪儿躲。嗖嗖嗖！3支箭矢再度破空飞来，范明杰不得不再度用武具抵挡。秦泽和文景趁此机会又贴了上来，杰哥失去了跳江的机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范明杰不断格挡。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萧天帝以及超级宇宙第一帅，我们是专门抗击邪恶的专业团队。秦泽淡淡道。文景挑了挑眉，为什么你的前缀那么长？原来是公司的人。范明杰冷哼一声，公司还是一股既往的小家子气，派2个2级小鬼对付我，真以为我范明杰是软柿子吗？告诉你们，我可是还没使出全力。耳麦中忽然响起陆彤彤焦急的声音，快退退退！他有一招范围攻击的招式，周围10米之内被命中会直接碎骨。闻言，秦泽和文景迅速后退10米开外，独留原地正在蓄力开大的范明杰。什么情况？蓄力一半的范明杰突然愣住了。他们怎么知道我要放大招？高级武者的战斗直觉也不过如此吧。抱歉，我的能力时间到了。陆彤彤忽然满是歉意的说道。秦泽点点头，你已经做得很棒了，休息吧。陆彤彤感觉大脑一阵发懵，推演修为高出自己的武者所耗费的精神力实在太大，他直接虚弱的坐在地上冥想恢复。胖子，还要多久？秦泽问。胖子咬着牙回答，还得2分钟。秦泽道，继续。见2人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攻击范围，范明杰暂停蓄力，迅速向2人靠近。文景距离最近，率先遭到攻击。范明杰只是随意轰出一拳，他并没想这一拳能命中，只是拖延时间准备放大。然而令其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文景躲闪慢了半拍，被他一拳打飞10几米远。嗨嗨嗨！文景挣扎起身，他感觉胸骨至少断3根。范明杰不可思议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亲人打到了。从战斗开始到现在，他第一次打中对方。范明杰回过味来，应该是某种特殊的天赋能力，并不是所谓战斗直觉。现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天赋能力失效了。范明杰看向秦泽，咧嘴一笑，现在轮到你了。杰哥彻底打消了跳江逃跑的念头。范明杰右脚用力一蹬，炮弹般弹射向秦泽。怀旭右臂肌肉鼓胀，全身气血涌动，弓弦上箭矢从端部开始一点点变成暗金色。怀旭深吸一口气，右手猛地松开，嗖！箭矢在空中化作一条怒龙，咆哮着撞向范明杰。怀旭在射出这一箭后，气息立刻变得萎靡，单膝跪下。雕虫小技！范明杰将武具盾牌丢向天空，盾牌表面红光乍现，凝聚出一面巨大的屏障。砰！撕拉了，怒龙一头扎在屏障上，四面八方爆射出无数金色火花。箭矢所携带的巨大动能与红色能量屏障一点点抵消。片刻，屏障与怒龙消失，盾牌与箭矢碰在一起，悬停于空中。啪嗒，失去动能的支撑，二者同时掉在地上。另一边，蓄力完毕的范明杰已突破至秦泽面前。泽哥，老大！秦泽 X2， 耳麦里响起同伴们焦急的呼唤。文景、怀旭、陆彤彤皆登进油窟，胖子还在构建阵法。此时的秦泽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他要独自以2级武者之躯直面3级巅峰武者的大招。小兔崽子，去死吧！震蛊术！轰！范明杰双手用力下压，1000倍重力从天而降，以范明杰为中心，周围10米内的桥面瞬间凹陷下去，霎时间尘土飞扬，秦泽的身影被烟尘吞没。哈哈，臭小鬼，终于死了！范明杰爽了，一开始被2个2级小鬼压着打，现在终于出了一口心头恶气。胖子怒目圆睁，阵法还有1分半。怀旭和文景心里满是不甘，陆彤彤脸色苍白，他好后悔，他应该在秦泽身边的，这样关键时刻可以用庇护空间把他救下来。所有人全部向我靠近。陆彤彤沉声道：“秦泽死了，团队不能再有减员，他要带着剩下的人活下去。”范明杰挑了挑眉，发现了远处的陆彤彤3人，想走，问过我没有？范明杰舔了舔嘴角，漫漫长夜，他要慢慢玩。唉。忽然，不远处的烟尘里响起一声叹息。范明杰转身，只见烟尘渐渐散去，一个巨大的玄武虚影屹立于桥面，而秦泽完好无损地被玄武包围。怎么可能？范明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一个2级武者竟毫发无伤地吃了他一个大。陆彤彤4人转悲为喜，
胖子还好，文景、怀旭和陆彤彤则是再度被秦泽的实力震撼到了。秦泽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范明杰，淡淡开口：“我问你，为什么觉得只有你自己没动真格呢？”呼，蓝色的火焰从他脚下升腾而起，将其整个人包裹其中。即便相隔数米远，范明杰仍旧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灼热。火星，蓝焰外放，汹涌澎湃的蓝色火焰如决堤的江水，瞬间向范明杰奔涌而去。跑！范明杰心里此时只有这一个念头。泽哥，好了！胖子大喊道。按住他！秦泽回复。胖子蹲下，双手往桥面重重一拍，数十条藤蔓在范明杰脚下破土而出，将其四肢牢牢缠住。范明杰身体被束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墙撞了过来。该死！范明杰气血外放，赶忙凝聚护盾。砰！蓝炎重重撞向护盾，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其撕碎，并将范明杰吞噬。几秒钟后，蓝炎消散，范明杰狼狈地半跪在地上，头发和衣服被烧焦大半，全身气血消耗一空。小鬼，你着实让我惊讶。不过今晚到此为止了。你该不会真以为大晚上我一个人是来桥上看风景的吧？范明杰脸上的表情变得玩味起来。秦泽心里突然涌出强烈的危机感。小弟弟，晚上好呀！一个娇媚好听的女声在耳边响起。秦泽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有大恐怖！小弟弟真是厉害啊！2级就有这样的实力。秦泽僵硬地转身，看到一个穿着古装轻纱、满身是毛的男人坐在大桥的栏杆上，月光照在他的后背，显得愈发诡异。秦泽愣了愣，大哥，你的喉咙是怎么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来的？姐姐晚上好。秦泽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咯。处女座掩嘴轻笑，若是光听他的声音，的确能够引起人的无限遐想。小弟弟嘴真甜，你觉得我美吗？秦泽小鸡啄米似的不停点头。姐姐美若天仙，那叫一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一切可以形容美丽的形容词，放在姐姐的身上都再合适不过。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很强。秦泽毫不怀疑，对方一个小拇指就能按死自己。处女座，快杀了他！范明杰不耐烦道。秦泽心里一惊，怪不得给人的感觉这么强。秦泽右手背到身后，朝陆彤彤等人伸出2根手指。陆彤彤立马会意，在耳麦中低声道 ：“B 计划。”胖子再度凝聚精神力，开始构筑第2个阵法。聒噪！处女座右手食指隔空轻轻一弹，范明杰顿时被掀飞了2个跟头。秦泽再次一惊，原子哥也不过如此吧？处女座从栏杆上跳了下来，迈着猫步朝秦泽一步步走来。他全身皮肤微泛光，瞬间变成了一个绝色美人，上身风姿摇曳，轻薄的裙摆下，2条白皙笔直的长腿在月色的映衬下更加美轮美奂。秦泽瞪大了眼睛，大变活人吗？局域网里也炸锅了！卧槽，牛逼啊！其实也不是不行，吾有一大胆的想法，咱就是说他可以想变啥就变啥吗？康康玉足，只看玉足，我要康康！处女座缓步来到秦泽面前，秦泽是一动不敢动。现在姐姐还好看吗？秦泽竖起大拇指，姐姐真是仙女下凡，不对，姐姐就是仙女，小嘴真甜。处女座抬起青葱玉指在秦泽脸上轻轻拂过，瞬间留下2道血痕。要不要跟姐姐回家？处女座舔了舔指尖沾上的血，像是一只舔舐爪子的猫。秦泽点头，姐姐说啥是啥，真乖。处女座拂过秦泽胸前，再度留下2道鲜血淋漓的伤口。秦泽心里 MMP， 脸上仍旧得保持微笑。等姐姐办完正事，就带你回家。处女座看向范明杰，声音清冷：“东西带了吗？”无比狼狈的范明杰缓缓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血：“你今晚迟到了，让我很不爽。”处女座淡淡道：“你屡次3番抬价，我也很不爽。”范明杰咧嘴笑了笑：“现在是卖家市场，这东西现在黑市上已经有人回收了，而且价值不低。”处女座面无表情：“你要的东西，整个明珠甚至包括海都，只有我能给你。我的耐心马上就要耗尽。今晚是你最后的机会，别给脸不要脸。”范明杰沉吟片刻道：“你带了。”处女座摊开掌心，一滴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水滴静静悬浮，检测到20单位世界之源，请靠近回收。秦泽的呼吸逐渐放慢，目光放在那滴水滴上移不开。是世界之源，不用钥匙也能保存。秦泽没敢现场回收，他要是回收，处女座反手就能把它回收。20点世界之源，不过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范明杰淡淡道。处女座收回右手，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范明杰说：“别急，这个条件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把你身边那个小鬼废了，人给我，今晚的交易就算达成。”你奶奶滴范明杰，刚才怎么就没一拳干死你呢？秦泽心里把杰哥家里的亲戚问候了一遍。处女座转身笑盈盈的看着秦泽，真是遗憾，本来今晚上想带你回家的。秦泽连忙开口道：“等等，我有话要对你说。”处女座，看在你挺对姐姐的胃口上，姐姐给你这个机会。秦泽深吸一口气，含情脉脉的看着处女座。以前我是不相信一见钟情的，可今晚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发现我已难以自拔的喜欢上了你。可你是天上的皓月，而我只是地上的蚂蚁，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留在你身边。即便如此，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处女座点了点头，我真是被你感动到了。既然如此，那姐姐就请你去死吧。眼看处女座抬起巴掌，秦泽连忙道：“我还没说完。”你说，此时此情，我想吟诗一首。秦泽清了清嗓子。啊，在苍茫的夜色中，在秦泽逼叨了3分钟后，处女座打断了他：“小弟弟，你该不是在拖延时间吧？怎么可能？我吟完这首诗，姐姐便可动手。”范明杰看了眼时间，在墨迹之法对要来了。轰！处女座身上8级强者的气势陡然爆发，秦泽顿时感觉像有一座山压在身上，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这首诗你托梦给我念吧，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快看天上。秦泽抬手指向夜空。处女座，
今天终于逮到你了！夜幕之下传来一声惊雷般的炸响，一中年男人御空而立，全身气血沸腾。秦泽松了口气，还好赶上，要不然他就得开庇护空间跑路了。处女座微微皱眉，执行官怎么来了？秦泽弱弱道：“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通知的。”哼！处女座冷哼一声，抬手便朝秦泽头顶拍去。就在这时，秦泽脚下突然有光圈亮起。再见了，死变态！唰！伴随着光圈消失，秦泽被一同传送离开。与此同时，胖子用传送法阵把陆彤彤等人一起带走。Plan B 完美执行。处女座勃然大怒，自己竟被一个小鬼戏耍了。交易终止。范明杰右手拿出一个水晶球，瞬间消失在原地。哪里逃？天上的执行官俯冲而下，朝着处女座杀来。距离明珠大桥几百米外的新区街道上，一个光圈突兀出现。待光芒消失，秦泽和他的专业团队瘫坐在地。由于不清楚今晚杰哥出现是在刷日常声望，还是要与处女座接头，所以行动方案秦泽总共制定了2个。Plan A， 处女座没现身，速战速决拿下杰哥。Plan B， 处女座出现，胖子构筑传送阵把所有人带走。目前胖子的传送阵只能传个几百米，且前期需要大量时间吟唱。秦泽这才跟处女座哔哔个不停，给胖子构筑阵法，争取时间。此外 ，Plan B 还有关键的一环，胖子4人并不清楚，分身给3号打电话汇报了处女座的地点，执行官这才能火速赶到。今晚除了文景有些挂彩外，其余人只是精神力和气血消耗一空，1晚上的时间就能恢复。大家今天晚上都辛苦了，回酒店好好休息吧。秦泽看着4人道。怀旭把文景扶了起来，问：“老大，明天回海都吗？”秦泽淡淡道：“再等等，我觉得还有机会。浑水才能摸鱼，目前这泡水还不太浑，秦泽觉得还能再搅搅。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拿到功勋那么简单，还有世界之源。大桥附近的高点一直有分身在暗中观察。范明杰消失之前拿出了一个水晶球，没看错的话，里面装的就是世界之源。秦泽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范明杰不是群里的哥们，要是可以直接承载世界之源，大可不必如此脱裤子放屁。范明杰手里的世界之源，秦泽势在必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处女座那20点也可以搞一手。处女座手中世界之源出现的一刻，陆彤彤距离不远，他的钥匙肯定也给出了提示。回到酒店，秦泽接到了3号的电话：“你们人呢？”“已经回酒店了。”电话那头的3号松了口气，随即恨铁不成钢地说：“让我说你们点什么好？吃饭的时候我强调了几遍让你们放弃任务，你们头怎么就那么甜？要不是执行官大人及时赶到，你们都得完。”3号并不知道秦泽还有备用方案，执行官要不是再不出现，他就准备开启庇护空间。只是用了庇护空间，他世界猎杀者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暴露，毕竟陆彤彤就在现场。虽然陆彤彤很好骗，但秦泽还是要费一番口舌，所以能不用的话，他尽量不会在陆彤彤面前使用。3号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最终道：“明天你们都赶紧给我回学校去，明珠城不能再待了。”秦泽笑笑道：“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什么？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妈子。滚！处女座抓住了吗？”3号叹了口气：“执行官大人重伤，处女座跑了。”秦泽皱起眉头：“处女座这么猛，差点把执行官干死了。”3号解释：“我们的情报有误，处女座不知什么时候突破了到了8级，今晚现场支援的执行官只有7级。关于处女座和范明杰间的事，海都总部已经知晓，8级执行官凌晨就会赶到明珠城。高级武者间的战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们别再跟着掺和了。”3号还是很关心秦泽这个小老乡的安危的，反复劝说让他明天回学校。知道了，待会我就看看车票。秦泽随口敷衍。挂掉3号的电话后，秦泽望着黑暗中的城市，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法王别搁海上炸鱼了，马上带着吞噬哥和巨霸来明珠城。光靠专业团队很难摆平目前的局势，马戏团是时候出动了。法王下午钓到了一窝海盗，又换新船了，美滋滋。吞噬哥带多少人？秦泽都带来吧。巨霸，最新消息，刀王来海都了，今晚到的。9级武者不好好镇守深渊，跑地上来做什么？秦泽不解。巨霸，我打听了一下，听说是奔着处女座来的。在此之前，刀王连灭10几个据点，都杀疯了。秦泽觉得这波处女座大概率要无8级执行官加9级镇守使，这阵容随便打都能赢。干！为什么我总会误入这种高端局啊？秦泽不由得吐槽。要知道，他一开始的目的只是想随便接个任务练练手，现在又是12星座，又是执行官镇守使的，而这只是一个区1级任务，说出去谁信啊？打开聊天群，秦泽看到小鹿正在和群友们讲述今晚的战斗过程。路人甲，秦泽是个人才啊，行动计划有条不紊，连逃跑方案都考虑到了。要不是处女座出现，今晚你们还真能成功猎杀一个3级巅峰武者。仙女布拉什，小鹿你在哪？我去火速支援一波。悠悠鹿鸣，不用支援了，这个任务大概率是要放弃了。边缘划水，高级武者都出现了，不放弃干嘛？悠悠鹿鸣，对了，今晚我看到处女座拿出世界之源，足有20个单位装在了一个水滴里。路人甲，没有钥匙也可以承载世界之源。遥远，可以的，世界之源在万族黑市上有交易，无需钥匙也可以使用。边缘划水，范明杰手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处女座竟用世界之源交易。悠悠鹿鸣，据说是一块电池。边缘划水，核能电池吗？这么贵？悠悠鹿鸣，那就不清楚了。遥远，刀王已经去了海都，今晚处女座现身明珠城，他肯定也会去，你们早点回学校。悠悠鹿鸣，这要看秦泽了，他是队长。边缘划水，刀王是真低调，从江城一路砍到海都，他到底是想干啥呀？仙女布拉什，小道消息，人族高层想让刀王回深渊，他一直在抗命，他再不回深渊，执政官就要出手了。秦泽挑了挑眉毛，事情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执政官隶属于执法序列，全是9级武者，多数情况下在深渊外活动。据说总共有2名执政官掌管整个执法部。愉快地水了会群后，秦泽沉沉睡去。次日一早，一条消息惊爆海都武者论坛。酒店1楼餐厅，胖子、怀旭、文景和陆彤彤边吃早饭边在热烈讨论着什么。经过一夜的休息，除了文景还有些外伤，其他3人基本恢复。聊什么呢？这么开心？秦泽在桌边坐下。泽哥，你看这个。胖子把手机递给秦泽，屏幕里是海都武者论坛的热搜榜。第一条特意用红字标注，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爆字：今日凌晨，大执政官亲自出手，刀王于海都被捕。那你，刀王被执法部逮了。昨天群里还在说这件事，秦泽没想到竟然发生的这么快。点开标题后，秦泽看到一条留言帖，奇猛了，刀王被抓，我再去睡会。执法部内战换神是吧？大执政官没活了，可以去咬打火机。不能理解，刀王从江城到海都这一路惩奸除恶，连拔协会10几个据点，违背哪条法律了？就是，合着你们执法部不干的事，也不让别人干事吧？楼上一看就是一群1、2级武者，不懂别瞎逼逼。9级武者就那么几个，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为什么要叫人族镇守使？他们得镇守深渊。我也听说了，江城潮汐期间，刀王私自离开深渊，人族高层让他回去，他一直抗命不从，大执政官才出手的。刀王离开深渊镇守域，负责海都安全的姚镇守使一直在替他。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时海都爆发潮汐怎么办？那里是人族中心城，怎么着？合着你海都就比其他城市高贵是吧？哎呦喂，我们海都人都是眼无聊，就这？我想看血流成河，支持刀王的，支持执法部的，看乐子的，地狱黑的，可以说是十分热闹。每1秒钟都会有数条帖子被刷新出来，秦泽看得眼花缭乱。论坛的管理员同时也在删除一些语言激烈的帖子，奈何太多了，删不完，根本删不完。秦泽把手机还给胖子，这一波人族的高层怕是会产生不小的震荡。9级武者没有单打独斗的，背后关系错综复杂，关联甚大，包括论坛里一些带节奏的帖子，明显是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老大，你怎么看？怀旭道。我一边喝豆浆一边看。秦泽淡淡道：9级镇守使关咱们这些低级武者什么事？怀旭挠了挠头，我就是挺替刀王感到不值的，明明他做了那么多，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局。秦泽吃了口包子，你有没有想过，他从江城一路杀到海都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除恶扬善？陆彤彤眨了眨好看的大眼睛，难道不是吗？表面了。秦泽道，你们看问题看得太表面了。12星座轻易不会露面，除非主动现身，不然根本找不到他们。而刀王这一路清理的不过都是一些杂鱼，与镇守深渊保护人族安危相比，哪个优先级更高？听到秦泽的这一番话后，4人恍然大悟。文景，你的意思是刀王这么做有其他原因，可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秦泽耸了耸肩膀，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身上的伤怎么样了？文景回答，问题不大，明天就能接着打了。这个任务咱们还要继续。昨晚的战斗让文景、怀旭和陆彤彤意识到，哪怕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甚至可以越级战斗，可真正实战起来，与高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如果不是因为秦泽计划周全，甚至可以压着杰哥揍，昨晚搞不好会直接团灭。秦泽点点头道，再等2天看看，就算不做任务，好不容易出学校一趟，就当是旅游了。4人没有异议。早饭过后，怀旭和胖子出去溜达，陆彤彤和文景则是在房间里抓紧时间修炼。秦泽也留在了酒店，听着局域网里分身们的汇报。法王到达世界第1城明珠城，太美丽了明珠城。局爸，你上次来海都也是这么说的。吞噬哥，城内的气氛有些微妙啊，街上不少便衣执法员。法王放心，有了我们马戏团的加入，气氛会更微妙。局爸，我们人都到了，现在怎么说？秦泽，都去南岸旧城区，那里鱼龙混杂，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很适合藏人。杰哥就在那没跑了。北岸新区的街上现在全是执法队，杰哥来这边和找死没什么区别。法王，等我们好消息吧。杰哥，我们来了。当下的首要目标还是先找到范明杰。不仅仅是世界之源，秦泽对他手里那块电池同样充满了兴趣。海都执法部大楼，刀王独自坐在一间审讯室里，闭目养神。审讯室的大门没锁，门外甚至连个守卫都没有。踏踏踏，门外响起脚步声，一身穿执法制服，胸前别着金色徽章的男人走进审讯室。刀王闻声睁开了眼睛，说吧，找我什么事？大执政官叹了口气，回深渊吧，总不能让老姚一直替你顶着。刀王淡淡道，待一切尘埃落定，我自会回去。大执政官皱起眉头，联盟议会现在都在弹劾你，形势所迫，我不得不让你来趟执法部，对外宣称你被捕，我也算是尽到了责任。没直接动手，我够给你面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立刻回深渊？刀王重复道，尘埃落定，我会回去。饶是一向好脾气的大执政官，此刻也不免有些暴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刀王沉声道，深渊的局势你很清楚，万族争霸，人族羸弱，人族现在需要一个领导者，统领世界万灵，指挥世界之治，唯有此才能博得一线生机。大执政官沉默片刻，你想成为天选之人？刀王微微颔首，可许老不是说天选之人已经诞生了？大执政官不解。刀王回答道，通过果子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仅是1级武者，我们没有时间给他成长，我要获得世界意志的认可，顶替他成为新的天选之人。大执政官冷哼，清理一些杂鱼就想得到世界意志的认可，可笑。刀王不以为意，只是说，如果天选之人死了呢？你疯了。大执政官瞪大眼睛，先不说世界意志会不会认可你，徐老肯定会雷霆震怒。刀王淡淡道，想什么呢？我又没说我要杀他。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
普通人上街都有可能被车撞死。大执政官沉声道：“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刀王无所谓道：“我就算想做也做不了，天选之人是谁我都还没确定。”大执政官微微皱眉：“所以你胡闹这么久，到底想干什么？”刀王解释道：“你可以理解为刷声望。我杀了那么多杂鱼，大鱼该被钓出来了。12星座昨晚出现在明珠城，我宰几个星座，会长会不会现身？我要是再把会长宰了，声望会涨一大截，获得世界意志的认可也不是没有可能。”大执政官久久沉默不语。你比遥远还要极端。说罢，大执政官转身离去。刀王起身活动了下脖子，随后大摇大摆走出审讯室。1楼大厅，文员们忙忙碌碌。刀王径直走向大门，旁人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抬头看了眼天上的太阳。刀王低声道：“天气不错。”他手腕一翻，掌心出现一个质地十分古朴的青铜罗盘。天选者，让我看看你在哪。片刻，罗盘上出现一个闪烁的绿点。刀王喃喃自语：“明珠城方向吗？正好顺路。”收起罗盘，刀王撕开面前虚空，大步迈进。该死！处女座把屋子里能摔的东西全部给摔了个稀巴烂。白羊、双鱼和马燕站在一旁默默看着他表演。对此，双鱼早就习以为常。自从他来海都的这些日子里，处女座都是习惯性发疯。白羊对一旁的马燕道：“看，我就说吧，处女座这家伙脑子不正常的。”马燕很想说：“你其实也不太正常。”昨晚大乔的战斗，马燕等人也在场，他们并没有现身，只是远远观望。看到秦泽的一刻，马燕心里是十分激动的。在处女座要对秦泽动手的时候，若不是秦泽及时传送，他差一点就暴走。当时边上的白羊吓了一大跳，嘴里不停重复着戒骄戒躁。自从上次研究所一别，俩人已有数月未见，甚至很少联系。上一次马燕给秦泽打电话的时候，还是在上一次。看到秦泽成为武者，马燕很开心。武者可以不用像蝼蚁一样活着，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马燕还是很担心，秦泽参与到了处女座谋划的事情中来，这是十分危险的。看来要找个机会和秦泽联系一下，让他快点回学校。范明杰已经彻底将我的耐心耗尽，下一次就是他的死期。处女座面色冰冷，双鱼开口道：“他可以随时开启庇护空间，想跑就跑，根本奈何不了他。”处女座冷声道：“他手里的世界之源又不是无限的，这么着急想要和我们交易，而且一再抬价，说明他现在急缺世界之源，庇护空间不可能一直开着。我从会长那要到了一件武具，专治庇护空间，只要他敢开，那他离死就不远了。把所有的老鼠放出去，让他们联系上范明杰，确定下一次的交易时间。这次我势在必得。庇护空间的确是个很烦人的东西，要不是范明杰有世界之源在手上，处女座也不会跟他一拖再拖。我有个问题。”白羊座突然道：“要那个电池做什么啊？难不成咱们还要进军科技领域？”闻言，双鱼翻了个白眼。白羊座的脑仁果然只有核桃仁大小，让他进行思考，简直就是奢望。处女座咧嘴一笑，电池关乎着下一步的关键行动。白羊好奇道：“什么行动？”处女座张开双臂画了一个圈，一个足以颠覆海都、足以颠覆整个大陆的行动。若是成功，我甚至能凭借这份功绩晋升上席。双鱼撇撇嘴，还晋升上席，进个6，几盘菜啊，喝成这样，我去休息了。范明杰那头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处女座踩着猫步走进卧室。夜幕降临，原打算出去逛逛的秦泽几人被突如其来的宵禁赶回了酒店。怀旭喃喃自语：“明珠城本来就是旅游城市，大晚上的还宵禁，真有意思。”文景道：“白天的时候，街上的气氛就有点不太对劲，好多舞者都上街了。”秦泽伸了个懒腰，事已至此，那就先睡觉吧。深夜，法王3人悄悄翻窗进入秦泽卧室。哟，竟然在冥想，真稀罕。法王见盘膝坐在床上的秦泽，不由得开口调侃。秦泽睁开眼睛，无奈道：“你们表面看到的只是天才的光鲜亮丽，却不知道他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众分身。吞噬哥拉过椅子坐下，杰哥有消息了。秦泽道：“详细说说吧。”吞噬哥缓缓开口：“我们的人今天一天都在监视旧城区的各个角落。今晚9点钟左右，杰哥现身和处女座的人接头。兄弟们担心暴露，没敢靠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本想把他立刻按住，不过这货十分警觉，手里一直掐着水晶球，开庇护空间跑了。1个小时后，黑市上就传开了一条消息：明天晚上0点，杰哥要在旧城区的一个体育场开拍卖会，拍品就是那块电池。”秦泽笑了笑，不得不说，杰哥倒是挺有生意头脑，没在一棵树上吊死。吞噬哥继续道：“明天的拍卖会只收一种叫晶石的东西，就是这个。”吞噬哥拿出一块半个婴儿拳头大小、亮晶晶的石头。秦泽接过把玩一番，除了好看，没发现有什么特殊。吞噬哥解释道：“我打听过了，这玩意是万族通用货币，可以在万族黑市上购买一切想要的东西。”秦泽明白了杰哥的意思，这货想用庇护空间掩护，把电池卖一笔钱后就跑路。可是真的能跑掉吗？拍卖会地点是一个废弃体育馆，周围1公里内的居民早在3年前就搬走了，兄弟们现在都已经在附近埋伏好。吞噬哥早已将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秦泽思索片刻道：“咱们可以等拍卖会结束，把杰哥按住，晶石和世界之源一网打尽。买家那边也可以看情况敲闷棍。不过现在有个关键问题，杰哥随时都会开庇护空间跑路，庇护空间太无解了。”法王等人也都陷入沉思。世界之源、庇护空间都已经是涉及到规则的力量，寻常方法破不开，除非找一头寻猎兽。等等，寻猎兽！秦泽灵机一动，打开聊天群。驯兽师聊天群可以发送活物吗？原子哥上次的世界之源就是用聊天群的红包发来的。既然如此，能不能打包过来一头寻猎兽？路人甲很大胆的想法，没试过。遥远，你想发送什么？驯兽师寻猎兽。仙女不拉屎，你要寻猎兽干嘛？驯兽师想实验一个东西，放心，不会出问题的。遥远，
聊天群不能发送群源，发送活物需要消耗世界之源，活物越强，消耗的世界之源越多，10个单位起步。秦泽啧舌，10个单位世界之源这么贵？遥远，这次我可以帮你先垫上，之后连上次的一起还我。秦泽喜上眉梢，原子哥对自己真不错，原子哥要是妹子就好了，自己可以以身相许来报恩。驯兽师，谢谢远前辈。遥远，明天天黑之前我会把寻猎兽给你。搞定。秦泽退出聊天群，冲吞噬哥3人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有了寻猎兽，杰哥你还怎么跑啊？大概的计划有了，现在只需要一点点的细节。秦泽跟3个臭皮匠开始头脑风暴，不断完善明天的作战计划。次日一早，秦泽和专业团队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学校任务部的电话，任务等级提升了，从1级升到了最高的5级。秦泽同学，这个任务你们还要继续做吗？由于之前的评估失误，就算你们放弃任务，也不会有任何处罚。陆彤彤4人全都看向秦泽，待他做出定夺。秦泽淡淡道：“当然。”电话对面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料到这个回答，沉默片刻说：“我看资料显示，你和你的队友都是低级武者，5级任务至少也要是中级武者才能完成。战斗不是儿戏，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秦泽义正言辞：“我辈武者岂能畏惧生死？温室中的幼苗是永远长不大的，唯有经历狂风暴雨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在入学前，我们就已经做好了为人族牺牲的准备。现在不拼，何时拼？”怀旭等人听到秦泽这一番话后，也不禁热血沸腾起来。我们都是武者，送个蛋！电话对面的工作人员同样被感染。关于任务审核失误的补偿，我会尽量给你们争取。秦泽微微一笑，不用不用，我们可不光是为了奖励。工作人员，那不行，不能让你们流血流汗又流泪。秦泽，不麻烦吗？工作人员，不麻烦的。那谢谢您了。别跟我客气，是我应该做的。挂断电话后，秦泽淡淡道：“不出意外，这次任务我们能拿双倍奖励。”众人眼神微微发光，不愧是队长。待热血散去，几人很快冷静下来。5级任务啊，这是怎么可能完成？怀旭有些愁眉苦脸，老大，咱们去做5级任务，不是等于直接送吗？秦泽淡淡道：“今晚杰哥要开拍卖会，卖掉那块电池。电池在黑市上的诱惑不小，晚上的场面估计会很热闹，咱们可以试着捡个漏。”胖子道：“浑水摸鱼。”秦泽点头，是这个意思。文景有些疑惑，为什么秦泽的情报总是这么及时？秦泽说是执法员告诉他的，可上次他们比执法员还先到现场，有什么问题吗？秦泽伸手在文景面前挥了挥，没问题。文景回过神道：“都没问题，那白天就都好好养精蓄锐。”秦泽对众人说：“今晚的计划只有一个，随机应变。”忽然，秦泽的电话又响了，看到来电显示，他不由得一愣。我去接个电话。秦泽起身离开餐厅。马燕姐，好久不见。电话那头响起熟悉的声音：“你考入海都学府，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基操，没什么可恭喜的。听到秦泽一如既往的臭屁，马燕会心一笑。试剂的副作用现在怎么样了？不用担心，副作用现在很少能影响我，已经被我完全压制了。秦泽心里松了口气，那就好。他挺怕马燕哪天突然暴走，再度被世界意志判定为污染。秦泽，时间有限，现在你听我说。马燕的语气忽然变得严肃。今晚范明杰在旧城区的拍卖会，处女座会参加。范明杰已经把处女座的耐心完全耗尽，他今晚准备直接动手。关于范明杰的庇护空间，处女座手里有一件武具可以完美克制，只是我还清楚那件武具是什么效果。秦泽越听越惊讶，这可是12星座内部的事情，马燕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你此刻在哪儿？秦泽猜到了真相。我在哪儿不重要。马燕道，重要的是今晚你不能去那个拍卖会，不仅是处女座，双鱼座和白羊座也在场。现在你就赶紧带着你的同学回海都，明珠城不要再待了，知道吗？双鱼和白羊也在，老熟人啊。秦泽若有所思，12星座来了仨，这块电池到底是做什么的？竟这般重要？放心，我惜命着呢，我向来不打高端局的。秦泽随口道。马燕放下心来，那就好，在学校好好修炼，最好突破中级之后再出来做任务。秦泽笑了笑，我知道了姐。虽然我不清楚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但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是站你这边的。马燕沉默10多秒钟，轻声道，我也是。旋即马燕挂断电话。秦泽不由得自言自语，真是越来越热闹了。傍晚，原子哥在聊天群里艾特起秦泽。遥远，寻猎兽抓到了1级。驯兽师，感谢远前辈。还是原子哥靠谱，不到1天时间就逮住了一头寻猎兽。遥远，不知道你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这头寻猎兽是被我活捉的，没受伤，战力也处于巅峰状态。驯兽师，多谢前辈提醒。秦泽完全不担心区区1级寻猎兽只手镇压。遥远向你发送了一个红包，是否接受？秦泽没有立刻接受，而是离开酒店去了旧城区。吞噬哥在这里弄了一个临时根据地，总体是个废弃仓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十分隐蔽。吞噬哥、法王和巨霸都在一旁，防止意外发生。秦泽打开聊天群，领取了原子哥发来的红包。一团白光在仓库中亮起，随着白光消失，一头3米长、近2米高的寻猎兽被投放出来。寻猎兽刚落地的时候还有点懵，待看到眼前的活人时，立刻兴奋起来。吼！寻猎兽发出一声咆哮，身体后倾，准备朝距离最近的秦泽扑过去。就在这时，法王3人释放出3级武者威压，笼罩在寻猎兽身上。寻猎兽瞪大眼睛，瞬间炸毛。这3个人类怎么这么强？刚逃出虎口，又掉入狼窝了，属于是。寻猎兽快速扫视周围环境，除了面前4人之外，仓库里还有不少戴着面具的家伙。不过他们的气息不是很强，可以忽略不计。出口只有一个，距离100步左右。发动能力的话，一个呼吸就可以冲出去。
寻猎兽很快在心里制定好了逃跑方案，他正要实施计划，面前的一个人类身体突然暴涨，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上半身覆盖着鳞甲的巨人。砰！一根硕大的骨棒砸在了寻猎兽面前，瞬间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小家伙，要去哪啊？巨霸居高临下，额头睁开一只猩红的树瞳，感受到对方身上那股比异兽还暴虐的气息，寻猎兽不禁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周围的分身们满脸的鄙夷和不屑，就这，太给异兽丢脸了吧？怂得这么快，认巨霸做义父了吗？这是比潮汐的那头寻猎兽差远了，连一点进攻欲望都没有。建议开除兽籍。寻猎兽见周围的垃圾们对自己指指点点，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们的语气和微表情也能看出，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你们懂个蛋，本兽只是暂时的妥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秦泽也着实没想到，这头寻猎兽认怂得如此之快。他本来的打算是把这家伙揍一顿，留口气，不影响使用能力就行。奈何寻猎兽实在是太识时务了，以后你就叫大黑了。巨霸将一条重重的铁链扔到大黑面前，自己带上吧。尽管大黑的心里满是委屈和不甘，但在巨霸第三只眼睛的注视下，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链子套在了脖子上。大黑乖巧的在巨霸面前坐下，摇了摇身后的尾巴。巨霸恢复正常，另一只手牵着链子。从今往后，咱也有战宠了。法王伸手摸了摸狗头，大黑不耐烦的往后退。撕拉了，法王指尖弹出一道闪电，大黑全身的毛都被电得立了起来。大黑讨好似的拱了拱法王，吞噬哥淡淡道：“好像一条狗。”秦泽点头，确实，大黑真是彻底颠覆了他对异兽的印象。法王收起手，咱们马戏团也算是有了第一头野兽，把大黑好好练练，以后可以表演卖门票。秦泽道：“拍卖会再过3小时开始，这货就交给巨霸，别搞丢了。地面上要是跑丢一头寻猎兽，那乐子可就大了。”巨霸拍着胸脯保证：“交给我吧。”秦泽转身面向一众跃跃欲试的分身：“杰哥已经把戏台子搭好，咱们要是不去，那太不给面子了。还是那句话，就算无人喝彩，也别忘了优雅谢幕。”分身们早就迫不及待，别避避了，全军出击！干！这轮的自爆组名额又没抢到，嘿嘿嘿，我抢到了最后一个，该我上场表演了。从明天开始，海都和明珠城的每个角落都将流传马戏团的传说。晚上8点，旧城区废弃体育馆，今晚满月。即便旧城区没有路灯，大街小巷仍旧光亮。秦泽带领专业团队踩点走进体育馆，5人全都罩着一条黑色长袍，从头到脚蒙了个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此时，体育馆的观众席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秦泽迅速扫了眼，50号人是有的。众人坐的都很分散，彼此间至少间隔了10几米的距离。和秦泽的专业团队一样，在场所有人都是蒙面，只有2人大大方方地坐在观众席中央。不过秦泽并不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脸，可能戴了人皮面具，也可能有着类似千面那样可以随便易容的能力。这种场合之下，就算是过江龙也得保持低调。秦泽等人找了一片空位坐下，陆彤彤4人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虽然没有人外放气息，但毫无疑问皆是强者。执法部的会不会在现场？陆彤彤小声问。你说呢？秦泽道。毋庸置疑，体育馆里肯定有执法部的人，在座的某个人说不定就是那个连夜赶来明珠城的8级执行官。杰哥求财，处女座要的是电池，而执法部想要解决处女座一劳永逸，就像是一条食物链。眼下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怀旭悄悄道：“公司会不会也在？”秦泽点头，那是肯定的。如果真能花钱把电池买回来，他们会省去很多麻烦。今晚他们怕是不会如意。狼多肉少，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那块电池。秦泽心里也痒痒的，到底是啥电池这么多人关注？人到了。秦泽话音刚落，体育馆中央，范明杰突兀出现。在场不少人心里皆是一惊，他们完全没有察觉到范明杰的气息。范明杰环顾四周，清了清嗓子，微笑道：“欢迎诸位光临今晚的拍卖会。今晚拍卖会的拍品只有一件 ，A 盒融合电池样本。”说着，范明杰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电池，在场众人的目光瞬间汇聚在了他的手上。就在这时，范明杰连同电池忽然消失，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气息，像是凭空蒸发了一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倒是较为平静，其他人却是有些坐不住，来无影去无踪，这到底是什么神鬼莫测的能力？怀旭小声嘀咕：“范明杰是变戏法的吗？大变活人玩得这么溜？”文景淡淡道：“这种能力，就算是执法部的执行官出手都不太好抓人。”陆彤彤也叹了口气，庇护空间的能力他再清楚不过，几乎是无解的，除非里面的人主动现身，不然根本无法发现。装神弄鬼，胖子并不觉得有什么。今晚泽哥既然带大家来，那肯定就能成功，他跑不掉的。今晚有高手在场，待会听我指挥。秦泽压低声音对众人说。陆彤彤好奇地看向秦泽，眨了眨眼，难道他真能破解庇护空间？诸位不要紧张，我并没有离开。范明杰出现在了体育馆中央场地的另外一边，手中的电池也不见了。我的能力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希望今晚大家都能遵守拍卖会的规矩，不然我带着电池消失再也不出现，这样对谁都不好。观众席上，其中一个不蒙脸的中年男人说：“别婆婆妈妈的，赶紧开始。”另外一个同样不蒙脸的光头也附和道：“大晚上的，老子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里和你磨叽。”范明杰微微一笑：“好饭不怕晚，大家不要着急嘛。那么我宣布，今晚的拍卖会正式开始。起拍价100块晶石。”观众席上众人闻言顿时大怒：“100块晶石？你怎么不去抢？你这狗太阳的是穷疯了吧？100块晶石能在万族黑市上买多少东西？你知不知道？坐地起价的狗东西，老子不买了，沙比才买。”即便群情激愤，但却没有一个人离席，包括说买的人是煞比的那个。
范明杰冷哼一声，既然是拍卖会，价高者，老子赚的是富人的钱，穷逼滚远点儿。起拍价100块晶石，现在开拍。话音刚落，便开始有人不断加价，110、150、200、300，叫价声几乎没有中断过。晶石一路攀升，范明杰的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根。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古人诚不起我。这波晶石拿下后，直接去蓬莱城逍遥快活。范明杰不禁畅想起未来美滋滋的日子。900，光头男突然大声道，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之前最高价是600块晶石，光头哥一口气加价300，这已经快要超越电池本身的价值了。就算继续加价买下，也很难出手。怀旭瞪大了眼睛，我理个豆，这么一块破电池要900个晶石。参加拍卖会前，秦泽向专业团队的4人科普过晶石的作用和价值。900晶石在深渊万族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秦泽淡淡道，就怕这钱他有命拿，没命花。范明杰听到900晶石时，不由得屏住呼吸。900晶石不说是一生一世花不完，也足够他潇洒好多年。900晶石还有要加价的吗？这可是核融合电池的唯一样本哦，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说实话，900晶石完全不贵，已经是良心价了，还有要再加价的吗？说着，范明杰特意看向了另外那个没有挡脸的中年男人，这位肯定是大佬无疑。可整个过程中年男人硬是没有出过一次价，不由得让范明杰心里泛起嘀咕。他清了清嗓子，继续道：最后30秒钟。光头冷声打断了范明杰，这是全场最高价了，没人会出的比我还高，老子赶时间，快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范明杰环顾观众席，果然没有人再加价，心中暗道一声可惜之后，范明杰看向光头男，恭喜这位先生以900晶石拿下和融合电池样品，让我们为他献上热烈掌声。然而并没有鼓掌，范明杰也不尴尬，自顾自说道，这位先生请把晶石拿出来放在你的脚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光头男冷哼一声，将一个小布袋扔到脚下。晶石也有品质之分，从低到高依次是下品、中品和上品，相邻品之间兑换比例为1:100，品质越高，晶石的体积越小，上品晶石的体积甚至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一般在不具体强调晶石品质时，皆是下品晶石，毕竟中上品数量稀少。范明杰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光头男脚下装着晶石的布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一块黑色电池。在周围人炽热目光的注视下，光头男连忙将其收入怀中，随即他警惕地看向中年男人，怕他过来抢夺。然而出乎光头意料的是，中年男人连看都没看电池一眼。交易完成，今晚拍卖会至此结束，感谢诸位光临，我们有缘江湖再见。范明杰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荡。文景低声道，范明杰要跑了。陆彤彤轻轻叹了口气，一切都结束了。范明杰进入庇护空间，电池交易给了光头，他们的任务失败了。秦泽微微一笑，别急，大戏才刚刚开始。在场的除了光头男行色匆匆准备离开之外，其他人都还在观众席上坐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轰！突然，体育馆上空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众人抬头向上看，一道火流星正急速从天空中坠落，重重砸在了体育馆里。场地中央尘土飞扬，待烟尘散去，秦泽看到一个近2米高的黑色旗杆插在地面，旗杆顶端一面黑色旗帜猎猎作响。秦泽微微皱眉，他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正从旗帜中源源不断涌出，充斥着整个体育馆。范明杰，猫找老鼠的游戏结束了。一道娇媚悦耳的声音在夜幕下回荡，夜空中一道轻纱倩影飘飘然从天而降，那双笔直长腿踩在了旗杆上。看着曼妙的背影，观众席上不少人开始狂咽口水。倩影缓缓转身，众人看到一个满身都是毛的大汉，不由得瞪大眼睛。几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已经开始干呕起来。人可以走，电池留下。处女座声音冰冷，已经走到出口的光头瞬间顿住身子。此刻他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大喊着危险。还有范明杰，我让你走了吗？处女座抬脚在旗杆上轻轻一踏，霎时间一股无比狂暴的力量从旗杆中向四周激荡而出。体育馆的另外一个出口位置，空间荡漾起层层涟漪，形成了个1人高的椭圆形图案。看到这一幕，秦泽恍然，场地中央的旗杆就是马燕所说专门用来克制庇护空间的武具。旗杆释放出的力量形成了一个结界，笼罩整个体育馆。结界将体育馆空间封锁，包括范明杰所在的庇护空间。除非范明杰现在主动解除庇护空间，不然他在庇护空间里完全移动不了。该死！范明杰恶狠狠地瞪了处女座一眼，他手中世界之源所剩无几，庇护空间至多还能再维持半小时，届时失去庇护空间的保护，处女座会第一时间上来把他给撕碎。溜了处女座这么多天，范明杰十分清楚处女座有多想宰了自己。怀旭戏谑道，杰哥貌似跑不掉了。处女座武具的作用有些出乎秦泽意料，杰哥不跑可不行，他要是一直被困在这，计划可就没办法继续进行了。秦泽看向场地中的旗杆，只要毁掉它，杰哥就自由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光头男咬了咬牙，气血瞬间爆发，准备强行冲出结界。哼，敬酒不吃罚酒，既然你不给，那我便亲自来取。处女座施然飞向光头，月光照在他身上，处女座摇身一变，从抠脚大汉变成了风姿摇曳的仙女。好漂亮，姐姐我爱你，能不能踩我一脚？拜托了。好美的玉足。观众席上的所有人都发起了癫，他们顷刻间全都成为了处女座的狂热粉丝，大声为她摇旗呐喊。秦泽一时间微微失神，差点就喊起了姐姐。好在威严的龙吟在脑海中响起，解除了负面情绪。除了陆彤彤没有受到影响外，胖子、怀旭和文景也都在发癫，场面简直不忍直视。陆彤彤用绳子束缚住了3人，他们这才没有飞蛾扑火。你没事？
陆彤彤回身正要把秦泽也捆起来，却发现他眼神清澈，显然没有受到影响。没事。秦泽摇摇头，高级武者实力竟恐怖如斯，仅仅一个被动就影响了这么多人。此时，处女座已经走到光头男面前，光头男脸上的表情十分挣扎，跟变脸一样，一会露出痴汉般的笑容，一会目光坚定，宛若进入贤者时间。处女座伸出纤纤玉手，把东西给我吧。扑通，光头单膝跪地，双手捧着电池高举过头顶，能为女王大人献礼，是我的荣幸。不错，真乖。处女座拿起电池，抬手摸了摸光头，光头一脸享受跟荣幸的表情。咔！处女座五根青葱一样的玉指突然插进了光头的脑袋，他用力往上一提，光头的脑袋就这样被硬生生的拔了起来。无头尸体的脖子处，血如喷泉般喷射起2米多高，区5级巅峰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扑通，无头尸体重重摔在地上。处女座扔垃圾一样，随手把脑袋扔到地上。那么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处女座看向观众席，我，选我，求求你了，选我吧！奶奶爹，都别跟我抢！粉丝们热情地高举双手，甚至为了争夺名额，相互间厮打起来。处女座闹剧到此为止了，一股强大的气息在观众席上蒸腾而起。只见那个没有蒙面的中年男人缓缓起身，一步步向处女座走来。处女座猫一样舔了舔掌心的血，开口道：“你又是哪里来的老鼠？”中年男人冷哼一声：“海都执法部8级执行官鲲鹏。”处女座淡淡道：“原来你就是新来的执行官，实力还算说得过去，今晚总算不会太过于无聊。”鲲鹏执行官拿出一个古铜铃铛，轻轻晃荡：“都给我醒来！”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如暮鼓晨钟，瞬间将观众席上所有人唤醒。几个刚刚还厮打在一起的家伙立刻分开，彼此的眼神中满是警惕和迷茫。我这是怎么了？文景看了看捆在身上的绳子，大为不解。胖子龇牙咧嘴：“彤彤啊，捆这么紧，你是想勒死我们吗？”陆彤彤快速给3人松绑。你们刚才被处女座的能力影响，全部失控，我不得已才这么做。片刻后，3人记忆恢复，老脸一红，实在是太社死了，他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秦泽晃了晃手机：“别担心，我都拍下来了，到你们婚礼那天我会循环播放的。”在秦泽打去3人的功夫，处女座和鲲鹏执行官间的战斗爆发了。鲲鹏身材高大，1秒钟内连打出上百拳，每一拳都会产生震耳音爆。处女座没做任何躲闪，全部都是正面硬抗，实在难以想象，如此娇小纤细的身躯中竟会爆发出如此震撼的力量。鲲鹏的每一拳皆被处女座接下，处女座同时抓住间隙，发起狂风暴雨般的反击。8级执行官不过如此，鲲鹏被一拳震退，刚才只是热身而已。轰隆隆，鲲鹏气血沸腾，体内发出一阵万马奔腾般的轰鸣。在场所有人全部拿下，一个都别放过。观众席上一半人的忽然暴起，立即朝身边人下手。怀旭瞪大了眼睛，靠，一半都是执法员，这不纯纯钓鱼吗？来参加今晚拍卖会的就没好鸟，执法部今晚明显就是来冲业绩的。先退。秦泽正要带着专业团队暂避锋芒，转身正好撞上3名执法员。看到剑拔弩张的3名执法员，胖子连忙开口：“自己人，我们是海都学府的学生。”其中一名执法员冷笑：“海都学府的学生，怎么不说你们是状元呢？”怀旭，还真让你们给猜对了，我们就是状元。领头的执法员沉声道：“废话少说，乖乖束手就擒，可免受皮肉之苦。”就在冲突即将爆发之时，秦泽看到了不远处的3号，大喊了一嗓子：“家乡的腰子！”3号身体一僵，转身看到扮相跟恐怖分子似的专业团队，让他们走，他们是海都学府的学生。3人一惊，还真是。是队长，时间有限，3人赶紧去抢其他业绩。你们怎么在这？你不是跟我说回海都了吗？3号一个头2个大，小老乡实在是太不让他省心了。秦泽耸了耸肩膀，没抢到车票，大晚上在酒店怪无聊的，就出来逛逛。3号心里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就从新城逛到旧城区来了。秦泽淡淡道：“年轻人身体好，走的也就远了一点。”3号不耐烦的挥手：“快点滚蛋！这里现在已经是战场了，体育馆另一边打得水深火热，他这边还要照顾孩子。”秦泽乖巧点头，收到，我们这就走。和3号告别后，秦泽带着专业团队直奔出口。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有结界罩着，出不去。咚咚咚，怀旭抬手敲了敲面前的透明结界，还挺硬，咱们一起攻击能打开吗？文景道：“很难，那件武具的品质很高，武具的功能主要就是瓮中捉鳖，瓮要是那么容易破，还怎么捉鳖？我可以试试开个传送阵。”胖子说干就干，可连续尝试了2次，传送阵也打不开。秦泽道：“空间都被封锁了，武具的优先级在你的传送阵之上。”胖子愁眉苦脸：“那现在怎么办？咱们都被困在这里了。”秦泽：“静观其变。”与此同时，体育馆双方脑浆子都要打出来了。为了今晚这次包饺子行动，海都执法部出动了1名8级执行官、2名中级审判者、5级、6级以及20名最低修为2级的执法员。今晚来参加拍卖会的人都是从黑市上得到的消息，大多游走于黑灰色地带。他们本想留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杀人劫货，却不料中了执法部的套，现场一片混乱。执法员们毕竟协同作战，很快便取得上风。倒霉蛋们接连被金箍捆了起来。鲲鹏执行官再度向处女座发起迅猛的攻势，只见他气血蒸腾，在周身形成了一圈朦胧的淡红色薄雾。热身环节结束，正赛正式开始。鲲鹏直拳冲击处女座面门，处女座习惯性抬起胳膊抵挡，在手触碰到那淡红色薄雾的瞬间，处女座手背上的皮肤立刻大面积剥落。意识到情况不妙，他赶忙收回手，准备拉开距离。鲲鹏却没给他这个机会，重拳砰的一声砸在处女座胸口。
处女座被砸飞10数米远，红雾将其胸口的血肉腐蚀，高地塌陷，隐隐能够看到里面跳动的心脏。处女座撇了撇嘴，执行官大人真是不知怜香惜玉，你怎么能对我这个弱女子下那么重的手？被动技能发动，鲲鹏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我真该死的念头。叮铃铃，他忙拿出古铜铃铛摇晃，精神恢复清明。可当他抬头的瞬间，处女座已杀至面前，对方心脏处的血肉正在急速生长，眨眼间重铸高地。我美吗？处女座嘴角勾起迷人微笑。鲲鹏再度失神，这次他还没来得及摇铃，处女座便将其拥入怀中。滋滋滋，红雾迅速腐蚀处女座的皮肤和血肉，鲜血如暴雨般洒落，尽数淋在鲲鹏身上。叮铃铃，鲲鹏紧咬牙关，晃动铃铛，终于清除了 debuff。去死！噗！鲲鹏一拳贯穿处女座小腹，另一拳轰在处女座上身，将其击退。此刻的处女座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肌肉组织直接暴露在外，小腹有一个碗口大小的贯穿伤，从前面能直接看到后面。鲲鹏浑身浴血，只不过他身上的血全都是处女座的。这一刻似乎胜负已分。鲲鹏淡淡道：“结束了。”处女座点点头：“是啊，结束了。”啪！处女座打了个响指，鲲鹏身上血突然凝聚而成一根根锋利的血色尖刺，前前后后不下100根，瞬间穿透了他的身体。鲲鹏瞪大了眼睛，全身经脉和气血都被封锁，无力地坠落在地。玫瑰可都是带刺的。处女座落在观众席上，拎起2个执法员轻轻一吸，2名执法员眨眼变成干尸，而处女座血肉再生，又变成了那个绝色仙女。胖子咽了口唾沫，执行官记了。秦泽微微皱眉，处女座强的有些离谱了，几乎已经是同级无敌。上次那个7级执行官8成是他故意放跑的，想要钓条大鱼，不能再拖了。趁着处女座的注意力都还在执法员身上，拿下杰哥赶紧开溜，电池得放弃了。秦泽在局域网中说道：“上了。”体育馆中央场地一侧的地皮突然飞上天，上百个戴着五花八门、风格各异动物面具的西装暴徒跳了出来。早在1天前，他们就埋伏在此，只待秦泽一声令下，感受来自马戏团的恐惧吧。呜呼，我是第一个出来的。不是吧，连这也要抢？冲呀！先到先得，为团长大人献出心脏！禽兽们一边大声怪叫，一边涌向插在场地中央的旗杆。处女座眉头紧锁，马戏团不是在江城，怎么跑这来了？关于马戏团的情报，他还是了解过一些。不知为何，看着这群极度亢奋的家伙，他心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处女座御空而起，旗杆十分关键，绝不能被毁。他刚要抬手拍死那群禽兽，数十根尖刺飞了过来。处女座玉手轻轻一挥，尖刺尽碎。你的对手是我。鲲鹏缓缓起身，用力将最后一根插在他肚子上的2米长尖刺拔出。鲲鹏周身的红雾愈发淡薄，不过他身上几10个血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秦泽啧啧称奇，他还真是小看了高级武者的生命力和肉身强度，到了这种程度，怕是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还没见过哪个人身上被插了几10个窟窿还能活蹦乱跳的。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只要脑袋和心脏还在，就不会死。鲲鹏弹射起步，今晚他的目标就是拿下处女座，他甚至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处女座玉手轻轻一挥，上百颗黄豆大小的血色豆豆散落在地，砰砰砰砰，伴随着一连串的爆响，血豆接连炸开，跳出一个个虾兵蟹将，围绕在旗杆四周。处女座的手下等级均在1到2级，比起禽兽们要略高一筹。秦泽挑了挑眉毛，这一幕撒豆成兵，有点似曾相识。处女座到底还有多少技能啊？吞噬、魅惑、血液攻击、撒豆成兵，快赶上最终 BOSS 了！这不大消一波，别人还怎么玩？看到突然出现围绕着旗杆的一众虾兵蟹将，分身们顿时变得无比激动。爆怪了兄弟们，抢手杀！都尼玛跑慢点，别跑到自爆组前面去了。我就跑就跑，别尼玛光顾着 K 头，目标是破坏旗杆，解除结界。我没 K， 我没 K。轰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分身二话不说，朝着对方防线最薄弱的地方扑了上去，立刻开启自爆。数个1级武者自爆产生的冲击波合在一起，横扫整个体育馆，就连空中正在激战的处女座和鲲鹏都不由得投来目光。处女座的眼皮狠狠跳了2下，早就听闻马戏团战斗风格彪悍，今日一见，这乃是彪悍，分明是彪，哪有开局就自爆的？鲲鹏眉头紧锁，今晚的意外一个接一个，先是实力超出预料的处女座，随后是突然搅局的马戏团。不过目前看来，马戏团还是自己这边的。为了防止更多的变数，必须速战速决。鲲鹏气血沸腾，周身血雾渐浓，他的攻势变得更加迅猛，完全是不要命的大开大合。拳破虚空，体育馆上方出现了好几个破碎的黑洞。地面战场，自爆组的牺牲将旗杆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周围的黑衣人被炸得七零八落。分身们立刻涌进豁口，同时一分为2，一队人负责处女座的黑衣手下，另外一队直奔旗杆。都给我稳住，赶紧填补缺口。后备队统统滚上来，给我看住旗杆，靠近折斩。一个3级黑衣人站了出来，混乱的防线在他的指挥下终于有了秩序。防线的缺口被立刻填补，刚冲进去的攻坚组瞬间腹背受敌。即便如此，分身们根本不知恐惧为何物，就算只剩半截身子，也会大笑着自爆。3级黑衣人眉头紧锁，他从未见过这般疯子，视自己生命如草芥。都给我死！他一把大刀刷得虎虎生风，转圈一抡，瞬间带走2个分身。呲啦啦，一道紫色雷霆从坑里冲天而起，重重砸在了黑衣人中央。轰！狂暴的电流向四周激射出，灯石放倒一片。主角登场！法王浑身缠绕着金色和紫色交织的雷霆，缓缓起身。原本的计划是尽量不使用高端战力，留着围剿杰哥用。
奈何对方阵营的3级刀舞者太变态，法王只得出手。3级黑衣人抬脚蹬飞一个分身，一跃而起砍向法王。雷霆为我而鸣！轰！金色电流从法王脚下升腾而起，他的下身变为闪烁的金色雷霆，上身覆盖雷电铠甲，甚至就连每一根头发都化为电流。对方3级巅峰武者，法王没有掉以轻心，直接开启异兽化形态。这是什么鬼东西？3级武者心头一惊，此刻他突然有种面对深渊异兽的感觉。法王不退反进，二人近身开始对轰，局面一时间又陷入焦灼。秦泽看着激战的鲲鹏和一众分身，眉头紧锁。白羊座和双鱼座明明也在，为何他们至今还未现身？鲲鹏明显已经到了极限，而处女座应对的游刃有余。处女座还没有使出全力，他似乎并不着急解决眼下的直航关，他到底在等什么？不管处女座在等什么，秦泽知道他不能再等了，结界要抓紧破开。胖子和彤彤别动，我们3个上了。话落，秦泽朱雀火行步冲向与法王激战的3级武者，身后的地面留下一串焦痕。擒贼先擒王，3级武者只要一死，立刻就能破局。回过神来的文景燃血紧随其后，怀旭弯弓搭箭，为二人掩护。入之自由，亦是无之自由。嗖！一支金色箭矢划破夜幕，犹如急速坠地的流星，射向3级武者的脑袋。3级武者感知到了危险，用力将手中的刀掷出，拦截下空中箭矢。危机虽然解除，可却暴露给了法王空门。法王双手合十握拳，一道金色雷霆冲至3级武者。他忙凝聚气血盾，可速度怎能快过雷霆？气血盾还未成型，雷霆已至。3级武者被精准命中，如断线风筝般倒飞。他想调整姿态落地，奈何全身肌肉正处于麻痹状态，屈一下手指都是极其困难的。这时，他的余光忽然瞥到一个浑身浴火之人。白虎火星拳，一头由蓝色火焰凝聚而成的猛虎从侧面撞来。此时3级武者还在半空中处于麻痹状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岩虎越来越近。砰！岩虎结结实实撞在3级武者胸口，对方胸口瞬间塌陷，里面的内脏眨眼燃为灰烬。3级武者一死，剩下的虾兵蟹将群龙无首，防线再度松动。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挡住秦泽和法王了，二人直接开启杀戮模式。很快，文景也加入战场，防线4分5裂。这一切仅发生在电光火石间，天上的处女座只是一眼没看到，他的手下就已经支离破碎。我得到旗帜了！一个分身杀穿重围，冲到了旗杆下，他奋力将旗杆拔起，高举大旗，不断挥舞。旗杆被拔下的瞬间，笼罩在体育馆的结界便随之消失。范明杰开着庇护空间立马冲出体育馆，虽然不知道突然冒出来的那些禽兽是什么来头，不过他打心里感谢对方的8倍祖宗。你们先走！秦泽大喊，快速清理剩下杂鱼，帮文景开路。文景点头，趁乱与陆彤彤等人会合，离开体育馆。秦泽打开局域网，放大黑。体育馆外的巨霸早就已经迫不及待。收到！大黑乖巧地坐在地上，脖子上拴着铁链。黑宝，干活了！巨霸晃动了一下铁链，大黑满头雾水。就在这时，不远处的虚空传来熟悉的波动频率，大黑顿时眼前一亮。世界之源！大黑头朝着庇护空间所在方向发出一声低吼。巨霸笑了笑，果然可行。大黑打头，巨霸和吞噬哥紧随其后，更远的位置还跟着一波分身。处女座大怒，这群老鼠竟然拔掉了旗杆，还让范明杰给跑了。鲲鹏气喘吁吁，无论是气血还是体能，他都已到达极限。处女座的实力在8级巅峰，只差临门一脚就能迈进9级。今晚处女座只怕是无法拿下了，再继续打下去只会徒增伤亡。撤退！鲲鹏下达了命令。执法员们闻言，立刻扛着业绩准备撤离现场。走，今天一个都别想走！处女座冷哼。鲲鹏微微皱眉，既然如此，那我再陪你玩玩。处女座眼中满是轻蔑，你该不会真以为刚刚那些就是我的全部本事了吧？话音刚落，处女座身体散发出柔和的白色光芒，只能隐约看出身体轮廓。高地快速下降，眨眼变成平原，一头齐腰的长发也开始收束变短。仅仅2个呼吸时间，光芒散去，绝色仙女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2米多高、全身肌肉爆炸的帅气猛男。游戏时间结束，本想用你们钓大鱼，鱼不上钩，鱼儿也就失去了价值，你们可以去死了。处女座声音浑厚富有磁性，已然看不出半分娘态。唰，处女座在原处消失，鲲鹏甚至连残影都没捕捉到。下一秒，左侧肩膀突然传来剧痛，他还没来得及转身，整条右臂连同肩膀被后面的处女座捏爆。啪！处女座一记倒挂金钩踢向鲲鹏的脑袋，他忙用另外的手抵挡。砰的一声，左手连同小臂爆掉。在巨大惯性的带动下，鲲鹏执行官急速坠向地面。他刚想调整姿态，一根血刺从天而降，血刺穿透他的腹部，将其钉在地面。鲲鹏再无力挣扎，只能绝望地看着血刺吸食他的生机。撤！与此同时，秦泽和法王火力全开，带着禽兽们向外突围。我来扛大旗！分身握紧旗帜不撒手，这可是他 MVP 的证明，绝不能丢。处女座从天而降，再度将旗杆踩进地面，连同一起插进地面的还有扛其分身的半截身子。嗡！一股狂暴的力量横扫四方，旗帜周围20米的分身和处女座手下全部爆成一团团血雾。好在关键时刻，秦泽和法王一个相位猛冲脱离了能量冲击范围，不过秦泽身上的黑色长袍还是被震碎。小弟弟，咱们又见面了，看来你是真舍不得姐姐，待会带你回家。看着一个2米多高的肌肉猛男朝自己抛媚眼，秦泽心里升起一股恶寒。结界再度笼罩体育馆，随着鲲鹏执行官倒下，再没人能和处女座抗衡。秦泽咬了咬牙，准备启动备用方案。
他带着法王躲进庇护空间，外面分身去执法部求援，一直拖到新执行官前来围剿。只是这么做，他猎杀者的身份就会暴露。事已至此，管不了那么多了。秦泽让法王靠近，正要打开庇护空间，场子中央忽然荡漾起层层涟漪。接着，一个背负双刀的大汉从涟漪中走出。大汉环顾四周，淡淡道：“挺热闹的呀。”范明杰一口气跑出2里地，看着所剩无几的世界之源，他赶紧解除庇护空间，回身望了眼体育馆的方向。范明杰笑着自语道：“虽然过程有点曲折，但最终的结果还不错。”他拿出那个装有900块晶石的袋子，放在手上掂了掂，金钱在一起碰撞产生的声音可真是叫人安心。只要连夜离开明珠城，等到了北境就彻底自由了。杰哥，晚上好啊！范明杰嘴角笑容消失，他猛地抬头，看到不远处的房顶上站着一个戴着狮子面具的家伙。范明杰顿感不妙，转身欲逃，可还没跑几步，又被一个面具男拦住去路。长夜漫漫，杰哥急着去哪儿？范明杰瞪大了眼睛，让他恐惧的是，对方手里牵着一头异兽，异兽双眼泛着红光，正朝他不断低吼。他们是什么人？竟然能够控制异兽？范明杰再次钻进庇护空间，朝着明珠大桥狂奔。巨霸松开了手中的链子，黑豹上！大黑如脱缰野狗，瞬间消失。范明杰心有余悸，很明显，他们和体育馆里那群禽兽是一伙的。不过自己有庇护空间在，他们永远别想找到自己。咔！就在这时，面前的庇护空间出现一道裂隙，一双黑色利爪伸了进来。不待范明杰反应，爪子用力朝两边一扒，裂隙扩大，硕大的异兽头探进。大黑兴奋地张开血盆大口，猛地朝范明杰脑袋咬去。范明杰终于回神，迅速矮下身子躲过致命一击。吼！大黑一声咆哮，再度用力，哗啦！庇护空间再支撑不住，化作无数空间碎片消散。大黑刚要接着啃，身后响起巨霸的声音：“回来！”尽管心有不甘，迫于巨霸的威压，他还是乖乖退了回去。吞噬哥和巨霸一前一后堵住杰哥去路。范明杰难以置信地看着大黑，咽了口唾沫。无敌的庇护空间竟然被一头异兽破解了，他不能理解，奈何事实就摆在眼前。钱给你们，电池你们管处女座要。范明杰很识时务地丢出装有晶石的袋子，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吞噬哥捡起晶石揣进口袋，说道：“还有。”范明杰愣了愣，随后哭丧着张脸：“大哥，900晶石全在里面了，不信你点一点。”吞噬哥淡淡道：“我说的不仅仅是晶石，大哥，我就一穷光蛋，就靠着这波晶石逆天改命。”范明杰可怜巴巴地说：“我真什么都没了。”吞噬哥轻哼：“穷光蛋可不见得会有世界之源。”闻言，范明杰眼中闪过惊讶，这群禽兽竟然知道世界之源，来得不小啊！什么世界之源？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范明杰开始装糊涂。吞噬哥点了点头，既然听不懂，那就算了。放大黑！巨霸手中的链子忽然一松，大黑一记恶犬出笼，直奔着范明杰脑袋咬去。在这了，全在这了！范明杰慌忙拿出水晶球，巨霸往后拽了拽，大黑差点咬掉杰哥鼻子。大黑重新回到巨霸身边坐下，鼻孔中喷出2道鼻息，眼中满是失望与鄙夷，似在嘲讽杰哥没有骨气。范明杰扯了扯嘴角，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一头异兽鄙视。吞噬哥拿过水晶球，里面模糊朦胧，看不真切，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流转。还剩5个单位，范明杰一脸颓废，家底算是被彻底掏空。吞噬哥哪儿来的？范明杰全盘托出，5年前深渊战场从一个异族人身上摸尸摸来的，这个蠢货没搞懂怎么用，让我捡了个漏。吞噬哥暗道一声可惜，还以为能顺藤摸瓜找到一个异族猎杀者。吞噬哥将水晶球扔给巨霸保管，说道：“还有。”范明杰快疯掉，我真没值钱的了，不信你翻。说着，他将空空如也的口袋掏了出来。吞噬哥玩味道：“公司一直要的都是你这个人，从来没说要回电池样本。你当时顺走的不光光是电池吧？还要让我把话说的再明白一点吗？”范明杰咬牙切齿：“你们是公司的人？”巨霸不屑道：“公司也配？听好了，我们是大名鼎鼎的马戏团。”范明杰眨眨眼：“马戏团？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听说过。算了，我自己找。”吞噬哥像是拎小鸡一样提起杰哥后颈，杰哥完全不敢反抗。忽然，范明杰身体一僵，满脸羞愤道：“大哥，别拽了，是家伙事儿。”闭嘴！片刻，吞噬哥把范明杰扔到地上，手里拿着一个 U 盘，藏挺深呐，放家伙是下边了。说说吧，里面是什么东西？范明杰抬起头看着吞噬哥，沉声道：“说了，我会死。”吞噬哥掂了掂 U 盘，不说，你现在就得死。现场安静了几秒钟，杰哥大抵是认命了，摆烂似的往地上一摊：“我的真实身份是海都生物科技研究所的编外人员，你可以理解为黑手套，就是专门帮他们干些见不得光的事。毕竟逃离深渊战场后，我就成了黑户，还得吃饭嘛。”吞噬哥有些意外，杰哥还有一层身份。继续说，这个研究所是干什么的？范明杰摇了摇头，那哪能是我这种小人物知道的？2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个任务，潜入公司获得关于 AE 和融合电池的资料，正好公司那段时间在招安保，我用研究所伪造的身份顺利入职，一直潜伏到半个月前，我才找到机会。本来资料复制完准备溜达，不过来都来了，路过样本室的时候，我就顺道把样本一起带走了。后来处女座联系上了我，想和我交易电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狗东西压我价，我就开始跳，故意暴露给执法部，让他有点危机感。反正我手握世界之源，谁也抓不到我。再后来的事情，你们应该就都知道了。吞噬哥把玩了会 U 盘，只是资料吗？这种东西可以是无价之宝，也可是垃圾桶里一文不值的垃圾。在马戏团手里，明显是后者。你为什么不把样本和资料一起打包给研究所？吞噬哥问。范明杰耸了耸肩膀，
当然是处女座给的价更高了。我本来不清楚这些东西的价值，后来我挂到了万族黑市上，你猜怎么着？范明杰咧嘴一笑，不下10个异族联系，我想要我手中的资料，出价都不低于3000晶石。相比之下，研究所给的那仨瓜俩枣的算个屁啊！范明杰本打算先出手样本，补给一波世界之源，留着逃亡深渊的路上用，到了深渊再出手资料。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全让马戏团截胡了。大哥，东西也给你了，该说的也说了，现在我能滚了吗？吞噬哥点头，滚吧。好嘞。范明杰拍拍屁股起身，砰！他的心脏处突然炸开一个碗口大小的洞，喷了吞噬哥一身血和碎肉。杰哥低头看了眼，我操，尼玛！扑通！杰哥不甘地倒在地上，双目圆睁看着明珠城的夜空。至死，他也没能跨过明珠大桥。叛徒已清除。不远处，一男一女并肩走来，他们身穿相同的黑色作战服，面容冷酷。大黑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压低身子朝着二人不断低吼。吞噬哥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又是哪里来的老鼠？两人都像是没听到一样，不做任何反应。在距离吞噬哥还有几十步远的位置，两人停了下来。男人的瞳孔中不断有微光闪烁，毫无感情地说道：现场发现2个不明身份的3级武者，一头一级异兽，资料在其中一个3级武者手中，等待下一步指示。吞噬哥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再和你们说话，聋了。男人接着默的感情的自语，确定指令，清除现场一切目击者，拿回资料。话音刚落，两人光速般出现在吞噬哥面前，他们的手臂上弹出一道3尺长锋刃，左右夹击，刷刷，伴随着2道白光闪过，吞噬哥的脑袋高高飞上天，大胯也被卸了下来。扑通，断成3截的吞噬哥倒下了。清除进度完成50%。男人低声自语，随即他和女人一起转身面向巨霸，看到对方那冰冷且饱含杀意的目光，大黑一个机灵跳到了巨霸身后，只敢探出半个脑袋。深渊外的世界实在是太恐怖了，乃像前辈们所说，外面全都是自助餐，可以大吃特吃。虽然他没活多久，但从来没见过有食材会打人的。如果可以的话，他只想回到深渊，再也不想出来了。巨霸指了指二人身后，如果我是你们的话，就多补几刀，保险起见，最好是能给剁成肉酱。很可惜，他们根本听不明白巨霸的批话。清理任务继续进行。男人甩去刀锋上的血迹，锁定巨霸。正当他准备动手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两人猛地回头，只见最中间那一截正在满地找头。经过一番摸索后，终于摸到了脑袋，拿起往脖子上一按，连接处瞬间有无数肉芽生长而出，转眼便恢复如新。2条腿也自己爬了起来，一蹦一跳的去和上半身汇合。2条胳膊撑起地面，用力一顶，上身一跃而起，与2条腿合二为一。即便是没得感情的男女，此刻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波澜。巨霸耸了耸肩膀，看吧，我刚才就提醒你们了，反派总是死于不补刀。吞噬哥转了转脖子，又扭了扭胯。年轻人真是不讲武德，连声招呼都不打。男人声音低沉的自语道：目标突然复活，暂不明原因，清理任务重新开始。嗖！男人脚下喷出2道湛蓝色的弧光，他又一次光速般的将刀刃插进了吞噬哥的肚子里。紧接着，男人手腕转了180度，猛地加速，用力向上推，准备将吞噬哥一分为二。可刀像是被粘在了对方的身体里，男人的手在难向上分毫。噗噗！吞噬哥的肚子里伸出2条手臂，紧紧攥住了男人的刀刃。男人想要收刀，却也只能想想了。他用力拽了几下，吞噬哥分毫未动。见同伴陷入危险，女人从侧面发动攻击，她高高跃起，准备再次砍下吞噬哥的脑袋。噗噗噗！吞噬哥侧边的身子突然伸出10多条手臂，表面带着黏糊糊的液体，10条手臂同时握拳，形成了一面墙，结结实实轰在了猝不及防的女人身上。砰的一声，女人像高尔夫球一样击飞数十米远。旋即，吞噬的身体开始不断膨胀，数不清的手脚从体内钻出，腹部张开1米多长的血盆大口。大黑瞪大了眼睛，此刻从吞噬哥身上，他感受到了同族的气息。他那颗不太大的脑仁开始飞速运转，但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上一秒还是个人，下一秒就突然变成了兽。不管怎样，如果被同族俘虏的话，并不算丢脸，也不能说是俘虏，这叫合作。没错，是合作。想明白了这一切之后，大黑心里喜气洋洋。既然大家都是同族，以后肯定有机会一起回到深渊。这方世界他并不清楚深渊的入口在哪，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陷入危险。暂且忍气吞声一段时间，待进入深渊后直接远走高飞。巨霸并不清楚狗子此刻的心理活动，他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现场电影。只见吞噬哥的数条手臂将男人抱了起来，塞进腹部的嘴巴里，呸呸呸，嚼了几下之后，吞噬哥全都吐了出来。什么鬼东西，真 TM 难吃，一股子机油味儿。吞噬哥吐到地上的那滩东西里面有碎肉，有血和机油的混合液体，甚至还有金属合金和螺丝。就连大黑看到这滩东西，脸上都露出了嫌弃之色。巨霸挑了挑眉，怪不得这俩货表现得那么奇怪，合着根本就不是人。还有你挑食的这个毛病得改改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浪费食物可不是好习惯。吞噬哥，滚！这种鬼东西给钱让他吃，他都不想再尝一口。另一边，镶嵌在墙里的女人总算是把自己给抠了出来。现场危险等级重新评估，由 C 级上升至 A 级，所有预备队立刻启动。吞噬哥冷哼，区 A 级，看不起谁呢？我们至少也得是天灾级。女人眼中的红光一闪而逝，紧接着，周围废弃平房的房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40-50道身影从四面八方飞奔来，将巨霸和吞噬哥包围。这些都是纯粹的机器人，甚至有一部分还是半成品，有大量的线路和电路板裸露在外。女人沉声道：“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1，和我们走，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2，就地剿灭。”吞噬哥笑笑，
怎么个事儿？现在想要活口了？巨霸举起双手，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儿，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女人淡淡道，方圆2公里内的区域，早在3年前就已废弃，没有人会来帮你们的。巨霸淡淡一笑，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才有预备队吧？亮得像吧，小宝贝儿们。话音刚落，巨霸身后黑漆漆的巷子里涌出110多个气喘吁吁的分身。这2条狗真 TM 能跑，累死爹了。纠正一下，是3条狗。这么多人是在开趴吗？翻斗花园开 impart 要玩只玩壮壮吗？干！下回能不能让我第一个？骚话全让你们说了。分身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正陷入敌方的包围圈中，自己和自己聊嗨了，吵闹程度堪比菜市场。女人微微皱眉，她的 CPU 此时正在飞速运转，分析眼下的局势，可转冒烟了也没分析明白。这伙人太奇怪了，资料库里完全没有匹配。巨霸打了个响指，好戏开场。一众分身立刻朝就近的机器人扑了上去，机器人同时也得到了进攻指令，刹那火力全开，双方仅仅一个照面，战斗就进行到了白热化。这些机器人都配备了极其强大的远程火力，他们又都站在房顶上，占据制高点，高打低，打杀比，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将整条街道封死，分身像是韭菜一样一排排倒下。靠！就你们手长是吧？巨霸松开链子，警告道：“老实在这待着，要是敢跑，狗腿给你打断。”大黑低声呜呜2声，意思自己绝对忠诚。眼看巨霸径直向前走，真不管自己了，大黑的心思活泛起来，要不要溜？这个距离，只要用能力穿梭空间，巨霸绝对抓不到自己。可是深渊入口在哪，他又不知道。虽然到处都是食材，但有的食材会打人，稍有不慎，小命就没了。一时间，大黑内心无比纠结。忽然，一道巨大的阴影把他笼罩。大黑疑惑地抬起头，瞬间瞪大了眼睛。只见巨霸化作数米高的巨人，抽出脊骨当作武器左右横扫。大黑狗腿一抖，差点下瘫。又一个强大如斯的同族，自己刚才什么都没想，我是绝对忠诚的。大黑乖巧坐在巨霸指定的位置，巨霸额头的树瞳睁开，射出毁灭性光线。反正这附近也没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宣泄力量。如果说机器人是在割韭菜，那巨霸纯粹是在割麦子。红色光线所过之处，房子瞬间化为废墟，房顶上的机器人被直接掩埋。把我丢过去，让我也爽爽。几个分身围在巨霸脚下，迫不及待。刷人头呢，没空。巨霸射得正嗨，懒得搭理他们。几个分身骂骂咧咧的又去找吞噬哥。吞噬哥无奈，把他们举起，朝着房顶一个个丢过去。呜呼起飞，艺术就是派大星，看我直接攻顶。被丢出去的分身落在房顶后接连自爆，有的家伙甚至还没落地，在半空中就迫不及待的爆炸。一时间，机器人被炸得4分5裂，火力削弱1半不止。地面上活着的人把死去人的尸体举起，挡在身前当作肉盾。很快，分身们便突破了火力封锁，开始近身肉搏。看着现场这么热闹，大黑也有点坐不住。他起身发动能力，瞬间穿梭至一个机器人身后，酷呲就是一口。半成品机器人哪能硬过大黑的獠牙？这货一口一个，咬嗨了。分身们不高兴，奶奶滴，连狗都开始 K 头了是吧？仅用了半小时不到，机器人就快被清理一空。分身们将主意打到了那个女人身上。那些机器人最强的也不过2级，可女人却是实打实的3级。在10多个分身的围攻之下，女人依然不落下风，反手还能带走几个。这是个精英怪，并肩子一起上，求求你们别送了啊！老子是在消耗他的蓝量，不送是不可能的，都在赌最后一刀。就是赌输了大不了一死，赌赢了那可是 MVP 啊！几十个分身如蝗虫般朝女人发起一轮轮攻势，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多的数量也是白给。巨霸实在看不下去了，一道光线洞穿了女人的胸口，心脏被毁，女人直挺挺倒了下去。巨霸你特么瞎啊！我的胳膊没了，有个倒霉蛋靠太近，被光线爆掉了一条胳膊。旁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帮你补了吧。倒霉蛋摇头，我要回去亲自感受一下火化炉。吞噬哥和巨霸恢复原状，从尸体上扒下一身衣服套上，还没死。巨霸上前发现女人并没有彻底死去，她的眼睛还在动。吞噬哥淡淡道，都不是人了，可以理解。巨霸在女人身边蹲下，说说吧，你们什么来头？女人面无表情自语，任务失败，自毁程序开启。闻言，巨霸飞快起身，一记大力飞踢把女人踹上天。轰！女人于半空中解体，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将周围几所房屋夷为平地。巨霸不屑道，在专业人士面前玩自爆这一套还嫩了点儿。吞噬哥微微皱眉，我们貌似又卷进某个本与我们无关的事件里了。巨霸耸耸肩膀，这就是主角待遇。几个分身打扫完战场，汇报道，全都变成废铁了，没一点回收价值。杰哥还要吗？有个分身抱着杰哥的尸体。吞噬哥淡淡道，就扔这吧，一会让胖子他们过来回收。公司的任务只说是要见到范明杰，至于是活的还是死的，并没有说。把尸体带回去，从某种程度来说，任务也算是完成。巨霸道，这批机器人哪儿来的？公司还是研究所？偷袭了杰哥之后，男人说了句叛徒已清除。然而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对于研究所来说，杰哥都是叛徒，双方都想拿回杰哥身上的资料。吞噬哥看了眼 U 盘，这东西现在有点烫手啊。巨霸撇撇嘴，咱们身上烫手的东西还少吗？吞噬哥想了想，确实也是，狮子多了不怕痒，也不差个 U 盘了。把兄弟们的尸体和零部件都带上，撤退，等秦泽回来再议。吞噬哥大手一挥，分身们迅速行动。10分钟后，一行人重新引入夜色，只留下遍地机器人残骸。体育馆，秦泽看到刀王之后，心里松了口气。我方增援登场，局势总算是能挽回一些。刀王食指轻轻一弹，气血如剑，粉碎了插在鲲鹏身上的血刃。
2名执法员赶紧上前将还有一口气的执行官扶起。海都执行官鲲鹏拜见顾镇守使。鲲鹏强撑着行了一礼。刀王微微颔首。刀王出现，处女座不仅没有丝毫恐惧与慌乱，反而是喜上眉梢。今晚上是什么风，把镇守使大人给吹来了？刀王淡淡道：是你自己把头割下来，还是我亲自去取？处女座嘴角微微上扬，看来镇守使大人是特意奔我来的，那还真是小女子的荣幸。不知镇守使大人是否听说过一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又怎知我不是在这里故意等你的呢？话音刚落，处女座周身空间泛起涟漪，3道身影浮现。3人全戴着面具，有2个是老熟人了，双鱼和白羊。另外1人戴着黑色面具，从体态上能看得出是一个女人。秦泽的目光不由自主和他对视，对方忙瞥过脸。马燕姐。秦泽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这个体态，这个眼神，绝对不会错。看到马燕和12星坐肩并肩，秦泽心里并没有多少意外。如果不是深入内部的话，马燕之前绝不会告诉他那么多机密情报。秦泽一时间思绪有些复杂。看到处女座的帮手，刀王不以为然。4个臭鱼烂虾，想猎杀9级武者，我真想把你们的脑子切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构。处女座微微一笑，这怕是有点困难。不过为了纪念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可以保证待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子。刀王沉声道：买1送3，今晚正好将你们一网打尽。话落，刀王随意朝处女座挥出一拳，沿途空间寸寸开裂。来得好，让我来领教一下人族镇守使的实力。处女座毫不退让，只见他右臂的肌肉迅速鼓胀，手臂弯曲直冲，正对刀王的拳锋。轰的一声炸响，空间开裂，到处女座面前瞬间停止。体育馆内的空气猛地压缩，随后急剧膨胀，将地面所有人掀翻在地。我的腚！法王揉了揉屁股，秦泽眼中闪过骇然，拳破虚空，这真的是人可以拥有的力量吗？处女座的整条右臂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用舌尖轻轻触碰了一下小臂上的血迹，说道：不过如此。刀王缓缓拔出后背上的2柄长刀。我真的挺好奇，那个老东西是怎么把你们练成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处女座将染血的唾沫吐到地上，淡淡道：得到什么就要失去什么，等价交换罢了。只是这种等价交换的代价，绝大多数人难以承受。刀王双臂一震，2把刀身中央忽然出现一道红色脉络，里面像是有血液在流动。今天晚上把你们4个宰了，我就不信那老东西不露面。砰！刀王一跃而起，地面被踩出一个数米深的大坑。退！白羊边说边迅速往后跑。9级武者的冲锋可不是他这种小卡拉米能挡住的。双鱼和马燕也没继续停留在处女座身边，赶紧和他拉开距离。哼！处女座轻哼一声，右臂猛地一甩，无数血滴飞射而出。半空中，血滴迅速拉长，化为1道到3尺长的血刃。上百道血刃铺天盖地，形成一面密不透风的墙，封锁了刀王前进的路径。即便如此，刀王的速度不降反增，他甚至没有做任何防御措施，任凭血刃攻击。血刃打在刀王身上，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硬是连他体表的皮肤都没能刺破，仿佛击中的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块极其厚重的金属板。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个眨眼的功夫。体育馆内众人的眼里，刀王身影只是一闪便突至处女座面前。处女座双手同样凝聚出2把血刃，抬手就是一顿猛劈。可在玩刀专业户的刀王面前，处女座的战法实在是过于稚嫩，那看似迅猛的攻击全被刀王轻而易举拦下。紧接着，刀王的表演开始了，那双长刀仿佛和他融为一体，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每一刀都极度丝滑，处女座节节败退，皮肤被不断割开。刀王越战越勇，双刀上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一明一暗，似在呼吸。体育馆上空的空间早就已经支离破碎，2人的战场已转移至茫茫虚空中。2人若是继续在虚空之外战斗，半个旧城区怕是都会被他们战斗所产生的余波夷为平地。法王仰头看得脖子有点酸，小声嘟囔道：9级武者确实掉，那处女座连屎带尿不到100斤，还不够刀王砍的。处女座颓势已现，除了一开始还能反击几下外，之后一直都在挨揍，身上的刀口已经数不清了。从地面向上看去，处女座浑身浴血，已然变成了一个血葫芦。不过一个8级武者能跟9级武者打好几分钟，处女座还是有东西的。秦泽微微皱眉，他却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处女座不太像是智障，今晚除了拿到电池之外，他明显还要猎杀刀王。秦泽不信他没有准备。双鱼和白羊还在远处观望，不慌不忙。白羊那货甚至无聊地打起了哈欠，想太多了你。9级武者可是这个世界的战力天花板，横扫大陆都没问题，还能阴沟翻船。法王淡淡道。秦泽翻了个白眼，不要立 flag 呀混蛋，据把他们那边已经撤了，你什么时候通知胖子他们去回收杰哥？法王问。虽然杰杰还在，体育馆里面的人出不去，但手机还是有信号的。秦泽快速编辑了一条短信，将杰哥所在位置发给胖子，让他们快点去把杰哥的尸体回收，免得去晚了杰哥被野狗给叼跑了。体育馆内的场地中，执法员和处女座的一众手下正在对峙，双方形成了微妙的平衡，谁也没有动手。众人都在等着天上战斗的结果。发完短信后，秦泽抬头继续看向虚空，处女座气息萎靡，已经快要被打死了。胜负已定，刀王翻转手腕，刀锋划破虚空，斩出2道血色刀芒，直接贯穿了处女座的身体，顿时大片鲜血洒落。处女座咧嘴一笑，道：真的分出胜负了吗？刀王懒得废话，他觉得斩杀线到了，准备一刀销手。噗！处女座体内的血突然爆开，化作满天血雾，将刀王包围。刷刷，刀王斩出2刀，可这血雾领域异常粘稠，刀劈在上面得不到反馈，
血雾开始在刀王周身一点点汇聚、凝实，逐渐变成了一个棺材形状。棺材的顶部有一个女人的头像，血色棺材中间敞开，将刀王装在了里面，盖子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血刺。此刻处女座身体干瘪的如同枯树皮，脸皮都皱皱巴巴拧在一起。啪！处女座双手合十，低喝道：“绝杀，铁处女！”那布满血刺的盖子缓缓合上。这一次，刀王的皮肤不再坚不可摧，无数的血刺突进了他的身体。刀王微微皱眉，这方领域有禁锢空间的作用，他周围的空间已经被完全锁死，此刻他连动动手指都做不到。处女座嘴角咧到耳根，现在你还认为胜负已分？刀王面露不屑，你该不会真觉得凭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斩杀一个9级武者？处女座舔了舔嘴角，不试试怎会知道呢？刀王淡淡道，你的确给我带来了一点惊讶，不过一切到此为止了。轰！刀王体内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宛如江河决堤，双刀上的脉络变得愈发鲜红，并不断有新的分支开始向整个刀身上蔓延覆盖。撕拉了，血雾与刀锋接触的位置开始有大量白烟蒸腾。破！刀王以身破开空间禁锢，反手握刀，一个死亡翻转过后，整个棺材都被绞杀殆尽。你的绝杀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处女座的脸上没有任何意外和惊讶，而是说没有效果吗？我反倒是觉得效果已经达到了。处女座伸出右手食指摸了摸自己的喉咙，然后一路向下到肚脐的位置，毒已经深入骨髓了。刀王眉头一皱，果然发现体内有股外来的力量悄悄潜伏在了他的经脉中，只要稍微一运转气血，立刻就会与这股力量产生对冲，气血只能发挥60%，也就是说有这股力量在，刀王的实力会大打折扣。刀王运转心法，想将这股力量逼出体外，奈何其已经附着在血肉上，排出速度极度缓慢，至少需要8到10分钟。处女座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是我的天赋能力。玫瑰不仅带刺，还是有毒的。刀王停下心法，仍旧不屑一顾，即便中毒，斩下你的人头也足矣。唰，刀锋斩过，处女座原地消失。庇护空间，处女座已离开虚空，出现在体育馆。白羊、双鱼和马燕重新回到他身边。处女座随手拎起2个手下，轻轻一吸，两人瞬间变为干尸。处女座虽然还是一副干尸状，不过看着要比之前好上一些。刀王也回到体育馆，一众执法员一头雾水，在他们看来，刀王明明只差一刀就能砍下处女座的项上人头，为何关键时刻收手了？唯有秦泽看出了庇护空间，而且刀王似乎受伤了，庇护空间我同样也能破开。今晚就算是你们会长那个老东西来了，你们的脑袋也得留下来。刀王有些烦躁，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踩死蚂蚁的时候会被蚂蚁咬上一口。处女座微笑道，我当然知道镇守使大人杀我们如同杀蝼蚁，但你别忘了这里不是深渊，不光等级实力受到压制，你还无法瞬间恢复气血。刀王手腕一翻，提刀便要接着砍，才死4个蚂蚁，现在的气血足矣。4人躲过庇护空间，却被刀王一刀劈了出来。秦泽眼皮猛地一跳，我的个乖乖，无敌的庇护空间又被打败了。处女座带着3人再度引入庇护空间，拉开距离后出现。镇守使大人不要急，长夜漫漫，好戏才刚刚开始。处女座踩在了旗杆上，旗帜又入地半米，随即他拿出一个水滴放在旗帜顶端，水滴眨眼便与旗帜融为一体。秦泽认的那个水滴，上次在明珠大桥和杰哥接头的时候，处女座用它装了20个单位的世界之源，只是不知这枚水滴里面有多少。嗡，一道无形的冲击波从旗帜中释放，紧接着旗杆底部无数血色脉络向四周疯狂扩散，转瞬便扩散到了体育馆之外。与此同时，笼罩体育馆的结界也在随之扩大。什么鬼东西啊！法王身上雷霆涌动，那面旗帜给了他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秦泽目光闪烁，是个阵法，与蓝岩界岩庙下控制地火的阵法类似，都是用世界之源来催动。呀，我们现在都被困在这里了呢。处女座皱眉嘟嘴，如果是小仙女的形态，或许还有几分可爱，可她现在只是干尸。处女座站在旗杆上，双鱼、白羊和马燕则是站在旗杆下方，成品字形面向3个不同方向。秦泽能感觉到，这4人和那面旗帜就是阵眼，他们与阵法产生了一种极其微妙的联系，彼此互补，只是还不清楚这个阵法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装神弄鬼，刀王展出2道刀芒，处女座面前不远处出现一道无形屏障，将刀芒尽数拦下。刀王雷霆震怒，周身刀气飞扬。秦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此刻刀王给他的感觉完全没有刚出场的时候那么强了。砰砰砰砰，刀王1秒钟内斩出不下100刀。处女座面前空间涟漪荡漾，刀王根本破不了防。这可是由世界之源和禁咒级空间5具共同加持的独立空间，以镇守使大人目前的实力是很难给他破开的哦。处女座在旗杆上方虚空而坐，2节小腿一晃一晃的。现在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阵法的作用。我给这个阵法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宇宙无敌四海八荒绝杀阵。法王闻言切了一声，这名真够 low 的。处女座继续自顾自说道，5分钟后阵法将会席卷整个南城区，1秒钟的时间，阵法就能摄取南区大地生机，届时我们会带着这份力量离开。现在你有2个选择。处女座伸出右手食指，1什么都不做，静待5分钟后我们带着大地力量离开，反正我们彼此间谁也伤害不了谁，大家相安无事。旋即处女座又伸出中指，第2个选择嘛，也很简单，我的毒你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排完，你的实力也才能恢复，不过你有一个更好更快捷的方法。处女座笑眯眯，狡黠的像一只狐狸，你可以摄取南区的一切生机，包括大地之力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之力，你的实力会瞬间恢复巅峰，破开这空间也是轻轻松松，届时我们也不过是你砧板上的鱼肉。
处女座2条干瘪的腿上下叠在一起，对刀王戏谑地说道：“所以镇守使大人，您的抉择会是什么呢？”南城区人口接近10万，7成是普通穷哥们，剩下3成都是帮派和游走于各种黑灰色地带的人。除了人口，南城区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鼠鼠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同样都算生命之力。秦泽不禁感叹：9级武者恐怖如斯，连恢复气血都要消耗这么庞大的力量。处女座拿出一个闹钟，调好时间扔到地面。亲爱的镇守使大人，您现在只剩4分钟的考虑时间了哦。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刀王身上。刀王眼神平静，似在思索。唉，秦泽不禁叹了口气。处女座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除了电池外，他还窥探着南区的大地之力，顺便还把9级镇守使给算计在了里面。从旗帜插入大地的那一刻起，处女座的计划就已经启动。从始至终，他想要的都不是猎杀刀王，而是这片土地的力量。他当然也清楚，9级武者不是那么好杀的。不过来都来了，恶心一下对方也不是不行。如今，一个类似电车难题的选择摆在了刀王面前，无论刀王选择哪个，都不会有好结果。若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处女座一行人汲取完大地之力后扛着旗离开，明天论坛上的键盘侠们怕是会把刀王给喷出屎。堂堂9级镇守使，连8级的12星座都对付不了，实在是太丢人了。我上我也行。如果刀王选择砍下处女座等人的脑袋，那么整个南区都要为此献祭，这可是10万条人命。刀王这么做，论坛同样会把他喷出翔。处女座虽然死了，可是刀王，你要不要看看你到底保护下了什么？猎杀处女座的优先级更高，还是保护民众的优先级更高？秦泽不得不承认，处女座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简直就是暴杀。他再赌刀王不会是南城10万人的生命为草芥。时间一到，他带着电池和大地之力一块离开，9级镇守使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将被打破，而他处女座将会名声大噪。秦泽看着沉默不语的刀王，觉得他已经做出决定了。处女座戏谑道：“还剩3分钟，我要是你的话，就选择第2个，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不蒸包子也得争口气。更何况汲取这片区域的力量对你也没有那么困难，只需要一个念头而已。”噌，刀王将2把刀插在地面。虽然咱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但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的。闻言，处女座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刀身上的红色脉络变得愈发清晰，并且开始向着地面扩散。转眼间，刀尖周围的地面就出现了数十道密密麻麻的红色纹路，像是汲取营养的血管。红色纹路正在朝四面八方急速扩散，其扩张速度要远超过结界。顾鸿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处女座的声音提高了1个8度，变得无比尖锐。刀王淡淡道：“我当然知道，我要做的就是送你们下地狱。”秦泽愣住了，他从未想过刀王的选择会是第2个。大哥，你是人族镇守使啊！处女座的表情管理有点失控，他赌输了。刀王竟会弃10万生灵不顾。你是人族镇守使，汲取10万人的生命，等于亲手杀了他们。今天晚上，这是秦泽第一次从处女座的脸上看到惶恐与不安。刀王不按套路出牌，打了处女座一个措手不及。刀王不以为然，那又如何？我相信南城的10万人会理解我之所为。12星座只有你们在地上吧？用10万人来换取地面的太平，这很值。现场的执法员们也有点懵，在他们看来，10万人换4个人，怎么算都不划算。但一想刀王是9级镇守使，他们心中也便释然。9级武者向来不会妥协，尤其是恶势力。刀王此刻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算背上骂名也无所谓，今天就是要干死你们。白羊心里有点慌，什么情况？处女座不是说计划万无一失吗？他明明只是来打个酱油，现在怎么回不去了？双鱼座脸色同样阴沉的可怕。处女座的行动计划一向不和他说，只是给他下命令让他去执行。如果他要是知道处女座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计划和9级武者对赌，说什么他也要制止。能成9级武者，基本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绝不能用人的思维去考虑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显然，处女座就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场4人，唯有处女座能和刀王打上几个回合。可处女座此刻虚弱的像只鸡，待刀王实力恢复，只需一刀就能把他们带走。双鱼座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破局之法。可苦思冥想之后，他却只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解。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刀王今晚要是铁了心想干他们，他们插翅难逃。红色纹路眨眼间已经覆盖体育馆地面，同时正朝外界急速扩散，有点黏 Gio。法王抬脚踩了踩地面，嘴里嘟嘟囔囔。秦泽眉头紧锁，待红色纹路覆盖全区，所有人都得玩完。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撑死在1分钟。法王也想到了这点，干，咱们岂不是也得为这老登祭天？局域网内，一众臭皮匠飞快交流，要不然趁现在被刺老登一手，处女座都扎不破，你觉得秦狗能破得了人家防？真该死啊！他庇护空间躲一手不一定好使，刚才他一刀就把处女座他仨砍出来了，真尼玛服了，合着人族高级武者个个内战换神是吧？开局先痛击友军，去死吧，我的爱人！众分身逼赖来半天，最后只给出一个应对策略，等死。秦泽满脸黑线，他真是脑子抽了，让一群憨批帮忙想办法。吞噬哥突然开口道：“那个阵法是用世界之源维持运行的，可不可以用钥匙把世界之源给回收了？”秦泽激动的猛拍大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不对，吞噬哥想到就是我想到了，爷真智慧。关键时刻还得是吞噬哥靠谱。你们什么时候才能长点脑子？”秦泽恨铁不成钢，一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咱们共用一个脑子。吞噬哥这笔开了吧？怎么这么聪明？吞噬哥聪明等于我也聪明，我是聪明笔，那我也是聪明笔。
俺也一样。秦泽没再理会局域网内快活的空气，开始沟通钥匙。有世界之源，为什么没检测出来？行不行啊你？距离太远，无法检测，无法回收。秦泽恍然，上次检测到水滴里世界之源的时候，秦泽恰好在处女座身边，现在目测距离至少有200米远。回收最大距离是多少？10步之内有独立空间，需要先破开空间。秦泽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处女座周围的那方空间至少15步，想要回收世界之源，就得先把空间打破。秦泽做不到，现在的刀王也做不到，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此刻在场众人的目光全部在刀王身上。秦泽偷偷退到出口的阴影位置，钻进庇护空间，然后直奔刀王。刀王阁下，能听到我说话吗？秦泽将庇护空间打开一道小口，将声音传了出去。刀王微微皱眉，什么人？秦泽的脑海里响起刀王的声音，还得是9级武者，不张嘴也能说话。我是本世界的猎杀者。听到秦泽的回答，刀王脸上露出些许意外。本地猎杀者也在现场，刚才他光顾着和处女座打架了，还真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你老老实实在庇护空间待着，不会影响到你。刀王淡淡道。阁下误会了，我有一个不用献祭难成10万民众的方法，不过需要你的配合。你几级？与实力无关，要试试核心。刀王沉默片刻，轻轻碰了下刀柄。这时如果能从高空俯瞰，会发现红纹的扩散已经停止。处女座察觉到了异样，咧嘴一笑，看来镇守使大人最终还是选择了1。刀王没有理会，而是与秦泽沟通道，说说看。秦泽松了口气，好在这位镇守使还不是那么油盐不进。处女座的阵法是由世界之源维持运转，世界之源可以被钥匙检测并回收，只要回收了世界之源，阵法便会自行停止，处女座也无法汲取大地之力。不过有空间罩着，而且超过了钥匙回收的最大距离，所以需要你把空间破开。刀王冷哼，说了等于没说。我现在的力量要是能破开空间，还需要在这里等待回复。秦泽回答道，不需要完全破开，哪怕撕开一小道裂隙都足以。不行，刀王拒绝，就算按你说的回收了世界之源，我的实力没恢复，还是宰不了他们。秦泽淡淡道，到底是你的颜面重要，还是10万人的命重要？大地之力被我们保全，处女座就算跑了，还有再猎杀他的机会。10万人死了，可就是真的死了。刀王身上杀意迸发，你再叫我做事。秦泽往后拉开了些距离，有庇护空间罩着，倒也不怂。谈不上说教，我现在只是失望。人族镇守使原来镇守的只是自己的颜面，若是大贤者在此，断不会把10万活生生的人说献祭就献祭。秦泽心里此刻唯有失望2字，他准备把法王和3号带着，再多的人，他的世界之源也不太够了。就在秦泽将转身离去的时候，脑海里又响起刀王的声音，破开裂隙，我现在的实力也不够，至少得汲取200普通人的源。秦泽停下脚步，你同意我的提议了？刀王轻哼，把控没那么精准，许是300，也许是500。秦泽又回到刀王身边，不必那么麻烦，你直接吸收我的就好。刀王一愣，我说的源是指生命之源。秦泽点头，对啊，就是生命之源，快吸吧，免得待会时间到了。刀王无法理解，武者的源是要比普通人多，一个中级武者能抵得上300-500普通人了。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做？源损耗可无法恢复，对武者而言，生命之源是极其重要的。他只见过普通人的源献祭给武者，从未见过武者的源献祭给普通人。确定，快吸吧。秦泽有些不耐烦的催促，这个人怎么这般磨叽？都说让你吸了，还搁这婆婆妈妈的。刀王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复杂，不知为何，他忽然想到了学生时代老师对他说的一句话：武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经历的多，看到的也多，自己似乎忘记当初成为武者的初心了。那我吸了。GKD， 把的胳膊放在裂隙附近。秦泽照做，下一秒，一道浅蓝色流光从他胸口飞出，没入刀王身体。而秦泽身后，扑通一声，一个被吸干了生命之源的分身倒在了地上。现在秦泽的分身都是1级武者，不能像是中级武者那般以1当100，充其量也就以1当10。随着刀王快速吸收，秦泽后面跟下饺子的似的，分身尸体躺了一地。够了，仅仅几个呼吸，刀王便停止了吸收。秦泽转身一看，有30来个分身倒下了。怎么处理分身的尸体，再次让他感到头疼。放任不管，庇护空间一解除，势必会暴露。吞噬哥，吃了吧。秦泽叹了口气，无奈化作吞噬形态，把30来个分身都给吃掉了。哥，恢复正常形态后，秦泽不禁打了个嗝。做个采访，自己吃自己是什么感觉？好吃吗？我也想尝尝。这简单，自己咬自己一口不就完了？分身们对此津津乐道。秦泽翻了个白眼，问刀王可以了吗？刀王点头，你先靠近空间，我动手瞬间，你就可以进行回收了。秦泽闻言修好裂隙，悄咪咪朝处女座摸了过去。蹭，刀王拔起插在地上的2把双刀，覆盖在地面上的红色纹路随之消失。白羊见状，心里松了口气，谢天谢地，还能回去。不过他偷偷留了个心眼，暗中在脚下刻画阵法。处女座淡笑，还有最后2分钟，月色正浓，我们相处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话落，处女座抛给刀王一个飞吻，真不错，今天晚上真不错。不仅成功拿到电池，还顺利汲取了一片大地的力量，更是让9级镇守使颜面尽失。普天之下，能做到这些的，唯有他处女座。待下步计划大成，就能顺利晋升上席。伟大的会长大人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力量呢？处女座迫不及待地舔了舔嘴角，情不自禁自语道：我即将成为12星座之首。双鱼诧异地看了这货一眼，12星座之首，狮子座要是听了这话，怕是会把你屎给打出来。白羊打了个哈欠，好没好？他们3人在阵法中的作用相当于容器，待阵法汲取完大地之力后，会将力量暂时封存在他们身体中。
马燕看了眼侧方的旗杆，悄悄运转起气血。处女座还沉浸在晋升上席的美梦中，完全没注意到马燕的小动作。再动一下，你可能会死。白羊的声音忽然在他脑海中响起。马燕握紧了拳头，气血仍旧在凝聚，仿佛没有听到白羊的话。刀王翻转手腕，双刀变得如血般鲜红，其中似有血液流淌。处女座见状不屑地嗤笑道：“不要浪费力气做毫无意义的挣扎反抗了，不如和我一起坐下来欣赏月色，等待最后倒计时的结束。”刀王沉声道：“是该结束了。”轰！刀王顺至空间前，两把银血长刀重重劈砍在空间屏障上，屏障泛起层层波纹。处女座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说多少遍了，这方空间由世界之源和禁咒级的空间武具共同加持，你现在的力量是破。话还未说完，一股狂暴的力量从刀王体内迸发而出，处女座不禁瞪大了眼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自己的毒明明还留在刀王的身体里，他的力量怎会不减反增？更重要的是，刀王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他并没见刀王有任何源的补充。住手！处女座慌了，从旗杆上跳了下来。刀王持续发力，双手继续猛地下压。咔咔咔！刀锋之下的空间屏障突然出现一道裂纹，这道裂纹正在一点点扩大，变成裂痕。处女座又拿出一枚水滴，朝着裂隙丢去。然而他并不知道的，秦泽已经潜伏在了外面。检测到世界之源共计27个单位，是否回收？秦泽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美元。27点世界之源，处女座真他妈有钱，这得在黑市上花多少晶石？回收完毕。下一秒，秦泽的钱包里便多出了27个单位的世界之源，而处女座丢出的水滴撞到屏障后支离破碎，裂隙仍旧存在。处女座懵了，裂隙怎么没被修复？那枚水滴里有足10个单位的世界之源，正常来说，修复一道裂隙足矣。不仅是空间裂隙没被修复，处女座还发现阵法出现了松动，遍布南区大地的血管已经消失，结界重新缩小到了体育馆，且不复之前般坚固。处女座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世界之源消失了，没有世界之源供给能量，阵法无法运行。现在的空间屏障和结界只剩下武具在撑着，世界之源怎会消失？这种事情他前所未闻。然而现在容不得他多想了，空间屏障上的裂隙已经变成了口子，最多不超过2刀，这方空间就会被刀王彻底撕开。你的脑袋我很喜欢，是我的了。刀王双刀高举，砰的一声，空间屏障4分5裂，与其一同消散的还有笼罩在体育馆上空的结界。我就知道！白羊骂骂咧咧。屏障破碎的瞬间，他已经在脚下画好了一个圈，圈内白光闪烁的同时，马燕眼疾脚快，立刻跳了进去，和白羊一起被传送走。双鱼面前出现一面巨大的落地水晶镜，镜中的光投射在他身上，将他吸进了镜子里。你的烂摊子，你自己想办法收拾吧。双鱼话落，镜子化作碎片，散落遍地。这一切都发生在空间屏障破碎的刹那，而此刻，刀王已经再度举刀。处女座大手一挥，将周围剩下手下的生命之源尽数吸收。今晚的结束只是新的开始。他另一只手握住旗杆，武具再度激活一方空间。不过与之前相比，这方空间如新生儿般脆弱。刀王手起刀落，炫目的刀光撕碎空间屏障，威势不减，直奔处女座。轰！旗杆带着处女座拔地而起，化作火色流光，与刀光擦肩，遁入虚空。啪嗒！待一切归于沉寂，一条干瘪的胳膊掉在了地上。刀王心里叹了口气，毒素压制，实力只能发挥出5到6成，不然就算对方遁入虚空，他一样能砍死他们。大人，重伤的鲲鹏带着一众执法员围了上来。至于法王和分身，早在结界消失之际就脚底抹油。你们今晚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待会让另一队人来打扫现场。刀王摆了摆手，是。鲲鹏一行人离开后，刀王看向不远处道：“他们都走了，出来吧。”空间泛起涟漪，秦泽身影浮现。秦泽心里美滋滋，今晚收获颇丰，不仅意外收回了一笔世界之源，杰哥还给了不少晶石。更重要的，任务完成了。这可是第一次接任务，秦泽打算回酒店后开心一下。离开庇护空间后，秦泽身上的气息暴露无遗。刀王顿时皱起了眉头：“是你？”秦泽诧异道：“你认得我？咱老秦这个校园代明星，难不成还火出圈了？”刀王冷哼：“找了你一路，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能认出你。”听着刀王那冷冰冰的语气，秦泽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貌似来者不善。刀王缓缓抬起右手中的刀，开口道：“终于见面了，天选之人。”坏了，真是冲我来的。秦泽满脸茫然的左右张望，谁是天选之人？在哪了？快让我看看！噌！刀王抬手斩下，刀锋悬停在了秦泽头皮上方。秦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嘴角勉强挤出笑意：“你真的认错人了。”刀王静静注视着秦泽的眼睛，片刻收刀回鞘：“天赋不错，这么快就2级多了。”刀王的脸上出现一抹释怀，眼中又透露出些许期望。这老登学变脸的，纯脑子有病，上一秒还喊打喊杀，下一秒收刀。9级武者就可以随意耍弄别人吗？等咱们成9级武者，非得给他点颜色瞧瞧。最多4.5级，不能再多了。你看不起我的天赋？废屁！你什么天赋，我还弄不清楚。分身们逼逼赖赖，对刀王非常不爽。秦泽不清楚刀王的目的，一时也没敢轻举妄动。我的天赋一般，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冥想罢了。众分身，刀王满意的点了点头。身为天选之人，你不能懈怠。这个学期结束，你至少要突破中级武者。说着，刀王扔给了秦泽3颗魂珠。A 级魂珠没有能力，但都是进化过的，够你这学期修炼用了。秦泽眼中闪过狐疑，不沾亲不带故的，初次见面就送这么大的礼。紧接着，刀王又拿出一块婴儿拳头大小的蓝色晶石递给秦泽。元晶，每天带在身边可以缓慢恢复些许生命之源。
虽然我不清楚你为何有那么多的缘，不过谁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也懒得刨根问底。留给我们世界的时间不多了，不仅是为了世界，更是为了你自己能够活下来。你要快速变强。刀王说了一番让秦泽摸不着头脑的话，转身撕破虚空。记住，无备无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说罢，刀王迈入虚空，消失不见。局域网里，吞噬哥说道：“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见到你的第一眼，他的确想杀你。”秦泽当然也看出来了，不过那刀最终也没有落下。秦泽不清楚刀王想刀自己的原因，也不知道什么让他突然改变了心意，并且大撒币。不过他隐隐觉得，似乎与自己天选之人的身份有关。老东西倒是蛮大方的。秦泽掂了掂手里的元金，今晚真是大丰收。夜幕下，专业团队剩下4人正急速狂奔。不久之前，秦泽用短信给胖子发送一个坐标，说是杰哥的尸体在那里，让他们在野狗之前回收。前面那条街区就是泽哥说的坐标。胖子气喘吁吁跑在最前面带路。当他们拐过弯时，瞬间被眼前的场面震惊。前面的一整条街区都化为了废墟，万籁俱寂，只有夜晚的微风在耳边低语。建筑的废墟上遍布各种机械残骸，从部分保存完好的残骸能够看出，这些全部都是机器人。从被摧残的破烂不堪的建筑以及遍地的弹壳不难看出，不久前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可让专业团队感到不解的是，现场除了机器人残骸外，看不到一具人类尸体。范明杰在这。怀旭第一个找到了杰哥。范明杰靠在墙根，空洞的双眼仰望夜空，脸上满是委屈和不甘，胸口贯穿伤，一击毙命，伤口边缘焦黑，像是某种能量武器。文景俯下身子，给杰哥做了个简单的尸检。这些机器人是哪儿来的？陆彤彤不禁问。文景摇了摇头，范明杰似乎是死在这群机器人手里的。除此之外，现场还有另外一伙人，这些人很专业，什么都没留下。胖子淡淡道：“泽哥让我们回收范明杰的尸体，走了。”胖子将杰哥扛了起来，一行人开始离开战场。文景心里满腹疑惑，秦泽明明一直都待在体育馆，他是从哪里得知范明杰的消息？如果是执法，战斗结束后为何不清理现场，而且还把范明杰的尸体留下？文景想不通。秦泽的情报总是十分准时，似乎整个明珠城的风吹草动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可秦泽一直都是和他们待在一起的，难不成还有千里眼顺风耳？秦泽早先一步回到酒店，此时正在胖子的房间里等待专业团队的回归。滴滴，随着房卡声响起，胖子扛着麻袋率先走进房间，陆彤彤3人紧随其后。泽哥，人在这了。胖子解开麻袋，把杰哥的脑袋露出来。秦泽嫌弃的摆摆手，装好，明天带去公司，咱们的任务也算结束了。怀旭倒了杯水，一饮而尽。今晚还真是够惊心动魄的。文景问，体育馆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陆彤彤也向秦泽投去好奇的目光。他们离开体育馆后，结界便开启了，不过他们的速度很快，并没有被结界给罩住。秦泽向4人讲述了后来的经过，省略去了自己在里面发挥的作用，把功劳全给刀王了。刀王竟然来了，可他不是被海都执法抓了吗？陆彤彤疑惑。秦泽淡淡道，做样子给外人看。刀王一直抗命，海都执法的压力也很大，估计是和那大执政官配合演了场戏，走个过场而已。怀旭后悔的直拍大腿，早知道不走好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活的9级武者。9级武者一直都是传说般的存在，很少抛头露面，想要见到他们，几乎只能去深渊，还得是最深渊里最危险的地方。文景问，你怎么知道范明杰死在那里的？现场留下了遍地的机器人残骸，有另外一伙人的存在，不过他们把痕迹全都抹除了。秦泽随口编了个理由，有个夜间巡逻的执法员是我朋友，他看到告诉我的，卖我一顺水人情。他到现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你说的那伙人是谁？我也不清楚。怀旭竖起大拇指，还得是老大，人脉就是广。文景只是觉得这个理由很蹩脚，但却没有证据。今晚大家都挺累的，好好休息，明天交完任务，咱们去开心一下。秦泽转移了话题，胖子和怀旭立刻开始商量去哪里开心。夜深了，众人各自回房。吞噬哥和巨霸已经秦泽卧室等候。看看，吞噬哥把 U 盘扔给了秦泽。卧室里正好有台电脑，秦泽搓搓手，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插入 U 盘。他特意留了个心眼，插 U 盘前把电脑的网线给断了。U 盘里的资料打开后，是一份长达7万多页的文件。秦泽用鼠标下拉，快速浏览了一遍，密密麻麻各种公式和数据。原来如此，秦泽面色凝重的自语。旁边的法王惊讶道：“你看懂了？”秦泽摇了摇头，没有。局域网内，分身们顿时一番嗤笑：“装尼玛呢，搁这！你要是能看懂这些东西，我把电脑吃了。骗骗兄弟们可以，千万别把自己给骗了。爹们都不明白，你能看明白？虽然看不懂，但我能感觉到这东西貌似很牛逼的样子。”秦泽没有理会局域网内的聒噪，他很快便将文件翻到了最后。最后100多页是一篇报告，报告的题目为论证 A 一核融合电池驱动大功率机器的可行性。相较于前面的技术性资料，这篇报告就要通俗易懂些，都是大段的文字和相对应的插图。从一开始的微型发动机到小型汽车，甚至后面还有奇形怪状的飞行器，这些东西似乎全部都经过了实验论证。A 一核融合电池能够为它们进行长久稳定的能量。巨霸不禁感叹，这电池有够吊的，怪不得能够引起各方争夺。法王突然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飞行器很眼熟？”秦泽上拉，将图片放大，这不就是他第一次进入江城意境做的那个？吞噬哥淡淡道：“空岛是不是也快出来了？”秦泽摇摇头，空岛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躲避异化者，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没有异化者威胁了。更何况意境中空岛计划要在10年后才能提出，现在还早。秦泽继续向下滑动报告，看到最后的插图时，他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是人形作战兵器。
插图是一个完全由机器和电路板构成的机器人，电池为其主要供给能源。这页的副标题是 A 核融合电池与战斗机器人应用论证，洋洋洒洒写了将近1万字，最后的结论是有 85% 的可行性。目前E型号的电池虽然还不能完全契合战斗机器人，但是可以做进一步的改进。U 盘里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秦泽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现实世界，人形作战兵器的计划已经在开发了，这要比江城意境中早好多年。是蝴蝶效应吗？这篇报告里，包括人形作战兵器在内等一系列机器都不是公司开发的，公司只负责电池的研发，并与这些机器契合。遗憾的是，报告里并没有注明战斗机器人的研发单位。这么说来，今晚偷袭掉杰哥的就是那个机器人的研发方了。巨霸淡淡道，那对男女的完成度很高，除了实力太低，其他方面甚至可以与江城意境里的女武神媲美。只是理论上来说，他们与公司不应该是合作方吗？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秦泽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或许因为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他们闹掰了也说不定。关于人形作战兵器，秦泽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机器人若真能代替人，的确会给武者减少伤亡，但凡事有利就会有弊。如果现实世界的人形作战兵器能够达到江城意境里的那种程度，那么代价是什么呢？卧室里沉寂片刻，吞噬哥道，这东西怎么处理？秦泽拔下 U 盘，清理掉电脑留下的痕迹，先留着。这么关键的东西，卖肯定是不能卖的。怎么说，咱老秦也是本世界的天选之人，岂能干那种人间之事？秦泽道，接下来我要马戏团去查一件事，找到这个战斗机器人的研发单位，确认一下他们目前的研发进度。吞噬哥点了点头，回海都后我就安排人手。海都是泛大陆的中心，这里光是明面上的各种研究所就有大大小小不下50个，像是战斗机器人这种尖端科技，不出意外也在海都。收起 U 盘后，秦泽又开始盘点今晚的其他收获。首先是刀王老登给的3个进化后的 A 级魂珠，秦泽打算自己用，没有任何污染，也不用担心吞噬完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其次是元晶，这东西的作用只有随身携带，缓慢恢复生命之源这一种。秦泽目前的生命之源是满的，也用不着恢复，暂时收起来吃灰。最后是范明杰热心赠予的900晶石，貌似很大一笔财富，不过只能在万族黑市上使用。可万族黑市的大门朝哪开，秦泽还不知道。想到这里，他打开了聊天群。驯兽师最近需要买些东西，得去万族黑市一趟。仙女不拉屎，那你可以和露水组合线下面击了。仙女几乎是秒回。秦泽看了眼墙上的钟，确认现在是凌晨1点。仙女真不愧是水群龙王，24小时在线。露水组合一直在北境打野，也就是说万族黑市在北境或者是蓬莱城。很快路人甲也冒泡了。路人甲，下周1蓬莱城正好有一场拍卖会，驯兽师前辈快点的话应该可以赶上。今天已经是周6，这下秦泽更加确定万族黑市在蓬莱城无疑。驯兽师时间有点赶，路人甲，前辈到了的话和我说一声，我请前辈喝酒。驯兽师，好。秦泽不禁感叹，路人甲真是太有礼貌了，一口一个前辈，叫的他都有点不好意思。既然万族黑市在蓬莱城的话，那就等去边缘划水那交易手账的时候再顺便去瞧瞧。北境冰树下，老者席地而坐，正在闭目冥想。大人，顾镇守使拜访。一年轻人传讯道。老者缓缓睁开眼睛，让他过来吧。是。年轻人退下。片刻，背负双刀的刀王站在了老者面前。刀王风尘仆仆，身上的衣服有几处破损，可以看出激烈战斗的痕迹。怪不得你对他那么自信。刀王率先开口道。老者沉声道，并不是我自信，既然世界意志选择了他，说明他身上肯定有可取之处。刀王沉默片刻道，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向着天选之人的目标努力，我知道你心里的人选一直都是遥远，但我想向你证明，我才是最合适的天选之人。我一直拼命修炼，一直突破到了9级，即便如此，你也没有认可我，世界意志也没有选择我。说实话，我想不通，我哪里不能当天选之人？老者开口道，你知道你和遥远差在哪里吗？刀王摇头。老者回答，无论何时，遥远要比你看得更远，也更加果断。刀王笑了，那你知道遥远和他差在哪吗？差在一颗永远热烈且炽热的心。在今晚之前，刀王从未见过一名武者会向普通人献祭出自己的生命之源，这一点刀王承认自己输了。秦泽的天选之人当之无愧。老者愣了愣，他从未考虑过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天选之人的第一要素是睿智的头脑，随后是天赋与实力，而这2点遥远皆有，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看好原子哥的原因。刀王淡淡道，心境我远不及他，包括遥远也是一样。老者默默叹了口气，心境吗？所以这就是世界意志挑选天选之人的标准。这一趟我的心事已了，我要回深渊了。我们的天选之人天赋不错，短短1月时间便突破2级，只是他现在仍在襁褓中，我得给他多争取一些时间。说罢，刀王转身离去，在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一串浅浅的足迹。刀王仰头看向冰树，微笑道，看来你真是选择了一个了不起的人，连这么固执的家伙都认可了他。刷刷刷，冰树的树冠轻轻挥动，显得极为愉悦。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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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住所后的处女座正在大发雷霆，别墅的房顶直接被他掀飞，屋里的东西也全被打得稀巴烂，几乎只剩下4面墙壁。双鱼、白羊和马燕3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表演。发完癫了。双鱼冷哼，今晚差点让刀王砍死。双鱼憋了一肚子的火。处女座要是提前给他透露行动计划，他断然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滚！处女座双目猩红，右臂齐肩而断。对于高级武者来说，只要脑袋和心脏还在，身上其他零部件丢了也很快能长回来。可此刻处女座肩膀的伤口却是刀气肆虐，
虽然不断有肉芽长出，但眨眼就会被刀气绞碎。可以说，处女座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痛苦。她单手撑着桌面，身体在不由自主地发抖。马燕有些看不下去，抬手弹出一道绿光，绿光射在伤口处，狂暴肆虐的刀气总算是能平复一些。不愧是9级武者，刀王，待我突破9级之日，就是你的死期。处女座把这个仇记在了心里。双鱼座问：你为什么要汲取大地之力？处女座瞥了他一眼，该你屁事。双鱼玩味道：你该不会是想留着你下次突破的时候用吧？以公谋私，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会长，他老人家会怎么想？你敢？处女座瞪着双眼，威压迸发。双鱼却是稳如老狗。此刻重伤状态下的处女座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威胁。我不说也可以，但今晚的事情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处女座咬牙切齿：不会。双鱼沉声道：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的每一步计划都要和我们说。我们不是你的手下，更不是你的狗。狮子让我过来是配合你的行动。白羊忽然举起右手：那个，我可以插一句吗？处女座冷声道：你已经插了。白羊尴尬地挠了挠头：我其实不是狮子派来的，只是顺道路过海都来打个酱油。这货的意思很明显，你们的任务与我无关，就算最后失败也别连坐我。处女座剜了白羊一眼，随即对双鱼道：我会告诉你的。接着处女座向隔壁别墅走去。双鱼对着他的背影问道：所以你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我要知道你如何颠覆海都，颠覆整个大陆。次日一早，公司前台，我们要见副经理。秦泽敲了敲桌面，身后是专业团队4人，胖子肩上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前台小姑娘今天刚上班第一天，警惕地打量着眼前这伙可疑人员。你们有预约吗？没有，不过你和他说我叫秦泽，他一定会见我的。前台小姑娘立刻打了个电话。是，我知道了。放下电话后，小姑娘走了出来。你们和我来吧，我带你们去会客室。10分钟后，副经理匆匆走进会客室。实在抱歉诸位，刚才在开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秦泽摇了摇头，没关系，今天我们来是关于任务的事情。副经理坐下道：你们想放弃任务是吧？学校那边已经和我说了，这是个5级任务，怪我们第一次提供的资料不够精确，让你们卷入危险了。我会和学校那边详细说明，让他们别扣你们的功勋值。秦泽打断了他：你误会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今天来是和你确认一下。副经理满脸愕然：任务完成了？秦泽点头：对。副经理异常激动，手舞足蹈，就连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任务是把范明杰带来见我，你们只是1级武者，我的意思是你们真的做到了。秦泽淡淡道：我们的确把范明杰带来的，你也能和他面对面，只不过这个见面的方式和你想的会有一些出入。副经理道：没关系，只要能让我见到他，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秦泽打了个响指，给经理看看杰哥。扑通一声，胖子把麻袋扔到了副经理面前。范明杰在里面。副经理面露诧异，不管怎么说，范明杰至少也是个2级往上的武者，竟然像只鸡一样被装在了麻袋里。胖子麻利的解开袋子，把杰哥脑袋露了出来。副经理恰好探头与杰哥的那双死鱼眼对视。妈呀！副经理吓了一跳，身子差点仰倒。他死了。胖子耸了耸肩膀，如你所见。不可思议。副经理无法相信，这是几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能够做到的。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吧？你只说要见到范明杰，死的活的并没有强调。听到秦泽的话，副经理回过神：你们杀的？秦泽道：当然不是了，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来都来了，就把人给你顺来了。副经理连忙追问道：现场还有什么？秦泽回答：一地的机器人零件，有点像终结者。副经理喃喃自语：怪不得，原来是这样。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告知学校。副经理正色道：你们在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上还有东西吗？秦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副经理道：你觉得呢？第一伙人临走前不会摸尸。秦泽将专业团队从 U 盘事件中摘除，辛苦你们了，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副经理将一个手提箱拿到桌面上打开，里面整整齐齐摆着一摞摞现金，感谢老板的车水费。秦泽也不客气，直接收下。那我们就告辞了，慢走。秦泽带着专业团队离开后，副经理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范明杰死了，尸体被那群学生送来了。电话里响起一个男人诧异的声音：他们杀的？是研究所被他们捡了漏，东西还在吗？我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唉，男人重重叹了口气，样本被处女座带走了，我派去的人死了，还赔了一笔金石。副经理问：研究所那边怎么办？男人冷哼道：还能怎么办？资料他们都抢走了。既然这样，战斗机器人的配用电池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开发吧。从始至终，两人都没怀疑过秦泽和专业团队，毕竟他们的实力摆在那里，怎可能是研究所和杰哥的对手？男人沉声道：这是到此为止 ，A1 的开发可以停止了，马上给改进型小组安排人手。副经理点头：是，我知道了。离开公司后，专业团队非常开心，毕竟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任务，首战告捷，而且还额外得到了50万的车水费。一行人在明珠城开心了一天，次日便坐上返回海都的大巴。车上众人昏昏欲睡，无聊的秦泽打开聊天群，发现小鹿也在。悠悠鹿鸣，我回海都了。仙女不拉屎，任务还是放弃了吗？你报个点，姐姐去了直接给你摆平。悠悠鹿鸣，不是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仙女不拉屎，路人甲，我记得不是有高级武者卷入其中。悠悠鹿鸣，是这样的，后面刀王和12星座还打了一架，不过我没在现场没看到。悠悠鹿鸣，那时候我和其他人已经离开了，只有秦泽还在，他给了我们坐标，我们到达坐标位置的时候，范明杰已经死了，带回尸体任务就算完成。仙女不拉屎，刀王竟然也在，他不是被大执政官抓住了？路人甲，
估计就是做做样子给我们这些外人看的。边缘划水，那你们还真是够幸运的，躺赢。悠悠鹿鸣，说起来还真是躺赢，全程几乎我都没做什么，一直是秦泽在指挥。路人甲，秦泽此子成长过程中若不陨落，将来必成大器。秦泽老脸一红，路人甲呀，再夸下去，本前辈真不好意思了。书生，刀王回深渊了，正在和姚镇守使进行交接。秦泽挑了挑眉，刀王回深渊了，动作还挺快。虽然不知道他前天晚上在抽什么风，不过看在他报了那么多金币的份上，姑且算他是个好号。书生，前线最近的战局一直都很焦灼，刀王回来总算能缓解一些。仙女不拉屎，你怎么知道？书生，我就在前线。仙女不拉屎，没看出来，你还挺勇的。书生，废话，我抄。仙女不拉屎，继续，怎么不说了？坏笑点 JPG。书生，哼，道不同不相为谋。秦泽退出聊天群，深渊的情况似乎不太乐观，不然姚镇守使会立刻离开，毕竟他的主要任务是镇守海都，天塌下来有9级武者顶着，目前还轮不到他操心。下午，专业团队回到学校，第一时间去任务大厅结算了任务。5级任务的功勋是100，专业团队得到了双倍，每人200功勋。怀旭、文景和胖子随后便去了学校的武具库，打算挑件趁手的武具，尤其是怀旭，他想换一张牛逼一些的弓。秦泽和陆彤彤在任务大厅外分道扬镳。不管怎么说，这回也算是经历生死，双方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经过这次任务，专业团队4人都发现了自己的短板，接下来都要沉淀一段时间，约定好等打通新手课程后再接下个任务。秦泽独自返回宿舍，他不会舞刀弄枪，对武具的兴趣不大。上次从避难所里拿到的威龙就前期用了几回，后面被他一直放着吃灰。团队里有了怀旭这个远程输出，他现在开枪的机会也不多。今天几号了？秦泽忽然问。吞噬哥，4号。秦泽伸了个懒腰，后天就是去蓝岩界的日子了。修复岩庙下的阵法只有6号一天，那天是地火燃烧最弱的时候，错过了只能等下个月。身为这个世界的主角，我还真是忙碌。秦泽不禁感叹。闲来无事，他拿出一个刀王给的魂珠，张嘴丝滑吞下，味道一般。秦泽舔了舔嘴角，在他准备吞噬第2个的时候，秦玉打来了电话。大忙人吗？这不是？怎么突然想起你还有个弟弟了？真是让我受宠若惊。秦泽打趣。少废话，下周1怀安生日，时间安排好，到时候我去接你。秦玉道。开学的时候，秦玉就提过一嘴，秦泽还以为早就过去了。我要准备什么生日礼物？你自己看着办，拎俩打包带去也无所谓。淮安家大业大，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秦玉通知完秦泽，便挂断了电话。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女人是什么大老板，天天忙得跟个陀螺一样。没过多久，3人组回来了。老大，看我新换的武具。怀旭拿下身后背着的一张金色弓，开始展示。终极武具，155功勋换的，有额外破甲加成。要是再遇到上回擂台上的那个老王八，我一箭就能射爆。怀旭爱不释手，接连凹了好几个造型。你们呢？秦泽看向胖子和文景。我换了个戒指，140点功勋。胖子伸出右手，食指上戴着一个璀璨的蓝宝石，可以加快施法速度。现在构建传送阵，至少可以减少1半时间。文景则是脱下外套，露出里面的一件银色软甲。我的是一件护具。3人对自己在团队内的定位都非常清晰。怀旭负责远程，自然需要一张好点的远程弓。胖子法师位，施法速度极为关键。文景前排，越扛揍越好。有了这3件武具的加持，专业团队的业务能力明显更上一层楼。期中过后不久有场百校大比，按往年的惯例，大比都是安排在下学期，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提前这么早。待百校大比那天，我将带着我的新弓征战四方。怀旭一脚踩在凳子上，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大公鸡。都要参加吗？胖子弱弱道。他的个人战力几乎为0，这种比赛对他来说只能是单方面挨虐。文景解释，自愿报名，分个人战和团队战，每个学校内部会进行初次筛选，随后才能参加百校大比。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完成5级任务，身上有大量功勋的新生来说，校内筛选可以略过，直接参加大比。胖子想了想，这样啊，那我就不报名了。怀旭来到秦泽身边，老大，团队战我们要不要上？正好也是5人，再叫上陆彤彤。听说第1名的奖励十分丰厚。秦泽点了点头，可以。如此刷声望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屁，我看你就是想装逼。虐菜有什么意思？无聊。就是真男人就应该干处女座。干不过告辞，干不动告辞。分身们吵吵闹闹，揭穿了秦泽的小心思。秦泽不以为然，干一行爱一行。身为学生，自然要做学生该做的事。百校大比还早，校内的选拔赛是在下个月，不过与秦泽等人无关，他们是保送选手。怀旭和文景第2天又投身玄梦意境，想要快点通关。秦泽则是去了渔人码头，为次日的出海做准备。看着眼前这艘底部至少补了10块补丁的大船，秦泽不禁皱起眉头。这艘船不是前2天新换的？钩子船长道：没错，现在你面前的正是新飞翔的马戏人。秦泽脸一黑，指着补丁道：解释解释。钩子船长挠了挠头，撞了几次礁石，不过问题不大。你要相信我们补船的手艺，肯定能开走。秦泽淡淡道：明天把大黑牵来，让他开。钩子船长义正言辞的拒绝：不行，这是我的船。肩膀上的鹦鹉也跟着附和：我的船，我的船。秦泽指尖弹出一道电流，鹦鹉头顶上的毛瞬间立了起来，这货立马乖乖闭嘴。晚上我就在船上过夜了，给我个房间，明早出发。要是再触礁，我就拿你打窝。说着，秦泽走上甲板。钩子船长拍着胸脯保证，指定不会。次日，迎着初升的朝阳，新飞翔的马戏人缓缓出港。这次仅历经2次触礁，船就奇迹般的抵达了千流岛。
不得不说，钩子船长的技术还是有所提升。这次陪同秦泽的依旧是吞噬哥、法王和巨霸。巨霸前去买票，检票员见又是他们几人，犹豫片刻开口提醒：“里面正在燃烧，过会再进。”8点钟还在烧。巨霸诧异道。检票员淡淡道：“现在蓝岩界的火燃烧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只有中午2个小时的空档，几乎已经没有探索队进去探索了。看来岩庙下的阵法快要彻底损毁，已经压制不住的火了。”巨霸回头看向秦泽，秦泽眼神示意：“我们待会再来。”巨霸拿着票离开。为了不引人注目，秦泽决定等空档时间再进入。旁边的广场门可罗雀，只剩下零零散散几个摊位还在，没有探索队，集市自然也就无法继续运转。秦泽带着3人简单逛了逛，没想到遇到了个老熟人。仁兄，我这有一张新的藏宝图，是当年蓝岩人贵族留下的宝藏，200卖你了。摊主看到法王，顿时两眼放光，朝他大声吆喝。吞噬哥和巨霸纷纷向法王投去戏谑的眼神。20，咱们也算是老朋友，给你打个骨折，20带走。摊主好几天没开张了，这般冤大头可不能错过。法王微微皱眉，鼻孔喷出2道电流，烦死了！滋啦啦，一道电流射向摊主手中的藏宝图，藏宝图瞬间化为飞灰。摊主咽了口唾沫，安静地闭上了嘴巴。秦泽笑笑，走吧，时间到了。4人前去检票。这次检票员难得说了句人话，最多2小时，也可能是1个半小时。现在时间每天都在缩短，要是不想死，就早点出来。秦泽微微颔首，带着3人走进入口。片刻，漫天黄沙映入眼帘。走吧，去帮大贤者完成遗愿。话落，秦泽化作雷霆直奔岩庙。吞噬哥、法王和巨霸紧随其后。早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蓝岩界，秦泽对周围的地形已是轻车熟路。翻过前面那处沙丘，就是岩庙了。法王用船长望远镜简单侦查了一番。走在最前面的秦泽突然停下脚步，听没听到什么声音？吞噬哥侧耳倾听，好像是有点。巨霸，我只听到了风声。法王御空而起，我来侦查一番。站得高，看得远。法王飞到了100米高空，四处观望。透过法王的视角，秦泽等人也将小半个世界尽收眼底。2点钟方向，秦泽到。法王缓缓转身，不远处的地平线上，地面的黄沙被卷起，形成一场规模不小的沙尘暴，正在向世界入口的方向逼近。沙暴中，数不清的异兽正在狂奔，伴随着嘈杂的嘶吼。吼！嘤嘤嘤！秦泽眉头紧锁，兽潮。果然，这个世界真的有异兽。可他想不通的是，为何偏偏在今天形成了规模如此之大的兽潮？如果之前也有此般规模的兽潮，不会没有目击证人。海都有9级镇守使驻守，这方世界他也进行过地毯式搜索，再掉的异兽也无法逃过9级武者的眼睛。也就是说，兽潮今天第一次出现。秦泽隐隐有种预感，这场兽潮与岩庙有关。法王道，他们的目标是世界入口，想要入侵泛大陆。吞噬哥，应该是。秦泽在局域网中传讯，派个人去通知岛上行政署，就说有兽潮到了。这场兽潮的规模有一旋潮汐了，用虚空兽的能力开门要50点世界之源。此刻秦泽全身上下也没有这些，更何况投放还没结束，开门也没用。在高点找到投放地点。闻言，法王继续升高，异兽的投放点很快就被找到了，位于一座几十米高的沙山后面。数十米长、10多米高的空间裂隙沿着山脉绵延，仍旧有源源不断的异兽从裂隙中钻出。这道空间裂隙与秦泽以往看到的有些不太一样，它是横向的，如血一般鲜红。同时在裂隙后面似乎有股强大的力量正在疯狂宣泄而出。地图，巨霸双手拄着膝盖，迅速俯下身。吞噬哥拿出蓝岩界的地图，在巨霸的后背上展开。秦泽手指着地图上的标记，低声道：“这里是曾经的北岭。据大贤者所说，蓝岩界通往深渊的入口就在北岭，而那座煞山就是北岭。”吞噬哥收起地图，那道裂隙是深渊的入口。秦泽点点头，错不了。巨霸不解，为何那群异兽今天才从入口出来？秦泽看向岩庙的方向，答案我们得去那里寻找了。法王从天而降，我们得撤了，再过30秒兽群就会抵达我们的位置。秦泽点头，我们走吧。还好岩庙在另外一个方向，没有在兽潮的必经之路上，否则免不了一番正面碰撞。由于不确定兽潮里面有没有寻猎兽，秦泽并没有打开庇护空间。一行人收敛气息，在沙地上急速前进。轰隆隆！忽然，秦泽脚下仿佛有地龙翻身，发出震耳的闷响。还是被发现了，准备战斗。话落，秦泽迅速后退闪身，在他刚刚所在的位置，砰一声，一条直径3米多的肉虫钻了出来。肉虫无面，头部仅有一张漩涡状的大嘴，里面布满一圈圈尖锐的利齿。1级异兽的能力五花八门，这头没有鼻子的畜生嗅觉却是异常灵敏。秦泽他们远离兽巢几公里，他都能精准锁定并且追踪过来。听到这边的动静，兽巢里分出一支由大量 F 和1级异兽组成的小分队，前来支援肉虫。走！秦泽果断打开庇护空间，罩住法王3人，直奔岩庙。异兽数量太多，其中还夹杂了不少终极异兽，光凭他们4个是杀不完了。秦泽决定释放岩庙下镇压的地火，来一场规模盛大的烧烤趴。突然失去秦泽等人的气息，兽群小分队像头拉磨的驴，在原地直打转。然而秦泽还没走出去多远，一道熟悉的黑色身影便映入眼帘。下一秒，庇护空间被一双黑色的利爪撕开。寻猎兽！秦泽有些烦躁，寻猎兽就跟厕所的蛆虫一样，虽然没啥杀伤力，但实在是太恶心人了。庇护空间破碎，气息泄露，小分队又追了上来。法王观察四周道：2头寻猎兽，一头近，一头远。吞噬哥沉声说：2头寻猎兽至少地级，还很聪明，知道配合。
不解决这头畜生和后面的跟屁虫，咱们走不了。秦泽解除庇护空间，眼前的寻猎兽畜不及防下，被他一巴掌扇飞。见庇护空间消失，两头寻猎兽也不上前纠缠，而是果断后退，将战场留给小分队。巨霸啧称奇，异兽也长脑子了。异兽小分队数量有3000头左右，大多是低级异兽，中级异兽屈指可数。秦泽冷哼一声，人海战术，巧了不是，正是我最擅长的。旋即，一个个分身从秦泽身上走出，源源不断，络绎不绝。此时秦泽感觉自己像一个虫族的母体，在不停下蛋。转眼间，已有近1000分身降临战场。边缘 OB 的两头寻猎兽眨了眨眼睛，有点懵。刚才还只有4个人的，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尽管他们有思维，奈何只有核桃大小的脑人还是想不通。这么快就又有团战了？吼吼吼！冲冲冲！终于不是单方面虐菜，这才有点意思。感受来自马戏团的怒火吧！死死死！统统给爷死！英雄登场！一众分身化作一道洪流，正面和兽群撞在一起，丝毫不退让。雷霆万钧！法王全身雷光大作，立刻异兽化。他张开双臂，满天金色雷霆在其周身编织成一张大网。这是来自雷神的神法。法王大手一挥，雷网被抛进兽群。上百头异兽在触碰到雷霆之力的瞬间，便被绞杀成一团团血雾。千流岛行政署大楼署长办公室，署长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修为5级。相较于繁华的海都，千流岛算是个不毛之地了。被调到这里几乎和发配边疆没什么区别。奈何男人没什么背景人脉，不出意外，他这个署长位置得做到死。好在千流岛事务没那么繁忙，每天他到也是乐得清闲。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进。署长正在写关于蓝岩界的调查报告。最近世界燃烧的时间越来越长，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正要汇报给海都。办公室门缓缓打开，一年轻男子走到桌前，马上组织普通人撤离。受潮来了。署长微微皱眉，受潮？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当署长抬头看到访客面容时，不禁一愣，手中的笔也掉在了地上。执行官大人。署长慌忙起身，访客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海都执行官姚远。您说有受潮？千流岛不大，全岛24小时都有人监控，若有空间裂隙出现，我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的。署长不解，这个消息要是别人说的，他会直接一巴掌拍过去。可消息的来源却是近来风头正盛的遥远执行官，这让他产生了动摇。高级武者个个都是大忙人，没事的话，他们是不会来这个小岛上的。我这就联络监控站，锁定裂隙的位置。署长拿起电话，正要拨号，遥远打断了他。受潮来自蓝岩界。署长身体一僵，蓝岩界。遥远点点头，异兽是从蓝岩界与深渊间的通道投放的，以蓝岩界为踏板，准备入侵千流岛。署长面色凝重，规模多大？遥远淡淡道，不下10万，目前还在投放，马上组织民众撤离，将情况汇报给海都，让海都支援。署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是。遥远微微颔首，离开了署长办公室。走出行政署大楼后，遥远来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他抬手在脸上揉了揉，忽然变成了秦泽的样子。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千面，快说谢谢千面爹。局域网内却是无人理会，众分身正在激战。千面随意换了张脸，吹着口哨朝码头走去。海都援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先溜为敬。很快，千流岛上空便响起了广播：千流岛民众请注意，蓝岩界爆发兽潮，预计20分钟后将通过入口降临，民众请立刻有序进入避难所，港口的驳船请即刻离港。全岛进入战时1级戒备，全岛武者到蓝岩界入口南部广场集合，不分序列，违抗命令者就地正法。法律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其效用，破坏公共财产、危害公共安全者，严惩不贷。千流岛民众请注意，今天原本是个和往常一样普通祥和的中午，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的人都已经准备午休。然而，突然其来的警报广播却打破了这一切。普通民众纷纷离开建筑，跑进地下避难所。武者正在向广场集合，停靠在港口的货轮，无论装卸是否完成，都在驶离港口。我们也走。钩子船长问。不走等着吃席。千面挑了挑眉毛。钩子船长挥挥手，招呼甲板上的水手收锚离岛。对于钩子船长来说，船上水手死不死的无所谓，船一定得保护好，不能被异兽破坏。千面打了个哈欠，我去睡会，有事叫我。还好最近我一直跟船，这波属实也算立大功了。千面边嘟囔边回到船舱。广场，署长带着全岛200士兵和400出头的武者严阵以待。千流岛没有什么防御设施，避难所也只有一个，毕竟这里曾经只是一个荒岛，谁也不会想到这种地方会爆发兽潮。岛上的5具大炮总共就5门，还是20-30年前的古董货。署长非常清楚，光凭他们这些人是挡不住兽潮的。他在人群中焦急寻找遥远的身影，可却发现执行官大人不见了，这可要了老命。有遥远在还能一战，现在还打个屁啊！署长心里只期望海都援军快一点到。兽潮要是下了海，9级武者来了也很难处理。异兽身躯虽然庞大，但在茫茫大海之中也只是一粒沙。蓝岩剑分身与兽群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激烈的战场上时不时就会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自爆。巨霸和吞噬哥也开启了异兽化，起初他们和法王一样疯狂割草，然而没过多久，2头 C 级异兽就盯上了他们。一头是有坦克那么大的猎鹰，另一头也是猎鹰，虽然他们体型庞大，但却十分敏捷。巨霸的射线总是打空，没有远程攻击手段的吞噬哥只能干着急，像个木桩子一样插在地上，时不时被2头畜生突然袭击啄一下。法王在低端局帮众分身击杀高等级的异兽，分身只有1级出头的实力，
一级异兽可以组队围剿斩杀，但地级异兽一出现，立刻横扫一片。法王只得帮他们清理有威胁的地级异兽。轰！一道火流星从空中坠落，狠狠砸在了一头猎鹰的身上。毫无防备的猎鹰坠落地面，踩在他背上的秦泽又补了2发火星拳。奈何 C 级异兽皮糙肉厚，秦泽2拳只是烧掉了他几根毛。猎鹰震飞秦泽，准备再次上天风筝，一道红色射线洞穿了他的肩膀。吞噬哥抓住机会，立马压了上来，数十个拳头重击其头部，猎鹰一时间晕乎乎。吞噬哥用10几条手臂将其禁锢，腹部嘴巴张开，直接展开吞噬。嗖！回过神的猎鹰利爪横扫，无数羽毛如利刃刺进吞噬哥身体。另外一头猎鹰见状，立刻就要过来帮忙。巨霸一道射线差点将其爆头。你的对手是我！巨霸拎着鼓棒上前帮吞噬哥分担压力，按住他。吞噬哥脑海里响起秦泽的声音，旋即吞噬哥身上又伸出10多条手臂，任凭猎鹰的利爪和羽毛将他的身体撕得破破烂烂，也不松手。处决开始。不远处，一个浑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巨人缓缓拔地而起，蓝炎外放和巨霸形态皆能提升身体各项属性，2个 buff 叠加在一起，秦泽实力直逼3级巅峰。眼前若是 C 级，相当于武者4级，王八或许还有点棘手，但只是一个不点防御的秃毛鹰。吞噬哥10多条手臂将猎鹰的脖子紧紧禁锢，秦泽抽出古剑，一记诺克萨斯断头台削去了猎鹰的脑袋。无头猎鹰失去反抗之力，撕拉一声，吞噬哥从中将猎鹰撕成2半，魂珠飞向天空，吞噬哥腹部的舌头轻轻一卷便将其吞掉。剩下的猎鹰还在风筝巨霸，时不时撒下一片箭雨，巨霸的半边身子变成了刺猬，插满密密麻麻的羽毛。你们好了没？快过来帮忙！巨霸边拔毛边大声道。蹭！秦泽将古剑插在地上，噗！旋即他后背伸出2条粗壮的手臂，秦泽抬起4条胳膊，掌心对准天空上的猎鹰，每个掌心上都缓缓睁开一只红色树瞳。嗡！4道红色射线轰向猎鹰，猎鹰的感知导也敏锐，在天上疯狂死亡翻滚。4道射线全部瞄边，噗噗！秦泽身体左右两侧再度各伸出1条手臂，这次看你还能往哪儿躲！话落，6道射线同时释放，将猎鹰所在位置进行了火力全方位覆盖。猎鹰再度加速，并做滚筒规避，但还是有道射线将其击中。扑通！猎鹰从高空中坠落，巨霸拎起大棒疯狂补刀。秦泽双手持剑于胸前，沉声道：“必胜！”唰！伴随古剑重重斩下，一道蓝炎剑气贴地斩出，瞬间割掉猎鹰大半个身子。巨霸抛出魂珠，丝滑吞下。吞噬哥淡淡道：“刚才你持剑的造型略带些羞耻和中二。”秦泽轻哼：“你懂个屁！”释放技能的时候喊出来会有攻击力加成。兽群中苦战的法王大喊道：“能不能别逼逼了？好处你们拿，伤害我来扛是吧？”闻言，巨霸拎着大鼓棒冲进兽群，左右横扫，一团团血雾接连在周围炸开。吞噬哥很快也加入战场，都是 EF 级的虾兵蟹将，他直接开启吞噬模式，大吃特吃。秦泽化身巨人剑客，左突右刺，犹如天神下凡，根本没有兽能拦得住他。随着3员悍将的加入，兽群规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小。秦狗也开始 K 头了，干！手快有，手慢无。前方发现地级异兽，人间大炮1级准备。吞噬哥，我准备好了，快把我丢过去！战斗快结束了，别尼玛自爆了！在一众分身近乎疯狂般的进攻下，小分队不剩多少活口了。天空中的法王突然道：“兽巢分出1半的数量朝我们这边过来了。”秦泽面色凝重。远处2头寻猎兽还在 OB， 从始至终都没有介入战斗。秦泽怀疑兽巢一分为2，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搞的鬼，杀不完，根本杀不完。巨霸将小分队里最后一头异兽锤烂，不禁喃喃自语。吞噬哥道：“你去岩庙，我们掩护你。如今兽巢的规模已不是他们能对抗的了，必须快点释放的火。”秦泽点点头，恢复正常形态，直奔岩庙。战场边缘的2头寻猎兽对视一眼后，其中一头悄悄尾随了上去。面对着近乎无尽的兽巢，分身们重新列阵。吞噬哥、法王和巨霸站在最前方，其余人位于后方。区区小兽，没什么了不起，干就完了。战吗？战啊！唱得真吉尔难听。冲呀！分身们不退反进，犹如一柄钢刀，狠狠扎进兽巢。法王从天而降，砸在兽群中。下一秒，电光四射，周围10米内形成真空地带，异兽全部被电成烂肉。巨霸第3只眼边射，手中的大棒边疯狂乱砸。吞噬哥如虎入羊群，没有一头异兽能靠近他2步之内。上次交战中，缺胳膊少腿等一众受了伤的分身被当作炮弹投掷出去，纷纷落入兽群后方自爆。1级武者自爆的威力自是不能小觑，最少也能带走3头 F 级异兽。此时的分身们已经完全杀红了眼，哪怕剩最后一口气，死也要拉上2个垫背的。与此同时，另一部兽群已经抵达世界入口，正在往里涌。千流岛广场，在署长的带领下，数百武者整齐列阵，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极为紧张，现场落针可闻。署长还在寻找遥远的身影，可自从离开他的办公室后，遥远就再没露过面。他甚至调取过行政署大楼的监控，然而监控画面却也只记录到遥远走出大门口之后，就像凭空消失了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有人冒充？署长不禁皱起眉头，他倒是希望这是一个恶作剧。兽巢要是降临千流岛，会对千流岛造成毁灭性打击。你去蓝岩界看看，是否有兽巢？署长对自己的卫兵吩咐道。是。卫兵敬了个礼，向入口跑去。署长觉得自己有些草率了，没有事先派人去蓝岩界调查，就拉响1级戒备。现在想想，那个遥远的确是有些疑点。像这样的大人物，行程一般都会提前公布。身为千流岛最高行政官，
他却从未得知遥远要来的消息。忽然，署长的思绪被卫兵声音打断：“兽潮来了！”卫兵气喘吁吁站在入口处大喊。他话音刚落，一头异兽从空间门钻了出来。卫兵猝不及防下，被异兽一口吞掉。是真的，准备战斗！署长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他带人立刻冲向入口。一头接着一头异兽从空间门钻出，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空间门周围就已经盘踞了数十头异兽。他们并没有立刻进攻，反而原地警戒，像是在等待着什么。轰轰轰！早已调整好射击诸元的5门大炮开火，炮弹在空间门附近炸响，被直接命中的倒霉弹瞬间变成烂肉。然而一轮齐射过后，2门大炮突然哑火，似乎出现了故障。在仅剩的3门大炮掩护下，署长带人开始与兽群近身搏杀。空间门不大，一次性最多通过10头异兽。刚钻出来的异兽先是遭遇一轮炮击，随即便是一群武者的围剿。空间门周围异兽的数量始终保持在50头左右，而且这些异兽并不进攻，一直在空间门周围转圈。署长看了眼手腕表上的时间，距离他向海都求援已经过去了15分钟，再坚持15分钟左右，增援就能抵达。目前己方有数百名武者，虽然异兽一直在投放，可数量最多不过100，优势在我，只要没有 B 级以上异兽拖到援军来轻而易举。想到这里，署长不禁开口鼓舞起士气。大家再坚持一会，有空间门限制，不会一次性投放大量异兽，只是一次普通兽潮，连终极异兽都没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吼！署长话音刚落，空间门里突然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一头有着3个脑袋的巨蟒从空间门钻出。巨蟒30多米高，像是一栋楼。署长瞪大了眼睛，声音颤抖。A 级！他忽然感觉自己刚才就像是戏台上浑身都插满了旗的老将军。3头巨蟒一记神龙摆尾，最前面的几个武者都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抽爆。署长咬了咬牙，正面迎了上去。虽然巨蟒比他高出一个等级，但他是现场武者中战力最高的了。他要是不把3头巨蟒拖住，一众武者都得团灭。署长全身气血沸腾，直接开打。面对高自己1级的异兽，不全力以赴，很有可能被对方一招 KO。巨蟒左右2个脑袋张开血盆大嘴，一个脑袋喷射出冰风暴，另外一个则是炽热的火焰。武者四散而逃，他们完全不是3头巨蟒的对手，仅仅一个照面就化为皮肤碎片。受死！署长从天而降，手中长棍重重砸在中央的头上。砰！巨蟒挨了个结结实实，左右两边的脑袋霎时向署长咬去。署长用棍子撑着中间的头，用力一顶，快速后退。2个脑袋咬空，朝半空中的署长释放冰火2重天。他连忙凝聚气血盾进行格挡。署长一时间拖住了3头巨蟒，但他同时也被3头巨蟒拖住了。岛上的终极武者本就屈指可数，如今署长又无法投身战场，导致钻出空间门的异兽不能第一时间清理，围在周围的异兽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数百之众。顶住！援军马上就到！署长边快速闪躲边大喊。2门出故障的大炮终于是修好了，然而异兽数量太多，5门炮加一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忽然，一个白色光团从空间门里飞出，盘踞在附近的兽群瞬间沸腾，将光团紧紧护在中央。3头巨蟒也不再攻击署长，而是缓缓后退护在光团一旁。见状，署长面色大变。虚空兽！他万没有想到，这场兽潮中竟会有一头虚空兽。这下在场所有人都要死。增援若不能快速抵达，千流岛会彻底成为异兽的乐园。届时虚空兽钻进茫茫大海，不断投放，海都将面临巨大危机。进攻！所有人集火虚空兽！趁着空间门还没展开，署长带人开始冲锋。奈何虚空兽被其他异兽里3层外3层围得如同铁通一般，武者们无法突破防线。虚空兽突然光芒大作，其面前泛起层层涟漪，旋即数十头异兽被从空间涟漪中同时投放。署长心里叹了口气，一切都结束了。最前面的武者很快被数不清的异兽淹没，其他人也全被包围，团灭只是时间问题。嗖！就在所有人心如死灰之际，一道道直径2米多的光柱从天而降，落在广场上。接着，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武者士兵从光柱中走出，如洪流般撞进兽群。署长精神大振，海斗的援军到了。那天降的10道光柱像是一个复活点，武者源源不断地从中冲出，原本将要溃败的战局立刻得到了稳固。异界入口处有一头虚空兽，署长向援军大声报点：虚空兽不死，这场兽潮永远也不会结束。嗖！震耳的破空声在千流岛上空响起，无数人和兽抬头仰望，一道白光急速坠落，犹如白昼流星。砰的一声巨响，白光精准插在了那个悬空的光团上，将其按在地上。众人这才看清，原来那道白光是一杆银色长枪。光团显露本体是一块巨大的水晶石，被长枪洞穿。虚空兽倒下，空间涟漪便也随之缓缓消失。一些刚投放到一半的倒霉弹直接被空间切成2半。嗖！长枪带着虚空兽的尸体飞回天上。署长这才发现，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穿着执法制服的男人。男人胸前别着金色徽章，御空而立，正在打量刚刚到手的水晶石。大执政官大人！署长认出男人的身份，心里终于松了口气。9级大执政官，这场兽潮结束了。大执政官手腕一翻，水晶石消失。蓝岩界的深渊之门打开了吗？大执政官看向蓝岩界的入口，不禁皱起眉头。这个世界竟然有深渊之门，还真是够稀罕的。失去虚空兽，异兽只剩下空间门一个投放点，再加上有众多援军，异兽正在被一点点剿灭。大执政官丢出长枪，用脚轻轻一踢，长枪化作怒龙，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异兽的残肢断臂。3头巨蟒只是被擦了个边，
瞬间没了大半个身子。砰！长枪插在空间门前，周围的空间被禁锢，再没有异兽从里面钻出。大执政官向前迈出一步，下一秒便出现在空间门前。速战速决，绝不能让一头异兽下海。对众人留下句话后，大执政官走进入口。蓝岩剑，秦泽快如闪电，终于抵达了岩庙。他拿出大贤者留下的令牌，放入神像底座下的凹槽后，底座光芒大作。啪！黑洞口的屏障突然炸裂，化作无数碎片。你下去看看。秦泽叫出一个分身，把他踢了下去。待几分钟后，分身还活着，秦泽这才跳下。在他下去不久，一头寻猎兽从神像后的虚空中钻出，跳进洞口后，秦泽一直在快速的坠落。视野中是无尽的黑暗，没有丝毫光亮。随着不断的下落，周围温度开始越来越高。秦泽低头向下看，无尽的黑暗中有一团太阳般的光团。渐渐的，周围不再是一望无际的黑，四周出现一道道红色的火纹，并向下不断蔓延。数息之后，秦泽双脚终于踩在了地面上。此地的空间十分宽广，甚至一眼看不到尽头。秦泽正前方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有一大团炽热的蓝色火焰在燃烧，火焰被透明的屏障罩住。不过屏障表面已经布满密集的裂痕，似随时都会支离破碎。不出所料，这就是那个控制地火的阵法。热烈凶猛的地火正在疯狂舔舐着控制阵法。按照现在这个趋势，不出3月阵法就会被地火摧毁。届时失去控制的地火将在这方世界一直燃烧下去，直至燃烧殆尽。2条腿断了，能不能帮我接上？半截身子耷拉在高台上的分身朝秦泽招手。秦泽瞥了他眼，抬手弹出一道火焰。分身瞪大眼睛，秦泽，我俏丽吗？呼！火焰瞬间将分身吞噬，眨眼间只剩下一缕青烟升天。降落速度太快，分身又不知道多深，腿摔断了，还伴随内脏出血。秦泽觉得他不配用疗伤药，随手就给补了。旋即，秦泽又叫出10多个分身，把这处地库探索一下。分身们点点头，立刻四散开来。这方地下空间给他的感觉不太对劲，岩壁和泥土并没有多少人工开采的痕迹，不像是人造出来的。更何况控制地火的阵法就这么大，挖那么大的地方干嘛？秦泽缓步走上高台，钥匙立刻给出了提示，检测到319个单位的世界之源，是否回收？大贤者并没有骗他，的确还有很多世界之源剩余，扣除维持阵法运转的20个单位，秦泽还能收获300。他拿出大贤者的令牌，在手里掂了掂。修复阵法很简单，把令牌丢进去就不用管了，剩下的程序都是全自动运行。不过秦泽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修复，他在等待分身们返回。唰！一只黑色的利爪突然从秦泽身后的虚空中伸出，狠狠劈向他的脑袋。眼看就要得手，秦泽周围凝聚出玄武虚影，砰一声，利爪劈在玄武背上，巨大的反作用力回馈到利爪上，一头浑身漆黑的寻猎兽从虚空中倒飞了出来。狗东西，打秋风打到我头上来了！秦泽身体拔地而起，瞬间巨霸化，右手抽出一根肋骨，化为骨剑，丢向寻猎兽。寻猎兽在地上几个驴打滚后堕入虚空。秦泽边警惕打量四周，边默数：5、4、3、2、1。随着倒计时结束，寻猎兽在不远处出现。早有准备的秦泽猛地射出一道射线，寻猎兽一声怪叫，迅速往边上滚。之前秦泽曾对大黑做过一系列测试，寻猎兽的天赋能力是虚空折跃 ，CD 在3秒，也就是说平均3秒钟可以释放一次，折跃距离在200米。这头寻猎兽等级比大黑略高，估计还能再远一点。此外，寻猎兽还可以藏匿在虚空中，只不过这个藏匿时间只有短短的5秒钟。正愁没有寻猎兽的魂珠，你倒是主动送上门来了。大黑是不能死的，还得给下一个杰哥留着。似乎感受到了秦泽身上迸发出的杀意，待 CD 冷却后，寻猎兽快速折跃，紧接着出现在了头顶上的出口。这畜生回头看了秦泽一眼，对上那双满是杀意的眼神，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他疯狂刨动4条腿，一溜烟便返回地面。秦泽解除巨霸化，无奈叹了口气。寻猎兽若是铁了心想跑，很难将其抓住，尤其是在双方等级差不多的情况下。片刻后，分身们全部返回，并没有折损。这片地下空间很大，估计这方世界一样大，探索不完，根本探索不完。不是人工开采出来的，没有人工开采痕迹。墙壁十分圆润光滑，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子切割出来的一样。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些残留的灰烬，跟家里炉子里的灰差不多。分身们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地向秦泽汇报自己发现的情况。其中一个分身向秦泽献出了自己采集的灰烬样本。秦泽2根手指捻起一点，这是燃烧的灰烬保留。地火和蓝岩一样，温度极高，烧什么都能烧成灰烬。他心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这处地下石窟莫不是的火反复燃烧给烧出来的，整个蓝岩界的地下都被烧空。再这么继续下去，整个世界都会被烧完。这不是普通的地火，这是有世界之源加持的地火，威力大增。别说烧穿地壳 ，SSS 及异兽粘身上也很难将其熄灭。怪不得今天会爆发兽潮。异兽不知用何方法发现蓝岩界即将崩溃，强行打开深渊与这方世界的入口，想要最后一搏，以蓝岩界为踏板，拿下泛大陆。深渊之门曾经肯定没有敞开过，这片世界曾被9级武者翻了个底朝天，有深渊之门肯定也会被发现。之前有人听过异兽的叫声，包括巨霸也听到了，说明异兽的确可以继续投放在这个世界。大贤者的担心和地火保险装置不无道理。不过异兽并不是能够随随便便投放，肯定需要付出某些代价，还是很沉重的代价，不然早就形成兽潮了。异兽不会拖到现在。这个阵法我们还要不要修复？旁边分身问道。秦泽也在犹豫，他现在有2个选择，要么修复，要么摧毁。选择前者，蓝岩界会恢复以往，每天有小半天时间会释放的火，
清除偷渡到这个世界的异兽，世界也能存在更久，不会太快崩溃。选择后者，至多1年，地火会把这方世界烧得什么都不剩。世界崩溃，深渊之门自然也就消失，泛大陆不会再受到来自蓝岩界兽潮的威胁。秦泽忽然叹了口气，大贤者，你的遗愿我怕是无法完成了。大贤者的遗愿是修复阵法，修复阵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地火持续燃烧，清理异兽。清理异兽是想保护其余族人的安全。如此说来，大贤者的遗愿等于保护族人安全。秦泽想到了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方式，直接破坏阵法，让地火把整个世界烧崩溃。届时异兽就算开了后台权限也进不来，世界都没了，还往哪进？异兽无法追踪，剩下的蓝岩人也就安全了。所以破坏阵法等于完成大贤者遗愿。秦泽情不自禁拍了下大腿，真是天才般的推导。虽然完成的方法与大贤者预计的有些出入，但终究是完成了。坏了，秦狗也成聪明笔了，难道他真的是天才？切，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俺也一样。分身们看不惯秦泽自恋，纷纷泼起了冷水。秦泽不以为然，右拳开始蓄力，准备将阵法直接干碎。住手！秦泽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空灵的声音，听不出男女，谁在说话？秦泽警惕打量四周，并没有发现有人。我是本世界的世界意志，再通过你方世界的钥匙与你沟通。你好，异世界的天选之人。闻言，秦泽缓缓放下拳头。蓝岩界的世界意志竟然还在，什么情况？世界切割的时候不是消亡了吗？似乎感受到了秦泽心里的疑惑，世界意志做出解释，主体意志已经消亡，只剩下微弱的一小部分在此地残存。秦泽微微点头，这就有点难办了。世界意志还没彻底消亡，如果当着他面回收世界之源，算不算是牛头人？咱老秦可是纯爱战士，行牛之事心里有愧，快点回收。迟泽生变，秦泽赶紧沟通钥匙，回收失败。秦泽，小老弟，你怎么个事？这么辣？就算我再薄弱，没有我的允许，你拿不走这里的世界之源。秦泽微微皱眉，好你个浓眉大眼的大贤者，原来在这等着我呢，想让咱白打工是吧？很多年前，本世界的天选之人曾与我有过约定，谁将阵法修复，世界之源便给谁。你需要先修复阵法。秦泽有点烦，得，兜兜转转一圈又回来了。大贤者的计划还真是滴水不漏，特意留了300世界之源当做修复阵法的工资，并让世界意志做最后一份保险。就算最终来到此地的人反悔，不想修复阵法，也拿不走世界之源。秦泽将自己的推导理论告诉了世界意志，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方世界崩溃等于间接完成了大贤者的遗愿，都一回事。秦泽想用3寸不烂之舌把世界意志说服。世界意志沉默许久，不行，你需要先修复阵法。合着刚跟你说半天白说了是吧？地火已经把这处世界地下烧空了，就算修复阵法，世界早晚也会崩溃。大贤者当年制定计划的时候，错误地计算了地火的威力，而我现在无非是把这个崩溃时间从1年变成了1个月。年久失修的阵法早就完全无法控制的火，这导致地火释放的时候，不仅燃烧地上，同时也在燃烧地下。总有一天，地火会在自己消耗殆尽前，将整个世界烧得连渣都不剩。你这么做，我会彻底消亡。秦泽愣了愣，世界意志也惧怕死亡，这就很神奇。在秦泽看来，畏惧是生命体才会有的。世界意志算生命体吗？显然不算，毕竟它没有身体，无法繁衍，早就脱离了生命体的范畴。我并不畏惧死亡，待我消亡，漂泊之人会失去最后一份庇护。秦泽从这2句话里捕捉到了大量的信息。蓝岩人没有灭亡，至少还有一部分人活着。即便世界意志苟延残喘，即便相隔千里之外，世界意志仍旧能够给予他们些许庇护。秦泽好奇，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庇护？世界之源，世界烙印。前面那个秦泽知道，世界之源由世界产出，只要世界意志没有消亡，世界就还是活的，便能源源不断产出世界之源，只能产量多少不同。像眼前这个世界意志，世界就剩屁股那么大点的地方，1个月撑死产出1单位。后面那个世界烙印，秦泽却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世界烙印？世界烙印就是世界烙印，有烙印在，世界生灵才不会迷失。秦泽挑了挑眉，又谜语人是吧？你能庇护他们一时，但庇护不了他们永生永世。雏鹰不勇敢迈出第一步，永远也学不会飞翔。你已经庇护他们上千年了，一个经过几千年平稳发展的种族还没有站起来，就算再庇护也没用。这次世界意志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再度陷入沉默。现在这方世界的情况也看到了，就算阵法修复，用不了多久也会崩溃。外面此刻爆发了兽潮，以前有过吗？没有吧。现在异兽已经能成群进入这方世界，保不齐下一步他们就会以这方世界为踏板，去追踪剩下的蓝岩人。现在已经没得选了，让这方世界消失才是上策。见世界意志不搭理他，秦泽盘腿在高台坐下，给你几分钟再想想。这个阵法我是一定要摧毁的，哪怕无法回收世界之源。如今的蓝岩界相当于泛大陆的第2个深渊之门，而且还是一处没有蓬莱城驻守，完全不设防的深渊之门。这处威胁必须铲除干净。千年前我还没现在这般薄弱，此方世界切割之初，深渊门因为空间扭曲而关闭，后来在我的加持下，深渊异兽始终没能冲破扭曲空间。随着我日益薄弱，深渊门在一点点开启，同时这里的世界之源也在外泄。正如你所说，今日的确是深渊门首次打开。秦泽恍然，怪不得会有海兽，是海洋生物受到了外泄世界之源的感染。秦泽淡淡道，所以说了这么多，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沉默2分钟后，世界之源终于有了回复。或许你是对的，不过
你若想从我这拿走世界之源，我还有个条件，世界之源留不了一点。秦泽以为对方想和他讨价还价，这300的世界之源是大贤者留下的辛苦费，虽然阵法没有修复，但破坏也同样很辛苦。从你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贵世界充满生机与力量，你们或许会战胜未来的劫难。我的要求不多，只希望你在未来遇到剩下的世界生灵时，他们若有困难，请力所能及伸出援助之手。秦泽挑了挑眉毛，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连世界意志都无法锁定剩下蓝颜人的位置，深渊那么大，连接着无数世界，鬼知道那些蓝颜人此刻在哪儿。秦泽觉得自己未来遇到蓝颜人的概率无限趋近于0。没问题，很 easy 的要求，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就算这无限趋近于0的概率真让他碰到了，稍微帮帮忙也没什么。现在你可以回收了。秦泽心头一喜，忙沟通钥匙，检测到3119个单位的世界之源，是否回收？回收完成，钱包瞬间就鼓了起来。局域网中有分身道，原子哥的饥荒还吗？秦泽想了想道，日后再议。原子哥家大业大，应该不差这点。地火释放后，7天后这方世界就将彻底崩溃。秦泽叹了口气，心中难免有丝悲凉。放心吧，蓝颜人不会消亡的。若蓝颜人都能像大贤者，像主动留下来的议会老东西们，像用命为族人争取时间的守城卫兵，那么这个种族想要重新崛起，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这个阵法看着很脆弱，但想将其摧毁还没有那么容易。给我5分钟时间，我将其削弱后，你再动手。秦泽点了点头，他正好借着这段时间招呼局域网内一众分身。5分钟后的火释放，边打边退，来我这里集合。地火释放的瞬间，秦泽会打开庇护空间，把吞噬哥他们罩住。巨霸，尸体还回收吗？秦泽，用不着，届时一把火都能给烧光。蓝岩界入口，大型镇关一步迈出。由于空间之门被禁锢，异兽进不去，周围聚了一大群。大直行官手中长枪横扫，上百头异兽瞬间变成一片血雾，附近被清理出一圈真空地带。旋即，大直镇关御空而起，整个小世界尽收眼底。远处，几百个戴着五花八门、风格各异动物面具的西装暴徒正在与兽潮恶战。这群人的战斗风格十分彪悍，有些人甚至直接骑在异兽身上用牙咬，缺胳膊少腿的抱住异兽大腿，毫不犹豫的自爆。战场上几乎看不到这群人一具完整的尸体，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大直镇关，此刻心里也掀起些许波澜。其中完全异兽化的吞噬哥、法王和巨霸更是吸引了大直镇关的注意力，这明显是吸收了未进化的魂珠导致。一般异兽化的人会失去理智，忘记本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彻底沦为一头野兽。可眼前这3人明显不同，彼此间的配合十分默契，对力量的操控游刃有余。这就是马戏团吗？似乎隐藏了不少秘密。身为泛大陆执法部最高统帅，各地的风吹草动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马戏团在江城首次出现时，他就收到了来自江城执法部的情报，不过他当时并未重视。类似这样的组织，各地每天都有几十个。直到江城潮汐，马戏团拼死护城，大直镇关这才多看了他们2眼，但也仅此而已。鉴于马戏团在江城潮汐中的表现，大直镇关将马戏团的标签从一开始的混乱邪恶改为了中立善良。正因此，马戏团才没有遭到执法部的深入调查和围捕。思绪飞扬间，大直镇关发现地面上的马戏团在快速后撤，只不过他们撤退的方向有些不太对劲，与世界入口的方向相反，朝着世界深处边打边退。大直镇关有些看不懂了，面对数百倍于自己的敌人，若是往世界入口处突围，还会有生的希望。现在天兵难救，世界中的异兽有10万之众，大直行官不可能把他们每个人救下，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原来是你。大直镇关看向远处一座煞山附近的深渊裂隙，右脚朝前迈出一步，顺至煞山上方，绵延整个煞山的裂隙，有无数的黑色触手从里面伸出，支撑着裂隙，防止闭合。大直行官枪出如龙，银色长枪绞碎上百条触手，失去如此多触手的支撑，裂隙猛地压缩。还不出来是吧？大直镇关火力全开，一条条触手被接连斩断，深渊裂隙又进一步压缩。就在这时，无数黑色小章鱼从裂隙中涌出，朝着大直镇关疯狂扑去。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章鱼在空中连成一片，犹如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大直镇关却完全没把这些小东西放在眼里，仍旧在继续断裂隙上的触手。小章鱼想要阻止，可一靠近大直镇关周身2米范围内，顿时如雨点般落下。吼！裂隙中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紧接着一头巨大的章鱼怪从中钻了出来，不过它身上仍旧有1多半的触手支撑在裂隙上。嗖！大章鱼数条触手朝大直镇关凌空抽射而来，大直镇关闪身避开，急不可耐了。银枪的枪身上，一条白龙缓缓凝聚，从大直镇关的手腕处开始，缠绕着长枪，一点点移向枪尖。献祭这么多同族，也要打开裂隙，你很急啊！吼！大章鱼发出愤怒的咆哮，除了支撑裂隙的其他触手纷纷拍向大直镇关。与此同时，大直镇关手中长枪突刺，白龙凌空，一记神龙摆尾，触手皆被斩断。白龙势不可挡，龙吟响彻天空。小章鱼聚在一起，企图阻挡白龙，但只是螳臂挡车。白龙突破小章鱼群的封锁，直接洞穿了大章鱼的身子。大章鱼身上的气息随之萎靡，连支撑裂隙的触手都发生松动。大直镇关正准备一枪毙命，一头巨大的苍鹰缓缓从裂隙中飞出。SSS 级，看着突然飞出的苍鹰，大直镇关面色凝重。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入侵。大直镇关曾经也探索过这方世界，并没有发现深渊入口的存在。今日2头高级异兽联手打开了深渊之门，他说什么也要给关上。
巨大的苍鹰在天空之上盘旋，地面降下一道巨大的阴影。大执政官抬枪，准备先解决掉重伤的大章鱼。然而苍鹰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只见苍鹰那双巨大的羽翼猛地一震，一股飓风砸向大执行官。大执政官后撤一步，眨眼间出现在100米开外。飓风扑空，所过之处飞沙走石，地面满目疮痍，留下一道道沟壑。大章鱼见状，立刻脱离战场，回到裂隙附近，用他的触手重新将裂隙撑开。深渊裂隙扩大，异兽如江水般源源不断涌出。天空中的苍鹰不断掀起飓风干扰，不让大执政官靠近裂隙。既然你那么想死，就让你排第一个好了。大执政官闭上双眸，玩出一个漂亮的枪花。裁决。下一秒，大执政官睁开双眸，里面金光璀璨。一个100米之高、身披重甲的古代战将虚影在其后缓缓凝聚。战将通天贯地，与大执政官一样，手持一杆长枪。飓风劈头盖脸砸下，这次大执政官并没有闪躲。待飓风降临，大执政官周身金光冲天，一面10米多高、满是符文的金色屏障将飓风尽数拦下。大执政官缓缓举起长枪，朝着苍鹰的脑袋挺刺而去。与此同时，古代战将也做着同样的动作。那杆如擎天之柱般的金色长枪破空而出，苍鹰用他那庞大的身躯挡在裂隙前。他双翼震动，全身原本柔顺的羽毛变得钢铁般坚硬，折射着淡淡寒光。轰！金色长枪精准刺中苍鹰，刹那间，狂暴的气流卷起黄沙向四周横扫，距离最近的异兽统统被震碎，沙暴冲天，渐渐席卷整个世界。原本光线昏暗的世界，这下变得更加密不透风。另一边，寻猎兽正蹲守在岩庙的入口，他准备等秦泽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发动致命的偷袭。如此一来，世界之源就全都是他的了。眼看沙暴已经席卷了过来，他像个雕像一样蹲在神像底座上一动不动。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喧哗声。寻猎兽抬起头，只见吞噬哥3人带着一大票分身正朝岩庙冲来。他瞪大了眼睛，什么情况？这是冲我来的吗？没有任何迟疑，他连忙朝远处折跃，并藏匿于虚空中。到了，正好4分钟。奶奶爹，累死爹了！卧槽！快看那边，神将战苍鹰，真牛逼！别尼玛看了，快点跳！沙暴吹过来了！众分身一溜烟冲进岩庙，紧接着跟下饺子一样往地洞里跳。随着最后一个分身跳下去，世界意志重新在入口设置了一道浅浅的隔离屏障。虽然不复之前那般坚固，但抵挡兽潮片刻足矣。兽潮抵达后，将岩庙踏平，失去了分身们的气息，异兽开始在周围打转。没过多久，寻猎兽去而复返，他伸出前爪，轻轻触碰了一下隔离屏障，不是很强，用能力就能穿过。想了想，他并没有这么做。下面那个人太强，他打不过，还是在外面守株待兔为妙。片刻，另外一头寻猎兽也来了，两兽一左一右在洞口边上蹲着。地窟中，秦泽回收了全部分身，只有吞噬哥、法王和巨霸3人还在他身边。刚经历一场激战，3人都挂了彩，还好并不致命。有高手来了，在北岭的深渊裂隙那边和高级异兽打起来了。吞噬哥说起了外面的情况，秦泽点点头，应该是驻守海都的9级武者。作为泛大陆的中心城，海都全天24小时都有9级武者驻守。秦泽甚至觉得不光一个。姚镇守使是表面上海都的镇守者，可他此刻还在深渊与刀王联手防御阵地。这个高手又是哪里来的？看外面那遮天蔽日的架势，双方应该都是9级。你的能力很特殊，我从未见过这般神奇的能力。刚才秦泽在回收分身的时候，世界意志全都看到了。秦泽并不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反正这货也没几天活头了，即将随着这方世界一起消失。秦泽淡淡道：“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别看到什么就大惊小怪的。”说的也对。法王伸出双手放在火焰前方，不愧是地火，还挺暖和的。巨霸见状也烤了烤手。吞噬哥提醒：“小心把你们的爪子烧没。”世界意志对他们非常好奇，他们是你，但似乎又不完全是你。这是贵方世界给予你的能力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世界实在是太强了。如此神鬼莫测的能力，哪怕放眼万族也是独一份的存在。秦泽摆了摆手：“怎么可能？我们的世界意志比你还垃圾。”他似乎受到了表扬。还有多久？可以了。吞噬哥3人立刻跳到秦泽身后。秦泽全身气血沸腾，朝着控制阵法打出一发蓄意轰拳。全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白虎撞在控制阵法上，本就岌岌可危的阵法瞬间炸裂成无数碎片。秦泽收拳，忙开启庇护空间，将吞噬哥3人笼罩在内。轰！失去控制阵法的压制，地火猛地从高台上喷涌而出，瞬间充斥了整个地窟空间。待地窟被充满后，地火开始沿着通道一路向上。两头蹲守在外的寻猎兽听到地下传出的动静，好奇的探头向里面张望。他们的视野中，一根蓝色火柱冲天。察觉到危机后，两兽连能力都没来得及发动，瞬间被烧成渣，魂珠都没剩下。地火喷涌出万米之高，以岩庙为中心，开始向整个世界迅速蔓延。异兽完全来不及逃脱，眨眼就被大火无情吞噬。低级异兽直接烧成灰烬，中级异兽还能挺个3-2分钟。最终的结果仍旧是尘归尘，土归土。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蓝岩界全界都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烧烤趴。许久，席卷世界的沙暴终于停息。大执政官双手端着长枪，身后战将金光熠熠。苍鹰仍旧守在深渊裂隙前，他右翅上出现一道10多米长的伤口，鲜血正不断洒落，在地面汇聚出一条溪流。大执政官眉头紧锁 ，SSS 级异兽没那么好杀，实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不逊于人类的智慧。不过今天大执政官倒是觉得有机会能斩杀眼前这头畜生。除了自然因素外，深渊裂隙不是说开就能开的。
两头高级异兽联手强行破开深渊裂隙，定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刻苍鹰在拼死保卫裂隙，让更多的异兽投放。大执政官抓住这一点，准备再给这畜生来发大的。轰！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炸响。大执政官回头，恰好看见一道蓝色火柱冲天起，漫天的蓝色火焰快速向四周蔓延，所过之处，异兽被尽数烧成灰烬。这场火与以往不同，更加暴躁，更加炽热，更加势不可挡。发生什么事了？大执政官喃喃自语。这道冲天火柱的背后，明显是人为操控。不管怎么说，突如其来的大火省去了他很多麻烦，那些杂鱼不再用他亲自出手清理。火焰很快席卷到了深渊裂隙，无论是大执政官还是两头高级异兽，他们身体周围都出现了一道薄薄的屏障，将地火隔绝在外。其余异兽可就倒了霉，尤其是那些刚从裂隙里钻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呼吸一口异世界的新鲜空气，就被强制性参加烧烤趴。大章鱼见大势已去，收起支撑固定裂隙的触手，二话不说，扭头便钻回深渊。吼！苍鹰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逃兵！大执政官冷哼一声，再度举起长枪，裁决！战将全身金光大作，金色长枪表面似有雷光迸发。与此同时，大地开裂，空中电闪雷鸣。大执政官这一招还没有释放，仅仅是普通的前摇就引发了天地异象。苍鹰早已经没了继续打下去的心思，他双翼疯狂扇动，无数几十米长的锋刃铺天盖地飞向大执政官。大执政官双眸金光璀璨，长枪直劈而下，满天锋刃皆化为泡影。苍鹰身体再度金属化，然而看似坚不可摧的身体，此时却如同白纸被长枪轻易刺破。苍鹰大半个翅膀被斩了下来，战将则是瞄准了苍鹰的脑袋，准备一枪销手。吼！伴随苍鹰一声愤怒咆哮，其全身出现一个个符文，翅膀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身上的金属光泽也愈发耀眼。苍鹰没有任何闪躲，硬是用自己的头顶下这一枪。轰！暴虐的冲击波再次掀起席卷整个世界的沙暴，大执政官被震退数步，战将手中的长枪出现数道裂痕。苍鹰浑身浴血，双眼死死顶着大执政官，似要喷出火来。他没有再继续死战，趁着大执政官大招还在 CD， 也扭头钻回了深渊。唉，大执政官叹了口气，暗道一声可惜。如果是在深渊的话，刚刚那一枪完全可以戳爆苍鹰的脑袋。深渊裂隙正在缓缓关闭，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完全关闭还需要7到10天。除了刚开始一群不知情的倒霉蛋兴奋地冲出来外，此刻再也没有异兽出来了。异兽不是智障，不会一直白给。大执政官收起长枪，身后的战将也缓缓消散。这方世界正在崩溃。大执政官微微皱眉，他明显感觉到此地的空间规则已经变得无比混乱，这是世界崩溃的前兆。如果不进行干预，不出1月，这方世界将彻底崩溃。倒是件好事，世界没了，自然不用担心异兽以此为踏板入侵。大执政官将目光放在了那喷薄万米的蓝色火柱上，现在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着，大执政官向岩庙走去。与此同时，岩庙的地洞口，秦泽一行人刚目睹了大执政官与苍鹰间的战斗，太残暴了。秦泽不禁感叹，那令天地都为之色变的一枪，真是令人向往。秦泽等人没有多留，在庇护空间的笼罩下，几人快速前往世界入口。他们前脚刚走，大执政官后脚就到了。这是庇护空间，雁过留痕，风过留声，任何事物都有踪迹可循，包括庇护空间在内。大执政官抬头看向世界入口方向，思索片刻，他跳进了地洞。有屏障的隔绝，地火伤不了大执政官分毫。他很快便站到了高台之上。有趣，竟还有世界意志残留。大执政官不禁啧啧称奇。他并没有尝试与世界意志沟通。世界意志这东西很奇怪，除了天选之人，他几乎不与其他人沟通。看来我们世界的天选之人来过了，你似乎与他达成了某种交易。大执政官饶有兴致。然而可惜的是，无论他冷嘲热讽还是阴阳怪气，世界意志始终沉默波比。怪不得巨得像头驴的老刀能改变心意。我们的天选之人的确是有点东西的。话落，大执政官转身正欲离开，脑海里响起世界意志的声音。他有无限的潜力，他是你们世界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大执政官笑了笑，或许吧，但我并不习惯将希望放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你们是个很有趣的种族，期待你们能够顺利应对不久以后的劫难。见你吉言。大执政官消失在高台上，旋即空旷的地窟中响起一声久久的叹息。战斗已经结束了。秦泽走出空间门，庇护空间依旧是开启状态。这场兽潮波及了半个小岛，建筑大半变成废墟，到处是人类舞者和异兽的尸体。往日摆摊的广场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巨大的深坑。秦泽看到不少身上有海都标志的舞者，他们正在打扫战场。援军来得挺及时。吞噬歌道，举玉往里，千面洋洋得意。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功劳。秦泽淡淡道，试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回海都。某不愿透露姓名的救世主在庇护空间的掩护下向港口走去。千流岛行政署大楼。你是说关于蓝岩界爆发兽潮的消息是遥远执行官告诉你的？大执政官翘腿坐在椅子上，右手食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署长有些局促，他从未想过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能够和9级武者面对面。是的，走廊有监控视频，您要不要看？大执政官摇摇头。一个人有没有说谎，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眼前的署长没有说谎，蓝岩界兽潮的情报的确是遥远带来的。不过自从上一次潮汐开始，遥远就一直待在深渊里没出来过。难不成他还会分身？一想到进入过蓝岩界的天选之人，大执政官嘴角上扬。关于这份兽潮的报告隐去遥远执行官，
这场兽潮是你提前发现的？懂。署长愣了愣，旋即点头。是，我知道了。虽然他不清楚这里面的具体名堂，不过他知道产房传喜讯，自己马上就要生了，这可是一份大功劳。若不是提前得知兽潮爆发，让岛上所有人至少有半小时的准备时间，伤亡绝不会像现在这么低。凭借这份功绩，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调回海都。署长同时也清楚，大执政官是想要封他的嘴，他若敢透过一个有关遥远的字，肯定没有好果之吃。好好善后，海都不会忘记你的功绩。大执政官起身离开，署长弯腰恭送。飞翔的马戏人船舱，秦泽正在美滋滋地盘点此行收获，又是一波大丰收，赢妈了，属实赢妈了！300世界之源，一生一世花不完，快把庇护空间打开，开个100平的，让老子享受享受。就是把我们放出来就让打仗，享受享受怎么了？秦泽把局域网里那2个狗叫声最大，要开庇护空间的分身单拎了出来，踹下船打窝。秦泽，我俏丽吗？2分身不会游泳，在水里不断扑腾。秦泽依靠在甲板栏杆上，正愁过几天送下淮安什么礼物，就送他一头海兽吧。蓝岩界再不会有世界之源外泄，用不了几年，海兽就绝种了。趁现在还有的吃，多吃几口吧。钩子船长抛锚停船，海面上2分身已经开始吐泡泡了。片刻，一道黑影从海底瞬间浮了上来，上半身跃出海面，2个脑袋一口一个，2分身直接被吞进肚子里。好家伙，4级双头鲨，快5级了！吞噬哥道，吞噬哥前段时间一直在跟船，海兽方面的知识不说是精通，也算是略知一二。双头鲨身长70多米，快有船一半长了。秦泽打了个响指，就是他了。轰轰轰，船边的深水炸弹开始投放，免得双头鲨钻入深海。果不其然，2轮爆炸后，鲨鱼重新上浮。法王二话不说，一发10万伏特让其陷入僵直状态，巨霸射出光线，接连洞穿2个脑袋。僵硬的双头鲨就这样一直僵硬了下去。4级海兽虽然猛，但再猛也猛不过一船的畜生。钩子船长收起船锚，飞翔的马戏人朝庞大的尸体缓缓靠近。双头鲨被打捞起来后，秦泽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生日礼物应该可以吧？4级海兽哪怕死了，尸体自然状态下也能保存2月。没记错的话，夏淮安的生日是下周，来得及。秦玉啊秦玉，为了能让你在你的富姐闺蜜面前抬起头来，弟弟我可是煞费苦心。海兽固定好，飞翔的马戏人再度起航。2个半小时后，船驶进港口。这个时间段正是个捕捞船回港的时候。当同行及码头众人看到飞翔的马戏人甲板上那70多米长的海兽尸体时，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众所周知，海兽越大，等级越高。但凡是要猎杀3级以上的海兽，皆是船队出行，彼此配合。他们从未见过单枪匹马一艘船拉了这么大一头海兽回港。隔壁船上1秒还在庆祝此行大丰收，猎杀好几头1级海兽。下一秒，飞翔的马戏人进港，他们突然觉得手里的酒都不香了。先生们，我们家少爷1000万买下你们这头海兽，这是地址，天亮前送到。一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管家打扮的中年男人登船，没有多余废话，直接朝最近的水手递出一张明信片。分身并没有接，反而戏谑地看着他。管家皱起眉头，1000万是很高的价了，这是少爷给你们的馈赠。甲板上安静2秒钟，水手们旋即捧腹大笑。你是傻逼吗？我们马戏团正好缺个小丑，要不你来当当？喝点马尿，你是心高气傲，把自己当爷你是生死难料。新鲜的鲨鱼尿，问问你家少爷1000万要不要？还有鲨鱼屎，这货死前现拉的。众人把这个来路不明的管家当成乐子，疯狂调侃。管家脸色铁青，他从未受过如此屈辱。你们给我，呲啦啦！狠话还莫等放出来，法王一记掌心雷将其雷了个外焦里嫩。滚！好的。头发全竖起来的管家朝法王鞠了一躬，迅速转身下船。秦泽这时从船舱出来，伸了个懒腰。海兽就在放这保管，过几天给你们地址，到时候送过去。反正也不用冷冻啥的，看住不让人偷走就行。秦泽并没有回宿舍，当晚则是在港头马戏团的根据地住下。兵强马壮又有钱，是时候提升等级了。刀王给的魂珠，秦泽全吃完，也没到2.5级。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气还比同龄人大的缘故，他突破的所需的气血似乎也格外多。太大了也不是好事。秦泽边感慨边开启庇护空间，包括冥想组在内的各小队全部开始通宵。次日一早，秦泽在众分身一阵亲切且热烈的俏丽骂声中苏醒。修炼一晚，真是辛苦我自己了。秦泽慢腾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冥想组代表，是啊，冥想5分钟，可真给你累坏了。秦泽置若罔闻，神清气爽前往学校。听说今天是大3老鸟返校的日子，他打算去凑个热闹。联盟教育部规定，所有武大的大2学生每学期都要至少下3次深渊，时间可以自己安排。大3开始则不同，每学期都会有固定的下深渊时间，大家轮流。这个学校驻守时间结束，另外一个学校顶替。今日是海都学府大3老鸟结束驻守返校的日子。海都学府大门前张灯结彩，街边店铺的人全都围过来凑齐热闹。大1、大2的学生也都在校门口围观，迎接英雄们的归来。泽哥，这边！人群中，胖子朝秦泽招手。秦泽在人群中一顿钻，踩我脚了！挤，赶着去投胎啊！靠！谁摸老子屁股？呀，我的垫子掉了！终于，在一群人的骂骂咧咧声中，秦泽和寝室3人组汇合了。泽哥，你昨晚去哪儿了？胖子好奇道。开学至今，秦泽还没夜不归宿过。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是分身在宿舍替水。秦泽随口敷衍，去我姐那了。怀旭靠了过来，嘿嘿嘿，老大下回能不能也带去我尝尝世面？秦泽挑了挑眉，下次一定。怀旭叹了口气，看来是没机会了。下次一定等于永远也不。突然，最前方的人群爆发欢呼，他们回来了！
秦泽几人的位置还算不错，虽然不算靠前，但也是个小制高点，属于那种用一把无限子弹的银色杀手可以守一辈子的点位，不用点脚伸脖子也能看到。不远处早已清空的街道，一个个穿着蓝白色海都学府校服的大三老鸟排着整齐的队列向大门走来。这一批轮休的老鸟有600人，占整个大三1/3不到，剩下的老鸟要么还在深渊，要么在外执行任务。老鸟们脸上喜气洋洋，表情像是前期守仓库的王有胜，其中不少人挂了彩，或是断了胳膊，或是瘸了腿，部分严重的被用担架抬着。现场爆发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欢呼，空中彩条纷纷扬扬，都市丽人和学妹献上飞吻。怀旭感慨，太气派了，日后我也要成为学校的传奇。文景淡淡道，拿命换的当然气派。胖子好奇，这种集体行动很危险吗？秦泽也看向文景，他一直以为所谓团队驻扎不过是走个形式，就像前世的大学生实习一样。文景解释，蓬莱城一直缺武者，尤其是前线阵地的田线武者，武校学生去了都是田线，虽然安排的不是最危险的位置，但毕竟是前线，同样得直面异兽。在海都学府的校史上，就曾有一个大3学生驻守的阵地被一头 S 级异兽冲了，阵地上700多名学生无一生还。胖子摇头，太危险了。秦泽想起了开学时姚老师的那番话，武者不是过家家，随时都会面临生死危机。老鸟方阵很快走进学校广场，广场上有一具雕像，雕像是一位风度翩翩、剑指苍穹的青年武者，据说这就是当年击溃兽潮拯救人族的最强武者徐百川，每个武大都会立他的雕像。老鸟方阵停在雕像下，在他们面前，校长带着数十名学院老师神情肃穆。老鸟方阵中，一个身材高大、面容帅气的男生站了出来，报告校长、老师，海都学府大3第一批助手序列归来，应到693人，实到650人，请指示。这个男生身上气血很强，秦泽估计他已突破4级。一旁怀旭小声道，咱学校的狠人，学生会会长方浩4级巅峰，一只脚踏进5级，光是功勋值就有大几千，一个5级任务的功勋也才100，大几千的功勋，30-40个5级任务，的确是个狠人。校长微微点头，你们辛苦了。老鸟们齐声喊道，武道昌盛，人族荣耀！咚咚咚，学校中央的钟楼鼓楼敲响3声，方阵向两侧分开，沉重又激昂的乐声响起。4名老鸟肩膀各扛一脚，将数十座灵柩扛了进来。灵柩表面一半覆盖着人族联盟的旗帜，另一半是海都学府的校旗。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43座灵柩上，就连秦泽心里也掀起些许波澜。周围很多感性的学生已经在掩面而泣。秦泽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让大一新生来强制管理了。生与死，使命与荣耀，未来与希望，这对他们的心灵来说，的确是一场不小的震撼。校长右手略带颤抖的轻轻拂过每一座灵柩，这些都曾是他的学生，3个月前离校时还活蹦乱跳，此刻却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校长面向众人，沉声道：“你们全都是好样的，没有给自己丢人，没有给学校丢人，更没有给人族丢人，你们全都是英雄。”校长看向那43座灵柩，英雄不问出处，但不能没有归处，他们将被葬在学校的南山陵园，受人瞻仰。死者的希望要由生者去继承。我们与深渊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日后我们会付出更多生命，洒下更多鲜血，但我们永不屈服。人族自由！老鸟们高声道：“人族自由！”周围观礼的新生以及门口那些看热闹的普通人也纷纷跟着高呼：“人族自由！人族荣耀！”检阅礼结束后，更多的人缓缓跟在灵柩后方，前往南山陵园。秦泽拍了拍怀旭的肩膀：“还想成为传奇吗？”怀旭怔怔地看着渐行渐远的灵柩，喃喃道：“还是算了，从来没有活着的传奇。海都学府的传奇英雄都在南山陵园，大抵是被今天检阅礼所感染，冥想是爆满。”文景、胖子和怀旭都去修炼了。秦泽回到宿舍，给分身们开了个庇护空间，都好好修炼，等你们死那天，我也给你们立个传奇碑。众分身就这么盼着我们死是吧？俏丽吗？秦泽冥想了1分钟后，躺下打开手机，刷起海都武者论坛，头条赫然是关于昨天的千流岛兽潮，论坛里都在热议昨晚千流岛的兽潮，吃瓜群众们接连发了几十个帖子讨论。细说牛牛，千流岛竟然爆发了兽潮，我都不敢想。8级大狂风，胆小鬼，我就敢想。遥远我是你粉丝啊，蓝岩界的深渊门开了，兽潮是以蓝岩界为踏板进攻的，曾有惊鸿照影来，吓人。当初蓝岩界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隐患很大，如果那个世界没问题，里面的文明为何会消失？波比波比波比波，楼上马后炮鉴定完毕，打交会变白，还好大执政官出手及时，9级武者恐怖如斯。靓仔，我看了现场流出的视频，援军宛如神兵天降从光柱走出，太特么燃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在线偷电，大执政官做到的，9级武者已经掌控了空间法则，短距离集体传送很容易就能做到，让我舔舔赞美大执政官。秦泽发现大多数的帖子都在讨论大执政官，很少有讨论这场兽潮本身，毕竟活着的9级武者可不多见。在大执政官秒杀巨蟒的视频下面回复高达上万条，都是在赞美大执政官。秦泽又快速往下翻了翻，终于看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点的帖子。桃花庵里的桃花仙人，海都武署发布公告，蓝岩界的燃烧时间改为24小时，从今天开始禁止入内。喵呜可爱的小猫，一大批人要失业了，捕捉变态猫猫，火总不能一直燃烧下去吧？就没有烧完的一天？善良的老司机换个角度想，有火焰的封锁，异兽再也无法跨过蓝岩界的深渊门。每日一发，健康你我。确实，那火我亲眼见过，很恐怖的，沾身上一点会把你烧成渣才灭。
论坛里的众人并不清楚，24小时燃烧的地火仅仅是一个开始。几天之后，蓝岩界将彻底崩溃，届时千流岛上的入口关闭，这方世界也将不复存在。还有，现在海里的海兽已经是最后一代了。在此之前，随着地窟中世界之源的不断泄露，海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然而的窟里面的世界之源如今已被秦泽照单全收，从此往后再也不会有海兽出现。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以后，海兽的价格会不断飙升。秦泽想了想，便让钩子船长他们出海打鱼去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赚钱。马戏团绝对不能有一个闲人。接着，秦泽又换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刷手机。药师的聊天群里，大家也讨论了脊嘴千流岛受潮。原子哥也说了些内幕，据说是因为千流岛署长恪尽职守，提前半小时发现受潮，及时向海都发出消息，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看来原子哥似乎并不知道自己被冒充的事情。秦泽倒是省了不少事，不用再编理由。大家似乎是受到检阅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1周内，全校掀起了一阵修炼狂潮。寝室里文景3人几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这段时间秦泽也没有偷懒，他也进行了一场十分刻苦的苦修。庇护空间24小时昼夜不停输出，现在家大业大，不差这仨瓜俩枣。随着1周苦修的结束，秦泽的修为已突破2.7级，距离成为9级强者又成功迈进了一步。这天早上，秦泽和往常一样，在冥想组的一声声亲切的俏丽马声中苏醒。寝室3人组都去上课修炼，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秦泽一人。他慢腾腾坐起身，床边恭候多时的分身递上水。秦泽漱口结束，分身又把手机拿到他面前，共用一个 CPU。秦泽想看什么分身都知道，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点击。秦泽像是瘫痪在床的老父亲，在享受按摩的同时，看着近在咫尺的手机，时不时还有果汁奉上。他全程连手指都不用动一下。武者论坛打开后，秦泽看到了近100条有关蓝岩界的帖子。原来是千流岛的世界入口在今天凌晨消失了，这意味着蓝岩界彻底崩溃，残存的世界意志也随之消亡。秦泽轻叹一声，虽然早知如此，但此刻难免还是有些感慨。要是聊天群里的大家也在讨论，说了许久，大家得出了个一致结论：蓝岩界消失是件好事。那天受潮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一旋潮汐，若不是大执政官及时到场救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蓝岩界要是还继续存在的话，千流岛势必会占据一个人族本就为数不多的高级武者名额，现在则完全不用担心了。秦泽摇了摇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蝴蝶的翅膀早已扇动，是福是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奢华的大殿内，一位老者席地而坐，似在闭目冥想。在他面前不远处的高架上供奉了几万个牌位，这些牌位前面不远的位置，一株小小的蓝色火苗正在罩子里面静静燃烧。忽然，火苗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在小到一个点后彻底消失，唯有罩子里留下的余温证明火苗曾经存在过。老者猛地睁开双眼，这一天还是来了吗？老者重重叹息，神情复杂地望着那个琉璃罩。片刻，外面响起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大贤者，几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出现在大殿门口。老者缓缓起身，面向几人：世界意志消亡，我们失去了烙印，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真正的漂泊者了。几人虽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愣在原地。不可能，这么些年过去，他不是一直都很稳定吗？什么时候消失不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贤者，能不能伪造世界意志继续存在？3天就行。对，撑过3天后的议会选举就行。老者面无表情，做不到。几人顿时扼腕叹息，有人甚至大声咒骂起了世界意志。老者没有理会他们，回到大殿，轻轻擦拭起那个琉璃罩。这是他从故乡带出来的，也是他对故乡唯一的寄托了。林大人，议会那边请您过去一趟，有要事相商。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身披重甲的士兵，老者微微颔首，带路吧。这个周天的晚上是夏怀安的生日趴，秦泽如约而至，地点位于一个5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据说富姐夏怀安今晚将整个酒店都给包下来了，秦泽也算是盛装出席，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服。秦玉也没给他请柬之类的，告诉他到了直接进去就行。门口有2名安保，气血波动在2级左右，跟2个雕塑似的一动不动站着。秦泽与周围精英名流们的打扮有很大出入，就像是花园里突然长出来的一株狗尾巴草。部分人只是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收回目光。秦泽以为他这身打扮会被狗眼看人低的安保拦下，届时他用大召唤术喊来夏怀安。夏怀安当众承认自己小老弟的身份，他可以顺理成章完成一波人前险胜。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他进去，安保都没看他一眼。不甘心的秦泽又慢腾腾退了出来。我进去了。安保://U003D 下划线://U003D。我又出来了。安保下划线。我又进去了。安保终于开口：先生，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尽快入座。秦泽心里此刻唯有失望2字。哈哈，乐死爹了！让你想装逼，活该！刚才那安保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智障，自信点就是在看智障。在分身们的揶揄声中，秦泽找到了秦玉。坐这。秦玉拍了拍身边的空座。今晚的秦玉穿了一条深蓝色长裙，上面镶嵌着点点星钻，远远看去宛如一条璀璨的星河。什么时候开席？秦泽坐下道。那边自助。秦玉指了指隔壁。今晚你小子给我好好表现。秦泽，别人过生日，我表现个溜。秦玉拉着小老弟的胳膊，语重心长道：你身为咱家唯一的男丁，得给老秦家留个后了，好把咱老秦家的香火传承下去。怀安就不错，人漂亮又大，以后不用担心饿着孩子。女人都很注重自己的生日，那天会特别感性，今晚就是你的机会，懂不懂？秦泽抬手摸了摸老姐的额头，也没发烧啊，
怎么说起胡话了？秦玉拍掉小老弟的手，翻了个白眼道：“长姐如母，你竟然违背我这半个娘的意愿！秦泽，咱妈知道你想谋权篡位吗？我再和你说认真的。”秦玉气不打一处来：“你们姐弟俩怎么坐角落里了？”夏淮安走了过来，今晚的夏淮安一袭黑色开叉长裙，高贵又神秘。秦玉淡淡道：“苍蝇太多。”秦泽起身：“淮安姐生日快乐。”夏淮安笑着回应：“状元郎，谢谢你今晚能来，我去那边招待下客人，待会过来。”秦泽点头：“你忙。”夏淮安走后，秦玉问：“你准备的什么礼物？”“还在路上。”听到小老弟的回答，长姐叹了口气：“就知道你没准备，待会去把这个给他。”秦玉拿出一个小盒子，秦泽好奇打开，一股幽香顿时扑鼻而来。盒子里是一颗绿色的鸽子蛋，啥玩意儿？双生珠。秦泽挑了挑眉，似乎是一件武具。老姐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秦玉还在介绍双生珠一雄一雌，这个是女款，你待会送给淮安；这是男款，送礼物的时候你带身上。说着，秦玉又把一枚同款鸽子蛋放入小老弟口袋，只是没之前那个那么香。佩戴双生珠的人会被彼此吸引，虽然不会一眼爱上你，不过日久生情嘛，还是很稳的。秦玉得意的邀功，秦泽一脸严肃：“这东西你是从哪来的？以老姐的层次，接触不到这种东西才对。”秦玉切了一声：“当然是买的，这些年我也是攒了不少家底，现在全都掏空了。”“哪买的？”“一个拍卖会上捡的漏。”“放心，淮安不知道这东西的功能，只会以为是普通的饰品。”秦泽松了口气，还好不是他想的那种情况，这东西很危险，我替你保存了。秦泽将两颗珠子放在一起，直接没收。秦玉急了：“你干嘛？”秦泽淡淡道：“老秦家的香火不用你操心，你先操心自己吧。”秦玉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心里升起个大胆的猜测：你该不会是喜欢男人吧？滚！秦泽真是佩服他的脑洞，担心和老姐待太久智商受到影响，秦泽起身去旁边吃东西。夏淮安真是家大业大，这些吃的里得有将近一半的海兽肉。秦泽边吃边听到钥匙给出的世界之源回收提示，现在的秦泽已经看不上这仨瓜俩枣的世界之源了。在旁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中，秦泽接连吃下5盘海兽肉。别吃了，有猪在拱我们家的白菜。秦玉拽着小老弟的胳膊就往门口赶。此时的酒店门口，一辆重型卡车拉着一条近20米长的海蛇停在路边，周围人拿出手机不停拍照。淮安，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一头完整的3级海兽。一个打扮十分烧包的年轻人笑着说道。猎杀海兽用的大多是重炮，越是对付等级高的海兽，炮弹装药量越大，因此打捞上来的海兽往往支离破碎。像这种保存完整、等级还高的海兽，其价值非常高昂。夏淮安礼貌回复：“谢谢钱少爷，快请进吧。”钱少爷深情款款的上前：“淮安，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后面还有宾客，能不能把路让开？”夏淮安直接打断了他。钱少爷嘴角笑容僵住：“好。”好恐怖！终于赶到门口的秦玉看了眼卡车上的巨大海蛇，吓得花容失色。为什么要送女孩子这种礼物？钱少爷再也绷不住了，被夏淮安拒绝可以忍，说他礼物不行，那真是忍无可忍。哪里来的土包子？你要是能找来一头比这等级更高、保存同样完整的海兽，我当场把它给吃了。秦玉躲在小老弟身后，拽了拽秦泽衣角，小声避避：“他凶我，这下成了。淮安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情绪不稳定的家伙。”秦玉接着小声避避：“真是的，女孩子过生日哪有送尸体的？还是这么吓人的东西，太直男了。你说呢？”秦玉抬脸看向小老弟：“我觉得其实也挺酷的。”秦泽尴尬道：“我能说我的生日礼物也是海兽吗？”秦玉轻哼：“酷个头。”钱少爷见二人嘀嘀咕咕，明显是一伙的。门口的安保是干什么吃的？什么人都往里放。夏淮安面色变得冰冷：“你对我朋友和弟弟有什么意见吗？”钱少爷闻言愣了愣，随即上前热情地握住秦泽的手：“原来是咱弟弟啊！你看我这初次见面也没准备什么礼物。”秦泽淡淡道：“没关系，我给你准备礼物了，马上就到，到时候你可以吃不了兜着走。”钱少爷扯了扯嘴角：“呵呵，弟弟真是幽默。”夏淮安也没有多解释秦泽身份，都别在门口堵着，妨碍交通了。钱少爷对秦泽一番嘘寒问暖后，又屁颠屁颠跑去了夏淮安那边。为了买这头海兽，这几天我都守在渔人码头，每艘捕猎船靠港我都会检查一遍，确保买到最完美的海兽。边上几个提前雇好的演员纷纷竖起大拇指。钱少爷有心了。夏淮安微微皱眉，明显有些不太耐烦。秦玉用胳膊肘捅了捅小老弟，英雄救美。就在此时，记着把双生珠送出去。见小老弟不为所动，秦玉照他腚踢了一脚。毫无准备的秦泽踉跄地走到夏淮安面前，秦泽揉了揉腚：“老姐脚劲挺不小啊。”回头看向秦玉，这姐张嘴无声地说着：“加油，加个6啊！”几人都将目光放在了突然出现的秦泽身上。夏淮安松了口气，终于不用再听钱少爷逼逼叨了。钱少爷则是眼神幽怨，似乎在说：“没看到我和你姐在聊天吗？大家都吃了哈。”秦泽没话找话，实在是不知道说点啥。对了，你那蛇挺不错的。钱少爷喜气洋洋：“那是，这头海兽可是我蹲了好几天才蹲到的。”秦泽竖起大拇指：“如果我过生的话，能收到一件这样的生日礼物，那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酷了。”钱少爷眼前一亮：“好小子，我之前错怪你了呀，这才哪到哪，以后我带你出海，届时带几个高手狩猎更大的海兽。”接着，钱少爷对夏淮安道：“淮安，你弟弟人真好。”不远处的秦玉气不打一处来：“老娘让你去 K 头，不是让你送助攻去的。”夏淮安也是无语了，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各说各的，都不在一个频道上，竟然还聊得很开心。这时，一辆重型卡车停在酒店门口，吸引了全场目光。卡车后面盖着黑色帆布，
下方是一个数米高、70余米长的巨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把异兽给拉来了。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全身包裹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家伙。东西到了，秦狗、秦泽出来签收一下。快递小哥拿着张单据，大大咧咧走进会场。夏淮安好奇道：“那是什么？”秦泽回答：“我送你的生日礼物。”钱少爷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什么礼物这么大个？莫非是个超大号的充气玩偶？秦玉有点凌乱，这个快递小哥实在是太眼熟了，越看越像自家小老弟。朝夕相处10几年，就算化成灰他也认得。可自家小老弟此刻明明就在现场，我真是老眼昏花了。秦玉晃了晃脑袋，秦泽走到快递小哥面前，接过单子签名。外人看来，二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可对秦玉这个亲姐来说，除了脸看不到，其他一毛一样，竟能如此相像。难道世界上还真的存在2片同步率高达99%的叶子？快递小哥把拖箱分开后，开着车头扬长而去。到底是什么？夏淮安真是越来越好奇了，他很想看看这个弟弟会搞出些什么名堂。站在夏淮安身边的秦玉笑了笑，男人果然个个口是心非，偷偷准备了这么大一个礼物，还说对淮安没感觉。不过秦玉还是觉得双生猪更好，见效快。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秦泽抓住帆布一角，用力往下一拽，随着帆布掉落，一头巨大的双头鲨映入众人视野。噗！秦玉刚喝到嘴里的水全都喷了出来。怎么了？夏淮安关心地拍了拍好闺蜜后背。没事。秦玉摆摆手，悄悄瞪了眼小老弟。家人们谁懂啊？我好姐妹过生日，我弟送了具尸体当礼物。淮安，你觉得这个生日礼物怎么样？其实他还准备了，我挺喜欢的，这么大的海兽可不多见，至少4级了吧？夏淮安打断他道。秦玉眨了眨眼，他似乎真的很喜欢。老天爷，到底是我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错了？双头鲨和海蛇并排放在一起，相比之下，海蛇青涩的像是刚刚抽条发芽的小妹妹，有其衬托，双头鲨宛如丰满熟透的大姐姐。钱少爷脸上的表情由晴转阴，亏他之前还以为秦泽是个好号，没想到在这等着他呢。这双头鲨前阵他在码头上见过，本来派手下人去买，结果那群粗鄙的水手不识抬举，秦泽能将其搞到手，让他十分意外。钱少爷之前不是和我姐说，有更大的海兽就吃了吗？请用。秦泽递上刀叉和塑料袋，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兜着走。钱少爷难以置信看向秦玉，你姐是他？夏淮安沉声道，我朋友的弟弟就是我弟弟，有问题吗？钱少爷瘪了瘪嘴，心态崩了呀！一群人合起伙来骗我，来偷袭，不讲武德。夏淮安忍俊不禁，对身边的闺蜜小声道，你弟真有趣。秦玉来了精神，是吧？老得了他。夏淮安拍拍手，开口缓解了尴尬的场面。都进去吧，晚宴马上开始。宾客们纷纷入座。钱少爷纠结片刻，也黑着脸进去了。今晚的生日宴，海都很多的商业大佬都到场了。夏淮安与他们谈笑风生，与其说是庆祝生日，秦泽感觉更像是在谈生意。他回到老姐身边刚坐下，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喧闹，尸体复活了！啊，妈呀，救命！报警干什么？愣着呀，快跑！门外传来一群人的哭喊、哀嚎与求救。原本热闹的宴会现场瞬间鸦雀无声，宾客们好奇地向外面张望，几个浑身是血的人踉跄着跑了进来。复活了，尸体复活了！几人六神无主，嘴里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明显是被吓傻了。秦泽微微皱眉，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太妙，忙在局域网里摇人。巨霸留守，吞噬哥和法王带些人过来，速度快点！分身们接到秦泽的指令后，迅速行动起来。待在我身边别动。秦玉乖巧点头。夏淮安沉声道，酒店安保呢？跑了，全都跑了。一个安保这时急吼吼地跑进来，一个月几百块工资，玩什么命啊！啪！一条几米长的黑色尾巴猛地抽在这名安保的身上，他连声惨叫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就变成一团血沫。门外，一条10多米长的大蛇缓缓爬了进来，其7寸位置有一道贯穿致命伤，但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行动。钱少爷目瞪口呆，这不是我送给淮安的生日礼物吗？秦泽终于知道门外那些人一直喊的尸体复活了是什么意思。3级海蛇死而复生，这么说来，他的那头双头鲨岂不是也？轰隆！宴会厅的一面墙突然坍塌，体型庞大的双头鲨直接撞了进来。由于双头鲨实在太高，小半个酒店都变成了废墟。双头鲨的2个脑袋上，秦泽还能清晰地看到巨霸射线留下的那2个洞。死的不能再死了，脑子里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可能会复活？会场瞬间陷入混乱，在场的名流们都是2到3级，其余是普通人家属，整天酒肉，战斗力怕是都比不过一个5考生。此刻看到2头庞然大物在面前，全都麻着了。2头海兽开始对宴会厅里的人无差别攻击，一些人总算是有点了勇气，奈何实力相差太大，又缺少战斗经验，仅仅一个照面就成了2头海兽的口粮。秦泽数了下现场人数，全家一起也不够撑死1头海兽的，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是死的，还能再次被撑死。这2头海兽身上没有半点气血和生机，他们现在仍旧是死物，只是被人为操控了。秦泽快速扫描现场，想找出操控者。就在这时，海蛇朝着夏淮安快速奔去，反观夏淮安像是被吓傻了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秦泽朱雀步快速游走到夏淮安身边，左手揽住他的腰，右手一记白虎拳将海蛇打了个对穿。然而海蛇却像个没事蛇一样，张开血盆大口继续咬下。秦泽担心伤到夏淮安，没再恋战，朱雀步带着他回到秦玉待的隐蔽角落。谢谢弟弟，夏淮安轻声道，光谢谢就够了。秦玉嘴角上扬。夏淮安问，不然呢？秦玉回答道，放古代，救命之恩得为奴为婢，以身相许来报答。我们是这么多年的好闺蜜了，不用你为奴为婢，以身相许就行。
夏怀安看向秦泽，眨了眨眼睛。好啊，弟弟不嫌弃我老牛吃嫩草就行。秦泽一个头两个大，在这种要命的时候，这俩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竟然还有心情扯淡。你们在这老实待着，我去就回。给两女交代完，秦泽朱雀步靠向最近的双头鲨。秦玉问谁干的？夏怀安摇头，不清楚。话说不用帮帮你弟。秦玉挑了挑眉，这还没结婚就这么关心你老公？夏怀安淡淡道，看来你对你弟的实力还挺自信。秦玉随手拿起个苹果咬了一口，状元，跟你开玩笑。砰！秦泽一记冲拳将双头鲨击飞，救下了钱少爷。谢谢。钱少爷脸色苍白，好在没被吓尿裤子。退后，我要开始装，出手了。秦泽一手负于身后，一副世外高人之风。钱少爷闻言赶忙往后跑。两头海兽似乎也发现了秦泽是个棘手的点子，放弃攻击其他人，两面包夹之势展开合围。秦泽满脸淡然，处理尸体我的经验十分丰富。呼！旋即，他的右臂燃烧起炽热的蓝色火焰，白虎火星拳。秦泽一跃而起，庐山升龙霸由下至上打出一道蓝颜白虎的虚影。蓝颜白虎再度撞飞两头海兽，不过这次他们再没有站起来的机会。炽热汹涌的蓝色火焰瞬间便在两头海兽的尸体上燃烧起来，短短几个呼吸间就只剩下了两滩骨灰。夏怀安美眸中异彩连连，好特别的功法。一旁的秦玉愣愣的点了点头，这是我的小老爹，啥时候变这么强了？随着两头海兽完全死去，现场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啪啪啪啪，会场四角的扬声器里传来一阵掌声，紧接着一个男人开口道：真不错，小小年纪就能有这般实力，从小吃聚气丹长大的吧？啧，果然有钱就是好。秦泽摇了摇头，聚气丹那是什么？我能有今日这般实力，是我每天刻苦修炼换来的。扬声器里又响起男人的声音，哼，那些世家弟子就是你这般臭不要脸。秦泽，钱少爷还记得我吗？宾客们纷纷朝两侧让开，只留钱少爷一人。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现场沉寂1秒钟后，哈哈，不记得我，你不记得我了？钱少爷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既然少爷忘了，那我就给你提个醒。雨夜明珠区，钱少爷肉眼可见变得紧张，大声道：你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扬声器，你听懂了？钱少爷，不，我不懂。秦泽打断了他们，行了，别水了，你们两人有恩怨是吧？貌似还闹出了人命，可你们间的恩怨和我们有屁关系啊？周围的宾客们都点了点头。秦泽看向钱少爷，冲你索命来的，是爷们就硬气点，我给你兜着。似乎是之前秦泽展现出的实力给了他信心，钱少爷缓缓走上前。我需要做什么？秦泽认真道：钱少爷，请你赴死。钱少爷愣了愣，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刚才产生了幻听。你说什么？秦泽将一把餐刀扔到他的脚下，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今债主上门，你不和他好好谈谈？钱少爷的脸色十分难看，他之前还以为秦泽想要替他出头，原来是自己想多了。我又不是你爹，干嘛要为你出头？爷们点，一人做事一人担着。秦泽理所应当道。宾客们纷纷看向钱少爷，尽管众人默不作声，但明显他们和秦泽都是一个意思。扬声器里这时再度传来男人的声音：好一个大南陵头个自飞。钱少爷别担心，今晚他们会陪你一起上路的。老子最看不惯的就是你们这群世家弟子和二代，统统给爷死！哗啦，2楼的玻璃幕墙被撞碎，30多个皮肤灰白、身子腐烂的人跳了下来，他们个个双目无神，走起路来关节僵硬，宛如一具具行尸走肉。和之前的那两头海兽一样，这些人身上同样没有任何气血和生命气息的波动。从他们皮肤的腐烂程度来判断，有些人至少死了数月。他们边往前走，身上的烂肉一边往地上掉，一时间整个宴会现场都弥漫着一股极其浓重的腐臭味。哦，有几个都市丽人无法忍受，扶着墙剧烈呕吐起来。丧尸将众人团团围住，并一步步逼近。执法接到消息，最快也还得4到5分钟才能抵达现场。这些时间足够让你们成为我宠物们的腹中大餐了。扬声器里男人的声音无比冰冷，似乎已经对宴会厅里的众人下达了死亡宣判。豆豆麻袋！秦泽突然举起右手，怎么？你还有什么遗言想要说？秦泽认真的开口道：兄弟，你要杀的是世家弟子，我不是啊，我就一没家世、没背景的穷学生，咱们都一样，所以我可以走了吗？扬声器里男人突然笑了起来，你说你是穷学生？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穷学生送人礼物出手就是4级海兽。秦泽默默叹了口气，哎，我摊牌了，本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结果换来的却是误解与冷眼，我不装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江城5考状元，海都学府戴明星，首个完成5级任务的新生，以及宇宙无敌4海8荒第一美男。如我这般4级海兽也是洒洒水。男人冷哼，在我这里玩拖延时间那一套没有用，动手。话落，丧尸们朝着宾客扑了上去，率先遭到集火的便是钱少爷。男人似乎给了他格外关照，将近一半的丧尸都在攻击他。救我！钱少爷向秦泽大声呼救。秦泽懒得理他，有俩丧尸已经晃晃地跑向秦玉和夏怀安。秦泽快速驰援，双拳从后面贯穿俩丧尸的胸口，噗！腐臭的烂肉和黏糊糊红黄白液体洒落一地。丧尸却是完全没有理会秦泽的攻击，继续向两女移动，把自己从秦泽的双臂上一点点拔出来。秦泽皱起眉头，无生命体杀起来的确有点棘手，他们无视痛觉，无视伤害，甚至不会畏惧死亡。呼！秦泽激发蓝炎，双臂上的火焰立刻蔓延到了2个丧尸身上。
在炽热的火焰中，丧尸被一点点吞噬殆尽。你们没事吧？秦泽问向两女，二人回答没事。秦泽确定两女无碍后，继续去焚烧其他丧尸。宴会厅太大，宾客们又瞎劲儿跑，导致丧尸十分分散。秦泽又不能当众放出分身，只能一个个解决。钱少爷已经被10个丧尸淹没。就在秦泽以为要吃席的时候，炫目的白色光芒从钱少爷身上释放而出，白光穿透丧尸的身体，让其瞬间燃烧起来。眨眼间，钱少爷周围的丧尸就变成了一个个大火球。钱少爷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仍旧心有余悸。秦泽注意到白光是从他的戒指上发出的，不知是陷入 CD 还是只能用一次，光芒已经熄灭。秦泽没再管钱少爷，继续解决其他丧尸。这些丧尸生前都是武者，修为皆在1、2级，不过丧尸化的他们战力大减，只能发挥出生前实力的2/3，在秦泽面前自然是一群小卡拉米，威胁甚至还远不如之前的2头海兽，但对付现场的宾客足矣。酒店位于市中心，只是吃个席而已，大家都没带保镖，本身又是废材。今晚秦泽若没在现场，可以预见的是宴会厅将血流成河。3分钟后，秦泽炼化最后一头丧尸，还在吗？秦泽甩了甩手腕，熄灭上面的火焰。扬声器里没有再传来男人的回答，跑得倒是挺快。这些丧尸估摸着就是男人最后的底牌，如今都被秦泽摧毁，属实黔驴技穷。我们到了。局域网里响起吞噬哥的声音，秦泽，人应该还在附近，刚跑不远，把兄弟们散开，发现可疑的家伙就给我按住。吞噬哥一笑，收到。宴会大厅一片狼藉，之前的2头海兽再加上后面那波丧尸，死了7、8个人，酒店塌了一小半，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眼神呆滞地坐在地上。秦泽回到两女身边，发现这俩人过于淡定了有点，竟然还在闲聊。夏淮安，娶我彩礼怎么也得1000万吧？秦玉，1000万，你镶钻了？夏淮安，已经很少了好吧？听到聊天内容，秦泽扯了扯嘴角，颇为无语。夏淮安2条大长腿上下叠在一起，看向秦泽微笑道：“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好好的生日搞成这样。”秦泽叹了口气。夏淮安喝了口香槟，没事，来的大多是竞争对手，死了挺好。秦泽一时间有些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安慰谁了。海都执法门口走进一队执法员，听到熟悉的声音，秦泽转身看到了神色严峻的3号。他可真该死啊！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边行色匆匆，嘴里边不断的咒骂。今晚他的计划本是那么天衣无缝，只差一点就能手刃仇人，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群酒囊饭袋之中竟然站出了一个战神，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把他这段时间培养的傀儡全部摧毁。对方自称是海都学府的新生，现在的新人都这么恐怖了吗？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在深渊待久了，这次出来，外界突然给他一种日月换新天的感觉。今晚失败，必然会让对方有所防备。男人在心里再度把秦泽喷了个狗血淋头，随即开始思考起后续的计划。走着走着，他忽然放慢了脚步，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光与暗相生相随，在热闹繁华的地方也有黑暗之地。男人7拐8拐走进一条酒吧旁边的漆黑胡同。宝贝，让我镶一个。哎呀，讨厌就不能再等等。一对年轻男女正靠在墙上窸窸窣窣，听到脚步声，他们都停了下来。黄毛男有些郁闷，都要射门了，来个守门员。他正要发火，男人身上杀意迸发，不想死的话，现在就滚！黄毛和女人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霎时间手脚冰凉，如坠冰窟。这就滚，我们这就滚！两人屁滚尿流，连滚带爬逃离胡同。男人走进黑暗深处，缓缓转过身，出来吧，现在没人打扰了。脚步轻响，胡同口出现了一个脸上戴着狮子面具的男人，感知挺敏锐。男人嗤之以鼻，3脚猫的功夫，就凭你这屏蔽手段，在深渊都不知会死几百回。吞噬哥挑了挑眉毛，当兵的。男人没有回答。吞噬哥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将近1米9的身高，面容粗犷，军绿色短袖搭配黑色长裤，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右脸和眉间的几处疤痕为其增添了一抹微压与狠辣。男人眯起眼睛，全身肌肉变得紧绷。你身上有一股令我作呕的味道。吞噬哥淡淡道，你同样有一股让我想吐的尸臭味。我老板想要见你，跟我走一趟吧。砰！男人突然暴起，闪至吞噬哥面前，一拳打穿了他的胸口。偷袭！吞噬哥扬了扬眉毛。男人刚要继续发力，却发现胳膊动不了了。他这一拳像是打进了未干的水泥里，胳膊被水泥封印。自讨苦吃！吞噬哥冷哼，两肋间伸出2条胳膊，4条手臂同时发力，形成一片密集的拳雨，噼里啪啦落在男人脸上。呵！男人气血运转，吞噬哥的胸前突然炸开。趁此机会，男人右手自由，立刻开始反击。只见他双拳表面凝聚出一层薄薄的血雾，每一拳落在吞噬哥身上都会留下一个焦糊的拳印。抓住空档，男人3秒打出100拳。吞噬哥身上的衣服都变成了布条，一条条挂着。好硬！男人眼中闪过一抹愕然。气血波动明明只是3级水平，肉身强度怎么比4级武者还要硬？他只是在深渊待了3年，不是30年。地上怎么冒出了这么多怪物？在男人的咏春快拳下，吞噬哥渐渐稳固住了下盘。好久没遇到和我拼拳的人了。吞噬哥脸上露出一丝狂热。噗噗，旋即他后背上再度伸出2条手臂。当我使出这招闪电光速拳，阁下该如何应对？话落，吞噬哥的6个拳头劈头盖脸砸下，拳速之快，在空气中摩擦出一声声尖锐的爆鸣。如果说男人的拳头是雨，那么此刻吞噬哥的拳头则形成了一面墙，一面毫无死角、密不透风的墙，除了正面硬抗外，无处躲避。短短几秒钟，男人胸前、肚子和脸挨了至少50拳。撕拉了，
一道蓝色雷霆从天而降，朝着男人直劈下来。砰的一声，男人周围一面血色屏障一闪而逝，挡下了这道雷霆。紧接着，男人迅速后退，拉开距离。家底挺厚啊，被动触发的防御类武具可不多见。六臂男人身后，一个全身雷光、戴着牛头面具的家伙走了过来，又一个天赋能力者。男人眉头微皱，事情开始变得棘手了。吞噬哥沉声道：“你打断了一场男人间的对决，法王对你妹绝。”执法正在封锁附近这几条街，赶紧把他按住。男人开口道：“你们老板是谁？”吞噬哥，等你见了就知道了。法王不多避避，起手就是一发10万伏特。吞噬哥紧随其后，变成8臂金刚，准备在男人被麻痹的时候给他个热情拥抱。血色屏障再度出现，10万伏特被尽数拦下。不过那一闪而逝的屏障也没好到哪儿去，出现了无数的裂痕。法王再度雷击，数条雷蛇封锁住了男人的去路，防止他逃跑。这里离市区太近，执法正在以酒店为中心散开搜索。吞噬哥和法王都不敢一说话，担心动静搞得太大把执法给招来。眼看吞噬哥又要近身，男人眉宇间闪过烦躁。吞噬哥皮糙肉厚，拳头打人还怪疼的，一旦被贴身就跟块狗皮膏药一样，很不好摆脱。男人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手枪，瞄准吞噬哥的脑袋，快速扣动扳机。为了防止脑袋又一次被爆掉，吞噬哥抬起8条手臂交叉在头顶，砰砰砰砰，8条手臂爆出一连串血花。虽然支离破碎，但好在脑袋保住了。与此同时，数条雷蛇在法王的操控下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我们老板只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和我们走一趟就完了，再磨叽下去，执法来了都别想走。法王沉声道。男人嘴角上扬，走不了的是你们。话音刚落，男人披上了一条黑色斗篷，并朝地上甩出一个小白球。做完这一切，男人迅速退至墙角的黑暗中，眨眼消失不见。滴滴滴滴，小白球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然后轰，爆炸的火光直接吞没了整条胡同，连隔壁的酒吧也没能幸免。嗨嗨嗨！吞噬哥挡在法王面前，法王安然无恙。反观吞噬哥，小半个身子都烧焦了。这狗东西是哆啦 A 梦吗？身上武具那么多。法王不由得吐槽。吞噬哥道：“爆炸动静太大，赶快撤。”法王耸了耸肩膀，貌似来不及了。只见不远处的街边，一队执法正在盯着他们这里。好好，这么玩是吧？吞噬哥有点郁闷，让人给守株待兔了。海都执法放弃毫无意义的抵抗，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几名执法员隔街朝法王和吞噬哥喊话。法王淡淡道：“没有3级可冲。”两人快速眼神交流，选择好了突围方向。就在这时，3号带着几名执法员从远处赶来。这是2个极度危险的家伙，交给我来对付。你们去枫叶大街支援，有帮派在趁火打劫。接到3号的命令后，这对执法员立刻离开了现场。3号带着几名手下缓缓走到吞噬哥和法王面前，嘴角上扬，还不谢谢你们千面爹。法王嗤之以鼻，就算你不来，我们也能突围出去。就这么几头烂蒜，还想拦住我？吞噬哥点头，没错。千面轻哼一声，5级审判者已经到了。你们要是敢和执法员硬碰硬，能跑得掉？法王翻了个白眼，谢谢你，我谢谢你行了吧？千面洋洋得意，这还差不多。一伙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快速撤离现场。海都执法部笔录室，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秦泽，3号不免有些头大。你为什么总卷进这种事情里？秦泽无奈，阿 Sir， 你以为我很想吗？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你都不知道刚才我有多害怕。3号无语，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现场情况他从其他宾客那里都了解了。秦泽以一己之力扫清了所有丧尸，实在是太手无缚鸡之力了。秦泽好奇问，话说你不是在明珠城，什么时候又调回海都了？3号回答，我去明珠城只是临时抽调范明杰的案子了，我就回来了。今晚你面临的又是一个危险分子。秦泽来了兴趣，怎么说？3号将一张照片放到他面前，照片上的男人赫然就是胡同里的哆啦 A 梦。许峰，4级巅峰武者，地狱尖兵的一员。地狱尖兵是深渊前线的一个特种部队，里面个顶个都是好手，身怀绝技。许峰上周探亲假回家，发现家里的房子被大地公司抢征，家人在与公司的争执中，父亲的腿断了一条，妹妹死了，母亲心脏病去世。秦泽冷笑，让前线的士兵流血流汗又流泪，我毫不意外。3号继续道，许峰回家后正是看到了这幅景象，剑走偏锋，开始对公司展开报复。今晚酒店的宴会上，1/3都是大地公司的人或者是合作方，那个钱多多钱少爷就是去许家抢征的。秦泽心里的疑惑全都解开了，难怪许峰今晚对在场所有人恨之入骨。在他看来，所有和公司有关联的人都是一丘之貉，死不足惜。剑走偏锋，我倒觉得他做的没什么毛病。秦泽淡淡道。3号皱起眉头，士兵的职业是为人族而战，捍卫法律是执法的工作。秦泽一声嗤笑，连家人都保护不了，还保护毛线的人族。今晚秦泽对许峰是动了杀心的，好在自己在现场，秦玉没有受伤，不然今晚就算把海都掀个底朝天，他也要找到许峰狠狠鞭他。3号沉声道，他若第一时间将此事上报，我们执法会出手的。秦泽乐了，怎么出手？公司无非是扔2个替罪羊出来，真正的凶手仍旧逍遥法外。秦泽认真地看着3号的眼睛，或许你还对这个世界怀有希望，但事实是他已经在腐烂了，从根上开始腐烂。沉默片刻，3号叹了口气，这个话题我们再争执下去也毫无意义。我和你说这么多关于许峰的事，就是让你以后小心点。你今晚破坏了他的计划，他极有可能会对你怀恨在心。我们已经对他发布了通缉令，你日后若是见到许峰，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秦泽走出执法部大楼，已是深夜。
一辆黑色加长商务车停在路边，车窗降下，夏怀安朝他招了招手。我姐呢？秦泽没有在车里看到秦玉的身影。时间太晚，她回去睡觉了。还真是我的好姐姐，送你回学校。秦泽点头。海都学府。夏怀安对司机吩咐完，升起了和驾驶时间的隔断。怀安姐，大地公司你知道吗？秦泽问。夏怀安点了点头。海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背后的合作方是某个高级武者。前段时间明珠区的拆迁就是他们公司负责的，一户人只赔付1万块。这种缺德事他们竟也能干得出来。秦泽皱眉，没人管。夏怀安淡淡道，谁会因为一群穷困潦倒的普通人死活去除一个高级武者的眉头？旋即他语重心长道，这个世界只是表面手续，繁华与平静之下是无数罪与恶的交织，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会有发言或是改变的机会。夏怀安说的这些，秦泽曾在江城曾在马燕身上亲眼见过。秦泽拽了拽衣领，忽然觉得有些窒息。夏怀安没有再说什么，他侧过脸去，静静看着窗外。很快，海都学府到了。临下车前，夏怀安叫住秦泽：“这是你姐给你的护身符，今晚真是把他吓到了，一直在身上带着，下回见面他要是没看你带着，又得埋怨我了。”夏怀安将一块玉佩亲手戴在了秦泽的脖子上。晚安，做个好梦。怀安姐晚安。秦泽拿起脖子上的玉佩看了看，玉佩不是很大，淡淡的翠绿色很漂亮，中间有一个罗马数字2，的确是老姐的东西，之前就一直看她戴在脖子上。今晚秦泽第一次在老姐面前展现实力，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里肯定还是担心，不然也不能把自己的护身符送给她。秦泽边嘴里嘟囔着封建迷信，边朝宿舍楼走去。明珠区某废弃厂房，一片巨大的阴影下，身披黑色斗篷的许峰忽然出现。东西什么时候给我？许峰对着空旷的大厅问。你失败了，我为何还要给你？横梁上坐着一个戴着白羊面具的男人，正晃荡着2条腿。你若是直接杀进现场，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白羊座淡淡道。许峰冷声回答，让他们死得那么痛快，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感受我妹妹死前的痛苦，我要让傀儡一口口把他们身上的肉全都给撕下来。白羊耸了耸肩膀，如你所愿，你的考核任务失败了。许峰攥紧了拳头，眼中的怒火似乎随时都会喷涌而出。白羊座见状笑了，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一个在幼儿园受尽了欺负却又无能狂怒的小朋友。许峰深吸口气，单膝跪地，尊敬的白羊座阁下，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白羊座颇为愉悦地拍拍手，很好，你现在已经学会了隐忍，终于不是以前那个鲁莽的大头兵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待你通过入会考核，东西我自然会给你。许峰起身，感谢白羊阁下。咔，在起身的瞬间，许峰突然发现其脚下地面开裂出一道极宽的缝隙，刹那间，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萦绕心头。许峰刚要激活影子斗篷，一条藤蔓从地面的裂隙中生长而出，眨眼便将其捆了个结结实实。靠！白羊座暗骂一声，迅速起身。嗖嗖嗖，耳边破空声响起，数条藤蔓朝其凌空抽射。白羊座气血外放，震碎几条来袭的藤蔓。旋即，他像个跳水运动员一样，在空中翻了个2个跟头后稳稳落地。满分！白羊座优雅地张开双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即将站到领奖台上接受颁奖。砰！一株4、5米高的紫色食人花在白羊座身后破土而出。食人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其咬住。白羊座只剩下上半身还留在外面。啪啪啪啪！白羊座右手不断拍打着食人花的头，疼疼疼！轻点行不行？食人花咬得更紧了。见状，白羊座乖乖闭嘴，2条手臂无力地垂下，似乎认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许峰眉头紧锁，藤蔓缠得太紧，他连气血都无法运转。更要命的是，藤蔓上密布尖刺，这些刺全都扎进了他的身体，似乎注入了某种毒素。许峰现在感到脑子有点晕乎乎的，他开始以为是白羊座设下的陷阱，但随后一想，白羊座的实力远高于自己，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更何况现在白羊座也被按住了，处境没比他好到哪去。喂，这么久没见，刚见面就这么对我，真的好吗？白羊座朝着空荡荡的大厅喊道。许峰的感知里，此地除了他和白羊座外，再无第三人。忽然，芬芳的花香萦绕鼻尖，许峰有些迷醉。踏踏踏，伴随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清脆声响起，许峰看到一个戴着银色面具、身穿红裙的女人走进大厅。清冷的月光照在她身上，显得极为圣洁。女人每迈出一步，她脚下的水泥地面都会生长出一小捧浅绿色的草，以及朵朵醉人的花。哟，这不是白羊座吗？几天不见，怎么这么拉了？女人抬头望向被食人花叼住的白羊座，不由得打趣。白羊座无奈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海都？”女人回复：“我来不来海都和你有屁关系。”白羊座点头：“是，您老想去哪去了？不叫我劳碌命，所以现在能把我放下来了吗？”我恐高，先在这待着吧。女人转身向许峰走去，看着面前的女人，许峰全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都在战栗。这女人带给他的压迫感要远高于白羊座。许峰很想知道他在深渊这几年，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高级武者怎么和路边的大白菜一样随处可见？女人上下打量了许峰一番：“你可以去死了。”男人忽然感觉身上的藤蔓在快速收紧，他要被勒死了。你不能杀他！白羊喊道。女人打了个响指：“闭嘴！”食人花将一大团草塞进了白羊座嘴里。白羊座，呜呜！许峰的脸色很快变得像猪肝一样。他搞不懂女人为什么要杀他，明明2人只是初次见面。呼！炽热的火焰突然从藤蔓的缝隙间涌出，将藤蔓烧了个七零八落。许峰右手的一枚红色戒指上还有道小火苗，火焰正是从中释放。由于气血没有回复，许峰边双脚蹬地后退，边拿出手枪疯狂射击。砰砰砰砰！
不过子弹却被女人面前的一道无形屏障拦下。身上武具这么多，你是哆啦 A 梦吗？女人再度打了个响指，又一株大食人花破土而出，一口将许峰吞下。你不能杀他！白羊座重新站在横梁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仇，但他现在正在接受入会考核，你不能坏了规矩。白羊座抬起2个拳头刨了刨，你再不停下，我可要出手了哦！空气里安静了片刻，女人玉手轻轻拂过，大食人花哇的一下把许峰吐了出来。让你再活几天。女人向外走去，前辈，我哪里得罪了您？还请告知。许峰的衣服已经被溶解掉，全身的皮肤红彤彤，再晚会估计会被大食人花完全消化掉。女人轻哼一声，今晚我就是看你不爽，想杀你，有问题吗？许峰哑然，的确没问题，这是强者的权利。待女人走后，许峰看向白羊座，刚才我若是无法挣脱藤蔓，你是不是就准备放弃我了？白羊座双臂环胸，不然呢？你又没展现出什么我值得投资的价值，犯不上为你得罪那个疯女人。许峰站起身，感谢白羊座阁下出手相救。白羊座淡淡道，通不过入会考核，你就等着成为那疯女人植物的养料吧。秦泽在宿舍美滋滋的睡了一觉，次日一大早，他便被秦玉的电话给叫醒。秦泽带着起床气按下接通键，有屁快放。电话对面，秦玉邀功似的说道，阿泽，我给你报仇了。大早上的你又在抽什么风？秦泽翻了个身，裹紧小臭背，我昨晚给你报仇了。秦玉语气兴奋，像是干了一件大事。秦泽闭着眼睛问，给我报什么仇？你别在大早上给我打电话，我就谢天谢地了。秦玉解释道，就是昨晚大闹宴会的那个家伙，他不是跟你动手了吗？我连夜做了一个诅咒娃娃，现在他已经中了我的诅咒，必死无疑，还不快点谢谢我？秦泽打了个哈欠，我谢谢你。这种脑瘫之事的确像是秦玉能干出来的，他毫不意外。切，太敷衍了。对了，昨晚我让淮安给你的护身符，你有没有带身上？秦玉语气认真，这似乎对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秦泽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脖子上的玉佩，脖子上挂着呢。秦玉开心道，那就好，这枚护身符我戴好多年了，很灵的。秦泽实在是困得要死，有事起奏，无事退朝。秦玉粗着嗓子臣告退，把手机扔到一边。秦泽又美美的睡了个回笼觉。全国大赛的初轮海选已经开始了，秦泽临近中午起床，食堂吃完饭后，跟个退休老干部一样，拿着保温杯去武馆看热闹。秦泽到达武馆的时候，里面正在进行5v5团战。由于双方全都是大一菜鸟，这场团战没有任何观赏性可言，队内彼此间没有配合，几乎就是一场纯粹的街头斗殴。看了2场之后，实在没什么兴趣的秦泽离开武馆。大家都在修炼，好像只有自己无所事事。秦泽小声自语，算了，找间静室冥想一会吧。局域往内，一众分身忍不住吐槽，哄堂大笑了家人们，这逼要冥想，我读5分钟，3分钟，不能再多了。短短的其实也很可爱哦。秦泽翻了个白眼，今天我就要让你们好好看看，至少我也要冥想10分钟。众分身，遗憾的是，冥想室的大门朝哪边开他都不知道。从开学至今，他还从未使用过学校的修炼场所。秦泽正要找个人打听一下，手机忽然响起，姚老师。秦泽有些惊讶，除了开学那天外，姚老师再没主动联系过自己。这女人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她，不知又有何贵干。来我办公室一趟。电话接通后，姚老师言简意赅，只说了一句话，把手机放回兜里。秦泽不禁感慨，天才每天实在是太忙了，连修炼时间也要被别人占用。咚咚咚，进。秦泽推开办公室大门，看到了坐在窗边沐浴在阳光中的姚老师。今天的姚老师仍旧是一副知性御姐打扮，白色衬衫被撑起一个对秦玉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的弧度，黑色的齐膝短裙下，那双白皙笔直的长腿没有任何点缀，却总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多看2眼。简单精致的凉鞋中，10只脚趾如珍珠般圆润饱满。你先坐会，那边有咖啡有水，想喝什么自己倒。姚老师头也不抬，飞快翻动着手上的文件。秦泽在沙发上坐下，闭目开始冥想。所谓天才便是这般，把琐碎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姚老师的办公室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阳光洒在身上，秦泽感觉暖烘烘的。此时已是初秋，天气已经有了些许凉意。冥想了20秒钟，秦泽不免有些困意。他盘膝坐在沙发上，如老僧入定，一动不动，打起了盹。半小时后，姚老师总算是把手上的文件全都看完。他举起双臂，伸了个懒腰，衬衫的扣子差点被弹飞。看到秦泽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冥想，姚老师十分欣慰的点了点头。秦泽，姚老师轻轻唤了一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姚老师更为满意，冥想已经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这才短短半小时的时间，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实属难得。姚老师再次钦佩起自己的眼光，没有看错人。他没有打扰秦泽，悄悄起身去接了一杯咖啡。在路过秦泽身边的时候，姚老师忽然皱起眉头，这是鼾声。姚老师一脸黑线，原来是在睡觉。啪！姚老师将手里的咖啡杯重重放在桌子上。秦泽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老师的工作结束了。姚老师在椅上坐下，一脸严肃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的天赋虽然很好，但如果你总是这么懈怠，总有一天会被其他人超越的。伤仲永的话我不想再说，武道一途，没有退路可言。你的确是新生第一人，但我不希望日后你面对深渊受潮，因为修炼上的松懈而丢掉性命。秦泽穿好鞋子，啊对，老师说的都对。姚老师叹了口气，这货明显一句话没听进去。所以姚老师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吗？秦泽问。开学那天我和你说的考验你还记得吗？秦泽在上衣口袋里翻了翻，掏出了姚老师之前给他的那张黑色邀请卡。记得。姚老师看了看邀请卡，淡淡道，你考虑的如何了？今晚是最后期限，你若想接受这场考验，
晚上这张邀请卡会带你过去。若是不想，现在你还有反悔的机会，把邀请卡还我即可。事关重大，我希望你能……姚老师话还未说完，秦泽就把邀请卡递了出去。给你吧。姚老师睁大美眸，一时间没缓过神。能告诉我理由吗？秦泽淡淡道：今天晚上我们宿舍团建，身为老大我自然是不能缺席的。姚老师扯了扯嘴角，好离谱的理由。团建改下周，晚上我要看到你。姚老师起身把邀请卡重新塞回了秦泽的上衣兜，随即认真的说道：世界远不止你看到的这些，待你通关考验，揭开隐秘一角，你会感激今日我对你发出的邀请。夜深人静，秦泽一个人坐在宿舍床前，三人组都出去开心了。本来秦泽也打算去，奈何姚老师非要把那个所谓的考验安排在今晚。秦泽对于姚老师所处的组织其实还是蛮好奇的，与世界真相相关的组织人员，秦泽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世界猎杀者。我理个豆，姚老师该不会是群里的哥们吧？目前群里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女性是悠悠入名，就是小洛，这个是已经实锤了的。另外，仙女布拉史也极有可能是个妹子，虽然其在群里经常以姐姐自称，但网络聊天而已，不能100%当真。就像那些网恋的，不见面永远也无法保证对面是男是女。如果姚老师真要是群里的哥们，是仙女布拉史的可能性最高。想到这里，秦泽打开聊天群，驯兽师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仙女布拉史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只能说不愧是水群龙王，仙女几乎秒加1。驯兽师，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仙女布拉史，巧了，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书生，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路人甲，所以你们在思考什么问题？秦泽直呼好家伙，又炸出来2个阴间生物，大晚上的都不睡觉。仙女布拉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边缘划水，去码头搞点薯条。仙女布拉史，我指的是人生不断奋斗的长远目标和意义。边缘划水，去码头搞点薯条。仙女布拉史，吃你的薯条去吧。路人甲，所以驯兽师前辈在思考什么问题？太有礼貌了呀，路人甲。秦泽老脸一红。驯兽师，除了我们这些世界猎杀者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在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呢？仙女布拉史，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驯兽师，路人甲，还真没听说过。边缘划水，驯兽师若是好奇的话，其实可以来北境。路人甲，确实，北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任何组织和势力都会在此安插眼线。驯兽师，等做完手头的事情，是时候抽空去一趟北境了。秦泽退出聊天群，并没有试探出来什么。仙女布拉史那老司机的性格，与平日里知性大姐姐一般的姚老师极不相符。不过这也只是对方的虚拟形象罢了。秦泽仍旧对姚老师保持怀疑态度，想要确定姚老师是不是猎杀者，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方法，那就是瞧瞧对方胸前有没有钥匙。局域网内的一众狗头军师兴致勃勃给出建议，挑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让吞噬哥他们把人给绑回来，不就完了？没毛病，到时候可以仔细检查。姚老师现在多少级？4级还是5级？那完球，吞噬哥他们打不过，不一定非要绑票啊，可以在其洗澡的时候瞄一眼。秦泽的母语是无语，就没一个靠谱的。随着时间来到晚上10点，秦泽拿出邀请卡，将其放在了窗台上。姚老师说到了10点钟，邀请卡自会带秦泽前往试炼之地。邀请卡通体黑色，正面印刻有一只渡鸦，栩栩如生。秦泽将下巴搁在窗台上，盯着眼前的邀请卡，想要看看它如何指引自己。忽然间，邀请卡上燃起一道火纹，呼的一下，一道火焰从卡片中升腾而起。下一秒，火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站在窗台上的渡鸦。邀请卡也不见了，渡鸦正歪头看着秦泽。秦泽抬起手想要戳戳这只大鸟，不过却被对方灵活地躲开。所以你们的组织是霍格沃兹学院吗？不过人家用的都是猫头鹰，你们这略带点不专业。渡鸦没有理会，他轻轻啄了啄身上的羽毛，随后展开双翼飞向夜空。小东西还挺有脾气。秦泽跃出窗外，施展朱雀步紧随其后。虽然夜已深，但对于繁华的海都来说，此刻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街上年轻的男女来来往往，路边停着不少小商小贩。秦泽形似闪电，跟随黑色渡鸦快速前进。走路不长眼睛吗？走这么快，赶着去吃屎啊！靠！差点把我假体撞出来。假体？我是说虚假的体验。秦泽所过之处鸡飞狗跳。然而神奇的是，他发现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似乎都看不到天上的那只渡鸦。秦泽用气血探测了一番，这只渡鸦似乎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对于这个神秘组织，他是越来越好奇了。不像是其他城市，海都没有宵禁，夜晚也不封城。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城门口仍旧有大排长龙进出的人群和车队。秦泽对城门处的城防军出示了自己的学生证后，顺利出城。渡鸦特意在天上等了他一会儿，见他出城，渡鸦立刻朝远处继续飞去，秦泽紧随其后。就这样，秦泽急行了将近1个小时，甚至中途不得不随即抽取2个幸运儿补充气血。最后，渡鸦停在一片荒郊野岭的上空，此地距离海都少说有100公里。有人吗？秦泽面向空荡荡的野地喊了一声，并没有得到回应。渡鸦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突然化作星光消失。秦泽用精神力探测四周，10米外的灌木丛里有条毒蛇正在捕猎鼠鼠，30米的树后2头野猪正在哼哼唧唧地创造下一代。秦泽继续扩大探测范围，直到250米极限，此地无人。他觉得是渡鸦导航导错了。姚老师也是，直接报个点不就完了？秦泽准备回海都找3人组开心，时间上应该还来得及。就在这时，他面前的空间忽然泛起层层涟漪，2人从空间涟漪中走出，其中一个是姚老师，老熟人了。另外1人身穿青衫，长发齐腰，双眼蒙着白布，怀中抱着把古琴，琴女气质清冷，真有种9天仙女的感觉。
秦泽盯着秦女看了会，你 cast 的是哪位？姚老师低声道，闭嘴，大哥，你就不能老实会吗？秦女缓缓开口，欢迎来到此地，新的试炼者。秦泽眨了眨眼，你好像一个莫得感情，只会念台词的 NPC。秦女没有任何反应，你该不会真是机器人吧？秦泽好奇地抬起手，想要戳一戳。姚老师再忍受不了，拍掉秦泽的手。秦女，你的考核官，对他尊重一点。秦泽揉了揉手，小气。姚老师心里叹了口气，他此刻突然有些后悔引荐秦泽了，也不知道这货的加入是好还是坏。他是考核官，那你是啥？秦泽看向姚老师，我是你的引荐人。姚老师回答，这是程序，每个加入者都必须有一个引荐人和考核官。秦泽好奇道，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组织？群星？钢铁兄弟会？还是什么灭世组织？姚老师嘴角轻轻抽搐，好累啊，毁灭吧。秦泽心里笑了笑，奔波一夜的阴霾此刻算是散去。考核什么时候开始？秦泽看向 NPC， 秦女莫的感情的回答，从我们见面那一刻48小时倒计时就已经开始了。秦泽睁大了眼睛，那你不早说？秦女，你又没问。秦泽咬牙切齿，你这 NPC 太不智能了。秦女，对话也算时间。秦泽，姚老师窃笑，秦泽呀秦泽，没想到伶牙俐齿的你也有吃瘪的一天。你的任务目标是他。秦女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看上去50-60岁的老登，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面容慈祥，嘴角挂着和煦的笑容，初见像是村口的老爷爷。48小时内保证他的安全，时间过了他还活着，你的考核就算通过。秦泽问，他是谁？秦女淡淡道，资料调查也是考核的内容之一，如果你连目标人物都找不到，那你也不必加入我们。秦泽挑了挑眉毛，你们该不会故意派个人来杀这老登吧？玩猫鼠游戏那一套。秦女抿着嘴唇，无可奉告。姚老师催促，快点动起来，别再浪费时间了。你可是我引荐的，要是考核失败，我脸上可挂不住。秦泽从秦女手中接过照片，转身返回海都。看着夜幕下秦泽渐行渐远的背影，秦女忽然开口，你很看好他？姚老师点头，不仅是我哥更看好他。秦女莫的感情的脸上有了些许起伏，是我眼拙吗？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看到什么闪光点。姚老师微微一笑，拭目以待吧，他的表现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月光铺路，姚老师和秦女远远地跟在秦泽后面，又是一路奔袭。秦泽终于抵达海都，在经过城门口出示学生证的时候，士兵诧异地看了秦泽一眼。秦泽身上没有任何战斗的痕迹，出城这么快就回来，是出去遛弯了？有问题吗？秦泽问。没有。士兵将学生证还给了他。回到宿舍，开心三人组还没回来，秦泽有些郁闷地在床上坐下。大晚上被叫出去溜了一圈，姚老师直接把照片给他，不行吗？烦死了，照片都看到了，动什么？愣起来啊！秦泽让局域网内一众分身行动起来，让他大晚上去调查一个老登，开什么玩笑？有这时间睡，冥想不好吗？让冥想组的去，自爆组次冲最前面，他们跑得最快，让他们去干。自爆组没人权，起床了，尿尿了。在一声声不满的俏立马声中，众分身还是行动了起来。法王没什么事，跟着一起去。分身全部都是小卡拉米，没有高手压阵，秦泽还是不太放心。虽然要保护的那个老登看着慈祥和蔼，鬼知道他是不是笑面虎。法王，我刚要准备出海。秦泽，别出了，这趟活干得漂亮点，我给你发奖章。人找到后立即通知我，如果我在睡觉就算了。法王把一切命令有条不紊地传达下去之后，秦泽惬意地翻了个身。对面的宿舍楼顶，两道人影若隐若现，他们身上像是蒙着一层薄雾，无法看清对方脸上的面容。这就是你说的惊血？秦女看着躺床上不断刷手机的秦泽，面无表情。若说之前还对他抱有一丝希望，那么现在心里已经是毫无波澜。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他是一个做事有计划、有条理的人。现在他一定是在查找资料，制定计划。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半夜他一定会行动的。姚老师绞尽脑汁，总算是为秦泽找了几个比较合适的借口。秦女点了点头，希望如此。泽哥，我们回来了。开心三人组回到宿舍，见秦泽正在床上冥想。听到声音，秦泽吐出一口浊气，缓缓睁开了眼睛，怀旭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老大，你竟然在冥想？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秦泽淡淡道，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用来修炼罢了，不然你们以为我是怎么变这么强的？局域网内一众分身顿时奚落起秦泽。骗骗兄弟们可以，千万别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刚才你要不是听到门外的脚步声，会冥想5秒，太长了，冥想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开心三人组并不清楚秦泽在装逼，他们信以为真了。胖子道，不是吧泽哥，这你也能卷？怀旭咬了咬牙，明天加练，我要把今天落下的全补回来。文景同样点头。秦泽不禁在心里感慨，这就是领头羊的作用，在我的带动下，大家都开始努力了。众分身，夜深了，伴随着秦泽的鼾声，三人组开始加练。对面的宿舍楼顶，秦女微微皱眉，一鸣惊人。姚老师满脸黑线，气得牙根痒痒。秦女轻声道，这场试炼已经结束了，就算他天亮开始调查也来不及。姚老师看着床上睡得正香的秦泽，真想一巴掌把他扇醒。海都中央别墅区，钱多多钱大少爷正带着10几个妹子在别墅里开趴。明珠区的活是他亲自带头干的，虽然他家里有点小钱，但和公司这种庞然大物相比，还是 low 到爆。由于钱多多这次的活干得很漂亮，公司不仅给了他一大笔奖金，同时他在联盟商会的地位也稍微往上提了提，后者比前者要更加重要。加入联盟商会是泛大陆每个商人的终极梦想，
商会有无尽的资源，哪怕你是个傻瓜蛋，是条狗，只要商会想，分分钟就能让你成为大富翁。并不是随便的阿猫阿狗都能加入联盟商会，商会的入会条件极其严格，唯有那些大公司和企业才有资格加入。而这些公司下面又有很多的小公司和组织依附其为生，经常去帮这些大公司去做一些类似打手的事情。作为报酬，公司会赏给他们仨瓜俩枣。钱多多的家族便是如此，主要帮大地公司做事。伴随着劲爆的 DJ 舞曲，妹子们尽情舞动着身姿。快说，你是夏华？钱多多对着面前的女人大声吼道，她面容狰狞，如同一头暴怒的狮子。女人仰起头，尽力在配合。哈，我是夏华安。啪！钱多多一巴掌将女人扇倒在地。放屁！你是个溜的夏华安！女人委屈巴巴，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明明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就在这时，别墅突然陷入黑暗，音响也不再播放音乐了。钱多多愣了愣，怎么停电了？接着奏乐，接着舞，轰隆隆，外面突然响起一声惊雷，闪电撕裂夜幕，将卧室照亮了一瞬间。下雨了啊！妹子们抱成一团，大声尖叫。阳台上，一个披着黑色雨衣的男人不知何时出现，雨水顺着男人的帽檐不断向下滴落，啪嗒啪嗒，掉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雷声阵阵，闪电时不时将其照亮。你是谁？钱多多的酒一下醒了大半，雨衣男大手一挥，房间里10几个妹子接连倒下，陷入了沉睡。钱多多也感觉大脑有些昏沉，中毒了。他连忙运转起气血进行抵挡，血液不精加上酒精的双重压制，钱多多的气血根本运转不起来。扑通，钱多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来人，护卫！护卫呢？你说的是外面的那些软脚下？帽檐下，男人嘴角上扬，他们都睡了。你现在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能听到。钱多多心里升起强烈的恐惧感。你到底是谁？许峰缓缓抬头，露出一张刀削似的脸。钱少爷，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是你？钱少爷如同一只炸了毛的猫，声音无比尖锐，是夏淮安生日会上的那个声音。对方追到家里来了。你想干什么？看着许峰步步紧逼，钱多多不断后退。你猜？许峰抬脚踩碎钱多多的第3条腿。啊！钱多多疼得直接昏死过去。长夜漫漫，钱少爷别这么快睡着啊！许峰将其吊在了天花板上，一盆冷水泼醒。钱少爷脸色苍白，疼得不住发抖。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我可以给你钱，给你好多钱。许峰手腕一翻，手中出现一把匕首，他用匕首轻轻拍着许多多的脸。那天雨夜，我妹妹受到的痛苦，我会10倍、100倍偿还给你。旋即，许峰手起刀落，削掉了钱多多的鼻子。啊！钱多多撕心裂肺的惨叫。许峰淡淡道：“别急，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唰！许峰又削去钱多多两腮上的肉。钱多多疼得彻底疯狂。没错，你妹妹就是我弄死的，谁让她不知好歹，竟敢阻止本少爷做事。不得不说，你妹子可真白啊！大白哈哈哈哈哈！许峰身上的杀意几乎已经实质化，他又拿出一把刀，双刀齐下，随着2把锋利的匕首上下翻飞，钱多多身上的肉被一片片切了下来，薄如蝉翼。钱多多似乎已知今日是他的死期，把那晚的细节不断讲给许峰听。我向来不会亏待我手下的兄弟，那晚我品尝了27秒的先后，我手底下其他人也都喝到了汤。你知道他临死前在喊什么吗？在喊哥哥！哈哈哈！噗！钱多多四肢和脸上的肉已全被剃干净，许峰手中的双刀剖开了他的胸口，霎时间血如泉涌。钱多多进气多，出气少，贱民就是贱民，你该不会以为是我一个人做的吧？无人受益，我敢这么大胆？你叫许峰是吧？我记着那女人最后喊的就是这个名字。许峰，在联盟商会面前，你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噗！面无表情的许峰再度用力剖出了钱多多的心脏，似回光返照，钱多多面色突然变得红润，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要说什么。许峰左手拽住他的头发，右手中的匕首用力将其脑袋切下。砰！许峰随手将钱多多的脑袋扔到地上。妹子，你在下面不要着急，我会让他们一个个去陪你的。许峰擦了擦匕首上的血，喃喃自语。那么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话音刚落，他从怀中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人。秦泽若是在此，定会直呼卧槽，这不是他要保护的人。许峰抬起手指，在照片上画了个叉。那么下一个就是你了。睡你妈睡，那老登有消息了。一大早，昨晚刚加了个夜班的分身们在秦泽的脑子里不停嚷嚷，像是100个闹钟同时在响。然而秦泽稳如老狗，眼皮都没动一下。喊啊，喊破喉咙，我睁眼睛算我输。秦泽将其当作磨练精神力了。1小时后，分身们叫得口干舌燥，秦泽总算是从床上爬了起来。有事起奏，无事退朝。法王沉声道：“老登的一切都查清楚了，他今天苦茬子啥色我都知道。”清晨，钱家别墅1楼女仆正在前往顶层趴厅打扫，不知为何，她昨晚睡得特别死，一觉睡到天亮。她已经许久没有过这么优质的睡眠了。少爷，通道电梯直达顶层大厅。女仆轻轻敲了敲门，没有得到回应。女仆又抬手继续敲门，不过这一次她稍微用了点力气。吱嘎，门忽然被推开，没锁。小女仆一头雾水，走进趴的瞬间，女仆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只见一具无头尸体被吊在了吊灯上，四肢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没有留下一点肉，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胸前被剖开一个血淋淋的大洞，其中的心脏不翼而飞。钱多多的脑袋靠在垃圾桶旁边，他张大嘴巴，瞪大双目，足以见得其死前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啊！回过神的女仆一声尖叫，响彻别墅。
陈忠，大地公司副总经理，2级巅峰舞者，主要负责公司的各种外部业务、项目工程的负责人与行政署的对接工作等等。另外，陈忠还是海都的慈善大使，每年大地公司纯利润的1/10都会被他拿来做各种慈善工作。法王正在向秦泽汇报昨晚加班调查得到的资料，不得不说，内容的确是非常详细。法王随后又拿出几张照片，都是陈忠的各种慈善现场，帮助贫困儿童、学校剪彩，给福利院盖厕所，面带慈祥和煦的笑容，仿佛邻家老爷爷。有什么想法？法王问。太完美了。秦泽道，完美到没有一点瑕疵。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只有完美的人设。法王，这些是大地公司想让我们看到的。秦泽淡淡道，那就把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都给我翻出来。法王回答，欧俏。对了，还有一件事。秦泽，什么事？法王，老登的苦茬子是红色的，他今年本命年。秦泽，滚！法王，好的。退出局域网后，盘腿坐在床上的秦泽陷入沉思。NPC 组织为什么要发布一个与公司相关的任务？难不成这个组织是公司的走狗？或者是由公司投资创立，有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他们这才可以挖掘所谓世界的真相？不过姚老师是原子哥的妹妹，以原子哥那刚正不阿的性格，应该不会让妹妹去做别人的狗吧？秦泽挠了挠头，实在是想不通一点。事已至此，先睡个回笼觉吧。秦泽打了个哈欠，重新躺下，裹紧小臭被。对面宿舍楼顶层，姚老师的拳头硬了。睡，你他妈是猪吗？秦女还要继续看下去？在他看来，考核已经结束了。加入组织这么久，他也算是老资历，也当过了好多次考核官。但像秦泽这般懈怠的失恋者，他却是第一次见。姚老师咬了咬牙，再等等，48小时还没有结束，不是吗？他还不想放弃，毕竟他可是对秦泽寄予了厚望。而且哥哥说过，秦泽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人，像这种试炼考核，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48小时没到，万一最后1秒钟逆风翻盘了呢？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姚老师心里还是满怀期待。秦女沉声说，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姚老师点头，我知道，我相信秦泽，他可以。秦女，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秦泽并不知道外面有2个女人对他指指点点，当然，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 care。2个女人同样也不知道，秦泽只是在床上躺着就知道了陈忠苦茬子的颜色。睡了没一会，他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是夏淮安打来的。秦泽的起床气暂时被压了下去。淮安姐，有什么事吗？电话对面传来了秦玉的声音。好啊，我就知道，淮安早上给你打电话，你心平气和，我打你就不耐烦是吧？秦泽沉默2秒钟后挂断了电话。他已经能够想象另一头秦玉抓心挠肝、咬牙切齿的样子了。3、2，秦泽刚倒数到1，电话又响了。找你有正事。你能有个屁的正事？淮安跟你说。一阵拍桌和嘟嘟囔囔的声音结束后，夏淮安接过了电话。钱多多死了。哪个钱多多？就是生日会上的那个钱少爷。得知这个结果的秦泽并不惊讶。从那晚许峰对钱少爷的憎恨程度来看，许峰不收了钱少爷的小命绝不甘心。许峰跟个哆啦 A 梦似的，身上一堆武具，又是巅峰4级，吞噬哥和法王那晚应对起来都有点棘手。钱多多拿头顶住许峰，他的死在秦泽看来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不过秦泽还是稍许有点意外，许峰动手那么快。旋即，夏淮安又扔出一个重磅炸弹。不光是钱多多，明珠区拆迁转移项目的参与者都死得差不多了，数钱多多死得最惨。他的尸体是今天清晨被女仆发现的，4肢被凌迟，脑袋也被割了下来。秦泽不禁咂舌，许峰下手也是够狠的，足以见得钱多多做的事情有多么离谱。我托人问了执法部，那人叫许峰，是明珠区拆迁的受害者，他明显正在报复。现在的他已经杀疯了，你那晚阻止了他，他很有可能也会盯上你。我和你姐的建议是，你来我们这里住几天。许峰这么高调，执法早晚会抓住他，待那时你再回学校也不迟。秦泽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告诉我姐别担心，我近期都会一直待在学校里修炼，他再丧心病狂也不会疯到学校里来撒野吧。夏淮安想了想道，这样也行，你这段时间千万别离开学校。秦玉在旁边插了句嘴，护身符带着别摘啊。秦泽点头，知道了。和2位姐又闲聊片刻后，秦泽挂断了电话。许峰，拆迁项目，大地公司。秦泽突然灵光乍现，在局域网里呼叫法王，查查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是谁。有消息了，这次局域网里回话的是千面。我在大地公司楼下敲晕了一个员工，换成他的样子进了公司。你猜怎么着？这哥们是个高级员工，权限还不低，能查看一部分公司的内部资料。不得不说，这个版本的千面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除了不适用于正面战场，剩下的化妆渗透、卧底破坏、以假乱真都是一把好手。秦泽，赶紧放。千面继续道，大地公司的总经理神龙剑手部见尾，几乎没有在公司里露过面。陈忠虽然职位挂着的是副经理，但实际上公司的所有事务都是他一手负责。另外，这个陈忠还是联盟商会的一个小头头。秦泽问，联盟商会是个啥？千面，别着急，我正在资料库里检索。有了，联盟商会是由5大巨头联合发起并组织起来的。这5家公司的分别是黑山生物、联合机械制造、通用军用技术、大地公司以及范良储。光听名字，秦泽就差不多知道这5家公司都是干什么的了。从生物医药、机械交通、军事技术到土地开发、粮食种植，几乎涵盖了各方各面。秦泽问，这些全都是私人公司？千面回答，没错，不过股份结构十分复杂，以现在这个高级员工的权限，还查看不了全部的股东。秦泽不禁感叹，泛大陆的人还真是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外部有异兽和万族威胁，内部又有一群重置，
对普通人来说，的确算得上是地狱开局了。另外，你要找的明珠区拆迁与转移安置项目，总负责人是陈忠。不过标书文件上写的十分明确，给予每户人家每平方米7200块赔偿，并没有夏怀安说的每家就给1万块那么夸张。然而，现实却远比夏怀安说的更加夸张。哪怕按照标书上赔付金额的一半执行，许峰也不会暴走。千面紧接着开始了分析，现在有2种可能：一，公司的确按照标准赔付赔偿金，不过下面的人并没有执行，他们统统收进了自己的腰包；二，标书随便做样子给外界看的，或者说是一个甩锅的手段。日后雷如果炸了，大地公司可以把这东西拿出来，钱我们给分包了，找他们要去，与我无关。局域网里的一众分身们先是沉默了1秒，随后炸开了锅。卧槽！千面这个逼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千面这波加强是不是有点加过了？千面聪明等于我也聪明，我也是聪明逼，俺也一样。什么时候给我们自爆组也加强一波？下次一定。千面洋洋得意道，记住了，这波带飞你们的男人是千面大爹。秦泽现在知道 NPC 为什么要让他保护老登了，老登就是许峰的下一个猎杀目标。公司的内部资料看不出什么，陈忠仍旧是一个完美的好号。不过秦泽不信，毕竟完美这个词本身就不完美。千面忽然道，对了，我刚从老登的贴身秘书那里得知，老登每周末晚上都会去一个会所，在那里召集一些合作公司的负责人开会。秦泽问，助理在公司行政等级比你高吧？你怎么和他搭上话的？我把他堵在厕所，变成了陈忠。秦泽6，他看了下时间，今晚上就是星期六，是时候会一会陈忠了。秦泽伸了个懒腰，让我看看这考核是怎么个事。看到秦泽慢腾腾的下床洗脸，姚老师松了口气，总算是动了。他还以为秦泽会在床上摆烂一天。10分钟后，从洗手间出来的秦泽又裹着小臭被回到了床上。姚老师，秦女下划线，晚8点，华灯初上，海都街头一片灯红酒绿，美好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清月百合会所门口停着一排排豪车，俊男靓女们成群结队出入。这里是海都最高级会所之一，每天晚上都会有许多找乐子的人来到此地。会所侧门，一辆装有黑色玻璃的大巴停下，车门打开，20多个花枝招展的美女鱼贯而出。门口，一个浓妆艳抹、上了岁数的女人拍了拍手：“姑娘们，今晚有贵客，给我记住了，今晚你们的嘴只会动，不会说话。”站在最前面的女人回答：“知道了，红姐。”后面几个妹妹是头回来，我会带着她们的。红姐满意的点了点头：“有洋洋你在，我还是放心的，走吧。”姑娘们一个个走进侧门，最后的姑娘右脚刚抬起，还没迈过门槛，突然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秦泽眼疾手快，把人接着抱到了垃圾堆边。担心女人受凉，他还特意倒出半桶垃圾盖在女人身上。抱歉啊，大姐，你的脸先借我用用。话音刚落，秦泽就变成了女人的样子。紧接着，他又用气血幻化出了衣服。做完这一切后，他立即跟了上去。秦泽前脚刚进门，后脚姚老师和秦女便出现了。秦女问：“你泄露情报给他了？”姚老师回复：“怎么可能？我知道规矩。”秦女很快排除了姚老师的嫌疑，自己一直和他在一起。如果姚老师真透露给秦泽情报，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不是姚老师，那还能是谁？难不成这个地方真是秦泽调查出来的？可他今天一天不是在床上睡觉，就是在玩手机，难道他会影分身？秦女不能理解。姚老师迫不及待道：“我们快跟进去看看。”此刻他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瞬间从下到上。秦泽还真是给了他一份惊喜。稳住，别浪，这把有机会翻盘。秦女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旋即，二人身影一点点消失。另一边，秦泽已经走进会所内部，不过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刚才安置女人耽误了点时间，导致他没能跟上大部队。这倒是符合秦泽心意，他可以自由探索地图。你怎么跑这来了？红姐到处找你，快跟我走。那个叫洋洋的姑娘出现，不由分说的拉起秦泽手腕就往前走。洋洋拉着秦泽穿过长长的走廊，一扇紧闭的门前，2个黑衣保镖对二人进行了一番严格的搜身。其中一人搜完身后，抬手拍了下秦泽的屁股：“美女，下班了有空喝一杯。”秦泽满脸黑线：“大哥，信不信我比你还大？”洋洋将秦泽拉到身后：“放肆，我们是你们能动的。”另外一个保镖连忙开口：“抱歉，他刚来没几天，还不懂规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洋洋冷哼：“不懂规矩可以学，命丢了可就什么都没了。”旋即，洋洋拉起秦泽，快步穿过小门。窥探秦泽美色的那个保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玩物而已，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能不能活过今晚都还不一定。”另外的保镖沉声道：“小心祸从口出，大家都是苦命人，何苦彼此为难？”二人的谈话内容全被秦泽听在了耳朵里。活不过今晚，陪酒还是一份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洋洋转过身，认真的看着秦泽的眼睛：“从现在开始跟我身边别乱走，别说话，眼睛别乱看，知道了吗？”秦泽点头。穿过那扇有保安看守的小门后，才算是彻底进入会所内部。劲爆的音乐声越来越大，当走到走廊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舞池，中央搭建了个舞台，10多名浓妆艳抹的女郎正在大秀热舞，周围的男男女女如同丧尸一样疯狂扭动着身体。灯光昏暗的角落里，不少人搂抱在一起，窸窸窣窣。这边，杨洋带着秦泽推走到廊尽头的一扇电梯门前，又是2名保镖的严格检查。通过检查后，二人搭乘电梯来到了地下1层。1层的空间很大，出电梯后正对着一个巨大的八角笼，周围西装革履的贵族和贵妇们边喝着红酒吃牛排，边将目光投向八角笼。八角笼周围的合金网有将近5米高，是巨人在里面战斗吗？秦泽不禁放缓了脚步。主持人的声音这时响起：“欢迎诸位今晚莅临，接下来是今晚的第1场战斗，挑战者是一位来自明珠区的勇士，
欢迎勇士登场！伴随着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八角笼左侧的升降梯将一个男人送了上来。男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柄长刀，被打扮得像是一个小丑。从男人身上，秦泽感受不到强烈的气血波动，他显然只是一个普通人。此刻男人的身体像是个筛子一样抖个不停。主持人接着道：“狩猎者是连赢78场无败绩的刀疤头。”话音刚落，现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口哨声。八角笼四周的音响震耳欲聋的音乐播放。右侧的升降梯缓缓抬起，一个巨大的合金箱子被投放出来。咣当一声，箱子门打开，一头3米多高、通体蓝色的虎形异兽缓缓爬了出来，其额头上有一道非常醒目的刀疤，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不远处手握长刀的男人，脸上露出一抹人性化的戏谑。F 级异兽，秦泽眉头紧锁，竟然活捉异兽来娱乐！扑通，男人一屁股瘫坐在地，黄色液体瞬间在地上铺开。异兽并没有心急的立刻冲锋，反而像是猫捉老鼠一般围绕着男人慢慢踱步。上啊，怂货！竟然被吓尿了，还不如上一个！你手里的东西是烧火棍吗？快点捅他！玩球，估计连半分钟都坚持不了。吃了他！吃了他！吃了他！快一点，我要看血流成河！八角笼周围的贵族一个个面红耳赤的大吼，哪里还有之前的半分典雅？吼！异兽朝着男人一声大吼，现场顿时更加沸腾。啊！男人大叫着起身，闭眼抬起手中的刀向异兽刺去。异兽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咬住男人上半身，用力一甩，噗嗤！男人的身体被直接撕开，下半身重重拍在了笼子上，鲜血透过窟窿喷溅到了不远处的桌子。桌上的男女如野兽般发出病态的笑容。哈哈哈！我赢了，40秒才死，真他妈的废物，就不能多坚持会吗？血流成河，血流成河！下一场，搞快点！看着眼前这场狂欢，秦泽的心情十分复杂。他实在无法想象，一群人正在为同族的惨死而大声欢呼。秦泽不禁摇了摇头，这个世界真是彻底没救了。杨洋轻车熟路地拉着秦泽绕开观众席，他对此似乎早就已经司空见惯。八角笼中的男人死后，秦泽见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哎呦，我的姑奶奶，你俩人上哪儿去了？都在等你们，知不知道？”红姐迎面来，脸上满是焦急和埋怨。杨洋忙解释道：“刚才突然想上厕所，就让妹妹陪着我一块去了。”红姐看了秦泽一眼，似乎猜到了什么，但并没有多言。洋洋，下不为例，你是老资历了，这种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杨洋挽住红姐的胳膊，夹着声音道：“我知道了，红姐，快点走吧。”秦泽感激地看了杨洋一眼，帮他顶锅，人还怪好的。杨洋只是笑笑回应。片刻，秦泽3人来到一间紧闭的包厢门前，此前的姑娘们也都在外面等着。红姐拍了拍手，都快进去吧，别忘了我的嘱咐。姑娘们点头，乖巧站成一排。红姐敲了敲门，得到允许之后，带着姑娘们鱼贯而入。秦姑娘站在最后一个。包厢里面6个男人正在吞云吐雾，其中坐在 C 位的赫然就是目标人物陈忠。包厢有一面从内到外单向透明的玻璃幕墙，正对着1楼八角笼。又一个男人刚死在了刀疤头嘴下。坐在沙发上的几人神色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死的不是人，而是一只蚂蚁。秦泽紧了紧拳头，旁边的洋洋以为他是紧张了，悄悄拍拍他的手背安慰。红姐满脸笑容，姑娘们来了，诸位不满意的话，我立刻就去换。陈忠边上的一个光头扫了眼，稍后点点头。红姐立马会意，姑娘们好好表现。对洋洋又小声交代几句后，他快步离开了包厢。别紧张，有我。洋洋挽住秦泽的手，向陈忠走去。哟，大佬们的聚会。局域网里响起千面的声音，他用那个高级员工的权限，把大地公司内网扒了个底朝天。包厢里的这几个人他全都认得。光头是陈忠的心腹，绝大多数的工作陈忠都会交给他去干，剩下的全部都是下属公司头头，权力一般，全靠陈忠活着。这边千面介绍完，秦泽和洋洋一左一右坐在陈忠身边。陈忠习惯性揽过2人肩膀，洋洋面带微笑，按摩、端茶倒水。秦泽照猫画虎。陈忠吃了个秦姑娘投喂的葡萄，对边上的光头说：“明珠区的项目做得不错。”光头谄媚，还不都是陈老大教导有方？另外按您的要求，我让下边的人向那些穷掉按人头征收了一笔1万5的土地使用税。陈忠挑了挑眉，怎么这么少？光头赶忙解释：“陈老大，不少了，明珠区的税都收到150年后了，这群穷光蛋实在是没什么油水可榨。”陈忠若有所思，军用技术那边不是要人吗？一个人投5万，另外告诉明珠区的人，每人500，给他们安排一个去军用技术的工作岗位，算是我们公司的格外关照。光头竖起一根大拇指，陈老大真的是太善良了。陈忠微微一笑，当然，我可是海都的榜样慈善家。光头举起酒杯敬慈善，其他人也纷纷跟着附和敬慈善。啊！伴随着八角笼中又一人的惨叫，几人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主持人，恭喜刀疤头取得91场连胜。秦泽心里冷笑连连，陈忠真是一个完美好号。这位海都大慈善家的双手不知道沾染了多少人的血。明珠区众人被赔偿的1万不仅拿不到，反而要再给公司一笔所谓的使用税。公司将他们卖给军用技术，蒙在鼓里的他们不仅不会有怨恨，反而还会对公司感恩戴德。毕竟没有公司的推荐，他们的脚这辈子也迈不进军用技术的大门。陈忠放下手中的酒杯，最近军用技术在搞什么名堂？你们查出来点蛛丝马迹了吗？几人摇头。陈忠面色冷了下来，哼，要你们何用？光头弯腰小心翼翼地说，似乎与黑山有关，他们在联合搞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保密工作很严，内部的棋子对此都一无所知，好像有官方的点头。官方带头的项目？陈忠越来越好奇了，我回去问问公司那位，你们先别查了，免得暴露棋子。光头回答，知道了。
另外，最近还有一件事，军用技术上周直接强制收购了一家位于明珠的小科技公司，死了不少人。说着，光头地上一摞资料。明珠机械制造与能源有限公司是商会成员吗？陈老大日理万机，这种小公司自然入不得他的法眼。光头摇了摇头，不是，我简单调查了一下，军用技术似乎看中了他们研制的新款电池，对方不松口，军用技术才搞了这么一出。听到此处，秦泽瞬间想到了不久前杰哥的事。秦泽的电池就是从明珠公司偷的，可他记得杰哥说过自己是海都生物科技研究所的人，与军用技术似乎并无关联。秦泽在局域网里呼叫千面，还在公司？千面打了个哈欠，今天加班，正好查一下海都生物科技研究所跟军用技术有没有什么联系。稍等，很快千面有了回复，海都生物科技研究所是黑山生物的小弟，一切都通了。海都生物帮黑山做事，目前黑山与军用技术又是合作关系，去窃取电池肯定也是得到了双方受益。黑山与军用技术并不知道杰哥身上的资料和样本被他截胡，他们急不可耐才会抢争电池的开发方。如此说来，黑山与军用技术的联合项目就是人形作战兵器。U 盘中关于 A、E 和融合电池的资料，秦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项就是电池与战斗机器人的匹配度，可以说这块电池几乎是为其量身定做。但有一点秦泽想不通是，明珠公司为什么这么刚？军用技术要直接给就是了，犯得着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秦泽思索间，有只手突然搭到了他的腿上，这么结实，平时很爱健身。想事情的秦泽条件反射似的随口答道，马马虎虎。全场瞬间安静，众人都将目光聚集在了他身上，就连那只手也忽然一僵。秦泽猛地反应过来，干，忘家了。陈忠眼中露出9分疑惑，1分兴奋。你的声音？秦泽赶紧加紧嗓子，我是说我健身健得马马虎虎。手继续动了起来。陈忠微笑问，你叫什么名字？秦泽，我叫林志远。陈忠点点头，志向远大，好名字。杨洋端过一杯酒放到陈忠嘴边，您喝酒。他是今天新来的，很多东西都还不懂，您别跟他一般见识。陈忠喝了口酒，随即对光头几人道，今天就到这里吧，派个人去和军用技术对接一下，问他们需要多少人，到时候一起送去。光头点头，是。陈忠捏起杨洋的下巴，今晚就你了。光头等人也各自挑了1到2个对象。秦姑娘轮空了，并没有人选她。局域网中满是快活的空气，没人选王刚，乐，真选了到时候谁是主攻手还不一定。亮出你的大宝贝，吓他们一跳。有一说一，你的家子应有待加强。3名保镖走进包厢，将剩下没被选中的几个姑娘带出去。秦姑娘刚要起身，听到一旁的洋洋说，老板还是选我妹妹吧，我都人老珠黄了，妹妹还未出阁，更懂照顾人。秦泽没想到洋洋竟让自己替他挡雷，亏他之前认为他是一个好号。陈忠有些意外，玩味地问，你确定？洋洋看了看秦泽，咬着下唇点头，我确定。从那双有些憔悴的眼睛中，秦泽看到了解脱与释然。陈忠起身拍拍屁股走出包厢，行，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谁让我是大慈善家呢？哈哈哈！大慈善家笑着出门。包厢里只剩下了秦姑娘、洋洋和2名保镖。洋洋起身来到秦泽面前，抬起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你很像我的妹妹，晚上一定要听话知道吗？要把每件事都做到100分，一定要。话落，洋洋跟着其中1名保镖走了，留下一头雾水的秦泽。这边门口另外1名保镖开口，秦姑娘好奇到底是怎么个事，她乖巧点头，小步跟在保镖后面。包厢外，红姐大声斥责着洋洋，你脑子在抽什么风？就为了一个见过1次面，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家伙，把自己搭进去，这么做值得吗？洋洋颇为洒脱的笑了笑，红姐，这些年我真的挺累的，我想好好休息了。红姐恨铁不成钢，你的合约只剩下最后半年，就不能再坚持吗？洋洋沉声道，我的好姐姐，你在这里的时间比我更久，就算合约到期，我真就能自由了吗？闻言，红姐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就这样吧。洋洋走向廊另外一个方向，与秦姑娘分道扬镳。红姐苦苦哀求保镖，她工作好多年了，什么都不会说的。保镖莫的感情，这是规矩，让开。红姐被推了个大屁墩，目光复杂的看了秦姑娘一眼。陈总还在等着，快些。保镖催促。7拐8拐，秦泽被带到了一间化妆室，里面有一个爆炸头涂着红色口红的男托尼。动作快点，陈总还在等着。保镖嘱咐完便关门守在外面。托尼点头，了解。这是一间独立的化妆室，面积不小，只有3面镜子，不过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却不少。秦泽觉得都可以开个专柜了。妹妹长得可真漂亮，好像我一位故人。托尼老师按住秦泽的肩膀，让他坐在椅子上。妹妹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你。秦姑娘用力加道，第1天。正在为其造型的托尼愣了下，你的声音还挺特别的。秦泽随后解释，小时候声带受过伤。托尼恍然，原来是这样。不得不说，托尼的手艺很棒，只是将头发简单盘了几下，秦泽就感觉自己大变样，从原本青涩的邻家小妹妹瞬间变成了成熟大姐姐。紧接着，托尼开始给秦泽上妆。陈总的喜好我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些，今晚我保证让他对你移不开眼睛。秦泽也和托尼闲聊起来，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托尼回道，今年是第4个年头。秦泽感叹，那你也算是老员工了，工资应该不少吧？托尼嘴角浮现出一抹不太自然的笑容，在这里我的确算是老员工了。秦泽装作漫不经心的说道，洋洋姐今天没被选中，真好，我也不想陪那些糟老头子。正在往秦泽脸上扑粉的托尼右手一僵，哪个洋洋？秦泽天真的眨了眨眼，就是红姐身边的洋洋。扑通，托尼老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怎么会这样？秦泽回头诧异道，
这样不挺好的吗？回去早点睡觉，熬夜对皮肤可不好。托尼失魂落魄的摇头，不，你不懂。秦泽双臂搭在椅背，下巴搁在上面。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托尼低声道，没被选中的人都会死。秦泽皱起眉头，为什么？托尼抬头看着他，你们进了包厢对吧？对，大佬们的谈话不能外泄，在场的人自然要全死。秦泽不能理解，为什么不等谈完话再叫我们进去？托尼笑了笑，或许这就是上位者独有的癖好，普通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性的，和猫猫狗狗没什么区别，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猫猫狗狗。这里的规矩，任何进入包厢的人当晚都要被处死。秦泽右手食指卷起一缕头发，我被选中了，也要死吗？托尼回答道，至少你能活过今晚。如果你的表现让陈老板惊喜和满意，说不定能继续活下去。听到这里，秦泽终于明白洋洋在包厢里分别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想让自己活下去，与人面兽心的陈忠不同，洋洋真是个好号，竟然把活命的机会让给了他。要知道，陈忠一开始可是选了杨洋的。王刚轮空，咚咚咚，门外等得不耐烦的保镖敲了敲门，快一点，陈总等不了那么久。托尼从地上站了起来，马上就好。他颤抖着点燃一根烟，随后将其放在桌边。洋洋，一路走好，下辈子我们继续做朋友。顿了顿，托尼又说，算了，还是别有下辈子了，人间不值得。做完这一切的托尼开始继续给秦泽上妆，只是他的双眸中再无一丝神采。秦泽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那种沉重的怒气，好友的逝去对他打击不小。秦泽也反应过来托尼口中的老员工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人都被当作一次性使用的工具，能熬过3、4年的确是老员工了。秦泽问，为什么不逃？托尼惨笑，往哪儿逃？从被卖到这里的那刻起，我们身上就已经被套上了枷锁。我们和会所签了一份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合约，不完成不能走，而且全天24小时都被监控，逃不了的。这种环境下，别说逃跑，连死亡都是一种奢望，真麻烦。秦泽突然叹了口气，他本来打算今晚去和陈总深入浅出的交流一下，因为许峰今晚大概率会动手，他直接在房间守株待兔，亲自会一会峰哥。不过他现在却不得不改变了计划。洋洋今晚又是帮他背锅，又是替他去死，自己一度还错怪了对方。他是个好号，不应该死在这里，就弄到这吧。秦泽摘下了插在头顶的几根束发棒，这下舒服多了。你要去哪儿？托尼叫住秦泽，你还没上完妆，不能离开，这是规矩。秦泽嘴角上扬，规矩？我的规矩才是规矩。砰！化妆室的门下一秒被他一脚踢飞。什么人？门外靠墙等待的保镖吓了一跳，多亏他身法敏捷，门板差点就拍在他身上。保镖刚稳住身体，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他的领口，将其给拎了起来。是你？保镖瞪大了眼睛，这不是他刚才亲自送进去的姑娘吗？细胳膊细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保镖运转气血想要反抗，秦泽稍一发力，保镖体内的气血被瞬间压制。好强！这种统治力至少是个4级武者。保镖知道今晚遇到铁板了。没被选中的姑娘送去哪儿了？秦泽沉声问。保镖没有回答，而是仗着公司背景开始威胁，这里是大地公司的场子，敢在这里闹事，你是不想活了？托尼跑到门口，看到眼前这一幕也是惊呆了，说起话来都变得语无伦次。妹妹，你我这半条走廊全是化妆室，化妆师们听到动静纷纷好奇开门。当看到一个身材纤细的漂亮妹子将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拎起来的时候，众人大吃一惊。热闹不是那么好凑的，担心引火上身，化妆师们在看了2眼后便回到化妆室关紧大门。保镖见秦泽无动于衷，继续威胁，你坏了规矩，想活现在唯有乖乖束手就擒。秦泽，我来教教你我的规矩。呼！秦泽的手上冒出蓝色火焰，瞬间蔓延至男人肩膀。如今他对蓝颜外放的控制已经是非常细节了，说烧你小拇指就绝对不烧你大拇指。啊！男人一声惨叫，右肩熟了。秦泽收回火焰，还要不要我再继续教你？大汗淋漓的保镖不住摇头，我都学会了，不用教了。秦泽乐了，你倒是挺勤奋好学。不待秦泽问第2遍，保镖直接回答，那些女人全被送到地下2层的手术间去了。秦泽一拳打晕了保镖，随手扔到墙角。托尼张大嘴巴满脸惊讶，此时他也终于意识到了秦泽的身份不简单。收拾收拾东西，半小时后你们都能离开这个鬼地方。说罢，秦泽头也不回的朝电梯走去。局域往内，众分身急不可耐，让我们出来啊！打团不叫我是吧？自爆组请求出战，带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分身们都想出来快乐。吞噬哥也问要不要支援，秦泽果断拒绝。你们猜猜考核官现在哪里？他可不认为考核官就只是发布个任务，看个结果就完事了。如果他所料不错，此时那个 NPC 正在某个地方看着他，这正是秦泽不叫分身出来的原因。今晚是本团长的个人秀，你们只管欢呼和鼓掌就好。秦泽按下通道闸门的开门开关，门开，外面10多个黑衣人已等候多时，几头2级的烂蒜可不够看。秦姑娘气血迸发，如闪电般冲出，虎啸龙吟间，一众黑衣人同时被掀飞。走廊里的红色警示灯开始闪烁，广播通报秦泽的所在位置，大批安保开始集结。附近的几个安保率先赶到，可1级出头的修为连给秦泽提鞋都不配，仅仅一个照面，瞬间倒地不省人事。该说不说，年轻人的睡眠质量就是好。八角笼周围的贵族们都愣了愣，还以为会所的安保在搞演习。刚完成第95场连胜的刀疤头舔了舔嘴角，明显还有些意犹未尽。砰的一声，八角笼一侧突然破开了个大洞，现场的贵族们先是安静了2秒，旋即开始鸡飞狗跳。刀疤头兴奋了，扑进人群中，一口一个吃起了自助餐。贵族们争相逃命，彼此间不断推搡踩踏。
身体强壮的男人则是一把将前面的女人拽到身后，为自己拖延时间。其中不乏一些低级武者，但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逃跑，而不是反击。凡是挡在他们逃命路径上的人都被其直接撞碎。仅仅10几秒钟，整洁的现场一片狼藉，地毯也已彻底被红色的鲜血浸透。庇护空间中的秦姑娘此刻正坐在八角笼边上，她边摇晃着一杯顺来的红酒，边津津乐道地看着下方的一切。跑得太慢了，狗都比你快。哥们，你手里拿着的烧火棍吗？捅他呀！无聊，到底什么时候血流成河？就在秦泽评头论足的时候，有个2级武者突然爆发气血，朝刀疤头冲了上去。刀疤头张大嘴巴，一口吞下。秦泽摇了摇头，这货气血太虚了，估计是嗑药上的2级。从其握刀的姿势就能看出没有半点战斗经验。现场的贵族武者皆是如此。片刻，一队保安总算是来到现场。然而遗憾的是，其中最强的人也不过1级巅峰。队长看到现场情况后，立刻通过对讲机汇报：刀疤头出笼。重复，刀疤头出笼，正在大开杀戒。对讲机传来回复：关闭闸门，别让他跑了。雷经理正在下楼。队长接到命令后忙带队撤了出来。下一秒，按下开关，合金闸门开始闭合。几个已经快要冲到门口的人不甘心等死，助跑飞扑。遗憾的是，他们只有上半身顺利通过。1吨多重的大门落下，几人被拦腰斩断。2分钟后，混乱停止。在场的30多人已经全被刀疤头吃掉。处于极度亢奋状态下的刀疤头正在疯狂冲击闸门。这时，秦泽从天而降，落在了刀疤头的脑袋上。刀疤头疯狂甩头，秦泽的脚底板像是涂了胶水，纹丝不动。哎呀呀，真是辛苦你了，休息吧。秦泽右脚轻飘飘一踏，砰的一声，刀疤头那小半个轿车大的脑袋瞬间炸开，红白之物散落一地。轰！无头尸体倒下的同时，秦泽一个后空翻稳稳落地。整个地下1层都已封锁，电梯同样被锁住。秦泽重拳轰开电梯门，随后走进电梯，右脚再度一踏，电梯升降绳应声而倒，伴着令人牙酸的声音，秦泽和电梯迅速下坠。砰！不到2秒，电梯落地负2层。走廊里的一众毫无准备的安保如惊弓之鸟。秦泽挥手打了声招呼：晚上好，请问手术室往哪边走？撕拉了，雷光万千，数道雷霆从秦泽身上迸发而出，充斥着整条走廊。跟电鱼一样，一众安保全被电翻在地。一条纤细白皙的长腿跨出电梯，秦姑娘大摇大摆走出。负2层只有一条幽深的走廊，两侧20来个房间，正对着电梯门的尽头便是一个挂有手术室牌子的大门，还挺好找。秦泽缓缓向手术室走去，经过沿途的房间，他通过门上的玻璃探头往里看了眼。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一间囚室。里面的空间狭窄，摆放着数个铁架床，有男有女，他们双目空洞无神。即便是发现门外的秦泽，也只是看他一眼便移开目光。其中不乏一些带妆的漂亮妹纸，估计是之前没被选上就关在了这里。秦泽没有在人群中看到洋洋，心里有种不太妙的预感。手术室门前的牌子亮着，说明里面正在进行一场手术。砰！秦泽抬脚踹开大门，把里面的一众医生吓了一跳。偌大的手术室共有5台并排放置的手术台，这里的环境简直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地面的瓷砖黏糊糊，还有不明的黑色液体，垃圾桶就堆在墙角，苍蝇在边上嗡嗡乱飞。若不是亲眼所见，秦泽实在无法相信这种鬼地方可以进行手术。每个手术台都只有2名医生在操作，他们闻声纷纷回头，看到了一个漂亮姑娘站在门口。其中一名医生擦了擦手上的血，不耐烦道：还没轮到你，滚回去。秦泽像是没有听到，继续走进手术台。医生皱起眉头，听不懂人话。安保哪去了？快点把这个疯女人带出去，别耽误我们工作。秦泽随意挥手将医生拍碎，剩下几个健壮直接瘫坐在地上。他们只是普通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最近的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女人，秦泽见过。半小时前他们共同进的包厢也是没有被选中。此时女人的肚子和前胸都被剖开一个大洞，里面的器官不翼而飞。秦泽微微皱眉，检查剩下的手术台，情况都一样。这场手术进行到了一半，手术台上的人器官都已经被摘除，即便是死了，公司也要榨干他们的最后一丝价值。终于，秦泽在最后的手术台上找到了洋洋，没有氧气面罩，没有生命体征检测仪，没有输液，就那样光溜溜的躺在手术台上。心脏刚被摘除，泡在一旁的玻璃容器里跳动，碗口大的窟窿里面鲜血如泉眼般涌出。医生似乎也并没有给他止血的打算，由于失血过多，他全身的皮肤都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秦泽心态有点崩，救的人死了可还行，装回去。秦泽掏出威龙顶住医生的脑门，医生的身体抖成了筛子，装不回去了，能摘不能装。医生快要哭了，移植心脏是一项特别繁琐的工作，需要很多精密仪器，这里没有，而且我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给我设备我也不会。公司雇佣我们只做摘除工作，我首次操作不太熟练，他已经死了。砰！秦泽扣下扳机，医生的脑袋连同小半个身子炸成一团血雾。旋即他又指向另外一个医生，你会吗？这货直接尿了。砰！枪响人炸，剩下的人妈呀一声拔腿便跑。秦泽冷哼，赏了他们1人1颗子弹。看着已经没有呼吸的洋洋，秦泽叹了口气，这个操蛋的世界。秦泽走出手术室，对着走廊囚室里的人大声道，我带你们出去。啪！他打了个响指，一条电蛇从指尖跃动而出，瞬间冲破了所有囚室门上的电子锁。即便大门已经开启，但里面麻木的人却没有任何反应。想活的跟我走，电梯已经坏了，能用的只剩下安全通道。终于有人大胆走出囚室，跟在秦泽身后，有了一个领头的，剩下人接二连三紧随其后。
秦泽一拳轰开安全通道大门，爬上负一层。之前包厢里见过的那个光头男正背对着秦泽检查地上那具无头异兽的尸体。此外，再无一个安保。听到脚步，光头缓缓起身，看向秦泽。原来是你。包厢里我就觉得你不太对劲。秦泽对身后人低声道：“走。”一行人连忙沿着安全通道继续向上。光头见状也没有阻止，目光则是一直放在秦泽身上。谁派你来的？黑山？还是军用技术？秦泽挑了挑眉，看来这些公司间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既然不说，那我就亲自撬开你的嘴巴。光头拿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紧接着他的双拳以及小臂开始渐渐变得赤红，如一块滚烫的烙铁。烟头一触即燃，光头深吸一口，朝秦泽快速突进。呲啦啦，秦泽全身雷光涌动，一条条雷鞭疯狂抽打光头。光头双臂交叉在头顶，雷鞭触碰到赤红双臂，立刻升起一道白烟。转瞬间，光头便已突至秦泽面前。4级。摸清光头的真实实力后，秦泽也认真起来，蓝焰外放缠绕双拳，与雷霆彼此交织。来得好！面对光头那双来势汹汹的铁拳，秦泽没有任何躲闪，直接原地硬刚。砰砰砰砰，一时间4拳相撞，整个负一层都是激烈震耳的爆响。两人像是拆迁队，打到哪拆到哪。八角笼附近很快化作一片废墟。光头的赤红铁拳有温度加成，但秦泽拳头上的蓝焰温度更高，而且蓝焰有着强大的传染燃烧性，碰哪里哪里烧。小半个负一层都变成了蓝色火海。光头佬的面色逐渐凝重，他发现面前这个低级武者有点不太一样，身体过于硬了，甚至可以和刚突破4级的他一较高下。更让他感到心烦的是，那时不时沾到身上的蓝色火焰，若不第一时间用铁拳的天赋能力拍灭，瞬间就会蔓延。二人双拳再度相撞，下一秒拉开距离。呸！光头吐出嘴里的烟头，拍掉肩膀上的小火苗。该结束了。秦泽看着周围的蓝色火海，咧嘴一笑，是该结束了。轰！就在这时，头顶上突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整栋楼都跟着晃了晃。大家晚上好，我是海都新闻电视台记者小慧，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清月百合会所楼下。就在1分钟前，顶层27楼发生剧烈爆炸，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火已经烧起来了。一名女记者站在会所对面的街上，对着摄像机镜头滔滔不绝。说来也巧，她只是日常巡街，恰好遇到会所爆炸，整个顶层的窗户都已经被震碎，浓烟滚滚，外面聚满了各路吃瓜群众。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家会所隶属于大地公司名下，爆炸发生的时候正是会所的营业时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半小时前，会所突然封闭，顾客全都被困在了里面。即便现在大火已经开始向下蔓延，闸门仍旧没有开启的征兆。记者兢兢业业地报道着。这时人群发生骚动，执法队到了。女记者见状，立刻将话筒对到了距离最近的3号执法嘴边。请问里面现在是什么情况？公司为什么不让人出来？路人听到了异兽的吼声，大地公司是在会所里圈养异兽吗？3号黑着张脸，无可奉告。突破几个现场记者的包围，3号总算是带人来到楼下，把警戒线拉起来。是，他负责的街区正好是这片，所以来得最快。3号抬头看着熊熊大火，心里感到有些不妙，让那些记者离远点，真是够烦的。那些问题他怎么可能会知道？1楼闸门紧闭，火势这么大，烟用不了多久就会蔓延下来。那石门要是再不打开，里面的人都得憋死。联系公司，让他们开门，向总部寻求支援，派个审判者过来。与公司相关，事态必须提升一个等级，这是执法章程。很快，一名审判者抵达现场，汇报情况。3号立刻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说了一遍。审判者皱眉看着闸门，只见他走到大门前，抬手放在门上，轻轻用力一按，砰的一声，大门4分5裂，化作一地碎片。门碎的瞬间，滚滚黑烟从里面涌了出来，还活着的人连滚带爬向外跑，其中正包括负2层被秦泽救下来的人，以及托尼老师等一众化妆师。审判者沉声道：“大楼的消防装置坏掉了吗？”烟向下的速度太快了，几辆消防车随后赶到，开始向上喷水。有异兽！我听到了异兽的声音。会所地下是器官黑市，死了，大家都死了！哎呦，快进去救人啊！出来的人大多崩溃。女记者听到器官黑市4个字，瞬间眼前一亮。大新闻！她连忙上前采访起那些活下来的女孩，姑娘们也是知无不言，大声控诉着公司的种种劣迹。审判者叹了口气，这下麻烦大了。他嘱咐3号，那些姑娘还有记者都带回去，没上面的命令，不能放人。3号不能理解，他们是受害者，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们？不待他询问，审判者又下达了下一条命令，附近2条街区立刻封锁，发现可疑人员当场击毙。话落，审判者走进会所，救命！1楼大厅躺了一地人，部分人还有意识，他们伸手向审判者求救，审判者却是理都没理，径直上楼。负1层，秦泽和光头跟着大楼晃了晃，很快稳住身体。该死，又有老鼠进来了！光头佬面色冷峻，陈忠现在还在大楼里，他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必须速战速决，解决掉眼前这个家伙。秦泽通过蹲在外面的分身得知，大楼顶层炸了，而那里正是陈忠所在。秦泽的第一反应是许峰来了，这个热闹秦泽还想凑一凑。不管怎么说，老登是自己的任务目标，奈何面前还有个碍事的家伙。不过负1层的蓝焰已经烧起来了，下步计划可以执行。砰砰，光头2个拳头相互碰了碰，开山拳。光头率先开大，2个拳头红得发黑，温度近千。他一跃而起，朝着秦泽的脑袋重重砸下。秦泽嘴角上扬，处决开始。在外层蓝焰的遮挡下，秦泽开启巨霸化，
数米高的身躯拔地而起，同时蓝焰外放，化作一个蓝色的烈焰巨人。半空中的光头瞪大了眼睛，什么情况？这个大块头是哪里冒出来的？火太大，导致光头的视线也受到了部分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秦泽变身的全过程。在他的视角里，巨人完全是凭空冒出来的。双重强化下，秦泽直逼4级。光头咬了咬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那硕大的拳头劈头盖脸砸下，可就在将要命中的刹那，巨人忽然又消失了。人呢？光头佬扑了个空，他警惕环顾四周，除了火就是火，什么也看不到。你是在找我吗？鬼魅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光头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糟糕，背后的空门路了。他还没来得及转身，一道射线洞穿了他的胸口。噗！光头口中鲜血上涌，体内气血紊乱，一道巨大的阴影将其身躯笼罩，附近都是蓝岩，对秦泽来说如鱼得水，这里就是他的领域。在朱雀部的帮助下，他可以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任意处地方。光头颤抖着转身，只见巨人高举一把硕大的古剑，唰！下一秒，古剑直劈而下。光头忙激活防御武具，头顶凝聚出一面血色盾牌。秦泽开启贤者时间，短暂突破4级。古剑呼啸，空气被摩擦出刺耳的爆鸣。砰！在古剑落下的刹那，血色盾牌如纸般被轻易切开。紧接着，古剑威势不减，一路向下，在光头满是惊恐的目光中，将其从中一分为二。秦泽解除巨霸化，单膝跪地。贤者时间过后，一整个腰膝酸软，放在平时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恢复。若不是为了一击必杀，他不会用这一招。毕竟是4级武者，不可托大。局域网里有分身道，要不要大爹背你出去？秦泽摇摇头，缓会就能走。嗡！身上的元晶散发出柔和光芒，笼罩全身。秦泽一时间感觉暖洋洋，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极为舒适。秦泽拿出元晶握在手中，其所散发出的蓝光愈发耀眼。他整个人沐浴在圣光下，全身上下的每个细胞都在快速汲取着能量，就像是有双软若无骨的玉手在给你做全身按摩。秦泽舒服地哼哼了起来。有了元晶，贤者状态的时间大大缩小，以前需要2个多小时，现在有了元晶的补充，半小时就能彻底恢复。仅仅过了1分钟，秦泽已经能够站起来了，真不错，老东西真是够慷慨的。秦泽看着手里的蓝色晶石，不由得掂了掂。他突然想到，元晶补充的是生命之源，那岂不是说他每次集合全部分身属性所付出的代价都是生命之源？难怪每次都会进入贤者模式，原来是生命之源消耗太大。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只一次就会变成一具干尸。好在秦泽有那么多牛马在，虽然生命之源消耗巨大，但每个牛马一平摊落在本体身上其实也没有多少，恰好这个损耗的量可以自行恢复，只是每次恢复需要大量时间。如今元晶在手， CD 会大大减小。秦泽将元晶小心收好，周围的蓝岩在其控制下燃烧起数米高，将它团团围住。从外面看，视线都会被遮挡住。担心 NPC 偷窥，秦泽特意布下这一领域。刚才他又是异兽化，又是贤者状态，有蓝岩遮挡，就算 NPC 真在外面偷窥，也什么都看不到。10分钟后，秦泽身体已经恢复大半，虽然不如巅峰，但至少不再是一只手无缚鸡之力的菜鸟。在蓝岩的遮挡下，秦泽钻进庇护空间。下一秒，他将周围的蓝岩全部收了起来。做完这一切，秦泽直奔安全通道。是时候会一会阿峰了。秦泽前脚刚走，后脚光头的尸体旁，秦女和姚老师从虚空中浮现。单杀4级，秦女眼中浮现出一抹惊讶。光头虽然刚突破4级没几天，修为还没稳固，可4级就是4级，被一个2级武者单杀，说出去怕是都没有人会相信。姚老师表面看上去稳如老狗，实际上心里早就欢呼雀跃起来。秦泽呀秦泽，我还真是没有看错你。姚老师觉得这波稳了，必然翻盘。秦女环顾四周，刚才火势太猛，他们没有靠太近，过高的温度会显示出他们的身体轮廓，只得在外围暗中观察。遗憾的是，火焰太高，他们什么都没看到，只是听到了非常激烈的打斗声。如此凶猛的大火，现场物体却没有任何被焚烧过的痕迹，这很有趣，是他的天赋能力吗？秦女喃喃自语，她开始对秦泽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家伙好奇起来。姚老师洋洋得意道：“我就说他潜力无穷吧，连4级都能单杀，这场考核他轻而易举就能通过。”秦女闻言淡淡道：“你是知道的，考核不仅仅关乎武力，真正的考核才刚刚开始。”话落，秦女拿出一个小本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有关秦泽的个人信息。在战力评估那一栏里，秦女给了10分，让我们看看他接下来的表现。秦女收起小本本，眼中也浮现出了一抹期待。秦泽通过安全通道顺利来到1层，在消防署的努力下，顶层大火已经被扑灭，1楼也不复之前那般黑烟滚滚。整栋大楼此时已被海都执法封锁，一切人员禁止入内。不过封锁只是在外围，执法员并没有进里面来搜查或者是救人。现场一片狼藉，横七竖八，到处躺着尸体，有些人还有一口气躺在地上呻吟挣扎，他们的呼吸道和肺部损伤严重，若不及时得到治疗，结果只有一个计。蹲守在外围的分身在局域网中汇报，就进去一个审判者。周围3条街都封锁了，执法员守住了每个进出口，看样子是想瓮中捉鳖。许峰这些天杀了好多公司的人，明珠区的项目参与者从下至上几乎被他屠了个遍，如今就只剩下陈忠还活着。今晚许峰明显是奔着陈忠来的。然而愤怒的海都执法同样在此地布下天罗地网，到底是谁猎杀谁还未可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后面还有猫。秦泽嘴角微微上扬，在庇护空间的掩护下，他开始向顶层进发。
一路上，秦泽看到了遍地的尸体，大多是服务生、安保，这些人皆被一击毙命。继续向上，秦泽又看见了几个变成丧尸的安保，与那晚下淮安宴会上的如出一辙。秦泽微微皱眉，大致有了推测，这些明显是许峰的手笔，将大楼的人转化成丧尸加以控制。审判者是后面上楼的，走的同样也是这条路。这些丧尸化的人应该都是被他所斩杀。在庇护空间的笼罩下，秦泽一路悄无声息抵达顶层。这里是陈老板的专属区域，一个装修极为奢华的大平层。不过一场大火将这里烧得面目全非，已经看不出往日的豪华。大厅里，三方人正在对峙，披着黑色斗篷的许峰，身穿执法制服、面色严肃的审判者，以及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的陈忠。看到毫发无伤的陈忠，秦泽十分意外。爆炸有多猛，他通过外面分身的视角看得一清二楚。此时的陈忠仍旧是那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其周身5米内的一切都完好无损。他手中拿着香槟，玩味地看着不远处的许峰，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到公司的地盘上撒野。许峰冷笑，狗东西命倒是挺硬。今晚许峰的计划是在陈忠进行床上运动的时候炸死他，不过那女人迟迟不出现。不久后，地下2层又发生了骚乱，眼看整栋楼的安保都在朝顶层汇聚，若是再不出手就没有机会了。于是许峰提前引爆了炸弹。不过操蛋的是，陈忠身上有个品质极高的防御武具，虽是一次性，但却护了他周全。许峰只得启动备用方案，用能力将下面几层的人转化成傀儡强攻。在这关键时刻，又一个审判者杀了上来。5级审判者眉头紧锁，沉声道：“许峰，你被捕了。”许峰叛逃深渊，涉嫌76起故意杀人案、海都大酒店袭击案、会所爆炸制造者。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现在面向墙壁，双手高举过头顶。审判者拿出金色法牌，正对许峰。刹那间，金光璀璨，照在了许峰的身上。就在这时，许峰脖子上的项链散发出绿光，立刻破了法牌的力量。许峰咧嘴一笑：“审判者的法牌在我面前可不够看，还是把你们执行官叫来吧。”秦泽见状不禁感叹：不愧是哆啦 A 梦，身上的武具就是多，攻击、防御，甚至连精神类的都有。法牌无用，审判者便也没再继续使用。我的人已经将周围全部封锁，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乖乖束手就擒。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闻言，许峰仰天大笑：哈哈哈！法律的制裁？笑着笑着，许峰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个时候，法律怎么想起来制裁我了？我妹妹惨死的时候，法律在哪儿？我家房子被毁，数不清的街坊邻居被打死打伤，强行赶出家门。那个时候，你们这些正义的使者又在哪儿？审判者微微皱眉，对你的遭遇，我表示遗憾，但这不是肆意杀人的理由。许峰冷笑，算了，我也没指望你能理解我的心境。我的班长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当遇到不公的时候，就用这双拳头将乾坤颠倒。许峰缓缓看向仍旧坐在沙发上，云淡风轻喝着香槟的陈忠，大吼：地狱尖兵，有死无生，杀！许峰双手各握住一把尖刀，扑向陈忠。砰！审判者忙突至陈忠身前，用金箍挡下了这一击。许峰，你有取死之道！许峰再度大喊：杀！旋即其身气血沸腾，双刃上一层薄薄的血雾萦绕其上。砰！二人再度交锋，巨大的碰撞力将双方分开，一道凶猛的气浪向四周横扫，承重柱被撞得粉碎。哗啦一声，大半个房顶砸了下来。审判者和许峰同时气血外放，将掉下的房顶震碎。暗中观察的秦泽一直将目光放在陈忠身上，这老东西仍旧悠闲自得地喝着香槟，甚至有闲情逸致欣赏起了夜景。旁边可是有个要杀他的4级武者，他表现得有些过于淡定了。现在审判者明明已经拖住了许峰，可陈忠完全没有要逃跑的意思。不对劲，秦泽走到许峰身后，这里视野最好，可以将整个现场尽收眼底。陈忠不知为何后背突然感到凉飕飕的，像是有人在盯着他后脖梗子看。陈忠回头左瞅右瞅，并没有人，难不成是自己的错觉？庇护空间里的秦泽有点诧异，这老东西倒挺敏锐，这都能发现。另一边，许峰和审判者对视片刻，激战再次爆发。只见许峰取出一个红色小药丸扔进嘴里，旋即他身上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几乎是在转瞬之间就已突破5级。秦泽啧啧称奇，许峰身上的好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一个大头兵身上有这么多的武具和丹药，着实叫人意外。还是说这就是地狱尖兵的福利待遇？如果真是这样，秦泽都有点想要加入了。局域网中，一众分身酸道：干！我们马戏团什么时候也提一提福利待遇？就是老黄牛还得吃点草，我们吃的是血，挤出来的是草啊！不特么冥想了，谁爱干谁干。俺也一样。对于一众分身们的抗议，秦泽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样吧，为了激励你们努力工作，每个月我都将评选一个最佳员工奖。下次团战的时候，最佳员工可以随便挑选位置。众分身，秦泽，我俏丽吗？在秦泽与牛马们调侃的功夫，审判者与许峰间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用丹药将修为强行提至5级的许峰，战斗大增。在与5级审判者的近身搏杀下，竟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隐隐压了对方一头。这就是地狱尖兵的实力吗？相较于城市执法，深渊士兵每天都在与异兽作战，战损比惊人。尤其像是地狱尖兵这样的特战部队，能活下来的全部都是佼佼者。其丰富的作战经验的确不是城市中的审判者能够相提并论。许峰手中的双刀上下翻飞，已经在审判者身上留下数道伤口，时不时他又掏出一把手枪喷上几枪，对审判者造成极大干扰。审判开始，审判者一拳将许峰逼退，紧接着金箍被他丢到天上，
空中金箍急速旋转并缩小，落在了审判者的头顶。金箍万丈光芒，金色铠甲在审判者身上迅速凝聚。很快，5级审判者便成为了一名金甲战士。审判者发起冲锋，任由许峰的血色弯刀落在其身上，刀锋碰撞金甲，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硬是破不了防。审判者猛地轰出一拳，一道金色光束打向许峰胸口。许峰身上的被动防御武具被激活，然而并没能挡住金色光束。金色光束将防御武具连同许峰的胸口一起洞穿。噗！许峰口中喷出一大口血，脸色顿时变得无比惨白。看着单膝跪地的许峰，审判者沉声道：“许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将还是不降？”许峰抬起头，嘴里满是血。今天陈忠老贼必死，耶稣也救不了他，我说的。审判者眼中闪过一抹冷色。既然如此，我以法律的敢为者、海都执法的身份对你进行审判。许峰，你涉嫌叛逃与故意杀人，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即刻执行。瞄准许峰的脑袋，审判者的右拳再度轰出。就在这时，许峰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无比暴虐的气息，他双目变得赤红，全身的皮肤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鳞甲。同时，许峰的身体也开始扭曲，下身纤细，上身的肌肉无比隆胀，脊柱凸起一根根骨刺，满是老茧的双手也化作黑色利爪。秦泽瞪大了眼睛，对于这一幕他再熟悉不过。许峰异兽化了，许峰变成了人形异兽。审判者的制裁之拳被其轻而易举挡下，黑色的爪子攥住了审判者的拳头。许峰咧嘴一笑，就这。噗！许峰另外一只爪子狠狠抓向审判者胸口，留下3道鲜血淋漓、深可见骨的抓痕。审判者咬了咬牙，一跃而起，于半空中进行死亡翻滚，终于挣脱了许峰。秦泽微微皱眉，许峰的状态很不对劲，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已经濒临失控边缘。被魂珠污染，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精神。虽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但代价却是丧失自我。许峰这枚魂珠已经吞噬许久了，异化度达到了90%，已是无法逆转的状态。不像是秦泽的分身，精神污染众人平摊，落在个人头上并没有多少，完全可以接受。但许峰自己显然无法承受。从吞噬下未进化的魂珠那刻起，他怕是就没打算活。审判者捂住鲜血淋漓的伤口，脸上满是惊愕：“你疯了！吞噬未进化的魂珠？”许峰舔了舔手指间的血，面容狰狞：“谁都会死，但不是谁都活过。从复仇计划开始的那刻起，我就没想过活着。地狱尖兵，杀！”许峰如狼一般，四肢着地，身子弓起，向审判者猛扑上去。局域网里，吞噬哥见状道 ：“A 级魂珠，狼类异兽。”秦泽点点头，每天在深渊摸爬滚打，只要不是 S 级，其他都很好获得。我更好奇的是，他这一身武具都是从哪儿来的？吞噬哥沉默片刻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离开深渊之前，把军部的武器库给打劫了？”秦泽也不排除这种可能。经过魂珠强化过的许峰战力飙升，局面变成了一边倒。许峰一直在压着审判者揍，敏捷度要比之前提升一大截。那双利爪快到秦泽只能看见一道道残影，刷刷刷刷。在许峰的一顿疯狂乱抓之下，审判者身上的金甲越来越暗淡，终于砰的一声，金甲溃散。审判者头顶的金箍也飞到了墙角。许峰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了舔嘴角，玩味道：“现在是审判时间。”旋即，许峰抓住审判者的肩膀。审判者想要卸力，却发现许峰的2个爪子像是焊在了他肩上一样。撕啦！许峰撕下审判者肩膀上的血肉，接着用力一甩，像是甩垃圾般把他扔到墙上。下一秒，许峰手中凝聚出一根气血长矛，长矛投掷而出，在空中将审判者扎了个对穿，借力把他钉在了墙上。审判者胸口血如泉涌，气息萎靡，头一歪昏死了过去。法王不屑，太面了这审判者。吞噬哥分析道：“召唤那套金甲应该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点类似贤者时间。”巨霸问秦泽：“许峰要干老登了，你不拦？”秦泽淡淡道：“别急，让子弹飞一会。”解决掉审判者后，许峰面向陈忠，陈忠手中仍旧拿着一杯香槟，泰然自若。许峰脸上满是亢奋与癫狂，五官全部扭曲在了一起。终于到了这一天，哈哈哈！终于等到了。陈忠，我不会让你那么容易就死掉的，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全割下来，结。很明显，此时的许峰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异化程度这么高，差不多被杀戮本能支配，也就是许峰复仇心切，还没有完全迷失自我。陈忠上下打量了许峰一番：“你把我记着没死吧？你看这样如何？反正你肯定是要死的，你死了，你爸无依无靠，后半辈子怎么活？只要你把自己贡献给公司，公司会给你爸一大笔钱，保证他后半生衣食无忧。”陈忠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满意道：“融合度这么高可不多见，研究价值很高，把自己卖给公司也算是为全人族做贡献了。意下如何？”许峰怔了怔，他之前预想过很多种陈忠跪地求饶的情况，却从未想过对方竟然缠自己的身子。你拖延时间的伎俩对我不起任何作用。说着，许峰就准备动作。陈忠突然开口：“你觉得我错了，或者说是大地公司错了？”许峰放下爪子，额头轻轻抱起，低吼：“你认为自己没有错？我妹惨死，我爸残废，那么多人无家可归，你没错。”陈忠放下酒杯，翘起二郎腿：“我当然没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演员，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像大自然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各尽职能。公司的职能是保证世界平稳运行，为深渊战争提供后勤，凝聚一切战略资源。”陈忠看向许峰，继续道：“至于你们，所谓臣民，其职能是养料。”看着许峰眼中的怒火已经喷涌而出，陈忠笑了笑，虽然不好听，但却是如此。
陈明要有陈明的觉悟，只需老老实实为公司、为世界上层提供营养，其他的还轮不到你们操心。再回到一开始话题，我错了吗？当然没有。就算没有我陈忠，也会有李忠、王忠；就算没有大地公司，也会有天空公司、天地公司。这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你为什么想要去打破它呢？所以年轻人，错的其实是你啊！局域王里，法王道，好他妈贱，我想刀了他。吞噬哥加一，巨霸，俺也一样。秦泽若有所思，姚老师的组织也奉行这套理论，那不入也罢。许峰愣了片刻，扶腰大笑，合着我家破人亡都是我的错？凭什么公司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普通人生死？许峰双目猩红，老子不服！狗屁规则，老子不认！我只认一个规则，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许峰气血迸发，全身上下弥漫着淡淡猩红薄雾。陈忠狗贼，受死！陈忠叹了口气，愚民就是愚民，想让你们明事理比登天还难。话落，陈忠威压迸发，5级巅峰。秦泽挑了挑眉，果然这老登隐藏修为了。从始至终，陈忠稳住老狗。秦泽早就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原来是5级巅峰，怪不得还能悠然自得的喝酒看夜景。陈忠拿出一副5具全套戴在了手上，即便是发现对方隐藏了实力，但许峰仍旧未退后半步。陈忠冷哼，不退反进，起手就是一套组合拳，拳套似乎能够将力量放大，即便陈忠每一拳都是轻击，看起来却跟蓄意轰拳一样。哪怕经过魂珠强化，许峰也不过只是5.5级。正所谓一力降10会，虽然许峰身法敏捷，但只要被陈忠的拳头擦到一下就是重伤。短短几分钟不到，许峰已然变成了个血葫芦。陈忠扼住许峰的脖子，将其整个人提了起来。许峰双臂无力下垂，视野全被头顶流下的血盖住。陈忠戏谑道：“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是2级巅峰吧？愚民就是愚民，本来你可以死得有价值一些，最起码可以给你父亲换笔钱，但现在的你一文不值。”许峰缓缓抬起脑袋，知道我这种蚂蚁一样的愚民和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公司大领导有什么区别吗？陈忠偏了偏头。许峰笑了：“死亦有何惧？”陈忠瞪大了眼睛：“你要自爆？”感受到对方体内沸腾起来的气血，他赶忙把许峰扔出窗外。半空中的许峰挥了挥手，朝屋内丢出一枚圆球。陈忠下意识激活防御5具，就在防御屏障凝聚而成的瞬间，白球爆炸，犹如太阳坠地，屋内顿时充斥着炫目的白光，无数血针从白球中向四面八方激射。暗器主打一个出其不意，陈忠完全没想到这个白球还有2阶段，但防御5具激活，他倒也不怕。可让他惊讶的一幕发生了，血针竟然全部穿过了5具屏障，刺进了他的身体里。扑通！陈忠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那真是用气血凝聚的。物理类防御5具显然防不了气血，更要命的是，真理有毒。此刻陈忠气血运转不起来，皮下又痒又疼。窗外的许峰后背展开一双翅膀，冷笑连连。A 级异兽黑蟾蜍的毒，我用自己的气血进行了转化。陈忠嘴唇颤抖，疯子，这么做许峰也会中毒？许峰咧嘴笑笑，无所谓了，只要你能死。陈忠，你的狗头我收下了。忽然一道金光从远处照到了许峰的身上，许峰顿时被禁锢。执行官。许峰忙捏爆一枚符箓，空间禁锢解开，他又朝屋内丢下一颗红球，立马快速降落。以他现在的状态，想跑过执行官不可能，唯有混在人群中才有一线生机。陈忠气血运行不起来，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红球爆炸。这玩意他认得，军用技术生产，专门给前线士兵配置。虽然威力不至于给他炸死，但少说也得在床上躺个10天半月。就在这时，红球突然自己飞出了窗户，在空中爆炸，气浪把陈忠掀了个跟头。陈忠立马警惕起来，什么人？秦泽的声音悠悠传出，有人让我在48小时内保你命。陈忠以为是公司的暗卫，松了口气，联系公司，让他们给我准备解药。秦泽淡淡道：“你误会了，我不是你的手下。”陈忠皱眉：“你不是来保护我的？快去给我拿解药。”秦泽啧啧道：“我是来保护你的，不过上一秒我突然改主意了。”陈忠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一柄短剑于虚空中浮现，猛地割开了陈忠的喉咙。陈忠抽搐着侧躺在地，脖子的血如开了闸的水，大半个脖子被割开，气血又无法运转。此时的陈忠只能像个普通人一样等死。秦姑娘从庇护空间中走出，蹲在他身边：“是你？”陈忠瞪大了眼睛，他想不到自己有天会死在女人手里。秦泽静静地看着他，原来不管是陈明还是自诩为的上明，大家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样子啊！我还以为上明大人会有什么不同。陈忠瞳孔逐渐放大，他抬起右手用力地指了指秦泽，最后头一歪，不甘地死去。与此同时，局域网里满是快活的空气。风里雨里，老六等你。单杀5级巅峰，还有谁？666 K 头也能叫单杀是吧？快摸尸！都不用分身提醒，秦泽早已经摸完，一副拳套，一条腰带，一个戒指，收获颇丰。吞噬哥道：“你的任务失败了。”法王乐了，自己杀了自己的保护目标可还行？秦泽起身道：“有一说一，抢人头确实挺快乐。任务是啥？打完收工。”秦泽重新回到庇护空间，下楼去了。不久后，姚老师和秦女出现。隐身5具你给他的？秦女问。姚老师摇头：“怎么可能？我都没有。”秦女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但很快否定，毕竟秦泽才2级，怎么看都不像。姚老师问：“考核结束了？”结束了。秦女再次拿出小本本，在上面写画画。姚老师，那个许峰你打算怎么办？秦女收起本本，什么也不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通知他了。姚老师喜笑颜开：“哦了，我先告诉我哥一声。”街边黑暗的角落里，3号一人蹲守，警惕地打量着四周。这里距离会所有2条街区的距离，
但他刚才仍旧听到了2声剧烈的爆炸。他通过执法频道内的通讯得知，有执行官到现场了。因为许峰的突然出现，这2天他也在关注明珠区的事。3号曾问过他的上级执行官，明珠区要不要管？毕竟已经出现了不少平民伤亡。执行官让他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其余没有多言。3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并不是每个执行官都叫遥远。砰！思索间，一个狼人模样的家伙坠地，对方浑身浴血，气息萎靡，连走路都摇摇晃晃。许峰，3号认出了对方的侧脸，站住！3号掏出制式5具枪。许峰身影一顿，今晚真是不走运，执法走狗。3号沉声道：“别抵抗了，跟我走吧，执法部会给你主持公道。”许峰掏了掏耳朵，这句话我今晚听的耳朵都长茧子了。抬头望了眼圆月，许峰微笑自语：“小月，哥真没用，到头来还是没能给你报仇。你别怕，哥马上就去陪你。”深吸一口气，许峰转身面向3号。3号紧握5具手枪，别动，再动我会开枪的。许峰大吼：“地狱尖兵，有死无生，杀！”3号闭上眼睛，轻叹着扣动扳机。砰！枪声响彻夜空。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许峰，3号默默叹了口气。动能子弹贯穿胸口，留下碗口大小的贯穿伤。许峰那已无一丝神采的瞳孔望着天空中的圆月，嘴角带着淡笑。3号快步上前检查，已无生机。哗啦，一人从天而降，扫了眼地上的尸体，对3号道：“做得不错，这次你立功了。”3号起身：“执行官大人。”来人正是他的上级执行官。3号开口道：“大人，许峰的案子我觉得另有隐情，关于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执行官却是直接打断了他：“许峰手上几十条人命，现在他被你击毙，我们对公众也算是有了交代。人已经死了，此案到此结束，再查下去也没什么用。把尸体带回去，明天一早召开新闻发布会。”执行官上前拍了拍3号的肩膀，微笑说：“再有4、5个小时天亮，别睡了，给自己准备一套得体的衣服，想想明天面对记者的时候说什么。”闻言，3号满脸诧异：“新闻发布会让我发言？当然。”执行官理所应当，你击毙了恶贯满盈的罪犯，还了海都一个朗朗乾坤，你可是海都人民的大英雄。大英雄？3号头一次觉得这3个字如此刺耳。我没记错的话，你突破4级了吧？上个月，那正好参加今年的审判者考核。3号从未想过自己审判者考核的资格是以这种方式获得。执法部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秩序和律法以后就靠你去捍卫了。执行官淡淡道。3号张了张嘴，他想要说话，却发现喉咙很堵，一个字也说不出。轰隆隆，这时一辆黑色吉普车突然开进这条街，车灯将大半条街照得通亮。尸体我要带走。平头男走下车，身上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执行官上前：“这不是地狱尖兵的大队长？怎么大晚上睡不着叫出来遛弯？”平头男面无表情，重复道：“尸体我要带走。”执行官笑着摆了摆手：“带走就带走呗，多大点事？你说个地方，我待会让手下的人给你送去。”平头男没有回答，将许峰的尸体扛了起来。易瘦化后，许峰的身体长高一大截，已经坐不进车里去了。平头男一掌削去了车顶，把许峰放在副驾驶上，并为其系好安全带。稍后，平头男发动车子正要离开，执行官突然开口：“我这大晚上的特意出来帮你清理蛀虫，难道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吗？”平头男右手大拇指伸出车外，转动180度朝下重重一指，汽车引擎发动，车子一个漂亮的甩尾，很快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执行官冷哼：“一群没有脑子的蠢货武夫。”执行官也走了，只留下3号独自茫然地站在原地。从刚才双方的交谈中，3号能感觉到他们似乎有什么过节，可执法部与军部战区之间就像是2条平行线，不可能有交集的才对。在通讯频道里跟队里的人说了句收队后，3号落寞地走向远处。远处的大厦，白羊座坐在楼顶边缘，一边吹着深秋的晚风，一边看着刚刚执行官与平头男的交锋。真遗憾，考核失败了。白羊座伸了个懒腰，虽然事情没有向着他预估的方向发展，但总的来说结果还算不错。本来就是一个开胃甜点，他并没有像对正餐那样充满期待。电话这时响了：“你那边结束没？”“是双鱼打来的，刚结束，快点回来，下步行动要开始了。”白羊挂断电话。自从上次明珠城失利后，处女座便将自己的计划对几人全盘托出。听完之后，即便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白羊座也不禁叹为观止。他终于知道狮子座为什么这么重视处女座这边，特意把他派过来配合。若是最后成功，处女座没准真能够破格晋升上席。白羊起身张开双臂，一头扎下大楼。半空中，一个圆形传送阵出现，白羊没入消失。刚才那是文景他哥。3号刚才所在的位置，庇护空间中的秦泽看完了整个过程。平头男正是文景的大哥，那天在餐馆，秦泽和他曾有过一面之缘。听执行官的话，平头男来头似乎不小，越来越有意思了。至此，秦泽发现许峰案远没有表面看着那么简单，神秘组织、公司、军部、执法全部卷入其中，似乎有看不到的力量在暗中博弈。秦姑娘沿着江边散步，将今晚的事情经过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怎么，女装上瘾了？女装向来只有0次和无数次，对于千面的能力，看到你今日的实操，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大咩大咩哟！听到局域网里分身的嘲讽，秦泽这才意识到他还没解除女装。你还活着？面前传来一道惊喜的声音。秦泽抬头，见是托尼老师。你没被执法部带走，侥幸混进人群跑了。见托尼欲言又止，秦泽轻叹道：“我去晚了，没能救下他。”这样啊？托尼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的落寞与悲伤，也挺好的。这些年他一直活在悔恨中，解脱了也挺好的。秦泽靠在江边的栏杆上，能给我讲讲他的故事吗？托尼点头，缓缓开口道：“他是和妹妹一起被卖到会所来的。他们到的第一晚，
便有客人点了他们。妹妹并没有活到第二天。后来我听人说那晚的客人是个变态，妹妹自己一个人挡了下来，而她被吓坏了，在角落蹲了一夜。颓废了几天后，她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脸上挂着笑容，每天做事100分的话，她能做到120分。许是她在背着妹妹一起活着，死也不敢死。旋即，托尼看向秦泽的脸，你和妹妹太像了，10分有9分相似。今晚他一开始决定帮你，其实也是在救赎他自己。秦泽沉默无言，即便卑微如蝼蚁，每个人也都在努力的活着。你呢？以后有什么打算？托尼望着江面，回石安老家开个发廊，以后有机会来石安，我请你剪头。秦泽点头，好啊，一言为定。托尼一言为定。与托尼老师分开后，秦泽解除了女装状态。3号这时发来了短信，请你吃宵夜。秦泽挑了挑眉，把所在位置发给了他。20分钟后，3号如约而至。大晚上的跑江边干嘛？3号还是那身执法制服，脸上一副轻松的表情。结束冥想的秦泽缓缓睁开眼睛，当然是在修炼，吸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我每周都会抽时间在夜晚来江边修炼，因为这个时候能让我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3号不禁感慨，不愧是武状元，不仅有自己独特的修炼方式，还这么勤奋。闻言，局域网内的一众分身变得义愤填膺起来。不要被他骗了啊！3号，这混蛋就在你来之前10几秒装模作样的冥想了一会，凭什么逼都让他装了，累我们来受！抗议抗议，俺也抗议！秦泽心里回复众人，都好好干，争取下个月给我换台路虎。众分身，3号依靠在栏杆上眺望江面，你还挺会找地方，这地儿景色不错。秦泽淡淡道，大晚上的不睡觉，你抽什么风？3号嘴角扬起，刚才结束了个任务，我立了大功，不出意外，今年年底我就能成为审判者了。在海都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小老乡，当然要跟你分享喜悦了。秦泽拍了拍手，恭喜审判者大人。3号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这个审判者可以说是他应得的，是吧？以后我也是大人了。哈哈哈！笑着笑着，3号突然一脸的漠然，他吸了吸鼻子，道：你知道吗？我刚才杀了许峰。秦泽明知故问，那晚酒店的许峰。3号点头，许峰该死，但又不该死。这个案子有很多问题，我曾顺着明珠区项目往上查，查到大地公司的时候，上级审判者直接让我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我调取过许峰的一些资料，他在深渊的表现很好，勇敢杀敌，从不退缩，他是个英雄。顿了顿，3号继续道，可英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秦泽淡淡道，可能人都是会变的吧。3号摇头，人是会变，可许峰是因为外部因素导致了他的改变。你知道吗，秦泽？今晚我第一次对我所捍卫的东西产生了动摇。我第一次在杀完一个罪犯后，心里没有任何喜悦，反而觉得我杀错了。你没错。秦泽道，许峰已经彻底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为了达到目的，他完全不顾其他人死活。大地公司的人是该死，可与会所里那些普通的服务员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能斩杀陈忠，许峰将他们全部转化成了丧尸，包括那晚夏淮安的生日会。不光是钱多，他就没打算让现场一个人活。时代的尘埃落在人的身上，就是一座大山。秦泽道，你没错，许峰或许也没错，错的是这个世界。从计划报仇那天起，许峰就没打算活。按照秦泽的经验推算，许峰的魂珠至少吞噬了1个星期。面对2级巅峰的陈忠，完全没必要吞噬魂珠。秦泽推测，许峰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他要干大地公司。陈忠或许并不是他复仇的最后一环，只是隐藏实力的陈忠和突然插局的审判者，把许峰要挑战公司的底牌给揭了出来。这个世界不管烂成什么鸟样，总得有人给他缝缝补补。3号，我很看好你，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是个做裁缝的料。3号笑了，我还让你个小屁孩给开导了。望着远处湍急的江水，3号忽然看开了。你说的对，虽然我只是个普通执法员，没本事去改变什么，但当我成为审判者，成为执行官的那天，我要给世界带来一片光。3号双眸变得亮晶晶，朝江面大喊，我萧凌宇宣誓，此生捍卫正义与法律，为维护秩序与人权奋斗终身，除人间之邪恶，撼律法之圣洁，公理之下，正义不朽。秦泽眨了眨眼，你叫萧凌宇？3号小脸一垮，干，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与我无关啊，狗作者一直没给你起名，你也宣个誓。我宣个6，气氛都到这了，宣一个呗。那宣一个，宣一个，可我宣啥？那你得自己想了。看着奔腾不息的江水，思索片刻的秦泽大喊，我是武者秦泽，我宣誓，我不以武者身份恃强凌弱，不以武者身份高人一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所行之事皆无愧于心。秦泽和3号对视一眼，两人同时开怀大笑，你还挺有文采。有个屁的文采，每个执法员入职前都这么说。靠，合着你是现成的。哈哈哈。面对奔流不息的苍泽江，两个年轻人各自立下了属于自己的誓言。北境的冰树上，唯一的一枚果子突然闪了闪，巨大的树冠轻轻摇曳，冰树似乎极为愉悦。树下的老人睁开眼眸，嘴角弯弯，终于认可了身份吗？我们的世界终究还是有希望的，你说是吧？老人抬头望向冰树，一片片晶莹剔透的雪花随风而落。泽哥，你昨晚上哪开心去了？一夜未归。天亮，一身酒气的秦泽回到宿舍，没啥，跟个朋友喝了点酒，等我洗个澡，一块去吃早饭。太阳升起，洗完澡的秦泽带着4人组浩浩荡荡开向食堂。刚找到位置坐下没一会，秦泽便收到了姚老师发来的短信，今晚8点，城外老地方。秦泽对这个神秘组织已经不抱有什么期待，既然是姚老师的意思，他还是打算晚上去看看。3人组买好早饭，顺便帮秦泽那份也端了过来。食堂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海都早间新闻，秦泽无意间瞥了一眼，
这不肖凌宇吗？新闻画面里，肖凌宇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同时旁白主持人进行介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都执法部今天早上记者招待会的画面。昨天晚上11点左右，大地公司名下的一个会所遭到恐怖袭击，共造成81人死亡，154人受伤。其中，大地公司副总经理陈忠不幸遇难，还有一名审判者重伤。经过抢救，审判者于今日凌晨脱离生命危险。袭击者的身份已被证实为深渊逃兵许峰。屏幕中放出了许峰的照片。文景看到这张照片时，突然皱起了眉头。怎么了？秦泽问。没什么。文景摇了摇头，他收回视线，接着闷头吃饭。不过秦泽能够察觉到，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新闻上。在此之前，罪人许峰犯下几十起命案。昨晚袭击发生之后，许峰逃跑途中被现场执法击毙。现在让我们看看前方记者传回来的报道。画面给到了记者招待会现场，一大群记者长枪短炮的站在肖凌宇面前。肖凌宇表情一丝不苟，面对记者提问，回答的有条不紊。请问许峰昨晚临死前有什么遗言吗？他什么都没说。开枪的时候您害怕吗？当然不怕，每一位执法队员每天都会在心里预演无数遍和犯罪分子狭路相逢。我听说会所里有异兽，还有器官黑市，是真的吗？现场忽然安静下来。肖凌宇看了这名记者一眼，案件目前还在调查，大家可以等待事后的报告。女记者仍旧不依不饶，昨天执法部带走了好多人，甚至还有好几名记者，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吗？为什么我联系不到他们？是公司想灭口掩人耳目吗？肖凌宇微笑道，这是一种保护措施，等案件调查结束，确定没有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就不用再对他们进行保护了。那还要调查多久？是具体进度，别光你一个人问了，也给其他人些机会。肖凌宇岔开话题，您几级？又有人问。4级。4级为何还不是审判者？肖凌宇正色道，无论是审判者还是普通执法员，大家都是秩序的捍卫者，在面对危险时都会挺身而出，所以是什么并不重要。现场爆发热烈掌声。与昨晚的患得患失相比，今天的肖凌宇简直像换了个人，只是不复往日那般锋芒毕露。我吃完了。文景一口气干了豆浆，匆匆跑开食堂。胖子和怀旭大眼瞪小眼。什么情况？秦泽猜到了一些。文景应该是认识许峰的，刚得知许峰死亡的噩耗，这会估计跑去问他哥了。新闻画面一转，变成了陈忠的葬礼现场。陈忠安详地躺在棺材里，旁边的家人小声啜泣。大地公司的代表正在对一众记者发言，他满脸悲伤，语气义愤填膺。陈经理是个好人，他是我们海都的大慈善家。对于陈经理的去世，我深表痛惜。这不仅对他的家人是个巨大打击，对公司同样是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从未想过有一天公司不是因为异兽、异族，反而是因为自己的同族而遭到袭击。陈经理用他的鲜血证明了，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卫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话音刚落，现场一片哗然，照相机的闪光灯疯狂闪烁。秦泽眉头紧锁，怎么个意思啊？公司想要自立为王？记者们明显惊呆了，纷纷将话筒对到了他嘴边。听说早在半年多前，公司商会就曾向战区提议将城防署独立出来，由公司接管，这是真的吗？这个意见有与战区交换过吗？公司想要和军不分而治之吗？一个管深渊，一个管地上。请问公司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后，监管权要给谁？自己吗？那岂不是坚守自盗？恕我直言，联盟不可能让这样一支独立的武装出现。公司代表淡淡道，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非公司本意，但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公司产业被炸，副总经理惨死，无论是执法部还是战区都无法保证公司的财产安全。我们只是想要自保。关于应急武装管理小组的议案，商会已经提交给了联盟议会，相信不久之后就会有结果。说罢，公司代表在一众记者的簇拥下离开了葬礼现场。秦泽若有所思，公司想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首先第一阻力便是来自战区军部。这么一想，许峰的案子的确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许峰的大肆杀戮给了公司借口，而战区这边，即便是地狱尖兵的大队长在地上也没有出手帮助许峰，反而是在第一时间把许峰判为逃兵，分割清楚了界限。公司或许早就在等这个机会，许峰恰逢其时出现。那执法部呢？他们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秦泽狗脑飞速运转，并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笑死，笨笔就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别想了，他们狗脑子打出来和我们有屁关系？公司不公司的，在我们面前算个嘚儿啊！就是我宣布，马戏团天下第一调。好调！秦泽轻哼，你们懂个屁！身为船长，我当然得深谋远虑，把好方向舵。钩子船长，谁叫我？秦泽，滚去捞你的鱼，没人叫你。钩子船长，好嘞。上午有节理论课，吃完早饭，秦泽三人慢悠悠走去教室。随着百校大比临近，学校里也开始进行了预热，很多地方都拉着条幅，鼓励学生报名参赛。对了，过阵子有个集训。胖子突然道：“啥集训？”秦泽问。泽哥，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胖子感慨，关于全国大比种子队伍的集训。秦泽疑惑，和我们有关系吗？胖子，当然有了，我们就是种子。郊外，青松墓园，平头男站在一座孤零零的坟前，默默抽着烟。你爸那头不用担心，我让城防署的人照看着了。兄弟们凑了笔钱，虽然不多，但也够他老人家后半辈子吃喝。啪嗒，烟头被他扔到地上，抬脚踩灭。你说你他妈傻不傻？我说了让你等等，让你等等，你怎么？哎，平头男重重叹息。对了，陈忠死了，一刀封喉。当天现场还有别人在，他帮你报了仇。另外，兄弟们的武具，我过阵子回深渊的时候会帮你都还了。平头男环顾四周，由于位置太过于偏远，这座墓园里并没有多少墓，你暂时还不能和兄弟们葬在一起。不过这里也算是安静，跟我打了这么些年仗，休息休息也好。
平头男吸了吸鼻子，眼眶微微泛红，他一手扶着墓碑，沉声道：“兄弟，我向你保证，公司会下去给你陪葬的。”身后一阵清脆的脚步声响起，平头男直起身子，脸上的表情又恢复到以往的冷漠。不上学往外跑什么？文景将一束花放到了墓碑前，他静静地注视着碑上许峰的照片，开口道：“事情不是新闻中说的那样，对吧？”平头男轻哼：“大人的事还轮不到小屁孩来操心。”文景自言自语回忆道：“当初修炼还是峰哥带我入门的，体术、武技很多都是峰哥教我的，他是个好老师。”稍后，兄弟俩同时陷入了沉默。哥，我想参军。文景转身看向平头男，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你也配？平头男挑了挑眉，随即向墓园大门走去。看着大哥渐行渐远的背影，文景攥紧了拳头，大喊：“我会向你证明，我不比你差，不比家里任何一个人差。”平头男脚步顿了顿，抬起手挥了挥，坐进墓园外的车子离开。教室里，秦泽三人坐在最后一排。文景竟然旷课了，这倒是件稀罕事。要知道，在过去的这大半个学期里，不管什么课程，文景一直都是满勤。理论课着实无聊，秦泽听得昏昏欲睡。嗡嗡，手机这时忽然震了下。秦泽一个机灵，发现是陆彤彤发来的消息：“集训我们要参加吗？”陆彤彤也是在问集训的事。毫无疑问，目前的专业团队里，众人都不由自主地以秦泽为首。关于种子集训，秦泽在来教室的路上也从胖子那了解了一些。每个学校出1到2个种子队伍，硬性指标是平均等级必须要达到 1.5 级。秦泽的队伍自然不用多说，现在连队里最弱的胖子都有1.4级，团队支柱秦泽更是即将突破3级。种子集训就是将每个学校的种子队全都集中在一起，提前见写啥的，这也是每年百校大比的惯例了。秦泽想了想，回复道：“你什么想法？”陆彤彤秒回：“我都可以。”真是没有一点主见啊，姑娘。秦泽，那就去看看吧。胖子和怀旭的情绪都挺高的。陆彤彤，好，我这几天准备。集训的日子，学校那边还没定下来，估计也就是最近这10天半个月的时间。放下手机后，秦泽打开了许久没水的聊天群，大家都在讨论今天早上公司的那条新闻：仙女不拉屎，公司想要干什么？要上天骂他，还要弄个司军，怎么不当议长啊？他们书生重置陆水组合随后也冒泡了。边缘划水，那几个破公司，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军部直接把他们平了不行吗？仙女不拉屎，就是9级武者速速出征。路人甲，这里面有说法的。仙女不拉屎，什么说法？路人甲，据说商会的5家核心公司，每家都有一位9级武者。路人甲，这么些年来，商会发展到各个领域，与各个民间或是官方的组织都有深切联系，议会中至少2/3的议员有他们的股份，更别说其他人了。路人甲，军部常年在深渊，补给线一直都是靠公司，军部也不一定铁板一块，里面保不齐有公司那方的人，不好搞的。秦泽皱起眉头，公司果然狼子野心。驯兽师许峰的案子，你们听说了吗？仙女不拉屎，略知一二。边缘划水，今早看新闻了，按贾兄的分析，公司完了手，顺水推舟。遥远，公司一开始想从军部分权，被拒绝后又想要城防署，军部依旧没松口。遥远，出了许峰这事，他们算是有了理由继续退而求其次，要求成立一支名义上的安保队伍，军部这次不会也不能再拒绝了。书生呜呼哀哉。边缘划水，草，难道就让他们这么得逞了？路人甲，仙女是做生意的，你没在那个商会里。仙女不拉屎，那种狗屎商会，8抬大轿抬老娘，老娘都不稀罕去。边缘划水，我听说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商会，你该不是被拒绝了吧？坏笑。仙女不拉屎，快男什么时候来海都，我请你吃饭。边缘划水，告辞。和秦泽之前想的一样，许峰案子背后是一场大势力间的暗中较量。目前来看，公司赢了，他们得到了想要的。陈忠的死给公司换来了这么大的利益，可以说是好死。文景是中午回来的，能看出来他心情很不好，一整天都在强颜欢笑。夜幕降临，秦泽留下一具分身替自己在宿舍睡觉，本人则是直奔城外。秦泽搞不懂，陈忠死了，考核任务失败，姚老师还叫他去干什么？他本来不想去的，奈何姚老师之前给的太多，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赶了1个小时的路，秦泽抵达老地方。不远处的树梢上蹲了只渡鸦，正偏头看着他。我来了。秦泽朝渡鸦挥了挥手，旋即他面前的空间泛起层层涟漪。渡鸦点头示意他进去。秦泽小心翼翼迈进，眼前白光一闪，他便出现在了另一处空间中。姚老师笑盈盈地站在他面前，一旁是默的表情的秦女。秦女声音清冷且没有起伏道：“秦泽，欢迎你加入群星。”我通过了。秦泽一头雾水，啥子情况呀？陈忠不是死了？跟我来，老大要见你。秦女转身向里面走。姚老师眨了眨眼，无声张嘴，似在说干得漂亮。秦泽面露古怪，跟随在秦女和姚老师身后。他仔细观察起了这方空间，周围是一个小花园，生机盎然，五颜六色的鲜花盛开，忙碌的小蜜蜂在其中辛勤劳作。小花园正前方100米远处有一座恢宏的宫殿，宫殿大门紧闭，其上刻画着精美浮雕。秦女抬手轻轻按在大门上，轰隆隆，近3米高的大门向内部两侧敞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大厅，最里面有一座高台，上面摆放了8把椅子。偌大的宫殿冷冷清清，除了他们3人外，再无他人。秦女走上高台操作着什么，借此功夫，一旁的姚老师向秦泽小声解释起来。这里是群星总部，一件规则类武具的内部，平时这里没人，主要是用于成员间的联络。秦泽挑了挑眉，看着这妖牛逼的东西，只是个通讯工具，有点 low。好了，老大马上上线。秦女微操结束后对秦泽说 ：“So。”
高台最中央的那把椅子上，一道白光冲天起，待白光散去，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我们又见面了。秦泽瞪大眼睛，卧槽，原子哥，神秘组织的领袖原来是遥远。自我介绍一下，群星的创始人，兼任目前的领导者，遥远。秦泽回过神，秦泽，关于你考核的内容和经过，秦女已经和我说了，你做得很不错。遥远淡淡道，我的考核任务不是失败了吗？秦泽不解。遥远解释，这场考核的目的是验证你的立场。立场？很高兴你最后选择了站在我们这边。你们那边？秦泽越听越懵逼，合着你们不是跟公司一伙的？遥远右手轻轻一挥，宫殿穹顶上出现了一条璀璨的星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叫群星吗？遥远看着那些闪烁的星辰，轻声道，星星虽然渺小，光亮也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当群星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星空。遥远缓缓走下高台，来到秦泽面前。秦泽这才注意到原子哥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一道投影。这件武具竟然能够进行深渊与地上间的传送，岂不是把虚空兽的活给抢了？如你昨晚所见，普通人毫无人格可言，在公司面前，他们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这样的世界不是我想要的。秦泽品出了原子哥的意思，他也早就不满于现状，想要做出改变。群星就是他改变计划中的一环，所以群星的敌人是公司。遥远摇了摇头，沉声道，这是一个秩序崩坏的世界，武者压迫普通人，世家武者压迫普通武者，资本主义如同蚂蟥一样趴在人民的身上吸血。公司、议会、执法，甚至是军部，一切让秩序破坏者都是我们的敌人。深渊的局面越来越糟糕，异兽和万族随时都会冲上来将我们撕碎瓜分，地上的人却还在勾心斗角，人族就是一盘散沙。这样的散沙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浪潮冲击？秦泽内心大受震撼。原子哥考虑的真是很久远，他刚才甚至有那么一瞬感觉树下的老登找错人了。原子哥比他更适合天选之人这个职业。遥远直视着秦泽的眼睛，继续沉声道，纵然这套规则已经运行100年，但我依然选择反抗。我不是因为讨厌公司去反抗，因为这是战场，一场关乎着人族能否继续延续下去的战争，一场对抗乱世的战争。秩序必须要得到重塑，人族上下必须团结一心，唯有此，我们的世界才能在夹缝中博得一线生机，最后的生机。哪怕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装聋作哑，依然要有人坚定不移地站出来为反抗高歌。秦泽，告诉我，你要加入表演吗？局域网中一众分身瞬间炸开了锅。卧槽，燃起来了！原子哥带我表演，咱们可是专业的，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是表演。加入干什么？愣着呀！秦泽属实没想到原子哥有这般宏愿，等于是在和整个世界对抗。不过他很喜欢这种事情，一听就很有乐子。我可以站 C 位吗？遥远愣了片刻，随即笑道，等你有实力能坐在那把椅子上，我会亲手将麦克风递给你。秦泽看一下高台上的8把椅子，还有什么说法吗？遥远解释，你刚才也看到了，椅子可以无视空间规则进行传送，但有一个前提，传送者必须是高级武者。这8把椅子我称之为我们组织的8大金刚。秦泽，所以组织现在有8位高级武者。遥远摇头，不，算上我总共有4位。闻言，秦泽扯了扯嘴角，8大金刚有4个，这很合理。群星共有多少成员？秦泽好奇问。遥远微微一笑，你正好是第900万个。好家伙，这么多人手速速出征，还不直接把公司给推平了？种地的农民，搬砖的工人，办公室的白领，学校里的老师，甚至是街头的环卫工人。群星不计出身，不计实力，不计地位，不计贫富，只要理念相同，通过考核皆是我们的一员。听到这番话，秦泽算是知道原子哥为什么这么低调了。这900万人里面，恐怕899万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和武者之间隔着一座难于逾越的鸿沟。叶师傅那句我要打10个武者打普通人的话，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别说10个、50个、100个都绰绰有余，这真能战胜公司？似乎看出了秦泽眼中的疑惑，遥远淡淡道，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吗？当群星汇聚在一起时，会形成一片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星空。秦泽明白了原子哥的意思，所以战争什么时候开始？战争已经开始了。遥远转身看向穹顶群星，待我突破9级之日，就是决出胜负手之时。秦泽坐在姚老师摩托车后座上，吹着晚风，脑海里还在想着不久前和原子哥的交流。原子哥已经突破8级了，按他所说，最晚1到2年内他就能突破9级。虽然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突破这么快，但说这番话的时候，原子哥一脸认真，秦泽选择相信了他。同时，原子哥也让秦泽在那时候至少突破4级。按他的话来说，最起码也要成为中级武者，才有走上中央舞台的机会。秦泽只是觉得小菜一碟。随着时间推移，他的修炼速度只会越来越快，每天都在生产分身，冥想组的牛马每天都在增加，何愁换不上新路虎？一众分身立刻对秦泽进行了一番亲切且友好的问候。秦泽也热情回复：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的确让你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姚老师忽然开口，秦泽挑了挑眉，很想说就这，说出无知身份，吓入一跳，马马虎虎。切！秦泽道出心中疑惑，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招募许峰？姚老师回答，我们的确想招募许峰来着，不过被他拒绝了。毕竟加入群星后，他不能再继续复仇。他后来告诉我，有在海都的12星座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秦泽惊讶，处女座，这一波还真是全员到齐。他没想到处女座他们也跟着搅和了进来。姚老师，具体是谁他没有告诉我，但估计大差不差就是处女座了。毕竟处女座在海都十分活跃。姚老师忽然笑了笑，说起来你的考核内容还是许峰帮你想的。秦泽又是一惊，秦女当初打算同时考核你和许峰，而且是另外一个任务。许峰拒绝后，便提出可以用陈忠来考核你。
届时他会留守，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秦羽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只是大家谁都没想到，许峰后面会是那样一个结果。秦泽心里也是感慨万千。群星的成员平时真就什么都不用做。姚老师回答：保护好自己，活到终局之战群星汇聚那一天，这是每个普通成员每天都要做的。秦泽目光闪烁，望向夜空。今晚是个阴天，只能看见几颗星星，在大团乌云的遮盖下，他们的光芒是那么微不足道。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姚老师用摩托车把秦泽带回了学校。宿舍里的分身用下楼买宵夜的理由，偷出来和秦泽进行了交换。三人组没有丝毫察觉。从第二天起，秦泽开启了疯狂修炼模式，庇护空间一开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更是将时间流速调慢了10倍。单是每天修炼就需要消耗14点世界之元。好在拿了蓝岩界的世界之元后，现在的秦泽也算是财大气粗，完全经受得起这样的消耗。冥想组、淬骨组、体术组，一切分工井然有序。秦泽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待在庇护空间里，插着充电宝玩手机，困了睡，饿了吃，渴了喝，偶尔冥想个10秒8秒，自己也算是努力过了。秦泽轻松，分身们却是苦了，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3小时，跟耕地的老黄牛一样，吭哧不停修炼。终于10天之后，在分身们已经数不清第多少声俏丽骂中，秦泽突破到了3级。这段时间里，法王、吞噬哥、巨霸和千面也没闲着。秦泽好不容易开一次庇护空间修炼，他们也都稍微跟着练了练。虽然普通修炼方式对已经异兽化的他们不太适用，但慢放了10倍的时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提升。黑十字海盗的宝藏秦泽便卖了大半，从黑市上买了不少未进化的魂珠。与进化后的魂珠相比，黑市上未进化的魂珠简直就是白菜价，秦泽都拿来给法王他们用了。反正他们早就不是人了，也不怕遭受更多的污染。秦泽还想做人，只是让分身老实修炼。经过之前吞噬刀王给的魂珠，他发现魂珠给的经验还不如开一天庇护空间牛马们修炼长得多，而且还得自己吞噬吸收，太麻烦。进化后的魂珠又贵，秦泽想想就放弃了。为了法王几人，突破后的秦泽又把庇护空间多开了5天。法王、吞噬哥和巨霸成功突破了4级，开启异兽化，他们完全可以把一般的5级武者按在地上摩擦。千面3.5级，虽说再给他一些时间也能突破4级，不过秦泽觉得有点浪费世界之源，反正又不用这家伙正面跟人战斗，3.5级够了。专业团队里其他4人在这段时间里也都有了不小的提升。胖子距离1.5级只差临门一脚，怀旭1.8级，他的异能被他进一步开发了出来，没有东西遮挡，甚至能够看清800米外人脸上的痣。陆彤彤1.7级，除此之外，他变得更可爱了。其中进步最猛的要数文景，每天早出晚归不说，聚气丹更是当糖豆吃。秦泽不得不感叹他家底之丰厚。就在昨天，文景1级巅峰，距离突破2级只差淬骨。淬骨这一项会阻挡很多武者突破的脚步，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秦泽那般有一大群任劳任怨的分身。上周的玄梦意境、文景、怀旭和陆彤彤完成了全部的训练课程，团队的业务能力更上一层楼。周末，5人在学校餐馆团建，庆祝3人打通玄梦意境。说个是，我3级了。当秦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所有人目瞪口呆，尤其是宿舍3人组，他们这段时间就没见秦泽出过宿舍，合着你睡觉也能修炼？文景感受到了深深的挫败感，他本以为自己这波能跟上秦泽的脚步，却没想到又被再一次拉开。怀旭跃跃欲试，老大，我们仨的训练课程全部完成，你也突破了，咱们再接个任务。陆彤彤和文景看向秦泽，他们脸上的表情十分期待，就连胖子的眼神也亮晶晶的。秦泽点点头，可以啊，明天就去任务大厅瞧瞧。在外面开心一晚后，专业团队第2天准备去接个任务，然而突发情况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集训开始了，服了！本来想转波功勋升级装备，什么时候集训不好，非得赶在这个时候。怀旭小声逼逼着。距离专业团队开心那晚已经过去了3天。此时，秦泽一行人正坐在前往集训地的大巴车上。海都的种子队伍只派出了秦泽他们。听姚老师说，这次集训的要求是每个学校出一支最强队伍。秦泽的专业团队曾有着单刷5级任务的傲人战绩，海都学府的名额自然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这次带队的人，秦泽稍微有些意外。除了一名4级的老师外，还有一名助教。助教不是别人，正是学生会的副会长南宫倩柔。老师30岁出头，黑黑瘦瘦，个子不高。我姓宋，你们叫我宋老师或者宋哥都行。在接下来为期10天的集训里，我们将共同度过。任何方面遇到困难，你们都可以向我请教。另外，不可擅自离队。如果出现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真要离开队伍，记得提前和我说一声。随即，宋老师又介绍起了身边的南宫倩柔。这位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在学校里，他的名气可比我大得多。南宫是上一届百校大比的单挑王，这次跟随你们集训，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建议。百校大比限定的参赛选手是大1、大2，往年的主角都是大2老鸟，毕竟比新生们多练了1年，实力普遍比新生更强。然而今年的大2老鸟却都提前下了深渊，主角则是变成了大1新生。今年的百校大比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第1届百校新生大比，虽然也会有部分大2老鸟参加，但数量较以往大打折扣。我叫南宫倩柔，这次集训的助教。关于集训的问题，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南宫倩柔起身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南宫学姐真好看。怀旭小声道。秦泽瞥了眼坐在对面的陆彤彤，我觉得彤彤更好看。正看向窗外的陆彤彤，脸和脖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变红。秦泽感觉很有趣，太不禁逗了这姑娘。大巴车开了一上午，终于抵达了此次集训的地点石安城。这次集训总共分为5个区域同时进行。石安城作为南区的集训地，
共汇聚了来自泛大陆南部的22支种子队伍。2天的集合时间，正式的集训将在后天开始。大巴停在石安城大门后，城防署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检查才放行。不对劲，秦泽微微皱眉，哪里不对？文景问。士兵太多了，防卫等级至少达到了 A， 仅次于抵御受潮时的防守规模。秦泽回答。听到秦泽的这番话，文景这才注意到这一点。之前他一直在思考关于集训的事情，并没有太过注意周围环境。门口有数队巡逻的士兵，城墙上也是5步1岗，10步1哨。每个进城的人，每辆入城的车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海都的安检都没到这种程度。胖子道：“会不会是因为集训的缘故，担心有人捣乱，这才把防卫等级提升？”秦泽淡淡道：“或许吧，但他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石安城规模虽然没有海都那么大，但作为一座工业城市，人口同样不少。50年前，这里只有3座矿山。为了开采方便，再加上处于通往海都的交叉路口，联盟便决定再次建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石安有着500多万的人口，各种工厂和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也算得上是2线城市。”宋老师带着秦泽等人去集训酒店办理好了入住，大家的房间都在同条走廊，彼此间紧挨着。坐了这么长时间车，大家都怪累的，好好休息吧。正式集训将在后天展开，明晚有一场动员会，大家别迟到了。这2天就先自由活动。宋老师叮嘱完之后，众人便各自回到了房间。秦泽还是老规矩，到一个地方后习惯性放出分身，这回的投放点变成了酒店外边的一个公共厕所。把几百个分身投放出去之后，秦泽返回酒店静待佳音。钥匙这时震动了起来，秦泽打开聊天群，发现是一直闭关的那位仁兄出关了。抓个狐狸精，本道爷出关了，尔等还不速速前来参拜？仙女不拉屎，药还活着呢，我以为你被狐狸精给吸干了。抓个狐狸精，嘿嘿嘿，好久不见，仙女想我没有？仙女不拉屎，想你的蛋。抓个狐狸精，什么？你想我的蛋？我的关系已经到这一步了吗？仙女不拉屎。秦泽嘴角上扬，他还是第一次见仙女在群里打嘴炮吃瘪。路人甲，恭喜道兄突破，边缘划水，恭喜恭喜。抓个狐狸精，书生上哪去了？快给本道爷赋诗一首祝贺一下。书生，尔曹身与民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抓个狐狸精，不错不错，是形容本道爷的威名如万古江河吧？我很喜欢。仙女不拉屎，你真是没救了。秦泽想了想，发了条消息：驯兽师，听说道兄的符箓很强，不知如何交易。抓个狐狸精，驯兽师，哪个马戏团来的？路人甲，驯兽师前辈是不久前加入的，我们的神行符都用差不多了，道兄什么时候抽时间再画一些？抓个狐狸精，闭关的时候没事我画了一堆，一会都给你们。那个马戏团的驯兽师报个地址，我给你快递过去。驯兽师不用聊天群发送，活物都能发，传个符肯定也没问题。抓个狐狸精，邮费你出，好吧？秦泽突然暴富，忘记群里的大家除了原子哥外都是穷哥们。秦泽报了石安隔壁一个城的地址，派了个分身去收快递。道士的符箓统一零售价 0.5 单位世界支援10张，秦泽直接批发了100张，各种功能的都买了点，先试试看好不好用。抓个狐狸精，感谢老板，老板大气。抓个狐狸精，我这不光出售符箓，还有其他业务，老板想要个狐狸精吗？秦泽愣了愣，驯兽师，你还真有狐狸精？秦泽有点懵，这不是个高武世界吗？怎么连狐狸都能修炼了？抓个狐狸精，当然，货真价实的狐狸兽耳娘，只要50个单位的世界支援，可以包邮到付，老板要不要考虑考虑？仙女不拉屎，万族黑市上纯狐族的女人才10斤10，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抓个狐狸精，我说的狐狸精岂是纯狐族能相提并论的？那是货真价实的狐狸精。仙女不拉屎，下划线编，你再接着编。驯兽师，纯狐族，秦泽还是第一次听说，心里充满好奇。仙女不拉屎，纯狐族无论男女，全有着毛茸茸的狐狸兽耳，再加上他们颜值普遍较高，非常符合我们这边狐狸精的形象，我们给他们的外号就是狐狸精。仙女不拉屎，纯狐族的世界在30年前被消亡，如今他们的族人在深渊到处流浪，经常会有女人被奴隶贩子抓住，拿到黑市上去卖。路人甲，爱纯狐族其实还蛮可怜的。秦泽忽然想到了幸存下来的那部分蓝颜人，他们是否也像纯狐族一样在深渊做流浪者？不管怎么说，蓝颜人好歹还有那么大一个世界，应该不至于混到如此地步。仙女不拉屎，看看我们世界的那些个臭鱼烂虾，再这么发展下去，早晚步入纯狐族后尘，我可不想被人抓到黑市上去卖。边缘划水，仙女放心，我从现在就开始攒钱，到时候指定把你买回来。仙女不拉屎，呵呵，我谢谢你全家。抓个狐狸精，你们要的符我已经全部发货，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亲们。秦泽没想到道士速度还蛮快的，前去收货的分身已经出发。对于道士的符箓，秦泽充满了期待，毕竟是连原子哥用了都会说好的东西。咚咚咚，老大，出去开心开心。门外响起怀旭的声音。秦泽打开门，见团队4人都在，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石安城，打算去溜达溜达。秦泽点头，走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经过南宫倩柔门口的时候，陆彤彤小声道：“要不要叫上南宫学姐？”秦泽，你敲门问问。陆彤彤鼓起勇气敲门：“南宫学姐，大家出去逛街，一起吗？”片刻，南宫打开房门：“不了，你们去吧。”陆彤彤乖巧点头：“好。”一行人离开酒店。怀旭遗憾道：“我还以为学姐会加入我们。”胖子回答：“学姐怎么可能和我们这群小屁孩一起玩？”怀旭反驳：“我不小了，出来开心无非是吃吃喝喝，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美食，在附近的景点逛逛。专业团队也是一样。”又疯了，石安城在搞什么？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拉起警戒线，贴上了封条？怀旭看着眼前被城防署贴了封条的小吃店，不由得吐槽：他们是按照人人点评一路开心的。然而
这已经是他们遇到的第4家被封的店铺。秦泽上前用精神力仔细探测了一番，不大的店铺里空无一人，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异样。这附近是一条商业街，现在正值下午，不光街上冷冷清清，商铺大多也是提前打烊。胖子不禁感叹，石安人下班这么早。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路过，秦泽上前搭话：“大叔，我们是外地来旅游的学生，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关门的？我看网上的点评很高，本想尝尝味道。”中年男人面露古怪地看了看秦泽他们，随后一言不发，加快脚步匆匆离去，像是怕沾染上什么东西一样。秦泽微微皱眉，对方明显是忌惮这间店铺，里面到底发生过什么？秦泽真是越来越好奇了。走吧，去下一家店。我就不信石安的店铺今天都不营业。秦泽带着专业团队离开。10分钟后，秦泽去而复返，他让一个分身替自己陪胖子等人溜达，自己则是来一探究竟。见四周无人，秦泽一跃而起，撬开锁头之后翻窗而入。店铺里面一片狼藉，几张桌子上的食物都还没撤，从现场凌乱密集的脚印能够看出，客人们在走之前十分慌张。其中一张桌子被掀翻，盘子和食物散落一地。令秦泽感到困惑的是，如此奇怪的现场却没有任何打斗留下的痕迹。旋即，他将整个店铺内部详细的检查了一遍，没有血迹，也无人战斗，就像是客人突然发生了争执，掀桌离去。可如果是这样，店铺不至于被城防署给贴上封条。有眉目了。局域网里传来分身的消息，几百分身经过一个下午的探查，基本已经将石安城的情况摸清。来的路上，剩下那几个店铺我们进去看过，情况和这里差不多。现场一片混乱，没有留下任何血迹和战斗的痕迹。另外，我跟左邻右舍也都打听了，套了些话。嘿，您猜怎么着？秦泽，有屁快放！分身意味深长，石安城在闹鬼。秦泽挑了挑眉，闹鬼？啥情况？诡异复苏了？就离谱。秦泽问，从哪打听的？小道消息有没有点根据？局域网内一众分身七嘴八舌。8、9不离10，我在酒吧刚喝趴下一个城防署的士兵，我帮社区大妈抢了2斤鸡蛋，他告诉我的。石安城在过去的10天里，总共封锁了11家店铺，还有3栋居民楼，据说都是因为闹过鬼，发生过命案。我遇到了一个亲历现场的家伙，他说当时正在吃饭，有个人突然就疯了，四处打砸，再然后就暴毙而亡，据说是被鬼给附身了。虽然分身们说的有鼻子有眼，但秦泽还是觉得十分扯淡。执法部那边有什么说法？这你得把千面叫来，我们又混不进去。远在海都的千面得意洋洋，怎么样？没有本爹不行吧？秦泽你真是背个胆，出门竟然敢不带我这个版本之子。法王跃跃欲试，怎么说？来周本了？秦泽无奈，都过来吧。千面嘚瑟道，老老实实等我带飞。秦泽很快与专业团队会合，4人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由于接连数起闹鬼事件，即便是白天的街头仍旧冷冷清清。几人在外面简单的逛了逛后，便返回酒店。秦泽，酒店大堂正要进电梯的秦泽听到身后传来一道惊喜的声音，是班长啊，好久不见。秦泽转身看到了亭亭玉立的谢雪莹，上次5考一别，2人已有数月未见。在秦泽的记忆中，谢雪莹报考的就是石安学府。是啊，好久不见。谢雪莹双手背后，迈着欢快的脚步来到秦泽面前。胖子道，班长又漂亮了。谢雪莹眉眼弯弯，胖子还是那么会说话。你们也是来集训的吧？秦泽点头，海都学府。稍后，他把专业团队剩下3人介绍给了谢雪莹，大家都是同龄人，再加上谢雪莹人长得漂亮，又具有亲和力，大家很快熟络起来。这么说来，今年的百校大比上，我们就是对手了。谢雪莹看向秦泽，她十分期待与秦泽再次交手。自从入学后，谢雪莹每天都在刻苦修炼，从未有过一天的懈怠。她相信自己已经追上了秦泽的脚步，这一次她要在擂台上向秦泽证明。秦泽微笑道，班长大人到时候可得手下留情，我不抗揍的。胖子皮糙肉厚，你可以多揍他2下。胖子苦瓜脸。谢雪莹掩嘴轻笑。对了，今晚有时间吗？有其他同学也来了石安集训，晚上约了饭，要不要一起？迎上对方期待的眼神，秦泽不忍拒绝。行，我和胖子一块过去。约定完后，专业团队进了电梯。谢雪莹在外面挥了挥手，怀旭嘿嘿笑着凑了过来。老大，他该不会是喜欢你吧？陆彤彤悄悄看向秦泽，就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景也竖起了耳朵。胖子连忙道，只是喜欢。我跟你们说啊，在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长对泽哥那叫一个关照有加，而且可嗨嗨。秦泽咳嗽了几声，胖子话锋一转，也就那么回事。没能听到八卦，怀旭等人有些失落。回到房间后，前去取快递的分身已经到达了隔壁城市，倒是似乎距离石安城很近。按他所说，最快今晚，最迟明早就能到。说来也巧，秦泽从道士那里批发的符中正好有几张驱邪符，如果石安城真要是闹鬼的话，还真能够派上用场。就是不知道施画的符实力究竟如何，能否镇压诡异。晚上8点，秦泽和胖子来到了和谢雪莹约定好的饭店包厢。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3个人，除了谢雪莹外，还有房松华和张三。这2人都是当初5考时秦泽的手下败将，尤其是房松华，恬不知耻的套了件防御武具，然并卵。我说谁呢？原来是咱们江城的武状元。张三起身握住秦泽的手晃了晃，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曾经败于秦泽手下的恼怒与不甘。好久不见。房松华也点头打了个招呼。如今的房大少爷不复上学时那般盛气凌人，反而变得格外内敛。秦泽十分好奇房松华到底经历了什么。2人本来也没什么大的仇怨，如今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快坐快坐。谢雪莹拽出身边的椅子，胖子拱了拱秦泽，随即很识趣地坐在了房松华身边。秦泽大大方方在谢雪莹身侧入座，并没什么扭捏。
5个小老乡边吃边聊，气氛很快熟络起来。张三本就是个爽快的性子，话又密，大多时间都是他在滔滔不绝。房松华全程只是个倾听者，偶尔有关于他的话题，他才会说2句。这与秦泽印象中的房大少爷截然相反，简直像是变了个人。通过交谈，秦泽得知谢雪莹和房松华同在石安学府，张三是距离石安不远的高丘学府，大家皆是因为这次的集训聚在了一起。秦泽，你现在多少级了？张三突然问。谢雪莹和房松华也都好奇地看向秦泽，大家想知道这位江城状元在数月未见的时间里究竟成长到了何种程度。秦泽释放出一缕气息，三人面色大变。不久前刚突破3级。张三摇头苦笑，我还以为我1级巅峰已经追上你了。谢雪莹朱唇微张，俏脸满是不可思议。房松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表情平淡下来，像是释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果然比人和狗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老同学们此刻算是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秦泽淡淡道，还好吧，我只是把每天的时间尽可能多的用来修炼。众分身。胖子立刻开口转移了话题，大家聊起了高中趣事，气氛又恢复热烈。吃完饭，几人打车回酒店。夜已深，再加上最近闹鬼，冷冷清清的街头只停了一辆出租车。胖子眼疾手快坐进副驾驶，待房松华和张三上车后，立即招呼师傅开车。看着3人扬长而去，秦泽无奈的摇了摇头。哈，深秋的夜已经有点凉了。谢雪莹不禁往手上呼了口热气，搓了搓，一时半会也打不着车，反正离酒店也不远，走回去吧。秦泽提议。谢雪莹点头，好。秦泽微微蓝颜外放，周围温度升高。谢雪莹察觉到了什么，朝秦泽眨了眨眼，莞尔一笑，好暖。2人一路无言。谢雪莹似乎心情很好，嘴里哼唱着高中时的流行音乐。房松华是怎么了？快到酒店时，秦泽忽然问道。谢雪莹叹了口气，他爸爸在受潮时死了，公司破产。从开学第1天他就变成了这样，天天埋头苦修，也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秦泽恍然，家庭的巨变的确可以让人快速成长或是改变。谢雪莹队伍的房间在秦泽他们楼上，秦泽把他送出电梯后便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婉拒了对方进屋喝杯茶的提议。今晚几个老同学的相聚，难得让秦泽感到放松。人总是这样，不经意间怀念过去。有眉目了。局域网里，千面的声音忽然响起。中午收到秦泽的召唤后，千面、法王和吞噬哥便立刻启程。为了防止突发意外情况，巨霸留守海都，失去了出差的机会。傍晚，3人抵达石安城，千面随即便展开了工作。此时的千面正坐在一间审判者的办公室里，双脚搭在桌子上，翻动着手里的一摞资料。这些全部都是最近关于石安城闹鬼的调查报告。秦泽说。千面淡淡道，调查报告我全都看完了。石安执法给出的结论是，所有所谓的闹鬼事件背后其实是一头幽灵种异兽。闻言，秦泽皱起眉头，异兽竟然混进城里来了，难怪执法没有公布实情，只是对外含糊其辞的说是闹鬼。如果民众要是知道城里有头异兽的话，怕是会引起不小的恐慌。异兽也分品种，总体上分为2类，一类是兽巢中最常见的实体异兽，再向下还可以继续细分，爬行类、飞行类、海洋类等等。海都学府就有一个异兽科学院，专门解剖研究各种异兽，分析它们的弱点。另外一种异兽就是幽灵种异兽了。相较于上面那些种类的异兽，幽灵种异兽十分罕见，可以说是异兽里的珍稀物种。据说罕见的原因是因为幽灵种的诞生条件极为苛刻，而且幽灵种一般只游荡在深渊，那里的环境更加适合它们生存。在过去泛大陆的上百起兽巢中，幽灵种异兽仅出现过1次。幽灵种异兽没有实体，它们就像是漂浮空中的幽灵，故因此得名。因为没有实体，它们免疫一切物理攻击。幽灵种异兽最擅长的是精神攻击，它们对血肉没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生物的脑子。任何被幽灵种猎食的生物，它们的大脑都会萎缩成黑色的核桃仁。石安城的所有诡异事件都是有人突然发疯攻击身边的人，这非常符合幽灵种的攻击特征。大脑受到控制和无法挽回的损伤，人的肢体就会失控。最近一起诡异事件是在居民楼里，下班回家的妻子发现老王躺在丈夫床上，突然暴走。待执法赶到现场，妻子已经把整层楼的人杀光，被执法制服后，妻子暴毙，包括妻子在内的21具尸体大脑全部萎缩。听完千面对调查报告的讲述，秦泽陷入思索。按照执法的调查，的确是幽灵种异兽所为。然而秦泽想不通的是，幽灵种怎么跑地上来了？执法部抓到这头异兽了吗？秦泽问。千面还没有，2个5级审判者同时出手都没能成功，别说抓了，连看都没看到。秦泽面色凝重，2个5级审判者没能看到对方，说明幽灵种的等级少说也是 B， 甚至可能是 A。一头 A 级异兽在城市里到处游荡，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执法部下一步计划是什么？等我找找。千面打开电脑，开始查看其里面的电子文档。让我瞧瞧。找到了。执法部的应对策略有2个，一个是等幽灵种再次杀人主动现身，一个是等外援来。秦泽好奇，哪儿找的外援？海都。千面，计划书里没写。石安城执法部的审判者都是纯气血武道家，这次外援找了个专攻精神的武术师。秦泽点点头，这也算是专业对口了。法王问，这个周本咱们还刷不刷？秦泽，刷个6。你是武术师，还我是武术师。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武道家他就抓不了幽灵种异兽，没这个能力知道吧？法王，区区幽灵，我一记掌心雷劈死他。千面，要是没劈死，你就得献祭出你的脑子了。法王，我和吞噬哥一起上，失败了吞噬哥可以拖延时间，反正他脑子多。吞噬哥。局域网里此刻都在热议这头幽灵种，我还挺好奇脑子被吃是什么感觉，这你得问戴夫，他是专业的。阿巴阿巴阿巴，
你说咱们要是一起上，这么多脑子他会不会撑死？好想法，试试。试试就是试。秦泽无语，他特意嘱咐一众分身暗中观察就好，千万别作死，主动前去献祭。脑子可就一个，得保护好了。次日一早，风尘仆仆的分身取完快递回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包裹。秦泽拆开后，拿出一大把符，这些符包括了道士会画的所有种类：神行符、治愈符、驱邪符、金钟符、五行符，每种各20张。激活时不需要气血，语音自动识别。每一种符的激发法诀都不一样。道士十分贴心的在旁边贴上小纸条。前3种符顾名思义，不用多说。秦泽拿起了后2种仔细研究。金钟符的功能是被动防御，激活后贴上身上便可，遇到背后或是头顶偷袭可自动激活。目前最多挡下3级巅峰全力一击，对秦泽来说有点鸡肋。不过好奇的秦泽还是解开上衣，按照纸条念完法诀后，将符贴在胸口。金钟符瞬间融化没入身体。秦泽见状啧啧称奇，他还以为要像僵尸一样一直贴着，没想到挺人性化。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贴传统符箓？秦泽随后又拿起五行符，单看上面的笔画，五行符是最多且最复杂的，其激活之后可以释放任意种五行之力。不得不说，单是画这些符箓，倒是有几把刷子的。符箓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可以理解成一个微缩阵法，以符为阵眼，笔画为阵法主体，通过勾画不同图案，使其到达不同效果。秦泽将符箓全部收起，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威力。战斗的时候直接往敌人脸上大撒符，这个画面还挺带感。要是震动，秦泽进入聊天群，见势倒是在找他。抓个狐狸精，老板货收到了吧？驯兽师，驯兽师收到了，效果不错。抓个狐狸精，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亲。另外，老板真的不需要狐狸精吗？驯兽师和狐狸精完美组合。驯兽师不需要。抓个狐狸精，哎，仙女不拉屎，我们的呢？抓个狐狸精，路上了，驯兽师最近最先到的。这些符你们省着点用，我要出趟活，下回话不知道得啥时候。路人甲，道兄这是要去哪儿？刚出关就忙起来了。抓个狐狸精，石安，道士就是石安执法找的外援。秦泽有点意外，道士抓鬼，倒也专业对口。仙女不拉屎，去石安城干嘛？我没听说那边有狐狸精出没。抓个狐狸精，不知怎么着，有头幽灵种跑到石安城去了，师傅他老人家没空，就只能我出手了。仙女不拉屎，幽灵种，路人甲，那问题确实挺严重。秦泽也适时插了句嘴，驯兽师，幽灵种怎么跑地上来了？抓个狐狸精，他怎么来的我不需要知道，我只需负责送他走即可。边缘划水，有一说一，我还从来没在现实中见过幽灵种异兽。仙女不拉屎+1，路人甲+1，看来幽灵种异兽的确是太罕见了，群里都没有人见过。仙女不拉屎，听说幽灵种专门吃人脑子，到了石安保护好自己的脑子，别变成白痴了。抓个狐狸精，道爷我金刚不坏，区幽灵种还不是手到擒来。倒是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最晚明天中午就能抵达石安城。秦泽对这头幽灵种异兽也蛮好奇的，挺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明天正式集训，当晚所有种子队伍齐聚酒店报告厅，大家都是心高气傲的主，看彼此间的眼神都在冒火星子。片刻，一个5级中年男人走上讲台，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石安，我是石安学府的王老师，同时也是这次集训的总负责人。这次集训共为期1个礼拜，前2天为理论课，后面5天为野外实践。大家都是各个学校的佼佼者，毫不夸张地说，你们就是人族的未来。闻言，台下坐着的一众学员脸上纷纷露出自豪之色。王老师继续道，这次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开拓大家的见识，给你们一个展现的平台和彼此交流的机会。稍后，王老师又洋洋洒洒讲了很多集训的流程、规则、注意事项。说完之后，学员代表上台进行宣誓动员。代表是石安学府的一个大2老鸟，不到3级的修为，同时也是这次石安学府种子队的一员。因为某种原因，这货并没有下深渊。一切流程走完，已经是2个多小时后了。坐在下面的秦泽昏昏欲睡。泽哥，结束了。胖子轻轻推了推他。秦泽睁开惺忪睡眼，见最前排的学员已经起身准备离场。我们也走吧。秦泽打了个哈欠。啊！就在这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众人疑惑之际，一个女服务员惊慌失措地跑进报告厅。她脸色惨白，似乎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门外响起一声低吼，只见一个双目猩红的保安紧随其后，踉跄着跑了进来。进报告厅后，保安立刻朝着最近的学员扑了上去。学员正在发懵，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眼看就要被保安扑倒在地。王老师抬手轻轻一推，保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按到了墙上。被禁锢在墙的保安疯狂扭动着身体，始终无法挣开束缚。秦泽微微皱眉，这一幕似乎有些似曾相识，与石安执法的诡异调查报告一样。保安被幽灵种给附体了。一想到有个 A 级幽灵种在场，秦泽身体立即紧绷起来。他快速看向最近的出口，随时做好弹射准备。旁边的陆彤彤发现秦泽异样，怎么了？秦泽压低声音，准备跑路。毕竟一起经历过生死战斗，专业团队立马会议。他们没有问为什么，直接选择了相信秦泽，都慢慢往出口靠。秦泽目光紧紧盯在墙上的保安身上，被5级武道家按住。幽灵种接下来应该会离开宿主身体，用本体和王老师战斗了吧？就在秦泽以为即将爆发大战的时候，接下来让他意外的一幕发生了。保安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口中狂吐白沫。10几秒后，他最后抽了几下，彻底没了声息。在场的学员们皆是一头雾水，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王老师放下手，尸体扑通一声落在地上。现在开始有些骚乱，这人死的实在是不明不白。大家安静，在原位置上坐下。王老师的声音带上了一缕精神威压。
报告厅瞬间安静，学员们也都重新坐下。专业团队看向秦泽，秦泽微微点头，警报解除。4人这才放下心来。王老师匆匆离开报告厅，留下面面相觑的一众学员和随队老师。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安保死了，这点秦泽可以确定。然而从头至尾他都没有看到幽灵种出现。按照异兽课上老师教的，幽灵种除了附身在其他生物身上不显形外，正常情况都是漂浮在半空中的半透明形态。但这头幽灵种宿主哪怕死了他都没出现，他是怎么做到悄无声息消失的？莫非他像寻猎兽一样，还同时拥有空间折跃的能力？如果是这样，幽灵种未免也太 bug， 不狠狠削一波根本没法玩。几分钟后，王老师和一名审判者同时来到现场。王老师拍了拍手，同学们在门口排好队。审判者检查完后，大家就可以回房间了。明天将正式开始集训，今晚大家都好好休息。学员们按照王老师的要求起身站成一排。门口的审判者用法牌依次扫过每一个出去的人。很快轮到秦泽。当沐浴在审判者法牌圣光中的刹那，秦泽只感觉一股浩然正气降临在身，他有种想要坦诚相见的冲动。好在这股力量下一秒就被分身们平摊，恢复了正常。审判者只是多看了秦泽2眼，很快便用法牌去找另一个人。离开报告厅后，秦泽发现执法员们正在挨个房间敲门，每名客人都要经过法牌的检查。秦泽推测出了执法这么做的目的，似乎在验证有没有被幽灵种附体。白天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怀旭疑惑。秦泽淡淡道：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只是包不住火的。石安方面一开始或许想对集训团隐瞒幽灵种的事，但现在已经没有继续隐瞒下去的必要了。果不其然，秦泽刚回房间没多久，集训群里便发了一条公告：公告，报告厅保安突发恶疾，石安执法已查明原因，同学们请不要担心，明天集训正常进行。秦泽皱起眉头，石安城看来是不打算说实话了，他们貌似很想把这个集训接着举行下去。学员们简单讨论了2句，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死了个宝而已。秦泽打开钥匙聊天群，见小鹿说起了这事。悠悠鹿鸣，我好像看到幽灵种异兽袭击了。仙女不拉屎，小鹿你也在石安城？悠悠鹿鸣，来参加百校大比的集训，抓个狐狸精，描述一下那畜生的样子。悠悠鹿鸣，我没看见。抓个狐狸精，你刚才不是还说看到他袭击了？悠悠鹿鸣，但我并没有看到那头幽灵种异兽。随即小鹿将报告厅里发生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抓个狐狸精，不可能。仙女不拉屎，咋了？抓个狐狸精，按照小鹿的描述，那个老师是个终极武者，气血武道家，宿主死亡后，幽灵种会第一时间解除附身状态。抓个狐狸精，不可能从始至终都没出现过，除非他根本就不是幽灵种。看到这里，秦泽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驯兽师，万一他有类似空间折跃的能力呢？就像寻猎兽那样。抓个狐狸精，物理免疫就是幽灵种的天赋能力，从未有过一种异兽能同时拥有2种天赋能力。悠悠鹿鸣，深渊那么大，不会有意外。这一次倒是沉默了。如小鹿所言，凡事都没有100%的绝对，万一深渊真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同时拥有2种能力的怪物呢？抓个狐狸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连专业人士都感觉到棘手，足以见得这头幽灵种的强悍。局域网里，法王突然道：这头幽灵种咱们必须拿下。按照那个道士所说，这家伙是有天赋能力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其他分身紧跟着热议起来。自从巨霸以后，咱们好久没开张了，速速出征，将其拿下。这次的魂珠给谁吃？本船长兢兢业业开船这么久，我吃没人有意见吧？而且谁能拒绝幽灵船长？滚一边去！你都有1艘船和1只色禽了，上次的 MVP 是谁来着？我，给我！老子上次 MVP 奖励都还没结算，上后边排队去。秦泽无语，连幽灵种啥样还没见到，这一群家伙就已经在讨论如何分战利品了。不过法王说的倒是不错，幽灵种魂珠必须拿下。秦泽现在精神力方面是个短板，只有青龙念一种匮乏的精神攻击手段，对付幽灵种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更何况能够免疫物理攻击，这点简直就是个 bug。秦泽让遍布石安城大街小巷的分身盯紧点，有风吹草动随时汇报。次日上午，所有的种子选手被大巴车送去了石安学府，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为期2天的理论课集训。许是石安城本就是一座工业城市，石安学府的建筑风格也极为粗犷，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极其浓重的工业气息。石安学府没有海都学府那么大，占地面积仅有海都学府的1/3。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海都学府里有的设施在这里全部都能找到，当然玄梦意境除外，毕竟那是海都的特产。理论课的授课老师全部是深渊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他们向秦泽等一众学员传授进阶的战斗知识。上了半节课后，秦泽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次集训了。这些战斗技巧若是放在学校的日常课中讲，能学会的没几个。学习是有门槛，种子选手们恰好迈过了这个门槛。秦泽听得比较认真，主要是这位老师的授课方式很有趣，传授知识的同时掺杂了很多他在深渊的有趣见闻。秦泽对战斗经验和战斗技巧没什么兴趣，死了几百次的人在愚钝也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战斗方式。不过深渊秦泽却是一次没去过，关于老师对深渊的描述，他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临近中午，在秦泽吃饭午休的同时，倒是风尘仆仆抵达了石安城。石安城大门，一个身高2.1米，背着一个巨大木箱子的男人通过安检。在旁人好奇与惊讶的目光中，他缓缓走进石安城，打开钥匙聊天群，他快速编辑了一条消息：抓个狐狸精，道爷到石安了，颤抖吧，此地的幽灵种。水群龙王仙女几乎秒回：仙女不拉屎，保护好脑子，别变成白痴。道士冷哼一声，这个女人对道爷我如此不敬。退出聊天群，道士抬头嗅了嗅空气，一切正常。
小东西，让道爷看看你在哪儿。旋即，道士从怀里掏出一个八卦盘，天圆地方，律令9章，无经宣召，速显其形。道士念动口诀，右手食指朝八卦盘轻轻一指，下一秒，八卦盘上的指针疯狂旋转，转了10几秒也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迹象。道士眉头紧锁，不在。他将八卦盘收起。邪门，太邪门了！艳阳高照，这种天气幽灵种不会出来行动。幽灵种异兽惧怕阳光，而深渊没有太阳，这也是为什么其很少出深渊的缘故。先去执法部看看吧。一路打听，道士很快来到石安执法部大门前。有何贵干？门口的一名执法员警惕地打量了道士一番。道爷来自阴阳山阴阳观，奉师傅清虚子之命来石安城清理幽灵种异兽。执法员恍然大悟：你就是那个来支援的？道士点了点头。执法员微笑道：审判者大人让我在此接您，道长请随我来，大人已经恭候多时。道士淡淡道：有劳带路。不必客气。执法员走在前面。走进执法部大院后，道士习惯性拿出八卦盘，指针仍旧跟抽风一样转个不停。道士着实有点看不懂了。与此同时，带路的执法员在局域网中传讯，接到道士了，已成功打入内部。为了能够顺利 K 下幽灵种的头，拿到魂珠，昨天晚上秦泽和一众臭皮匠们连夜制定了作战方案。现阶段的版本之子千面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目前马戏团没有可以精准锁定并有效打击幽灵种的能力，既然如此，那就找一个有能力的。于是秦泽便将目光放在了道士身上。作为外援，能力他肯定是有的。目标选择完，下一步就是混进目标，最好是能够贴身道士，时刻都能知道对方一举一动，关键时刻方便 K 头。而这个时候就需要千面出场。昨天一天，千面随意换脸在石安执法部溜达，已经将里面的情况摸了个七七八八，挑了一个各方面都在中游的执法员，千面变成了他的样子。局域网里收到千面电话后，便意味着行动开始，各方纷纷回应。外围游动监测组已就位 ，over； 支援组已就位 ，over； 预备队已到达指定位置 ，over； 包裹已经取到，正在运输途中。一辆黑色玻璃的面包车正在大街上疾驰。最后排，一个被捆成粽子的执法员悠悠醒来，他只感觉全身上下酸软无力，无法运行气血，甚至就连张嘴说话都极为困难。执法员仔细回忆了一遍，今天中午上班打卡的路上，他突然被人从后面敲了一闷棍，随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再次醒来，人就出现在了这。旁边的法王笑了笑，醒了，睡得怎么样？为了保证你的睡眠质量，我特意给你打了一针，满满一管的加强镇定液，干翻一头低级异兽都不在话下。不用谢我。执法员一脸黑线，听听，这说的是人话。你，执法员用尽全力，也只是把嘴巴勉强张开了一条缝隙。法王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我们是好人，暂时借你的脸用用。看着车里几个戴着禽兽面具的家伙，执法员心里并不这么认为。很快，面包车开进了一个偏僻车库，随着卷帘门拉下，法王把执法员拎了出来，扔到木板床上，再给他打一针。我来。鄙人十分擅长打针。一个戴着公鸡面具的家伙自告奋勇。执法员张了张嘴，欲做无声反抗。公鸡拿着一个足够给猪打针的针管，用力扎在了他的肚子上。下一秒，执法员头一歪，不省人事。法王点点头，人看好了，隔段时间就打一针，别让他出车库。OK。嘱咐完后，法王开着面包车离开。包裹已经送到，他该去执行下一阶段的任务了。走在前面领路的千面，一想到这波自己立大功，就总会忍不住发笑。不出意外，这波的 MVP 非他莫属。跟在后头的倒是微微皱眉，他觉得这个执法员有些不太对劲，不仅经常用余光偷看他，而且嘴角还带着诡异的微笑。被幽灵种附身了。道士悄悄拿出一张符箓藏在手心，小声念完口诀后，符箓自动飞向千面。不过符箓并没有贴在千面身上，碰到他后就掉在了地上。道士心里松了口气，还好没被附体。可他偷看我干什么？道士摇了摇头，石安人真是太奇怪了。千面将道士带到了审判者办公室门口，守在了外面。大门隔音效果很好，他完全听不到里面在谈什么。半小时后，面色凝重的审判者和道士一起出来了。一队二队集合，今天全部听从道长调遣。千面恰好是一队的队长，他和二队长把手下人集合起来后，便跟着道士浩浩荡荡走出执法部大院。道长，我们去哪儿？千面问。最近的事发现场。道士回答。20分钟后，道士等人来到了上次秦泽进入的那家餐馆外面，把这个贴身上。道士拿出一大把符箓，念完法诀后，将其分给了每个执法员。我自制的驱邪符，能够抵挡幽灵种的一次附身攻击，有效时间1天。千面好奇贴在胸口，符箓瞬间化作金光没入身体。在场的执法员都是第一次见符箓，感觉很神奇。3个人和我进去，其他人都在外面守着。千面自告奋勇，领着2个手下紧随其后。左邻右舍的邻居见执法队在临，纷纷从窗户好奇地探出脑袋张望。外面的执法将警戒线又往远处拉了拉，将闻风而来的记者隔绝在外。餐馆里仍旧一片狼藉，盘子里的食物经过腐烂发酵，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好在天气凉了，没有那么多苍蝇。道士仰起头，先是嗅了嗅，随即再次拿出八卦盘，指针一如既往的抽风。你们散开点。千面3人退至门口，好奇地看着道士接下来的举动。只见道士从上衣里侧掏出一个白色小瓷瓶，打开盖子，朝空中一甩，白色粉末纷纷扬扬飘落下。道士聚精会神地看着地面，可粉末落地后没有任何异象。道士面色变得逐渐凝重。去下一个案发地。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餐馆，下个最近的地方是一层被封锁的居民楼，就是妻子宰了老王那个。道士如法炮制，片刻，他皱着眉头又去了下个地方。
就这样，直到太阳落山，道士终于把每个案发现场都检查了一遍。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石安根本就没有幽灵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幽灵种虽然行踪隐秘，但同样也会留下蛛丝马迹。然而，道士用了各种检测手段，都没有发现痕迹。一两处地点或许是意外，但所有地方都没留痕，这就不是巧合了。一旁的千面听到了道士嘴里的小声嘟囔：没有幽灵种，但每个死掉的人都与幽灵种杀人手段一样，这太蹊跷，太令人匪夷所思。道士迅速返回执法部，没有和审判者说一句，直奔停尸间。他详细检查了每具尸体，大脑萎缩，与幽灵种猎杀结果相同。道士陷入了深深的茫然，既像是幽灵种，又不完全是。他从未遇过这么邪门的事情。思索片刻，道士准备问问师傅，看他老人家有何见解。还没来得及掏手机，千面匆匆走进停尸间。道长，幽灵种出现了。第一天的理论课集训已经接近尾声。通过千面的视角，秦泽观察了道士整整一个下午。说实话，道士长得挺有反差感。2.1米的道士确实是他第一次见。秦泽也听到了道士嘴里小声念叨着的调查结果，没有幽灵种。有意思，这个调查结果让秦泽有些意外。无论是执法部的报告，还是一些迹象，将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幽灵种。然而，道士却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叮铃铃，随着天色渐暗，下课铃声响起。今晚是学员们唯一自由活动的时间。明天的理论课结束后，所有人都要开始下一阶段的野外集训。谢雪莹走到秦泽面前，晚上一起吃饭。秦泽婉拒，有点急事，你们吃吧，咱们改日。谢雪莹有点失落，好。秦泽快步走出大门，文景追了上来，要帮忙吗？文景表情严肃，后面是专业团队其他3人。虽然他们不知道秦泽要去做什么，但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秦泽淡淡道，不用，一点小问题，很快我就回来。文景，随时电话联系。秦泽微笑着点头。如今他也算是有可以将背后放心交出去的可靠伙伴了。石安学府对面的街边，法王已经在车里等候多时。秦泽系好安全带，走吧，咱们也去凑个热闹。坐稳了，出发。法王一脚油门，面包车风驰电掣，一溜烟消失在街角。石安第一中学，下午7点半，正是高3学生下晚自习的时候。校门外聚集了一大群接孩子的家长，同学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的向外走，偶尔聊两句最近的修炼进度。突然，操场上响起一声尖叫，人群瞬间慌乱，众人争先恐后的向外跑。学校保卫科第一时间出动，为首的是个1级武者，冲进人群，他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男生，双目猩红，双手将一名老师给提了起来，与其目光对视。而那名老师的身体正在不由自主的疯狂抽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同学，冷静，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队长面色凝重，苦口婆心的劝告。然而那男生却是一句也没听去。眼看老师的脸色愈发苍白，队长不得不出手。扑通，老师忽然被扔到地上，他的身体还在轻微抽搐，红色血丝布满整张脸，显得极为狰狞。男生看了队长一眼，迅速向操场另外一个方向跑去。道士和千面一众执法抵达现场已是40分钟后。为了将这头幽灵种拿下，一名5级审判者也随队行动。学生全部疏散，大门紧闭，只剩校长几个行政科老师和保卫科的人还在。事情就是这样，他突然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速度太快，我跟不上。队长懊恼道。道士低声说，你保住了一条命。队长面露不满，这个傻大个是在嘲讽他。他堂堂1级武者，还会怕一个学生，真是笑话。那名老师已经死了。道士检查了他的尸体，同样是大脑重度萎缩。审判者挑了挑眉，错不了，就是那头畜生。道士起身看向夜幕笼罩下的校园，拿出八卦盘，低头看到指针仍旧不停飞速旋转，他陷入了沉思。道爷，我带一队进去分散搜索，你带人在外封锁，发现目标立刻保持距离，通过对讲向我汇报位置。审判者点了点头，立刻叫人拉紧界限，看守住各个关键出入口。道士和一队执法员进入学校，立刻分散搜索。与此同时，在庇护空间掩护下的秦泽也悄悄走进校园。石安一中是石安城最好的高中，占地面积不小。秦泽到的有点晚，已经找不到道士的影子了，索性他自己一个人溜达着找那个男生。操场静悄悄的，连风声都没有。秦泽左拐右拐，看到了体育馆半敞开的大门，刚进去他就听到了一声若有若无的低吟。继续往里走，在黑暗的角落中，秦泽看到了一个瘦小的男生蹲在地上，他双手痛苦地抱着脑袋，极力压抑着嘴里的声音。运气不错，拿下他，魂珠就是我们的了。快趁现在偷袭。物理免疫怎么打？他现不是还没免疫吗？秦泽也在犹豫。被幽灵种附身的人必死无疑，男生作为宿主已经是个死人了。换句话来说，他现在只剩一个躯壳，身体已经彻底被幽灵种占据。可面前很有可能是一头 A 级异兽，若是没杀掉，这家伙发起狂来可不是他能控制的。外面有个道士，还有个审判者，问题应该不大。片刻，秦泽做出决断。下一秒，庇护空间解除，雷光在秦泽掌心凝聚。尝尝我的雷法！撕拉了一道雷霆直奔男生而去。男生似乎早有察觉，驴打滚躲过雷霆。法王鄙夷，这都能劈空，其他分身也不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就这，我上我也行。这个啧就是训了，只能说眼睛比巨拔还瞎。没有理会脑海里的哔哔之音，秦泽立刻开始凝聚第二发。他其实也不知道雷电能不能伤到幽灵种，反正试一试又不花钱。男孩猛地张开双臂，仰天大喊，他全身的血管开始泛红凸起。随后砰的一声炸响，男孩自爆了。秦泽掌心雷光渐息，满脸懵逼，什么情况？局域网里众分身面面相觑，被我们的王霸之气吓到了。
自曝的不太专业，差点火候。宿主炸了，幽灵种呢？又润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狗的异兽，跑得比家里大黑还快。大黑栓 Q 有被 Q 到，秦泽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今晚似乎白跑了一趟。小心头上！这时，秦泽身后传来一声大喊，他抬起头，只见一个半透明的幽灵正向他急速俯冲而来，那是一大团不规则的形状，如同流动着的史莱姆。秦泽的精神感知同级之下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可他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东西是怎么出现在他头顶上的。任何事物与空气摩擦都会发出声音，幽灵却是那样悄无声息，它既像是流水，又像是空气，行动之时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幽灵速度极快，待秦泽听到身后提醒发现对方时，其已经突至眼前。匆匆赶到门口的道士看到这一幕，不禁扼腕叹息，来不及了，这个学生即将成为下对方的食物。嗡！就在这时，金色光波从秦泽胸口绽放，直接将扑面来的幽灵弹飞出去。道士瞪大了眼睛，那是本道爷的符，自己画的东西绝对不会认错。他快速在脑海中搜索关于秦泽的信息，结果却发现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个人。道士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莫非是群里的哥们？秦泽注意到了门口的道士，他也没想到二人面基现场会是这样。刚才是他身上被动激发的驱邪符，不得不说，虽是一次性的，但这东西还挺有用。看着被弹飞到角落里的幽灵，秦泽抬手一记掌心雷。遗憾的是，雷光直接穿透对方的身体，没有造成丝毫伤害。缓过劲的幽灵再度扑来，秦泽目光一凝，一条由念力构成的小青龙从石海中怒吼而出。当小青龙没入幽灵的瞬间，幽灵便像是被施了定身术般一动不动。果然有用，秦泽喃喃自语。道士已经走到秦泽身边，只见他手中拿着一张红色符箓，口中念道：“文无照请，速临9天之上，灭。”红色符箓瞬间燃烧，化作一道红光照在幽灵身上。幽灵身影逐渐开始暗淡，很快便彻底消失。秦泽挑了挑眉，厉害了，道兄。阁下是？道士扭头看向秦泽，书生、仙女，亦或是驯兽师？秦泽一头雾水，你是要看马戏吗？道士微微皱眉，似乎不是群里的哥们。他感受了下秦泽的修为，心中不禁一阵惊讶。3级，18、9就突破了3级，未来前途不可限量。除了仙女、驯兽师、书生和小鹿，据他所知，其他人都在深渊。小鹿首先 pass， 还在上学，而剩下3人的修为至少都是中级武者，尤其是驯兽师。通过路人甲对其态度，可见是位前辈。既然都不是，这小子为何会有道爷的符箓？道士问出了心中疑惑：“你刚才所使的驱邪符是哪里来的？”秦泽从兜里掏出一大把。你说的是这个？道士眼睛都直了。错不了，就是他画的。昨天我叔快递给我的。闻言，道士恍然大悟。最近买最多的人是驯兽师，他也是先收到货的。所以眼前这小子是驯兽师的晚辈。你叫什么名字？大晚上来这里做什么？秦泽，我叔让我查查最近石安城闹得沸沸扬扬的幽灵种，最好能把魂珠搞到手，当做是给我的试炼。听说幽灵种在这里出现，我就来了。听完秦泽的回答，道士心里疑惑算是彻底解开。驯兽师竟然有一个天赋如此惊人的晚辈，他该不会是个8、9级的老怪物吧？之前他还嗤笑路人甲，随便管人叫前辈。真要是遥远那么吊炸天的人物，岂会在他这里搞批发？原来是给家里小辈用的。秦泽好奇问：“你认识我叔？”道士点头，算认识吧。秦泽眼前一亮，那你知道他现在哪儿吗？道士摇了摇头，不清楚。秦泽目光随之暗淡下去。此刻的局域网内满是快活的空气。演戏演全套，这货已经对你深信不疑了。笑死，很难崩。好期待真相揭露那一天。道士忽然开口：“前辈给你的试炼，你怕是无法完成了。”秦泽一头雾水，不是已经完成了？那头幽灵种刚被你斩杀。道士说：“幽灵种死了，有魂珠吗？”秦泽这才注意到，刚刚幽灵种消失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众所周知，无论什么等级的异兽都有魂珠，而这头幽灵种却没有，那岂不是？他根本就不是幽灵种。道士沉声道：“前辈误判了，石安没有幽灵种作祟。那刚才一大团是什么鬼东西？”秦泽疑惑道。道士面色凝重：“灵。”道士解释：“万物皆有灵，人在死亡之后，其脑中意识不会立刻消失，而是会以灵的方式存在一段时间，留存在死者的脑中。这个时间短则数秒，长则数个小时，届时他们会自行消散。灵是一种无意识体，你可以理解成死者的灵魂，生前执念越深，存在时间越长，但从不会超过半天时间。”秦泽看向地面不远处那滩自爆后留下的碎肉，所以刚才的幽灵不是来源深渊，而是人体产物。局域网里，钩子船长痛心疾首：“我的幽灵船长无了。”秦泽却是在想另外一件事。你说灵只是寄生在死者脑子里，那刚才那是怎么回事？秦泽可是眼睁睁地看到男孩的灵朝自己扑来。道士意味深长，自然的灵不会存在那么长时间，更不会离体，除非有外部因素。秦泽沉声道：“最近数天的幽灵种袭击事件，其实都是人为。道士，夜幕之下发生什么都不是稀罕事。走吧，道爷带你出去。”秦泽跟在道士身后向校门走去。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公司，这群狗东西肯定是又在搞什么名堂了。目光闪烁间，秦泽心里大致有了答案。审判者看到道士笑脸相迎，怎么样？幽灵种拿下了吗？不待道士开口，秦泽抢先回答：“道长全力出手，但还是被他跑了。”道士微微皱眉，他不懂秦泽为何这样说，但也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颔首。审判者看向秦泽：“这位是？”道士淡淡道：“故有的孩子。”审判者没继续追问，而是叹了口气：“太遗憾了，不过来日方长，道长下次出手定能将其拿下。”
在审判者幽邃目光的注视下，道士和秦泽的背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走远后，道士不禁问：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真相？秦泽嘴角上扬，他们知道真相。执法部有我的内线，死者的所有档案都随着死亡证明消失了。你想说这不符合规定？确实不符合规定，但执法部里就有人这么做了。道长觉得这说明了什么？街边餐厅包间，道士听完秦泽的话后陷入沉思。秦泽继续道：说明有人在心虚，说明执法部有人知道事情真相，他们在拖延时间，他们在掩盖真相。千面有事没事就往资料室溜达，翻翻卷宗，看能否再找到什么细节。就在今天上午，千面偶然发现死者的身份信息都不见了，尤其是那几个被幽灵种附身的人，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很不对劲。道士开口：执法部的人干的。秦泽摇摇头：我更倾向于执法部里有对方的内应，这个内应再配合对方将事态往下压，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太像幽灵种袭击。不明真相的行政署担心幽灵种事态扩大，把你找来了。道士疑惑道：可早晚会被发现幽灵种和灵不一样。秦泽微微一笑：这只是对道长你这种专业人士而言，可石安城有专业人士吗？如果有的话，他们也不会叫你来了。灵不会离开死者身体，就算时间到了直接消失也不会出现，经历的人都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强大的幽灵种，来去无踪。今天那个男孩的灵若是不离体的话，道长觉得对方是灵还是幽灵种呢？灵的形态千奇百怪，幽灵种的形态同样千奇百怪，他们都半透明，免疫物理攻击，再加上幽灵种十分罕见，100个武者里估计才有1个人亲眼看到过，除非道士这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在灵离体的时候一眼盯真。道士眉头紧锁，他还在思索灵为什么会离体，对方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到底想干嘛？秦泽继续道：对方应该在收尾了，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执法部资料室关于死者的档案消失，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道士原本杂乱无章的头绪，在听完秦泽的一番话后瞬间理清。此子不简单。道士沉吟片刻：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秦泽喝了口热茶：道长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道士突然笑了起来：我真没想到前辈竟然会有你这样一个晚辈，今晚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十分好奇驯兽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竟然教导出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道士问。秦泽耸了耸肩膀：集训还没结束，而且我的试炼也没结束，我不喜欢半途而废，事情总得有始有终吧。道士思索片刻：我帮你。关于事件的真相他也想知道。秦泽心中一喜，他要的就是这个。道长几级？5级。我白天还得集训，没什么时间，调查的事情得交给道长了。可以，但从何查起？之前死者档案全部清空，他们叫什么住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包括居民楼现场，第二天整栋楼的人都被强制搬离。但今天我们有新线索了。道士明白了秦泽的意思，那个男孩。秦泽点头：道长速度最好快一点，晚了可就都没了。道士迅速起身，匆匆走进夜色之中。局域网里，吞噬哥道：我到男孩家了，目前一切风平浪静，怎么说？分身信息共享，同时行动。从道士那得知男孩不是幽灵种后，秦泽立刻就让分身去查了男孩家的位置。秦泽把地址悄悄给道士，咱们暂时别露面，在不清楚对方实力的情况下，梭哈不是上策。吞噬哥回答：离道士最近的分身已经行动了。轰隆隆，屋外忽然一声惊雷，要下雨了，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大概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雨。望着窗外的夜色，秦泽轻声呢喃：再大的雨也洗不清污浊，夜幕之下永远没有新鲜事。审判者回到执法部不久，电话便响起。漏破绽了吗？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审判者摇头：还是老样子，倒是直接把人杀了，以为幽灵众又跑了。那头长舒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目前已经有灵离体的情况出现，必须加快速度，若是被道士看到离体的灵就糟了。审判者皱眉：灵离体？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旋即，审判者道：那个男孩的家我已经派人过去了，做得干净点，别留下尾巴。还得多久？这边我快拖不住了。道士要是看到离体的灵，立刻就会发现幽灵种只是个骗局。若是继续往下深究，用不了多久便能够查到他的头上。电话那头道：目前咱们人手不够，实验体数量又太多，不过后天就有好消息了。再坚持坚持，尘埃落定，你就可以离开执法了。审判者点点头，挂断了电话。哗啦啦，窗外大雨倾盆而已。审判者沉声道：下吧，越大越好，把一切都洗得干干净净。道士背个巨大的木箱，在雨夜的街头狂奔。1分钟前，突然有个流浪汉撞到了他的怀里，在说了声不好意思后，匆匆离去。接着，道士便发现他兜里被塞了个纸条，打开一看，上面是一个地址。道士挑了挑眉，想到了秦泽说的那个执法内应。道士当即全速前进，终于10几分钟后抵达了纸条上的地址。这里是一处贫民区，没有市区中闪烁的霓虹，也没有100米高的摩天大楼，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有年头了的破败平房。透过窗子，道士看到有一道焦急的身影来回踱步。男孩到现在还没回家，家里人想必是急坏了。道士心里松了口气，还好没有来晚。轰隆隆，他正准备上前敲门，一道闪电将逼仄幽暗的贫民区照得通亮。哼，老鼠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道士顿住脚步，侧头余光看向身后，4人分2组，一前一后将道士包围。道士镇定自若。咔，又一道闪电劈落而下，道士的半边脸被照亮。谁派你们来的？4人不做任何回答，一点点向着道士逼近。死士。从对方那漠的感情的脸上，道士猜出了这些人的身份。某个组织培养出来的死士，专门用于去执行那些见不得光的任务。他们都被完全洗脑，想从他们的嘴里获取情报，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既然如此，
你们也就没有什么活着的必要了。道士右手伸到箱子上方，咔咔咔，随着齿轮转动的声音响起，一柄木剑被弹了出来。唰，4名死士暴起，从4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堵住了道士的突围口子。道士却是不慌不忙，只见他右手握住木剑，左手拿出一张符按在了剑身上。呼，符箓猛地燃烧，下一秒火焰便布满整个剑身。即便下着瓢泼大雨，但火焰却没受丝毫影响。道士右脚蹬地借力而起，先是凌空踢飞面前2人，紧接着他快速后空翻落地，落在后方的2人身后。2名死士反应也算迅速，抬手便射出暗器，密密麻麻的毒针飞向道士面门。道士冷哼，不做任何格挡，不退反进，其胸口金光绽放，防御符箓被动激活，将毒针尽数拦下。5级武者爆发速度可见一斑。2名死士释放暗器的手还未等放下，道士已突至身边，刷刷，附魔的木剑上下翻飞，比金属还要锋利，电光火石间便削去2人的脑袋。哈！道士吐出一口浊气，如猛虎继续奔向先前被他踢飞的那2名死士。2人此刻已经起身，彼此对视一眼，各甩出一根黑色金属长棍，左右夹击，双拳难敌4手。道士在对付其中1人时，后背的空门便会暴露给另外1人。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道士，或是说5级武者的实力。一张符箓被道士扔到地上，无数土石地刺冲天起，大街中央开裂出一条深深的沟壑。2名死士不得不放慢速度，应对那些从地面突然袭击的地刺。突然，道士破土而出，1名死士猝不及防被拦腰斩断。旋即，道士改为反手持剑，将身后的家伙扎个对穿。3分钟不到，4名死士全躺了板板。道士挽了个剑花，猛地一震，剑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唯有一缕白烟升起。木箱中的齿轮再度转动，道士把木剑重新插回了箱子，又用张五行符填平街上的沟壑。道士径直走向男生的家门。什么？任务失败，4个人全死了。刚躺下的审判者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得知他派出清理后患的4名死士全折在了道士手里，面色不由得变得凝重起来。要不要再多派些人手？审判者摇了摇头，不用了。道士已经与男生的家里人接触，想必用不了就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这时候继续派死士，除了掩耳盗铃外，再没其他作用。道士主动去接触男生的家人，这让审判者十分意外。他现在更为关心的是，道士到底有没有看到男孩的灵离体？如果看到，那麻烦可就大了。思索片刻，审判者低声道：“让他们把资料都处理了，没我的命令，禁止继续招募志愿者。”电话那头回答：“是，我这就去办。”挂断电话后，审判者感到有些头大，看着黑沉沉的天，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战斗结束了，局域网里，吞噬哥汇报。通过吞噬哥的视角，秦泽也看到了那场精彩的战斗。道士对符箓的运用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秦泽对他背的那个巨大木箱充满了好奇，感觉像是某种机关术。半小时后，道士离开男孩的家，走进雨夜。已经返回酒店的秦泽让吞噬哥等人继续暗中观察，他转身上床。深秋下雨的晚上实在是太适合睡觉了。次日一早，秦泽和专业团队们在食堂吃饭。今天是最后的理论课，明天他们将前往野外集训。具体的集训地点现在他们还不清楚，估计晚上就有通知了。食堂墙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早间新闻。秦泽抬头瞄了一眼，是一条关于公司的报道。3个星期前，商会联盟向议会递交了关于组建武装防卫力量的倡议书。经过议会半个月的商讨，这份倡议书即日起生效。商会可以组建个人武装安保队，正式员工不得超过1万人。武装力量独立于军部序列，只需对公司安全负责，议会与商会同时对其有监督权。秦泽没想到公司这么急，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武装队伍给拉了起来。新闻画面一转，一个公司的发言人正在面向记者发言。即日起，破晓机动队正式成立，共1万名正式员工，由他们负责商会所有会员公司的安全。武器装备由泛大陆联盟通用军用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从现在开始，破晓机动队将会向联盟各地的成员公司进行派遣。相信有他们在，公司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定会得到保证。怀旭忽然道：“联盟这么大，成员公司好几百，1万人能保护个毛？纯纯脱裤子放屁。”秦泽淡淡道：“1万人只是正式员工，没有说不可以有临时员工、有协议员工。这种新闻看看就好。”怀旭瞪大眼睛，还能这么干？电视很快又开始播放下一条新闻。今天凌晨3点，位于石安的格林制造集团总部突发大火。消防署经过近3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大火扑灭。大楼上方7层全部烧毁，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在进一步统计。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消防署正在调查。电视画面中，一个灰头土脸的西装男正在被一众记者包围，他就是格林集团的总裁。无论面对什么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无可奉告。上车前，男人冲镜头大声道：“如果公司的机动队要是能早一天到，我想是不会发生这场大火的。”给记者们留下无限遐想后，男人坐车离去。胖子嘟囔了句：“他的意思是人为纵火。”秦泽意味深长道：“谁知道呢？没准是他们自己放的火。”吃完早饭，众人前往大教室。路上，秦泽接到了道士打来的电话，线索断了。电话那头，道士无奈地叹了口气：“秦泽，慢慢说。”道士缓缓开口：“和你昨天晚上猜测的一样，果然有人想要杀掉那男孩的家人。还好道爷我提前赶到一步，4个死士都被我杀了，所属组织不明。男孩是个单亲家庭，就一个母亲，我和他母亲接触过了。平时这孩子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课余时间也总找兼职贴补家用。按他所说，男孩最近没有任何变化，和往常一样。后来我在卧室里发现了男孩的笔记本，在上面找到了线索。1个星期前，男孩曾去过一个地方兼职，兼职的具体内容他没写，不过却有一笔十分丰厚的报酬。”秦泽淡淡道：“没猜错的话，男孩去兼职的地方就是凌晨刚发生大火的格林集团。”道士沉声说道：“
没错，就是呢。我本来想要顺藤摸瓜，去格林集团好好查查，结果我刚到公司楼下，火就烧起来了。这一把大火可真是给烧得干干净净。秦泽沉吟片刻，你不觉得这场火烧得太巧了吗？而且当时还在下雨，火竟然还能烧那么久。道士，你的意思是？秦泽微微一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旋即，电话那头的道士又重重叹了口气。火是从资料室烧起来的，里面的东西都没留下，没有记录，公司不会承认男孩在那里兼职过。秦泽一度怀疑道士的脑子里都是肌肉，死脑筋。道长，我们现在做什么？查明真相。公司承不承认跟我们查明真相有关系吗？可是没有关于男孩的记录，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公司干了什么，这还怎么查？秦泽给道士又指了一条路。格林集团规模不大，每年研发经费都没多少，他没那个能力搞其他研究，知道吧？道士恍然，有人资助他们。秦泽点点头，所以你现在就从格林集团开始查他们的业务往来，查他们的合作伙伴，查他们的资金来源。道士惊喜道：秦泽，你特娘的真是个天才！道爷，我现在就去。道士立刻挂断了电话。秦泽觉得这货是闭关太久，把脑子闭傻了，这不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事。随后，秦泽在局域网里传呼千面，去格林集团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千面，版本之子已经在行动了，等着本爹带飞。道士在执法部查找关于格林集团的信息。千面刚混进集团大楼，法王和吞噬哥在外面接应，防止千面暴露，自己无法突围。其他分身则是潜伏在石安城各个角落，等待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大家都有事可做，只有秦泽坐在椅子上无聊的打哈欠。这节课的内容是如何深度淬骨。秦泽毫无兴趣，什么年代了，谁修炼还要自己淬骨啊？你们好好看，好好学，别溜号了。秦泽如岩石般对淬骨组的牛马们说道。忽然，钥匙震动，秦泽打开聊天群，见识到是在艾特自己。抓个狐狸精，艾特驯兽师，你家里的晚辈，那个叫秦泽的天赋真不错。仙女布拉史，阿咧。秦泽是驯兽师的晚辈。坐在旁边的陆彤彤这时诧异的看了秦泽一眼。怎么了？秦泽问。没什么。陆彤彤摇头，连忙收回目光。驯兽师，他在石安城参加百校大比的集训，那不是正好在闹幽灵种，我顺便给他下达了一个试炼。你和他遇到了？抓个狐狸精，我正好看到了他在使用你给的符箓。驯兽师，怪不得你会认出他。话说他试炼的情况如何了？抓个狐狸精，经过我的调查，石安城根本就没有幽灵种，是有人在搞鬼。道士把昨晚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尤其是关于秦泽的分析，他大加赞赏。驯兽师，你可别当面夸他，他会飘。抓个狐狸精，哈哈哈哈！不会的，不会的。路人甲，这么说很有可能又是公司在搞鬼。仙女布拉史，跟人沾边的事，他们是一点不干。驯兽师，有劳道兄带他。抓个狐狸精，没什么。倒是想说，其实是秦泽在带他，感觉有点丢人，没好意思说。抓个狐狸精，我在执法部的档案室，格林集团的资料太多，我还得翻好久。边缘划水，道兄小心点，商会的机动队已经派遣了，格林集团也是会员，机动队估计今晚就能到。抓个狐狸精，一群臭鱼烂虾，道爷还会怕他们？仙女布拉史，要不要我过去帮忙？抓个狐狸精，随便。仙女布拉史，等我手上这合同签完。秦泽挑了挑眉毛，仙女也要来，这下越来越热闹了。下午，宋老师宣布了明天野外集训的事，集训地点位于城外的一座山上，助教老师到时候会跟随。集训的内容主要包括野外生存、野外战斗、紧急情况处理等。下午课程结束之后，南宫倩柔和专业团队开了个小会。南宫倩柔开口道：大家介绍一下各自的情况，我们彼此熟悉，方便明天的配合。专业团队接连自报家门。当得知秦泽和自己一个等级，南宫倩柔不禁睁大了美眸，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3级的1年新生。他突然感觉自己这2年多的刻苦修炼全都练到狗身上去了。我3.3级，没有天赋能力。南宫没有天赋能力这点，秦泽倒是清楚，毕竟意境中南宫的瞬移还是从胖子那里复制来的。每年的野外集训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具体规则没下达，但我估计和往年也差不多，无非是让各团队间相互碰撞，训练配合力。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大家一起加油。散会后，大家各自回房。对于接下来的野外集训，除了秦泽外，专业团队4人都十分期待。深夜，局域网里版本之子传回了消息，格林集团总部大楼有30多层，大火烧毁的只是最上面几层，主要包括总经理办公室、资料室、机房、会议厅。火灾发生之后，消防署和执法进行了联合行动，楼下拉起长长的警戒线，禁止任何人入内，就连公司员工都不行。虽然防卫森严，但对于我这个版本之子来说，根本不叫事儿。局域网中，千面开始侃侃而谈，讲自己是多么的英明神武。秦泽一脸黑线，避避完了吗？千面清了清嗓子，避避完了。说正事。好的。千面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手中是一份表格，文件明示第2批志愿者名单。资料室和机房我都去转了转，啥都没剩。大楼里现在断水断电，又没有网络，想连接内部网络我不现实。不过经过我的一番仔细寻找，我还是找到了蛛丝马迹。现在我在的位置是一个叫0号项目部的部门，这里人走的时候比较匆忙，现场乱糟糟的，关键资料都带走了。不过我找到了一份人员名单。说着，千面拍了拍手里的表格。这个0号项目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项目需要招募志愿者参与其中，男孩的名字就在第2批志愿者的名单里。果不其然，又是公司搞的鬼。秦泽对此毫不意外。0号项目的保密等级太高，我估计就算公司参与到这个项目里的外围人员都不知道具体内容，甚至就连那些志愿者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秦泽点了点头，趁现在还没人注意，撤出来吧。千面，哦了，对了，还有一件事，
火是从机房烧起来的，机场的安保和消防等级都是最高的，所以这把火就是格林集团所为。在大楼里又溜达一圈后，千面全身而退。公司里已经调查不出什么了，现在只期望道士那边能有什么新发现。执法部审判者办公室，光头审判者坐在椅子上，眉头紧锁。敲门声突然响起，返回工作岗位的千面进来汇报：大人，商会派遣的破晓机动队到了。我们石安城内总共有4个会员公司，其中包括今天起火的格林集团，他们想要接手调查起火原因。光头审判者摆了摆手，让他们查。千面点头，离开了办公室。旋即，审判者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机动队到了，我让他们参与调查，会对外宣布是外部人为纵火。干得不错。审判者咬牙低声道：还得多久？电话那头笑了笑：机动队一到，我们的人手翻了2倍。放心，很快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公司不会忘记你的贡献。审判者心里松了口气。另外，下步行动，公司需要你的配合。什么行动？当听完对面讲述的计划，审判者瞪大了眼睛：你疯了！集训出现些磕磕碰碰和伤亡是在所难免的，这次做好，公司会给予你丰厚的奖励。挂断电话后，审判者面色凝重，片刻，他攥紧拳头，像是下定了决心。次日，所有集训队伍开了一次集会，王老师宣布了这次野外集训的内容和具体规则。集训地点是在距离石安城7公里外的寒山上，寒山周围全部被围了起来，校方在里面投放了数十头 F 级以下的异兽以及10头 F 级异兽。集训队伍需要猎杀异兽获取魂珠，数量最多者将会得到这次集训的奖励。这次的野外集训共为期5天，集训队伍彼此间可以相互攻击，掠夺对方的魂珠。助教全程跟随，只有在集训队伍受到致命危险时才可出手。这次进行围猎的异兽不像之前异兽实战课那样被注射了虚弱试剂，所有异兽都是鼎盛状态，对集训队伍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可以对前2天的理论课来进行检验。众人坐上大巴前往寒山。寒山海拔将近2000米，峰顶那一小撮常年被积雪覆盖。为了防止投放山中的异兽逃跑，山下不仅有20多名中级武者看守，同时每头异兽身上都被安装了定位装置，双管齐下，以保证万无一失。20余支队伍会从不同方向进山，如此来确保大家前期不会相遇。秦泽深吸一口气，真不错，住在山里真不错。胖子点头，确实，空气很新鲜。秦泽裤子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他尿遁为由钻进了不远处的小树林里，查到了点东西，但不多。电话是道士打来的。身为外援，道士拥有审判者的查阅权限，他可以比千面看到更多东西。秦泽淡淡道：聊胜于无，总比没有好。道士说，关于格林集团的资料很少，或者说有些地方被人为抹除，关于他们研究的项目、投资人、合作伙伴等等只字未提。只有一点，格林集团是黑山生物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也就是说，格林集团一切项目和研究都是黑山受益的。秦泽挑了挑眉毛，又是黑山，如此0号项目就是黑山搞的。秦泽随后和道士说了关于0号项目的事情。道士沉声道：错不了了，就是黑山搞的鬼。接下来我会尝试找一下他们的秘密研究所，应该就在石安。你先安心集训吧，等集训完咱们再会合。秦泽点头，没问题。道士又说，我的一个朋友过2天要来帮忙，3剑合璧，定能水落石出。秦泽笑了笑，道士说的朋友大抵就是仙女了。秦泽和专业团队会合，怀旭跃跃欲试，我已经迫不及待开启猎杀时刻了。秦泽点头，那就开始，注意安全。专业团队进入深山，南宫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这次集训他只充当保镖角色，不到危机时刻不会出手。南宫觉得他也不会有什么动手的机会。3级的秦泽是全部集训队伍里的战力巅峰了。待所有集训队伍进入深山，白色的薄雾忽然从山顶缓缓向下蔓延。怎么起雾了？气象局不是说未来1周都是晴天？打个电话问问气象局那边怎么回事。总指挥室里的王老师看着逐渐弥漫开来的大雾，不禁皱起了眉头。大雾会降低能见度，同时也会让野外集训难度飙升。很快，打完电话的助理回答道：气象局那边说是突发天气状况，不过没什么大碍，预计用不上半天雾就会散。王老师点了点头，给这些天才们增加些难度也不错。每隔1个小时就联络一下助教。不过王老师还是格外多留了一个心眼。助理是起雾了。秦泽心中有些疑惑，明明不久前还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怎么突然起了这么大的雾？南宫学姐，指挥室那边有什么消息传达吗？秦泽问向后方不远处的南宫倩柔。只有助教能够和指挥室联络。南宫摇头，没有。秦泽了然，看来这种天气情况也在指挥室的预估之内。收缩队形，怀旭用你的能力盯紧。秦泽有条不紊的安排，能见度不足10米。这种情况下，要是被会藏匿行踪的异兽贴脸，后果会很严重。还好专业团队里有个鹰眼在，怀旭使用能力的话，能够比他们看得更远。交给我好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怀旭拍着胸脯道。专业团队小心谨慎的前进。虽然异兽等级不高，但除了秦泽外，其他人都是首次与正常状态下的异兽进行实战，队伍里各方面都需要进行磨合。南宫倩柔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眼前的这支队伍是他见过执行力最高的新人团队，甚至要比那些初次下深渊的老鸟团队强出不少。无论是秦泽的临场指挥，还是队员的服从力，都已经很专业了。南宫心中暗道，不愧是能单刷5级任务的团队。今年的百校大比，若是不出意外，个人冠军和团队冠军都将是海都学府的。有情况。最前方的斥候怀旭举起右拳，众人立刻压低了身子。前方白茫茫一片，秦泽等人是什么都看不到。正前方150米有个大家伙。怀旭低声道。秦泽点头，手杀来了，行动。闻言，专业团队立刻分散站位。
胖子和陆彤彤站到了最后面，秦泽和文景居中，怀旭则是开始弯弓搭箭。嗖，在一支利箭射出去的瞬间，文景随之而动，压阵的秦泽也跟了上去。这次集训投放的异兽等级都太低，秦泽一巴掌就能拍死，所以他也准备担任起保镖的角色，让其他人好好练练手。100米开外的树下，一头2米高的黑毛野猪正在用2根锋利的獠牙掘土，他边哼哼边不停刨坑，极为暴躁。破空声在身后响起，黑毛野猪警惕地转过身子，箭矢正好定在了他的脑袋上。在惯性带动下，黑毛野猪被箭往后推了数米。这一箭虽然正中靶心，但并未致命。野猪发出一声低吼，红色双眸满是怒火。忽然，不远处的浓雾向两侧分开，文景猛地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文景的铁拳顺爆黑毛野猪的半个脑袋。轰！野猪庞大的身躯倒下，文景以为尘埃落定，抽出腰间短刀准备挖魂珠，只剩下半个脑袋的野猪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2根锋利的獠牙朝着弯身的文景用力刺去。文景猝不及防，被獠牙刺中胸口，整个人都被顶了起来。还好身上有一件之前用任务功勋兑换的软剑，不然这一下他的上半身得被野猪那对锋利的獠牙扎个对穿。看着只剩下半个脑花，而且大半裸露在外的黑毛野猪，文景震惊不已。这都不死！吼！一声虎啸在耳边响起。文景余光看到一头由气血凝聚而成的猛虎狠狠撞在黑毛野猪身上，野猪被撞飞出10多米远，重重摔落在地。他身体抽搐了几下，终于死得不能再死了。没事吧？秦泽从雾中走出，文景揉了揉胸口，摇头，没事。这头异兽的等级换算成武者，充其量0.5级，就算是全力一击，也破不开文景身上的软甲。不过令秦泽感到奇怪的是，这畜生怎么这么猛？被爆掉半个脑袋，就算是 F 级异兽也得跪。黑毛野猪不仅没死，反而还有余力反击。秦泽上前检查了一遍异兽的尸体，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魂珠挖出来吧！文景立刻蹲下开始操作，其他人这时也赶了过来。怀旭看了看插在异兽另外半边脑袋上的剑，抬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妈叫百步穿杨啊！这就是百步穿杨。南宫倩柔也看到了异兽的尸体，攻击全是要害，干净利落。如此娴熟的配合，就算下深渊也够了。片刻过后，文景挖出魂珠抛给秦泽，秦泽则是扔给了陆彤彤。你不用顶在前面，关键时刻用能力推演。陆彤彤点头，收好魂珠。旋即，秦泽对众人正色道：虽然出了点意外，不过首杀总体上还算顺利。接下来的战斗，大家都打起12分的精神，别掉以轻心。哪怕你觉得异兽死了，也得补上几刀。南宫倩柔觉得秦泽有点谨慎过头了，但他只是保镖，所以并没有多言。接下来半天多的时间，秦泽等人又遇到了2头异兽，一头不到 F 级，另外一头也不到 F 级。和先前的黑毛野猪一样，这2头畜生也爆发出了完全不属于他们等级的战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文景将第2头异兽的魂珠挖出来后，旁边的南宫忽然开口，不太对。南宫倩柔有着不下10次的深渊经历，他也察觉到了这2头异兽的异常。秦泽看了他一眼，发现了。南宫点头，他们的实力至少要再向上提3个等级，恢复能力惊人。这不该是 F 级以下异兽有的，就连 F 级也不应该。怀旭一屁股坐在地上，怪不得这么难搞，头都被射爆了，还能疯狂乱抓，会不会举办方故意给他们吃了什么，想要增加难度？秦泽看着渐浓的雾，这难度还不够吗？轰隆！远处的雾里，一声爆炸打断了众人思绪。雾越来越浓了，从开始的10米能见度到此刻的不足3米，除了怀旭，其他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阻碍。一行人朝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谨慎前进。看着渐浓的雾，秦泽心里有种不太妙的预感。南宫发现秦泽眉宇间的忧虑，开口道：可能是异兽自爆，有助教全程陪同，不会出问题。助教都是3级，投放的异兽最强不过 F， 且数量有限，对助教完全构不成威胁。恕我直言，这不是自爆的动静，没毛病，声音太闷，自爆要比这再脆再响一点，更像是火药爆炸。没有人比我们更懂自爆。局域网中自爆组的分身各抒己见，都不觉得刚才那是异兽自爆。秦泽心里的不安愈发强烈。走在最前面侦查探路的斥候怀旭抬手右拳，秦泽等人立刻停下。就在前面，怀旭压低声音，秦泽一个眼神，专业团队立刻散开。南宫倩柔不禁再度感叹，这个团队的执行力实在是太强了。他们对秦泽都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秦泽走上前，穿过浓雾，很快便看到了爆炸现场。附近的几棵大树被拦腰斩断，地面还有一个不浅的凹坑，显然这里不久前刚爆发过一场激战。秦泽抬头吸了吸鼻子，空气中有股淡淡的硫磺味。南宫等人从后方跟来，看完现场情况后，他微皱起眉头，他们是遇到 F 异兽围攻了吗？单单1-2头 F 异兽，有助教在，不可能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现场破坏。秦泽，你觉得可能吗？为了避免 F 异兽扎堆，主办方特意将 F 异兽隔开投放。还可。不远处的灌木丛里传来一阵咳嗽，这有个人。怀旭边拉弓边向两边拨开灌木丛，里面躺了一个男人，石安学府集训队的队长，那日上台的宣誓代表。此时他的状态很不好，气息萎靡，右臂不翼而飞，腹部被横着豁开，好几节肠子都露在了外面。若不是武者的生命力更为旺盛，换做普通人已经死了。南宫忙喂给对方疗伤药，陆彤彤见状也上前帮忙。掉落的肠子被重新塞回去，撒上止血粉后再缠上绷带，右臂如法炮制。他需要赶紧接受治疗。南宫看向秦泽，联络指挥室，让他们派医务人员上来。秦泽回答。南宫拿出联络器开始呼叫，然而半天无人应答，信号断了。南宫面色凝重，文景拿出自带的手机看了眼信号，冲秦泽点点头。秦泽并不意外，在看到灌木丛里男人伤势的时候，他多少猜到了一些。嗨，你们
男人这时睁开了眼睛，面色苍白，毫无血色。其他人呢？秦泽问。他们被机器人带走了。男人断断续续讲述。我们遇到了7个机器人，他们实力强大，助教败了，其他人也都受伤被带走。我用能力短暂藏了起来，他们没有发现我。除了秦泽，其他人大眼瞪小眼。机器人不是猎杀异兽吗？机器人什么鬼？秦泽之前的担忧应验了。人形作战兵器，估计是明珠城那批比较简陋的型号，只有粗糙的机器外表。人往哪个方向去了？秦泽问。男人抬手指了指。你们带着他下山。秦泽对南宫说。如今一行人位于半山腰向上的位置，下山还需要一段时间。男人的伤很重，再不及时治疗就得凉。你要做什么？我去看看能不能把人带回来。南宫果断拒绝。不行，这太危险了。秦泽摆了摆手。问题不大，就算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南宫一时哑口。的确，秦泽3级的实力在这山上确实可以来去自如，身边人多了，不仅帮不上什么忙，反而还会拖慢他的脚步。南宫叹了口气。那你小心点，量力而行。秦泽点头，旋即对其他人道：都听学姐的，她补我的位置。文景，我陪你。秦泽拒绝。你走了，玉笛还怎么打？就这样吧，你们快点下山。叮嘱完众人后，秦泽转身走进浓雾。从此刻开始，这场野外集训的性质已经变了。秦泽离开后，南宫等人带上重伤的男人快速下山。另一边，秦泽按照男人指引的方向，踩着朱雀步飞速前进。砰！奔袭间，一枚飞弹撕开白雾迎面来。秦泽偏头，飞弹贴脸而过，将后方大树炸成碎片。一个银色机器人缓缓出现，全身覆盖着金属板和线路，毫无美感。秦泽失望道：太丑陋了。和女武神们相比，一个天上，一个18层地狱。话音刚落，周围的树上、灌木丛里又接连出现数个机器人。你到底是什么人？某栋豪华别墅里，格林集团总裁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吊在天花板上。在他面前，道士背着个巨大的木箱站着。道士想要调查那个研究所的所在位置，可却无从查起。但很快，他便灵光一闪，直接去问知道的人不就行了？于是，总裁就被吊在了天花板上。说0号项目。总裁一愣：你是对头公司的人？道士沉声道：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我的耐心有限。我不知道。看到道士阴沉的脸色，总裁连忙补充：我真不知道。这是黑山的绝密项目，我只是帮他们打工。你觉得打工人会有知情权？道士将一张符箓贴在他的额头上。下一秒，总裁全身又痒又热，身体不断扭曲。我真不知道。他们只让我以招募志愿者的名义，定期给他们送一批人过去。最近那些放归的志愿者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黑山正在派人将他们猎杀或是带回去。我就知道这些。道士打了个响指，符箓作用消失。总裁大汗淋漓，整个人跟虚脱了一样。最后一个问题，黑山的食安研究所具体位置？寒山，在寒山。气象局不是说雾半天就能散吗？天都要黑了，雾还没散。王老师的右眼皮一直在跳，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指挥中心布置在山脚下，雾此刻都已经蔓延下来。按气象局的话来说，大雾形成的原因是啥气流间的碰撞，反正问题不大。助理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满头大汗。出事了！王老师皱眉，怎么回事？助理深吸一口气，我们与集训队伍失联了。王老师猛地站了起来，什么？助理点头，你让我们每隔1小时就和助教联络。10分钟前，所有助教都失去了联系，无论是手机还是电台，寒山似乎把一切信号都给屏蔽了。王老师看向外面，沉声道：是这场雾，大雾的出现实在是太蹊跷了。如今所有队伍失联，让他不得不往这方面联想。集训结束了 ，A 级警戒，安保队立刻上山，把学生都给我带下来。参与集训的全都是各大武校的种子队伍，人族天骄。若是都折在山里，责任他承担不起。助理连忙道：抽调安保，外围防线怎么办？若是有异兽跑下山，麻烦更大。山上具体什么情况，他们都不清楚。保险起见，需要派遣一支实力强大又有经验的搜索队，可外围安保又不能动，让执法部派一队人过来。助理闻言点头，只能这样了。不到半小时，光头审判者便带着一队执法员抵达现场。王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山上所有的集训队伍失联，我需要你们找到他们，并把他们全部安全地带下山。审判者神情肃穆地敬了个礼，放心，我一定把学生们安然无恙带回来。王老师注意到其身后的30名执法员，疑惑道：怎么看着都挺面生？审判者笑了笑，今年新入职的，虽然是新人，但都是个顶个的好手。最近因为幽灵种的事情焦头烂额，实在抽不出太多人手。王老师点头，理解。审判者，感谢理解，那我们就出发了。外围安保将路障打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山。待众人消失在浓雾中，王老师对旁边的助理道：尽量给我找出来10个人，2级往上。助理愣了愣，您不放心？王老师淡淡道：他有点过于热情了。就这？看着遍地的零件，秦泽冷哼。这些机器人算是人形作战兵器的初号机，战力实在是过于拉胯，甚至赶不上女武神的一只脚。那晚在学校的那个审判者刚自己偷偷走了，不知道他从哪找的人手，冒充执法员，现在已经进山了。局域网里，千面突然传来消息。秦泽自语：果然，执法部是知道些内幕的。就只有你们会摇人吗？法王和吞噬哥现在就上山。收到秦泽的指令，2人立马动身。与此同时，钥匙震动，秦泽打开聊天群，见道士正在找他。抓个狐狸精，驯兽师，你现在能联系上秦泽吗？驯兽师，怎么了？抓个狐狸精，我刚从格林集团总裁那里得到的消息，黑山的食安研究所在寒山山顶，他们在那里搞秘密项目，秦泽此刻就在那集训。驯兽师，集训而已，又不会去找研究所麻烦。抓个狐狸精，有没有一种可能，
研究所来找他们麻烦了。抓个狐狸精！我现在寒山脚下，所有集训队伍都已经失联了，刚有一队执法进去找人，不出意外就是研究所搞的鬼。驯兽师，稍等，我问问他，我们之间有特殊的联络方式。秦泽颇为意外，研究所就在山顶，那些失踪的学生也是被他们带走的。秦泽忽然想到了0号项目里的志愿者，项目极有可能进行到了某个关键阶段，需要优质志愿者，这才让他们铤而走险，把目光放到了集训的学生身上。0号项目的秘密就在眼前了。稍后，秦泽在聊天群里回复驯兽师，他有些同学被研究所带走，他正准备去救人。抓个狐狸精，这么勇吗他？驯兽师，他一直都这么勇。抓个狐狸精，我这就上山。关于那个0号项目，我还挺好奇的。边缘划水，道兄回来记得给我们讲讲。仙女不拉屎，臭道士发个坐标，本仙女这就出发。路人甲，道兄是群里第一个面基仙女的。边缘划水，此次活动缺少了我们露水组合，太遗憾了。驯兽师，秦泽就拜托二位了。仙女不拉屎 ，OK。退出聊天群，秦泽伸了个懒腰，真是越来越热闹了。趁着天还没彻底黑下来，秦泽加快了速度。然而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又回到了原地了。1小时后，秦泽重新站在了刚刚和兵器战斗的地方。这雾似乎能迷惑感官，秦泽边走边沿途做记号。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秦泽皱起眉头，既然走的不行，那就用飞的。秦泽双脚用力一蹬，拔地而起，于半空中施展朱雀步，踏空而立。秦泽踩在浓雾之上，大半寒山尽收眼底。果然是人造物，浓雾只笼罩了山巅之下，顶峰那一小撮白色并没受到丝毫波及。秦泽御空向上，想要找到这雾的源头。片刻后，秦泽跨过雾区，踩在了雪地上，空气格外冷冽，像是从夏天突然步入秋天。不远处，白色浓雾正沿着一条沟壑源源不断向下涌动。秦泽沿着沟壑向上，山顶逐渐传来一种类似鼓风机的声音。在钻出冰林之后，秦泽被眼前景象所震撼。只见一头20余米长的异兽正趴伏在山巅上，它像是食蚁兽一样，有着长长的鼻子，全身是黑色的鬃毛，四肢短粗，原本锋利的爪子也全都断了。那条长鼻子此刻正对着沟壑不停吞云吐雾。秦泽微眯起双眼，这头异兽他在课本上见过，一头本该死去的异兽 ，S 级异兽烟鬼。烟鬼，泛大陆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头 S 级异兽。当年人族武道刚刚起步，弱小的如襁褓中的婴儿，人族高手齐出，经过10余日苦战才将其斩杀。作为第一头被斩杀的 S 级异兽，自然要载入史册。秦泽高中时期的课本里就有这家伙，还附有图片，和眼前这大块头相比，不说一毛一样，基本也是复制粘贴。话说他是传统烟鬼，还是电子烟鬼？一眼瑞克5代鉴定完毕。Big 蛋，你凭什么随便假定他是革新派？别逼逼了，快去刀他！家人们谁懂啊？我发现了一头 S 异兽。局域网中，分身们变得极度亢奋，甚至已经在讨论魂珠的归属权。那叫一个后院冒石油，美到家了。烟鬼趴在山顶，他身下一大块平整的合金板，四周是蓝色的激光束，形成一个巨大的牢笼。烟鬼的状态不是很好，气息极度萎靡，比当初的吞噬小姐还要差。秦泽都在怀疑，此刻的烟鬼还能不能站起来？一头被拔掉牙齿和爪子的老虎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了。秦泽叫出一个分身，你去刀了他。分身大为震惊，你认真的？秦泽点头，去吧，刀了他魂珠就是你的。分身犹豫片刻，向烟鬼走去。山顶没有任何守卫，分身很容易就到了激光笼边上。此刻距离烟鬼仅有1步之远，然而烟鬼却像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继续吞云吐雾。分身大喜，区区聋子，看我一拳轰碎！分身一记重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在分身触碰到激光笼的刹那，立马变成了一捏灰。我掉！这笼子这么猛，连声俏丽吗？还没来得及说，人就没了。让我试试！我喊得快，我来！跃跃欲试的分身们还想着要继续去送，秦泽也难免有些不甘。好比一个漂亮妹子躺你面前任君采撷，结果却发现站不起来了，就很烦。快点走，别磨蹭！远处传来一声训斥，秦泽探出脑袋，只见2个佣兵模样的人带着10多个战斗兵器，正在押送一批学生。学生的数量在20左右，都挂了彩。班长张三和房松华都在其中，这是被一锅端了呀！秦泽微微皱眉。学生们看到烟鬼时，同样大惊失色。一名佣兵咧嘴笑笑，让众人全都站在烟鬼身边的一小块合金板上。快递到了，佣兵拿出对讲机说了句。由于山顶没有电子烟，他们的通话信号并没有受到影响。轰隆隆，片刻，机械的轰鸣声在金属板下方响起，金属板四周有红色灯条开始闪烁。看到这里，秦泽恍然，研究所就在这座山体里，山顶有进入的电梯。秦泽忙在局域网里呼叫吞噬哥，到哪了？马上进山。你和法王直接来山顶，我留点人手，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笼子关了，你们快点到。收到。秦泽留下一批分身，让他们藏在沟里吸2手烟，接应吞噬哥和法王。趁着电梯还没启动，秦泽打开庇护空间站了上去，旁边就是班长和张三。3个鼻青脸肿，亲妈见了都够呛，能认出来。班长相比之下倒是还好，只是受了轻伤。电梯井很深，平台下降了几百米才停下。到了，2个佣兵又像是赶羊一样，把一群学生向外赶。外面早有人接应，他们送完快递后，又带着战斗兵器搭乘升降机返回外面。秦泽跟着押送队伍深入研究所，其内部与江城的研究所大差不差。幽深的走廊里，平均30米就有一道闸门，必须刷身份卡才能开启。秦泽一直尾随到了关押室，他发现里面已经有近20名学生戴着电子手铐，专业团队和南宫倩柔赫然就在其中。秦泽有点懵，不是已经提前让他们下山了吗？
要是这时震动，秦泽进入聊天群，看到了道士，抓个狐狸精，我已经进山了。驯兽师，秦泽在哪儿？驯兽师，稍等，我问问。悠悠鹿鸣，呜，我被抓了。仙女不拉屎，路人甲，悠悠鹿鸣，我也来集训了，和秦泽一个队伍。抓个狐狸精，秦泽在你身边。悠悠鹿鸣，没有，3个小时前，秦泽发现异常，让我们先下山，他自己去救其他同学。悠悠鹿鸣，那个雾能够迷惑人的感官，我们以为在下山，其实是在加速向山上走。悠悠鹿鸣，我们到山顶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研究所的安保队，一番战斗过后，全被抓了。路人甲，你这确实太倒霉了。秦泽有点绷不住了，送货上门可还行？仙女不拉屎，小鹿别怕，我已经到石安了，马上进山。抓个狐狸精，没错，别担心，道爷救你出来。悠悠鹿鸣，谢谢大家。对了，我在山顶看到了活着的烟鬼，山上的雾就是他创造出来的。抓个狐狸精，哪个烟鬼？悠悠鹿鸣，历史书上的 S 异兽烟鬼，边缘划水，死而复生。路人甲，会不会是克隆？公司要是有死而复生的技术，那太怕了。遥远，异兽不是细胞结构，没办法克隆，那头异兽当年大概率没有死。路人甲，远前辈好久不见。遥远，最近比较忙，刚看消息，我会派一队海都执法队过去支援，0号项目和这个研究所的具体职责都要查清。抓个狐狸精，这波稳了。驯兽师，秦泽说他已经混进研究所内部了。遥远，秦泽还挺能干的，别拆台啊，原子哥。还好，调侃了一句后，原子哥就下线了。抓个狐狸精，那好，我进去和他会合。秦泽退出群聊，准备找找总控室在哪。烟鬼他还惦记着，来了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我们到了，吞噬哥和法王已就位。法王还得多久？我只能抽华子，别的咳嗽。秦泽淡淡道：稍安勿躁，表演即将开始。晃荡，走廊里的合金门突然打开，走过来2个戴着口罩的实验员。实验员站在关押室的门口看了看，随即带出来了一个倒霉蛋。见自己的同学被带走，有人想要反抗，然而气血刚一运转，电子手铐瞬间释放出强大电流，直接将人电翻在地。实验员一声冷笑，把人带走。撕拉了，3人刚过一个拐角，雷霆从地面迸发，这电量是电子手铐的10几倍，立刻打出僵直状态。秦泽叫出3个分身，麻利的将对方身上衣服扒下来套上。很好，口罩一戴，十分完美。2人假装实验员，另外一个装作志愿者。稍后，秦泽把僵直状态下的3人捆起扔进厕所，重新钻回庇护空间。新的押送队伍上路，一路刷卡，很快变到了核心实验室。看着门口上大大的0，秦泽就知道找对地方了。婆婆妈妈的，怎么才到？实验室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不耐烦说。负责押送的实验员嘿嘿一笑，挑选的时候耽误了点时间。老者淡淡道：1.5级左右就行，有什么可挑的？把人固定在实验台上。所谓的实验台是一张躺椅，周围有好几条机械臂以及数台奇形怪状的实验设备。分身很配合的躺下，任由固定，同时好奇的东张西望。刚准备好一管镇定剂的老者转身看到这一幕，愣住了。你不害怕？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志愿者。之前每个志愿者上来的时候都会大喊大叫，不停挣扎，直到注射完镇定剂后才会安静下来。但眼前这个家伙像是回家了一样，知道的是在进行实验，不知道还以为躺自己床上准备睡觉。分身眨了眨眼，旋即表情浮夸道：哦，我的上帝啊，我实在是太害怕了。老者嘴角抽搐，把镇定剂放到一边。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我会把你详细写进我的实验日志里。咔！实验室门开启，走进一个面容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即便隔着庇护空间，秦泽也能从对方身上感到一丝压迫感。这人很强。项目进度如何？中年人问。老者不满：催，天天都在催。你们以为科研是下蛋生孩子吗？一用力就出来了。我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样本，而且我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允许不准进我的实验室。我不想让我伟大的研究沾上你们的铜锈味。中年人并未恼怒，只是淡淡道：若没有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个项目会展开。教授，从一开始你身上就已经满是铜锈了。老者面色有些难看，现在已经到最关键的阶段了。我本来想做脑部移植，但第一批样本部分出现零离体现象，这为我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直接做零的转移。首批志愿者大多是普通人，他们的零太弱，恰好有集训的学生来寒山，他们是完美样本，可以对我的理论进行验证。中年人沉声道：这不是你私自启用机动队和烟鬼的理由。校方已经派人上山了，烟鬼不能暴露，我会将所有战斗兵器和机动队召回。老者心有不甘，样本数量不够。中年人转身离去，我会再帮你想办法。老者长舒一口气，只要公司全力支持，我定能解开长生之秘。闻言，中年人脚下一顿，不屑道：教授，你以为公司投资你这么多仅仅是为了长生？砰！实验室大门关闭。秦泽目光深邃，0号项目是为了寻找长生之法，如果能实现有意识的零离体移植，的确能做到长生。但就像中年人刚才那句话，他总觉得公司所图不光如此。秦泽心中叹了口气，公司正在掠夺普通人的一切，甚至连他们的灵魂都不准备放过。老登，咱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实验？躺在实验台上的分身问。老者咧嘴一笑，这项实验关于人族的伟大进步，日后成功，你就是人族的大英雄，将被永载史册，供后人敬仰。分身尊都假都。老者转身对助手做了个手势，可以开始了，先测测他的精神力。实验台边上的机械手臂将一个类似头盔的东西戴在了分身脑袋上。40。助理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整个人惊呆了。老者也愣了愣，重测一遍。他以为是机器坏了。1.5级武者，15时的精神力顶天。40时，你管这叫1.5级？
助手接连右测了2遍，还是同样的结果。老者双眼放光，遇到宝了，马上开启测试。老者迫不及待。助理点头，首轮测试开启。实验台周围的机械臂开始忙碌起来。分身的头上换了一个新的黑色头盔，手脚又被重新加固，胸口、后背、大腿上都被安装了监控芯片。此时，分身的一切数据都呈现在了实验室的中央大屏上。秦泽也认真地打量了起来。这个分身是淬骨组的，气血值一般，骨头却是格外的硬。相较之下，其他方面的数据皆表现平平。设备开始通电，实验台上的分身顿时剧烈抽搐起来。庇护空间中的秦泽以及外面趴沟里吸二手烟的法王等人同样感同身受，像是有人在用锤子疯狂砸头。就这样一直持续了10分钟，助手大喜过望。灵稳住了，意识也全部保留。老者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双眼死死盯着实验台上的分身。玻璃。助手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颤抖。开始剥裂。平放的实验台被立了起来，周围的机械臂和设备全部撤走。一个巨大的透明罩子从天而降，把分身罩在了里面。罩子里面有一个小灯泡，猛地爆发出炫目白光。庇护空间中的秦泽不禁闭上了眼睛。待他重新睁开双眼，看到一团不真切的东西正从分身体内被一点点剥离。待这团物质完全剥离，分身停止了抽搐。秦泽看着那团不断变换的幽灵，不禁喃喃自语：那是我的灵。通过罩子里的分身视角，秦泽正在感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妙体验。这种感觉，是这种感觉，我上天了，俺也飞起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另类升华。灵魂出窍，放修仙体系，怎么也得算是个大能了。如果你也能像我一样灵魂出窍，那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酷了。沟里一众正在吸二手烟的分身们共感，都在对这种新奇的体验感到惊喜不已。离体的灵保留了完整意识，秦泽正通过他的视角来观察外界。此刻，秦泽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朵云，软软的飘在空中，眼中的视野并不是清晰的，反而像是开了热成像一样，看到的东西都是五颜六色的一团。秦泽很快便发现，不同颜色的团团代表实力强弱不同。死物是黑灰色模糊的轮廓，实验室内的教授和助理是淡淡的黄，而坐在外面的中年男人则是炫目的金色。是的，灵的视角可以透视。秦泽尝试了下，目前仅可以透一堵墙，再多就不行了。这一刻的秦泽有种无声浩瀚、天地渺小的质感，居高临下，将一切尽收眼底。局域网分身们兴致勃勃，这还没开，实锤了！你们懂个锤子，小偷不算开。既然可以透视的话，那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个蛋，贴脸人都看不清。那没事了。中年人似乎感觉到了窥视，猛地起身走进实验室。当看到漂浮在罩子里的灵时，他不由得愣住了。教授热泪盈眶，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中年人锐利的目光与灵对视，见对方同样也在看他，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全部看穿，这种感觉很不好。助手同样无比激动，声音颤抖着汇报第一次测试结果：灵100%成功剥裂，意识保存99.99%。教授，我们成功了！他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实验室里待了1年多时间，如今总算是看到了成果。中年人深吸口气，平复下内心的惊讶。我需要这个灵的各方面具体数据。教授瞥了他一眼，离体的灵，这是世间首例，没有任何案例可以参考，一切都得我们自己来做。中年人皱了皱眉，说人话。教授，需要时间。中年人沉声道：3天后，我要看到全部的数据。教授点头，好。待中年人走后，教授迫不及待地来到透明罩子前，他宛如痴汉般伸出手，眼中满是陶醉。这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你我的名字都将被载入人族历史。被立起来的分身想要问句尊都假都，结果却发现张不开嘴。灵离体，身体没了意识，而灵又不会说话。欣赏片刻后，教授收回目光，进行下步测试，看看我的英雄极限在哪。助手立刻开始进行操作，第2轮测试准备。秦泽用灵的视角继续观望，目前看来，除了能飘着和开个透以外，似乎并没有别的作用。而且灵离开身体后，身体便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无限夺射，可这个能力对秦泽而言却是鸡肋，有近乎无限的分身，夺毛射。目前来看，离体的灵只可以当做一个低配版本的幽灵种。助手忽然焦急道：教授，灵的强度正在变弱，再不回身体会消散。秦泽扯了扯嘴角，他要收回上面的话，连低配版幽灵种都不如，只离体2分钟就不行了，太短了。教授皱眉，那就快点测试。助手闻言，忙开始手忙脚乱的操作。10几秒钟后，数条类似数据线一样的东西插进罩子里。此刻的灵已经开始变得暗淡。分身在局域网中说：我大抵是要无了。秦泽淡淡道：放心，你可是完美实验品，老登不会让你那么容易就无的。说话间，那几条数据线已经捅进了灵的身体中。助手，连接状态正常，开始尝试手动操控。秦泽微微皱眉，他能明显感觉到有另外一股意识出现，正在抢夺灵的控制权。虎口夺食。秦泽乐了，你一个人想要抢我们成百上千人的东西，怎么敢的呀？给他上一课。分身们也大为不爽。秦泽心念一动，灵体内那个微弱的意识被瞬间湮灭。助手，手动控制失败。教授叹了口气，有时候意识过于完整也不是件好事。继续测试，加大能量输入。助手点头，又将几根线捅了进去。还来。这次秦泽稍微集中了一下精神，那股意识还没等进入就被撞得支离破碎。旋即，秦泽开始疯狂输出。撕拉了，插在灵身上的几条线瞬间迸发出一连串的蓝色火花。秦泽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通过那数条数据线快速地向外蔓延，直接覆盖了整个研究所。这种感觉难以形容，仿佛从一枚种子开始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到山川湖海巨变，甚至飞跃至星河苍穹。万物巨变，仅在一念之间。
如今的研究所成为了秦泽身体的一部分，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上百个视角，这些全部都是安装在研究所各个角落的监控探头，通过第三视角俯瞰整个研究所，只要是有电邮网络的地方，秦泽皆能到达。我即是神。没错，在这个小小的研究所中，秦泽就是神。每扇门的开启，每个房间的供电，每台计算机的输入，这些皆在他一念之间。警告！警告！中央处理器正在遭受外部网络入侵，防火墙已经失效。警告！研究所内忽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走廊里的红色警报灯疯狂闪烁。教授懵了，什么情况？研究所完全封闭，哪里来的外部入侵？为了防止有人恶意植入病毒，防火墙是公司专门负责的。用公司的话来说，攻破这堵墙的人在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快点找出原因！教授快疯了！实验进行到关键阶段，突然出了这么个岔子。助手咽了口唾沫，呆愣愣地看着罩子里的铃。原因找到了。轰隆隆，电梯缓缓下降，又一批快递到了。这次除了10来个学生外，王老师也在其中。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王老师面色阴沉。光头审判者笑了笑，当然知道。集训总指挥与邪恶势力勾结，本审判者带着一众手下，经过一番恶战，终于将其击杀。遗憾的是，我出手晚了，学生都没能被救下来。说罢，审判者叹了口气。王老师沉声道：你觉得你这份说辞会有人相信？审判者咧嘴一笑，会有人让他们相信的。王老师心沉谷底，他本以为光头审判者上山是为了应付差事，他不放心，又带了2名老师上山。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审判者竟然是帮凶。王老师被对方偷袭，同时被注射了镇定剂。此刻他全身气血被封锁，手脚无力，比弱鸡还要弱鸡。看着下降这么久还没有到头的电梯，王老师心里满是惊疑。他在石安待了20年，从不知道寒山内部有一个如此大的空间。电梯的一角倒是站在庇护空间里，随着电梯一同下降。他看了眼边上的审判者，还真让秦泽给猜对了。石安执法部真的有坏坏，倒是不禁再度感慨，秦泽此子有大帝之资。砰！下降到一半的电梯突然卡住不动了，红色警报灯开始闪烁。光头审判者皱起眉头，研究所遭到入侵了，怎么回事？教授顿感不妙，自己似乎创造出了一个怪物。助手急得焦头烂额，灵的意识占据了研究所的中央处理器，我们已经失去了研究所的全部权限。教授瞪大了眼睛，那就给我夺回来！助手，我！教授吼道，快点！助手一个机灵，2只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教授转身看向罩子里的铃，低声道：想不到啊，你竟然还能反将我一军。庇护空间里的秦泽不屑道：反将？老登啊，你太太倔你自己了，这只是一个开始。秦泽心念一动，实验室的防爆门瞬间落下，同时排风扇逆转，将空气源源不断向外排出。抢不回来了，他的计算能力堪称恐怖，而且我们的量子计算机也被他占据，这就不应该是人脑该有的算力。一个堪比普通计算机的脑子，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大脑存在的呀喂？助手满心绝望，从天堂到地狱也不过如此。前一秒他还在做着用成果升官发财的美梦，下一秒突然乾坤逆转。教授双目赤红，既然得不到，那就彻底毁掉，关掉主机和全部电源，让它自生自灭。助手脸色苍白的回答：研究所全自动化，一切资源都由中央处理器调配，现在中央处理器是他的了，我们被关在了这里，发电是封锁，我们就连拔电源都做不到。这一刻，教授终于感受到了无力，他看向罩子里的铃，感觉对方正在嘲笑自己。砰！教授抄起椅子砸在罩子上，却连道裂痕都没能留下。是我把你创造出来的，我是你的造物主，你竟敢不听我的命令！道心有些崩的教授在大声狗叫，叫着叫着，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扑通一声倒下了地上。教授如同一条搁浅的鱼，大口大口呼吸，但吸收的空气微乎其微。砰！就在这时，防爆门突然炸裂，中年人出现在了门外。教授获救，猛吸几口，颤颤巍巍起身。秦泽泰然自若，他赌对方不敢对铃做什么。铃失控了，教授忙对中年人说：公司付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头来你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结果。中年人声音冰冷：教授，我对你太失望了。看到对方饱含杀意的眼神，教授找不到世界首例保留意识离体的铃，这是非常高的成就。现在还可以弥补，让总部再给我调配一台量子计算机，只要算力超过它，我们就能拿回研究所的权限，届时把它控制起来。中年人沉默片刻道：教授，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说罢，男人立刻拿出一个特殊的通讯设备联络总部。为了防止秦泽继续作妖，联络完总部后，中年人索性直接守在了实验室。3个小时后，你要的东西就会到。闻言，教授心里总算是松了口气。秦泽嘴角上扬，3个小时，你们怕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关押室紧锁的大门接连开启，学生们手上的电子手铐纷纷自动解锁。文景率先反应过来，一个咕噜起身。专业团队彼此对视了眼。胖子低声道：是泽哥。外面的守卫听到动静进来查看，迎接他的是文景的一记如山升龙霸。猝不及防的守卫被一拳摊在墙上，文景大声道：同学们，我们一起冲出去！在场的哪个不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被从雾中突然袭击并带到了这里，都憋了一肚子火。此刻，所有人的情绪都被点燃，众人如同脱缰野马，快速向外涌出。守卫开始朝着关押室汇聚。然而，高战力的机动队和战斗兵器都还在外面抓羊，普通守卫的实力只有1级左右的水平，集训学生平均1.5级。双方一碰面，便是学生们的单方面碾压。他们终于在这些守卫身上找回了些许自信，并狠狠出了口气。专业团队和南宫倩柔率先冲出。老大能在哪儿？怀旭问。南宫疑惑：你们怎么知道他来了？怀旭看向打开的大门，
直觉。陆彤彤开口道：“先找总控室，把研究所控制住。”众人立刻有了目标，边与守卫交战，边寻找总控室。与此同时，秦泽将紧急制动的电梯又给放了下来，因为道士在群里说他被困在电梯里了。中央处理器遭到入侵，研究所自动封闭，电梯自然被卡住。不过封闭模式已被秦泽解除，而且他嫌警报声太吵，也全给关了。道士落地后，立刻在群里汇报：“抓个狐狸精，我到研究所了。训兽师。”秦泽有说他具体在哪吗？驯兽师，稍等，我帮你问问。道士落地后观察四周，研究所里此刻无比混乱，守卫正不断从眼前跑过。审判者早就发现了异常，刚刚电梯突然停止运转，是因为紧急制动装置，而紧急制动装置只有在遭受外部入侵时才会启动。发生什么事了？审判者抓住一个路过的守卫，这名守卫同样也是一头雾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据说是关押室那边发生了暴乱，中央系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所有的门都开了。嗅觉敏锐的审判者察觉到了一丝不妙，所有人立刻前往关押室镇压暴乱。王老师目光闪烁，似乎还有翻盘的机会，倒是跟在审判者的机动队后面。这时要是震动，驯兽师秦泽说他在中心实验室很安全，让你去学生那边帮忙。闻言，倒是瞥了眼庇护空间外的光头审判者，抓个狐狸精，好，等我把学生都救出去再找他。仙女不拉屎，开始爬山，边缘划水，你们那边也太热闹了，这么一比，我们这边真是索然无味。路人甲，别水群了，干活了。道士退出聊天群，尾随机动队。很快，审判者便到了暴乱现场，学生与守卫间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双方都付出了一定的伤亡。光头审判者威压迸发，席卷整个房间和长廊。审判者，我们有救了！学生们还以为是援兵来了，激动的大声欢呼。不对，他不是援军。看到审判者嘴边诡异的笑容，文景顿感不妙。然而他的提醒还是晚了，最前面的两个学生如同沙袋一样倒飞了出去，全部拿下，留口气就行。光头审判者甩了甩手腕，文景面如死灰。审判者不是他们这一方的，5级战力是可以左右目前战局的。机动队随之冲进战场，原本取得优势的学生开始节节败退。由于气血消耗过多，脸色有些苍白的南宫倩柔对专业团队道：“一会儿我会和其他2个助教尽力拖住这个审判者，你们快点跑。”众人心知肚明，拖不住的。就算3个3级助教联手，在5级审判者面前也撑不住半分钟。眼看胜利的天秤重新倾斜回研究所，审判者心情愉悦。这波他算立了个功，向公司要个什么职位比较好呢？突然，审判者瞪大了眼睛，他忙抬手捂住脖子，颈动脉被割开，井喷一样的血从指缝间疯狂喷溅。余光中，他看到了一个身高2.1米、穿着道袍的猛男。审判者难以置信，这家伙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边的？他竟然没有任何察觉。5级武者的恢复能力十分强悍，即便脖子被割开，恢复也就是几秒钟的事。不过，道士同样也是5级，附魔的木剑在伤口留下肆虐狂躁的剑气。审判者脖子的伤口不仅没有快速恢复，撕裂程度反而愈演愈烈。他想要迅速反击，可道士并没给他这个机会。道士大手一挥，数张符箓贴在审判者身上。再见。道士与审判擦肩而过，符箓激活接连爆炸，审判者被炸了一地。现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目光都汇聚在了天降猛男身上。道士从离开庇护空间到完成割喉贴符，全程一息时间不到，审判者都没来得及反应，人就直接无了。其他人眼中亦是如此。道士凭空出现，审判者暴毙，太快了。道士没有任何废话，立刻开始清理起剩下的杂鱼。管你是普通守卫还是破晓机动队，在道士面前统统属于烂算。不到5分钟，还站着的只有学生。驯兽师让他们去电梯，秦泽会控制电梯把他们送出去。道士微微皱眉，秦泽并没在现场，为何对现场情况了如指掌？他抬头看了眼吊顶上的监控探头，旋即对学生们道：“去出口电梯，会有人把你们送上去的。”王老师拱手致谢，感谢道长出手相救。道士点头，你先带学生们出去。王老师也知道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立刻开始指挥学生撤离。悠悠鹿鸣，谢谢你啦，抓个狐狸精。道士心有所感，转身看到一个乖巧可爱的少女正朝着他眨眼。小鹿，抓个狐狸精，看到小鹿了，本人太可爱了。悠悠鹿鸣，仙女不拉屎，姐姐马上到，到时候让姐姐贴贴。边缘划水，哇，你们也算是咱们群里的一次史诗级会面了。道士径直走向专业团队，秦泽同学。南宫几人惊讶不已，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高手认识秦泽？对，我们是一个集训队的。怀旭回答。道士问，你们知道他在哪儿？众人摇头。看那，陆彤彤指向走廊的墙，墙上的屏幕上有一个箭头，旁边有一行小字，往这边走。胖子惊喜道，是泽哥。道士皱眉，这太奇怪了，他怎么感觉秦泽无处不在？实验室。中年人看着林，沉声道，外面的动静是你搞出来的吧？想制造混乱逃跑，我劝你还是省省这份心思。机动队和战斗兵器已经被我全部召回，公司派来的人也马上就快到了，一群学生而已，先不起什么风浪的。庇护空间里的秦泽笑了笑，只有一群学生吗？天真。既然如此，亮个相吧，小宝贝。秦泽心念一动，关闭了山顶囚禁烟鬼的激光龙。警告！警告！烟鬼已脱困，请立刻派遣紧急小组前往处置。警告！提前设定好的警报程序激活。秦泽又把其关掉。吵死了！听到烟鬼脱困，中年人意识到事情不妙。该死！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最好别自寻死路。接着，他立刻对教授说：“这里交给你了，我去外面看看。烟鬼不能丢 ，S 级异兽，各方面的价值和影响都太大了。
何况还是一头历史书中的 S 异兽。中年人刚一转身，撞上了被箭头一路指引过来的道士和专业团队。道士一眼看向了罩子里的秦泽和其头顶上半透明的悬浮物，大惊失色。秦泽的灵离体了，激光龙消失，烟鬼却无动于衷，他仍旧趴在地上吞云吐雾。沟里的分身们神情激动，终于不用再吸二手烟了，魂珠就在眼前，先到先得。冲呀 ！BOSS 战了，兄弟们！几十个分身一拥而上，将烟鬼团团包围。然而，众人预想的激烈 BOSS 战并没有发生，烟鬼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样，继续喷烟。吞噬哥和法王有些摸不着头脑，无论是最开始遇到的吞噬小姐，还是后面的大章鱼和巨人，这些 S 级异兽攻击性极强，属于眼里进不得半粒沙子那种，见人会立刻发动攻击。相比之下，烟鬼有些过于温顺了，哪怕分身们此刻就站在他面前，他连动都不动一下。分身们可不管那么多，各种五花八门的攻击全都往上招呼。奈何 S 级异兽皮糙肉厚，他们这些一级的小卡拉米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也只是在他身上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吞噬哥和法王没有跟着他们一起作死，而是离得远远的，防止烟鬼突然暴起。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分身们一通拳脚相加，有的人甚至在烟鬼头上蹦来蹦去，烟鬼仍旧不给半点反应。法王懵了，这真是 S 级异兽？吞噬哥也想不通，从未见过如此邪门之事。忽然，烟鬼停止了吞云吐雾，分身们顿时如临大敌。退后退后，我先炸他一手！自爆族跑到烟鬼头前，准备释放派大星。烟鬼这时侧过头，眸子静静地注视着分身。吞噬哥愣了愣，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一头异兽身上看到如此复杂的眼神，怅然若失又悲天悯人，好像在说：朋友，你要杀了我吗？自爆组的分身被看得不会了，干！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们才是反派？从某种方面来说，确实，人家在这安安静静抽烟，没招谁没惹谁，结果现在要被挖魂珠，什么邪恶轴心？所以还报不报了？服了，我裤子都脱了，不上不下的。分身们齐刷刷扭头看向吞噬哥和法王。吞噬哥看了法王一眼，让他留在原地，自己则是上前。似乎从吞噬哥身上感受到了同族的气息，烟鬼抬起长鼻打了声招呼。遗憾的是，吞噬哥并不懂兽语。靠近的吞噬哥发现烟鬼状态很差，不仅被拔掉牙齿和爪子，四肢关节也都断了。他并不是不想反抗，而是无法反抗。除了喷烟外，他再无其他能力。一旁的分身啧啧称奇，公司挺牛逼的，能把一头 S 异兽弄得双眼无神，一心求死。吞噬哥开启异兽化，变成一个数米高、多手多脚的怪物。我送你最后一程。烟鬼的双眸毫无波澜。吞噬哥数条手臂同时发力，全力打穿了烟鬼的腹部，掏出一枚白色的魂珠。失去魂珠，烟鬼所剩无几的生机飞速流逝。几息之后，彻底没了动静。这就完了？好无聊的 BOSS 战，说好惊心动魄的战斗呢？这哥们刚才那么配合，该不会把咱们当同类了吧？也不是没这个可能。魂珠给谁？众分身全部看向了吞噬哥手里的白色魂珠。远在海都的钩子船长率先发言：我就委屈一下，勉强当个迷雾船长吧。其他分身大为不爽，要点碧脸，你还委屈上了？开你的船去！钩子船长愤愤不平，我兢兢业业开船这么久，用颗魂珠享受享受怎么了？吞噬哥果断拒绝，你离太远了，这枚魂珠现在我们就要用，研究所里都打成一锅粥了。这时候多个能力作用很大，尤其是迷雾这种领域类的能力。你吃了。吞噬哥扔给分身中等级最高的一个，冥想组2级分身，往届 MVP。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彭浩人？二等兵把白色魂珠放到嘴里，用力吞下。来了！二等兵全身发热，气息开始渐渐拔高，几乎转瞬之间就从2级跳到了3.5级。几分钟后，将魂珠完全吸收的分身睁开眼睛，介绍起了魂珠中的能力。天赋能力：战争迷雾，释放迷雾领域对有方施加狂热的正面 buff， 增加战力；对敌方的负面 buff 是迷魂，让身处领域中的敌人分不清东西南北。对方实力越强，迷魂的作用就越低。超级辅助能力可以说是团战神器。其他分身酸溜溜，不就是魂珠吗？以后我也有。众所周知，越往后的越厉害，先得没什么好处。确实，吞噬哥的能力跟迷雾一比，像个原始人似的。吞噬哥一脸黑线，分身喜形于色，以后我就是物主了，迷雾之主。法王淡淡道：这趟不算白来，白捡了个 S 魂珠。外面的事结束，咱们该下去了。说着，法王便让秦泽开电梯。研究所里那么热闹，乐子人们自然不能错过。嗡嗡嗡！就在这时，天上忽然传来一阵螺旋桨的声音。众人抬起脑袋，见5架重型直升机正从远处疾驰而来。与此同时，电梯把王老师和一众学生送到了地面。王老师看到死掉的烟鬼以及一群戴着五花八门禽兽面具的家伙，不禁眉头紧锁。刚出虎口，又要入狼窝，小心！吞噬哥大声提醒。嗖嗖嗖嗖，直升机朝师生们射来数发火箭弹，快散开！王老师心沉谷底，对方是奔着灭口来的，他力量还没恢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箭弹越来越近。煌煌雷鸣，尊无敕命。雷霆加身的法王拔地而起，大手一挥，在天空中编织出一张雷电大网，将火箭弹尽数拦下。王老师大喜，这些禽兽是站他们这边的。见有远程攻击，5架飞机立马掉头后退，同时5支破晓机动队被投放在地。机动队落地后迅速完成整编，朝着一众分身和学生们包围而来。5支机动队共50人，每支小队的队长皆为3级，队员平均实力2级。此外，还有一个独眼佣兵，现场人员全部剿灭，一个不留。独眼佣兵大喊，气血随后迸发。王老师眉头紧锁，5级巅峰，换做平常，王老师不会将其放在眼里。
可现在身体还没恢复的他，完全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你们走，我掩护。王老师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选择留下。鼻青脸肿的三哥站出来道：“我和老师并肩作战。”王老师冷声道：“我都打不赢，你占个头，都走。”说话间，机动队已经包围了上来。独眼佣兵速度最快，直扑王老师。轰！一道雷霆劈头砸下，独眼佣兵脚下急刹，双臂在头顶交叉格挡。法王御空而来，都跑远点，别耽误我大发神威。王老师没想到这群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的禽兽，竟又一次救下了他们。大恩不言谢。石安学府王虎，阁下可随时来石安学府找我。王老师朝法王拱了拱手，带着学生们快速离开。独眼佣兵并不急，甩了甩手腕，又是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老鼠？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一支由战斗兵器和机动队组成的队伍从山下冲了上来，数量近百。他们本来是在山里抓羊的，被中年人全部召回。还没走出去多远的一众师生又被挡住了去路。独眼佣兵两个拳头碰了碰，跪地投降。我或许会考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法王咧嘴一笑，生路向来都是打出来的。滋啦啦，汹涌的雷霆从法王脚下迸发，瞬间覆盖全身，完成异兽化。独眼佣兵似乎想到了什么，原来是你们，还真是冤家路窄。上次在明珠城让你们坏了好事，这回我就连本带利全讨回来，将你们带回公司将是大功一件。异兽化的吞噬哥走到御空的法王下方，沉声道：“那你就来试试看。”独眼佣兵大声对在场的机动队和战斗兵器下达命令，优先干掉集训学员。接到命令，四面八方的战斗兵器和机动队开始缩紧包围圈，同时搭配热武器的战斗兵器疯狂开火。好在都是普通子弹，学生们还能顶一会。法王大喊：“拉烟！”早就迫不及待的物主深吸一口气，接着猛地一吹，顷刻间源源不断的白雾从他口中喷吐而出，向周围快速蔓延。独眼佣兵暗叫一声该死，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吸收了烟鬼的魂珠。王老师则是大惊，这是烟鬼的能力。如此短的时间里，魂珠根本来不及进化。又看了看异兽化的法王和吞噬哥，王老师不禁感叹，真是一群疯子。战争迷雾很快便将整个山头淹没，处于迷雾中的分身们被施加了狂热 buff。开团，惊心动魄的战斗终于来了！翻斗花园突破守牛战士请求出战，咱们外面人数少，自爆组先别急着爆，我就爆，抢手杀了！本就疯的分身在狂热的影响下更疯了。独眼佣兵有些愕然，对面那几头烂蒜人数那么少，不仅不聚在一起防守多拖一会，竟然还朝他们发起了冲锋。分身兵分两路，主力往山下冲，为学生们撕开一条出去的口子；另一部分则是应对独眼佣兵带来的那些机动队。轰！随着自爆组的自爆声响彻云霄，团战正式开启。狂热短暂提升了分身们的战力和恢复能力，让本就不畏死的他们更加神勇。战斗兵器在他们面前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唯有机动队能构成一些威胁。但随着分身接连自爆，机动队也怕了，毕竟他们只有一条命，从未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打法。学生们先是愣了会，很快便加入了战斗。王老师虽无法运转气血，但肉身还是能顶一顶。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包围圈很快被撕开一条口子，分身带着学生们冲了出去。分身对学生们道：“快点下山。”班长不禁问：“那你们呢？”分身微微一笑：“我们还有我们的事要去做。”与一众师生们挥了挥手，刚冲出包围圈的分身们又冲了回去，与后方的追兵激战在一起。战争迷雾越来越浓，学生们的视野中分身的背影逐渐模糊。谁都知道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战斗。王老师叹了口气：“走吧，别辜负了他们。既然你们那么着急赶去投胎，那我就成全你们。”独眼佣兵气血涌动，一拳将跑得最快的两个分身砸碎。电能激荡，法王起手10万伏特，区4级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独眼佣兵冷哼，右拳砸向涌动的雷霆。然而他很快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奔涌的雷霆虽然被他一拳凿穿，但他的小半个身子也麻了。4级武者竟然能电麻他这个5级巅峰的肉身，离谱！吞噬哥身上伸出几十条手臂，冲到独眼佣兵面前，1秒钟打出上千拳。半个身子还处于麻痹状态的独眼佣兵，只能用一只手进行格挡。他越打越是感到不对劲，眼前这头怪物身体硬得可怕，哪怕异兽化，这也不应该是4级武者该有的肉身强度。麻痹效果很快解除，恼怒的独眼佣兵开始还手。4级就是4级，还想骑在我的头顶上拉屎？独眼佣兵气血覆盖双臂，右拳打穿了吞噬哥的心脏位置。但他并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吞噬哥几乎已经没有身体上的弱点，哪怕心脏被凿穿，吞噬哥也没受到任何影响。体内的血肉和组织迅速收缩，将独眼佣兵的右臂禁锢在了身体里。法王眼中雷霆涌动，手中轰出一道雷柱，狠狠砸在了独眼佣兵的头顶上。砰！气血震荡，独眼佣兵将吞噬哥体内的血肉震碎，抽出右手。刚才结结实实挨了一道雷柱，此刻的独眼佣兵显得有些焦糊。有意思，我要把你们的脑袋砍下来做灯。话落，独眼佣兵揭下眼罩，露出一只猩红色的眼睛。猩红色的脉络开始从左眼球向整张脸上扩散，佣兵体内的气血变得既混乱又无比暴虐。噗嗤！一双血红色的翅膀在其身后展开，双手变成黑色利爪，身体暴涨，眨眼变成了一个3米多高的肌肉怪。天赋能力：恶魔之眼。平时处于封印状态，当封印解除，恶魔之眼能量释放，宿主将变身恶魔。恶魔状态下，身体各项属性成倍提升。法王感到一丝不妙，对物主大喊：“打烟！”物主猛地吸气，再度喷出战争迷雾。此时迷雾领域内能见度已不足1米，没用的。锁定你们的位置，我凭借的可不仅仅是眼睛。话音刚落，吞噬哥面前的浓雾忽然朝两侧分开，恶魔佣兵利爪瞬间抓爆了他的脑袋。
无头吞噬哥边后退边打出一套丝滑的闪电光速拳，法王投掷出雷矛，被恶魔之爪拦截。旋即，佣兵迅速转身，双翼一震，数道锋刃将法王所在的空间封锁。噗噗噗！法王虽身法敏捷，但还是被几道锋刃刺中，暂时逼退法王。恶魔佣兵锁定吞噬哥，打算速战速决，先将其拿下。无头吞噬哥，巧了不是？我看东西也不用投。砰！恶魔佣兵一头撞了上来，那双锋利的恶魔爪左右横扫，将吞噬哥的胳膊一条条卸下。4级战武级的弊端此时已经显现。普通的5级，吞噬哥和法王联手可以将其按在地上摩擦，但佣兵显然不是普通的5级，尤其是释放恶魔之眼后，已经能和6级比肩。吞噬哥节节败退，面对法王的雷霆袭扰，恶魔佣兵满不在乎，任凭其轰在身上，除了能减缓他的攻速外，造不成太大伤害。随着吞噬哥的胳膊被一条条卸下，闪电光速拳的攻速也慢了下来。再这么打下去，吞噬哥怕是又会被打成个球。另一边的战场，由于机动队和战斗兵器数量太多，分身仅剩不到20人。干！我们好像要被团灭了，怎么打着打着就逆风了？都说了别一股脑自爆，你爆完是爽了，谁天线？能不能猥琐发育，别再浪了？都怨秦狗，不多留点人。对，秦泽的锅。不是吧？咱们真要遭遇首次滑铁卢了吗？眼看颓势开始显现，分身们开始往秦泽身上甩锅。秦泽在局域网中对众人道：“战升降机上，研究所是我们的主场。”物主又补充了一波战争迷雾，使得领域中彻底伸手不见五指。在战争迷雾的掩护下，一众分身立刻站到了升降机上。秦泽控制升降机下降，吞噬哥和法王边打边退。待升降机快要落地，两人合力击退恶魔佣兵，跳进井里，与剩余分身一同落地。众人进入研究所后，升降机迅速上升，堵住电梯井。法王长舒一口气，奶奶的，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棘手难缠的家伙。吞噬哥淡淡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和接近6级的家伙打，棘手也是正常的，萧天帝越级战斗也越不了这么猛。”众人争分夺秒的休息，尤其是法王和吞噬哥，蓝条基本见底。轰隆！不远处的一面墙上突然破开一个大洞，紧接着一群战斗兵器鱼贯而出，恶魔佣兵紧随其后钻了出来。小老鼠们，抓到你们了！法王局域网中骂骂咧咧：“我俏丽吗？秦泽，你怎么把 BOSS 给放进来了？”秦泽，他们是从一条我不知道的密道里进来的。数架哨兵机枪启动，朝着战斗兵器和恶魔佣兵吞吐火舌。最面前的战斗兵器如麦子般一排排倒下，恶魔佣兵操控锋刃，瞬间将所有防御武器粉碎。秦泽对众人道：“往中央实验室跑！”吞噬哥等人再次边打边退，他们每过一段通道，合金闸门便立刻落下，但撑不了多久，恶魔佣兵就会破门而入。吞噬哥沉声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秦泽淡淡道：“别慌，援军到了。”聊天群里，仙女不断发着消息：“仙女布拉什，我到山顶了，一地尸体和机械零件，入口在哪儿？抓个狐狸精，平台就是升降机，让驯兽师通知秦泽把升降机放下来，他现在有整个研究所的操控权限。抓个狐狸精，进入研究所后立刻来中央实验室，我快顶不住了。”仙女布拉什，用不着那么麻烦，知道入口在哪就行。轰隆，升降机井突然响起一声炸响，几吨重的升降平台重重拍在地面，尘土飞扬。要这么热闹？待烟尘散去，一个身穿红色长裙、戴着白色狐狸面具的女人款款走出实验室里。秦泽通过分身们的视角看得一清二楚，是她。江城马戏团的首秀舞台上，秦泽与其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正是他和双鱼座联手，差点和原子哥打了个五五开。虽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表明这女人是12星座，但秦泽觉得8、9不离10。12星座里竟然有猎杀者，秦泽很想知道世界意志的选人标准。听到身后的响动，恶魔佣兵转身，又来了只老鼠。红裙仙女迈着大长腿，款步走进通往中央实验室的长廊。见女人不搭理自己，恶魔佣兵恼羞成怒：“给我死！”黑色利爪抬到一半，突然抬不起来了。怎么回事？恶魔佣兵低头，发现脚下不知何时钻出一条绿色藤蔓，将其双手紧紧捆住。紧接着，一条条藤蔓破土而出，把佣兵缠成了个结结实实的粽子。仙女与之擦肩，轻声道：“本仙女驾到，不知道闪开吗？”数条藤蔓猛地收紧，砰的一声脆响，将恶魔佣兵硬生生勒爆，只剩下一颗完好的脑袋滚落到仙女脚边。仙女双手将其捧起，拿到眼前与之对视：“头型不错，可以做个灯。”说着，佣兵的头颅被其随手扔到一边。仙女继续向前走，所过之处鲜花绽放，翠绿色小草钻出合金地板，一条条藤蔓将战斗兵器接连捆住。短短几秒钟时间，冷白色调的长廊上下左右都被鲜花与绿植覆盖。仙女来到法王面前，开口问道：“我要去中央实验室，有人能给我带路吗？”中央实验室，道士伤痕累累，气喘吁吁，让刚突破5级不久的他去和满状态的7级打，着实是有点为难他了。中年人看着不屈的道士，目光中有一丝赞赏：“你能坚持这么久，我很意外。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拥有海量的资源，绝对会让你的修为更上一层楼。”闻言，道士冷哼：“阴阳观的弟子字典里就没有投降2字。”中年人挑了挑眉：“难怪，原来你是他的弟子。既然如此，今天就更不能让你活着离开了。”砰！道士将身后背着的木箱扔到地上。“不是吧，不是吧？你该不会以为你赢定了？道爷，我刚才只用出了不到1%的力量，你还真把自己给当盘菜了。”他来了，聊天群里的那个道士，他来了。这种阴阳怪气的语气，与当初让仙女败北时一模一样。秦泽看向了那个木箱，很好奇里面到底装了什么。道士轻轻踢了一脚木箱，里面的响起机械齿轮快速旋转的声音。紧接着，木箱迅速发生变换，拔地而起，成为一个手持木剑、身高2米1号的木偶。
外貌上，木偶与道士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唯一不同的是，木偶没有丰富细致入微的表情。瞅着杀气腾腾的木偶，中年人脸上满是好奇之色。这就是阴阳关的机关术，果然让人惊讶。道士给自己和木偶的长剑附魔，旋即2把剑同时指向对方的脑袋。老犊子，道爷，还有让你更惊讶的。话落，道士与木偶左右夹击，那就让我来领教阴阳关的机关术。中年人气血迸发，先是迎向木偶，砰！中年人重拳轰击木偶胸口，木偶却是要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结实，只是稍微晃了晃身子，手中木剑随即劈下。中年人侧身边腿提荡，将木偶击退数米，没让其木剑落下。道士从怀里掏出一把符箓，甩向空中。水行之术，符箓激活，空气中的水蒸气凝聚成一枚枚冰刺，铺天盖地砸向中年人面门。雕虫小技，中年人不以为然，任凭冰刺乒乒乓乓刺在身上，连一点痕迹都没能留下。符箓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罢了。道士面色凝重，点子太扎手了。中年人向位猛冲，雨点般的拳头不断轰在木偶上，即便经过精行加持，但木偶的身体表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坑坑洼洼。道士立刻上前帮忙。木偶虽同样有着5级实力，但他们2个哪怕联手也无法对中年人形成有效压制。与此同时，研究所的剩余的守卫也都涌进了中央实验室。专业团队不久前刚打退一波，又再度陷入恶战，还得本主角出手才行。秦泽走出实验室后，将庇护空间打开一个小口。天赋能力，战争迷雾发动，白雾源源不断涌入中央实验室，眨眼便伸手不见五指。烟鬼的能力，中年人见状心里咯噔一下，他的第一反应是脱困的烟鬼进研究所了。对于中年人，视野虽然受到限制，但不至于什么都看不到。不过为了防止烟鬼的偷袭，他还是悄悄后退，离开人群。相比之下，普通守卫全变成了睁眼瞎，他们胡乱挥拳，连只苍蝇都没打到，手里的枪也不敢随便开火，担心走火打到自己人。专业团队有点懵，搞不懂这突如其来的迷雾是怎么一回事。陆彤彤感觉侧脸有点痒，刚要伸手去抓，耳边传来秦泽的声音：“是我。”陆彤彤睁大美眸：“秦泽，如你所见，我可以操控这个研究所里的一切。隔壁实验室的纳米机器人具有短程通讯和机械修复功能，我会给你和道士之间建立连接。你用能力帮道士多拖一会，我们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陆彤彤得知自己身上的重任，点了点头：“好。”另一边，道士终于有了些许喘息的机会，看着满是瘪的木偶，他不免有些心疼。“是我。”纳米机器人爬到了道士的脸上，听到秦泽的声音，道士松了口气：“我一个朋友就快到了，你再撑一会。秦泽，我现在感觉蛮不错的，我会帮你和我的一个同学建立通讯，他的能力可以辅助你战斗。”片刻，道士耳边传来陆彤彤的声音：“能听到吗？”小陆，道士点了点头：“可以。”秦泽嘴角上扬：“都准备好了，演出开始。”战争迷雾给专业团队和道士施加狂热，在战力提升的同时，他们再不受迷雾负面 buff 的影响，终于有视野了。好起来了！胖子眼前一亮，专业团队立刻化作雾中恶鬼，神出鬼没，将守卫一个接着一个解决。道士锁定中年人所在位置后，主动发起进攻。正在搜寻烟鬼的中年人被惹恼，找死！中年人蓄意轰拳，想要先把木偶给拆了，可他刚起手，木偶立刻做出闪避动作，攻击空了。中年人原地怔住，什么情况？以为道士走了狗屎运，中年人再度发起攻击，能见度只有3米不到。但凭借敏锐的精神力，他还是能清楚知道每个人的位置。到这种等级，事物已经不仅仅凭借眼。然而，接下来中年人的数次攻击接连被道士和木偶躲过，一次两次还能用巧合来解释，接连数次可就有问题了。天赋能力吗？中年人似乎想到了什么，转身看向陆彤彤几人所在位置：“是你们的能力吧？”中年人撕开战争迷雾，冲向专业团队。陆彤彤虚弱道：“我的时间到了。”他刚一抬头，中年人已突至面前：“抓到你们了！”眼看中年人重拳就要落下，木偶从侧面撞了过来。中年人蓄力半天的大招打偏，结结实实落在木偶身上，木偶瞬间变成一地零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中年人看到一条流动着的银色小溪汇聚在遍地零件上，木偶转瞬间便完成重组。我对你的耐心已经耗尽了。中年人面向灵所在的罩子，脸色阴沉的可怕。毫无疑问，这些纳米机器人受到了罩子里的灵控制。砰！中年人一脚将罩子踢爆，灵直接暴露了出来。听到罩子破裂的声音，躲在桌子下的教授大喊：“你到底保护了些什么？罩子破了，别让灵受到伤害。”中年人挑了挑眉：“伤害？我要灭了他。”烟鬼现在不知道藏在哪个犄角旮旯，早就被他召回的机动队和战斗兵器迟迟不见踪影。公司派遣的支援现在也还没到。中年人觉得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为了避免局面进一步脱离控制，研究所不能留下一个活口，包括灵，一个无法掌控的东西，没了就没了。倒是慌了，灵要是没了，秦泽也就没了。他怎么和驯兽师交代？之前他可是信誓旦旦说把秦泽交给自己的。道士与木偶连忙阻止，可此刻的中年人已处于暴走状态，仅是一个照面，木偶的半边身子就被轰碎。剩下的纳米机器人开始进行修复。不过修复的速度变得极为缓慢，道士嘴里喷出一口老血，倒退数米。中年人正要斩断连接灵的10几条数据线，就在这时，一个庞然大物拔地而起。什么鬼东西？中年人眉头紧锁，那是一头10米高、全身覆盖蓝色火焰与雷霆的巨人，除去原有的2条手臂外，背后还有多出来4条手臂。真正的雾中恶鬼出现了。道士心沉谷底，该死的，研究所到底在搞些什么？他以为又是研究所创造出来的怪物。中年人一时间也没分清楚敌友，没有贸然出手。6臂巨人抓向后颈，抽出一条完整的脊骨，脊骨化作骨剑，重重劈下。
中年人身法避开，双脚用力一蹬，铁靠山撞在六臂巨人胸口，轰隆一声巨响，倒飞的巨人把整面墙撞塌。这一撞，秦泽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眼冒金星。还好异兽化的状态下加持几个 buff， 不然刚才那下能直接把他铁干碎。高级武者真特么猛！秦泽不禁感慨。林分身在局域网中道：“我要无了。”秦泽扭头看了眼，灵变得越来越透明，回身体里。臣妾做不到。秦泽缓缓起身，没关系，那就去死吧。林分身，秦泽淡淡道，侵入中央处理器的一瞬间，里面的资料都拷贝到了脑子里，组织上不会忘记你的贡献，安心去吧。林分身，翘。完整的一句话还没说完，灵便彻底消失。秦泽倒是看到灵消失，悲从心起。灵的消失代表一个人的彻底消亡，换句话说，秦泽没救了。同样悲痛不已的还有教授，他双眼空洞的喃喃自语：没了，什么都没了，最完美的实验体，永生的秘密。中年人活动了下脖子，该清场了。轰！下一秒，其体内爆发出震耳的轰鸣，一道由气血构筑的战将虚影在其身后缓缓凝聚。战将数米之高，身披战甲，如下凡天兵。秦泽见状眨了眨眼，立刻开启庇护空间，溜了，武魂真身都出来了，还打个屁！倒是默默叹了口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高级武者之下，或许还有天才可以越级战斗，但中级武者想到越级战胜高级武者，简直是痴心妄想。双方之间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小洛，走了。道士通过内米机器人对陆彤彤道。陆彤彤明白了道士的意思，靠向专业团队。木偶发起最后的冲锋，为众人争取片刻集合时间。但木偶还没等靠近，就被虚影一拳干碎。道士最后看了眼秦泽的尸体，发誓日后杀进公司狗，为他报仇。陆彤彤也与专业团队其他人会合。二人正要开启庇护空间，实验室里突然弥漫起浓郁的花香。紧接着，冰冷的金属地板、墙面、天花板以及操作台上五颜六色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一时间，众人感觉仿佛置身于童话中的花园，太美了！醉人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沉醉其中。好家伙，武魂真身都打出来了！实验室门口，红裙仙女亭亭玉立，身后跟着一群禽兽。法王点头哈腰，太君不是，美女姐姐，中央实验室到了。仙女微微颔首，退后。禽兽们闻言纷纷后退。秦泽不禁暗道，这大姐终于到了，和双鱼座平起平坐，再差也是7级武者。看着狼狈的道士，仙女面具下的嘴角上扬。哟，这不是小道士吗？首次见面怎么就这么拉了？道士翻了个白眼，您老人家再晚点，我们就要跑路了。秦泽呢？死了。顺着道士手指的方向，仙女看到了破碎罩子里一动不动的秦泽。仙女身上顿时爆发出冰冷的杀意，她看着中年人，宛如在看一个死人。你是谁？中年人从仙女身上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这女人很强，你杀了不该杀的人。中年人冷哼，想说我这辈子杀的人多了出去，可他刚要张嘴，却发现嘴巴里发不出任何声音。一条从天花板上面垂下来的藤蔓将他的脖子紧紧缠住。中年人想要用气血将其震碎，却发现这藤蔓极其坚韧。紧接着又有数条藤蔓凌空抽射，将他四肢捆住。纷纷扬扬的红色玫瑰花瓣如倾盆大雨般飘落下。中年人眨眼便被玫瑰花埋住，连炫酷的武魂真身都不见了踪影。好强！道士不禁瞪大眼睛，他从没想过7级与7级间的差距竟然比人与狗之间的差距还要大。7级的仙女竟然能一招秒了同为7级的对手。仙女随手接过一朵玫瑰嗅了嗅，之后朝玫瑰人投掷出。玫瑰犹如一把利剑，将中年人胸口洞穿，大片鲜血洒落，玫瑰被染得更加绚丽。轰！中年人身上的花瓣突然炸开，他脸色苍白地跪在地上，气息极度萎靡。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对手，在仙女面前，他竟毫无还手之力。唰！一柄白色古剑突然斩下，男人的脑袋掉落在地。最后的意识中，他看到了一个手持白色古剑的6臂巨人站在他身后。这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个问题，他再也无法知晓答案。秦泽将古剑插在地面，惊喜道：“我单杀高级武者了！”不是吧，不是吧？秦狗单杀也算杀 ？SKR， 我上我也行。为了抢 MVP 脸都不要了。丢念！对于分身们的逼逼赖赖，秦泽不以为然。这叫成就？你们懂个锤子！道士和仙女的目光此时全都汇聚在突然出现的秦泽身上。对方的出场方式实在是过于眼熟。呼！秦泽张嘴又补了一波战争迷雾。仙女和道士的视野消失，不过精神力敏锐的仙女还是能够确定秦泽的位置所在。这家伙的块头实在是太大了，想注意不到都难。既然来了，不妨坐下聊聊。仙女玉手轻轻挥动，数条藤蔓朝秦泽飞来。我闪！秦泽忙跳进庇护空间，藤蔓全都扑了空，又不见了。仙女和道士彼此对视，借着浓浓战争迷雾的掩护，秦泽出现在破碎的罩子里。他把林分身的尸体一吞，乖巧躺下。战争迷雾逐渐散去，只见现场遍地狼藉，10多台价值昂贵的设备已经变成废铜烂铁。中年人的无头尸体半跪在地上，脑袋在不远处。泽哥！胖子迅速跑向破碎的罩子，专业团队其他人也紧随其后。泽哥，你怎么突然就英年早逝了啊？胖子将秦泽抱在怀里，悲痛欲绝。陆彤彤在小声啜泣，文景和怀旭的眼眶也在泛红。南宫双拳紧握，他很难相信秦泽就这么死了。咦？仙女看了眼昏迷不醒的秦泽，口中响起一声惊疑。道士也察觉到了异样，皱眉上前，他将一张符箓贴在秦泽胸口。下一秒，符箓激活，浓郁的气血瞬间涌入秦泽全身。可害！秦泽咳嗽几声，缓缓睁开双眼，一脸茫然。我这是怎么了？
嚎啕大哭的胖子戛然而止。泽哥，你没死！秦泽没好气道，这么巴不得我死是吧？胖子语无伦次，不是，我刚才以为你死了，我不想你死。秦泽心里笑了笑，脸上装作不耐烦，别逼逼了，本来头就疼。陆彤彤的大眼睛重新焕发出色彩，双手紧握在胸前，怀旭惊喜不已。我就知道老大你福大命大。文景点了点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道士长舒一口气，还好还能对驯兽师有所交代。秦泽看向道士，有些东西我怎么不太记得了？道士解释，灵离体时间太久有后遗症，正常会慢慢恢复的。灵消失的那一刹那，我还以为消散了，没想到是又回体内了。算你小子命大，灵离体并且存在这么久，哪怕是专业的道士也首次见。当时战争迷雾又限制视野，道士觉得是他看走了眼，下次别这么勇了。道士语重心长。秦泽点头，旋即发现仙女正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似若有所思。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你们叫她仙女姐姐就好。道士开口道，多亏她及时赶到，不然咱们现在都得在孟婆那聚餐。秦泽乖巧打了声招呼，仙女姐姐好。大名鼎鼎的江城武状元，今日总算是见到了。仙女的声音如黄鹂般悦耳动听。秦泽愣了愣，姐姐知道我？仙女，海都学府新星，想不知道你都难。说着，仙女招了招手，陆彤彤不好意思地走了过去。终于贴到了，嘿嘿。仙女痴汉般抱住陆彤彤，搞得小姑娘一阵面红耳赤。说起来，我也是海都学府毕业的，你们都得叫我学姐。专业团队齐声道，学姐好。仙女的实力，众人刚才可是亲眼所见，这么粗的大腿，此时不报，更待何时？遥远，我派的海都执法队到了，你们那边还好吗？抓个狐狸精仙女不拉屎。遥远在群里发了条消息，抓个狐狸精，研究所里有个7级武者，还好仙女来得及时，不然我都准备带着小鹿他们跑路了。仙女不拉屎，区区一头烂蒜而已。边缘划水，我掉。仙女能单杀7级武者，仙女不拉屎，怎么？不信，你来海都，我请你吃饭。边缘划水，我只是觉得我之前对你有点无礼了。仙女不拉屎，我还是更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恢复一下。边缘划水，好的，你个垃圾。秦泽不得不承认，水兄在作死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看着正在和陆彤彤互动的仙女，秦泽的脑海中其身影又渐渐和秦玉重叠在了一起，像，实在是太像了。秦泽很想问问自己，那还在浪迹天涯的爹娘，她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仙女不动声色地瞥了秦泽一眼，面具下嘴角微微上扬。海都执法，一队执法队这时涌进实验室，为首的是一个7级执行官，后面跟着2个审判者和近30名的执法员。执法员行列，秦泽又看到了老熟人3号。执法队秦泽一行人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例行询问，并没有为难。原子哥明显提前打好了招呼。执行官检查完中年人的尸体后，确定其已死亡。遥远执行官已经和我说了，现场从现在起由我们接手，外面停有我们的运输机，诸位可以随时下山。执行官和2人说了几句后，继续忙碌地勘测起现场情况。侥幸活下来的教授和助手都被带了出去。教授临走前依依不舍地看了看秦泽，怎么哪里有事都有你小子？3号迎面走来，他觉得自己这个小老乡实在是太能整事了，他真怕哪一天秦泽把自己给作死。秦泽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我也不想啊。3号翻了个白眼，到海都给我发个消息。秦泽点点头。众人没在研究所多留，通过备用电梯返回地面，一同的还有些活下来的禽兽。战争迷雾已散去，到处是战斗兵器的零件和机动队的尸体。马戏团依旧保持了良好的习惯，每次跑路前都会迅速处理好尸体，因此现场看不到禽兽身上的零部件。不远处停着4架重型直升机，机身上印有海都执法的标志。至于先前公司那5架飞机，早就跑没了影。出研究所后，秦泽手机有了信号，突然响起。秦泽拿起手机，是秦玉打来的。秦泽，你跑哪浪去了？发消息不回，电话也不接，我在学校门口，快等你半个晚上了。秦泽刚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便响起秦玉的河东狮吼。电话里的老姐愤怒地说着自己的担心，秦泽习惯性将手机远离耳朵。1分钟后，秦玉平复下来道：“说吧，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秦泽开口道：“我去石安集训了，山里没有信号。”沉默片刻后，那头传来了秦玉的哭腔：“下次离开海都前，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你在外面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不想哪一天突然接到你在外面的死亡通知书。”秦泽心里涌过暖流，虽然姐弟2人见面总是拌嘴，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这种羁绊是永远也不会被解开的。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秦玉哼哼道：“再有下次，老娘敲爆你的头！”挂了。你都不知道熬夜对一个人女人的皮肤会造成多大伤害。秦泽话还没说完，秦玉便挂断了电话。秦泽，丫的秦玉，还我感动！一旁的仙女好奇道：“女朋友？”秦泽收起手机：“我姐。”仙女，看得出来你和你姐关系很好。秦泽点头，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说起来，我姐跟你还挺像的。我指的是外形。仙女笑了笑，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想见见你这个姐姐的。秦泽，等有机会的。另一边，禽兽们正矮着身子悄悄下山。这时，身后响起仙女那清冷的声音：“站住！说让你们走了吗？”众人顿住脚步。法王转身嬉皮笑脸：“仙女姐姐，还有什么事吗？说说吧，那个神出鬼没的大块头是怎么回事？”仙女笑眯眯道。众人有点慌，局域往内迅速交流。怎么办？都怪秦泽，露出犄角了。一个字，死不承认。量有一计，是时候与秦泽进行正义切割了。那就把秦泽交出去。秦泽大无语。家人们谁懂啊？法王挠了挠头，仙女姐姐好眼力，是我们的人。不过正如你所见，她一向神出鬼没，我都没见过她几回。法王咽了口唾沫。
如此蹩脚的理由，连他自己都不信。出乎意料的是，仙女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你们来这做什么？法王义正言辞，我们马戏团主打的就是一个义字，一个梯天行道。我们调查得知，公司在这里行苟且之事，特意前来制裁。世界的阴暗角落必被我们马戏团的光辉照亮。仙女点点头，你们说的话要比你们的装扮更像个人。法王扯了扯嘴角，没办法，团长的特殊癖好。仙女姐姐没事的话，我们就走了。仙女淡淡道，走吧，替我向你们团长带声问候。法王应了声事后，和一众分身迅速下山。道士看着众人消失的背影道，这伙人还挺有意思的。秦泽深以为然，是吧？可太有意思了他们。10多分钟后，直升机降落在山下的集训营地。宋老师看到秦泽等人安然无恙地走出飞机，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不久前，总指挥王老师带着学生们返回营地，宋老师从中连一个自己的学生都没看到。这些学生可全都是他带出来的，要是一个都带不回去，他的教师生涯这辈子也就到头了。还好，有惊无险，都是好样的。宋老师红着眼眶拍了拍秦泽的肩膀。王老师等人此刻也都围了上来，注意到一旁的道士和仙女，二人身上的气息都不弱，尤其是仙女，她甚至看不出深浅。道士和仙女是他们把我们救出来的。秦泽解释。宋老师挑了挑眉，道士和仙女，这是什么奇葩组合？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在下石安学府王虎，下次路过石安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学府喝杯茶。仙女只是微微颔首，外人面前，她一向是非常高冷的。道士说，分内之事，时间太晚，就不过多打扰了。王老师点头，二位慢走。仙女剥了一口路彤彤脸蛋后，和道士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小鹿红着脸低下头，旁边的助手不解，今晚的事情太蹊跷了，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多问问？王老师摇了摇头，面色凝重，正是因为关系到太多方面，所以才不能多问。该知道的可以知道，不该知道的，知道了只会早点去投胎。海都执法都已经来了，而且还是一位7级的执行官亲自带队。既然他们都从山上下来了，就说明经过了海都执法的允许。调查的事情就让执法去负责吧，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想想怎么将此事报给教育总署吧。营地里支起了几十顶大帐篷，并配有简单的医疗设施。重伤的学生一下山就被早已等候在此的直升机送去了城里接受治疗。其他人和部分轻伤的学生在经过营地里简单的治疗包扎后，便都回到各自的帐篷里休息。夜已经深了，晚上赶路太危险，尤其今天还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故，谁也无法保证路上会不会再出现什么乱子。王老师等人一致商议决定，大部队等明早天亮了再走。集训提前结束，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王老师和一半的安保队伍留在营地，剩下的人与石安学府派来的支援一同进山，清理此次集训投放的异兽，务必保证不落沙一头。秦泽等人睡在一顶上下铺的大帐篷里。胖子好奇问，泽哥，和实验室通感是什么感觉？黑暗中，其他人也都向秦泽投去好奇的目光。秦泽简单的向众人讲述了自己在实验室中的经历，听得大家连连惊呼。南宫倩柔道，这事大家就烂在肚子里吧，别往外传。专业团队其他人都点头，他们深知此事对秦泽的影响极大，唯一在实验中活下来的幸存者。消息若是大范围传播出去，势必引起各方窥视。累了一天，众人接连沉睡。秦泽迷迷糊糊间听到局域网里巨霸的传呼，出事了。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钩子船长的船沉了。打秦泽他们离开海都后，钩子船长日常出海捞鱼。早在几天前，海都海事局便发出公告，近期台风来袭，海上风浪大，不适合捕鱼。钩子船长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真正的船长就要勇于直面波涛汹涌的海浪。于是在一个狂风骤雨的清晨，飞翔的马戏人扬帆起航。前2天还算顺利，没有遇到太大的海浪，也没遇到什么大鱼。船上补给即将消耗殆尽，钩子船长决定连夜启程返回海都。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返航的途中，众人遭到了一头做头鲸海兽的攻击。变异后500多米长的庞大身躯，一尾巴就将飞翔的马戏人拍成了2截。还好巨霸留在海都，没有跟着吞噬哥等人一起去石安支援秦泽。又恰巧当时巨霸就在船上，在与座头鲸海兽大战数个回合之后，没有讨到什么便宜的座头鲸悻悻离去。钩子船长眼睁睁看着2截身的飞翔马戏人沉入海底，满脸绝望。屋漏偏逢连夜雨，抱着飞翔马戏人皮肤碎片飘在海上的众人又遭遇了突然袭来的台风，数十米高的海浪像砸地鼠一样把分身们往海底拍。幸亏一艘路过的大型游轮发现了这边的异常，才把他们都给捞了上来，不然除了巨霸外，包括钩子船长在内的一众人都得打出 GG。 局域网里，钩子船长伤心欲绝，我的船呜呜呜，明明都已经到近海了，怎么会出现那么大一头海兽？前阵子我在外海转悠那么久都没遇到过，而且座头鲸海兽性情温顺，从未主动浮出水面攻击路过船只，今晚遇到的那头跟抽风了一样。钩子船长无法接受飞翔马戏人的离去，他甚至还没来得及为对方举行一场葬礼。据报道，近期海事局发布了数条公告，都是近海的海兽袭击事件，袭击海兽都是3级往上，甚至还出现了极为罕见的高级海兽。高级海兽以往从未在近海出现过，大海里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像是受到了某种驱赶，全都在向近海聚集。秦泽微微皱眉，怪事一件接着一件，石安城闹鬼，海里也开始闹鬼了，可能是台风的影响吧。最近就先别出海了，等台风过去再说。钩子船长，臣有一个不情之请。秦泽，那就别请了。钩子船长，我还是请一下吧。飞翔的马戏人沉了，我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为其重塑金身，也不多，180万就够了。秦泽叹了口气，还记得我们的第1艘船吗？法王乐了，你管那东西叫船？搓船组不高兴了，要不是当初我们连夜给你手搓出一条船来，那天你得游着出海。秦泽赞同道，没错，
我们的初始船就是手工 DIY 出来的，靠着那艘船，我们打拼出了这么大的家业。你要相信自己，没什么不可能。钩子船长，所以呢？秦泽一毛不给。钩子船长，秦泽打了个哈欠，累了一天，我先睡了。冥想组和淬骨组的都加把劲，你们少睡点多修炼。实验室里那高级武者多猛，你们不是没看见。不努力修炼怎么变强？今晚你们就先简简单单的通个宵吧。众分身。次日一早，几辆大巴车早早停在了营地门口。经过一晚上的时间，之前被投放到山里用于集训的异兽已经被全部猎杀干净，尸体在营地旁的空地上堆起一座高高的小山。学生们坐在大巴车里，接连路过那堆异兽尸体，行驶出营地。怀旭叹了口气，那些本来应该是给我们准备的。胖子耸耸肩，没办法，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档子事。秦泽看到了那些满脸疲惫的安保队员一个个下山，几架重型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秦泽将头探出窗外，正是海都执法队，他们也勘测了一夜现场，直到现在才收队。回到酒店后，众人得到通知，暂时还不能离开石安。执法稍后要对学生们进行例行调查。酒店房间里，秦泽盘点起了此行的收获。首先就是白捡来的烟鬼魂珠，虽然搞不懂烟鬼为什么会活到现在，不过还是得和公司说声谢谢，不然弯腰捡魂珠的好事上哪里找去？再一个收获便是关于灵，在与研究所通感的时候，秦泽的意识占据了中央处理器，几乎是在一念之间，里面的资料便全被复制粘贴到了脑子里，包括实验项目、研究所日志、管理者和教授下达的每条命令，以及各种会议记录。可以说，研究所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被中央处理器完整的记录了下来。研究所主要进行的是0号项目，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对灵进行完美移植，已经进行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最近才取得了点突破性进展。最近一批志愿者在注射完新型实验试剂后，经过半月时间的观察，没有任何变化。教授以为这批试剂又失败了，就把人都给放了。然而没过多久，这批志愿者接连出现问题，他们的灵暴走失控，导致石安城出现一系列的闹鬼事件。研究所连忙将那批志愿者紧急召回。由于实验室秘密进行，所以只能研究所自己行动。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只能靠着执法内部的人员，也就是光头审判者一拖再拖，直至机动队组建并被派遣过来。当发现集训地在寒山后，教授又冒出一个大胆想法。先前志愿者的素质都太低，是实验失败的关键。如今完美的志愿者就在眼前，教授决定铤而走险。但他没想到有秦泽这个变数存在，导致其满盘皆输。实验资料显示，想要让灵离体，首先需要让身体陷入假死状态，旋即要让灵处于紊乱边缘，灵便会自行离体。教授在那批志愿者所注射的试剂上进行了改良，通过强能冲击，在瞬间就可完成整个过程。不过实验日志中所记载的50多次实验中，只有秦泽这里成功了。秦泽喃喃自语，灵离体并不是偶然，我是可以进行复制的。对秦泽而言，复制的关键是其中的强能冲击环节。研究所中的强能冲击是用一台小型可控核聚变装置实现的，奈何现实中秦泽手搓不出来。另外，灵离体除了控制大型电子设备外，也没有其他重要用途。战斗方面，甚至赶不上幽灵种的一只脚。想要再度复制研究所中的灵离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咚咚咚，秦泽思索间，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泽哥，下楼开会，估计是要回海都了。胖子在门外道。海都某研究所，林教授早。早上好。清早，刷完卡进门的林思瑶回应着沿途路过研究人员的问候。从来到海都后，林思瑶凭借姣好的外貌和过硬的科研能力，很快变成了研究里的明星人物。不知多少男研究员对其暗送秋波。林教授，晚上有时间吗？南街新开了一家餐厅，下班一起去吃个饭。一位男研究员挡住林思瑶去路。林思瑶微笑道：真不好意思，老师的项目最近进行到关键阶段，我实在是脱不开身。男人遗憾地叹了口气。那好吧，下次有机会的。林思瑶微微颔首，与其擦肩而过，眼中的厌恶一闪而逝。老师，我来了。林思瑶刷开1号实验室大门，两鬓斑白的陈教授满脸愁容。0号项目失败了。林思瑶愣了愣，前2天不是还说已经有进展了吗？陈教授摘下眼镜，双手揉了揉太阳穴。海都执法发现了研究所，老赵被逮捕，同时0号项目被定为反人类实验，禁止再度开启。林思瑶轻哼，满不在乎，本来我就觉得不靠谱，禁止就禁止呗。陈教授道，目前人形作战兵器的自主能力再无法突破，只有与灵结合，才能快速形成战斗力。林思瑶皱眉，为什么我们不着手进行 AI 的研究？陈教授摇了摇头，时间太长了，我们等不了那么久。而且我本来就不是搞 AI 开发的，中途接手兵器，没办法再往 AI 投入更多的时间了。旋即，师徒2人陷入久久沉默。陈教授重新戴好眼镜，抬头看向林思瑶。小林，你怎么看待我们目前手上的人形作战兵器项目？林思瑶想了想，对抗深渊的关键，还有一句话他没说，他指望着靠这个项目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异化者项目的失败让他如丧家之犬，灰溜溜的离开江城。如今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人形作战兵器的开发中，自然不希望再复制江城异化者项目的失败。陈教授微微一笑，小林，我要交给你一个重任。林思瑶正色道，教授请讲。今年的野外集训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仅1天时间不到便结束。王老师早上又在酒店礼堂召集学生们开了一次会，脸上难掩疲惫之色。会上，王老师向众人表达了歉意，同时给予每名参训学生2枚 F 级魂珠作为补偿。这次集训造成了不少学生伤亡，除了专业团队外，其他学校的队伍或多或少都有人受伤或是死亡。会议结束后，众人可自行返校。宋老师和秦泽等人商议了一番，决定今天就回海都，反正继续留在石安也别的事。班长和房松华前来送别，3哥伤势很重，可以说是捡了条命回来，现在人还在医院里躺着，
能不能赶上过段时间的百校大比都还不一定。秦泽，我会在比赛场上等你的。班长握紧粉拳。秦泽笑笑道：好啊，到时候班长大人可千万得手下留情。如今变得沉默寡言的房松华只有一句话：再见。秦泽点头，再见。大巴启动，班长和房松华目送着大巴车远去，直至其消失。班长依依不舍地收回挥动的手，轻声道：还会再见面的吧？房松华回答：一定会的。车内专业团队都没了来时的那股兴奋劲。虽然集训提前结束，不过理论课上大家还是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回海都后足够消化一段时间了。要是聊天群里，原子哥正向众人讲述调查结果，和秦泽在中央处理器日志看到的如出一辙，没什么区别。遥远机动队部署后的初次露面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事，议会中的反对派会在上面大做文章，足够公司喝一壶的了。遥远关于灵的实验现在已经全面禁止，秦泽灵离体资料全部封存，仙女和道士可以告诉秦泽，让他放心。秦泽倒是觉得无所谓，公司要是来找他更好，届时他会非常配合。哪个研究所来抓他，哪个研究所就是他的了。抓个狐狸精，我告诉他了已经。路人甲，话说小鹿，你们三人面积的感想如何？抓个狐狸精，仙女很强，小鹿很可爱。仙女不拉屎，小鹿软软的，实在是太好贴了。悠悠鹿鸣，大家都是很好的人。秦泽笑笑，表面三人面积，实则四人。抓个狐狸精，说起来，我们在研究所遇到了马戏团，他们实力很强，领头的2个4级，而且还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强大怪物。路人甲，马戏团也在。边缘划水，巧了不是，我现在正和北境马戏团的老大喝酒。路人甲，北境马戏团倒是没那么强，成员实力普遍在1级，只有领头的是5级。仙女不拉屎，马戏团有点手续混乱那位，一群奇葩。秦泽退出聊天群，他对北京的马戏团越来越感兴趣了，很想和那个小丑副团长见上一面。看来北京之行得早点提上日程了，正好胖子的精神力也快要突破了。闲来无事，秦泽拿出2颗 F 级魂珠准备吸收，都是进化过的，可以放心大胆的吃。秦泽熟练地将其中1颗扔到嘴里，用力吞下。说起来，不同的魂珠味道也不一样。F 级要偏涩 ，S 级入口有点苦，吞下之后有少许回甘。怀旭见状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问道：老大，是谁教你这么吸收魂珠的？秦泽将另外1颗魂珠扔到嘴里，丝滑吞下。没人教，俺自己寻思出来的。怀旭目瞪口呆，车里其他人同样也是大吃一惊。宋老师难以置信：你不噎得慌吗？秦泽淡淡道：刚开始是有点噎，不过后面噎着噎着就习惯了。众人不能理解，但大为震撼。秦泽奇怪道：你们不是这么吸收的？大家先是一愣，随即不断摇头。局域网里瞬间炸了锅。法王，老子就知道，那么大个魂珠直接吃怎么可能吃得下？吞噬哥，咱们没直接噎死，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巨霸，所以是哪个2比要直接吞的？千面，当然是秦狗了。魂珠等级越高，体积越大，最低级魂珠只有鸡蛋大小 ，S 级魂珠却有拳头那么大。虽说武者的身体更硬，但吞噬哥他们能直接吞下去，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秦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乐其体肤。想白嫖能力，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正确的吸收方法，之所以让你们直接吞，是为了让你们学会珍惜。众分身，法王，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大家一个脑子，谁想什么其他人能不知道？秦泽老脸一红。南宫倩柔开口道：吸收魂珠的方法很简单，握在手里，用气血一点点炼化，几天后魂珠就能被完全吸收。秦泽一听要好几天，立刻就没了兴趣，还是直接吃来得快。宋老师沉吟片刻道：炼化魂珠一般都是高中教的。秦泽耸了耸肩膀，并没有。其他人也都点头。高中老师会说以后你们上大学有人会教，大学老师以为高中学过了，结果就是没人教，学生们自己无师自通。只不过秦泽无师自通的方式与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宋老师道：看来以后得在大一增设一门基础修炼课了。其实修炼的方式并不唯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就行。秦泽点头，我觉得我的就挺好。其他人一阵哑然，你说行那就行吧。人和人的体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南宫倩柔欲言又止，沉默了会还是说道：下次最好别这么吸收魂珠了，不仅危险，而且转换率低，会造成很多浪费。秦泽点头。其他人并不知道的是，秦泽的吞噬能力只要把东西吃到肚子里，就能够100%转化，实在是过于惊世骇俗。秦泽没有选择告诉他们。临近中午，一行人返回了海都。秦泽先是去码头的马戏团营地看了眼，钩子船长没有想象中的沮丧，反而正在热火朝天地指挥着水手们干活。虽然秦狗是一个忘恩负义、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但我们以德服人。今天咱们就让他好好瞧瞧，就算他不给钱，我们一样能弄条新船出来。鹦鹉站在钩子船长的肩膀上，边扇动翅膀边叫嚷着：以德服人，以德服人。空地上放着一条20米长的破旧渔船，众人正在对其进行改装。秦泽双手背后，像是领导视察一样走了进来。钩子船长只把他当作空气，不做理会。秦泽自言自语：下个魂珠给谁好呢？老板喝茶。钩子船长谄媚地献上一杯水。秦泽接过水杯，满意的点了点头。这船哪儿来的？上回海盗给的，他们实在是太热心了，我想拒绝都拒绝不了。这条锈迹斑斑的渔船被拖回来后，钩子船长就把它扔到了角落。如此小的船，怎么能够配得上他尊贵船长的身份？他觉得大概自己这辈子都没机会登上这条船。可钩子船长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是，如今这条船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秦泽看向渔人码头，平日里的热闹忙碌荡然无存，只有零星几个人站在栈桥上，各种船只整整齐齐停在港口里，似乎好久没出海了。秦泽问：怎么这么冷清？钩子船长耸了耸肩膀，
台风再加上近海有海兽，船现在都不出港了，在等着海兽和台风消失。秦泽点点头，那正好，你们现在有足够的时间缝补这条船。钩子船长闻言不屑道：2天后我们就出海了，真正的海上战士就是要勇于和大海搏斗。秦泽扯了扯嘴角，祝你好运。秦泽一直在码头营地待到了晚上，渔船被修补得七七八八。为了增强其在海上的作战能力，钩子船长特意在船头和船尾加装了一门大炮，让小船承受了他这个体格本不应该承受之重。明天海试，后天出征。钩子船长手指大海，意气风发。秦泽，这船还要海试？钩子船长白了他一眼，这叫严谨，你懂个锤子。巨霸留在了营地，他对暴走的海兽感到好奇，打算和钩子船长他们一块出海看看。有个高战力在，这艘不知道迭代了多少代的飞翔马戏人，不至于连近海还没出去就沉了。老地方，吃个饭。秦泽收到3号发来的信息，独自返回市区。老板，再烤2串腰子。秦泽刚靠近大排档，就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似乎下班的缘故，3号脱掉了执法制服。这边，3号朝秦泽招了招手。累死了，寒山的案子刚结，你邻里体的资料已经被全部封存。另外，研究所中央处理器坏了，里面什么都没留下。简单来说，关于0号项目的一切都没了，负责人直接判了个无期，0号项目就此结束了。秦泽边撸串边默默听着。3号诧异道：听说那个邻里体实验他们搞了好多次，你是第一个成功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挺特殊的。秦泽叹了口气，没办法，谁让我是世界的主角呢？没理会秦泽的臭屁，3号继续道：你有没有看到山顶的烟鬼？秦泽点头，自然是看到了。3号神秘兮兮，烟鬼当年没死，被公司藏起来了，这么些年一直都在被研究，放到寒山就是为了用其能力隐藏研究所的存在，没曾想还是翻了车。有件事挺有意思，烟鬼魂珠丢了，执行官大人并没有追查，而是同样将此事封存，那可是 S 级魂珠。秦泽闻言微微皱眉，若有所思。腰子来喽！2串刚烤好的腰子被端了上来。3号吃了口后叹息，不是那个味道。想什么呢你？又见秦泽在发呆，3号抬手在他面前挥了挥。秦泽回过神，没什么。不出意外，关于烟鬼的信息是原子哥让人封存的，毕竟包括执行官在内的那些执法都是原子哥派去的，都听他的命令。烟鬼是被马戏团刀掉的，稍微调查就能查出来，所以原子哥这是在给马戏团打掩护。原子哥人还怪好嘞，快说谢谢原子哥，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给咱们这么大好处，我不信他没有所图。S 级魂珠换成钱，一生一世花不完。群星该不会是想要收编咱们吧？臭皮匠们一通头脑风暴。最后秦泽觉得原子哥也是有意要收编禽兽们，这颗魂珠算是示好。马戏团本质上不是什么邪恶组织，只是一群阳光开朗大男孩，符合原子哥的纳新标准。1个月后，我要进行审判者考核了。3号忽然道：秦泽，恭喜啊，未来的审判者大人。3号脸上露出笑容，显得极为开心。我被遥远执行官要去了，现在他手下干活，日后成为审判者，也是遥远执行官序列下的审判者。3号一直是遥远为偶像，当初遥远到江城后，雷厉风行，清洗了一大批管理者和武者。跟着这样的老大，3号觉得日后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秦泽想到的却和3号不同，原子哥应该是又想纳新了。2人边吃边聊，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1个多小时后，2人微醺。对了，最近这段时间离海远点，海兽不知道都在抽什么风，很多都在近海游弋，攻击来往船只。昨天甚至有个变异螃蟹主动上岸攻击海滩上的行人。秦泽挑了挑眉，执法没查明原因。3号回答：在查了，不过海里的事情想要一清二楚，哪有那么容易？你别自己去作死。秦泽乖巧点头，我很惜命的，从来不打高端局。3号挥了挥手，走了，后半夜还得巡逻，等我晋升审判者，请你吃饭。目送3号离去后，秦泽也准备回学校了。先生，把账结一下，一共是324，抹个0，给330就行。老板拿着账单走到秦泽面前。秦泽，3号这个狗。随着台风登陆，海都迎来了数日的暴雨。好在海都拥有强大的排水系统，没有让水全积聚在街上。居民们除了日常生活受到了些影响外，其他没什么大碍。此外，这几天又出现了2起海兽上岸袭击路人事件。好在执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海兽及时击毙，没有让其进城造成更大的破坏。由于持续的降雨，钩子船长的出海计划也被打乱了。主要是小船上没那么大船舱，不能容纳所有人，直接出海的有一部分人在外面淋雨，分身们自然是不干的。秦泽整天无所事事，除了按时督促分身们修炼，其他时间无非是睡觉玩手机。相比之下，专业团队的其他人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疯狂修炼。研究所的经历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力，使他们心里产生了紧迫感。7天后，秦泽早上拉开窗帘，发现外面雨停了。虽然天还是阴沉沉的，但终于不用每天进出都湿漉漉的。看天气预告，台风快要离开了。胖子看着手机道：怀旭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再下几天雨，我感觉我都要发霉了。盘膝坐在床上冥想的文景睁开双眼，吐出一口浊气。要不要继续我们上次的任务？怀旭眼前一亮，拍了下大腿。对啊，我们之前不是要接任务来着，被集训给耽搁了。现在正好天晴了，时间充足，不如接着刷功勋。秦泽也觉得最近在宿舍待得有些发霉，于是点了点头。我通知陆彤彤一声，下午我们一块去任务大厅看看。上次任务的功勋其他人花的差不多了，都想着再赚些更新装备。下午太阳难得出来了会，专业团队来到任务大厅，浏览着近期发布的任务，绝大多数都是些跑腿追凶的1、2级任务，3、4级任务也有几个，但距离太远，要么在北境，要么在大陆中部。
这一来一去少说也得1个多月时间，回来后怕是赶不上百校大比。就这个吧。浏览了一阵后，秦泽选了个跑腿任务，去千流岛拿回件东西，每人10点功勋。虽然是1级任务，但却有着2级任务的报酬。大概是因为近期台风，再加上海兽频繁出没，发布者担心没人接，便将报酬上调。再慢2天时间，也能在千流岛和海都之间跑1个来回。2天10点功勋，血赚。这个任务恰好是1分钟前发布的。秦泽眼疾手快，立刻按下确认。胖子喜滋滋道：“等于是白减10功勋。”其他人也都这么认为。快去快回，可以接着刷其他任务。大家的装备都带在身上，整理完后即刻出发，直奔渔人码头。到了码头后，众人发现这个任务的难度在直线上升。没有船，为了规避台风和海兽，最近10多天几乎已经没有船出海。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秦泽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刚开局就是地狱难度。局域网里，钩子船长得意洋洋：“要不要本船长返回去接你们？”今天一早，飞翔的马戏人刚出征，秦泽想都没想，直接拒绝：“算了，你们那船我不放心，你们自己做吧。”搓船组震怒：“奶奶爹，你在怀疑我们的专业水平？你要做我们还不带你，我们的船不拉狗。”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我们搓出来的船从来没有人给打过差评。秦泽点点头：“是，都沉海底了，想打差评也打不了。”搓船组星号。正在专业团队一筹莫展之际，夏淮安忽然出现。秦泽，你怎么在这？天空中又下起了毛毛雨。夏淮安身穿黑色女士西装，走在栈桥上，长发在脑后挽成马尾，一副都市女强人打扮。女助理亦步亦趋跟在身边为她撑伞，身后还有4名脸上写满了我不好惹的猛男保镖。淮安姐在这里能够看到夏淮安，秦泽也是十分意外。听小玉说，你不是去石安参加集训了？夏淮安从助理手中拿过雨伞，站到秦泽身边。秦泽感到一股类似草木的芳香迎面扑来，十分好闻。集训结束就回来了，这些都是我的同学。我们接了个任务，正要出海去一趟千流岛。夏淮安翘眉微皱，最近又是台风，又是在闹海兽，这时候出海太危险了。秦泽无奈，要不是因为台风和海兽，我们也接不到这个任务。千流岛和海都相距不远，每天都有好多趟轮渡，正常情况下并不需要跑腿。能接到性价比这么高的任务，其实得和海兽说声谢谢。淮安姐，你这是要去做什么？秦泽看了看不远处的保镖，平均等级2级，平常出门完全用不到这么高的战力。之前和你说过，我主要是做海上货运生意的。最新因为台风和海兽的原因，千流岛被封锁，岛上的日常补给都需要从海都运送，现在没有货运公司接这趟活。行政署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将是拜托给我，我也不能见死不救。这批物资太重要，我不放心，打算跟船一起登岛。闻言，秦泽顿时眼前一亮，有顺风船。淮安姐带上我们吧，最近没船出海，我们总不能游泳去千流岛。秦泽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心软的夏淮安叹了口气，跟我来吧，下次别再接这么危险的任务了。专业团队面露喜色，众人本来都准备打道回府了。秦泽笑笑，谢谢淮安姐，我来撑伞吧。说着，他拿过夏淮安手中的伞，将伞身稍稍往他那边倾斜。察觉到秦泽小动作的夏淮安浅浅一笑。渔人码头的官方名字是海都第2货运港口，共有27个码头，290余个泊位，能保证100艘船同时作业。海都第2货运港口的前身只是一个又破又小的码头，附近渔民都叫其渔人码头。随着海都的不断建设，开辟出越来越多的海运航道。原本的第1港口已经无法满足日常的货运需求，于是在原本渔人码头的位置，第2港口拔地而起。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地人还是习惯叫它渔人码头。码头有 A、B、C 3个等级，等级越高，可供船停靠的泊位越大，相应的配套设置也越完善。夏淮安带着众人径直走向 A 区码头，刷卡验证完身份后，顺利通过闸机。那边就是我们的船。秦泽顺着夏淮安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艘万吨游轮，2艘武装护卫舰静静停靠在泊位上。秦泽不禁感叹夏淮安的大手笔，不愧是富婆，出海一趟配置这么高。专业团队跟随夏淮安登上游轮，众人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惊奇的东张西望。这船可真大。怀旭啧啧称奇，人站在甲板上，渺小的如蚂蚁。毛毛细雨此刻已经转变为了小雨，天空愈发阴沉。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秦泽发现身边的夏淮安越来越香，芬芳的植物香味沁人心脾。淮安姐的香水蛮特别的。秦泽道。夏淮安眨了眨眼睛，你姐推荐给我的。秦泽疑惑，他从未在秦玉身上闻到过这股香水味。3个多小时的路途，大家先休息，到了我会叫你们的。夏淮安将众人带到了休息室。秦泽问：淮安姐呢？夏淮安回答：我去驾驶舱盯着。秦泽点头。待夏淮安离去后，其他人才放松下来。这位姐姐的气场好强，怀旭感叹道。胖子等人十分赞同。夏淮安给他们的感觉像是君临天下的女王，在她面前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休息室很大，是一个套房，除了卧室外，还配有各种娱乐设施。怀旭等人第一次出海，这摸摸那看看，显得很兴奋。秦泽看向窗外，豆大的雨点不断拍打在玻璃上，暴雨似乎又要来了。陆彤彤看着手机，奇怪，天气预报不是说台风已经走了吗？怎么还下这么大的雨？胖子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天气预报啥时候准过？呜！随着汽笛鸣响，游轮缓缓驶出港口，2艘武装护卫舰一左一右，如同带刀侍卫。这种武装力量，哪怕遇到终极海兽，也能火力全开将其秒掉。然而，看着海上汹涌的波涛和大雨，秦泽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与此同时，钩子船长此刻正站在甲板上迎接狂风暴雨，
一手紧紧拽着桅杆上的绳子，一手用武具望远镜观察四周。船舱里的一众水手看着突然抽风的船长窃窃私语，这家伙该不会以为自己很帅吧 ？cos 加勒比海盗了又笑死，傻子才会去淋雨，好无聊。海兽怎么不来攻击我们？不敢来了，再来指定没有他好果子吃。巨霸看着桌面上铺开的航海图，将他们搜索过的海域全部标记出来。禽兽们是一群既小心眼又睚眦必报的家伙。上次在座头鲸海兽的手上吃了那么大的亏，这次出海的主要目的就是找他报仇。然而，飞翔的马戏人已经在海上晃荡了一个上午，除了几头小型海兽外，并没有发现座头鲸的影子。巨霸看着海图，决定加大搜索范围。砰！就在这时，船身一阵剧烈摇晃，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巨霸满脸黑线，开船的时候能不能把眼睛给戴上？局域网里响起剁手委屈的声音，不是触礁，是有什么东西撞到咱们了。巨霸微微皱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莫非是对方主动送上门来了？快出来看！甲板上的钩子船长大喊。巨霸闻讯，立刻顶着风雨走出船舱。一众水手也好奇跟了出来。钩子船长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咧嘴笑道：“我有种直觉，咱们要找到传说中的大海秘宝了。”不远处，剧烈起伏的海面下有一大团炫目的光亮，像是海底的小太阳，边缓慢移动，边散发着璀璨的金色光芒。而在这团光亮的后方，数头海兽正在追逐，宛如飞蛾扑火。刚刚就是有头小型海兽没看路，一头对在了船侧。还好这艘表面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船在临出海前进行了加固，要不然刚才那一下就得被干碎。那是什么？钩子船长收起望远镜，光团已经开始离船越来越远。巨霸摇了摇头，是什么他不清楚，但那玩意怎么看都不像大海秘宝。水下的东西想要在船上看清太难了。巨霸灵机一动，拎起身边的一个分身，朝那团光亮用力掷去。扑通！分身狠狠拍在水里，在狂风骤雨之中起起伏伏，若一叶孤舟。咕噜噜，我不会游泳。咕噜噜，巨霸。咕噜噜，我俏丽吗？分身是老家伙了，只有1级出头的水平，脑海在水面进进出出。巨霸沉声道：“我知道你不会游泳，趁着还没淹死，赶紧发挥一下余热，看看那光团是个什么东西。”分身破口大骂，一个浪头猛地砸下，将其狠狠按在水里。混沌的视野中，他能看到一群海兽在快速游动，拼命追逐前方的光，而那团光并没有实质形态，反而像是史莱姆一样不断变化着形状。分身用气血推动身体浮出水面，巨霸将游泳圈扔到他头顶。看到了没？巨霸点点头，回来吧。飞翔马戏人缓缓靠了过去，将分身捞了上来。这波我可是立大功了。分身冻得跟鸡仔一样瑟瑟发抖，仍旧不忘邀功。巨霸随手画了张饼，不错，你有竞争下颗魂珠的机会。下颗魂珠影子还没见到，但已经许诺给不知多少个分身。钩子船长兴奋道：“好东西，要发财了！小伙子们，扬帆起航，给我追上去！天天在海上炸鱼，无聊的都快要长草了。真正的船长就是要探究大海之秘。”飞翔的马戏人调转船头，也开始追逐那团光。游轮休息室里，秦泽也通过分身们的视角看到了那个怪异的景象。不出意外的话，近日来暴乱的海兽就是受到了那团光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大海里的未解之谜实在太多。这次的功勋，你们准备怎么画？怀旭已经开始畅想起了未来。陆彤彤想了想，我想买个防御武具。胖子挠挠头，我还没想好。文景再攒攒。怀旭摸了摸身后的弓，我准备买把大狙。秦泽诧异的看了过去。怀旭道：“大人们，时代变了，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当传统弓箭手？”呜！众人闲聊间，外面突然响起一声空灵浩渺的声音，将海浪和雨声盖了过去，在海面之上久久回荡。秦泽面色大变，是那头座头鲸海兽。呜！鲸鸣声再度响起。陆彤彤等人来到窗边东张西望。鲸鱼爱。陆彤彤双眸亮晶晶的，想要看鲸鱼浮出水面。对于常年在海上作业的人来讲，看到鲸鱼意味着好运。可众人不知道的是，这并不是一头普通的鲸鱼。走！秦泽面色严肃，让大家带上装备后，匆匆赶往驾驶室。通过秦泽的表情，专业团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敢掉以轻心。驾驶室，夏淮安边喝咖啡边看向窗外的极端天气。出发之前，他特意向气象局确认过，未来24小时都是晴天。可现在还没等到千流岛，中途就遭遇了暴风雨。有头座头鲸在我们附近。船长忽然道。旁边的大副笑了笑，看来我们这一路能平安抵达。不对劲，船长眉头紧锁。怎么了？夏淮安问。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鲸鱼才会浮出海面。船长回答。现在这种鬼天气，他们只会在深海里待着。砰！驾驶室的大门被从外面推开，秦泽和专业团队走了进来。是海兽。秦泽沉声道：“那不是普通的座头鲸，是一头海兽。”大副不屑地看了眼秦泽：“你说是海兽就是海兽，毛都没长齐，上一边玩去。”夏淮安立刻对船长道：“通知护卫舰，找到鲸鱼的位置后就开火。”船长觉得夏淮安有些大惊小怪，我们已经到千流岛附近海域了，座头鲸海兽那么大，不会出现在近海。夏淮安声音轻冷：“我说找到它，攻击！”船长和大副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他们甚至有点喘不过气。大副忙开始呼叫：“镰刀1号、2号，这里是远洋号，附近有一头鲸鱼，把它找出来击毙。”电流的杂音中传来了对方的回复：“收到。”座头鲸在鸣叫2声后便没了动静。秦泽心里的那股不安却是越来越强烈。滋滋啦啦的通讯频道里很快响起2艘护卫舰的战斗指令，探测声呐已经锁定目标，正在向我们高速移动，东南方向200米。深水炸弹准备，3、2、1，放！2艘武装护卫舰朝着目标投放出共10发深水炸弹，轰的一声，水幕冲天起，命中目标。
驾驶室内众人面露喜色，夏淮安也松了口气。这艘船上可是有着千流岛接下来1周的补给，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目标仍旧在高速移动，预计15秒后到达。主炮开始装填，这下护卫舰的指挥声音开始变得些许慌乱。虽然命中目标，但似乎并没造成有效伤害。秦泽站到夏淮安身后，紧盯着前方海面。哗啦啦，一黑色巨物猛地跃出海面，那200多米长的庞大身躯横在游轮前方，如同一座高山。船长瞪大了眼睛，高级海兽。大副则是一屁股瘫坐在地。他想不明白千流岛附近为何会出现高级海兽。出海30年，他见过中级海兽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这种大家伙一般不都是栖息在远洋深海中的吗？轰！2艘护卫舰的主炮同时开火，460毫米穿甲弹打在座头鲸海兽身上，却跟挠痒痒一样，仅是蹭破了其外皮。跃出水面的庞大身躯向其中一艘护卫舰砸去，船还没来得及做任何紧急避险，直接被拍成皮肤碎片。向千流岛海上巡逻队求援，夏淮安忙道。船长的右手颤抖着按在通讯器上，这里是远洋号，我们在距离千流岛以北15海里的位置遇到了高级海兽，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说时迟，那时快，仅在又开了一炮之后，另外一艘护卫舰也被座头鲸巨大的尾巴一分为二。看着向远洋号迅速逼近的座头鲸，船长通过船上的广播绝望大喊，准备迎接撞击。夏淮安双手紧紧抓住椅子两侧的扶手，俏脸发白。轰！座头鲸下一秒侧身撞在远洋号上，舱内众人顿时东倒西歪。秦泽右手轻轻按在夏淮安肩膀，将他固定在椅子上，这才没有摔倒。咱们也太倒霉了吧！怀旭捂着脑袋骂骂咧咧。秦泽只想说，年轻人更倒霉的还在后面。座头鲸刚才那一撞，船身破开一个大洞，海水正疯狂倒灌。短短几秒钟时间，船身侧倾便达到了10度。对于飞翔马戏人上的水手们来说，区区10度而已，完全不值一提。但远洋号上的人显然没有那么专业。眼看船倾斜得越来越厉害，船长立刻做出决定，弃船。船员们跑到外面，在暴风雨中争先恐后的涌向逃生艇。秦泽紧紧拉着夏淮安的胳膊，和专业团队一起登上了艘逃生艇。就在这时，座头鲸再度浮出水面，几十米长的尾巴携排山倒海之势抽来，这一击重重拍在了龙骨上，龙骨随之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远洋号变成了2截。在船彻底倾覆的前一刻，秦泽等人所在的逃生船及时脱离，没被远洋号扣住。座头鲸海兽像是找到了一件好玩的玩具，哪怕远洋号已经断成2截，它仍旧不停地对其攻击。那些没来得及上逃生船的船员此刻都在海面上浮着，像是沸水里的饺子，随波起伏。很快，座头鲸对残骸失去了兴趣，开始猎杀船员和逃生船。专业团队不敢有丝毫怠慢，开着小船向千流岛疾驰。夏淮安身上的衣服都被打湿，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寒冷，身体不住的发抖。秦泽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淮安姐别担心，救援马上就到了。夏淮安叹了口气，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这里离千流岛还有一段距离，海上巡逻队到了，怕是只来得及给他们收尸。他觉得秦泽过于乐观了，但夏淮安不知道的是，秦泽所说救援并不是千流岛的海上巡逻队。秦泽吸了吸鼻子，扭头看着夏淮安道：“淮安姐，你好香啊！”船上众人惊诧地看向秦泽，这是什么虎狼之词？陆彤彤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失望，像是在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秦泽。胖子悄悄朝秦泽竖起一根大拇指，怀旭也挤眉弄眼，唯独文景两耳不闻窗外事。夏淮安剜了秦泽一眼，现在这个场合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吗？大家都还在逃命哎。秦泽意识到众人误会了，忙解释道：“我是说淮安姐身上的香水很香，味道很特别。”之前上船的时候，秦泽便闻到淡淡的花香，此刻夏淮安身上的衣服尽湿，味道更浓。胖子点点头，确实，我也闻到了。陆彤彤目光变回柔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秦泽。Sigma， 夏淮安无奈扶额，现在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秦泽淡淡道：“淮安姐别担心，虽然后面有头高级海兽在追我们，但它游的没有我们屁股下的快挺快。”话音刚落，座头鲸扎进大海，哗啦一声，在小船后方掀起冲天水幕。秦泽右脚轻轻一踩，将眼看翻掉的小船扶正。泽哥，别在这时候立 flag 呀喂！胖子大声道。陆彤彤看着后方相距不远的海兽，发动能力往右加速。掌舵的文景迅速拐弯，终极海兽与小船擦肩而过。不过庞然大物还是掀起了滔天巨浪。白虎火星拳，秦泽蓝炎外放，蓝炎轰击海浪，瞬间将其蒸发。座头鲸似乎非常诧异，他没想到船上的几个小东西竟然能躲过他的攻击。一时间，他再度调转方向，朝小船急速游来。左边，右边减速，就是这个方向，全速冲刺。陆彤彤用能力不断推演着座头鲸的攻击方向，总是能够让小船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座头鲸3番5次的攻击全部落空，这使得他极为恼怒。噗！换气孔喷出100米高水柱，在空中形成一连片的水箭，劈头盖脸向众人砸下。陆彤彤双目泛红，右眼的眼角处甚至已经流出血迹，显然他的能力已经维持到了极限。可以了，秦泽连忙大声制止，他真怕陆彤彤再继续推演下去，把眼睛推演瞎。闻言，陆彤彤立刻闭上了眼睛，气息萎靡。剩下交给我。秦泽起身，双脚用力一蹬，御空而起。玄武盾，有火刑术加持的玄武盾，其防御力再上一个台阶。只见一个巨大的玄武虚影在秦泽周身凝聚，四周星星点点蓝色火焰在燃烧，覆盖了小船上方。嗖嗖嗖，密密麻麻的水箭破空而来，全部被玄武盾拦下。蓝炎那上万度的高温直接将靠近的水箭蒸腾。一时间，小船附近水雾弥漫，将座头鲸视线遮挡。
有专业团队在，秦泽束手束脚，不然变身能把座头鲸锤爆，甚至可以放出战争迷雾笼罩海域，座头鲸下辈子也找不到他们。秦泽大声道：“胖子，搓火球！”胖子立刻明白了秦泽的意思，他右手紧握木杖，开始凝聚精神力，释放武术。怀旭弯弓搭箭，为胖子争取时间。他体内气血蒸腾，箭矢表面覆盖一层红色流光。嗖！怀旭右手松开，箭矢如怒龙怒吼而出，精准命中100米开外座头鲸的大脑门。奈何攻击力不够，箭矢插在座头鲸脑袋上，像是扎了一根牙签。座头鲸被彻底激怒，快速游来。与此同时，一发火球在胖子掌心凝聚。秦泽用气血震起一面面水墙，胖子用火球术不断轰击。随着海水的快速蒸发，一个低配版的战争迷雾出现，白色的水蒸气将附近笼罩，冲进来的座头鲸一时迷失了方向。他一头扎进深海，从下往上看，很快便看到了海面上一团疾驰的黑影。秦泽也知道低配版的战争迷雾迷惑不了座头鲸多久，他拿出数张符箓扔到小船船尾，水遁，五行之水刹那激活，一道大浪将小船拖起，开始贴地飞行。胖子眼前一亮，牛逼啊，泽哥，还有这么一手！专业团队齐齐松了口气，飞这么快，那大家伙一时半会应该追不上来了吧？然而刚飞出几百米，疾驰中的小船被猛地顶了起来，像是一个皮球被高高的抛向10几米的高空。座头鲸再度跃出海面，巨大的尾巴向着小船凌空抽射。从座头鲸的眼睛里，秦泽看到了一抹人性化的戏谑。跳船！秦泽一手一个把夏淮安和陆彤彤拎起来，夹在胳膊下边，然后跳出小船，其余人紧随其后。砰！半空中，小船被座头鲸一尾巴拍烂，化作无数零件天女散花落在海面。扑通！秦泽等人接连落水。座头鲸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他张开30-40米长的血盆大口，摆动着尾巴急速冲刺，要将所有人吞掉。秦泽暗骂一声，看着近在咫尺的巨大海兽，他不得不拿出点真实实力了。轰！一道红色光束贴着海平面从远处激射而来，狠狠轰在座头鲸侧身，留下半个吉普车大小的血洞。救世主降临！局域网里响起钩子船长的声音。秦泽扭头看到满是补丁的飞翔马戏人正乘风破浪，钩子船长站在船头，意气风发。一旁巨霸额头的树童正在蓄力，准备给座头鲸再来下狠的。秦泽在局域网中道：“你们是老寒腿吗？隔壁80岁老奶跑得都比你们快。”分身们看着水里秦泽那有些狼狈的模样，自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擦，大爹们千里迢迢来救你，还就出错来了是吧？莫避避，等着爹们一会去捞你就完了。妈叫落水狗啊，这不就是落水狗？你为什么在水里泡着啊？他生性就爱泡澡。钩子船长洋洋得意，咱这波也是露了大脸。主炮装填，瞄准目标，开炮。一名分身主动请缨，我来。虽然这炮的岁数已经是奶奶辈，但经过改造后的一血目前还在。分身兴致勃勃，想拿下第一炮成就。片刻，分身将炮弹生疏的塞进老旧炮筒，大声怪叫 ：“Fire in the hole！” 随之轰的一声巨响，奶奶炮炸膛了。剧烈的火光在飞翔马戏人的甲板上冲天起，炸膛的奶奶炮变成了一地零件。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扫荡了小半个甲板，炮手分身首当其冲，被甩进了10几米外的海里。一个浪头拍在他脸上，瞬间打出 GG。不远处的钩子船长也受到了波及，还好巨霸眼疾手快，将快要坠海的船长给拉了回来。一众分身们幸灾乐祸，还想打炮不？成就没刷成，小命还搭里面了，笑死爹！我的评价是纯纯的白给。开团先痛击我的队友，演员是吧？有这样的好队友，想输还不容易。钩子船长满脸黑线，这炮是他从黑市上淘来的，当初老板向他再三保证，这炮虽然岁数大了点儿，但依旧还是很能打的，射程之内只拿打了，且老板强调好几遍，肯定不会炸膛。这叫不会炸膛？远处的座头鲸明显一愣，炮他是认得的，最近这些天没少挨轰，尽管打在身上不疼不痒，但谁也不愿意平白无故让蚊子咬上一口。座头鲸刚才正准备潜到海里躲一炮，却看到炸起的火光，惊呆了。泡在海里的文景不确定道：“那是我们的支援。”秦泽扯了扯嘴角，大概是吧。对于炸膛的奶奶炮，秦泽毫不意外，或是说不管他们整出什么活来，他都不会意外。轰！巨霸的红色射线再次发射，座头鲸迅速潜到水里，想到了前些天在海里与一个巨人的遭遇战，又是这伙人，自知不敌，气呼呼的座头鲸尾巴一甩，钻进了茫茫深海。钩子船长不甘地拍着桅杆，又让他给跑了。巨霸第3只眼闭合，海里是他的主场，想走我们留不住。飞翔的马戏人本来是去追逐光团的，半路接到秦泽的消息，让他们过来准备捞人。好在相距不远，他们很快就到了。这次营救行动总体来说还是十分顺利的，仅仅损失了一门奶奶炮和一名炮手。飞翔的马戏人缓缓靠近众人，将他们全都捞了起来。钩子船长张开双臂，十分热情道：“欢迎诸位来到飞翔的马戏人，请诸位坐好扶稳，我们马上启程。”夏淮安皱起眉头，看着这群戴着五花八门禽兽面具的家伙，沉声道：“你们不是千流岛的海上巡逻队？”钩子船长淡淡道：“当然不是，我们是附近的渔民，听到这边的动静，特意过来瞧瞧。你们走运了。”见钩子船长一直在画面，秦泽不耐烦，赶紧给我们找一间干净的船舱。钩子船长冷哼：“你瞅瞅你这个熊孩子，什么态度？就是这么对你救命人的？”怀旭连忙道：“大哥别生气，我们老大没有别的意思，他这个人一向心直口快。我们都是海都学府的学生，有任务要去千流岛一趟，您能把我们就上船，实在是太谢谢您了。”钩子船长瞥了秦泽一眼，仰起脸：“你这个人说话还是怪好听的。走吧，本船长带你们去船舱。”狭窄的走廊里，钩子船长在最前面带路，专业团队和夏淮安跟在后面。进去吧。
在半个小时就到千流岛了。钩子船长推开舱门，一股腐朽的气息迎面扑来。众人并不嫌弃，毕竟刚在海里泡了那么长时间的澡。忍了一路的陆彤彤忽然开口问：“你们是马戏团？”钩子船长扬了扬眉毛：“你听说过我们的故事？”陆彤彤摇头：“没有。”钩子船长撇嘴：“那你说个屁啊！”陆彤彤连忙说：“我的意思是你脸上写满了故事啊，不是，我们之前在寒山见过你们的人。”钩子船长淡淡道：“我们马戏团的足迹遍布整个泛大陆，无论你在哪里见过我们的人都不足为奇。妮子，努力变强，你现在的修为想加入我们还不够看。”说罢，钩子船长转身离去，双手背后一副高人风范。陆彤彤张了张嘴：“我没说要加入啊。”看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具，他只是好奇他们是不是一伙的而已。胖子小声道：“一群奇怪的家伙。”秦泽，大家先休息吧。船舱不大，只有2张单人床。男士们发扬精神，把床留给了2位女士。怀安姐，手给我。湿漉漉的夏怀安抬起头，面露不解。秦泽不由分说的拉起她的手腕，随着气血运转，夏怀安湿透的衣服被瞬间蒸干。好了，谢谢。夏怀安莞尔一笑。衣服干了之后，浓郁的芳香消失大半，不仔细闻很难闻到。秦泽转身坐在椅子上，心里很奇怪。这时他感觉有人在拽他的衣角。秦泽扭头见同样湿哒哒的小鹿可怜兮兮的看着他。手给我。小鹿嘴角稍稍上扬，将手腕搭了上去。秦泽又帮他把衣服蒸干。夏怀安看着2人的互动，心里感到一阵好笑。秦泽并未觉得有什么，毕竟陆彤彤之前透支能力，体内气血所剩无几。陆彤彤收回手，小声的说了句谢谢，眉宇间满是雀跃。胖子、怀旭和文景抬头看着天花板，感到一阵惆怅。他们觉得此刻自己不应该传令，而应该在船底。中午，飞翔的马戏人抵达千流岛，与之一同抵达的还有海上巡逻队的2艘船。远洋号和护卫舰上的幸存者们都被巡逻队救了上来。雨暂时停了，不过天依旧是灰蒙蒙的。夏怀安下船后与行政署的人进行交流，答应他们明天将再派来1艘货轮。夏怀安带秦泽他们入住了岛上最好的酒店。许是受到了惊吓，夏怀安吃完午饭后就在酒店休息了。秦泽他们简单的冲了个澡，换身干爽的衣服，然后便聚在一起开了个小会，状态都还行。4人点了点头。陆彤彤吃了一粒气血丹，体内亏空的气血补充了大半。秦泽，那咱们就速战速决，先把任务做了。其他人也正有此意。稍后，专业团队带上装备离开酒店，走进蒙蒙细雨之中。这次的任务是由学校的一位教授发布。那位教授在岛上无法回学校，特意叫了跑腿服务。接连数日下雨的缘故，千流岛的天灰扑扑的。咚咚咚，细雨中，秦泽和专业团队敲响了教授的大门。咔！片刻，门打开，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者出现在门口。秦泽，许教授。老者点头，没错，是我，进来吧。许教授住的地方是一小型独栋别墅，偌大的客厅里静悄悄的，似乎只有教授一人住在这里。不过房间打扫得十分整洁，角落里可以说是纤尘不染。我们是来取东西的，需要与您核对身份信息。秦泽拿出手机，上面有学校任务大厅的网络平台，双方需要在上面核对验证码和指纹，以确保彼此身份。一系列繁琐的过程结束后，秦泽放下手机，这样就可以了。东西在哪儿？许教授拿出一个黑色包裹，语气严肃道：“这里面是我半年来收集的样本，必须安全送回海都。”秦泽点头，放心，我们是专业的。说着，他将包裹交给陆彤彤收好。有件事得和教授您提前说清楚，最近封海的事情您也知道，我们来时遭遇海兽袭击，3条船都沉了，现在要回海都只能等有船出海。秦泽说明缘由，现在肯定是回不去海都的。千流岛港口和第2港口一样，处于半封闭状态，几乎没有船出海，最快也得等明天夏淮岸的物资船抵达。前提是物资船没有再次遭到海兽袭击，顺利到港口，且第2天返回，不然专业团队还是搭不了顺风船。听到秦泽的话，许教授的情绪忽然变得激动起来。你们遭遇了几头海兽的袭击，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吗？在专业团队怪异眼神的注视下，教授发现自己有些失态，忙解释说：“我没有其他意思，我是专门负责海兽研究的，已经在岛上待了3年。海都学府的海兽生物学院是我一手创立。”秦泽挑了挑眉毛，这个海兽生物学院他略有耳闻，是海都学府的一个冷门不能再冷门的专业，每年的招生名额仅是个位数，即便如此，名额还是招不满。海兽是海都的特产，除了海都附近海域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海兽。专业学生对自己未来就业的前景堪忧，这么些年来，几乎只有许教授一个人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秦泽心里叹了口气，海兽是因为原本蓝岩界世界之源外泄诞生的，如今那片世界已经湮灭，失去世界之源的注入，这片海域再也不会诞生新的海兽。再过180年，海兽将成为历史课本上的东西。届时，许教授现在所研究的一切都将是徒劳。如果此时把这个消息告诉许教授的话，他怕是会直接道心崩塌。看了看教授的年龄，秦泽还是决定让老人家安享晚年。我们是5院的。秦泽道，来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头海兽，200多米的座头鲸。许教授的眼睛焕发出光芒，面前的桌子上摆放了一堆稿纸，他在其中不停翻找。是他吗？很快，许教授找出一张照片，看拍摄角度应该是在船上。照片里的天气风和日丽，一只巨大的座头鲸跃出海面，喷气孔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水汽在空中形成一道漂亮的彩虹。不得不说，这张照片的艺术成分很高。秦泽点点头，是他。许教授的脸上露出和煦的笑容。他叫小白，7级海兽，性格十分温顺，平日生活在远海，天气好的时候总会浮出水面，偶尔会与过往的船只互动。秦泽扯了扯嘴角，你管这叫性格温顺？合着所谓的互动就是把船撞翻，把人全都吞到肚子里是吧？
看到秦泽的反应，许教授痛苦地摇了摇头。最近不知怎么着，小白的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开始主动攻击海上航行的船只。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大概是许久没有和人交流，又聊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许教授的话逐渐多了起来。你们知道海兽是怎么诞生的吗？秦泽摇头，不知道。许教授开始向众人讲述他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海兽是海都附近海域的特产。海都附近的大海一定有某种特殊的能量场，能量场让普通的海洋生物发生异变，诞生了海兽。这种特殊的能量场具体是什么，我还不清楚，但我用精密仪器捕侦测到过。千流岛以东70海里的远海是能量场波动最剧烈的地方，那里也是海兽最多最活跃的地方。但自从异界入口消失后，能量场的波动也消失了。我推断这个能量场与异界有关。随着一切消失，这一切也无法验证了。秦泽心中的惊叹一闪而逝。许教授的确是有点东西的，他的研究推论距离真实答案8、9不离10。千流岛东边那个位置，应该就是蓝岩界在海中的裂缝。看着桌子上小白的照片，许教授沉声道：“海兽与异兽不同，它们是我们本世界的产物，各方面的属性都要高于普通海洋生物，却又远弱于异兽。这一点，秦泽深有体会。当初2级的法王和巨霸能直接秒3级海兽。小白按海兽等级划分，虽是高级海兽，但也就4、5级异兽的水平。巨霸的射线一轰一个窟窿，也就是在海里。换作岸上，巨霸自己就能把它爆锤。正如许教授所言，海兽是本土生物，与异兽这种外来者完全没有可比性。”许教授继续说：“我想要弄清楚海兽的异化过程，如果能将其作用到人身上，届时全民异化，人族整体战力将突破一个新的高度。”说到此，许教授眼中满是希冀。秦泽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只能说许教授的想法是好的，但实现的可能性为0。海兽诞生的条件是源源不断的世界之源，世界之源如此珍贵，没有哪个世界猎杀者会愿意将其贡献出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么做性价比太低。海兽的出现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几十年至上百年，其中更是要耗费大量世界之源。就算一切顺利，培养出来的也是一群脆脆鲨。若是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会诞生不少中高级武者了。相比之下，用世界之源培养人类海兽实在是不划算。秦泽扪心自问，他是不会贡献出世界之源的。用命换来的东西，岂能白白施舍出去？没错，分身的命也是命。世界之源有咱们的一份，分点不过分吧？陈复义，每次世界之源争夺战都是我们打头阵出生入死的，享受享受怎么了？局域往内，分身们提出抗议。秦泽，天地良心，除了偶尔我用庇护空间跑路外，世界之源不一直都是你们修炼在用？你们看我什么时候自己一个人偷偷修炼的时候开过庇护空间？众分身沉默1秒钟后，全体起立。操！你真是脸都不要了！你特么的修炼过？我的母语是无语，我俏丽吗？秦泽与分身们进行了一场友好且亲切的交流。如果真成功了，教授您将名留青史。怀旭是个合格的捧哏，竖起大拇指。许教授笑了笑，随即正色道：“最近几乎所有的海兽都变得极为暴躁，我正在探明原因。如果是因为异变的话，那这个方法就不能用在我们人身上了。”秦泽忽然想到了林思瑶，这么一对比，许教授还是有道德底线的，不像是林思瑶，明知异化者弊端极大，仍旧不放弃。中高级海兽数量是很少的，哪怕在深海也是一样。我在千流岛研究的这30年来，看到的高级海兽屈指可数。当然了，也不排除他们都喜欢待在海里，不像小白那样喜欢浮出水面。许教授侃侃而谈，讲述着这些年来与海兽接触的点点滴滴。一聊到海兽，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茶泡了一壶又一壶，临近天黑，许教授的话匣子总算是关上。真是抱歉，让你们听我这个老头子唠唠叨叨这么久，的确是太久没有与人交流过了。秦泽笑了笑，教授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同样也是获益匪浅，免费的知识我们可不能放过。许教授对秦泽的感官不错，谈吐得当，年纪轻轻便已是3级武者，未来有大好的前途。许教授点点头，你们不嫌我是个话痨就好。秦泽起身，天黑了，教授您早点休息，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许教授将众人送至门外，目送专业团队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夜色中。胖子道：“老教授还挺健谈。”怀旭打了个哈欠，让我瞬间回到了高中时代的文化课。文景沉声道：“如果许教授的研究能够实现的话，对人族的确会是一次蜕变。”陆彤彤小声说：“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秦泽瞥了他一眼，这丫头多多少少应该也推测到了一些。关于下午许教授的讲述，有一件事情引起了秦泽的兴趣。在远海众海兽的汇聚之地，许教授1年前的一次勘探中，曾看到过一团光亮在海底快速游动。许教授的讲述与今天钩子船长他们所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光团在前面跑，一大群海兽在后面追。许教授仅遇到过那一次，后面再也没有看到过。众所周知，会发光的东西，其价值肯定低不了。一行人回到酒店后，外面再次下起了瓢泼大雨。夏怀安将众人叫去了酒店包厢，早已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经过1下午的休息，夏怀安的气色已经好了不少。你们的任务结束了吗？夏怀安问。秦泽点头，完成了一半，现在只需要把东西给送回海都就行了。对了，怀安姐，明天物资传到了以后会立刻返程吗？夏怀安摇了摇头，大概率不会，这得看船长的意思。最近海上的情况太危险，船长也不可能拿一整艘船人的性命冒险。话落，夏怀安认真地看着秦泽的眼睛。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老老实实在岛上待着，我什么时候回海都，你们再和我一块回去。秦泽回答道：“放心吧，我们不会自己出海的。你也看到了，现在连艘船都没有，我们又不会飞。”夏怀安淡淡道：“这还差不多。”吃过晚饭，大家各自回房间休息。随着夜色渐浓，秦泽悄悄离开酒店。他独自走进一个偏僻的角落，在出来之后，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满是络腮胡的大汉。
换完脸后的秦泽又来到了上次和法王他们一起去的那家酒馆。由于蓝岩界的消失，岛上失去了一大批冒险者。好在千流岛附近有几个海兽猎场，千流岛由于地理位置较好，成为各捕猎队的中转站，各店铺的生意倒也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大不如从前。最近岛上人员滞留，晚上酒馆里人满为患，佣兵、水手、浓妆艳抹的女人齐聚一堂。秦泽刚推开门，一股混杂着酒精、汗臭和劣质香水的味道便扑面而来。要快了吗？一个上了岁数的兔女郎扭动着腰走到秦泽面前，只是对方那松垮的皮肤和干瘪的果实很难让人多看一眼。秦泽婉拒：“不用了，谢谢。”拒绝了推销后，秦泽径直来到吧台边坐下，随便点了杯酒，精神力放开，酒馆客人的谈话声尽收耳底。收集消息，这种鱼龙混杂之地是首选。一方面，秦泽想要看看明天有没有出海回海都的船；另一方面，他还想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团光。等这票干完回家，我就和我未婚妻结婚。看到那女的了吗？老润了，你晚上可以试试。雨什么时候能停？我都快要长蘑菇了。滚滚滚，老子啃不动老牛。遗憾的是，都是一些毫无营养的信息。兄弟，看你有点面生，今天刚上岛的。一个浑身酒气的男人忽然坐在了秦泽身边。男人一头鸟窝似的头发，胡子拉碴，衣服领口和袖口上的油渍乌黑发亮，身上的酸臭和酒精混杂在一起，味道十分酸爽。兄弟今天刚上岛。见秦泽不搭理自己，他又问了一遍。秦泽点了点头。男人上下打量秦泽一番，看你这身行头，应该也是随船水手吧？秦泽实在是有些烦了，随口答道：从海都来的路上，船被海兽顶翻了，被路过的海上巡逻队捞上来，捡了条命。酒保似乎十分嫌弃男人，特意往旁边站了站，用精神力扫了2遍。秦泽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决定打道回府。又是海兽袭击，看来聚在这酒馆里的都是些倒霉蛋。男人自嘲似的笑笑，旋即话锋一转：兄弟，你不好奇为什么那些海兽会突然抽风吗？秦泽瞥了他一眼，和我有屁关系，我又不是学者，我只关心哪里低级海兽多，哪天海兽的价格会上涨。抽不抽风是那些四眼书生该去操心的东西。秦泽将一个糙汉水手扮演得淋漓尽致。男人咧开嘴角，五官挤在一起，像是一朵没擦干净的菊花。这个原因还真会影响海兽的价格。秦泽淡淡道：有屁就快放。男人不太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喉咙有点干。秦泽打了个响指，对酒保道：一杯啤酒。酒保冲秦泽摇了摇头，秦泽却是不以为然。酒。片刻，酒保将一大杯啤酒推到男人面前。男人迫不及待拿起酒杯，一口气干掉大半。秦泽，喉咙还干不干了？男人腼腆道：不干了。秦泽右手关节轻轻敲击着桌面，那就快点放，我没那么多时间和你浪费。男人清了清嗓子，神秘兮兮地开口：海兽之所以暴动，是为了争夺龙王之位。秦泽皱起眉头，不悦道：你是不是把我当傻逼了？局域网里一众分身笑得前仰后合，乐死爹了，讲上神话故事了，哥这有一说一，你确实挺傻逼，连醉鬼的话都信。好家伙，上咱们这来骗吃骗喝来了，背个胆，占我们便宜，待会出门就拿麻袋给他套上。用什么色的麻袋？彩虹色的吧？看到秦泽那要杀人的眼神，男人连忙摆手：我接下来要说的全部都是我亲眼所见。半个多月前，也就是海兽还没有暴动的时候，那是我随船去远海猎杀海兽，在馒头岛附近。你猜我看到了什么？见秦泽完全没有想和自己互动的意思，男人尴尬地将杯子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我看到了一条龙，准确地说是一条龙的尸体。那条龙有近1000米长，就那样横在海面上，周围汇聚了众多海兽。男人瞳孔逐渐放大，握着酒杯的手在略微发抖，既恐惧又有一丝兴奋。我从未见过那么多海兽在一起，放眼望去，至少有几百头。他们像是在举行葬礼，围绕着那条龙的尸体在不停游动，附近的海水都跟着一起沸腾，看得我头皮发麻。不得不说，男人很有讲故事的天赋，熟练的口条再加上偶尔的肢体动作，将场景描述得绘声绘色。过了没多久，那些海兽就开始疯狂撕咬龙尸，龙血大片洒落，方圆几公里海域内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海上一直都流传着一个传说，龙是大海的统治者，在救统治者陨落的那一刻，新统治者会用自身强大的实力重新统治这片大海。那些海兽正是在瓜分上任统治者的力量，想成为新王。说到这里，男人清了清嗓子，欲言又止。秦泽示意酒保再给男人倒一杯啤酒。酒保叹了口气，看到又一杯满满的啤酒，男人喜上眉梢，喝了口后，他继续道：葬礼变成了生者的狂欢，但这场狂欢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大团炫目的光从海底升腾而起，那光太亮了，像是太阳掉了下来，根本没有办法直视。等到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些撕咬龙尸的海兽已经开始四散溃逃，光亮也随之消失。疯狂的海兽很快开始攻击我们的船，船沉了，还好我提前坐上逃生艇，独自跑出那片海域活了下来。男人脸上满是认真，他们在竞选新的王，攻击船只是他们在刷声望，证明自己的强大。说罢，男人又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酒，舔了舔嘴角。当时跑得太快了，不然搞点龙肉，咱也尝尝什么味。秦泽沉默不语。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扫了眼醉醺醺的男人，秦泽若有所思。王老六，你又在这边故事骗人久了。隔壁桌搂着年轻兔女郎的水手大声道。男人摆摆手，放屁，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能叫骗？水手吐出一个烟圈，乐道：这几天晚上我已经从你这听了至少5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前天你是独自出海寻宝，昨天是追海兽追到了馒头岛，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版本。你特娘的当水手屈才了，应该去做说书先生。王老六一下子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急得面红耳赤。你胡说，龙尸是我亲眼所见。你们懂个锤子，要是能得到龙尸，泼天富贵都是小的。9级海兽的尸体好好利用突破2、3级没问题。水手戏谑道：
你们看，急了，老六急了！半个酒馆的人跟着哄堂大笑，屋内满是快活的空气。王老六狠狠跺了跺脚，气呼呼地走出酒馆，没了乐子，众人便又继续喝酒。先生，您被骗了。柜台后面的酒保边擦着酒杯，边对秦泽说：“王老六是在7天前被人从海上捞上来的，当时半死不活。打那以后，天天晚上来这找面生的客人骗酒喝，来来回回就是那一套，龙狮光团什么的。”秦泽将杯子里最后的酒喝光，随后把一张钞票放在桌子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当个下酒故事听也不错。接着，秦泽在局域网中沉声道：“跟上去。”王老六摇摇晃晃地走出酒馆，灯光微弱的街头笼罩着一层蒙蒙的水雾，一群有眼不识金镶玉的狗东西。王老六一脚踢飞路上的瓶子，打了个9格。连日的大雨导致街上行人稀少，再加上时间又晚，此刻只有王老六一人在晃荡。哗啦！王老六路过小黑巷子的时候，一个彩虹色的麻袋套在了他脑袋上，砰！紧接着一记闷棍敲在头上，王老六发出一声哀嚎。看着倒在地上陷入僵直状态的老六，旁边几个戴着禽兽面具的家伙嘟嘟囔囔，这就晕了。按理来说，酒精不是应该加抗性的？干！早知道我敲第一棒好了，现在没得敲了。谁说没得敲？砰一声闷响，王老六又被补了一棍，扛走。一人将老六扛在身上，立即撤退。某处无人民房，扔到地上的王老六被浇了一盆水。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睁开眼睛的王老六看着几个戴着面具的家伙，显得很慌。别怕，我们都是好好。王老六扯了扯嘴角，好好？谁家好好大晚上拿麻袋套人？王老六咽了口唾沫，你们到底有事没事？站在最前面的禽兽拿出了一张航海图，把龙狮的具体位置指出来。王老六一脸为难，我只记得是在馒头岛附近，剩下的真忘了。旁边的禽兽掂了掂手中的棒子，看来需要用大记忆恢复术帮你回忆回忆了。王老六一个机灵，馒头岛以南不远，更具体的位置我真不记得了。拿着航海图的家伙在图上一阵写写画画，几分钟后把图展开，指着上面的一个圈问：这？王老六扯了扯嘴角，合着你刚才画了半天就弄了个圈出来，那么认真到底是做给谁看啊？此刻王老六的内心是崩溃的，他这是遇到了一群什么奇葩？是，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禽兽将航海图收好并起身，感谢配合，我们也没什么报答的，就请你睡一觉吧。不待王老六反应，彩虹色麻袋又套在了他头上，紧接着梆梆2声，2记闷棍落在头顶，6格再次被打出了僵直。这下终于舒服了，哥几个都敲到了吧？都敲了，好听就是好头。麻袋要不要回收？不用，当送他的见面礼了。果然还是彩虹色麻袋和敲闷棍更配。声音渐行渐远，屋子里很快只剩下了僵直的6格。片刻后，王老六坐起，身上的麻袋和捆在手上的绳子被纷纷震碎。看着门外的夜幕，王老六咬牙切齿，这群狗东西探出来了。老六全程没反抗，藏挺身。坐在酒馆里的秦泽听着分身们的汇报。王老六刚坐在他身边那一刻，秦泽就察觉到了对方的异样。酒馆里都是1、2级的水手和佣兵，他们无法察觉和逃避秦泽的精神力探测。秦泽用精神力扫过了每一个人，唯独录了王老六。要不是王老六主动现身，秦泽压根就没发现他。由此可见，老六实力很强，少说也得4级起步，甚至更猛。这样一个高手，却在扮演小丑，气血波动也只有2级，说没有猫腻，秦泽是不信的。在听完王老六的故事后，秦泽立刻猜到了他的意图。龙狮是真是假，秦泽暂时无法确定，但那团光大概率是真的。与钩子船长以及许教授遇到的几乎如出一辙。王老六费劲巴拉讲了那么多，很隐晦的在引人去那片海域，包括之前他和不少人讲过，显然秦泽并不是他唯一物色的对象。随后秦泽让分身们进一步试探，面对平均1.5级的4个分身，王老六全程没有任何反抗，反而十分配合的给出位置。所以那片海域到底有什么？王老六引诱那么多人去的目的又是什么？又在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套把戏。秦泽承认对方成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这回马戏团又得扮演老猫的角色了。在酒馆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后，秦泽没再听到有营养的东西，给了酒保一张钞票做小费，起身准备离开。先生，酒保这时叫住了他。王老六的话就是喝多了胡咧咧，当不得真的。秦泽微微颔首，把帽子戴好，推门而出。这酒保人还怪好的。深夜悄悄返回酒店的秦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洗了个热水澡，秦泽冥想了2秒，修炼完后舒舒服服的躺下。这时局域网里巨霸发起传呼，发现了个挺有意思的事。飞翔的马戏人从中午到达千流岛后就一直在港口里停着，一边缝缝补补，一边补充给养。由于几天都没有海都的货轮抵达，导致岛上的物价翻了2、3倍。钩子船长这波算是狠狠的出了回血。船停靠港口的时候，巨霸也没闲着，在周围转了转。跑船的水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吹牛。巨霸仅用2箱酒就和几条船上的水手混了个脸熟。秦泽，有事起奏，无事退朝。法王，巨霸我要是你，就让他尝尝你大棒的滋味。耿直的巨霸没有斗嘴，直接说起了下午得到的消息。听港口的人说，最近其实是有好几条船出海的，只不过他们并不是返回海都，而是去馒头岛，大多是一些刚跑船和走投无路的水手。他们都是听了龙狮的那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最近1周流传开的，有好几个版本，核心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围绕龙狮和一团海底的光展开。秦泽冷笑，看来故事的讲述者不光王老六一个人，要不然不可能流传这么快。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才会更引人注目。法王抓耳挠腮，早知道和你们一块出海好了。物主+1，吞噬哥，所以接下来什么打算？秦泽淡淡道，当然是来都来了，把那破船修好，明天出去溜达溜达。清晨，
灰蒙蒙的千流岛港口还在沉睡，海水富有节奏地舔舐着栈桥，气氛总算不那么死寂。都准备好了吗？新换了一张脸的秦泽站在飞翔的马戏人前面，看着一众水手忙碌。昨天在船身上留下的伤痕，如今被全部打上了补丁。仓库装进大量物资，足以保证马戏人在海上航行数日。钩子船长拍着胸脯保证，全部搞定。船手又新换了一门锈迹斑驳的老奶奶炮，这是钩子船长在千流岛的旧货市场淘到的。按老板所说，这门炮可谓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甚至曾参加过范蒙成立前的战争。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钩子船长是射了2炮，都没有炸膛，这才放心的装到船上。要去馒头岛。秦泽抬头见隔壁泊位的船上，一个有些沧桑的中年男人靠着栏杆在打量他们。男人嘴里叼着根烟，忽明忽暗的星火仿佛燎原的夜。昨天下午就看你们一直在忙活，又是敲敲打打，又是搬东西，我估计着你们今天是想要出海。你们也信那个龙王的故事了？吸完最后一口，男人随手将烟头扔到海里。秦泽淡淡道：就溜达。男人笑了笑，我要是再年轻20岁，肯定也会和人搭伙去碰碰运气，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不过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时候了，只能看着你们冒险。从男人的脸上，秦泽看到了惋惜。秦泽，无聊的日子里总得找点事情做吧。男人点头，你小子的性格挺对我胃口，等你们回来，我请你喝酒。秦泽脸一黑，你觉得你这时候说这句话好吗？男人愣了下，随即大笑，哈哈，确实不太合适。我现在就请你喝酒。说着，男人把一瓶酒扔了过来，秦泽稳稳接住。这些天前前后后总共有22条船从这出海去了馒头岛。年轻人，祝你们好运。秦泽掂了掂手里的瓶子，谢谢你的酒。待最后一遍检修完成，秦泽登船。随着锚链缓缓收起，在一声悠长的汽笛声中，飞翔的马戏人开出港口。钩子船长十分兴奋，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小伙子们，龙王的宝藏就在我们面前。巨霸站到秦泽身边，昨天绝大多数消息都是那家伙告诉我的。秦泽望着一直站在甲板上目送他们的男人，面色波澜不惊。富有冒险精神却又不得不和现实妥协的家伙。不久，飞翔的马戏人驶进茫茫大海，后方的千流岛已不见影子。秦泽走进驾驶室，我们还有多久能到那个馒头岛？钩子船长看着航海图，满脸认真道：天黑之前。秦泽把航海图上下调转，重新看。钩子船长老脸一红，快速把图收了起来。我说天黑前能到，那就指定能到。驾驶室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哪凉快哪待着去。秦泽被推出了驾驶室。天黑之前，我要是没看到岛，你就等着去海里喂鱼吧。秦泽隔着门说完，便随便找个船舱，准备用修炼来打发时间。早上临走前，他在房间里留下了一句分身，有分身在应付，无人会知道此时的秦泽正漂泊在大海上。为了避免遭遇海兽，海下探测声纳功率开到了最大，方圆500米范围内，海兽只要一露头就会出现在驾驶室的显示屏上。虽然钩子船长在海上漂了2-3个月，也没学明白怎么开船，但有巨霸在一旁，秦泽还是比较放心的。修炼了几秒后，秦泽打开聊天群，见到是正在抱怨海都的天气。抓个狐狸精，我快疯了！海都的雨什么时候才能停？边缘划水，我也快疯了！北京的大雪什么时候才能停？书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边缘划水，合着不是你在北京？路人甲，话说仙女今天怎么没冒泡？边缘划水，仙女不拉屎还活着吗？仙女不拉屎，老娘正在手撕海兽，没空搭理你们。驯兽师6。秦泽有些意外，仙女竟然也在海上，莫非是？路人甲，你这是馋海兽肉了？仙女不拉屎，馋个蛋！边缘划水，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重口味。仙女不拉屎，滚边去！最近海兽暴动，说是有龙王死了，我出来寻宝。路人甲，哈？龙王？边缘划水，你是傻逼吗？这么离谱的事也信？仙女不拉屎，快拿！等以后见面我肯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抓个狐狸精，有活动你竟然不叫我，我在海都待的都快要发霉了。仙女不拉屎，我也是临时起意。好了不说了，前面又有个大家伙，我去偷袭一手。果然，仙女也是奔着龙王来的。她那跳脱的性格，能做出这事来，倒也不足为奇。就是不知道她现在到哪儿了。飞翔的马戏人在接下来进行了一段漫长的航行。比较幸运的是，中途没有遇到什么海兽。更让秦泽意外的是，这艘船竟然平平稳稳，什么都没撞。进驾驶室后，秦泽找到了答案。掌舵的人是巨霸。钩子船长气鼓鼓道：闲杂人等进，这里要先敲门的，知不知道？秦泽没有理会，问向巨霸：还有多久？巨霸看了眼海图，个把小时。叮！这时，声纳报警器突然响起。负责监视的分身大声道：有2头海兽出现，速度很快，正朝着我们过来。不对，是5头，10头，15头，现在20多了。靠，你们自己过来看吧。分身选择了直接摆烂。秦泽走到声纳显示屏前，看到一大片的光点涌进声纳的探测范围，数量还在急速增多。钩子船长骂骂咧咧，难怪一路顺风顺水，直接来了波大的。战斗准备！随着战斗警报声响起，众分身各司其职。秦泽冒着大雨走上甲板，100米开外的海面已然沸腾，泛起大片白色泡沫和浪花。密密麻麻的海兽黑压压连成一片，看得人头皮发麻。海兽群朝着飞翔的马戏人直挺挺地冲了过来，速度极快，最多在2分钟就会相撞。这艘满是补丁的小船，海兽群瞬间就能将其干碎。这时想要转向已经来不及了，船转弯需要时间，吨位越大用时越长。现在距离实在太近，飞行的马戏人只有短兵相接这唯一一个选择。秦泽站在船头，他深吸一口气，旋即吐出大量白烟。短短几秒钟，战争迷雾便将马戏人和附近100米的海域笼罩。在领域形成的瞬间，海兽群也冲了进来。
迷魂效果发作，海兽群即刻晕头转向。海兽群原本是在前进，游着游着突然拐弯，与飞翔的马戏人擦身而过。忽然，船底亮了起来，将海面照得明晃晃。秦泽微微皱眉：“你在船下面装 LED 灯了？”钩子船长满脸茫然：“我不知道啊。”这倒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等这次回去以后，的确可以在船下面装一圈灯，看着很炫酷。身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船长，船自然也要与众不同，光芒变得越来越耀眼，就连站在船上的秦泽都不得眯起眼睛。哗啦，一个光球跃出海面，同时掀起数米高的水幕。原本迷失方向的海兽，这下立刻有了主心骨，从四面八方疯狂朝着光球涌来。光球直径1米左右，在距离船几米远处来回游动。秦泽可以断定，光球有智慧。之前海兽群就是趋之若鹜的在追他，只是他深藏于海中，秦泽没发现。此刻光球主动现身，明显是要把海兽群重新聚集起来，攻击飞翔的马戏人。弃船吗？局域网里的巨霸问。秦泽摇了摇头，再次发动战争迷雾。随着迷雾浓度提升，迷魂的效果也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附近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能见度仅有不到半米。战争迷雾隔绝了光球散发出的光亮，再加上迷魂的叠加，刚聚集起来的海兽群很快又发生了溃散。海兽们如同迷途羔羊，东窜西跳。光球似乎知道敌不过战争迷雾，便又落回海里，贴着海平面向迷雾外快速游去。秦泽，给他一炮！边上炮手等的就是这一刻。接到秦泽的指令，他立刻从弹药箱里搬出炮弹，然后发现炮弹漏药了。炮口前正准备装弹的分身骂骂咧咧：“什么劣质弹药？丫的买之前就不能仔细检查吗？”眼看光团就要脱离迷雾范围，秦泽抬脚把炮手分身踹到了炮筒里，开火！另一个分身兴奋拉绳 ，Fire in the hole！ 砰！炮手分身弹射起步，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秦泽，我俏丽吗？不过风浪太大，把分身的声音淹没。光团此时已经游到了迷雾边界，炮手分身从天而降，狠狠砸了下来。艺术就是派大星！轰！海面顿时被炸出一个大坑，冲击波荡漾开来，海水向四周喷溅出几十米远。钩子船长难以置信：“奶奶炮威力这么大吗？不愧是战功赫赫奶奶炮，老板承不起我。”秦泽嘴角上扬：“是分身，我加了分身。”钩子船长，那没事了。随即他机灵一动，以后的炮弹钱貌似可以省下了。光团消失在了爆炸中，秦泽观望了10多分钟，那团光也没再出现过。该不会是被炸碎了吧？如果真是这样，秦泽心里唯有失望2字，一炮都扛不住，价值也大不到哪去。秦泽有意将海兽都放出了战争迷雾，待最后一头海兽离开，他散去领域，马戏人重新起航。巨霸不停校对着航线，马上就要到了。秦泽坐在驾驶室，双脚搭在桌子上，陷入沉思。刚才海兽群给他的感觉像是在巡逻，光球像是队长，领导着那些海兽。许教授研究了大半辈子海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该不会真有什么龙王吧？前面就是馒头岛了。巨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秦泽抬起头，透过驾驶室的玻璃，能看到远处海平面上小岛的朦胧轮廓。馒头岛，顾名思义，外形像是一个馒头。岛上有一座孤山，总体面积不足千流岛的1/4。这里已经算是远海了，海兽数量最多，也是最为活跃的地方。除非是大型的联合猎杀船队，否则很少会有船会造访这里。捕猎船单枪匹马冲进这片海域，和白给没什么区别。周围肉眼可见几处船只的残骸，甚至偶尔会有泡得发白肿胀的尸体从船边经过。钩子船长咂了咂嘴，挺惨阿都。很显然，这些人同样都是奔着博出一辆摩托车来的，但他们的运气不怎么样，不仅什么都没有捞到，反而把命给搭了进去。巨霸问：“咱们是直接登岛，还是去找那具龙尸？”秦泽：“找龙尸，我倒要看看这个龙王传说是真是假。”巨霸转动船舵，朝王老六给的那个坐标前进。越靠近馒头岛，海兽的密度越大，侦察声呐响个不停。秦泽听得实在是心烦，叫人把声呐关了。已经到了海兽老窝，到处都是海兽，开声呐已经没啥意义了。相比之下，这时候更需要的是一个全图透视。巨霸小心翼翼掌舵，放慢速度，尽量不去惊扰到海里的海兽。又过了半小时，巨霸沉声道：“我们到了。”秦泽望着正前方的海域，面色严肃：“确实是到了。”飞翔马戏人前面200米远处，一具黑色的龙形尸体横在海面上，龙尸有近1000米长，体表覆盖着一层鱼状鳞片，脑袋是梭形，五角无鳞。显然，这并不是什么龙，而是一条海蛇，一条吸收了世界之源后变异的海蛇。这片大海曾经的王，9级海蛇王。巨霸不禁道：“真壮观。”秦泽点头，异兽都没见过这么大个的。靠近些，来都来了，不割些龙肉，带几片龙鳞回去，这趟岂不是白来了？巨霸驾船慢腾腾前进，片刻，船陡然提速，变成了贴地飞行。秦泽皱眉：“你赶着去投胎？”巨霸举起双手，满脸无辜：“我压根就没动。”芜湖起飞，太快了，太快了！这才是真男人应该有的速度。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船上的一众分身无比兴奋，接连跑到外面的甲板上接受风浪的洗礼。秦泽满脸黑线。飞翔的马戏人之所以能如此披荆斩棘，是被顶起来了。下面的海兽也是老熟兽了。许教授嘴里那个性格温顺的小白，马戏人本来就不结实，这么折腾必然散架。秦泽掏出2张符箓，准备给小白来下狠的。这时，小白突然跳出海面，飞翔的马戏人随之高高的飞了起来。船上众分身人仰马翻，甲板的一些倒霉蛋没抓稳，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落水。如此大的动静，将附近的海兽都给吸引了过来。见那么多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海兽们开启了趴，倒霉蛋们接连落入兽口。马戏人飞起10几米高后开始急速坠落。秦泽正要水遁，小白猛地甩尾，像是拍皮球一样又把船掀了起来。与此同时，换气空喷出一道水柱，
狠狠撞在船上，轰的一声炸响，飞翔的马戏人天女散花，四分五裂。秦泽朱雀步御空而立，左手抓着钩子船长，右手拽着巨坝，带上我，把我也拽住，嘿嘿嘿。还有俺，老板，你是知道的，我一向对你忠心耿耿，从未说过一句俏丽吗？放屁，就属你狗叫声最大。分身们一个拉着一个，分别拽住钩子船长和巨坝，一时间天上呈现出一个奇观。秦泽离地10多米高，左右各拉着20来号人。好在这些分身多多少少也都练了练四象功，有点朱雀步的底子在身上，虽做不到像秦泽那般御空飞翔，但悬浮一阵还是可以。秦泽省了些力气，不然他完全带不动这些人，只会笔直的坠海。秦泽带着2双翅膀向馒头岛慢慢滑行，之前掉到海里的倒霉蛋已经被吃光光。看到飞翔的马戏人被干碎，海兽们朝着天上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自助餐自己掉进嘴里。然而除了船只的碎片残骸外，一个人也没有。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集体飞翔的一幕，惊呆了。片刻，一道道水柱向秦泽等人狂轰滥炸，仿佛在打鸟。好在秦泽身法敏捷，总是能化险为夷。奶奶爹，给点脸了是吧？以为我们真的怕你？分身们骂骂咧咧，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奈何都是一群旱鸭子，同时在水中战力会大减，哪怕自爆，威力都会减小2成。众人心里做出决定，这次回去了，必须学会游泳。见攻击无效，海兽们便开始追逐。海兽在海里追，秦泽他们在天上逃。此地距离馒头岛少说还有700-800米，朱雀步无法做到远距离飞行，只能短暂御空和滑翔。秦泽带着1双翅膀越飞越低，行不行啊，细狗？大抵是不太行了。咱们的船太拉，我建议下次拉条战列舰出来。你的建议很好，下次别建议了。秦泽那铁公鸡还战列舰，你咋不说航空母舰？有一说一，分身水手们心态是真的稳，要看都要进海里泡澡了，仍旧不忘奚落本体2句。距离海面还有1-2米的高度时，秦泽将众人朝下用力丢去。水遁！终于腾出手来的秦泽拿出2张符箓，将其激活。一道浪把即将坠海的众人托举起来，朝着馒头岛急速冲去。同时，秦泽也落在了浪上。我平时和你们说什么了？让你们好好修炼，就是不听。如果你们能把朱雀步练至炉火纯青，咱们今天会这么狼狈。秦泽双手背后一副严师的模样。莫逼逼，你朱雀步怎么练成现在这个调样的？心里没一点逼数。分身们一句没听进去。后方的海兽仍旧紧追不舍，且距离越来越近。巨霸用射线远程点名，奈何只是单体攻击，面对数量近百的海兽，实在是杯水车薪。秦泽眼中金色雷霆交织，右拳朝前用力一握，轰隆一声炸响，一道3米粗的金色雷柱从天而降，重重砸在了海兽群里。海水具有导电性，方圆几十米的海域都瞬间充斥着恐怖的雷霆。一头头海兽被接连电翻，翻着肚皮浮在海面上。局域网里的法王看着很是羡慕，像秦泽刚才那般粗，那般大，他是做不到的。随着一发 AOE 技能砸进去，海兽追逐的脚步被减慢，确实有点小帅傲。羡慕的吉尔邦邦硬，切这有什么？我上我也行。巨霸哥哥，快点把我丢过去！几个自爆组的老东西不甘示弱，围在巨霸边叨叨个不停，像是要糖果的幼儿园小朋友。巨霸无奈，只得把几人一个个举起来丢了过去。单论肉身强度，巨霸虽然没有吞噬哥那么变态，但把人丢出几十米还是洒水。轰轰轰轰，声声自爆不绝于耳。刚被电翻的海兽又经历了一场自爆组的洗礼，数头异兽被炸得血肉模糊。小白看着一行人飞快冲向馒头岛，尾巴一甩，潜入深海。水遁将众人冲上了馒头岛的沙滩。刚经历完一场生死时速，分身们不仅没有任何紧张，反而兴致勃勃的复盘，像个没事人一样。秦泽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大雨还在下，没有一点要停的趋势。看着远处横卧在海上的龙尸，秦泽眉头微皱，龙尸上有几处撕咬的痕迹，血将周围的海水染红。很显然，这是海兽撕咬留下的。他们为什么咬几口后就放过了尸体？秦泽可不觉得他们是改吃素了。刚才追逐众人的海兽见他们全都上了岛后，便自行散去，再度消失在茫茫海面。秦泽心里默默叹了口气，海里实在是太难发挥，不知道深渊里有没有海。如果有的话，日后得想办法搞一颗水属性的魂珠。我敲，有野人！突然有分身大呼小叫起来。秦泽扭头看去，见数个衣衫褴褛的家伙从茂密的灌木丛里钻出。山洞里，秦泽和几个衣衫褴褛的水手面对面坐着，身边是巨霸和钩子船长。钩子船长情绪低落，还沉浸在失去飞翔马戏人的悲痛之中。巨霸腰板坐得笔直，扮演起秦泽保镖的角色。其他分身则是跑图去了。到了新地图，即便外面狂风暴雨，也挡不住他们那颗赤诚的探索之心。你们都是最近这几天登岛的？秦泽问。为首的刀疤脸点了点头，准确来说是被迫登岛。这些人全部都是听了王老六龙王传说的故事才来此海域冒险。到了地方后，他们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真的有一具9级海兽的尸体，海都至今还从未发现过9级海兽。只要将这具海兽尸体带回海都，他们的下半辈子都将阳光开朗、无忧无虑的度过。然而坏消息却是，这具海兽尸体他们带不回去。不仅带不回去，这片海域实在是太多海兽了，他们只要稍微一靠近尸体，立刻就会遭到海兽的疯狂攻击。再坚固的船也挡不住海兽的车轮战。于是乎，捕猎船被接连干碎，一部分人成为了海兽嘴里的口粮，另外一部分比较幸运的家伙借着海浪游到了岛上，也就是刚登岛被分身们发现的野人。前前后后流落到这个岛上的共计60余人，以秦泽面前的刀疤脸为首。刀疤脸3级巅峰，是这群水手中的最强者。飞翔的马戏人刚出现在附近海域的时候，就被刀疤脸的人发现。众人纷纷来到海岸边看乐子，自己淋了雨，唯有看到别人淋雨才能找到平衡。
然而，接下来秦泽等人的表现却是惊爆了他们的眼球。先是秦泽的御空和水遁，紧接着是那道又粗又大的雷柱，最后是几个被丢出去的自爆组。如此生猛又狂野的战斗方式，刷新了他们的认识。本来在岛上等死的刀疤脸众人，重新看到了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希望。没错，他们现在只想活着回到千流岛和海都。虽然出发前喊口号的时候一腔热血，但真正面临危机时，没人想死，毕竟命只有一条。有钱虽好，可也得有命花才行。听完刀疤脸讲述他们的经历后，秦泽陷入思索。王老六有意将这些人骗到岛上，不知到底在图谋些什么。当然，也不能说是骗。不远处的海里正泡着一具龙尸，和王老六在酒馆里说的一样。刀疤脸小心翼翼地开口道：“你们是什么人？从千流岛还是从海都来的？”钩子船长闻言来了精神，他缓缓起身，挺起胸口道：“听好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飞翔的马戏人号的拥有者，马戏团海军司令，这个世界所剩的唯一真船长，大海的探索家，海兽的猎杀者，大名鼎鼎的钩子船长。”刀疤脸挠了挠头，你们现在不是就3个人吗？局域网中爆笑如雷。法王，这个逼让你装的，笑死我了。吞噬哥，刀疤脸也是个人才。物主，我尴尬的脚趾都抠出30亿听来了。千面，绷不住了，家人们。钩子船长嘴角直抽抽，胳膊一甩，来了句书生的名言：庶子不可骄也。说罢，船长走进了大雨之中。刀疤脸一头雾水，他这是怎么了？秦泽笑了笑，精神不太正常。刀疤脸点点头，旋即认真道：这次回去后，我建议你最好换个船长，精神有问题的话，很难对整艘船的人负责。秦泽也差点没绷住，点点头，我回去就换。话说你们为什么没有联系千流岛？这么些人，秦泽不信他们通信设备全丢了。刀疤脸叹了口气，这座岛上和附近的海域都有电磁屏蔽，通讯设备全都失灵。秦泽拿出进水的手机甩了甩，正如刀疤脸所说，信号为零。上岛之后，刀疤脸等人把岛上基本上都走了一遍，没有任何发现。这座岛和普通的小岛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天渐渐黑了，山洞里的水手们升起一堆堆篝火，开始准备吃晚饭。山洞很大，再容纳180人也没有任何问题，干燥又宽敞，是个非常完美的庇护所。岛上没有动物，水手们这些天吃的全部都是鱼。刀疤脸将2条烤好的鱼递给了秦泽和巨霸。你的人还不回来吗？天这么黑，外边还在下雨，对方却是一个人也没回来。秦泽淡淡道：不用担心他们，他们会照顾好自己。刀疤脸心里感到一阵怪异，他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人，不仅是战斗方式，还有他们的种种表现。他仍旧清晰地记得沙滩上对方水手发现他后说的话：你们就是岛上的 NPC 吗？ Boss 在哪儿？我已经饥渴难耐了。你们好，野人村民，请问需要什么帮助？有没有村好剑让我看康康？呆呆傻傻的，毛都没有触发。刀疤脸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对方什么意思。好在秦泽站了出来，能够进行正常沟通。刀疤脸把对方带到营地后，那些人兴奋地钻进密林，头也不回。刚经历一场海上生死战，又流落到陌生荒岛，前路渺茫，但这些人脸上却没有任何惧色，取而代之的是兴奋和狂热。刀疤脸突然想到了钩子船长的自我介绍，这个世界唯一真船长。如此看来，那些水手也可以称得上是真水手了，实在是太具有冒险精神。刀疤脸自愧不如。吃完烤鱼后，众人在山洞里各自找地方躺下，准备休息。巨霸守在秦泽身边，像个雕塑一动不动。刀疤脸坐在秦泽对面，几次欲言又止。秦泽笑笑道：别担心，我出发之前已经告诉了我留在千流岛上的人我的目的地，24小时后他们联系不到我，就会出发来找我的。刀疤脸闻言松了口气，总算是看到了一线生机。秦泽没有说谎，吞噬哥等人搞了条新船，已经从海都连夜启程，最晚明天中午就能到。一路上物主开着战争迷雾，倒也不怕海兽袭击。深夜，海面上忽然光芒万丈，刚睡着没一会的秦泽被晃醒，原本黑漆漆的山洞里一片光亮。秦泽走出山洞，停在了一处较高的断崖边，站这里可以俯瞰一大片海域。保镖头子巨霸笔直站在秦泽身侧，沉浸式角色扮演。发光的地方正是龙尸附近。秦泽微眯起眼睛，又是那团光，只不过现在是黑夜，其光芒更盛。密密麻麻的海兽围绕在光团边缓缓游动，像是在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开 impart 不带我是吧？是葬礼。这么嗨，还有灯球，明显是篝火晚会。巨霸，给他们来下猛的。这么远，巨霸够不着吧？短短的也很可爱。局域网内，一众分身兴致勃勃，这对吞噬哥他们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此地的海兽越多，他们途中遇到的海兽就越少。虽然全程有物主开启战争迷雾，但难免会有漏网之鱼撞在船上，拖慢行程。隔三差五晚上就是这样，不知道那些海兽在抽什么风。刀疤脸也跟了出来，相较之下，他表现得极为淡定，早就见怪不怪了。秦泽问：你们来的途中有遇到过那团光吗？刀疤脸摇头：我来的时候没有，不过有人遇到过，几乎都是在千流岛附近。秦泽喃喃自语：千流岛吗？这些海兽的种种表现更像是在巡逻，总在千流岛海域巡逻，该不会是想抢滩登陆吧？可一群鱼上岸，又会有什么战斗力？10多分钟后，随着光团消失，海兽趴也随之结束。秦泽返回山洞，靠着墙休息。您的人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刀疤脸小心翼翼问。秦泽回答：明天就到了。闻言，刀疤脸眼中焕发出兴奋的光彩。次日清晨，水手们接连走出山洞，去海边搞今天的吃食。难得是个晴天，虽然天仍旧灰蒙蒙，好在不用担心身上湿漉漉。跑图的分身没有回来，他们还在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这座小岛。刀疤脸沉吟片刻道：这座岛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走过一遍，您的人其实不必重新探索。秦泽微微一笑：岛上这么无聊，他们总得找点事情去做。
实则秦泽想说的是，他们的探索方式与你们大相径庭，说不定真会有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刀疤脸摇了摇头，再次感叹这一群奇怪的家伙。不久后，巨霸扛了一头5、6米长的海兽回来，惊呆山洞众人。馒头岛周围的海水很浅，海兽不是脑瘫，他们不会自己主动上来搁浅。水手们很是惊讶，巨霸是怎么猎杀到这头海兽的？秦泽对刀疤脸道：“把海兽处理了，接下来几天不用再去捞鱼了。”闻言，众水手激动地前去切割海兽，连着吃了几天鱼，总算是能换换口味了。刀疤脸，谢谢。秦泽静静地烤着篝火，他现在只需要等待，等吞噬哥他们到了，届时将龙狮和那团光一网打尽。9级海兽尸体，若能出手，真是一生一世也花不完了。等待烤肉期间，秦泽打开聊天群，见仙女正在骂骂咧咧。仙女不拉屎，为什么我在海上跑了一天还没到馒头岛？仙女不拉屎，狗老板肯定是卖了我一张假图，我回去以后必把他摊位掀了。秦泽扯了扯嘴角，怪不得至今还没在岛上看到仙女的身影，合着是在海上迷路了。从字里行间中，秦泽见识到了仙女的强大，她竟然连船都没坐，直接用脚跑。秦泽单扣一个6，抓个狐狸精，你为什么不用手机导航？仙女不拉屎，掉海里找不到了，还好我提前买了份纸质图备用。边缘划水，笑死，地图都看不明白的家伙，买了有什么用？仙女不拉屎，抓个狐狸精，你要是提前跟我说，咱俩一块行动，你也不至于迷路。仙女不拉屎，老娘要是能未卜先知，用你在这马后炮。书生分阴阳，见40，均5行，宜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仙女不拉屎，说人话。驯兽师，书生的意思是让你用北斗星辨明方向。仙女不拉屎，我虽然有点路痴，但我不是傻逼，海都连着下了半个月雨，晚上上哪儿找北斗星去？书生自求多福，路人甲，要不然找个路人甲问问。抓个狐狸精，台风加海兽，几乎没有船出海。边缘划水，就当是体验海王生活了，也不错。仙女不拉屎，你们几个狗脑子是指望不上了，我绕着大陆跑一圈，就不信找不到一个小小的馒头岛。秦泽再次感叹仙女的实力强大，这种方法都能想得到，只是等他到这里，不知得猴年马月。不过正好，秦泽不用跟他分赃，海兽很快处理好。毕竟这些水手整天在海上度日，给海兽开膛破肚这方面他们是专业的。众人美美的吃了一顿早饭，精神总算是能振作起来一些，围坐在山洞里的篝火边上砍起了大山。当年我在异族留学的时候，参加了一场皇室盛宴，女王亲自散烟，那烟叫一个地道。老子以前是10里8乡有名的俊后生，要不是想出海闯荡出一番天地，现在老婆都一炕了。大家相识一场，这次活着回去，我请你们喝酒。你不想请客，就直说下划线。如果吹牛可以划分等级的话，这些水手至少高级起步。秦泽正听得津津有味，局域网里响起钩子船长兴奋的声音。我卡到了一个 bug， 这个世界果然是有 bug 的，让我发现了吧。秦泽，你确定不是卡到脑袋了？钩子船长，我发现了一个空洞，卡 bug 进去的，里面有很多人为布置的东西。事后分身，放屁！我在洞里，和你有屁关系？钩子船长，放屁！要不是我发现的 bug， 你能卡进去？秦泽懒得听二人逼逼赖赖，把视角切换到了斥候分身上。分身正身处一个宽敞的溶洞中，头顶上有一口狭窄天井，一缕微光透过天井投射到地面的一个圈圈里。秦泽准备仔细探索，突然黑屏了，嘎了，死得好快，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评价是不如自爆，也算是达成新成就了。分身们兴致勃勃，有羡慕的，也有在阴阳怪气的。秦泽眉头紧锁，死的确实有点太快了，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感觉。按照秦泽死了几百次的经验，就算是暴毙也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自爆为例，全身气血瞬间凝聚压缩的时候，身体会异常发烫，待气血压缩至极限，身体会有一种即将被撕裂的感觉，最后才是轰的一声。虽然这个过程只有短短不到1秒钟的时间，但这些感觉都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刚才那个洞里死掉的分身却死得毫无征兆，就像是被突然拔掉了电源，直接黑屏。分身 1.5 级出头的修为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感知了，遗憾的是毛也没感知到。秦泽快速回溯了一遍记忆，空洞里的空间不大，大概只有目前所处山洞的1/3，上方有一处自然形成的天井，天井也只是一个30-40公分的小口，光透过天井打到地面，地面上画着一个有点诡异的图案。秦泽还没来得及细看，分身就嘎了。你们都在原地等我，我马上就到。秦泽起身带着巨霸走出山洞，水手都在砍大山，并没有注意到秦泽这边的情况，唯有刀疤脸察觉到异样，跟了上去。你们要去哪儿？刀疤脸有些担心对方独自跑路。秦泽淡淡道，我的人有新发现，我去看看。刀疤脸眼中闪过一抹惊讶，最开始登岛的几天没事做的他一直逛岛打发时间，没有过任何发现。秦泽眼中的发现想必定是与海兽或是与离开的方式有关。我可以一起去吗？没别的意思，我怕你们人手不够。刀疤脸有些局促的搓了搓手。秦泽无所谓，想去就去。山洞里有几个刀疤脸的亲信也走了出来，秦泽没说什么，径直走向前方。刀疤脸带着他的人紧随其后，很快一行人便来到了一处断崖前。钩子船长和一众水手分身聚集于此。刀疤脸环顾四周，这里他曾经来过。不远处有一条小瀑布，此外再无其他。刀疤脸还以为对方找到了一艘船，现在看来是白高兴一场。就是呢，钩子船长指着断崖下100米处的一道裂隙，眉飞色舞开始邀功。那道裂隙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太突兀，窄是窄了点，不过硬挤挤还是能塞进去个人。游戏里这种地方一般都能卡进去，我让人去试了试，你猜怎么着？还真给卡进去了。钩子船长整张脸上都在说快夸我，这个世界果然有 bug， 虽然隐藏得很好，但还是没有逃过我阴阳的眼睛。
秦泽懒得听他继续避避，随便点了俩分身。你再进去看看。其他人因没被点名，脸上流露出浓浓的失望之色。被点到名的两人则是迫不及待，立刻往下跳。一旁的刀疤脸看得胆战心惊，这落差少说100米，对于他这个3级武者来说不算什么。可你们2个1级武者怎么敢这么勇的？虽说不至于直接摔死，可在这种环境下断手断脚，也等于是被直接宣判死刑。落脚点只有不到1平方米，着实勇气可嘉。2个分身快速下坠，在距离落脚点还有数米高时，半空中的身体突然顿了一下，像是羽毛一样轻飘飘站在了上面。刀疤脸瞪大了眼睛，认出了那是一部品质不凡的功法，就这么交给了手下人修炼。刀疤脸偷偷看了眼秦泽，心里一时不知该如何评价。一个一个进，前面的人嘎了，后面的人再进去。秦泽在局域网中对2人嘱咐道：“俺先来。”其中一个分身自告奋勇，侧身用力往里面一点点挤，裂隙实在是太窄了，且越往里面空间越小。等挤进一半的时候，身体几乎被完全卡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常人根本不会想到往这里面钻，但对分身而言，根本难不倒他。身体哪个部位卡住，直接不要就好。于是，在自断一条胳膊后，分身总算是顺利通过中间最狭窄的部分，裂隙后半段豁然开朗，甚至可以大步快走。10来步后，分身再度出现在了空洞里。秦泽迅速扫视了遍四周，再度黑屏。裂隙口处的分身跃跃欲试。我现在出发？不用了。秦泽这次彻底看清了那个空洞里面的布置，是一个阵法。突然嘎掉的分身大概是触动了阵法外围的防御装置。秦泽想到了王老六，阵法大概率是他们布置的，奈何目前尚不得知这个阵法的具体作用。不过很快就知道了。秦泽看向远处的那个天井，天井位于一座小山顶部，和空洞的落差有200多米，除非变成人棍，否则人是进不去的。不过人进不去，有东西能进去。秦泽眼中雷霆闪烁，周身电流激荡，感受到空气中麻麻酥酥的电流，刀疤脸不禁后退2步。天赋能力者，刀疤脸断定秦泽这伙人来头不小，在海上浪荡这么多年，他从未见过有天赋能力者会跑船。随着秦泽右手用力一握，轰隆一声炸响，一道半米粗的金色雷柱从天而降，狠狠砸进井口，瞬间便把里面灌满。刀疤脸和几个亲信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好恐怖的力量。不过他们却有些茫然。秦泽平白无故炸山头干什么？该死！你竟然破坏了我的血祭大阵！片刻后，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从山林中传来，惊起一群飞鸟。秦泽嘴角上扬，原来是个血祭阵法，怪不得进去的分身会直接黑屏。走进阵法被瞬间抽干生命之力，的确没什么感觉。分身们面向后方山林，一个个眼睛比灯泡还要亮。片刻，王老六缓缓走出。秦泽挑了挑眉毛，意料之中的人。王老六怒气冲冲，看向秦泽的眼睛里都快要喷出火来。秦泽淡淡道：“把这么多人引导上来，只是想血祭？你直接和我说啊！今天是王老六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昨天连夜登岛，布置好血祭大阵。布置完后实在太累，就去林中找了个干燥的地方休息。布阵时，他特意挑了一个极其隐蔽的位置，只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和天井与外界连通，而且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2个入口。就算发现了，正常人也不会想着要进去，又黑又窄，除非是脑子有泡。他进去也是用了位移武具。就在王老六美美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一声炸雷惊醒。醒的一瞬间，他便发现有人闯入了阵法，还不止一个人。王老六想不明白，比狗洞还窄的地方都往里钻，你图什么呀？等王老六冲出山林后，发现一件更加悲催的事情，他连夜精心布置的血祭大阵无了。王老六气得浑身发抖，倒吸一口凉气，这群该死的混蛋！早上好啊，六哥。秦泽热情地打了声招呼。我刚才的话是非常认真的，你需要血祭的话，直接和我说就行，我血很厚。王老六没忍住爆了粗口，厚 NMLGB。本来还想让你们多活几天，是你们自寻死路，那就别怪我了。话落，老六身上4级武者的气势轰然迸发，刀疤脸面色苍白的后退2步。是圈套，他嘴角不由得露出苦笑。这下好了，不仅连单车都搏没了，命也得搭进去。刀疤脸看向一旁的众多分身水手，不禁一愣，这些平均实力连2级都没有的家伙，面对来势汹汹的4级武者，那满脸的跃跃欲试是什么鬼？爆中了啊！这才4级，这是我见过最拉胯的 boss。无聊，我甚至连脱裤子的兴趣都没有。俺也一样，赶紧把这个傻逼秒了，进2阶段。闻言，刀疤脸独自风中凌乱，是他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是谁给你们勇气说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言论的？刀疤脸看向秦泽，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对方身上，希望秦泽真的是个隐藏大佬，毕竟有天赋能力在身。王老六见水手分身们小声嘟嘟囔囔，以为他们怕了，于是他看向秦泽道：“虽然血祭需要人头，但不差你们这几个。等我断了你们手脚之后，就重新布置阵法，再用你们试试阵法好不好用。”见秦泽和众分身像看呆笔一样沉默地看着他，王老六冷声道：“怎么都装起沉默波比了？现在才知道怕，已经晚了。”秦泽抬起右手指了指王老六身后：“你要不要先抬头看看？”王老六这时才注意到自己不知何时被一团巨大的阴影笼罩，心里萌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他缓缓抬起脑袋，只见1数米高的巨人正居高临下的低头看着他。砰！一根硕大的鼓棒砸到王老六脚边，不大的小岛霎时地动山摇。咕噜！王老六咽了口唾沫，这个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巨人，他竟然毫无察觉。扑通！下一秒，王老六直接跪了，额头紧紧贴在地面上。对不起，刚才是我无礼了，说话的声音有点大，请您原谅。一众水手分身捧腹大笑，刚才不是挺能避避吗？怎么现在成沉默波比了？反派往往死于话多。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比我想象的还要拉垮，连精英怪都算不上，2阶段都没有。就这，被一群1级武者奚落，王老六牙都要咬碎了。可余光看着那根比他腰还粗的大棒，完全生不起丝毫反抗的心思。他搞不懂，眼前这群人这妖牛逼，甚至有拥有天赋能力的终极武者，这么掉了，竟然还凭着一个虚无缥缈的龙王传说来寻宝，你们图什么啊？到底？王老六心中无声呐喊。另一边，刀疤脸和几个清醒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连他的站位都没能发现巨霸是怎么移动到王老六身后的。刀疤脸心中同时也在无声呐喊，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抱紧大腿，还不是随便赢？秦泽淡淡道：“说说吧，你嘴里的东西要是有用，可以考虑留你一命。”王老六抬起头，连忙开口：“我叫王老六，千流岛航运公司的人。半个月前跑船的时候，我目睹了一场高级海兽间的大战，一团炫目的光和一条巨大海蛇，最终海蛇败了。当时公司的副总经理恰好在船上，他做收渔翁之利，从海蛇的身体里拿到了一颗珠子。之后那团光就发了疯一样追杀我们，好在副总经理是6级巅峰武者，几次化险为夷，回到了岛上。”秦泽恍然，原来那具龙尸是这么来的。他还真是小看了那团光，竟能 solo 掉9级海蛇王。那团光之所以会让海兽发疯攻击人类，大概是因为那颗珠子。好不容易干死海蛇王，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抢走了战利品。换做谁心里都不会好受。秦泽问：“东西你们经理已经拿走了，你还在岛上布阵，骗人过来干什么？”王老六解释说：“那个珠子和魂珠不太一样，不能净化，也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进行转化。转化需要很多能量，于是经理便让我在此地布置血祭阵法。”秦泽点点头，的确，再没有比生命之力更简单粗暴的能量了。海蛇尸体里的那个珠子到底是个啥？竟然还需要转换？海兽是没有魂珠的，和异兽完全是2个物种。秦泽可以肯定，那颗珠子也不是魂珠，莫非还真让海蛇王给修炼出内丹了？你们经理准备什么时候用这个阵法？秦泽又问。今天中午。王老六老老实实回答：“血祭100人足矣，现在岛上加上你们就有100出头，足够启动阵法了。”闻言，秦泽陷入沉思。不远处的刀疤脸听得心里直突突，太吓人了！血祭都出来了，他还是祭品？狗娘养的航运公司，平时和他们抢生意也就罢了，现在连他们命也要抢。刀疤脸骂骂咧咧。秦泽突然道：“那个阵法你会布吗？”王老六拼命点头：“当然，就是我布的。”秦泽笑了笑：“那还要麻烦你再重新布置一下，这样就可以了。”空洞内，精神力消耗一空的王老六脸色苍白地瘫坐在地。阵法还没有完全启动，目前的辐射范围只有空洞一半，进入阵法者会被瞬间抽光生命之力。阵法倘若启动，将笼罩整个小岛，届时岛上所有人都会打出 GG。秦泽抹去了阵法上王老六的精神烙印，换上了自己的。阵法现在可以正常运行吗？王老六自信点头，在布阵这方面，我可是专业的。说着，他看到秦泽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顿感不妙。等等，我其实……话音未落，秦泽一脚将其踹进阵法中，王老六瞬间被自己布下的阵法杀死。地面的白色圆圈出现了一点红色。秦泽淡淡道：“确实可以正常运转。”旋即，他指尖弹出一道蓝焰，扔到王老六身上，将其烧成灰烬。握住王老六之前给他的手牌，秦泽传送到了地上。刀疤脸忐忑不安：“我们还能活着回去吗？”秦泽微微一笑：“当然能，带着你的人回到那个山洞里，好好待着。我保证你明天的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坐在千流岛的酒馆中喝酒了。”刀疤脸愣了愣，连忙道谢：“多谢大人救命之恩，我这就回去，让他们一天都在洞里待着，绝对不会打扰大人的计划。”对秦泽再三保证后，刀疤脸带着轻信返回山洞。巨霸道：“挺机灵的。”秦泽摸了摸脸，变成王老六的样子。糊涂蛋可成不了3级武者。现在所有的疑惑全都解开了。这些天，海兽的暴乱以及光团带领着海兽巡逻队不停围绕着千流岛游弋，都是在寻找那颗被经理带走的珠子。虽然秦泽目前暂不知晓珠子的具体作用，不过很快珠子就是他的了，日后可以细细研究。看了看血祭阵法，秦泽忽然觉得那个经理千里迢迢在此地布置阵法，绝不仅仅是为了用血祭转换珠子这么简单。如果只是为了血祭，大可以把地点选在距离千流岛比较近的位置，随便编一个类似龙王传说的由头，用不上1天时间就能集齐人头，而不是像现在这般花费数日骗人登岛，中途还有那么多人头损耗。秦泽将视线放到了海面上那条海蛇王的尸体上。你们都先去林子里藏起来，我去海上看看。秦泽跳下山崖，如一只海鸟般朝着海蛇王的尸体滑翔而去。朱雀步飞不了那么远，在即将坠海的时候，秦泽甩出一张5行符，踏着水遁急速靠近。发现6点世界之源，是否回收？距离海蛇王尸体仅有数步之遥时，要是突然给出了提示，秦泽猛地一愣，海蛇王尸体中竟有这么多世界之源。昨天离得太远，船没能靠近就被封闭小白拆了，要是没能检测到，还好今天来了，不然可就错过了这笔意外之财。回收白捡6点世界之源，真不错。开始回收，世界之源被争夺，加速回收中。看着钥匙忽然给出一连串提示，秦泽有点懵，往常可都是秒回收的。咕噜噜，龙尸不远处的海面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哗啦一声，伴随着冲天水幕，光团高高跃出海面。光团悬浮在半空中，与秦泽对视。尽管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但秦泽能够感受到这家伙貌似非常生气。世界之源争夺中。秦泽反应过来，冷笑：“原来是你这个狗东西在和我抢。”现在秦泽终于知道晚上海兽营他是在做什么了。光团在汲取尸体中的世界之源，狗东西倒是挺大方，竟然还懂得和手下小弟分享。秦泽笑笑：“现在世界之源都是我的了。”轰隆，金色雷柱从天而降，砸向光团。
光团反应很快，与雷柱擦肩而过。秦泽双眸中雷光迸发，这只是一个开始。轰轰轰！一道道又粗又大的雷柱接连砸下，光团在海面上飞快地做着机动，竟全都躲了过去。海水沸腾，数不清的海兽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一条数十米长的独角鲨突然从秦泽脚下跃起，张开血盆大口将其吞下。砰！下一秒，半空中独角鲨的上半身炸得稀巴烂。秦泽御空而立，身上雷霆与蓝焰彼此交织。叫小弟是吧？别以为光你有。秦泽嘴角上扬，打了个响指。来，吞噬哥给他整个活。话落，一枚炮弹在空中划出一条抛物线，落入兽群，炸起数米高水花，被正中靶心的一级海兽四分五裂。只见不远处，一条挂着马戏团旗帜的船缓缓驶来。吞噬哥等人抵达战场。我特么来了！站在船头的法王大喊着，一跃而起。撕拉了！法王大手一挥，数条雷鞭抽进兽群，狠狠鞭挞。虽然招式华丽又炫酷，但奈何海兽数量太多，数百海兽聚在一起，法王的雷鞭实在是起不了太大作用。在光团的操控下，海兽群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围剿秦泽，另外一部分则向着船冲去。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兽，物主头皮发麻。要不然咱们还是先撤吧，太多了，咱们就一条船，杀不完的。吞噬哥削了他一个头皮，快拉烟。物主觉得自己上了贼船，深吸一口气，喷出浓浓白烟。很快，战争迷雾便将附近海域笼罩。迷魂虽然能让海兽晕头转向，可船周围海兽太多，仍旧有不少海兽误打误撞找到了船的所在位置。吞噬哥有点烦，在海上实在是难以施展手脚，远程还可以用舰炮进行打击，被近身就很难搞。秦泽见状，直接把全部的五行符都朝船甩了过去，制造出数块巨型浮冰。船上分身眼前一亮，下饺子般从船往浮冰上跳。下海了兄弟们，塔塔开！自爆组先跟我上，给他们来个中心开花，看着点，别把浮冰炸了。放心，我们可不像巨霸那么下。分身们以浮冰为踏板，向海兽发起进攻。反击开始了，分身们多多少少都练了点朱雀步，从浮冰上冲出去后，打完一套踩着朱雀步快速返回，之后再用浮冰借力重复上面过程。一时间，浮冰就像是基地车，所过之处不断爆冰。同时在狂热 buff 的坚持下，众分身皆像是打了鸡血。吾乃常山赵子龙，我嫩爹，捅你菊花，插你腰子，扎你蛋蛋。在分身们悍不畏死的反复冲锋下，局面总算是稳住。船周围的海兽被全部清理干净，一座浮冰留守在船前，另外3座浮冰则如一把利剑朝兽群中心快速穿插。自爆组在前方开路，炸开活口后，掌舵手操控着浮冰快速挺进，冲锋队踩着朱雀步御空杀一轮即刻返回。浮冰四周有几个负责保护基地的，发现漏网之鱼靠近浮冰，立刻集火秒掉。在众人默契的配合下，杀起海兽来如砍瓜切菜。相较于异兽，与海兽战斗简直不要太简单。同等级的海兽，其身体硬度远远低于异兽，且外围都是低级海兽，为数不多的中级海兽都在围剿秦泽和法王。分身们越打越凶，生怕人头被其他人 K 掉。很快，一头头海兽翻着肚皮飘在海面，血将大片海域染红。吞噬哥留守船头，他没有远程攻击手段，而且脚下的船需要保护，船要是被偷袭沉了，他们就真得下海了。旁边的物主沉声道：“把船往后退吧，离太近了。这艘脆弱的船实在是给不了他太大的安全感。要不是吞噬哥把他拎上船，他是真不想来。”吞噬哥瞥了他一眼，怕死。物主老脸一红：“什么话？我的意思是先进行战略转进，这样更稳妥一些。”吞噬哥乐了：“向后转进是吧？什么战术大师？”砰！船突然一阵剧烈摇晃，船身表面的透明薄膜随之溃散。出发前，吞噬哥用秦泽给他的五行符激活金属性，将船加固了一下，但仅仅一次撞击，加固层便支离破碎。物主大声道：“攻击来自水下，有海兽发现我们了，快退吧！”可就这一艘船，此时不退更待何时？用战争迷雾掩护他们前进，好好干，这次的 MVP 会是你的。话落，吞噬哥脱掉上衣，站上栏杆，一头扎进海里。物主小声哔哔，又给我画饼。尽管嘴上这么说，他还是边警惕四周，边释放战争迷雾。吞噬哥入海后，立刻被冰冷的海水包裹，这种感觉让他很不好受。环顾四周，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大块头，是性情温顺的小白。吞噬哥气血外放，身体被推动着冲向小白。找到你了！正准备再来一记神龙摆尾把船底凿沉的小白，此刻也注意到了逼近的吞噬哥，他果断改变神龙摆尾方向，那巨大的尾巴犹如一面高墙，狠狠拍向吞噬哥。吞噬哥轻哼，开启异兽化，数条手臂从身体两侧伸出，重拳轰在尾巴上。在急速退了几米后，吞噬哥竟硬生生将小白的尾巴逼停。小白迅速转身，张开深渊巨口，想要将吞噬哥吃掉，正合我意。吞噬哥原地不动，任凭被对方吞掉。汹涌的海水将吞噬哥推进了小白的胃里。看着四周不断蠕动着的淡粉色血肉组织，吞噬忽然想到了一句话：“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吞噬哥面向一侧胃壁，几十个拳头瞬间打出一片拳雨。脆弱的胃壁在如此迅猛的攻击下变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以为解决掉了吞噬哥的小白，兴冲冲的又瞄准头顶上的船。然而还没等他发起攻击，身体中突然传来剧痛，不禁发出一声痛苦哀鸣。吞噬哥轰碎了一侧胃壁，鲜血和组织液倒灌。轰！这时身后响起震耳的轰鸣。吞噬哥扭头，大量海水喷涌而出。小白张开嘴巴，直接将吞噬哥吐了出来，同时伴随着大量破碎的组织和鲜血。没有吞噬哥在里面搞破坏，总算是轻松了不少。看了眼吞噬哥和头顶的船后，他气鼓鼓的离开了。游得真快，吞噬哥是一点也追不上，
只能看着对方逃之夭夭。与此同时，海面上秦泽还在与光团进行激烈角逐，世界之源争夺中。秦泽一脸黑线，不松口了是吧？一记白虎轰过去，对方再次躲过。这狗东西的身法实在是太敏捷了，导致秦泽的小技能一直在空。哪怕他与法王联手布下一片雷网，那光团同样能够缩小，从空隙中钻出去。法王见制不了光团，便开始拿周围的海兽撒气。刹那间，雷光万丈，狂暴的雷霆不断地朝海面灌去，把一众海兽电得酥酥麻麻。秦泽的耐心到了极限，准备直接开打。就在这时，他看到原本攻击他和法王的海兽突然停下，向着光团汇聚。一大群黑压压的海兽围绕着光团不停地转圈圈，与秦泽昨晚所见受趴的场景一模一样。秦泽以为对方在憋着什么大招，眼中雷霆涌动，欲打断对方施法前摇。然而下一秒，那些环绕光团的海兽同时失去生命气息，变成一具具尸体漂浮在了海上。光团所散发出的光亮愈发耀眼，就像是往你的脸上丢了个闪，根本无法直视。秦泽微眯起眼睛，凭着记忆朝前甩了道雷柱，回收世界之源 4.6 个单位。世界之源回收完毕，光芒消失，秦泽发现那个光团不见了。只回收了 4.6 个单位吗？秦泽呢喃自语。毫无疑问，剩下的都让那光团夺走了。看着瞬间暴毙的近100头海兽，秦泽的思绪全部理通。每晚的受趴，并不是因为光团有多么好心，把世界之源与其他海兽分享，他是在用这些海兽的生命之力剥离龙尸上的世界之源并吸收。那些海兽全都是他的炉鼎，或者说是祭品。他没有钥匙，无法做到秦泽那样心念一动，世界之源就自动收回腰包，只能用最笨拙、最原始的方法，用生命之力一点点炼化。原本每晚循序渐进，每头海兽贡献出一点生命之力就好，但他刚才与秦泽争夺的时候急了，瞬间献祭所有海兽。之前没有这么干，秦泽觉得同时献祭大量海兽定是有什么代价，代价会是什么呢？随着光团消失，与分身们疯狂战斗的海兽也全部散去，重新潜入深海。唯有连片的海兽尸体和染红的海面，证明了这里曾经爆发的激战。赢了，我们是冠军儿！我才刚热完身，就这无聊，我还没开始大开杀戒。不善水战怎么了？一样揍的你叫爹！分身们在欢呼，又赢了波团，还是海上团。湿漉漉的吞噬哥钻出海面，回到了船上，从物主手里接过衣服。还好还好，物主松了口气，船没沉。吞噬哥嘴角弯弯，你很强的，大可不必这么稳健。物主翻了个白眼，老子这叫谨慎。秦泽和法王回到了船上，不远处，那条横在海面上近1000米长的龙尸，其血肉正在逐渐溃散，露出森森白骨。秦泽淡淡道：“你们来得挺及时。”法王傲娇的扬起头，用你说。秦泽继续道：“事情还没结束，你们待会把船开到岛后面去。这个后面指的是从千流岛驶向馒头岛航道的后面，有馒头山挡着，船可以进行藏匿。如此一来，等经理人到了，也看不到吞噬哥他们。”吞噬哥点了点头。另外，你们10个人跟我上岛。秦泽随便点了10人，给巨霸填充下人手。物主收起龙狮海域的战争迷雾后，将船停泊在了指定位置，静静潜伏。秦泽把法王也一块带到了岛上，与山林中的巨霸等人会合。再过4个小时，航运公司的人就到了。秦泽看了眼时间，钩子船长站出来道：“我要去和我的船在一起。”秦泽挑了挑眉：“你的船不是早沉了？”钩子船长理不直，气也不壮，小声嘟囔：“不是有新船停到后面了？”法王要点脸：“那是你的船。”钩子船长挺起胸口：“身为马戏团海军司令，马戏团所有船都是我的。”秦泽乐了：“你不是真船长吗？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头衔？”钩子船长甩了甩手：“道不同不相为谋，本船长去找我的船去了。”说着，船长屁颠下岛。密林中，秦泽找了个干燥的山洞，和巨霸等人一起钻进去休息。关于王老六布置的那个血祭大阵，秦泽大概知道是做什么的了。如果没猜错的话，那枚内丹里面应该含有大量世界之源。航运公司的经理得到之后，由于没有钥匙，无法将里面的世界之源提取出来为他所用，只得用阵法来进行转化。原理上与那个光团献祭海兽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通过生命之力炼化。现在秦泽只需要静静等待，马上又会有一笔世界之源收入囊中。中午，一艘武装舰出现在茫茫海面，朝着馒头岛驶来。秦泽的兜里的一枚令牌忽然震动，这是王老六临死之前热心赠予的。阵法布置好了吗？片刻，令牌传出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秦泽用王老六的声线回答：“全都准备完毕，就等着您过来了。”令牌再没了动静。秦泽将其揣进怀里，对法王等人道：“鱼上钩了。”半小时后，秦泽看到航运公司的经理，竟是昨天早上扔给他酒的那个中年男人。多哥这无间道是吧？秦泽心里一阵冷笑。经理身后跟着30余名武装人员，船上还留守了近100人。经理走到秦泽身前问：“岛上现在有多少人？”秦泽回答：“110，足够开启血祭阵法了。”经理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干得不错，回去之后记你头功。”秦泽忙感恩戴德说：“能为经理做事是小人的荣幸。”经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随即皱起眉头：“那些人怎么没出现？他们应该早就看到了我们的船才对。”秦泽心里暗道一声：“操，把这茬给忘了。光让刀疤脸他们别出来打扰马戏团演出，现在躲太好，反倒露出马脚。在岛上荒野求生1个多星期的人，看到有船出现，却无一人露头，这很不合理。”秦泽灵机一动：“为了避免那些家伙打扰您今天的计划，我昨晚给他们熏了一盘香，现在应该都还在睡觉。您要过去看看吗？”原来如此。经理点点头：“这倒是省去了我不少麻烦，你干得很好。”秦泽再次点头哈腰。局域网里，众分身忍俊不禁。有一说一，还真有狗腿子那股劲。你去演人间，完全就是本色出演。丢念，确实，我都不好意思说跟他认识。秦泽懒得跟他们讲什么是卧薪尝胆，继续沉浸在角色扮演中。龙师没了，
经理皱起眉头，看到了海面上已经彻底化作白骨的龙尸和数不清的海兽尸体。他们的船刚才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的，没有看到战斗海域。秦泽解释道，3-4个小时前，光团出现，一大群海兽打了起来。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光团周围的海兽突然暴毙，其他海兽不久也都散去了。再然后，龙尸身上的血肉就开始溃散，现在只剩下了骨头。听到秦泽的这番话后，经理若有所思，时间不对啊，完全没有必要强行炼化，这得造成多少损失？经理的小声呢喃解开了秦泽心头的困惑。他现在终于知道瞬间献祭那么多海兽炼化世界之源的代价了，转换率不是100%，中途会有大量损耗。秦泽也知道了血祭阵法为什么要放在馒头岛。经理想要12秒，这段时间足够光团将龙尸中的世界之源一点点全部炼化。经理再取光团的圆珠与龙尸的圆珠共同放到血祭阵法中，让光团给他白白打工，最后他再照单全收。妙啊！不过也无所谓了，今天就直接收网吧。经理对一旁的手下使了个眼色，手下立刻拿出令牌道：开始行动。停泊在小岛附近的武装舰启动，行驶进龙尸周围的海域，随后船尾将一个个汽油桶大小的黑色柱体投进大海。武装舰围绕着龙骨不断投放黑色柱体，很快漂浮着的几十个柱体便将龙骨附近海域包围。布设完后，武装舰停在海域中央。手下道：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秦泽眨了眨眼，果然是有备而来，不是瞎打。经理点点头，开始。手下闻言，立刻通过令牌传达命令，可以开始了。嗡嗡嗡，话音刚落，武装舰发出一阵刺耳的声波，吵得连秦泽都不得不捂上耳朵。哗啦哗啦哗啦，被黑色柱体围绕的海域忽然沸腾，一头头海兽浮出水面，对武装舰趋之若鹜，数量仅有与秦泽他们战斗时的1/4，但船上的水手们还是看得头皮发麻。经理见状，嘴角上扬，果然有效。秦泽注视着沸腾的海面，和他推测的一样，经理想要一锅端。武装舰启动，在海面上转起了圈，后方的海兽宛如一大群电车痴汉，紧紧跟随。就在这时，光团在武装舰前方出现，经理眼前一亮，来了，快启动装置！被投放在海面上的几十个黑色柱体不断震动。紧接着，透明的圆形屏障从每个黑色柱体中心向外扩散，相邻的屏障触碰后立即合二为一，很快一个巨大的屏障便将龙骨周围海域笼罩。经理御空而起，激动地朝着屏障冲去。今天看你还往哪里跑！光团察觉到了异常，立刻潜入大海。可下一秒，他又跃出水面，撞向透明屏障。屏障坚固得很，他接连撞击也没能使其产生一丝裂痕。看着不受阻拦，已经踏进屏障领域内的经理，光团变得愈发狂躁，撞击的频率越来越高。秦泽啧啧称奇，公司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看样子，那屏障不光是封锁了海面，就连海面下的水域也都给锁住了。现在的光团可以说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同时，在屏障内，光团的移动速度肉眼可见的变慢。如果说之前和秦泽战斗的时候滑得像是条泥鳅，现在慢吞吞的和蜗牛没什么两样。经理得意洋洋，我专门为你特别打造的重力场，上次对我紧追不舍，老子一出手你就跑，再跑一个给我看啊！光团也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屏障很难破开，他不再撞击屏障，反而一头朝着经理冲去。砰！武装舰主炮开火了，精准命中慢速移动下的光团。光团被爆炸的冲击波弹到海里，光芒开始变得微弱。几秒钟后，光芒彻底消失，一条头顶长着灯泡、全身赤红的怪鱼躺在海面上。感谢你之前对海蛇王尸体的提取，现在都是我的了。经理咧嘴一笑，手握一柄弯刀，向着灯泡鱼缓步走去。海兽都在和武装舰兜圈，没有一头前来护驾。灯泡鱼头顶的灯泡光芒一闪，他的身体开始一点点变大，陡然间变得竟然比小白还要大。武装舰数门火炮齐射，连片的弹幕打在灯泡鱼身上，将一侧身体打得血肉模糊。秦泽摇了摇头，太不经打了，都不用同等级，换做一头 C 级异兽，现在都能把武装舰给掀了。灯泡鱼想要贴脸武装舰，但他此刻的速度只配吃尾气。在已经数不清多少轮轰炸之后，灯泡鱼庞大的身体重重拍在海面上。手持弯刀的经理这时从天而降，从灯泡鱼的身体左侧钻进，右侧钻出。等他再出来的时候，手中拿着一颗拳头大小的蓝色珠子。与此同时，灯泡鱼已经气若游丝。捕鱼行动结束，武装舰停止释放声波，痴汉们转眼变成了暴力狂，对武装舰发起攻击。武装舰上的火力不是吃素的，很快便将海兽打退，接着将黑色柱体一个个收回。钩子船长十分眼热地看着那艘船，太猛了，这艘船才配得上我真船长和海军司令的身份。秦泽淡淡道：别急，都是咱们的。不久后，全身上下湿漉漉的经理神色激动地回到岛上。秦泽特意往他身边靠了靠，准备把世界之源全部偷走。然而奇怪的是，钥匙并没有给出任何提示，马上开始血祭。经理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明显迫不及待。秦泽这时注意到他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棕色盒子，盒子隔绝了钥匙的探测。秦泽挑了挑眉，似乎找到了答案。盒子看来也不是凡物，不用把东西拿出来吗？秦泽假装关心地问。经理摇摇头，不用，盒子是容器，血迹就是用来转化里面的东西，不然炼化完用什么装？跟你解释你也不明白，快开启阵法。这就麻烦了。秦泽挠挠头，你不把盒子打开，我怎么回收世界之源？你在发什么呆？快点带我去阵法。看着愣神的秦泽，经理皱起眉头。秦泽抬手指着前面，阵法在那边。经理心里此刻全都是丰收的喜悦，没想那么多，快步朝秦泽手指的方向走去。30多名武装人员留在原地，并没有跟上去。大家都觉得今天的任务结束了，已经在聊拿到这次的奖金后去哪里潇洒。谁都没有发现秦泽狗狗祟祟的跟在经理后面，一副图谋不轨的样子。发财了，发财了！
这么多世界之源，去万族黑市上转手一卖，狗屎航运公司，老子再也不用给你打工了。经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兴奋地在站立。噗嗤，腰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经理嘴角的笑容戛然而止。他抱着盒子慢慢转过身，看到一把匕首插在了他的腰子上。王老六，你特么要反水？经理难以置信地看着王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就算老婆背叛他，他都不会相信王老六会叛变。秦泽无奈地摊开双手，是你逼我的，要不是没得选，我想做个好人。经理扯了扯嘴角，好人你妈！王老六，喝点马尿你特么忘了自己是谁了是吧？秦泽揉揉脸，变成出海前那张脸。经理瞪大眼睛，是你？冲呀！就在这时，树林里一阵响动，40-50个戴着禽兽面具的家伙怪叫着冲了出来。武装舰驾驶室，众人边聊天边等经理那边结束。大副嘿嘿笑着问船长，这次的奖金有多少？船长喝了口热茶回答，少不了你们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别在最后的环节出什么差池。大副不以为然，还能有什么差池？海里的高级海兽一只手都能数过来，现在死了俩，其他的早都不知道吓得跑哪去了，还有什么能对我们构成危险？船长轻哼，玩忽职守，信不信扣你奖金？大副忙敬礼道，时刻准备着，请船长指示。船长淡淡道，这还差不多，让雷达声呐盯紧点，有东西靠近立马上报。大副正色，是。船长放下茶杯，不经意瞅了一眼外面，皱起眉头，起雾了。时刻关注锁形航道内的天气状况，是每一个船长的必修课。出发前他特意关注了一下天气，馒头岛中雨，并不会起雾。看着迅速蔓延过来，将整片海域覆盖的白雾，船长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二副急匆匆跑进来，雷达声呐和火控系统全部失灵。船长顿感不妙，拿起通讯器联络岛上经理，里面却只有电流的滋啦声，所有电子设备都失灵了。这对一艘现代化武装舰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他们不仅变成了瞎子，还成了断手断脚的残废。马上派人去甲板，拿眼睛给我侦查，绝不能让一头海兽靠近。他们可就这一艘船，绝不能沉。船长紧张地看着外面的白雾，他发现舰首前方的白雾忽然游动起来，向两侧缓缓拨开。旋即，一艘伤痕累累的魔改渔船从雾中钻出，直挺挺向他们冲来。此时双方相距仅不到20米，对于2艘100米长的船而言，已经算是在贴了。开炮，给我炸沉它！虽然船长想不明白这艘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直觉告诉他绝不能让其靠近。二副声音颤抖，自动装弹器坏了，手动装填至少需要5分钟。船长面色阴沉的可怕，5分钟，黄花菜都凉了。将帽子戴好，船长沉声道，准备接敌。与此同时，钩子船长和一众水手分身们站在甲板上，脸上满是亢奋的红色。小伙子们，准备接舷战，那艘船马上就是咱们的了。秦泽咂腰子的前几分钟就已经让钩子船长他们行动了，在战争迷雾的掩护下，他们轻而易举靠近了武装舰。看着对方甲板上的人手忙脚乱，钩子船长觉得这波稳了，主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砰！飞翔的马戏人舰首重重撞在了敌舰船侧，几块细长的板子和数十条钩索将2艘船紧密贴。主角登场，演出开始了，让我们一起跳舞吧。我是来搅局的。水手分身们前仆后继跳上武装舰甲板，对面船上的水手还没来得及回神，只能被迫接敌。轰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自爆率先炸响，直接把对面干懵。什么情况？哪有上来就同归于尽的？钩子船长看着甲板上几个被炸出来的坑，心疼大喊：别尼玛炸了！小心我的船！自爆组没管那么多，又炸了2声响的后叫道：这次首杀是我们自爆组的。分身们完全不要命的疯狂打法，让对面道心一度崩溃，局面变成了马戏团的单方面屠杀。大副暴吼着冲出驾驶室，一拳砸碎2个分身，同时释放出3级武者的威压。他本以为能够震慑住对方，毕竟分身平均等级连2级都没有。然而在看到他出现后，分身们不仅没有被吓退，反而变得更加亢奋。暴击阴怪了！自爆组二话不说冲上去贴脸炸，接连挨了3个炸逼后，大副脑子嗡嗡的。他们是魔鬼吗？怎么可以这么打啊？冥想组见大副被炸得灰头土脸，以为到斩杀线，想要上前 K 头，刚靠近还没放出技能，就被大副3两拳干碎。干！他演我们，要是能看到血条就好了。是个血牛，再去炸他2下。让俺来！分身们被大副打退一波后，立刻又组织起进攻。大副人妈了！按照他以往的经验，挑几个出头鸟，以非常残忍的手段将其斩杀后，其他人就会吓得溃散。可今天这伙人的字典里好像就没有怕这个字，不仅没有溃退，反而再次朝他发起冲锋。奶奶爹，真把我当怪刷了是吧？大副准备开大，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忽然，他双脚离地，被人从后面拎了起来。结束了。大副耳边响起一声冷漠，紧接着他看到一只手贯穿了他的胸膛，心脏被直接捏爆，致死。他的大也没开出来。吞噬哥这个 BYD 又 K 头是吧？分身们骂骂咧咧。吞噬哥随手将尸体扔到一旁，我再不出手，你们自爆炸，他还不得团灭？敌人还没被伤分毫，己方自发团灭了，可还行。吞噬哥实在看不下去，有了吞噬哥加入战场，不到半小时，甲板上战斗便结束。10多个投降的水手双手抱头蹲在角落，剩下船舱里零星的战斗也并没有持续多久。吞噬哥开大一路横冲直撞，将对方杀破了胆。船上的最高战力只有一个3级大副，大副一死，再无人能挡住马戏团。最后，船长带着剩余30来号人投降。钩子船长站在驾驶室里，摸摸这，碰碰那，满脸喜色。终于是鸟枪换炮了。换了身干净衣服的吞噬哥走进驾驶室，对钩子船长道：按照你的开法，这船最多1礼拜。钩子船长愤懑道：放屁！物主这时也进来说：俘虏全部处理完了，
双手双脚捆上绳子，塞住嘴巴，蒙上眼罩。关押舱室我又上了3把锁，肯定跑不出来。钩子船长沉默片刻，竖起一根大拇指，还是你牛逼。吞噬疙瘩无语。这边海上接舷战结束，岛上的团战却是刚刚开始。馒头岛闲聊的武装人员被突然冲出林子的马戏团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多人听到声音刚转过身，就被一记左正灯踹进大海。马萨卡，马萨卡，马萨卡，快点包饺子！神兵天降，众分身横冲直撞，武装人员被冲得七零八落。尽管一开始落入下风，但毕竟都是有着丰富战斗经历的专业佣兵，很快便稳住了阵脚。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稳多久。随着几个自爆组的老东西抱住对方同归于尽，他们被彻底吓傻了，向四周疯狂逃窜。分身们像是原始人般，边拍着嘴怪叫，边冲进林子里抓猪。另一边，经理捂着腰子不断吸气，他没想到武装队溃败的这么快，这可是几十个大活人，就算几十头猪也不至于就撑这么一会。2名亲信飞快赶来，一左一右护在其身边。常年打雁，没想到有一天还让雁给啄了眼。经理看着秦泽冷笑：“酒好喝吗？”秦泽淡淡道：“一般般，等你死了，我给你烧瓶28年的拉菲，怎么样？够意思吧？”经理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再多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只是一张脆弱的白纸。就凭你们这里几头烂蒜，还想杀我？秦泽笑了笑：“没错，今天你们师徒3人对战我们师徒3人。”法王左手掐腰，右手对着经理指指点点，指定没有你们好果汁吃熬。听到局域网中法王给自己准备的台词，巨霸无奈道：“对，头套都给你们拽掉。”噗嗤，经理把插在腰子上的破伤风之刃拔了出来，他身上的气息开始迅速萎靡，转眼间变成了6级水平，气血少了1/4。混沌技，他不久前亲自奖励给王老六的，对中低级武者有奇效，压制对方等级和气血，前提是必须扎在腰子上。正面战斗毫无卵用，毕竟开打之前总不能和人说让我先给你腰子来一下。经理没想到的是，他给王老六的东西有一天竟用在了自己身上。他将破伤风之刃丢到地上，不屑道：“现在的实力对付你们足矣。”法王雷霆加身，拔地而起，逼逼赖赖，给爷死！轰隆！法王手中甩出一道雷鞭，瞄准经理右侧3级杂鱼。电光火石间，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抽飞。另外的亲信有点慌，好个声东击西。经理目光一凝，4级天赋能力者，怪不得敢给他这个6级巅峰做套，的确能上得了台面。法王又瞄准了另外一个杂鱼，但他这次还没出手，经理动了。即便气血被大消，可肉身仍旧是6级巅峰，眨眼便冲至法王身前，那双被气血包裹的拳头犹如重锤，重重砸下。对法爷来说，被近身无异于是灭顶之灾。砰！一根硕大的白色骨棒从天而降，挡下经理重击。向来神打杀神，佛挡杀佛的巨霸之棒，在对方一拳之下，竟出现了一道微小的裂痕。法王滋啦一声，迅速后退，拉开距离。雷霆万钧！只见法王双手用力下压，数道雷霆劈头盖脸朝着经理脑袋砸下。经理周身出现薄薄的气血屏障，宫顶闪电被尽数拦下。又一个天赋能力者，不对，这气息！看着10米之高的巨人，经理眉头紧锁。异兽的气息，他们不是天赋能力者，是吸收了未进化魂珠的污染者。一群疯子！经理没敢再掉以轻心，直接吸收未进化的魂珠，要比吸收进化过的更强。何况连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都能做出来，保不齐他们还有什么后手。自己身上现在可是有着一大笔养老金，绝不能在这些疯子的手上翻船。秦泽将2个亲信解决，在经理身后道：“我们其实只图财，不害命。盒子扔给我，今天咱们就当没见过面。”经理冷笑：“我布局了那么久，岂会让你们给摘了桃子？”秦泽摇摇头，冥顽不灵，并肩子一起上。巨霸乱披风棒法，疯狂砸地鼠，经理左躲右闪。我可以失误无数次，但你只能失误1次。数米长大棒震天撼地，地面很快被凿出数道裂隙。秦泽降下一道道雷柱，法王用雷鞭狠狠鞭挞。在3人的狂轰滥炸下，经理显露出一丝狼狈。我的就是我的，谁也别想夺走。双目猩红的经理已经彻底疯狂，为了得到这些世界之源，他先前付出太多，而且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松手。秘术燃魂！经理爆吼，他的外表肉眼可见迅速苍老，短短几个呼吸时间，从壮年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不过他的气息却暴涨一大截，再度恢复6级巅峰。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让4级武者逼迫底牌进出。经理并不知道的是，巨霸和法王已经不能算是4级武者。自从选择不当人的进化路线后，他们每次突破后实力都会产生质的飞跃。单独 solo 锤爆普通5级简简单单。如今经理是个实力大削的6级，2个牲口外加一个挂逼秦泽，能将其镇压也是情理之中。秦泽见状微眯起双眼，老东西破釜沉舟了，用秘术献祭了生命之力，换回了巅峰实力。虽然现在看着很亏，但他只要打赢眼下这仗，世界之源一出手，亏损的生命之力都能补回来。秦泽嘴角弯弯，但你真的能赢吗？话落，秦泽开启异兽化，一个10多米高的6臂巨人拔地而起。秦泽居高临下，现在是我们师徒3人对战你一个，优势在我们。唰！秦泽之手抽出古剑，剑锋直劈而下。经理满脸不屑，个子大有屁用！砰！经理右脚猛踢古剑，秦泽只感一股巨大的力道从手臂传来，咔咔咔！古剑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痕，瞬间崩碎。这股力量继续沿着秦泽手臂一路横冲直撞，所过之处经脉尽碎。秦泽不得已自断一臂。猎拳！经理趁势追击，一团吉普车大小的火焰轰在秦泽胸口，巨人踉跄数步，和我玩火！秦泽拍灭胸口的火焰，下一秒，汹涌的蓝炎从其体内迸发而出。马卡族！
看到秦泽身上的蓝颜，经理面色骤变。法王反驳说：“放屁，我们可是根正苗红的泛大陆人，不是马卡族。”经理挑了挑眉，可这蓝颜实在过于眼熟，让他不想歪动呢。经理沉吟片刻道：“55分如何？”秦泽伸出一只手画掌握拳：“我全都要。”经理完全爆发，敬酒不吃罚酒，想着看在马卡族份上给你们点面子，是你们自寻死路。说罢，经理朝秦泽猛扑而来。蓝颜，玄武盾，庞大的玄武虚影在秦泽周围凝聚，其间点缀着星点缤纷蓝颜。经理却仅用了一拳，玄武盾便支离破碎。强大的反作用力把秦泽震退10多米远，镶嵌进了后方的崖壁中。可害！秦泽感觉五脏六腑有点移位，老登太猛了。巨霸驰援救场，替秦泽挡住经理与之激烈搏杀。法王远程10万伏特不停骚扰。秦泽再度起身，今天还真就不信了，我们师徒3人打不过你一个。嗡！秦泽抬起手臂，射出数道红色射线，其中2道被经理硬扛下来，他却只是闷哼了一声。多顶会，我开个大。旋即，秦泽对法王和巨霸2人道。巨霸沉默不语，应对着来自对方的迅猛攻势。法王骂骂咧咧，麻溜的顶不住了要4级战6级巅峰，太吃力了，除非萧天地附体。秦泽开始调用气血和精神力进行施法前摇。蓝颜、雷藏。片刻，巨人睁开眼眸，其中雷霆震烁，原本就阴云密布的天空变得愈发昏暗，黑压压的云层中隐隐有金色雷光闪过。经理这时也注意到了天上的异象，全身汗毛竖起。什么鬼东西？轰隆！霎时间，10数道2米多粗的雷柱夹杂着如雨点般密集的蓝焰火团朝着战场砸了下来。操！巨霸不由得爆了一句粗口，拎起法王的腿将其丢到战场之外。旋即，巨霸迈开大长腿，一步跨出10多米，几步脱离战场。雷藏速度之快，腿短的经理还没冲出几米远，渺小的身影就被狂暴的雷火吞噬。方圆100平米的土地瞬间遭到饱和式攻击，猛烈的冲击波横扫大半个小岛。如此夸张的技能特效，在海上的吞噬哥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攻击持续时间只有不到1秒钟，虽然短短的，但其产生的破坏力无人敢小觑。地面被削平近3公分，蓝岩漫山遍野的燃烧，金色电流在空气中不断闪烁游动。精神力和气血几乎消耗一空的秦泽恢复原形，甚至连千面的能力都无法维持。他虚弱的瘫坐在地，看着眼前的破坏场景，嘴角不禁上扬。老子是真敌强！这一招是他前阵子陪冥想组修炼时无聊想出来的，以全部精神力和气血为源，将火行术和雷霆能力结合在一起。今天头回释放，前摇是久了点，但雷火葬礼的威力却是惊人的。一个这么大范围的 AOE 技能，要是砸进兽巢里，效果得是何等超群！法王咧了咧嘴，干，差点把我们一块埋里了。秦泽摆了摆手，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内。巨霸看着还在燃烧的战场，应该死了吧？法王道，肯定死透透的了。So， 3人正准备开香槟庆祝，一道人影御空而起，真是叫我意外。换做普通的4、5级武者，的确够他们喝一壶的，但很可惜，你们今天遇到的是我。空中，经理的半边身子还在燃烧，身体的很多部位血肉已经烧光，甚至能够看到森森白骨和里面的内脏。法王瞪大眼睛，不是吧，老登这么抗揍？秦泽面色凝重，对6级武者算是有了清晰认知，这还打个屁啊，打不了一点。我觉得之前你的提议不错，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咱们5-5开吧。听到秦泽这番恬不知耻的话，经理仰天大笑，他一只手对着秦泽握成拳头，我全都要，不光全要，我还要你们的脑袋。局域往里，3人快速交流。怎么说？我的建议是润，向我靠近，准备润，吞噬哥打2炮掩护一手。咻咻咻，几发炮弹从武装舰上发射，对经理所在位置进行火力覆盖。经理接下来为秦泽等人表演了什么叫徒手接炮弹。高速移动的炮弹连爆炸的机会都没有，全被经理接下丢进大海。你们连我的船也抢走了，不错，真不错。法王轻哼道，小气鬼，一艘船而已。经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我的船，一会儿我就把你们的脑袋全挂在桅杆上。眼看怒发冲冠的经理准备拍爆他们的脑袋，秦泽忙要开启庇护空间速度润。你们好，请问这里是馒头岛吗？庇护空间还没开，身后忽然响起一个熟悉好听的声音。秦泽扭头看到的一袭红色长裙坐在不远处的树干上，飞扬的裙摆下，2截白皙光滑的小腿荡来荡去。仙女，这货不是在跑环大陆马拉松吗？什么时候到岛上来的？看到仙女的一刻，经理的心瞬间悬了起来。仙女此时虽然安静的像是一汪潭水，但却给了他不亚于狂暴大海的危机感。这是武者的直觉。仙女姐姐，秦泽抬手打了声招呼。经理见状顿感不妙，一伙的。仙女看了看秦泽，刚才的动静是你搞出来的？秦泽指着法王和巨霸，是他们。法王点头，啊对对对，是我们。秦泽松了口气，仙女嘛也没看到，估摸着是刚跑到附近海域，被他刚才雷藏的技能特效指引过来的。经理开口道，不知阁下是什么人？我是航运。数条藤蔓从地面钻出，将经理捆成了粽子。仙女淡淡道，还没问你。经理的嘴被藤蔓堵住，心里满是骇然，这股他完全无法反抗的力量，是高级武者。经理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竟然钓了条大鲨鱼上来。他不能理解，高级武者这么闲的吗？千里迢迢来验证龙王传说，你图什么啊到底？秦泽也很好奇，仙女千里迢迢跑个环大陆马拉松是图什么？他不禁感觉仙女就像是个救火队员，无论是寒山那回还是这次，仙女总是在大火即将失控时出现。姐姐，你怎么在这？秦泽问。来找龙。仙女坐在树上边晃腿边说。秦泽指了指迷雾散去的海面，
你来晚了，现在光剩骨头了。仙女笑笑，当然不晚。意外之财哪有龙王传说来的实在？捆在经理身上的藤蔓松开一道空隙，一条藤蔓卷起对方怀里的棕色盒子，送到仙女手上。秦泽脸上表情十分复杂，1分惊慌，2分无奈，3分不甘，4分欲言又止，直接出了个扇形统计图。仙女也察觉到了秦泽的反应，扬了扬好看的眉毛。这里面的东西水太深，你现在年纪还小，把握不住，姐替你把握。秦泽心中无声呐喊，姐姐我可以。仙女打开棕色盒子，2颗几乎一模一样的蓝色珠子映入眼帘。下一秒，要是给出提示，检测到35点世界之源，是否回收？秦泽扯了扯嘴角，回收个6啊！这个时候回收是嫌经理和6个路上孤独吗？这么多，仙女喜上眉梢。原本只是为了找乐子，结果却找到了这么多世界之源。秦泽几次欲言又止，见仙女合上盒子，还是忍不住开口：“姐姐，为了这盒子，我们忙活了好几天，又死了那么多人。”仙女立刻把盒子放在屁股下，都说了，这东西对你们没啥用，姐姐会在其他地方补偿你的。秦泽差点高呼一声：“我就是驯兽师！”驯兽师？秦泽突然灵机一动，姐姐应该也认识我叔吧？仙女点头。秦泽，我叔本来也好奇龙王传说是个啥，他自己不能来，特意让我过来看看。关于盒子，我提前和我叔说了，要不姐姐和我叔沟通一下。仙女看了看秦泽，又看了看满身雷光的法王和10米之高的巨霸。驯兽师，马戏团。仙女嘴角翘起，所以你叔是马戏团的团长？秦泽一副便秘的表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说，你可别和我叔说。仙女从树上跳下，围着秦泽走了2圈，她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一声轻笑。好了，我会和你叔5分，要不是我今天来，你们几个人的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我拿1半，没问题吧？秦泽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当然没问题。本来他也是想5-5开的，怎么你突然就做决定了？不问下你叔？仙女的声音中满是戏谑。秦泽表情一僵，我的命还是值这个价的。边上的法王也紧跟着附和道，就是我们跟个牛马一样辛辛苦苦这么久，命怎么就不值钱了？仙女手腕一翻，盒子随之消失。告诉你叔，2天后我会给他转账的。秦泽眨了眨眼，为什么要2天后？看到秦泽脸上的疑惑，仙女不禁皱眉，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怎么开始谜语人了？秦泽一头雾水，沉默片刻，仙女开口道，盒子里的东西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进行提取。秦泽睁大了眼睛，血迹？仙女摇摇头，当然不是，我才不会用野蛮人那种粗鲁的手段，我会找专业人士转化，手续费我自己出了。闻言，秦泽心里的困惑更大了，大家不是有钥匙吗？和钥匙一沟通不就自动回收了，哪用得着这么麻烦？还是说仙女没有钥匙？秦泽盯着对方胸口看了看，仙女忽然俯下身子，看清楚了吗？回过神的秦泽猛地转头，脸红的像是泡泡茶壶。没，我什么也没看到。仙女拉长了声音，要不要我往下拉拉，看得更清楚一点？面向大海的秦泽头摇成了波浪鼓，我不是那个意思。仙女，那你什么意思？还要伸手？法王这时道，我去林子里换身衣服。巨霸，俺也一样。2人逃离现场，只留下秦泽和远处的粽子经理。秦泽道，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姐你误会我了。仙女的声音像是诱惑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蛇，继续说，懂了，一定是嫌我又老又丑。秦泽满脸黑线，我没那个意思。仙女，那你回手摸摸。秦泽，仙女果然嫌弃我。秦泽，我真没有。仙女戏谑道，啧，胆小的小男孩。秦泽心里大为不爽，猛地一记回手掏，然后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秦泽疑惑地转过身，看到了一块半人多高的石头。哈哈哈！仙女坐在树上，笑得花枝乱颤。秦泽尬得脚趾抠地，就知道这货没憋好屁。粽子经理还在挣扎，奈何他越是挣扎，藤蔓捆得越紧，差点把你给忘了。仙女打了个响指，藤蔓猛地收缩，砰的一声，经理瞬间变成一团血雾。秦泽咽了口唾沫，仙女强得离谱了。刚才师徒3人全力以赴都没能镇压经理，到了仙女这里，只需简单的一个响指。秦泽忽然有种满级大佬虐新手村的即视感。跑进树林里的猪都被分身们抓了回来，只剩下10来头。有仙女在，分身个个乖巧的如同小学生。若是换作平常，早就开始邀功了。活下来的公司武装人员都被带回了船上。与此同时，刀疤脸等人也都上了船。众人喜极而泣，终于能活着回家了。骨头和那条鱼都是9级海兽的残骸，骨头可以用来做武器，肉卖了或者自己吃都不错，记得带回去。仙女提醒完，便独自站在甲板边看风景。大佬释放出的强大气场，导致大半个甲板无人靠近。水手分身们忙得热火朝天，这些可全都是战利品。除了龙骨和灯泡鱼的尸体外，其他海兽也是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尤其是物主恨不得把所有海兽打包带走。秦泽走进武装舰船尝试，避免再和仙女接触，这女人简直有毒。感应着身上的钥匙，秦泽不由得又想到之前的问题，仙女没有钥匙吗？秦泽摇摇头，立刻将其否定。仙女是每天的水群龙王，参加过猎杀义警，她不可能没有钥匙。那么答案只剩一个，大家的钥匙与自己的钥匙功能不一样。这点早在江城初次遇见虚空兽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没人能够听到虚空兽的声音，他能。连原子哥都不知道虚空兽是星门碎片，可以回收，他的钥匙却能。海兽肉里的世界之源，秦泽吃第一口的时候，钥匙就给出了提示。可他当时问群里其他人，众人似乎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在后面是蓝岩戒岩庙下的世界之源，原子哥去检查过，路人甲他们也去过，但大家都不知道那下面有世界之源。他们的钥匙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与天选之人的身份并无关联。一开始江城潮汐时，秦泽还不是天选之人，
今天仙女的钥匙无法回收世界之源，更验证了秦泽心里的猜想。她的钥匙与众不同。思索间，外面下起了雨，甲板上只剩下仙女一人。神奇的是，雨水落在她附近立刻蒸发，衣服没有被打湿分毫。秦泽撑把伞到仙女身边，一股浓郁的草木花香顿时萦绕鼻尖。这熟悉的味道。秦泽看向仙女的侧脸，与印象中的夏淮安渐渐重叠，他心中一惊，太像了，无论是香味还是大小，一毛一样。仙女是夏淮安。想到这里，秦泽立刻让留守酒店的分身去敲门。淮安姐，中午看你没怎么吃东西，给你带了点心。片刻，穿着睡裙、睡眼朦胧的夏淮安打开房门。谢谢。夏淮安莞尔一笑，接过点心。船上的秦泽眉头越皱越深。不是。叮铃铃，手机忽然响了。岛上有台大功率屏蔽器，分身们将其搬到船上关机后，通讯也就恢复了。听淮安说你们的船翻了，你没事吧？电话那头传来秦玉的声音。秦泽翻了个白眼，您老反射弧还真是够长的。秦玉悠悠道，关心你还关心出错来了。秦泽，我谢谢您。秦玉轻哼一声，这次回来一块吃个饭，我叫上淮安，到时候把他灌醉，嘿嘿嘿。秦泽立刻挂断了不靠谱老姐的电话。这个时候打电话，莫名其妙。旁边的仙女开口道，你姐还真是关心你们老秦家的香火。秦泽笑了笑，毕竟秦家独苗。雨越下越大，分身们的工作也接近尾声。龙骨和灯泡鱼的尸体都被固定在了武装舰进行后方拖拽，武装舰马力大，把他们拽回千流岛很轻松。其他海兽则是交由魔改渔船，尽可能的多带。仙女身上的花香越来越浓郁，秦泽甚至看到她的脚边长出了几株花花草草。仙女将右手伸到雨中，一朵玫瑰在她的掌心绽放。我的天赋能力自然亲和，所以我很喜欢下雨天。秦泽附和大佬，俺也一样喜欢。看着一头头被打包的海兽，仙女沉声道，接下来大海要平静许久。秦泽不明所以。仙女淡淡道，你不好奇海兽是怎么出现的吗？秦泽回答，好奇过一点。仙女解释说，海兽极有可能受到了源的污染。源？以后你就知道了。仙女继续说，海兽的修炼体系与人不同，9级前他们只能依靠源来强化自身，唯有突破9级，他们才会像我们一样自行修炼。换而言之，9级后才是海兽修炼的开始。大海里之前是没有9级海兽的，7、8级的海兽也不过一手之数。秦泽挑了挑眉毛，那条海蛇。仙女点头，她突破了9级，突破成功的一刻遭到了其他高级海兽的围攻。灯泡鱼是最终胜者，他汲取了海蛇的部分源，突破到9级，甚至想突破9级桎梏，明显失败了。9级是海兽的枷锁，大家都想突破这层枷锁。突破的方法也很简单，吸收炼化一完整9级海兽的源。灯泡鱼最终或许会成功，但经理的出现让他之前的一切付之东流。秦泽明知故问，源是从哪儿来的？仙女，曾经这里的蓝岩界渗透出来的，不过我并没有调查出泄露的源头。秦泽更加肯定，大家的钥匙果真是不一样的。仙女眺望着远方的大海，沉声道，大海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它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秘密，就比如海兽可以直接吸收源为己用，而这一点我们人是做不到的。秦泽再次明知故问，所以那个盒子里就是2头海兽的源。仙女点头，没错，经过我的调查，一切海兽体内都是有源的，只不过中低级海兽体内所含的量微乎其微，唯有高级海兽才会有质的飞跃。高级海兽平时只出没在深海，很难发现。我们这次也算是走运，逮到了2条。秦泽想到了小白，那头体型巨大的座头鲸，这货肯定也参与了对海兽王的围剿。之前秦泽还以为小白也被灯泡鱼控制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家伙完全就是在自发当搅屎棍，到处捣乱找乐子，每次一受点伤跑得飞快，不像那些被灯泡鱼控制的海兽死战到底。你把航运公司的人全都带回海都后，执法会接管的。原可是违禁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人私下存有和交易。若不是仙女说，秦泽还真不知道这条规定。想想也是理所应当，世界之源唯有在猎杀者手中才能发挥作最大作用，集中在猎杀者手里是对的。正好他还思考怎么处理战俘，现在就不用那么麻烦了。1个多小时后，分身们在魔改渔船后方固定了12头半海兽，这是渔船能够携带的极限。钩子船长意气风发地站在武装舰驾驶室，大手一挥，舰队出发。2船一前一后，缓缓驶离馒头岛海域。不久后，座头鲸小白浮出海面，望着远处变成2个点的船，哗啦，换气空喷出一道冲天水柱，旋即阴云密布的馒头岛上空开始放晴，久违的阳光照到了海面上，在小白喷出水柱的周围形成一道绚烂彩虹。待2艘船彻底不见，小白尾巴一甩，消失在茫茫海面。深夜，马戏团舰队抵达千流岛港口，港口调度人员看到2艘从深海开回来的船，整个人惊呆了。刀疤脸等人迫不及待下船，边激动的欢呼，边朝城里跑去。他们这趟能活着回来，实属不易。晚安。和秦泽打了声招呼后，仙女也下船，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秦泽对众人道：“你们连夜回海都吧，战利品急需入库。”钩子船长不耐烦摆手：“你不下船，我们怎么走？”秦泽翻了个白眼。待他走后，舰队再次起航。秦泽的房间在10楼，和夏淮安紧挨着。深更半夜，避免吵醒别人，秦泽狗狗碎碎翻窗，窗台较高，落地时没注意脚下距离，咕咚摔了个屁墩。床上的分身无情嘲讽：“珍贵物。”秦泽轻哼，回收了分身。他简单冲了个澡，洗去身上大海的味道。刚要躺下，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咕咚一声，像是有人摔了个屁墩。秦泽火速敲响隔壁房门：“淮安姐，没事吧？”片刻，夏淮安开门，还是白天时的睡衣，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没事，刚才吹风不小心摔倒了。”秦泽朝卧室里看了看，
窗户半开着，夜晚的海风卷起窗纱，轻轻摆动，床上被子都推到了一边，被子下面，秦泽似乎看到一抹红色。快睡觉吧，明早天气好，我们就回海都。夏淮安道。秦泽点了点头，互道晚安。他回到自己房间，夏淮安给他的感觉怪怪的，表情僵硬，很不自然，一副操劳过度的样子。秦泽不禁感慨，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得学会节制。深夜的要是聊天群有仙女这个龙王在，仍旧很活跃。仙女不拉屎，回千流岛了。你们猜猜我这次收获了什么？驯兽师先别说，驯兽师，边缘划水，这么快就跑完环大陆马拉松了。我建议下届万族运动会，你代表人族出征。路人甲，这和驯兽师有什么关系吗？仙女不拉屎，当然有，这次算是我和秦泽的共同行动。悠悠鹿鸣，阿咧，秦泽没在岛上。路人甲，小鹿也和秦泽在一起。悠悠鹿鸣，我们来岛上做任务，台风原因暂时留在了岛上。秦泽前天晚上就开始在房间里闭关，送到门口的饭也没动过。悠悠鹿鸣，我还好奇他为什么突然开始修炼了，原来是自己偷偷溜出了千流岛。字里行间中，秦泽能够看出陆彤彤的幽怨。仙女不拉屎，话题偏了，猜我这次得到什么了？路人甲，海兽。仙女不拉屎，漏。边缘划水，答辩，我猜是一坨答辩。仙女不拉屎，下划线，抓个狐狸精，该不会是世界之源吧？仙女不拉屎，没错，就是世界之源。聊天群瞬间安静下来，下一秒集体炸裂。抓个狐狸精，我草，我错过了什么？边缘划水，不能理解，但大受震撼。路人甲，这仙女稍后大致讲了遍经过，中间省去了马戏团，只是说和秦泽联手拿下航运公司经理，获得海兽世界之源。仙女不拉屎，艾迪驯兽师，我明天找个人提取，手续费我自己出了，提取完再给你转。驯兽师，这怎么行？咱们一人一半吧。仙女不拉屎，那就一人一半。秦泽扯了扯嘴角，我就客气一下，大姐你怎么就不能再坚持？仙女没有点名驯兽师的团长马甲，这倒是让秦泽有些意外，他竟主动保守秘密。群里随后又聊起了海兽，除了仙女之外，其他人明显都不知道海兽与世界之源的关联。仙女又把在船上和秦泽说的又对其他人讲了一遍，众人纷纷表现出司国一的反应。这2天在海上飘着，秦泽没怎么休息好，躺在柔软的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次日天气晴朗，夏淮安通知秦泽等人回海都。坐在游轮上，专业团队都感到一阵心情愉悦。怀旭伸了个懒腰，终于出太阳了，再下雨我真要长蘑菇了。胖子点头，谁说不是？旅途是漫长的。专业团队在一间配置齐全的套房，胖子3人斗地主，秦泽站在窗边眺望湛蓝平静的大海。期间，秦泽发现陆彤彤总是偷偷看他，每当他转身，小姑娘就唰的一下撇过脸。奇怪的丫头。马戏团舰队早在早上便抵达了海都港口，仙女似乎提前通知了执法部，一队执法已等候多时，航运公司的船员都被带走了。至于船，领头的执法队长说交由钩子船长他们自行处理。虽然本来也没打算还，但听到这个消息，钩子船长的嘴角还是咧到了耳根。港口一众捕猎船正准备出海，刚看到武装舰后方拖拽的龙骨和灯泡鱼尸体时，其他捕猎船的船员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众多海兽收购商纷至沓来，想要买下灯泡鱼及其他海兽。龙骨和灯泡鱼骨马戏团自己留下，鱼肉和其他海兽尸体则是一起打包卖给了这些收购商。当看到账户里8个零的货款时，一众分身都嚷嚷着要去开心，其中一大半都是灯泡鱼的价值，毕竟是手头被猎杀的9级海兽，极具商业价值。钩子船长大手一挥，扬言要打造一支海上舰队，最起码得配上一艘航空母舰，由此来彰显他真船长和马戏团海军司令的身份。建议刚提出就被秦泽无情拒绝，新3天就3天，缝缝补补又3天，给你开新船不是糟践东西吗？把那艘武装舰回来时撞的洞补上，这船以后要是沉了，你就自己想办法。以上是秦泽原话。气斗冷的钩子船长只能无力地反抗一句俏丽吗？专业团队是中午回到海都的，一行人马不停蹄，立刻前去交接任务。把许教授的东西交付完后，每个人的10点功勋到账。虽比不上5级任务，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何况还是性价比这么高的跑腿任务。专业团队想着趁百校大比还没开始，再刷2个任务传播功勋，奈何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了个专业团队一个措手不及。海都戒严了，戒严是在专业团队回海都的2天后，海都许进不许出，包括港口的船也禁止出海。戒严期限没说。至于原因，海都执法在城外20公里处检测到了不稳定的空间波动，用人话来讲，大概率会出现空间裂隙，投放异兽。这对海都人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每天仍旧是该干嘛干嘛。海都可是联盟的中心城，别说受潮，区潮汐也不在话下。专业团队没法继续刷任务，只能投身进修炼中。秦泽没啥事干，也只能投身于督促分身们的修炼中。等过段时间百校大比结束，秦泽准备去趟北境。胖子的精神力已经达到要求，可以去和边缘划水交易手账了，到时候也可以顺便去深渊看看。秦泽觉得自己只在门口不进去的话，问题不大。海都一连戒严了数日，在学校里憋得全是屁的秦泽，这晚和3号约了个饭。老板，2串腰子。3号脸上露出些许疲惫。秦泽好心提醒，年轻人得注意节制。3号翻了个白眼，最近光加班了，和节制有个屁关系。秦泽笑了笑，正好补补。老板，再来2份韭菜，1份生蚝。3号没好气道，我没记错的话，快要百校大比了吧？你不好好修炼，大晚上的还出来到处溜达。秦泽淡淡道，劳逸结合，我刚结束闭关，天才是需要休息的。3号信以为真，腰子来喽。老板端上烤好的腰子，虽然没有家乡的味道，但3号来海都这么久，
也算是习惯了。两个小老乡边吃边聊，3号回忆起自己曾经在江城打拼的岁月，秦泽说着最近学校的生活。不知何时起，双方都把彼此当做了树洞，在这个远离江城的海都，也就只有他们两个小老乡能够相互抱团取暖。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执法队从街上匆匆走过，吸引周围一众人的目光。秦泽见状道：“你们这些打工人还真是够忙的，大半夜还下不了班。话说城外的猎系到底什么时候开？有没有个准信？”最近秦泽闲来无事逛任务大厅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跑腿工作，可惜得出城。3号看了看秦泽，又谨慎地环顾四周。秦泽疑惑道：“怎么了？”3号身子前倾，压低声音道：“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空间猎系，这不过是为了戒严海都随便找的理由。”秦泽顿时皱起眉头：“还有内幕？所以为什么要戒严？”3号低声道：“我们得到线报，最近有一大批处女座的手下来到海都，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我们这些天都在全城秘密抓人，为了避免引起城内人的恐慌，才故意说是城外有猎系。”秦泽恍然，原来是打算要瓮中捉鳖。的确，生活在身边的恐怖分子和城外的异兽相比，前者要更加可怕。秦泽笑笑道：“你对我倒是挺信任，就不怕我也是处女座的人？”3号摆了摆手：“你这样的人族天骄，要是也被处女座策反的话，人族就彻底没救了。快点了，开下一局吧。”秦泽问：“现在抓多少人了？”3号回答道：“27个，线报上说是有60。”秦泽开玩笑道：“你们这个线人挺厉害的，该不会是处女座本人吧？连这么详细的情报都能搞到。”听到秦泽的这番话，3号眉头微皱：“我也觉得这回的情报有些过于详细。过去几天，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前往行动简报上的指定地点便可，有些家伙傻乎乎的都不会跑，也不知道那个处女座手底下是真缺人了还是怎么着，什么人都收。”秦泽不以为然：“这不正好方便你们？”3号点点头，倒也是。酒过3巡，菜过5味，不胜酒力的3号有点上头。这时他身上的手机忽然响了：“是，我知道了。”3号神情严肃的了接一通电话，他随即起身运转气血，瞬间排掉体内的酒精。有个紧急抓捕任务需要人手，我过去帮个忙，改天我请你吃饭。看着3号匆匆离去的背影，秦泽翻了个白眼。这辈子想吃上3号请的饭，怕是有些困难。深夜，秦泽摇摇晃晃回到学校。深秋的海都，天气已经开始转凉，学校里很少看到行人。秦泽独自朝宿舍走去，手里拎着给儿子们打包的宵夜。在经过小公园的时候，秦泽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站在树下。南宫学姐。秦泽打了声招呼，对方没有任何反应。秦泽疑惑上前，南宫倩柔赤裸着双足，头发有些凌乱，身上穿着单薄的衣裤。她背对着秦泽看着路牌，似乎迷路了。南宫学姐，大晚上的，这是要去哪？这次南宫倩柔总算是有了反应，她慢腾腾地转过身，满脸茫然地看着秦泽。你是？学姐的反应给秦泽整不会了。你不认识我了？咱们不久前还一起去了石岸。南宫倩柔小脸认真地努力回忆着，但很快便露出痛苦表情。抱歉，我真的不记得了。或许我们以前真的认识，但我现在忘记了。秦泽怔了怔，失忆？好端端的怎么会失忆？他抬起手摸摸对方脑门，也不发烧。南宫倩柔指着路牌，我以前应该是在这里生活过，这里的场景给我种很熟悉的感觉。我们是朋友吗？秦泽眨眨眼，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南宫点头，我也忘了。点头+2。局域网中法王恶趣味道，快告诉他你是他男朋友。千面小了，格局小了。物主就是直接一步到位，你说你是她老公。秦泽懒得搭理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怪冷的，咱们先换个地方说。秦泽刚一转身，手便被拉住，南宫的手冰冰凉凉。别丢下我。南宫倩柔声音很小，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哀求。秦泽叹了口气，突然失忆，什么也不记得，确实挺无助的。没有丢下你，只是换个暖和的地方说话，至少你得穿双鞋吧。南宫弱弱点头。一队执法往你们那个方向去了，安插在学校里的分身在局域网中传讯。秦泽想到了3号口中的抓捕队，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南宫倩柔。学姐，原来你也……我怎么了？南宫倩柔眨眨眼，满是茫然。没什么。秦泽觉得自己想多了，他想说原来你也是处女座手下来着。可南宫倩柔是个偏执又正义感爆棚的人，很难想象他会为处女座那种变态服务，这里面怕不是有什么隐情。在末界，你们就要被执法队包饺子了。局域网里分身戏谑道：“先跟我走。”秦泽拽着南宫倩柔七拐八拐跳出了执法队的包围圈。半分钟后，几名执法队员来到小公园，人跑了，现场有2个人的气息，目标极有可能挟持了学校里的学生作为人质。外围人员注意，有人质，务必保证人质安全。海都学府的学生若是在他们这次秘密抓捕行动中出现了什么差池，第2天他们整个执法队都得上海都早报的头条。他们甚至连标题都想好了：海都执法连个学生都保护不了，你们到底都在保护什么？与此同时，秦泽已经带着南宫倩柔离开学校。夜已深，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唯独一对逃亡男女。此时的海都气温只有个位数。秦泽看着学姐赤裸的双足，不由问：“你不动脚吗？”南宫倩柔摇摇头，没感觉。秦泽想想也是，南宫倩柔3级武者，不至于这么不耐造。海都执法，空旷的街头，一人从隔壁楼上跳下，拦住逃亡男女去路。看到来者，秦泽微微一怔，对面也愣住了。2人异口同声：“是你！”3号感到一阵头大，大半夜你不赶紧回宿舍睡觉，瞎溜达什么？秦泽回答：“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在回宿舍路上遇到他的？”南宫倩柔歪头看着秦泽：“你们认识？”秦泽扯了扯嘴角：“何止是认识？”看到2人手拉手，3号眉头紧皱。
刚才通讯频道里说这次的抓捕目标劫持了人质，可看现在双方的状态，秦泽明显不是被劫持的，说是压马路的热恋情侣他都信。3号瞳孔逐渐放大，他想到了吃饭的时候秦泽对他说的那句话：你对我倒是挺信任，就不怕我也是处女座的人？干，该不会真的点了开下一局吧？夜晚的风中，3号有些凌乱。没什么事的话，我们走了。秦泽拽着南宫倩柔与3号擦肩而过。站哪？3号揉了揉眉心，你就不准备和我解释点什么？秦泽开口道，关键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没法解释，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南宫学姐也不可能是处女座的手下，等我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会跟你解释的。3号脸色阴晴不定，保证？你拿什么保证？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极有可能是个恐怖分子，会威胁全市人民的安全。秦泽没忍住笑出声，你觉得他现在这个傻了吧唧的样子会是恐怖分子？3号看了看南宫倩柔一脸天真懵懂的模样，重重叹了口气，打我一拳。秦泽会意，一记白虎火星拳将3号掀飞10几米远，随后带着南宫倩柔匆匆消失在夜幕中。有点糊的3号捂着胸口缓缓起身，咧着嘴角自语，下手真黑。片刻，几名执法队员赶到，队长，您没事吧？3号摇了摇头，被偷袭了，人往那个方向去了，追的时候小心点。3号随手指了一个相反的方向，队员们立刻追了上去。造孽啊！待几人走后，3号又叹了口气。光线暧昧的卧室里，处女座完事没？门外响起双鱼座不耐烦的声音。处女座冷哼，起身披上一件轻纱，推门而出。各地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行动？双鱼座连忙问。他还指望着凭借这次大动作戴罪立功，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处女座捏着兰花指，拿起咖啡杯，现在就可。这些赶在百校大比前布置完即可。我比较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处女座看了眼双鱼座，又看向站在不远处的白羊和马燕，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做什么了？最近这些天海都执法在满城秘密抓人，打着抓捕我手下的名号，我都不知道，我竟然有了这么多忠心耿耿的手下。双鱼闻言也皱眉看向白羊，你又干什么了？白羊摊开双手，满是无辜，我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见二人仍旧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自己，白羊大声辩解，天地良心，我这次来海都就是打酱油的，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你们的许可下做的，包括不久之前考核许峰的事情，你们可是都同意了。现在秋后算账，搞毛啊？处女座喝了口咖啡，那就奇怪了，海都执法这些天在抽什么风？双鱼沉吟片刻，对处女座道，你大概率是成背锅的了。处女座舔了舔唇角，我能成为海都执法的背锅侠，那我还真是够荣幸的。现在作战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你们几个在海都也没什么事，这几天去查一查，我那些手下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白羊座自告奋勇，我去，这些天在屋里待的我都快发霉了。双鱼点点头，我还要再完善一下计划细节，这事就交给你了。白羊座拍着胸脯道，保证完成任务。洗完澡的南宫倩柔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鸭子坐在床上，两条笔直的长腿白皙光滑，很是惹人注目。秦泽背着床在衣柜里不停翻找，很快将一套衣裤扔给南宫倩柔，没有女装，先对付穿吧。这里是马戏团的一处安全屋，存放了不少日用品和吃的。狡兔三窟，类似的安全屋在海都还有几个。南宫倩柔也不避讳，解开衬衫扣子就开始换。秦泽转身面壁，等身后窸窸窣窣的声音结束，他才又转了过来。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的南宫倩柔总算显得不那么狼狈。秦泽拉过一把椅子，跨坐在上面，双手搭在椅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南宫倩柔歪了歪头，聊什么？秦泽发现现在的南宫倩柔不仅仅是失忆，还有一点智力退化。她就像是一个7、8岁的小女孩，对周围一切都充满了懵懂。你还记得走到学校公园之前你都在哪儿吗？南宫倩柔努力回忆了一遍，很快摇摇头，不记得。秦泽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南宫倩柔皆是一问三不知。卧室里陷入沉默。我饿了。南宫倩柔突然道。秦泽起身去厨房下了碗面。南宫双手捧着碗，眼睛亮晶晶的，立刻吸溜吸溜吃了起来。看着缩面的学姐，秦泽陷入沉思。目前他想到了2种情况。第一种，南宫倩柔真的是处女座手下，他在演他。秦泽看向床上正傻憨憨缩面，吃得满脸都是的学姐，将第一种情况 pass， 这不像是冷傲的学姐能做出来的。那么就只剩下第2种情况，海都的高层在隐藏某个秘密，甚至对执法部都进行了隐瞒，以处女座手下的名义对南宫倩柔这些人进行秘密抓捕。思索片刻，秦泽认为第2种可能性更大。3号如今在海都执法内部的地位不同凡响，虽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审判者，但他享受的资源和真正的审判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连3号都不清楚内幕，执法部大概率是被框住的。那么南宫倩柔这些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不惜戒严封城来抓人。吃饱了，南宫倩柔乖巧地把空碗放到一边，然后继续歪头看着秦泽。秦泽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他的大花脸。此刻他突然有种在养女儿的感觉，不知当南宫学姐恢复记忆之后，想到她现在的样子，会不会社死？困了，扑通一声，南宫倩柔大字型倒在床上。局域王里，法王乐个不停。你还真成他爸了，吞噬哥。所以你接下来怎么办？就把他一直养在这儿。物主，金屋藏娇，妙啊。局爸，骗一个什么都忘了的姑娘，有点不太好吧？千面，这里有个老实人，快一起欺负他。秦泽沉吟片刻道，千面，你现在去海都执法部看看。千面洋洋得意，现在想起我这个版本之子了，乖乖等我带飞。目前线索有限，只能想办法看看海都执法的内部资料，尤其是关于这次秘密抓捕行动的，最好能找到执行官或者审判者的一手行动简报。现在秦泽能做的只有等待版本之子的调查结果。嗡嗡，手机忽然震动，
是3号发来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跑。秦泽立即把南宫倩柔晃醒，南宫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你难道是要吃早饭了吗？秦泽一脸黑线，振作起来啊，学姐，那个又勇又飒的你哪儿去了？吃个溜，这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快点转移。南宫倩柔疑惑，你之前不是说这里是安全屋吗？秦泽没好气说，安全屋就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运转气血跟上我。眼前的一幕让秦泽忽然想起了江城意境中与南宫倩柔的初遇，当时南宫倩柔也是带着他躲避异化者的追击，藏到了一个安全屋里。现在二人角色互换，轮到秦泽带他东躲西藏。气血？什么是气血？秦泽脚下差点滑个跟头，得，忘得还真是够彻底。没时间了。秦泽把南宫倩柔扛在了肩上，迅速翻窗下楼。砰！刚一落地，远处的几名执法队员便发现了他们。站住！海都执法，把人质放下，乖乖束手就擒。秦泽扯了扯嘴角，好家伙，这是把他当成抓捕对象了。秦泽蒙着脸，左右环顾四周后，朝着执法人最少的方向冲了过去，拦住他。两名队员看着来势汹汹的秦泽，不退反进。撕拉了，秦泽身上雷光震烁，将两人电翻在地。可还没跑出多远，在拐角处，秦泽与3号撞了个满怀。3号心里骂骂咧咧，他特意挑了偏僻的地方蹲着，这都能撞到。哎呦，我又受伤了。3号捂着胸口，浮夸的后退2步，倒在地上。秦泽放下拳头，扛着南宫倩柔从他身上窜了过去。很快，秦泽再度跳出执法的包围圈，来到一个荒废无人的游乐场。秦泽把南宫倩柔放下。你是超人吗？南宫倩柔的眸子里充满了崇拜。秦泽翻了个白眼，超个头！你要是能想起来运转气血，咱们也不至于跑得像龟儿子一样。南宫倩柔瘪了瘪嘴，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可我就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见南宫倩柔要掉小珍珠，秦泽感到一阵头大。行，我不对，我错了，我刚才不应该凶你。南宫倩柔吸吸鼻子，小声道：没关系，我原谅你了。秦泽挥了挥拳头，造孽啊！嗡嗡，3号的短信又来了。你们在游乐场？秦泽挑了挑眉。对，执法的反应速度未免过于迅速了。他们前脚刚到，执法队后脚就能找到他们的落脚点。你们身上有定位装置，快找出来。原来如此，难怪执法队那么快找到安全屋，又这么快跟上来。秦泽身上肯定是没有的。今天晚上他只接触过3号一个执法，3号如果想害他，大可不必给他通风报信。秦泽看向南宫倩柔，把衣服脱了。哦，南宫倩柔也没问为什么，立刻开始解扣子。脱完外套后，他又准备脱胸衣。够了。秦泽连忙阻止，学姐啊，有点边界感。秦泽在南宫倩柔身上检查了一遍，在她后背发现了一个闪烁的小红点，红点在背部中央，皮肤下面。秦泽摸了摸，是个类似芯片的东西。痒！南宫倩柔扭了扭身子，别动。秦泽3两下将其扣出，浅浅的伤口迅速愈合。南宫倩柔即便失忆，仍旧是实打实的3级武者。秦泽摊开手心，那是一枚大拇指甲盖大小的薄芯片。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旋转木马后面，都把步子放轻一点，不要打草惊蛇。废弃游乐场，一群执法员在一位7级执行官的指挥下，悄悄对旋转木马展开合围。旁边的3号难以置信，抓捕任务竟然会空降执行官，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一名执行官和一名审判者带队，抓捕阵容可谓是空前豪华。3号的手心里捏了把汗。游乐场荒废许久，旋转木马表面满是斑驳的锈迹，周围长起半人高的野草。很快，30多名执法员把旋转木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并开始喊话：你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立刻投降，把人质带出来，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给你最后3分钟的考虑时间，3分钟后，你若再执迷不悟，我们将会采取强制手段。四下寂静无声，只有偶尔吹过的晚风。时间一过，最前面的审判者回头看了眼执行官，执行官点点头，审判者大手一挥，行动。接到命令的先锋队立刻准备强攻。喵！一只大狸花猫受到惊吓，从野草丛生的旋转木马里跳了出来。小家伙身法异常灵活，一跃而起，踩在一个执法员胸前，借此为踏板突出包围圈，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猛。大半夜兴师动众，出动这么多人，只为抓一只猫。执行官看着巴掌大小的屏幕上，一个红点飞快地移动，脸色铁青。他右手轻轻一握，屏幕化作粉末。收队。3号松了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另外一处安全屋内，秦泽收到了3号发来执法已经收队的短信。执行官竟然也参与了抓捕，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秦泽走到卧室门口，床上的南宫倩柔正保持着婴儿般的睡眠。他还挺羡慕这种没心没肺倒头就睡的，多新鲜！这话说的像你不倒头就睡一样。每天睡眠时间不到9个小时，你都算是失眠。你是猪吗？还是上辈子没睡过觉？所谓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睡觉罢了。秦泽没有理会局域网里众分身的奚落，他把今晚的经过简单理了一遍，大致有了个脉络。不出意外，今晚参与抓捕行动的执法员都不知道他们在抓的是什么人，知道真相的大概只有那名在场的执行官。镶嵌在南宫倩柔后背皮下的那枚芯片，明显是科技造物。秦泽的第一反应是南宫倩柔卷入了人形作战兵器的项目里，联想到意境中的战场女武神，秦泽看着学姐陷入沉思。这一刻，南宫倩柔命运的齿轮又开始转动了吗？一个坏消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消息，你要先听哪个？局域网里响起千面的声音，有一说一，版本之子的效率很高，这才过去3个小时不到，千面就已经有了眉目。秦泽淡淡道：有屁快放！千面，卸磨杀驴是吧？你就是这么对待版本之子的？我告诉你秦泽，
你得对我好点。从千流岛受潮开始到现在，我哪回不是力挽狂澜？虽然我从未在正面战场上露过脸，但好歹也算是一个辛苦的地下工作者。要是没有我发挥作用，你们全得谢逼。我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可你就这个态度，我对你唯有失望二字。千面避避了半天，总算是回归正题。坏消息是抓捕行动的保密程度很高，执法部的很多执法员甚至都不知道有抓捕行动这回事。2/3的执法员天天轮班往城外跑，去看守那道不存在的空间裂隙。秦泽闻言直呼好家伙，如此严格的保密程度，他的确是没有想到。看来3号如今在海都执法部内的位置不低，或者说深得某位大佬的信任。连审判者都不是的他，竟能知道部分内幕。秦泽接着说：“千面干，你对我就不能好点？我不说了，除非你客客气气地说，王子请继续讲。”秦泽，局域网里沉默了足足5分钟之久。千面率先忍不住：“算了算了，版本之子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回就先原谅你了。几个审判者的办公室我都偷偷溜进去看过，包括参与抓捕行动的，他们的任务简报和普通执法员的没什么区别，都说是抓捕恐怖分子的。就在我以为一无所获准备撤的时候，哎呦喂，你猜我看到了什么？”秦泽扯了扯嘴角：“你看到了个地道。千面，我看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执行官，还有一对像双打了的茄子一样的执法员，他们那个调样笑死我了，哈哈哈哈！显然，他们就是不久前游乐场那批人。我扮演成保洁大妈去执行官门口扫地，不过隔音太好，隐约能够听见他怒气冲冲的在给谁打电话，听不清具体内容。本版本之子灵机一动，直接推门入，装作不知道里面有人的样子。秦泽，执行官没一巴掌把你拍死，你还真是走了狗运。”千面洋洋得意，执行官敢在执法部随手杀人，狗胆包天了他是。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内，我算到了他不敢对我怎么样，才果断迈出这一步的。听着千面不断给自己脸上贴金，秦泽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正事。千面，正事就是刚开始进去和后面出去的时候，我总共听到了2句话，一句是执行官说的，你们的定位器都定位到猫身上去了，和你们这群不靠谱的虫豸在一起，怎么能办成大事？另外一句是电话里面传来的，虽然声音不大，但还是被聪慧的我捕捉到，内容是执行官大人莫生气，这关乎着人族未来大计，您多辛苦。秦泽眉头紧锁，又是什么人族大计？但凡是跟这4个字搭上边，他就没遇到过一次好事。人族为什么总要花样作死？苟住猥琐发育不行吗？早饭，早饭，早饭！南宫倩柔坐在餐桌前，一手握着一根筷子，不停敲击桌面。来了来了，姑奶奶。秦泽盛了碗粥，简单煎了个鸡蛋，撕开2袋榨菜，对付了一顿早饭。南宫倩柔倒也不挑食，什么都能吃得喷香。还要喝光一碗粥，南宫倩柔将空碗递给秦泽。秦泽默默叹了口气，他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把父亲的职责。吃完早饭的南宫倩柔也不吵不闹，乖巧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秦泽期间问过他几回有没有想到些什么，南宫倩柔只是摇头。数日一晃过，这些天秦泽也没去学校，天天在安全屋给南宫倩柔洗衣做饭，偶尔天黑了带她出去透透风，尽职尽责地做着全职奶爸。千面又接连数次摸进执法部，想去那名执行官办公室看看，可惜全部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刚要撬开门，就碰到了突然返回的执行官，差点凉凉。马戏团这些天也在全城进行着秘密调查，想要在执法队前面找到一个恐怖分子，奈何执法队掌握详细情报，总是提前一步。至今除了南宫倩柔外，秦泽再没见过第2人。而且这些天执法队的抓捕行动也渐渐平息，似乎人都抓完了。这天早上，秦泽一如既往给女儿准备早饭，忽然接到了3号打来的电话，抓捕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还差2个人，其中一个是你女朋友。秦泽愣了愣，我什么时候说是我女朋友了？3号意味深长，大家都是男人，我懂。秦泽一脸黑线，你懂个锤子！这些天秦泽对女儿的照顾，总是让他想到江城意境中那个英姿飒爽的女武神，想到当初2人被异化者一路追杀，南宫倩柔毅然决然为他断后的情景。这段全职奶爸的经历，也算是秦泽弥补了心中的那份亏欠。说正经的，执行官对这次的抓捕行动非常重视，你们藏不了多久的。秦泽淡淡道，那些被抓到的人都去哪了？3号回答，当然是都被关起来了。秦泽笑了笑，你有多少天没去关押室了？3号莫名其妙，1-2个月没事去关押室做什么？我虽然还不是审判者，但现在已经不用亲自去做这些跑腿的活了。秦泽，你现在可以去关押室一趟，人还在里面算我输。3号沉默片刻，我会去的。这次的抓捕行动，我也感觉到很多地方都透露着怪异。我暗中调查过，很遗憾，什么都查不到。消息已经封锁到了审判者1级，除了执行官，其他人都不知情。3号查不出来也是正常的，毕竟连版本之子都遇到了困难。最近小心点，我也不知道你们还能躲多久。3号嘱咐完便挂断了电话。最后一个抓捕目标的位置已经确定了，阳光大街 B 区，执法队正在路上。局域网里，千面发回消息，自从千面潜入执行官办公室屡屡碰壁之后，他便改变了打法。用千面的话来说，这叫挖掘纵向深度，从而撬动核心体系，加大辐射范围，串联关键点，最终将整个计划盘活。换成人话就是，他现在混进了抓捕队。如此一来，在抓捕行动开始时，他能得到第一手信息。秦泽微微一笑，躲，是时候主动出击了。阳光大街集合。随着秦泽在局域网中命令的下达，大半个城里的分身开始集结。这次执法部的抓捕目标很有可能会是破局的关键。秦泽就不相信每个人都像南宫倩柔这般傻乎乎。咔，卧室的房门打开，衣衫整洁利落的南宫倩柔走了出来。秦泽有些奇怪，以往起床的时候，南宫倩柔的头发都是鸡窝一样乱糟糟，睡衣也是乱七八糟。看到南宫倩柔那有些漠然的眼神，秦泽不禁问：
你想起什么了吗？南宫倩柔脸上的表情又变回了茫然，摇摇头，没有。秦泽有点泄气，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南宫倩柔还是像往常那样乖巧地坐在餐桌前，不过并没有敲桌子。秦泽总感觉今天的他怪怪的，一会吃完早饭就自己看电视，桌子上有水果零食，困了就睡觉。我要出去一趟，中午之前就会回来。秦泽没有想太多，把早饭推到南宫倩柔面前。这次的抓捕行动，他要亲自出马。南宫倩柔只是点了点头，不像以前他出门那样连问好几个问题。秦泽微微皱眉，你不问我点什么？南宫倩柔扬起头，我要吃冰淇淋。秦泽笑笑，在家好好表现，回来我就给你带冰淇淋。南宫倩柔嘴角有些僵硬的翘起，好。又嘱咐南宫倩柔一番后，秦泽离开了安全屋。直觉告诉他，南宫倩柔恢复记忆了，在附近盯着。他若是出门就跟上去。秦泽安排了2个分身在安全屋附近后，直奔抓捕地点。阳光大街 B 区喜乐饭馆，刚过早高峰，店内仍旧有不少吃早饭的客人。叮铃铃，门口风铃声响起，一个失魂落魄的女孩推门而入。欢迎光。老板抬起头，当看清女孩面容时，立刻激动起来。欢欢，你总算回来了，这么久也不跟家里联系，打电话也不接。要不是你上级跟我说你还在执行任务，我还以为你……老板快步走出柜台，拉起女孩的手，眼中满是泪水。女孩衣衫单薄，脸上充满疑惑和迷茫。你认识我？老板顿时一愣。欢欢，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爸爸呀。老板不知道女儿经历了什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连她都给忘了。我叫小柔。老板晃着女孩肩膀，半个月前你和我说去参加什么选拔，再没和我联系过，到底发生什么了？父亲的眼中满是心疼。我不记得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女孩突然痛苦地抱头蹲在地上，刹那间她身上气血沸腾，3级武者的威压迸发。